江南省中海市第一高中，2000多名朝气蓬勃的高三学生正站在仪式广场上。长长的队伍后，一名长相帅气、颜值完虐当红小鲜肉流量明星的少年微微一睁双眼，愣住了。奶奶的，我这是穿越了？不对，卧槽！貌似我已经穿越到这个世界18年了，刚刚解封前世的记忆。少年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名为苏明，前世是个普通的职员，过着996福报的生活，没有什么特长，唯一的优点就是长得帅，堪比彦祖那种帅。原本苏明刚加完班回家准备打一把 LOL， 结果一场暴雨，雷电劈下，苏明死了。一睁开眼就到了这里。不过按照记忆来看，他意外死亡已经是19年前的事情了。只是才回想起来，如今他所在的世界是一个全民转职的世界，有点像前世那种粗制滥造的网游。每个人在成年的时候都可以进行一次神圣的觉醒仪式，获取属于自己的专属职业。一旦觉醒成功，就可以成为高贵的职业者，通过狩猎 BOSS 怪来升级，从而获取超凡的力量。当然，要是真的没有天赋，觉醒失败，不好意思，只能成为社畜了。继续996福报，服侍这个世界的权贵，也即是那些幸运儿高等的职业者大人。陈天鹤觉醒成功，职业铁匠，这是一种生活职业，白银品阶还不错，足够努力的话，将来也有机会进入 A 级工会。陈浅浅觉醒成功，职业弓箭手，白银品阶，战争职业。恭喜陈浅浅成为了一名的光荣战争职业者。今年的全国高考一定要好好发挥，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仪式广场中央有一个像是祭坛的巨大讲台，这是转职台，用于给几千名学生进行觉醒仪式的场地。而在转职台上，一名身穿黑丝、身段曼妙、波涛汹涌的美女神官正在不断记录着这一次的觉醒情况，同时为中海市的学生讲解着各种职业的优点。龙晨觉醒成功，职业圣骑士。突然，黑丝神官愣住了，好看的眼眸里写满了震惊，看着面前的少年，小嘴微微张开，浑身都是一紧。天哪，中海一中出笼了！圣骑士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神圣职业，按金品阶，2次转职，更有机会晋升史诗级。让我们一起祝贺小龙晨同学。不出意外的话，龙晨或许是今年的江南省省状元。哗！转职台下，2000多名学生也炸开了锅。卧槽！圣骑士？真的假的？这可是圣骑士啊！放眼全国都是最顶级的存在。省状元，我估计应该不止。前年全国高考状元，貌似也是一名圣骑士。奶奶的，这是真刺激！咱们中海一中怕是要红了，各大顶级工会挤破脑袋都要来招募龙晨吧。龙晨的家境也很好，父亲貌似是某个 A 级工会的高管。好帅啊！我想给龙晨学长生猴子。全校都哗然一片，许多女同学更是激动得面红耳赤。与此同时，苏明也微微皱了下眉。按金级职业，圣骑士，不知道我能觉醒什么职业。在这个全民转职的世界里，初始职业品阶越高，后续得到的增幅就越大，四维属性会远超普通职业者。圣骑士算是近几年内最热门的神圣职业之一，放在中海市这样一个临海小城，确实是相当惊艳的存在了。下一位，许清雅。等等，这是死！不敢相信，一中居然同时出现了2名按金级职业者。恭喜许清雅同学成功觉醒神圣职业光明祭祀。光明祭祀职业的稀有程度比圣骑士还要高，如今在我们大夏境内，北方那位镇国大将军便是光明祭祀。希望清雅同学能在无数年后也登上职业者金字塔顶峰，成为让全国瞩目的女将。转职台前，黑丝神官神采奕奕，再度被震惊了，因为一中校花许清雅的觉醒成绩也出来了，比龙晨的圣骑士更加罕见。光明祭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后续的转职中，许清雅一定能成为史诗级乃至传说级职业者。毕竟这个职业和如今大夏的镇国女将军的职业完全一样，当之无愧的头部职业。或许和全校师生所猜测的那样，今年的全国高考省状元、全国高考状元怕是都会留在中海一中。下一个，苏明稍微缓和了下亢奋的情绪，颜值出众的美女神官将目光放在了转职台下那长长的队伍中。苏明，听到这个名字，许多女同学的眼睛里都闪过了一片亮晶晶的小星。并不是因为苏明的天资很高，在高中这几年里，苏明的文化课成绩很普通，这一方面平平无奇。然而颜值却相当出类拔萃，帅的没朋友。
许多学姐更是主动向苏明告白，可惜都被果断拒绝。毫不夸张地说，苏明绝对是一中的风云人物。只是在这样一个以职业赖以生存的世界里，长得再帅也不会有太高的地位，除非有那种喜欢小白脸的女大佬主动承包苏明，不然的话，他将来的生活也只能和996社畜一样，侍奉权贵，过着平平淡淡的打工日常。将双手放在这块转职神石上面，高台中，黑丝神官冲着苏明淡淡一笑，耐心地解释着觉醒仪式的流程。很简单，只需要双手按住神石，等待结果即可。苏明也同样微笑着回应，随后将手啪的一下按在神石上。下一刻，一片柔和的圣光从石块中心弥漫出，将苏明彻底和黑丝神官彻底笼罩在其中。这是……神官眼前一亮，有些懵了。难道说这所高校会出现3位顶级职业天才？可惜，神官的神情却骤然一变。黑铁级第2章，史诗级职业杀神拉风炸裂，怎么会是黑铁级呢？转职神石出现了圣光，至少也是黄金职业以上的存在。这……黑丝女神官皱了下眉，有些懵了。不仅是她，台下几千名师生同样愣住了。这种事情还是第一次发生。而与此同时，刚刚觉醒了圣骑士职业的龙尘却放声大笑道：“哈哈，我以为他有多强，原来就是个黑铁级啊！笑死！”龙尘的话一旦激起千层浪，让他的那些狗腿子全都应和了起来。就是，和我们龙少相比，苏明就是个渣渣。长得帅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这可是全民转职的世界，职业不行，以后连吃饭都混不上。对啊，不过就是个小白脸罢了，能和我们龙少比吗？要我看，真正的校草还得是咱们龙少龙尘大哥。圣骑士多拉风啊，黑铁还不如铁匠的废物职业拿来有毛用。听到这些声音，龙尘洋洋得意，心里又痒又刺激。没办法，苏明的长相确实太出众了，在高中这几年里被许多颜控妹子称为校草，追求者无数。而龙尘长得虽然也不差，文化课成绩好，现在更是转职成了圣骑士，只可惜还是被苏明的风头压制住了。所以龙尘对苏明一直都有很强的敌意，只要找到机会就恨不得让苏明吃瘪。这一次圣骑士对黑铁级职业总算让龙尘扳回一局。另一边，转职台上的苏明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茫然。黑铁品阶，奶奶的，闹呢！这种职业连混个文职都难。想到这里，苏明的嘴角稍微抽了抽，有些无语。然而正在此刻，一道冰冷的提示声却猛然出现在脑海中。叮！恭喜您成功绑定神级职业系统，获得初始大礼包史诗级职业杀神。卧槽！听到这个声音，苏明浑身一惊。系统？好家伙，果然和前世的小说一样，穿越者必备系统。老话说得好，金手指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等等，不对劲！随着苏明绑定了神级职业系统，黑丝神官的表情也变得格外精彩。一对好看的杏仁眼盯着神石上弥漫出的柔和圣光，眼底的惊骇之色渐渐浓郁了。只见神石鉴定出的职业品阶正在疯狂提升，黑铁级、青铜级、白银级、黄金级、暗金级，疯狂，太疯狂了！这种情况闻所未闻，已经完成觉醒仪式的职业竟然还能再次提升。不对，苏明同学的职业并非是黑铁品阶，而是……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史诗级职业，而且还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圣史诗杀神。强烈的圣光和风暴从神石中席卷而出，掀起了黑丝神官的衣襟，让他那浑圆修长的双腿上油亮的黑丝都开始勾丝了。可此时的神官却全然没有在意这些小细节，而是紧紧地盯着苏明，媚眼如丝，眼神和勾芡似的，恨不得将苏明当场给吃掉了。史诗级职业，这是什么概念？全国都没有多少。如今京都的法神大佬也不过是传说级品阶，比苏明只高出了一个档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明不断完成第2次转职、第3次转职，杀神这个职业也有可能完成晋升，成就传说级品阶，甚至是超过传说。想到这里，黑丝神官都有些双腿发软，快要站不住脚跟了。苏明长得这么帅，职业还是史诗级，就连神官这个快30岁的小少妇心里都有些挠痒痒的感觉，顶不住，真的顶不住。另一边，全校都有些憋不住了，全体震惊。卧槽，谁能想到事情还有这种巨大的反转？我就知道
苏明校草长得这么帅，咋可能只是黑铁级的废物？没错，帅哥一般运气都比较好。你快闭嘴吧！什么叫做运气？这是咱们家哥哥的实力。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重新修读9年义务教育。妈耶，我要顶不住了！苏明学长的眼神好深情，我想给他生猴子。你够了，你这个小婊婊！校草是我的，你也不看看自己，连转职都没有成功，配得上学长吗 ？DNA 动了，太帅了！不过有一说一，貌似苏明学长不是看你深情，而是他看狗都深情。咱家哥哥就是这种气质，懂不懂？我勒个去！这是要让全校男同胞都原地去世的节奏啊！这么多妹子都大胆示爱，苏明大佬收徒步，你他奶奶的绝对是恋爱祖师爷，全校都炸裂了。然而，角落里刚刚还叫嚣的龙晨，此刻却整张脸都有些扭曲了，和苦瓜似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神情凝固，原本准备放肆大笑的下巴就这样定格，滑稽，相当滑稽，啪啪打脸来得太快。圣骑士强吗？嗨嗨，不算弱，可是和史诗级职业相比，那就是小虾米了。有脸说苏明的杀神弱，简直是在放狗屁。同一时间，转职台上，苏明也点开了自己的专属属性栏，名称苏明，职业杀神，品阶史诗级，等级1级，生命值5000，力量60，体质50，精神57，敏捷62，天赋杀神掠夺，技能鉴定术、冰冻术、火球术，专属杀神王座，杀神掠夺，史诗级天赋，可以掠夺史诗级以下的所有技能，同时掠夺后的技能升级所需的技能点减少1半，此天赋可随着不断转职而得到提升，当提升为传说级后，能掠夺传说级以下的所有技能。杀神王座，此王座为专属物品，其他职业者没有，可召唤出一座黄金王座，用于轰杀所有目标。目前王座强度等同于一名 LV30级职业者使用必杀技一击所带来的伤害，随着等级的提升，此王座的强度可以不断变强。第3章，拒绝 A 级工会的招募，神级选择。开。查看完属性栏后，饶是苏明都不禁神情一惊，舒服，太舒服了。开局就是顶级天赋，还附带一个华丽拉风的王座。但看天赋描述，苏明就知道这个杀神掠夺绝对不普通。虽然目前还只是史诗级天赋，可只要他完成转职，天赋便能提升强度，掠夺 BOSS 怪的所有技能。好家伙，这要是让其他职业者知道，那不得原地爆炸。苏明的眼神里噙着一丝玩味的笑意。怎么说呢？在这个全民转职的世界里，最珍贵的物品除了装备以外，那便是技能书了。就算是法神这种职业者巨头，也会为了一本史诗级技能书而大动干戈。当然，除了技能书以外，技能的另一个变种禁咒，那就更加罕见了。按照杀神掠夺的属性介绍来看，这个天赋提升到后期，恐怕即便是禁咒也能一一掠夺。一念及此，苏明的神情越发的惊喜。至于杀神王座这个东西，不是技能，也不是装备，更像是前世网游里的光环 buff， 一个华丽的王座，貌似有点帅气，也和杀神这个职业名称很搭。总的来说，对于这次的觉醒仪式，苏明相当满意，他都有些迫不及待前往副本来一波惊险刺激的刷怪了。苏明同学，这是我的名片，希望来年能在京都的清北职业大学见到你。今年的全国高考状元，你的机会相当大，退一步讲，江南省状元也非你莫属了。美女神官御姐如沐春风一笑，从波涛汹涌的怀里取出了一张银色名片，递到了苏明的手中。苏明双眼微亮，使用了鉴定术，在他的眼前出现了这名神官的详细属性：名称柳妹，职业神官，品阶黄金级，等级75级，一名75级的女大佬。或许在京都，柳妹的水准并不算太强，可对于一名中学生来说，这确实是相当大的诱惑。嗨嗨，好，谢谢神官老师的期许。苏明笑了笑，顺手将名片收到怀里，给了柳妹一个眼神。而柳妹呢，同样拉了拉自己的裙摆，勾丝的油亮黑丝相当吸睛。转职结束，苏明直接走下转职台，在全校师生羡慕和仰望的目光里，他重新回到了队伍后方，准备离开学校，去新手刷级圣地转一转。然而，此刻一个身穿精致法袍的青年缓缓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些许官方的微笑。苏明看了过去，你好，苏明同学，我是中海市永恒工会的部门主管，你可以叫我陈哥。恭喜你转职成为了史诗级职业者。
虽说这个职业并不是热门职业，很冷门，可我们永恒公会最热衷于培养新人。现在邀请你来我们这边做预备役成员，每个月可以给你500块的补助。通过3个月的新人考核后，你也有机会成为正式的预备役工会成员，每个月能领取5000津贴。自称陈哥的青年是个法师，看着苏明笑着说道。可是他的语气却带着一丝浓郁的傲慢，好像苏明加入他们永恒公会还需要舔着进去。很荣幸，每个月500块的补助。奶奶的，咋了？可怜乞丐啊！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永恒公会的招募。选择1，接受永恒公会的招揽，成为一名预备役工会成员，奖励称号终极社畜。选择2，拒绝永恒公会的招揽，毕竟这种垃圾公会也配招募杀神，奖励经验值15000点，并获得1件白银级装备黑血之刃。恰好一阵冰冷的提示声传来，白银级装备，卧槽，还有1万多经验值。苏明神情微微惊愕，222222，我拒绝。永恒公会是啥？没听说过，不感兴趣。苏明冷淡地看向那个臭屁的法师，直接回怼道。下一刻，脑海里的冰冷机械声响了。叮，恭喜您成功完成选择，奖励已发放。苏明的系统空间里，果然出现了一柄长1米多的黑色骨刃，黑血之刃，名称黑血之刃，品阶白银级，属性加85点力量，加70点敏捷，被动装备技黑血。当使用此武器时，有一定概率可以触发黑血，能释放出无数道黑色刀刃攻击目标，带来总伤害基础力量点 X10X400百分号的伤害结果。限制 LV 5级，全职业可装备。苏明查看了一下这件白银武器的属性栏，很不错，除了有极高的属性加成外，甚至还附带了一个罕见的装备技能。要知道，一般的装备别说装备技了，就连属性都只有一个词条，能提升一种4维属性就不错了。而现在呢，系统出品的这件黑血之刃，啪的一下就是2个词条加成，同时还有一个极品的被动技，简直是爽的飞起。最重要的是，黑血带来的伤害总额高的有一些吓人，基础力量点的10倍便是基础攻击力，攻击力还要叠加4倍。恐怕当苏明在5级释放此技能时，所带来的恐怖杀伤力都能将10级的 BOSS 怪给干掉了。不，更准确的来说，是瞬秒。不错，不错。苏明满心欢喜，而同一时间，刚刚站在苏明面前的那个永恒公会陈哥直接呆住了，不仅是他，全校师生一样目瞪口呆，彻底傻眼。第4章，恼羞成怒的百级法师。苏明，我是正，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少年，年少轻狂可以，但是要有脑子。永恒公会是 A 级公会，并且过段时间更有机会晋升 A 加级，这样的庞然大物能够轻松捏死你这个小虾米。你是哪里来的勇气拒绝永恒公会？陈飞怒了，当即瞪着苏明，语气中带着浓重的威胁。他确实没想到，一个刚刚完成转职的年轻人居然这么勇。本来陈飞见到苏明转职成史诗级职业者，是准备招揽一下，生怕对方拒绝，所以一上来便有点摆谱，想要压一头苏明，好让他规规矩矩地加入永恒公会。毕竟也是 A 级大公会，许多高级职业者挤破脑袋都进不去，主动下场招募一个刚转职的高中生，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可是陈飞却不知道苏明的杀神职业潜力究竟有多强，能够掠夺 BOSS 怪和职业者的技能。就凭这个，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什么狗屁永恒公会也只有趴着的份。还想要招募他？更何况苏明自由惯了，最烦被人约束，一个津贴就几百块的预备役成员，狗都摇头。陈飞摇了摇头，眼神冰冷地看向苏明，再次开口说道：好，很好，咱们走着瞧。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缺天才，那些在觉醒仪式中获得高等职业的人，身后如果没有公会依仗，能走多远？大部分都是夭折在半路。而你觉醒了一个冷门职业，真以为自己是史诗，是天选之人？希望你能活着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我记住你了。陈飞怒目而视，冷不丁地说道，而后直接转身离开。名称：陈飞，职业：火焰法师，品阶：白银级，等级：102级。苏明注视着陈飞的身影，将他的属性栏尽收眼底。原来是白银级啊，不知道，我还以为是传说级呢。就这，苏明耸了耸肩，不禁笑了下。他的声音也自然落到了陈飞的耳中。这个永恒公会所谓的高管，一下子双腿一沉，差点摔个踉跄。
下一刻，陈飞回头再次冷冰冰地看了一眼苏明，干净利落地转身离开了一中。不然呢？一个百级职业者，难不成还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对刚转职的苏明动手？暂且不说，在学校里动手会被全城通缉，成为红名职业者。其次，就算陈飞真的出手，也会成为整个中海市的笑柄。一个百级对一级，笑掉大牙。最后的结果必然会影响永恒公会的声誉。一念及此，陈飞快步离开学校，可神情却阴沉到了极点。他沉声喃喃道：“只要你敢离开中海市，前往野外副本，我必然要你认识一下什么叫做百级大佬。”不得不说，这个永恒公会的小主管性格相当扭曲。白银职业能成长到如今这个段位，陈飞一直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职业品阶很低，始终都是他心里的伤疤。眼下被人揭开，怎么可能善终？只是他并不知道，苏明可不是简单的史诗级职业者，而是身怀金手指的穿越者大佬。要不了多久，不仅是陈飞这个火焰法师，他背后的永恒公会都要遭殃。同一时间，陈飞走后，整个中海一中所有人无一例外全都震惊了。卧槽！谁信苏明竟是拒绝了永恒公会？那可是中海最大的头部公会，有编制，朝九晚五，是许多学生的终极目标。就算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最后的归宿还不是要申请进入公会任职？苏明呢？刚转职就被永恒公会看上了，可他却啪的一下给人家拒绝了，还怒怼了回去。只能说一句牛批，太牛批了！奶奶的，这就是史诗大神的气场吗？帅到炸裂，我特么的都吓坏了。那可是永恒啊，让我跪着进去我都愿意。苏大佬竟然拒绝了。举个例子，这种局面丝毫不亚于校花当场向我告白，然后我给拒了。你们刚刚看到没？那个陈主管脸都气绿了，但是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毕竟苏神是史诗职业，他也只有忍气吞声，不能太过分。也对，史诗级，将来考上京都大学，就算是 S 级公会都会抢着要。怎么说呢？我还是感觉永恒公会有点不知好歹了，怎么和我们家校草学长说话呢？唉，这可不好说。俗话说的话，强龙不压地头蛇。苏明虽然天资一绝，可好歹也要狗一点吧，直接和百级职业者交恶。就像陈主管说的那样，在中海市，永恒公会就是土皇帝。希望苏明能好好的发育下去吧，说不定过段时间的全国统一高考就看不到他了。总不能不去野外副本刷级吧？传闻陈飞这个人相当记仇，就是个实打实的小人，得罪他没啥好下场。都给我闭嘴！我们家苏明哥哥肯定能顺风顺水顺财神。有，又是你家哥哥了？小表表快给我死开！苏明拒绝永恒公会这件事，彻底点燃了学校里所有人的情绪，一时间议论声络绎不绝，而苏明也自然成为了全校的焦点。齐刷刷的目光汇聚在他的身上，每个人都各有心思，尤其是妹子，好几个身段曼妙、发育的比较好的学姐，更是朝着苏明这边不断凑了过来。苏明也是眉头一挑，感受到手臂传来的一阵温热，双眼微微发亮。不如黑丝女神官，苏明心中暗道：虚假的正人君子，来者不拒，真正的正人君子。黑丝女神官 YYDS， 先去一下室外的前海湾吧。苏明若有所思，朝着校门口走去。他现在刚完成转职，趁着手感应该赶紧升级。前海湾是中海的刷级圣地，有海量的低级 BOSS 怪，甚至有人在那个地方爆出了精品的黄金装备。现目前来说，是苏明的最佳选择。至于陈飞的那些话，他全然没有放在心里。废话，苏明现在手里不仅有一柄黑血之刃，还有1万多点经验值嘞，足够他哭哭升级到10来级了。凭借着杀神职业的强大程度，他相信应该不会出什么状况。毕竟帅哥的运气都比较好，就算出了状况，那不是还有黑丝女神官吗？据说这个黑丝大御姐可是来自京都，背景不小，姐姐贴贴，互帮互助，没问题吧？第5章新手刷级副本，前海湾刷级圣地。苏明，仪式广场一角，龙晨瞪大了双眼，注视着刚刚离开校园的苏明，气得心脏都快要冒血了。史诗级职业，永恒公会的招募，全校女生的青睐，这些原本都应该属于他龙晨。可惜苏明的存在让所有人都忽视了龙晨这个圣骑士。暗金级又如何，还不是比史诗级弱了一个品阶？没有谁会在意第二的感受，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始终都是第一。杀神职业应该是个冷门鸡肋职业，到了后期我倒想要看看你苏明能有多强。
龙晨淡淡的说道，语气中有了一些咬牙切齿的味道，酸味十足。而在龙晨的不远处，一名身穿淡金色纱裙，头上佩戴着一块贴肤金冠的许清雅，美眸里也闪烁着不为人知的波纹。有点意思。史诗级。许清雅吐气如兰，淡淡开口说道。作为和苏明齐名的校花，对于这个少年，许清雅有一些了解。不，准确来说是耳根子都要磨出茧了，动不动就有人提到苏明。只可惜，许清雅相当慕强，绝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长相就有好感。虽说苏明长得很帅，可是这个世界也不缺帅哥，没有苏明这么有气质，总有差不多过去的。更重要的还是职业和等级，没有高级的职业，等级低下，在这个世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更不要说带来幸福的生活。可现在，苏明啪的一下转职成杀神，也确实吸引到了许清雅的目光，只可惜太过鲁莽。许清雅骤然皱了下眉角，好看的眼眸底下流露出了一丝冰冷。得罪永恒公会，便意味着会阻碍自身的等级提升，更甚会半路夭折。天资和其他条件都不错，就是心性太幼稚。许清雅稍微分析了下，神情也恢复了正常。清雅，苏明好帅啊，你难道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吗？你是校花哎，加上光明祭祀职业，校花和校草，这岂不是神仙眷侣？在许清雅一旁，她的闺蜜刘欣然满眼小星星，无比期待地看着她说道：别磕 CP 了，我和他不可能。许清雅始终如一，还是冰山女神的状态，果断地回应道：好吧。刘欣然嘿嘿一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她确实很磕这对 CP， 苏明又帅又有天资，和自己的闺蜜不要太大。只是苏明现在和永恒公会有了矛盾，那个陈主管又是个记仇的小人，后续的情况确实说不准。要是苏明半路夭折，对许清雅而言也不是什么好事。那你说苏明和黑丝女神关呢？刘欣然目光一转，看向了转职台上的黑丝御姐柳妹。此时的柳妹眼神明显放在已经离开的苏明身上，久久都无法收回目光。一看就知道这个黑丝大御姐有心思了，毕竟最渴望的年纪和最生龙活虎的少年，简直是绝配。刘欣然神情一凝，格局大开，你的脑子里能不能装点正常的东西？许清雅啪的一下敲在自己闺蜜的后脑勺上，疼得刘欣然满眼含着热泪。呜，夭寿了，校花打人了！各位乘客请注意，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前海湾已到站，请需要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物品，依次下车。温和的女性机械声响起。中海市外，地铁站台前，苏明也走出了站台。有没有组队的？前海湾副本，新手刷级圣地，现在3缺1，求个奶妈！生命药剂，极品生命药剂，现在7折出售，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求购一份骷髅骑士的头颅，谁有骷髅骑士的颅骨材料，炼金术士重金求购。黑铁级装备，白银级技能书，30年老商人，诚信经营，要买的赶紧来，就那么几件。新鲜出炉，前海湾地图，我用生命保证，这是我花10年时间刷完前海湾绘制的地图，就这么一份，妥妥的绝版。错过我，你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好东西了。地铁站口，人山人海，一大堆黑市商人正在疯狂出售各种物品，从刷级所需的基础物品、生命药剂、恢复药剂、强化卷轴，到各种品阶的装备，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当然，一些20、30级的职业者也在寻求队伍。年轻漂亮的奶妈、治疗术士，是这些怪物猎人最急需的职业。你这个地图和前海湾的入场卷轴怎么卖？苏明直接走到了一个地摊前，开口问道：小兄弟，好眼光，这份地图是我亲手绘制的，就这么一份，先到先得。前海湾的入场卷轴怎么说呢，现在也就剩下这么几个了，你诚心要的话就7000块拿走。苏明询问的这个黑市商人是个50、60岁的小老头，职业只是青铜级铁匠，不去打铁，却做起了黑市商人的行当。不过苏明看着这个小老头，眼神微微一眯：7000，你咋不去抢？700，不卖我就走了。话音一落地，小老头当场愣住了，然而看着苏明转身就要走，直接掏出了一个2维码，当场叫住他：卖700，支付宝还是微信？苏明嘴角抽了抽，好家伙，果然讲价的秘诀就是一上来先砍个0。结完账，苏明也获得了一个类似于卷轴的入场券，以及一份手写地图。啪的一声，小老头再次从怀里掏出一份同样的地图摆在面前。卧槽！苏明立即回头，眼神狐疑地看向小老头：奶奶的，说好的只有一份呢？
黑市商人，小兄弟，要不要再来一份双重保险？万一那份丢了呢？我这里还有其他物品，黑铁级法杖要不要来一根？白银级技能书绝版，童叟无欺。黑市商人滔滔不绝。苏明嘴角抽了抽，果断离开。有机会我也来做黑市商人。史诗级职业，金字招牌，有一说一，童叟无欺。苏明心中暗自思忖道，以他的职业品阶来做这个行当，貌似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史诗级职业会忽悠人吗？嗨嗨。第6章疯狂升级。苏明的野望，驯服巨龙。叮！恭喜您成功使用浅海湾副本入场券，你已进入白银级副本浅海湾。目前位置浅海湾礁岸。不错，那个小老头不算奸商，好歹副本入场券是真的。淡淡的金色光芒中，苏明成功进入了浅海湾副本。白银级副本看上去和现实世界没有什么区别，空气还很清新。苏明眼前一亮，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副本世界，和想象的差距有点大。虽然只是白银级副本，可真实度却丝毫不弱于现实世界，甚至在自然环境这一方面比现实更加真实。在苏明的前方是一片安静的海面，脚下则是沙滩，周围散落着无数块硕大的礁石。天穹中时不时飞过一片黑色的鸟群，按照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第7册的描述，这些鸟群可不是普通的生物，而是等级在5级至15级之间的野外 BOSS 怪。貌似浅海湾副本里也有混血龙种生物，如果能驯服一头混血龙种坐骑的话，有一点点拉风。苏明神情一动，有了些许期待。在全民转职的世界里， BOSS 怪不仅可以为职业者带来丰富的经验值，同时在驯服后也可以成为坐骑或是宠兽。许多高等级大神更是驯服了强大的巨龙作为坐骑。龙骑士自然也是无比火爆的神圣职业，只是想要驯服巨龙，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从混血种、亚龙种到初代种，每种层次的巨龙坐骑所对应的品阶和等级也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传说中深渊巨龙、黄金巨龙史矛革、毁灭黑龙死亡之翼，这些名气颇大的初代巨龙自然是最强大的存在。先将等级提升上去。苏明收回了目光，驯服巨龙坐骑对目前的他而言还是有些遥远。当下最重要的还是提升等级，不然即便是白银级副本浅海湾，对苏明来说都是埋骨之地。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2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3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10级。冰冷的提示声一落地，苏明一口气花光了1万多点经验值，等级也顺利提升到了10级的段位，升到 LV 30级才能开始第2次转职。不知道这一次离开浅海湾能不能顺利2转。名称苏明，职业杀神，品阶史诗级，等级10级，生命值5000加，力量60加，体质50加，精神57加，敏捷62加，天赋杀神掠夺，技能鉴定术黄金级加，冰冻术白银级加，火球术白银级加，专属杀神王座，技能点270，自由点270，经验值成长，每提升1级可以获取30点技能点以及自由点。成长反馈很不错。顺利升级后，苏明也点开了自己的属性栏。和初始属性栏不同，现在每一个词条后方都有了一个小小的加号。苏明可以使用刚获得的技能点、自由点来强化自身的4维属性。杀神职业，按照职业描述来看，有些像五指散人，毕竟能掠夺各种 BOSS 怪和职业者的技能，同样也可以装备全职业的武器，强化属性这一方面完全可以随便加点。苏明微微陷入沉思中。4维属性，力量可以提升物理攻击力，体质提升物理防御力以及一部分的法抗，精神提升法术攻击力、法力值，敏捷增幅攻击速度、施法速度以及移速。每一种属性都对应着专属职业，比如法师职业肯定要着重强化精神属性，骑士等物理输出职业自然会将自由点数加点在力量和体质方面。然而苏明的专属职业天赋决定了一切，本身就能无视所有技能限制，全部都能掠夺并使用，同理也可以装备所有职业的武器，没有必要限制加点，想加哪个属性就加哪个，主打的就是一个任性。近战法师、法抗骑士。苏明微微眯了下眼，有了一些大胆的想法。沉默片刻，他直接做出了决定。叮！
恭喜您成功加点，力量属性加140点。叮！恭喜您成功加点，精神属性加130点。苏明将所有自由点全部砸在了输出上，物理攻击力拉满，法术伤害拉满。嗨，玩的就是一个心跳。至于防御，不需要，只要伤害足够高，升级就够快。还要什么防御？啪的一下，一个小 BOSS 怪，不香吗？叮！恭喜您成功加点，火球术大火球术，当前技能品阶白银级 65%。属性提升后，苏明也将几百点技能点给用掉了，选择的技能是火球术。一个进度条出现在他的眼前，火球术进化成了大火球术，距离蜕变成黄金级技能就差那么一丝丝。吭！随后，苏明挥了挥手，将系统空间里的唯一装备黑血之刃给取了出来。装备：力量属性加85点，当前力量属性285点。卧槽，快300点的力量，换算成物理攻击力，这就是接近3000点了。苏明眼前猛地一亮，心情大好，3000点攻击力，这是什么概念？已经比得上3、40级职业者的水准了。毫不夸张地说 ，LV 10级左右的 BOSS 怪在苏明面前，怕是一个刀下去就会被秒掉。毕竟，基础攻击力在技能的伤害加成下，还能再提升好几倍。滋滋，一阵细微的破碎声让苏明回过神，低头一看，从礁石底下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钻出了一大片的黑色蜥蜴，数量很多，让金黄色的沙滩都猛地一下变得漆黑了。名称：黑凯蜥蜴，品阶：青铜级，等级 LV8，生命值13000，力量70，体质94。描述：黑凯蜥蜴，前海湾副本里最常见的 BOSS 怪，攻击力较弱，拥有一层黑色的铠甲，防御力较强。不过需要注意，这种混血怪物喜好群居，一旦被他们缠上，便会招惹来源源不断的黑凯蜥蜴。第7章，白银级 BOSS 怪出没。第一次召唤，生命值1万多点，一个火球术下去，轰死一大片没问题吧？稍微看了下黑凯蜥蜴的属性面板，苏明淡淡一笑道，手中的黑血之刃轻轻向上一刺，吭！只听哐当一声，锋利的刀刃尖端刹那间凝聚出了一层炙热的火光，星星点点的火花，绚丽无比。随后，苏明双手握住刀刃，向下一斩，一颗硕大的火球凝聚出来，朝着前方的黑凯蜥蜴轰去。啪啪啪，不止1颗，2颗，3颗，4颗，足足4颗巨型火球，如同小太阳似的炽盛，哗啦啦的轰向了所有黑凯蜥蜴。叮！恭喜您成功击杀8级黑凯蜥蜴，获得经验值50点。叮！恭喜您成功击杀9级黑凯蜥蜴，获得经验值60点。疯狂，太疯狂了！饶是苏明都不禁眼前一愣。大火球术的破坏力超出了预期，只是一瞬间便轰死了上百个蜥蜴 BOSS。这些混血怪物对于其他职业者来说相当棘手，可在苏明这里却像是新鲜饱满的韭菜盒子，随手便收割了一大波经验点。这种感觉舒服的要死。叮！恭喜您成功击杀13级 BOSS 怪黑凯巨蜥，获得经验值170点。叮！恭喜您获得物品破损的铠甲，青铜级。叮！恭喜您获得物品黑凯巨蜥的骸骨，黑铁级怪物材料。冰冷的提示声不断传来，随后在苏明的视野中，一只个头明显大了好几倍的黑凯巨蜥也被大火球术所命中，血条直接清空。死亡！这是一头 BOSS 怪，死亡后掉落了2件弥漫着淡青色和黑铁色光环的物品。爆装备了 ，nice！ 苏明眼前一亮，名称：破损的铠甲，品阶：青铜级，属性：加30点体质，加50点法抗，磨损度 60%，可修复，限制 LV 10级骑士职业。装备描述：破损的铠甲，重装铠甲，来自低级 BOSS 怪黑凯巨蜥，是一件爆率极低的物品。名称：黑凯巨蜥的骸骨，品阶：黑铁级，属性：加20点力量，炼金。物品描述：这块怪物材料是一整块巨蜥骸骨，在炼金术士的使用下，可以产出一件至少带来加20点力量的物品或装备。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会炼制出属性效果更强的物品。青铜级装备，爆率有点高，丢到冒险者大街出售的话，应该能卖个几万块。这块怪物材料也不错，只是可惜了，就击杀了一头巨蜥 BOSS。苏明丢了一个鉴定术过去，默默地看了一眼2件战利品的属性效果，神情微微一喜，确实不错。虽说品阶不算高，可毕竟只是低级 BOSS 怪爆出来的，大部分情况下
击杀低级 BOSS 都只是空手而归，苏明能一口气得到2件东西，已经是幸运女神的眷顾了。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11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12级。又升级了，苏明心情大好，将所有物品和小怪的材料都收进了系统空间。而与此同时，满地的混血怪物，那些黑铠蜥蜴却如同见到了恶魔一样，屁颠屁颠的重新钻回了礁石底下。说好的难缠呢？ BOSS 怪都击杀了，你们却溜了，真是老六。看到这个画面，苏明不禁笑了笑。吼！身后传来一阵咆哮声，苏明猛地一回头，只见从浅海湾后方的森林里，居然冲出来了一头和大象一般庞大的巨型混血怪物，名称大地暴熊 BOSS 怪，品阶白银级，等级 LV30， 生命值125000，力量190，体质270，精神160，敏捷200，技能生命强化白银级，冲击青铜级，暴熊血统白银级。描述：白银级大地暴熊，浅海湾的专属怪物，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值，其技能生命强化让这种混血怪物的生命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暴熊血统能为这头 BOSS 怪带来不俗的爆发力，同等级下可以碾压职业者。奶奶的，30级 BOSS 怪！在看到这头庞然大物后，苏明的眼神一凝，微微有些愣住了。不是，说好的宝宝巴士呢？刚清理掉小虾米，就来了个硬货，生命强化，白银级技能。然而，在看到大地暴熊的专属技能栏后，苏明却心头一动。这个技能对目前的他而言相当适合，简直是保命技能。掠夺，苏明直接开启了天赋。叮！经验值不足，无法进行掠夺。注释：击杀 BOSS 怪后，可免费掠夺一项技能。生命强化，白银级，售价 X25000经验点。冲击，青铜级，售价 X14000经验点。暴熊血统，白银级，售价 X32000经验点。冰冷的提示声一响，苏明再次愣了愣。击杀了 BOSS 后才可以掠夺技能，如果想要强制掠夺，需要使用经验值进行购买。苏明沉思了下，明白了天赋的使用方法。好！见到苏明走神，大地暴熊猛地一抬腿，朝着苏明扑了过来。整个海岸都微微有些震动。在暴熊扑来的过程中，它全身都覆盖着一层若隐若现的光环，是这头 BOSS 怪的技能冲击呈现的光效，能带来不小的属性加成。啪！苏明眉头一皱，没有太过慌乱，而是在短时间内反应了过来，直接丢了一个冰冻术过去。随后又是一个大火球术，负5000，负6000，负8000，一连串的伤害值从 BOSS 的头顶冒出。苏明本身4维属性就极高，再加上黑血之刃和白银级技能的叠加，呈现出来的伤害结果无比惊人。只是一瞬，大地暴熊 BOSS 掉落的生命值就超过了3万点。当然，这也成功激怒了他。一片黑色的雾气从大地暴熊 BOSS 的鼻息中吐出，将他彻底包裹在其中。白银级暴熊血统，苏明眯了眯眼，深吸了一口浊气，沉声说道：杀神王座。第8章，首次掠夺技能，生命强化，永久提。叮！你已激怒30级 BOSS 怪大地暴熊 BOSS 进入狂暴状态，最大生命上限加20000，力量加50，物理暴击正 5%。卧槽，又加了2万点血量。苏明嘴角抽了抽，奶奶的，刚刚那一波攻击等于没有了10几万点的生命值，即便是同等级的热门职业者，要是战斗经验不够，可能今天都要折在这里。不过苏明却并没有太过担心，因为此刻他的身后一个黄金王座缓缓升起，正是杀神王座。在苏明刚完成转职的时候，1级状态下杀神王座就能带来 LV30级职业者全力一击的伤害结果，而现在自然更强。死！苏明手指向前一点，在他身后的黄金王座一震，立即朝着大地暴熊 BOSS 飞去。只听一声轰隆，眼前的巨熊 BOSS 啪的一下被黄金王座拍成了一滩烂泥。负3万，负4万，负7万。叮！恭喜您成功击杀30级 BOSS 怪大地暴熊，获得经验值2700点。叮！恭喜您越级击杀，获得额外经验值1000点。叮！请选择您要掠夺的技能。苏明，爽，太爽了！苏明懵了，什么叫惊喜？这他奶奶的就叫惊喜！本以为即便召唤出杀神王座也需要经历一场恶战，谁知道啪的一下就结束了战斗，简直是不要太舒服。看来杀神王座带来的伤害比我差不多高了一个段位。
一级能带来2转职业者30级的伤害结果，而现在我提升到10级以上，王座的杀伤力等同于一名40级至50级的职业大佬。苏明若有所思的道，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有金手指就是好啊，这不比小说里的老爷爷强？随身大佬，杀神王座，冷却中，冷却时间24小时。属性栏中，杀神王座那一个词条，此时已经暗淡下去了，处于冷却阶段，明天才能再次召唤。苏明点了点头，即便是禁咒，也有冷却期，更何况像王座这样的专属变态，每天一次，已经相当可以了。选择哪个技能进行掠夺呢？苏明看向了 BOSS 怪的尸体，首先排除的是冲击，多的不说，一个青铜级技能，用在这里岂不是血亏？而暴熊血统，算了，怪物混血，目前没必要。苏明摇摇头，果断做出了决定。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生命强化，名称生命强化，被动技能，品阶白银级，属性加15000点最大生命值，当受到伤害后可持续回血加500点秒，持续10秒，可多次触发。描述罕见的被动技能 BOSS 怪专属技能，此技能一旦学习将会带来永久生命值强化，选择遗忘技能可以驱除此技能效果，恢复正常状态。变态，这是真变态啊！苏明双眼微亮，有些震惊到了。1万多点生命值强化，还是被动技能，永久强化，这是真的强。虽说这个技能只是白银级，然而带来的效果却丝毫不亚于一些黄金级技能书。BOSS 怪技能，职业者平时根本见不到，如果将这个技能遗忘变成技能书拿去拍卖的话，苏明咽了咽唾沫，价值估计会超过一些普通的黄金级武器。的确，全世界唯有苏明能掠夺 BOSS 技能，其他职业者想都不要想。这样罕见的技能书，物以稀为贵，即便是拍卖出几百万上千万，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想到这里，苏明不禁有些期待了。只是一头 LV30的白银级 BOSS 就已经带来了如此夸张的技能，要是他掠夺了那些传说中的恐怖 BOSS 呢？黄金史矛革、毁灭巨龙、亡灵暴君、天启四骑士，当然还有法神。要知道，苏明可以掠夺的不仅仅是混血怪物，职业者一样可以。就算不击杀目标，经验值充足的话，也能悄无声息的将别人的顶级专属技能给掠夺走。嗨，简直是不当人！叮！恭喜您拾取物品纹饰戒指白银级。叮！恭喜您拾取物品力量宝石白银级。叮！恭喜您拾取物品染血的黄金颅骨白银级怪物材料，名称纹饰戒指，品阶白银级，属性加50点力量，加50点精神，加200点法爆伤害，加100点幸运值。限制 LV10级，全职业可装备。描述纹饰戒指，古老的教会物品之一，可作为炼金材料进行2次锻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名称力量宝石，品阶白银级，属性加50点力量，永久提升。限制无。描述力量宝石能带来永久属性加成，每一颗力量宝石都是全民转职世界的精华结晶，无比珍贵。名称染血的黄金颅骨，品阶白银级，属性加80点体质炼金，加200点防御力炼金，加200点法抗炼金，炼金术士转职凭证。描述此怪物材料掉率为 0.2%， 稀有度极高，可作为炼金材料，不仅能用于制造装备和武器，也可以炼制成药剂，是黄金级药剂狂暴药水的必须材料。卧槽，大丰收！苏明神情激动地道。纹饰戒指，罕见的戒指装备，这种物品的价值比普通的攻击武器要昂贵太多了，溢价在3倍以上。换句话来说，原本一件白银级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约莫在100多万到几百万间，可这枚戒指呢，拍卖出1000万的价格并不算难。更何况纹饰戒指的属性词条多达4个，妥妥的稀有物。而另外2件战利品一样让苏明大为惊喜，一颗力量宝石，一块稀有度极高的怪物颅骨。想要获得这些东西，正常情况下即便是击杀了10几头30级 BOSS 怪都不一定能爆出来。而苏明开门红，怎么能不让人惊喜？难道是因为杀神职业这个史诗级职业是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吗？苏明双眼微亮，淡淡的笑道。第9章副本终极 BOSS 骷髅骑士亡灵。叮！恭喜您成功使用力量宝石1颗，力量属性加50点，永久提升，加点成功。苏明微微一眯双眼，目光中流露出了一丝浓郁的欣喜。
不要小看这50点的基础属性，折算成物理攻击力的话，就是足足500点。在技能、装备和其他光环 buff 的叠加下，呈现出来的最终伤害结果高的吓死人。退一步讲，黄金职业每提升1级也不过只能获得20点自由点，苏明却直接得到了50点，等于是黄金职业者要连续升2-3级才能拥有这样的属性加成。要是有其他职业者在场，现在估计已经羡慕的哭了。佩戴好纹饰戒指，将黄金颅骨和其他怪物材料全部收好，苏明心满意足。现在的他身上已经有了2件天花板级的白银装备，4维属性堪比20-30级的小大佬。其次还有生命强化这种变态的 BOSS 技能。此时的苏明哪怕遇到了2转的职业者也根本不慌。前海湾森林那里的混血怪物更多，品阶和等级也要强不少。苏明取出黑市商人那里买来的手写地图，看了一下当前的位置。前海湾这个副本虽然是白银副本，可面积却很大。它现在的位置充其量只是地图的一角，更像是一个入口边缘地带。想要快速升级，必须要进入前海湾森林，也就是大地暴熊 BOSS 出没的地方。一时间苏明有些跃跃欲试，返回中海市前应该能升到30级2转吧。苏明沉思道，心情一阵舒坦。毕竟在高中生眼中，2转职业者已经是需要仰视的存在了。大部分高中生从转职到进行全国统一高考，这个阶段最多也就只能升到10级。一部分天才，那些全省状元的种子选手，或许能提升到20级阶段。像苏明这种直接奔着2转去的少之又少，因为等级是以阶梯式提升的，越到后面升级所需的经验值越多。而想要完成第2次转职，需要先通过转职任务，这些任务除非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不然刚转职1-2个月的萌新别想完成。啪的一下被副本 BOSS 怪给杀死，虽说不会直接死亡，可是也会掉落1/4的等级，还有一定概率会将身上的装备全部爆掉。得不偿失，从头再来，还是要多掠夺几个极品技能。苏明淡淡笑道， BOSS 怪的技能比职业者强太多了，如果我身上有7-8个 BOSS 技能，嗨嗨，全国高考状元貌似也不是什么难事，说不定高考前直接就3转了呢。苏明心中无比期待，倘若他真的在高考前升到了60级，完成3转，恐怕全国都会震惊，被吓一大跳。各大头部工会挤破脑袋都要来招揽他，而不是像永恒工会那样一个小虾米主管，还耀武扬威。注释：前海湾副本迷雾森林，20级以下禁止入内。注释：隐藏 BOSS 怪如下：骷髅骑士 LV50， 亡灵古龙 LV60， 混血魔种冰尾蝎 LV60。森林入口前有一块硕大的警示牌，写满了各种详细资料。前海湾副本貌似没有那么简单，竟然还有60级以上的混血怪物。亡灵古龙这东西也算是一种巨龙生物了，如果能驯服成为坐骑的话。苏明注视看向木牌上的介绍，心中一阵浮想联翩。隐藏 BOSS 一般情况不会出现，当然并不意味着没有。亡灵古龙 BOSS、 混血魔种冰尾蝎 BOSS 都是相当残暴的副本终极 BOSS， 不只是等级高，4维属性、专属技能一样强大到了极点。除非是有大佬带队，团队里标配了牧师、法师、骑士等职业者，基本上没有谁会贸然前去捕猎亡灵古龙这些终极 BOSS 怪，否则哪怕等级再高，超过了60级甚至是70级段位，也有可能直接死亡。先在森林边缘蹭一蹭，应该没事吧？苏明心中思忖道。就蹭一蹭，不进去，没事吧？太深的地方就不去了，在迷雾森林边缘地带应该没啥大碍。小子，你10几级就单刷前海湾副本吗？是和队友走散了？我们这边正好缺个辅助，你来当游走，等会分你一些高级怪物材料。苏明刚准备进入迷雾森林，白色的雾气中，一行怪物狩猎团队缓缓出现在了苏明的眼前。为首的是一名身高达到了2米的壮汉，全身肌肉结实，身上披着一件沉重的藏青色铠甲。他闷声闷气地看向苏明说道，语气中透露出一丝不对劲的味道。小子，重坦骑士职业的壮汉眉头一皱，狐疑地看着苏明，再次开口说道，你什么职业？怎么还用隐匿术屏蔽了？他所说的隐匿术和鉴定术有些相似，只不过效果相反。学习隐匿术能隐匿自身的属性栏，不会被他人查看。然而苏明并没有学习过这种技能，之所以对方无法查看，是因为苏明的职业品阶太高了。史诗级，
碾压了这名白银级的重坦骑士。当然没办法鉴定属性面板，好歹也是高贵的杀神，是你想看就能看的。先来个史诗级鉴定术再说。组队。同一时间，苏明也看向了这个重坦骑士，神情微微冰冷。好家伙，你都说我只有10几级了，还让我组队？咋啦？生怕我看不出你的心思？闹呢？苏明收回目光，相当无语。这种套路很常见，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第9册有详细的介绍。反诈那一刻已经讲解了，副本遇到陌生队伍，千万不要贸然接受组队邀请，否则一定会被当成炮灰处理，最后什么好处都捞不到，自身的装备还会被一一洗劫。眼前的这一行队伍明显就是这个目的，想让苏明去牵引 BOSS 怪，最后他们坐享其成，说不定还要把苏明手里的黑血之刃一起给捞走。真他奶奶的黑心，比坤坤的粉丝还要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冰冷的提示声响了起来。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苍魂公会的组队邀请。选择1，接受苍魂公会怪物团队的邀请，加入他们狩猎团，最后被利用丢弃，奖励称号无敌大怨种。选择2，果断拒绝组队邀请，直接离开，这种低端套路杀神不屑一顾，奖励入门级禁咒黑潮之月1本。选择3，击杀苍魂公会怪物团队的所有职业者，并洗劫他们的全部物品，奖励黄金级装备1柄未知装备。第10章组队。苍魂公会的大小剑，一水的黄。剧情再次被触发了，这一次有3个选项，击杀狩猎团里所有职业者。苏明看向最后一条选项，稍微愣了下神。奶奶的，不愧是杀神，见过活菩萨，这还是第一次见活阎王。即便在这个全民转职的世界里，许多散人职业者相当热衷于做这种事情，根本不在意红名通缉，玩的就是一个心跳加速。经常在野外副本里蹲点，击杀那些来自大公会的狩猎团队或是单刷副本的高级职业者，一波下来，但凡掉落个顶级装备和技能书，就赚得盆满钵满。可是苏明微微一眯眼，扫视了一下前方这支狩猎团里所有人的属性栏，沉默了。总共9名职业者，等级大部分都在50级以上，这种水准，苏明现在怕是很难击杀，强行出手不一定能捞到什么好处。不过在苏明的注视下，他却有了一个惊喜发现。名称韩英，职业亡灵法师，品阶暗金级，等级 LV 40，生命值97000，力量200，体质220，精神310，敏捷230，天赋亡灵守护，技能亡灵召唤黄金级，军团光环黄金级，死亡研报术黄金级，毁灭之刃黄金级。暗金级职业，才完成2转，竟然就有这么多黄金级技能。苏明眼前一亮，有些震惊。韩英貌似有点耳熟，这不是苍魂公会的千金大小姐吗？难怪，苍魂公会 A 加级，比永恒公会还要强大一丝，更是中海市最有希望晋升 S 级头部公会的存在。没想到在前海湾竟然也能遇到这种级别的大人物，好像韩英也是今年高考。苏明若有所思，韩英和苏明的年纪差不了多少，最多大1岁，不过等级差距却很明显。那是因为韩英根本就不是在18岁成年后才进行觉醒仪式的，作为头部公会的2代，他在15岁就提前觉醒了，这在全民转职世界里也不算什么秘密，是个不成文的规定。想要提前觉醒，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专门打造一座仪式祭坛，购买1颗转职神石，同时还要花费重金拍下专属法阵。不仅如此，韩英从小就要使用昂贵的觉醒药水，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可以在15岁阶段完成发育，提前成为一名职业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苍魂公会几乎花费了10年左右的全部收入，有钱真好。苏明暗暗想到。然而222，这一次苏明的选择依旧是拒绝。韩英是个大美女，身材曼妙，波涛汹涌，10几岁的少女根本没得比，发育的太好，就连衣服都有些要撑破了。如果换个人，现在怕是已经屁颠屁颠的接受了，生怕少看了一眼韩英这种大美女。可是苏明却是正人君子，他直接开口说道：不用，我喜欢单刷。说完，苏明连头都没有回，大步走向了迷雾森林。白色的雾气中，明显能感受到韩英那一行队伍
集体都有点懵了，尤其是刚刚那个壮汉，愣在原地。单刷一个10几级的小虾米，你跟我说单刷白银副本？这名壮硕如牛的重坦骑士皱了皱眉头，看向苏明的背影，眼神中有了一丝不解，当然也带着些杀气。不是说苏明的举动有什么问题，而是态度。就算看出了端倪，面对苍魂公会，却选择无视离开，多少有点不给面子了。更何况10几级的职业者在50多级的大佬眼中和韭菜盒子没啥区别，哪里有的选？明摆着让你当炮灰，你敢不去？让我去把他一刀秒了。队伍里，一名长相有些贼眉鼠眼的刺客职业者猛然跨出一步，手中的2柄银色弯刀在半空中画出一个漂亮的水花，沉声说道：我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品阶的职业者能这么心高气傲，哪怕他是史诗级，这种段位我也可以一刀秒了。身高矮小的刺客眼神里噙着一阵冰冷的寒芒，跃跃欲试，准备跟上苏明的步子。住手！在刺客身后，原本始终安静的韩英却开口了：我们这次的目的是击杀副本里的终极 BOSS 怪驯服亡灵古龙坐骑，找到冰尾蝎，不要节外生枝。韩英确实长得很美，一对媚眼，即便在生气，语气凝重，却依旧让他身边的几名职业者有些出神，看的眼睛都瞪大了。韩英眉头一皱，红唇轻轻一起，继续说道：冰尾蝎是凛冬副本里冰辟蝎的混血后代，尽快找到这头 BOSS 怪，拿回去交给炼金术士炼制药剂。凛冬副本过段时间就要开启了，这一次我们身上背负着苍魂公会的责任，谁要是坏了大事，我一定会告诉韩会长。韩英的声音啊，渐渐的就变得冰冷了。从他的身上，其他职业者也看到了那位大佬的影子。韩会长也就是韩英的父亲，一名200级段位的顶级大佬，在中海市权力金字塔顶端，得罪这种大神，唯有一个下场：死亡，甚至会被杀到等级清零，所有装备全部掉光为止。在中海市没有一点活路。想到这里，所有人都不禁咽了咽唾沫。而刚才那个说要出手针对苏明的刺客职业者，更是浑身一激灵，急忙缩了缩脑袋，退回到队伍中。另一边，刚刚进入迷雾森林的苏明神情狂喜：叮！恭喜您成功完成选择，奖励已发放。名称：黑潮之月，种类：领域系禁咒，品阶：入门级禁咒加。禁咒描述：丧钟敲响，黑潮显现，恐怖血月下，一切都将归于平静，神明赐予众生死亡。禁咒进化：黄金级装备1件，亡灵暴君颅骨。死。第11章禁咒。黑潮之月竟然是一本领域系禁咒，苏明狂喜。就在刚刚，他拒绝了苍魂公会的组队邀请后，直接获得了系统发放的奖励。不要看只是入门级，这本禁咒书的价值却非同凡响。在全民转职世界里，任何一本禁咒都会引来无数高级职业者的眼红，让所有人陷入疯狂。而领域系禁咒更是价值连城。简单来说，苏明手中的这本黑潮之月，如果放到一个 S 级公会拍卖，哪怕是在中海市这种小地方，也至少能卖上亿的天价。倘若是在京都这种大佬云集的地方，最后的成交价格恐怕饶是苏明都会被吓一跳。因为禁咒和技能书完全是2种概念。第一，禁咒可以不断提升，只要有充足的材料，便能让禁咒完成进化，从入门级提升到普通。第二，禁咒的没有详细的属性，同样一门禁咒根据职业者的理解程度不同，最后释放呈现出来的伤害结果和效果也是天壤之别。最后，所有禁咒都可以融合其他技能同时释放，就像是粘土一样，能产生出各种奇妙的组合。只要想法足够大胆，禁咒爆发后，效果和伤害都有质一般的飞跃。当然，苏明手里的这本黑潮之月还是领域系，属于禁咒中最强的系列之一，除了会消耗过大的法力之外，基本上没有一丝缺点。神明赐予众生死亡。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浓郁的满足。拉风，相当拉风。虽说没有详细的属性介绍，可只看这个禁咒描述词条，就已经足够让人感受到这本黑潮之月的强大。逼格拉满，这可是连100级职业者，不是200-300级职业大神都会疯狂的顶级物品。苏明淡淡一笑，心情格外舒坦。叮！恭喜您成功学习禁咒黑潮之月。没有犹豫，苏明直接学习了禁咒。即便卖出去，他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海量的财富。然而，这种东西太过罕见了，下一次出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给自己用是最佳选择。试一下威力。
苏明心中暗道，第一次获得禁咒，他都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尝试一下了。名称：亡灵骷髅，品阶：白银级，等级 LV20， 生命值67000，力量95。在苏明的目光中，前方的森林里出现了一大片20级左右的亡灵系生物，是前海湾副本里数量最多的混血怪物。亡灵骷髅，传闻这些亡灵系生物来自于一个怀旧服副本亡灵峡谷，而在前海湾副本最深处，其中一个终极 BOSS 怪亡灵骑士，便是这些亡灵怪物的幕后君主。黑潮之月，苏明挥了挥手中的黑血之刃，向下一斩，随后他的头顶一轮血红色的圆月猛地出现，大量的黑色雾气直接淹没了森林中的白雾，从四面八方涌来，不知名的丧钟声一一敲响，当当当，诡异而令人战栗。黑雾宛如浪潮，一层层以苏明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开，呈现出震荡的波纹。哗啦啦，只听骸骨破碎的声音络绎不绝。叮！恭喜您成功击杀20级亡灵骷髅，获得经验值1000点。叮！恭喜您成功击杀21级亡灵骷髅，获得经验值1200点。叮！恭喜您成功击杀23级亡灵骷髅，获得经验值1800点。卧槽！海量的经验值涌入，冰冷的提示声让苏明都心脏一紧，太疯狂了！没有想到禁咒的威力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这可是20多级的亡灵系生物啊！正常情况下，即便是同等级的职业者，1对1都不一定能击杀。而现在呢？苏明一波禁咒下来，死掉的亡灵骷髅有30-40头，清空。四周的亡灵骷髅全都被清空了，以苏明为中心的一个大圆中，遍地都是皑皑白骨，满地战利品，掉落下了各种技能书、装备以及一次性消耗物品，而经验值更是夸张，差不多快4万点了。苏明神情震惊，大口的喘息了几下，心脏狂跳。当然，此时的他浑身也无比疲惫，就像是全身力气被抽干了一样。苏明的体质情况他自己很清楚，就算是黑丝神官7次也没有啥大碍，可如今只是一次禁咒就让他如此虚弱，看来威力强大的同时所消耗的法力值、体力值也很高。苏明皱了皱眉，心中思忖道，和杀神王座一样，禁咒也同样有冷却期，只不过黑潮之月的冷却只有12小时，稍微比杀神王座要短一点，同样的伤害结果也弱了一丝，只是相比于杀神王座，领域系禁咒有属于自己的优势，各有所长。奶奶的，收获不小啊！而后苏明将目光放在了掉落的战利品上，眼前猛地一亮，丰收，大丰收！黑铁级、青铜级的物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满地都是黑色和藏青色的光环。苏明一一拾取，没有多看，直接丢进了系统空间里。毕竟现如今的他，白银级以下的东西已经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了，返回中海市后找一家拍卖行出售即可。至于白银级以上的，苏明目光一扫，总共有3件，2柄白银级武器，骷髅长矛、骷髅重盾，属性不错，只是词条并不多，都只有1-2条，也没有附带装备技能。而最后一件白银物品，则是一颗敏捷宝石。叮！恭喜您成功使用敏捷宝石1颗，敏捷属性加50点，和力量宝石差不多。敏捷宝石带来的属性增幅也是50点。苏明果断的使用掉，属性再次提升。有点可惜，没有遇到不死系生物 BOSS 怪，这些混血小怪的技能还是太差了，没啥必要掠夺。苏明沉思道，的确，低端的亡灵骷髅技能为苏明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即便可以免费掠夺，他也没有使用，何必占用一个技能卡槽？先提升等级。稍作思考，苏明双眼微亮。第12章疯狂升级，可强化的炼金装备。先将经验只用于升级，再去击杀高级 BOSS 怪，等经验值充足后留一部分用来掠夺技能。苏明的想法很直接，其实现在手里有了4万点经验值，可以用来掠夺一次白银级技能，能在不击杀 BOSS 怪的前提下得到一个远超生命强化的顶级技能。可是在这个世界，等级依旧是主旋律，如果段位没有提升上去，还没有靠近高级 BOSS 怪，怕是就会被一个小技能给秒掉。现目前来看，升级是最好的方案。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15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18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21级。4万点经验值全部花光，
苏明如同坐过山车似的，猛地升到了20级以上的段位，距离第2次转职的要求也仅仅差了几级。未来可期。要是学校里的那些老师见到我这种情况，不知道表情会有多精彩。苏明微微一笑，心中涌现出了一片欣喜。也对，他才完成初始的觉醒仪式，从进入前海湾副本到现在也不过是1-2个小时，却已经升到了21级。这种升级速度要是被曝光，不仅是中海市一中全体师生会被震惊得目瞪口呆，就连全国上下都会因此而一愣。太猛了，还不够。然而对于现在的进阶速度，苏明并没有太过满意。他稍微恢复了下亢奋的情绪，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总有一些怪物并不比苏明差。远的不说，刚刚见过一次的韩英 A 级苍魂公会的大小姐，就在15岁以前便完成了觉醒，现在的等级都达到了40级段位了，比苏明高出太多。从某个角度上来看，苏明和那些第一阶梯的怪物相比，貌似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没办法，哪怕是这个世界富二代所享受的核心资源，一样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当然，苏明也没有过多担心。史诗级职业杀神，掠夺 BOSS 技能，单凭这一点，他就足以碾压韩英。要不了多久，一身黄金级 BOSS 技能，甚至是史诗级 BOSS 技能，10个韩英也比不过。不死系生物，亡灵古龙，骷髅骑士。苏明取出黑血之刃，在半空中划出一片半月牙状的水花，看向了迷雾森林的更深处。不知道会不会遇到这些副本终极 BOSS。此时的苏明状态很好，充满了无尽的战意。几天后，前海湾迷雾森林的一角，一名剑眉星眸、长相帅气的少年扛起一头硕大的雪熊，狠狠朝着地上一砸。哐当一声，一个过肩摔，巨熊死了。少年一脚踩在比他高了4-5倍的雪熊身上，神情无比惬意，挥了挥手中的黑色长刃，如沐春风一笑道：又是一头大地暴熊 BOSS， 这亮丽的皮毛应该能卖不少钱。没错，这名少年正是苏明。仅仅是几天，他的等级再次提升，现在已经超过了 LV24 级，而战斗经验相比于前几天也是突飞猛进。因为杀神职业的特殊性，苏明的4维属性很独特，力量强大，体质强大，却又有法师的恐怖精神属性，所以他既能单手拍死一头30级的 BOSS 怪，也可以释放出炙热的火球术，轰杀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混血怪物。刺啦！苏明反手握住黑血之刃，将大地暴熊 BOSS 的皮毛给划破，妥善的保存下来，而大部分的血肉则是丢到了地上没有拾取。名称：蔷薇铠甲，加可炼金强化。品阶：白银级。属性：加90点体质，加40点法抗，加2000点最大生命值。限制： LV20 级，战士骑士职业可装备。描述：银色铠甲，表面刻有蔷薇色花纹，这是一件相当精品的重型铠甲，具有3个属性词条，且此装备可使用专属怪物材料进行炼金，炼金强化后有一定概率产出白银加级装备或黄金级装备。炼金所需，仅炼金术士可查看。重型铠甲。处理完 BOSS 怪的骸骨后，苏明也将目光放在了一旁掉落的物品上。这是一件铠甲，白银品阶。除了属性词条有3个外，最重要的是，竟然还可以2次炼金强化。这种物品出现的概率低得可怜。可以这么说， BOSS 怪爆出装备的几率本就很低，击杀一头大地暴熊掉落白银级物品的几率小到只有 1%， 而这个基础上出现可以炼金强化的情况，仅有10万分之一。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里有过详细的介绍，这一点苏明的印象很深刻。前几年，中海市便有一名铁匠职业者，不知道哪里来的运气，恰巧爆出了一柄残破的白银长矛。结果炼金强化后出金了，精品黄金级武器。一下子，铁匠的人生如同穿云箭似的，一帆风顺。嫩模都不知道点了多少个。不错，回中海市后联系下炼金术士，说不定能炼出一件黄金铠甲。苏明微微眯了下眼，一时间都有些期待了。穿戴好蔷薇铠甲，体质属性猛地一阵提升。虽然这套铠甲很沉重，可一旦装备后也并不会感受到什么重量，相当轻松。全身装备也快要凑齐了。苏明低头看了一下，现在他已经拥有的装备确实不少。武器：黑血之刃，白银级。左手：纹饰戒指，白银级。双脚：亡灵长靴，白银级。脖梗：陨星吊坠，白银级。身体：蔷薇铠甲，白银级，加可炼金强化。亡灵长靴和陨星吊坠是这几天苏明击杀获取到的，属性词条很可观，即便和黑血之刃这种系统奖励的物品有一定差距，然而
相对于其他野外 BOSS 掉落的白板装备而言，已经很优秀了。只是这段时间，苏明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技能，没有掠夺新的 BOSS 技。全民转职世界，职业者的技能数量是有限制的，一转职业者最多只能装备6个技能，二转后会增多2个，也即是8个技能。如果贸然学习技能，后续遇到了心仪的技能书，只能用遗忘技能的方式来换取。只不过这样一来，也会有半个月时间的冷却期。通俗易懂的来说就是，如果苏明现在学习了一个普通 BOSS 技，后续要是遇到了合适的，他也没办法进行掠夺，必须要等待半个月后。而那个时候，掠夺失效却已经过去了。来个黄金 BOSS 吧！苏明神情一动，心中暗自笑了下道：浅海湾知识白银副本，大部分 BOSS 怪的品阶都只有白银级，和职业者一样，白银级虽说不算弱，可相对于黄金、史诗这些，依旧是2种概念。如果能有一头黄金 BOSS 怪，苏明便可以一发入魂，得到一个黄金技能，想想都有些刺激。不知道是不是心想事成。就在此刻，苏明的身后猛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震感。第13章黄金 BOSS 怪，亡灵使徒。真正名称：亡灵使徒，黄金 BOSS 怪，品阶：黄金级，等级 LV52， 生命值279000，力量300，体质280，精神430，敏捷290，技能：死亡研报术，黄金级，神隐步，黄金级，使徒光环，黄金级，亡灵治疗术，白银级。描述：亡灵使徒，浅海湾副本终极 BOSS 之一，隶属于亡灵骑士。危机：这名使徒随时都被一件破碎的黑色法袍所包裹着，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浓重的黑色雾气，一定要小心他手中的那柄诡异法杖。名称：亡灵古马，白银 BOSS 怪，品阶：白银级，等级 LV34， 生命值167000，力量200。苏明猛地一回头，在鉴定术的效果下，他也看见了那个引来震感的源头，是一名身着漆黑法袍的 BOSS 怪，以及一头体型硕大的堪比巨象的亡灵古马。好家伙，想啥来啥，这他奶奶的可是副本终极 BOSS， 而且一出现就是双 BOSS 怪。苏明疯狂地吞咽了2口唾沫，握住黑血之刃的手心都被汗水给浸湿了。虽说他是史诗级职业者，可是等级毕竟还是短板，现在也才刚升到20来级，一下子就要面对50级的 BOSS 怪，怎么能不紧张？当然，现在不论是杀神王座还是禁咒黑潮之月，都已经过了冷却期，这2个系统出品的神技，便是苏明的底牌杀招。如果运用得当，说不定这一次还真的有机会将亡灵使徒和亡灵古马双双斩杀。24级 vs 52级，不论怎么看都有些不可置信。然而，苏明在稍微的慌乱后，也恢复了正常的神情，紧握住手里的黑血之刃，目光中噙着一丝坚定。死亡研报术，神隐步，这2个都是黄金 BOSS 技，一个适合法师职业，一个适合刺客职业。如果能掠夺这2个技能，苏明的眼神一阵炙热，心头也涌动出强烈的期待感。拼了！吭！苏明主动发起攻击，朝着亡灵使徒扑去，手中的黑血之刃向前一斩。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白银级装备黑血之刃装备技黑血。冰冷的提示音回荡。旋即，苏明的前方一大片如同雪花般的黑色刀刃猛地弹射出来，回旋着冲向了亡灵古马的双眼。-12000，-12000，-18000，高额的伤害结果立即呈现了出来。苏明的力量属性本就很高，在黑血装备技的效果下4倍暴击，直接造成了10000伤，并且这还不是苏明的最强攻击力，这一斩仅仅是试探。先攻击亡灵古马，试探这名52级 BOSS 怪亡灵使徒的底细。果然，在苏明出手后，亡灵古马啪的一下抬起前足，朝着天穹一阵嘶鸣，鼻息中弥漫出了浓烈的硝烟，还伴随有一丝丝细微的火光。高中教科书里对于这种罕见的坐骑类 BOSS 怪也有详细的介绍。亡灵古马作为亡灵系生物，浑身都是骸骨堆积而成，可体质与力量属性却不容小觑。关键是在于亡灵古马 BOSS 的血统，这种混血怪物其实源于一种火焰巨龙生物，不仅有不死系怪物的强大防御，也能释放出一部分火焰巨龙的削减版技能。刺啦！亡灵古龙身后的使徒 BOSS 双手一用力，拽住了坐骑的缰绳，让古马恢复了平静。下一刻，手中的精致法杖向下一锤，苏明面前的白色雾气瞬间朝着2旁散开，而中间一团团的滚烫火球朝着他的面门凶猛地砸来。嗡嗡嗡！炽盛的火球速度极快，在苏明的双眼中不断放大。
他下意识地向着一旁散开，心脏都抓紧了，因为这并不是常规的火球术，而是黄金级 BOSS 技死亡研爆术。看似和大火球术很相似，却是一种能炸裂的恐怖技能，一旦被命中，当场就会掉落好几万点的生命值，而后一连串的爆裂持续掉血才是真正的死亡伤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亡灵使徒 BOSS 虽然等级不如亡灵古龙、骷髅骑士这些终极 BOSS 怪，可是在高中课本里却有一节课用来详细讲解。强大的属性、恐怖的技能、诡异的战斗方式，曾经让无数名高中生闻风丧胆。而现在呢，苏明却在独自面对这样一头恐怖 BOSS。哐当！苏明刚闪过死亡研爆术，却没有想到，下一刻亡灵使徒却再次抓住缰绳，带着巨大的骷髅巨马扑了过来，一对硕大的马蹄直接踏向苏明的身体。卧槽！见到这一幕，苏明直接抬起双手，用锋利的黑血之刃挡在前方。轰！重量一下子压制在苏明的双手上，就连白银级武器黑血之刃都在剧烈的摇晃，像是无法承受住这种压力，即将断裂。这么喜欢玩近身，苏明眉头一皱，神情也冰冷了下来，反手一划，用刀刃切开马蹄，而后用力一刺，直接将黑血之刃扎入了亡灵古马的腹部。这一下相当精准。亡灵古马属于亡灵系怪物，自然不会因此而受到过多的伤害，只是稍微掉了一部分生命值。可是苏明的目的并不是这个，而是禁咒。唯一能击杀掉52级 BOSS 怪的方法，唯有禁咒和杀神王座。苏明要的就是让这两头 BOSS 怪处在黑潮之月这个领域系禁咒的核心。轰！血色圆月升空，黑雾弥漫，丧钟响起。-2万，-3万，-57000。炸裂的伤害结果从亡灵古马的头顶冒出，而处于禁咒爆炸中心的亡灵使徒维基一样，在这种恐怖的禁咒下疯狂掉血，血条一震，直接掉落了超过5万点生命值。同时，黑色的雾气一沾染到这头 BOSS 怪，他的血条还在不断的下降，受到了禁咒的持续性伤害。死！苏明眼前骤然一亮，下一刻将手中的长刃再次一拧，把亡灵古马 BOSS 狠狠地扎入地面，挥了挥手，看向马背上的亡灵使徒，沉声道：杀神王座。第14章单杀黄金 BOSS 第一剑黄金级。随着苏明的声音一落地，整个森林都开始不断晃动，大量的树叶纷纷朝着地面坠去。而在苏明的身后，一个巨大的黄金王座出现了，正是杀神王座。苏明的终极底牌，在等级提升到20级以后，杀神王座与之前相比也有了些许变化，更加的璀璨绚烂，表现呈现出了一条条华丽的纹饰，其中仿佛有炙热的岩浆在流淌。王座一出现，苏明明显感觉到四周的温度都在骤然上升，像是置身于火炉之中。死！手指向下一点，苏明召唤着黄金王座压向亡灵使徒。叮！恭喜您成功击杀34级 BOSS 怪亡灵古马，获得经验值4200点。叮！恭喜您成功击杀52级 BOSS 怪亡灵使徒维基，获得经验值16000点。叮！恭喜您越级击杀，获得额外经验值7000点。死了！苏明一愣，就连他都有些懵了。谁敢相信，这可是52级的黄金 BOSS， 居然在被杀神王座给一下拍死了。甚至到最后，亡灵使徒连其他黄金 BOSS 技都没有使用出来，便彻底成为了一堆骸骨。杀神王座比我想象的还要凶残。苏明由衷的感叹了一句：奶奶的，早知道这个专属王座这么牛皮，慌个锤子。好家伙，16000点经验值，这头终极 BOSS 怪是真的肥。苏明咽了咽唾沫，不禁笑了下。不仅如此，除了1万多的基础经验值外，苏明还获得了几千点的额外奖励。毕竟是24级一对双 BOSS， 自然会有高额的越级击杀奖励。掠夺哪个技能好呢？深吸了一口浊气，苏明看向了亡灵使徒维基的属性栏，亡灵古马直接排除。暂且不说一头坐骑的技能有多强，这种坐骑 BOSS 技苏明也不准备获得，逼格太低，完全没必要。死亡研爆术绝对是首选。苏明看鉴定了一下这个黄金技能，名称死亡研爆术，主动技能，品阶黄金级，属性此技能一旦释放，可凝聚出无数颗金色火球，凝聚的火球越多，所消耗的法力值越大，每一颗火球命中目标后，都将带来法术攻击力 X700%的法术伤害，且每一颗火球都可以引爆，带来至少2倍法爆伤害，多颗火球同时命中后，法爆伤害将不断叠加。描述：死亡研爆术
职业者中的天花板级火焰系技能，也是极为恐怖的 BOSS 技。此技能可与其他火焰系技能同时释放，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伤害加成效果。同时，死亡研报术技能书被遗忘后可交给 G4 职业者用于2次融合，有一定几率合成更高品阶的技能书或产出新的技能效果。华丽，相当华丽。只是看了一眼死亡研报术的属性介绍，苏明顿时瞪大了惊骇的双眼。不得不说，这个黄金 BOSS 技能够被称为天花板是有道理的。相对于其他技能，死亡研报术的词条不多，可是机制却相当感人，可以与大火球术等火焰系技能同时释放，叠加法爆伤害，命中目标的研爆火球越多，带来的最终伤害结果也更高。最为吸引苏明目光的自然是研爆术的融合特性。如果后续掠夺到了其他火焰系技能，或许可以用遗忘技能的方式，让 BOSS 技重新变成技能书，再合成为更高品阶的极品技能。苏明心中暗暗想到，无比憧憬。又看了看亡灵使徒的其他技能，使徒光环貌似不错，只不过想要学习这种技能，必须要提升黑暗系攻击力，限制有一点多。苏明分析道：亡灵治疗术，白银级技能，掠夺售价便宜。最终，苏明选择了神隐步，这个无比适合刺客职业的神技。这个技能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隐身，其次还能提升移速，呈现出来的效果与瞬移极为相似。神隐步黄金级，售价52000经验点。黄金 BOSS 技，掠夺售价很昂贵，可相对于攻击型的黄金技能而言，已经相当划算了。这几天收割的经验值，加上亡灵使徒和古马带来的经验，差不多能够买下这个技能。苏明眯了眯眼，若有所思的道：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死亡研报术。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神隐步。冰冷的机械音下，苏明的属性栏中技能再次增加2项。不错，等法力值恢复后，试一下这2个新技能的效果。苏明心满意足的道：刚刚和亡灵使徒一战中，连续释放出禁咒和杀神王座，已经让他的法力值和体质值都彻底抽空了。现在无法直接释放死亡研报术，名称亡灵使徒毁灭头冠，品阶黄金级，属性加100点力量，加100点体质，加200点精神，专属装备技使徒圣光。当释放任何技能时，都将得到圣光沐浴，所有技能法力值消耗减少，且持续恢复一定程度的微量法力值。限制无。描述：亡灵使徒的专属头冠由信仰力量凝聚而成，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教会物品，曾经由一位教会炼金术士炼制而成。此头冠除了能带来属性加成外，也有其他效果，当进入教会管辖之地后即可触发。卧槽！苏明在掠夺了 BOSS 技后，也开始清点起了亡灵使徒掉落的物品。然而一鉴定后，他彻底懵了。黄金装备，这运气未免好的有点夸张了。除此之外，属性词条高达3个，还附带了一个能提升法力值的装技能。这样一件黄金装备，哪怕是丢到京都，都能掀起一片不小的波涛了。而让苏明最震惊的，则是头冠描述里提及到的教会，这竟然是一件教会物品。教会在全民转职世界里和工会的概念很相似，只不过教会是由原住民创建，如果放在游戏里，可以理解成 NPC 的工会。第15章青冷笑花组队，偶遇苏明戏剧性巧合，每一个能被称为教会的存在，其中都有大量的高级原住民 NPC， 每一位都是让职业者们望尘莫及的大佬，动辄都是400-500级，甚至有些教会里教皇的等级已经超过了1000级。一件50级 BOSS 掉落的物品，竟然和教会能扯上关系，有一丝丝不对劲。苏明眉头轻轻一皱，貌似他的爆率有一点高，从一开始进入前海湾就在疯狂掉落极品装备，现在呢，竟然首杀黄金 BOSS 就啪的一下爆出了这么一个极品头冠，不论是属性、词条还是来源都让人震惊。难道和我的史诗级职业有关？苏明稍微思考了下，也想不出其他的解释。后续转职、等级提升，难不成爆率还可以再次加成？苏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还好在场没有其他职业者，也无法倾听到他的心声。但凡有，此刻都能原地去世。奶奶的，白银级、黄金级还不够吗？更高的爆率，干脆一刀999得了。开局爆满级神装。苏明深吸了一口气，再次将目光放在其他战利品上。除了这个黄金头冠以外，亡灵使徒本身也有好几件不错的物品。果然，鉴定树下，苏明有了新的发现：一件黄金级法杖使徒权杖，一件破碎的黑袍死亡黑袍。这2件物品都是黄金级，并不是 BOSS 怪掉落的，而是本身就有。
只是磨损度稍微高了一点。想要修复的话，需要让炼金术士使用特殊药水重新恢复。当然，这并不影响这2件黄金装备的效果。还有一枚白银品阶的戒指。苏明眼前骤然一亮，从亡灵使徒维基的身上再一次摸到了一枚弥漫着银色光环的物品。香，太香了！苏明心脏都是一紧，这种感觉舒服的要死。他还没有完成第2次转职，居然已经有了2件黄金装备，以及加上之前获得的总共10几件白银装备。这种级别的家产，已经能和那些转职10几年正在冲击100级段位的职业者大佬相比了。亡灵使徒的残缺骸骨不能丢，这也是相当昂贵的怪物材料，好歹也是终极 BOSS 怪，卖个几千万上亿没有一点问题。苏明深深地咽了一口唾沫，眼神里充满了惊喜。亡灵古马，教科书里的坐骑图鉴，还有一丝微弱的巨龙血统，哪怕不当怪物材料售卖，卖给博物馆也值不少钱。亡灵古马，教科书里经常提到的极品混血怪物，许多协会，甚至一些大型工会，都会在大厅里拜访这样一头 BOSS 怪的骸骨作为观赏品。像苍魂工会，工会的图标也是一头亡灵古马，完全将这种混血怪物当成了图腾。价值能小马，丝毫不比亡灵使徒便宜。想到这里，苏明心头一阵火热。奶奶的，这一波赚翻了！苏明同学您好，鉴于您在1年1度的觉醒仪式中成功转职成一名尊贵的史诗级职业者即可，校方将给予你200万奖学金以示嘉奖，并赠送了对应的基础职业装备以及大量的生命药剂等物品。请在下午5点前前往学生办领取。中海市一中。手机震动，一条短信发来了。200万奖学金，不错。苏明神情一喜，心情相当愉悦。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去休息一下，下次再来刷钱海湾副本。苏明沉思道。回去后，顺便将这些怪物材料也卖出去。这一次来前海湾，他的收获相当丰富，海量的怪物材料，各种罕见的顶级物品。如果全部卖出去，即便是苏明自己都不太清楚究竟有多少。同一时间，前海湾副本入口处，10几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正神情紧张地看向副本入口，久久都不敢迈出一步。白银副本，其中有语文教科书里提到的亡灵古马、骷髅骑士、混血魔种兵尾蝎。我们真的不需要让老师带队吗？就这样去会不会太草率了？对啊，大家都还是1、2级的状态，万一直接被秒掉，等级清零，需要很久才能恢复过来。应该没有那么恐怖吧？这一次许清雅学姐不是带队吗？她可是光明祭祀，大家不要太害怕。的确，清雅女神还有龙尘龙首都是暗金极品阶，这一次我们的阵容相当华丽，就在前海湾的礁岸边蹭一蹭黑凯蜥蜴这些小怪吧，应该没啥大碍。少年们议论纷纷，眼神里都透着浓烈的紧张和焦虑。他们的目光看向队伍最前方的2人，不是别人，自然是前几天才完成觉醒的许清雅、龙尘。而其他少年衣襟处都佩戴着中海一中的校徽，全都是学校里最出类拔萃的一行人。这一次，他们召集起来，目的就是为了前往前海湾副本刷级。和其他刚转职的少年不同，他们并没有向学校的老师求助带队，而是准备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第1次的刷怪升级，这样才能更好的磨练。没事，大家不用担心，前海湾的礁石岸并不算危险。许清雅一如既往的美得不可方物，开口说道。听到他的声音，整个队伍都顿时安静了下来。许清雅顿了顿，准备鼓舞一下士气。然而，他的美眸一阵闪烁，在前海湾副本出口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苏明。许清雅猛然一愣，看向了副本出口处的位置，一名长相帅气、身材高大的少年走了出来，颜值很高，一头微长的黑发，明亮的眼眸，这样的气质，除了苏明还有谁？他怎么会在这里？许清雅眉头微微一皱，有些震惊了。单刷前海湾副本，一时间，许清雅的神情不禁一阵动容。虽说苏明的职业是史诗级，第16章校花的小心思，小鹿乱撞，然而再强也不可能1级就单杀恐怖的混血怪物。即便是许清雅他们，也是集结了10几名天才职业者一起组队刷副本。名称：苏明，职业：杀神，品阶：史诗级，等级：24级，名称：黑血之刃，品阶：白银级，名称：蔷薇铠甲，品阶：白银级，名称：亡灵使徒毁灭头冠，品阶：黄金级。这是……在疑惑中，许清雅直接丢了一个顶级鉴定术过去，想要查看下苏明的属性栏以及全身的装备。和其他职业者不同，
许清雅是光明祭祀，天生赋予了顶级鉴定术。饶是苏明这种史诗级职业，黄金使徒头冠等物品都可以一一查看，不会受到限制。可是这一看，却让许清雅差点惊掉了下巴，整个人都不好了。怎么可能？他已经升到了24级，还获得了一件黄金级装备以及好几件白银装。许清雅大口地喘息了下，尽量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冷静，眼神里更是写满了震惊。太疯狂了！在其他同期职业者还停留在3至4级段位时，苏明却一马当先升到了快30级的层次，即将开始第2次转职，怎么能不让人震惊？更重要的是，苏明手里的那件黄金装备还是由副本终极 BOSS 掉落出来的物品，在教科书里有过详细的描述。他单杀了副本终极 BOSS 怪王灵使徒。许清雅心脏一震，瞳孔都放大了，呆呆地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作为一名高材生，货真价实的学霸，许清雅一眼就看出了那件遍布花纹精致头冠的来历，赫然正是亡灵使徒 BOSS 的专属物品。苏明才多少级？如今连2转都没有完成，却能得到52级 BOSS 怪的物品，细思极恐。他的背景貌似不像学校里展现出的那么简单。许清雅咽了咽唾沫，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或许苏明的身后站着一个丝毫不亚于 A 级工会的存在，和中海市的人气女神韩英一样，苏明或许也是出自某个头部大型工会。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连续升级到这个段位，又获得了如此海量的战利品？别说是单杀完成，就算是有高级魔导师带队，也不可能这么快，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达到这种程度。直到这一刻，许清雅才明白，也许自己真的错了。苏明可不像是外界传闻的那样，只是一个长相帅气的小白脸。从觉醒仪式开始，直接转职史诗级杀神，再到现在，如同穿云箭似的升级。许清雅的眼神里异彩波纹流转，小嘴都不禁抿了抿，心里小鹿乱撞。他本就慕强，别看在平时一副冰山女神的模样，可见到强大的天才少年，很快便会沦陷。这一刻，许清雅的脸颊微红，饶是他自己都不知道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只是深深地看向了苏明所在的地方，心神意乱。而与此同时，苏明刚走出副本，也发现了不远处的这一行队伍，一中的学生。苏明眼神一阵闪烁，不过很快便收回了目光，将手里的毁灭头冠啪的一下戴在头上，而后大步朝着地铁站口走去。另一边，副本入口，队伍里的学生也发现了许清雅的异常，见到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全都围了上来。清雅学姐，怎么了？一名长相极为可爱，身穿白丝和洛丽塔风格服装的牧师职业小妹妹睁大了水汪汪的眼睛，看向许清雅，真切地询问道：“是有什么发现吗？学姐，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另一名身材曼妙、波涛汹涌的妹子也凑了上来，眼巴巴地看着许清雅，关心地说道：“没事。”许清雅摇了摇头，回应了一句，再次看向苏明刚才所在的地方，那里已经没了身影。苏明早就从许清雅的视野里离开了。看来中海市要出笼了。许清雅再度深吸了一口浊气，用其他人都听不到的声音轻轻感叹了一句，只有他自己明白，刚才那一幕究竟有多么震撼。谁能想到，原本在学校里平平无奇的同学，竟然有这么恐怖的潜质？说不定背后还有一个庞然大物，能掀动整个中海市的背景。清雅，要是不舒服，我们休息一会再进副本，不着急的。龙晨也走了上前，一脸谄媚地说道，虽然语气很正常，可是许清雅回头看了一下龙晨的神情，眉头不禁轻轻一皱，有些厌恶。这个所谓的天才，才转职成圣骑士的龙晨，根本没有一点高级职业者的气质，相反，眼神里全是邪念。都不用龙晨开口，许清雅一眼就能看出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奶奶的，缠我身子！不知为何，许清雅的心中再次出现了苏明的影子。刚刚那一刻，苏明反手握住一柄黑色长刃，大步走出副本，伟岸的身姿不知道比龙晨这副模样帅气了多少倍。没事，许清雅再度恢复了清冷校花的状态，调整好了情绪，回应了一下，而后看向所有人说道：“准备调整阵型，准备进入前海湾副本。”与此同时，苏明乘坐高速地铁朝着中海市一中的方向前去。中海市第一高中学生办。一下地铁站，苏明便朝着学校走去。学生办的位置他很熟悉，和 A 座教学楼靠得很近。200万奖学金，这要是在前世，一生一世花不完。苏明心中暗暗想到，心情无比舒服。前世苏明就是富婆收割机，颜值极高的他，每次一出门必然会吸引到富婆的注意。
一过节，各种富婆哭哭红包转账，点收款都能点到手软。依靠这些福利，苏明完全够生活开销。而200万的额外奖学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一生一世花不完。第17章，返回学校，领取高额奖学金。长得好看有什么用？长得好看能当饭吃。你好，我来领取一下奖学金。一来到学生办，苏明直接冲着一名学生会的成员说道：“啊，苏学长！”原本这名学生会成员身穿制服，一头栗子色长发的少女正在眯着眼打瞌睡。然而看见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苏明，一下子来了精神。好，我现在就给学长办理。元气少女眨巴了下明媚的大眼，立即转过身，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厚厚的资料，没有多看，刷刷几下便写好了文件，盖章，按手印，效率高的要死。而后乖乖地递到苏明手里头，并撩了下脚的长发。学长，办理好了。元气少女看向苏明，深吸了一口气，轻声说道：“刘欣然。”苏明看向他，脱口而出：“啊，学长，认识我？”刘欣然指了指自己，一脸不可置信，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期待。“不是，你校徽旁有佩戴学生名牌。”苏明笑了笑，指着刘欣然衣襟处的名牌说道：“这个少女元气十足，长相很好看，不过更出众的是那种气质，清甜纯洁，身材也十分夸张，波涛汹涌的校服都有些撑不住了，像是能挤破一样。”原来是这样。刘欣然勉强的笑了笑，神情稍微有一些失落。“也没有。”苏明淡淡的说道，“我确实认识你，清冷校花许清雅的闺蜜，你很出名的。”苏明看向刘欣然，确实很出名，只是并不是因为她是许清雅的闺蜜，也不是因为刘欣然是全校排名第2的大美女，而是刘欣然一直想要撮合苏明和许清雅成为一对，甚至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刘欣然还以许清雅的名义给苏明送过情书，只不过后来被苏明给丢到了垃圾桶里。但不得不说，刘欣然的颜值和身材确实不差，在某些人的眼中，她和许清雅是不分上下的，在中海一中可以算是并列第一的校花，一个清冷女神，一个元气少女。药剂师。苏明丢了一个鉴定术过去，查看了下刘欣然的属性栏，眼神稍微一阵惊喜。刘欣然的职业并不是战争职业，而是一种辅助职业，药剂师，很吃香的热门职业，能够炼制生命药剂、恢复药剂、魔力药水等一系列的常用物品。在大型工会里，药剂师的作用很大，地位和炼金术士差不多。一般情况下而言，都可以保送高等职业大学，就算高考落榜，也可以直接加入头部工会，不需要实习期，进去就转正。学长，方便加个微信吗？刘欣然看了一眼苏明，试探地问道。好。沉默了下，苏明答应了这个请求，完全不是看在刘欣然大长腿、水光肌、波涛汹涌、白丝的份上，单纯是因为嗨，后续需要炼制药剂的时候图个方便，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刘欣然用不上吧，万一很好用呢？太好了。见到苏明直接答应了，刘欣然一愣，而后神情激动地取出了手机，扫码添加好友。 Nice。 那边咋回事？添加了好友后，苏明眉头一皱，看向了学生半不远的一个方向，有点动静，貌似是有人在对决。3中的学生。刘欣然的神情也严肃了下，指着有动静的方向说道：前段时间中海市所有高中都完成了统一的觉醒仪式，我们学校出了2名暗金级，以及学长你一位史诗级职业者，在全市都成为了热门新闻，甚至全国范围内都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3中那边的几个刺头学生不服气，所以就来咱们学校宣战了，还美其名曰切磋，友谊第一，比赛第2。刘欣然白了一眼，继续说道：可是谁都知道清雅和龙晨他们带着所有学霸去了前海湾副本，学长你从转职后也不在学校，这不就是仗着咱们一中没人吗？那几个刺头就带人来切磋了，切磋他个香蕉菠萝，真是臭不要脸。一中 vs 3中。听到刘欣然的话后，苏明眉头一挑，抬了抬眼皮，莫名有了些兴致。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中海市3中友谊赛。选择1，击败一名3中学生，并友好的声称友谊第一，比赛第2，称赞来自3中的同学是一名优秀的职业者，奖励1件黑铁级装备。选择2，1对9，击杀所有来挑衅一中的学生，并声称我不是针对谁，而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奖励经验值10万点。选择3，无视友谊赛，直接离开，奖励1瓶生命药剂。就在这个时候，冰冷的提示声在脑海中回荡，苏明眼前猛然一亮，
卧槽！竟然触发了神级选择剧情，22222。一如既往，苏明直接选择了第二个选项。1对9，转职仪式才没几天，就算3中的学生也有穿云箭，也绝不可能等级比苏明还要高。面对这种还不如10级 BOSS 怪的小虾米，别说9个，即便是90个，对苏明而言也是一样的，自然不会看其他选项一眼。更何况，这个选项带来的经验值是10万点，足够苏明升到30级了，完成第2次转职。怎么了，学长？你要出手吗？看到苏明一阵沉默，刘欣然满眼都是惊喜，下意识的开口问道。如果是苏明出手，那么多半能狠狠杀一下3中学生们的锐气。毕竟苏明的职业可是比许清雅和龙晨都要强。杀神，一听名称就知道肯定不简单。苏明点了点头，眼神玩味的看了一下刘欣然，淡淡的开口说道：带我过去吧。好。刘欣然屁颠屁颠的凑上前，急忙带着苏明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与此同时，这个元气满满的少女也取出了手机，群发了一个语音消息：第18章苏明出手，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简单的一句话，直接让学生会的聊天群炸了。快，来不及解释了，快来 A 座教学楼这边，苏明大神 vs 3中。哗！一则语音消息瞬间引起了所有学生会成员的震惊。刘欣然，真的假的？苏明回学校了？卧槽！全体成员赶紧群发消息，让全校的人都赶紧过来。死！终于来了！你们是不知道啊，3中那几个刺头简直是尾巴都要翘到天上了，还好苏神回来了。速度，别墨迹了。刘欣然，刘大校花，你快把大神带过来，我这边要顶不住了。人在教学楼，去他奶奶的友谊赛。我们这边有好几名高级职业者已经血条清空了，让苏神来狠狠杀一下他们锐气。全体成员，摄影社团已就位。学生会会长，宣传社团已就位。我们准备将等会苏神的视频录制下来，直接发抖音里。大新闻啊！你们慢一点，让我把脸出门来吃瓜。滑稽点 JPG， 还洗脸？我内裤都没穿，直接冲出了宿舍楼。炸裂！太炸裂了！可以说，刘欣然的一个语音条，直接将学生会里所有成员都炸了出来。没有谁还能在此时保持冷静，全都纷纷放下了手头的事情，朝着 A 座教学楼跑来了，准备看苏明出手。一方面，史诗级职业者出手，所有人都没有亲眼见过；另一方面，苏明本就是校草，学生会里的女生就算是从被窝里爬出来，也要爬到教学楼这边看苏明，和追星没啥区别。当然，因为许清雅等人去前海湾刷副本的缘故，学校里没有精锐的职业者和3中对决。现在苏明出现了，也能扭转局面，让所有同学都算是松了一口气，恨不得马上见到3中那几个小混混吃瘪。咋了？你们1中不是很强吗？怎么回事？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教学楼前，一名虎背熊腰的重装战士扛着一柄白银级巨斧，神情不屑地看向人群，大声说道：原来就这，我还以为能有多强呢，真没意思。他耸了耸肩，将战斧给收到背后，而后看向自己身旁的3中学生，挥了挥手道：走吧，回学校。友谊第一，比赛第2。虽然1中没几个能打的，不过我们3中也不能欺负人，今天这场友谊赛就这么结束吧。希望下次那个什么龙晨、许清雅，还有一个所谓的史诗级苏明，这些人能出现，不要做缩头乌龟。职业品阶高有什么用？在我的斧头下全都得死，连露面都不敢，就算是神级职业，恐怕也就这点分量了。虎背熊腰的少年瓮声瓮气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蔑视。而听到这一席话，1中的学生神情却不禁冰冷了下来。然而却没有谁能站出来和这个3中刺头对峙。没办法，对方也是暗金级职业者，家里的背景不差，父亲是 A 级工会永恒工会的部门主管，这种级别的学生叫一声大少不过分，普通学生哪有扳手腕的资格？分量！一个声音骤然响起，苏明出现在了教学楼前，看向那名战士职业的少年说道：你看我分量够不够？苏明一开口，立即成为了焦点，齐刷刷的目光汇聚向他。教学楼旁的1中学生全都眼前一亮，激动的快要说不出话来了。而此刻，傲慢的不行的少年也皱了皱眉头，将目光放在了苏明身上，眼睛一眯，沉声说道：你就是那个史诗级职业者杀神？我以为能有多强壮，就你这小胳膊小腿也能叫杀神？少年冷声一哼，仍旧不屑。卧槽！苏明眼神一阵疑惑，这是哪家的傻愣子？
永恒公会，好歹也是个 A 级公会，怎么尽是些没脑子的家伙？这剧情真他奶奶的！放小说里，眼前这个二愣子绝对活不过一章。名称：何蒙，职业：重装战士，品阶：暗金级，等级：5级。苏明甩了一个鉴定术，将这个二愣子的属性栏尽收眼底。果然，苏明的心里没有掀起一丝波动，本以为能有点意外惊喜，结果就这，啪的一下，快乐没了。5级，这种水平，苏明还真不需要出手，一个大火球术下去，能杀他10几次了。当然，所有高3学生都才完成转职没几天，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升到5级，貌似也确实很优秀了。想来应该是永恒公会的那个部门主管给自己的二愣子傻儿子喂药了，多半是品级不差的经验药剂。只是可惜了，过一会这个二愣子的血条就会被清空，等级跌落到1级，白给。友谊赛，苏明没有多搭理何蒙，淡淡的说道：“友谊赛挺好的，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们学校的高材生等级竟然这么低，是不喜欢升级吗？对了。”苏明停顿了下，看向了何蒙，又扫了一眼他身后的所有3中学生，神情玩味的继续说道：“我不是针对谁，而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苏明一开口，所有人都懵了，尤其是何蒙，这个二愣子大脑更是一片空白，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你说什么？沉默了片刻，何蒙终于回过了神来，直接扛着那柄白银级战斧，便大步朝着苏明的方向冲来。而其他3中的高材生，一共9名刚转职的学生，也跟在何蒙的身后，像是狗腿子一样，屁颠屁颠的朝着苏明这边靠近。等等，看着凑上前的9名职业者，苏明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先别动。我知道你们很急，不过你们先别急。苏明神情认真地道：“友谊赛虽然主旨是友谊，然而总要有点彩头吧？”苏明微微一眯眼。第19章苏明钓鱼，白银级装备做豪赌。几句话让站在他面前的3中学生再次懵了。彩头？赌注？此时的苏明像极了小说里反派，当即继续说道：“没错，切磋不压住一点。刚从学生办出来，这张卡里有200万奖学金，谁要是赢了，这张卡归他。”苏明取出刚领取的奖学金，在何蒙等人面前晃了晃。死！200万奖学金！一时间，3中的几名学生全都眼前一亮，眼神里噙着贪婪之色。你们丫啥？苏明淡淡地道。哼，苏明是吧？你是真的胆子大，还敢压住，有意思。何蒙的脑子终于有些明白了，抬了抬下巴，将手里的重斧高高举起，大声说道：“我手里这柄巨斧名为狂暴战斧，白银级装备。你要是赢了我，这柄战斧你拿去。”何蒙一脸骄傲，丝毫没有想过自己输的情况。毕竟他的等级是靠着嗑药、服用经验药水升上来的，其他学生现在最多也就2至3级，即便是许清雅这名光明祭祀，也不过是才升到4级段位，等级有着绝对的优势。况且何蒙手里还有那个便宜老爹给的专属战斧，白银级极品装备，价值1000多万，这种牌面能输？苏明眼神一阵闪烁。咱们3中也有奖学金，我这里有100万，外加30瓶生命药剂、30瓶恢复药剂，以及1张卷轴，经验药水1000点经验值，以及1件青铜级装备，全部家当1块黑铁级怪物头骨，3块青铜级教会首饰，200万是吧？我押一套房产，这是房契，中海市市中心的大平层，怎么样？够不够？随着何蒙将狂暴战斧当作赌注，他的那些狗腿子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工会的2代们，也一一将自己的家当取了出来，当成赌注。怎么说呢？和何蒙混在一起的这些学生是实打实的小混混，不过背景也都不差，不是 A 级工会成员的2代，就是 B 级工会高管的后代，手头很殷实。果然鱼上钩了。看到这一幕，苏明的双眼微亮，不禁咽了下唾沫，心情一阵舒服。奶奶的，只是神级选择触发的剧情奖励怎么够？不得多讹一下这些2代的小金库。果然这一波很顺利。刘欣然，苏明挥了挥手，看了一眼身后那个一头栗子色长发的少女。怎么，学长？此时的刘欣然也有些一头雾水，可见到苏明叫自己，当即凑了上来，神情疑惑地问道：“去，将那些东西都收起来。”苏明给了刘欣然一个眼神。啊！元气少女当场愣住了。快去！来不及解释了。苏明淡淡一笑，一时间刘欣然不禁也咽了下口水。貌似这个校草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刘欣然看向了何蒙等人，
心里涌现出了一丝别样的情绪，脑海里冒出来了一个名称：大怨种。哗啦啦，很快，刘欣然便将所有东西都收了起来，堆在一起。苏明也随手一抛，把那张银行卡丢到礼物品堆里。好了，我赶时间，你们一起上吧。苏明拍了拍手，神情淡然地看向何蒙等学生说道：卧槽！瞬间，何蒙和那些三中的学生全都一愣。苏明皱了下眉，墨迹。他将身上的装备全部卸了下来，丢到地上，而后将那件黑血之刃再次丢到了物品堆里，用余光扫视了一眼所有人，沉声说道：我1对9，和你们所有人来一场友谊赛。苏明加重了友谊赛这个几个字，继续道：不用装备，再额外压注一件白银级装备黑血之刃。苏明用眼神示意了下众人那柄漆黑的长刃，够不够？不够，我再加一件白银装。苏明手一挥，蔷薇铠甲也丢了过去。不会吧，不会吧，不会1对9，你们三中的学生都没有信心吧？怕了，那要不回家洗洗睡。苏明双手插兜，打了个哈欠，嘶，周围传来了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而何蒙等人脸色一阵铁青。卧槽，这么狂！1对9，还不用装备，黑血之刃，一件白银装以及200万奖学金。奶奶的，压住！这不得多压住一点？谁怕谁？如果1对9都能输，我直接原地去世。那个苏明虽然是史诗级职业，可是一点背景都没有，他能有我们强？经验药水难不成是白给？说得对，我再加一件青铜级技能书，我就不信了，今天能败给他。兄弟们，别怕，谁怕谁是狗，这可是关系到咱们三中的名声。这一场友谊赛已经上升到不属于他的程度了。奶奶的，我直接再压500万现金。不得不说，苏明两世为人，心智确实可以玩虐何蒙这些小屁孩。啪的一下，何蒙他们全部乱套了，纷纷将自己的小金库一一抖了出来，全部当做了赌注。毕竟1对9，卸下装备，这样要是都能输，那也没有必要再做职业者了，直接洗洗睡。同一时间，整个一中的学生也全都惊呆了。我没有听错吧？1对9，苏明大神真的能顶得住吗？不会翻车吧？死！随便一出手就是白银级装备，几百上千万的现金，让你来一场友谊赛，这天价赌注什么鬼？何蒙的等级已经升到了5级，背后站着的还是永恒公会，苏明竟然没有一丝慌张，这就是大神的世界吗？卧槽，简直是震惊我一整年！本以为苏明会1对1，谁知道他竟然让何蒙这些职业者2代一起上，这种气魄也只有苏神了。帅，太 TM 的帅了！什么叫校草？这就叫校草。第20章，那年双手插兜，不知道何为对手。苏神，我要给你生猴子 ！DNA 动了，以后你们都别拦我，本小姐非苏明不嫁。得了吧，就你这个小表表，苏明哥哥肯定是我的。嘤，为了得到哥哥，哪怕是做个小的，我也愿意。一场高中学校间的友谊赛，朝着超出预期的方向在演变。苏明和何蒙他们的赌注已经叠加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白银级武器就超过了4件，其中还包括了大量的罕见物品，像力量宝石、敏捷宝石等属性石也能见到，甚至好几个大型公会的2代直接将家里人给的经验药水都取了出来，看这架势是笃定能战胜苏明，赢下他的所有压住物品。苏明，我这一柄斧头会让你明白究竟谁是垃圾。何蒙挥动了一下手里的银色战斧，目光自信地走向苏明，在他身后所有的公会2代也一一靠近了苏明。都准备好了。面对这些高中生，苏明提不起一丝紧张，相当淡然地说了一句道：如果都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苏明伸出手，食指指向何蒙，你未免也太自信了。此时的何蒙看着苏明的反应，眉头稍微皱了皱，心里油然而生一丝不对劲的预感。可是他没有多想，回怼道：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何蒙抬起头，准备放一句狠话，可是话还没说完，却戛然而止，因为苏明没有使用任何装备，连法杖都没有，竟然直接释放出了一颗颗炙热明亮的火球。这是围观的学生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全都愣住了，吓傻眼。火球术，没错，苏明一上来便释放了他最擅长的火球术技能。不仅如此，从亡灵使徒 BOSS 那里掠夺来的黄金级技能死亡研报术也一并释放了出来。其实以苏明现在的等级，想要击败何蒙等人，连释放技能都有些多余。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杀一下三中学生的锐气。
让何蒙这些二代看一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差距。暗金级职业者，什么垃圾货色，也配合杀神比？轰！一声闷沉的巨响声传来，9颗硕大的火球像是太阳沉坠似的，直接覆盖向了何蒙他们。反击，闪避，在这猛烈的攻击下，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只见所有火球一接触到何蒙和其他狗腿子二代，便直接炸裂了。死亡研爆术展现出了璀璨的光芒。叮！恭喜您成功击杀5级职业者，获得经验值30点。叮！恭喜您成功击杀4级职业者，获得经验值25点。叮！恭喜您！冰冷的击杀提示在苏明的脑海中响起，一连串的提示声只带来了不到300点的经验值，少得可怜，和副本里的 BOSS 怪根本没法比。然而，在教学楼前却出现了一团团带着华丽色泽的光环，那是何蒙他们掉落下的装备，从黑铁级到白银级都有。经验值虽然少，掉的装备还算不错。苏明微微一眯眼，如沐春风的笑了下。死了。苏明1对9，只丢了几颗火球，便击杀了何蒙和所有工会二代。当然，这里的死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死亡，在全民转职世界里，职业者一旦被击杀，不会立即死亡，而是会从指定的复活法阵中转生。当然，并不是没有一丝损失，等级会掉落至少1/4，穿戴在身上的装备和背包里的物品也有一定概率被爆出来。这一波韭菜饱满多汁。苏明甩了好几个鉴定术，将何蒙他们掉落的装备等物品一一查看了一遍，眼前瞬间微亮，好东西不少，不愧是工会二代。虽说和韩英这种人气女神相比，家底可能要稍微弱一些，可相对于普通学生而言，那是富得流油，丝毫不比苏明在前海湾副本里这几天获得的东西少。叮！恭喜您成功完成选择，奖励已发放。很快，在苏明击败何蒙的同一时间，脑海里也传来了选择完成的奖励提示。这可是10万点经验值啊！苏明猛地深吸了一口冷气，这些经验点足够让我升到30级段位了。看来不用再2刷前海湾副本了，明天直接去转职神殿领取2转任务。苏明心中暗暗想到。辛苦你了。将地上所有光团都全部收揽在怀里，丢进了系统空间。苏明也来到了刘欣然面前，从赌注堆里随手抓出了一件黑铁级匕首，扔给了刘欣然。这给算是给你的酬劳。苏明淡淡一笑说道。本就帅气的他，这一笑阳光明媚，直接给刘欣然看呆了。此时刘欣然目瞪口呆，微微张开小嘴，夸张到足以塞下一枚鸭蛋。直到这一刻，他都没有反应过来，何蒙他们竟然死了，不是被击败，而是直接死亡，回到了工会中，从复活法阵里出来了。这可是1对9，苏明大佬究竟有多强？这么轻松，啪的一下就干掉了3中的9名高材生。不只是刘欣然，此刻全校震惊。卧槽，怎么回事？我刚取出手机录制视频，啪的一下，你跟我说结束了？炸裂，这也太炸裂了！1对9，是何蒙这些工会二代太弱，还是苏明大神太强？是不是我眼花了？来个人掐我一把！太他奶奶的震撼了！这要是发到抖音上，绝对能爆火全网。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苏明是小白脸，除了长得帅一无是处。那个人是谁？赶紧滚出来向全网谢罪！妈耶，妈了！我肾上腺素狂飙，这也太刺激了！一中怕是要成为网红高校了。第21章全校震惊，苏明的顶级操作。苏明究竟是多少级？这才刚完成觉醒没几天，竟然能随手轰死这么多高材生。火球术，大佬刚刚释放的技能是火球术吗？为啥还能自动爆炸？视觉震撼感也太强了吧！屁的火球术，那玩意儿是死亡研爆术，一看你就是学渣。死亡研爆术可是黄金级技能。死，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苏明大神刚才连装备都没有用，直接空手放大，这种级别的水准，你跟我说是一名高中生能办到的？太细了，这一波发给京都的清北大学看看，这不爆送，解气，相当解气。终于看到何蒙这个二代吃瘪了，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口气真舒畅，全校都沸腾了。死亡研爆术，空手放大，1对9，天价赌注，工会二代惨败，每一个点都是能引起全市乃至全国目光的大爆点。毫不夸张地说，一旦苏今天的联谊赛视频被上传到各大短视频 app 里，一定能火爆全网。不仅是苏明的操作太过细节，
展现的实力强大到了极点。同样的，他在几天时间内能从一级职业者达到如今这个程度，苏明究竟是怎样办到的？更让人无比好奇。极品装备，顶级技能书，精妙的战斗技巧。你跟我说这是一个刚转职的高中生，即便是那些完成3转的大神，也很难办到。在全校学生的瞩目下，全场唯一的焦点苏明，他却没有一丝的激动，相反，再次打了个哈气，淡然地收好了所有物品，将学校奖励的奖学金那张银行卡揣进了裤兜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就这么走了，转身离开了学校。逼格拉满，困了，回去先睡一觉，然后明天去转职神殿申请2转，顺便再将前海湾副本里获得的怪物材料和所有物品都卖出去。苏明若有所思地想到，不是他装高冷，而是真的困了。在副本里待了这么多天，根本没有休息好，确实该回去休息一下。而随着苏明一离开，校园里一个角落，一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睁大了惊骇的双眼，白胡须都有些颤动。奶奶的，这块2转了，这是哪个头部大公会的小少爷？角落里的100岁老头神情震惊的喃喃道：如果有学生看到他，必定会弯腰躬身一礼，因为这个100岁老头不是别人，正是中海一中的校长，100岁老人，大魔导师陈其山，一名100级大佬。不过这位100级校长此时却满脸骇然，因为和许清雅一样，他也使用了顶级鉴定术，对苏明展开了鉴定。各种物品、等级、技能全都一一查看了下，不看不知道，这一看便让陈其山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本以为中海一中只是出了几位顶级天才，谁知道这他奶奶的完全是个变态级小怪物。几天完成2转，穿云箭也没这么快吧？更何况苏明随手丢在地上的那件装备，还是前海湾副本里的终极 BOSS 亡灵使徒爆出来的，这可不得了！别跟我说苏明这个高中生单杀了亡灵使徒，要真是这样，整个中海，不，全国都会因此而震惊。高考个锤子，京都的清北大学都要屁颠屁颠的派人来求苏明去他们那儿，条件随便开，专业随便选，奖学金随便提，这就是顶级学霸的待遇。估计我要升职了。100岁小老头陈其山深吸了一口浊气，浑浊的老眼里掠过了一抹惊喜，晃了晃小脑壳，神情欣然地说道：这么一个大宝贝，史诗级职业，顶级升级速度，出神入化的战斗技巧，还学习了死亡研报术这种变态技能，不论是天赋、心性、成长速度还是实力，含金量都太高了。京都那些大学怕是要因为苏明而陷入到疯狂中，争得头破血流。陈其山一脸期待的道：这不给我升职，好歹也能升个大学校长，那油水可多了。想到这里，陈其山咽了咽唾沫，眯了下眼睛。不过这段时间可得把这个大宝贝给保护好了，谁要是敢动他，那岂不是和我这个小老头作对？大学校长捞，每年捞的油水，一生一世花不完。陈其山哼了哼小曲，晃悠着离开了小树林。另一边，永恒公会，一个2愣子带着一堆2愣子从复活法阵里钻了出来。卧槽，啥情况？不知道。啪的一下，眼前一黑，就出现在这里了。不好，我等级掉了1级，没了，我那个没了。啊，你小弟弟被击中了？滚！我老爹给我的青铜匕首没了。哈哈哈，笑死！等等，卧槽，我特么的青铜铠甲呢？我明白了，完犊子了，我们这是被1对9给击杀了。苏明那个老六，你们快看一下属性栏，我力量属性掉了20点，而且是永久性损失。哭了，合盟的那些狗腿子全都哭了，一个个泪流满面。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本以为能割苏明的韭菜，结果自己才是饱满多汁的大韭菜。怨种，简直是大怨种！老大，你不能不管我，没了那件青铜级匕首，老爹怕是要打死我。竹笋炒肉，我顶不住。对啊，老大，你快帮我们想想办法，怎么把那些掉落的装备给弄回来。你们还算好的了，我他奶奶的鬼迷心窍了，竟然把市中心的大平层房产给压了出去，完犊子了，这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老大，何少，我不能没有经验药水啊，怎么办呢？你说苏明会不会还给我们？第22章华丽的属性栏升到满级限制。一众工会2代抱着何蒙的大腿哭哭啼啼地说道，场面相当感人。滚！何蒙沉默了下，最后一脚踢开了他们，一样欲哭无泪地道：奶奶的，老子压的最多，
这一波，凉凉。何蒙深吸了一口气，急忙转身朝着永恒公会内部冲去。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他三叔，那个百级法师，恐怕也只有三叔能帮自己了。不然，要是被老爹知道，怕是会被打死。在何蒙身后，一群二愣子也紧随其后，生怕慢了一步，自己的装备就捡不回来了。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27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28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29级。中海市湾湾小区，苏明坐在沙发上，将奖励的10万点经验值全部花光，等级直接提升到了30级，升到满级限制了，需要完成2转才能解锁等级。全民转职世界里，每一次转职都至关重要，如果不转职，便无法让等级继续提升。名称：苏明，职业：杀神，品阶：史诗级，等级：30级，生命值27000，力量370，体质250，精神390，敏捷280，天赋杀神掠夺，技能鉴定术黄金级，冰冻术白银级，大火球术白银级，生命强化白银级，死亡研报术黄金级，神隐步黄金级，黑潮之月入门级禁咒。装备黑血之刃白银级，纹饰戒指白银级，亡灵长靴白银级，陨星吊坠白银级，蔷薇铠甲白银级，亡灵使徒毁灭头冠黄金级。专属杀神王座。技能点720，自由点180，经验值成长，每提升1级可获得30点技能点以及自由点。点开属性栏，苏明查看了下，饶是他自己都不禁眼前猛地一亮，华丽，太华丽了！如果不说，没有谁会相信这是一名刚30级的职业者属性，四维相当炸裂，已经足以媲美3转到4转的职业者大佬了。而海量的技能栏、装备栏，更是超出了同一期的绝大部分高中生，没谁能比得过，除非是像韩英这种顶级2代，提前好几年便完成了转职，不然，在苏明面前，再厉害的天才都会黯然失色。技能还是少了一点。苏明皱了下眉，冷静地分析道：要尽快掠夺更高级别 BOSS 怪的专属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升级速度，获取到更为海量的经验点。苏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短期目标，不知道第2次转职后，杀神职业会有怎样的变化。一般情况下，转职职业会提升品阶，或者获得新的天赋技能。当然，也有一部分不太幸运的职业者，转职后没有一丝变化，就连4维属性都没有转职反馈，除了解锁等级限制外，一点好处都没有捞到。而且这样的人群还不在少数。可苏明好歹也是中海市唯一的史诗级，想来转职后的蜕变应该相当巨大。技能掠夺的越多，所需要的法力值和体力值也越大，不知道2转后能不能获得新的天赋。苏明心中期待道，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好了。法力值，通俗来讲，就是蓝条，哪怕技能再牛批，战斗技巧再高，没蓝了也白搭。而体力值的作用和法力值差不多，主要是提供给物理系职业，在全民转职世界里，被统一称为白条。一蓝一白，这2种东西对职业者而言比命都重要。第2天一早，苏明醒后直接去了转职神殿。从地铁站出来后，苏明看向了面前那一栋上百层高的国际大厦。转职神殿建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皮上，旁边就是国际银行以及各大头部工会。不得不说，这个年头做转职生意却是捞钱，毕竟每年都有海量的资金入库，单单一块地皮就是普通人1万年都挣不到的天价。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一走进转职神殿的大厅，极具现代化的大厅里，一水的制服妹子便冲着苏明弯腰一笑，而其中一个长相不错、妆容精致的黑发妹子走了过来，笑容明媚地说道：阁下，请用茶。苏明看了一眼面前的制服妹妹，从她手里接过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一饮而尽，心里却不禁有了一丝好笑。阁下。不过很快苏明也恢复了正常的神情，这个称谓算是全民转职世界里的专属，对于职业者的尊称。对于这个，苏明很快便接受了。我来申请第2次转职，顺便领取转职任务。没有犹豫，苏明直接说出了来的目的。啊！听到苏明的话后，黑发制服妹妹明显一愣。2转 LV 30级，她的眼神从苏明衣襟的校徽上一闪而过，猛了一下。高中生2转
闹呢？这才完成统一转职没多久，咋就二转了？穿云箭。不过没有多问什么，制服妹子收敛了目光中的震惊和疑惑，点了点头，对苏明说道：“阁下，请随我来，转职大厅在这边。”苏明跟着黑发制服妹子兜兜转转，很快便来到了另一个大厅。这里相对来说人很少，只有几个贵宾窗口，全是 VIP 窗口。在中海市有类似于骑士阶级的贵族划分，一旦成为职业者，便能获取全民身份，在城市内享有一系列的 VIP 全民福利，购置房产、购买物品、出售材料，包括孩子上学都有优先权。而在全民阶级往上，还有更高级别的贵族。阁下，请到这边来。黑发制服妹子朝着苏明躬身一礼，态度相当恭敬地说道：“领取第二次转职任务，需要先完成身份认证、虹膜验证、指纹识别、脸部识别。第23章地狱级强度，恐怖的二转任务。流程很简单，还烦请阁下能谅解一下。随后完成身份认证，便可以将双手放在窗口前的神石上，稍等片刻，便会出现转职任务栏。转职任务强度分别为简单、普通、困难、试炼、恐怖、地狱，一共6个强度等级，不同的强度任务难度也有所区别。当然，在转职后获得的转职反馈也随强度而提升。”制服妹子的声音很温和，相当有耐心地对苏明解释道：“好。”苏明微微点了下头。流程确实很简单，每一个 VIP 贵宾窗口前的专属神石，苏明也很熟悉，和前段时间黑丝神官的那枚转职神石极为相似，只不过那个是用于觉醒仪式，而这个大厅里的神石的作用则是用来领取任务。只是苏明双眼微亮，看向了制服妹子所示意的那个窗口，高级全民 VIP 窗口。一般情况下，30级以下的职业者只能获取到初级全民福利，对应的也只有初级窗口。阁下，我们中海市转职神殿有隐性规则，对于年轻的天才职业者会给予更高的福利和全民身份。如果您能顺利完成二转，将直接获取高级全民身份，要不了多久，即便是初级贵族身份也不是没可能。黑发制服妹子看出了苏明眼神里的疑惑，再次开口轻声说道。苏明微微一点头，中海市只是一个临海小城市，人口不算多，职业者数量也较少，提供优渥的福利应该是为了留住年轻的天才职业者，为城市带来新鲜的血液。然而苏明却没有打算在中海扎根，高考后应该会前往京都，毕竟京都有着全国最一流的顶级职业学府，对职业者而言也是更辽阔的天地，能让苏明快速成长。虹膜验证通过，指纹识别通过，人脸识别通过。中海市第一高中学生苏明，欢迎您的到来。来到高级 VIP 窗口前，苏明很快便完成了各项识别。冰冷的女性机械音响起，苏明的所有资料也详细的出现在了一块 LED 屏幕中。史诗级职业，不到1星期内升到30级。天哪！黑发制服妹子看着屏幕上出现的资料，以及苏明的一部分属性栏，彻底被惊呆了。不仅是他，整个大厅里原本零零散散的几名高级职业者也同样目瞪口呆，纷纷朝着苏明的方向看了过来，眼神里充满了不可置信的惊骇。这么年轻，天资好就算了，升级也这么快，这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了，简直是小怪物。中海市什么时候居然出现了这样1号人物？苏阁下将双手放在神石上即可。沉默半晌，黑发制服妹子睁大了双眼，深吸了一口浊气，而后看向苏明，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句道：“嗡嗡嗡。”苏明照做。二转任务：亡灵古龙凭证，任务强度地狱级，职业者苏明，史诗级杀神。任务描述：前往前海湾，击杀一头终极 BOSS 怪亡灵古龙，并获取到亡灵古龙凭证。击杀的亡灵古龙数量越多，转职后获得的转职反馈奖励越多。奖励包括但不限于职业品阶提升、专属技能、专属天赋、专属装备以及其他物品。限制时间7天。注释：当击杀前海湾副本里其他终极 BOSS 怪后，同样可获得转职凭证。根据转职凭证的数量和品质，将决定第2次转职后的职业方向，可多次叠加凭证。很快，苏明的眼前出现了一块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任务栏。地狱级。看到任务强度的一刹那，苏明直接懵了。奶奶的，竟然是地狱级，又是前海湾。苏明皱了下眉头，心中暗自想到，60级的亡灵古龙 BOSS 只会出现在前海湾副本的最深处，许多 A 级工会想方设法都不一定能找到，更别说单杀这头终极 BOSS 怪了。这他奶奶的之所以是地狱级，恐怕是因为任务强度总共只有6个强度等级。不得不说，这个二转任务
确实有些超纲了。首先，亡灵古龙 BOSS 作为白银副本里的终极混血怪物，寻找起来相当麻烦。像苍魂公会、永恒公会这些头部大型公会，无数次想要捕获一头亡灵古龙坐骑，却都是空手而归。前不久，人气女神韩英带着一众高级职业者前往前海湾，多半也是为了古龙坐骑。这一点不难看出，击杀亡灵古龙有多么困难。其次，在全民转职世界里，一切巨龙 BOSS 都有极为强大的血统，四维属性恐怖，专属技能凶残。同等级下，几乎没有职业者能轻松对抗。1对1，大数的结果都是死亡。而最为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想要击杀一头亡灵古龙或者驯服为坐骑，除了要与亡灵古龙对抗外，必须要先击杀掉海量的混血怪物，才能抵达亡灵古龙栖息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龙巢。无数头高级副本 BOSS 的围剿下，即便是3转60级的职业大神，恐怕都会感到相当棘手，更不要说一名堪堪30级的年轻职业者，有点头疼。苏明不禁笑了一下，确实没有想到自己的运气居然这么好。苏阁下，怎么样？有领取到2转任务吗？正当苏明愣神的时候，一直站在身旁的黑发制服妹子也凑了上来，淡淡一笑问道：“领取了。”苏明深吸了一口气，回应道。见到苏明的神情有一丝古怪，制服妹子再次开口问道：“是困难强度吗？”“差不多。”“哼，也没事。”制服妹子如沐春风一笑，安慰道：“苏阁下是中海市唯一的史诗级职业者，即便是困难强度，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苏明没有回话，默不作声。第24章白丝萝莉转职神殿经理。嗨，还是有一点麻烦，我没开玩笑。不过苏明却没有多解释，转身朝着转职大厅外走去，同时冲着制服妹子说了一句道：“那下次见，我先走了。”“请等一下！”一个声音叫住了苏明。只见一名身材娇小、五官相当精致的白丝少女出现在了大厅里，正朝着苏明两人走来。“苏经理！”黑发制服妹子看了一眼面前的白丝萝莉，双眼猛地一亮，急忙点了点头。“你先忙，苏阁下由我来招待。”白丝萝莉挥了挥手，示意制服妹子先离开。“好。”妆容精致的妹子如同小鸡啄米一样点了几下头，便仓促地离开了大厅，继续去工作了。“您好，苏阁下，我叫苏西，是中海市转职神殿的经理。”白丝少女抬起头看向苏明。“苏西。”苏明愣了下，这个名字很耳熟。苏西在中海市的人气很高，比人气女神韩英的地位还要高。除了身份是转职神殿的经理外，自身的等级也相当可观，达到了200级段位，货真价实的职业大神。其次，苏西的颜值和身材也被广大男职业者称为宅男女神。和黑丝神官柳妹、清冷校花许清雅、高贵大小姐韩英不太一样，苏西妥妥的童颜巨，可爱细萝莉，确实不小，波涛汹涌。苏明微微一眯眼，低头看向了苏西，夸张的弧度让他心头猛地一紧。网友诚不欺我，宅男女神确实有料。苏阁下，我们还算是本家呢。苏西热情地打着招呼。“有什么事吗？”苏明问道。“这里有一张转职神殿的全国黑卡，以及一枚高级全民徽章，希望苏阁下能收下。”苏西笑容明媚，再加上她那姣好的脸蛋和近乎完美的身材，很难让人拒绝。然而苏明沉默了下，再度问道：“这是？”苏西噗呲一声笑了笑，直视苏明的双眼。“没有别的意思，苏阁下能来中海市转职神殿，已经是我们这个分店的荣幸了，只是想要结识一下，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直接找我，交个朋友。”苏西开门见山的道。听到这些话，苏明愣了下，不过很快也恢复了正常，淡淡一笑地道：“好。”同时收下了黑卡和徽章。苏西的意思，苏明很明白，结交也是拉拢。如果说苏明在转职仪式那天成功觉醒了史诗级职业，值得被苏西这样的200级职业大神欣赏，那么现在在短短几天内就升到30级，苏明的潜质已经可以被这座城市里幕后的大人物重视了。不仅是重视，甚至是震惊。原因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不缺天才，像京都的天才班里，绝大部分职业者都是史诗级以上的存在。可惜职业品阶越高，升级越慢。正常情况下，他们升级所需要消耗的经验值是普通职业者升1级所消耗的10倍或是更多。这也意味着大部分的天才会夭折，根本无法成长成头部大神。即便天才职业者身后有许多大人物保护，享有的资源也无比可观。然而事实就是在相当困难的升级过程中，以及无数职业狩猎者的追杀下，这些天才的存活率低得可怜。品阶高并不代表
就一定能成为大神，活下来才是强者。但是苏明却不同，他的升级速度太猛了，几天就完成了其他人需要1-2年，甚至是好几年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级别的年轻大人物，将来一定可以成为金字塔顶端的存在，值得骄傲。这也是为何苏西作为一名200级段位的大佬，面对苏明的态度会如此温和有礼。能做到转职神殿经理这一位置，一定深谙人情世故。在苏西的眼中，将来的苏明必然可以超越现如今的他。如果能拉拢这样的天才，付出一些小的代价又如何呢？如果方便的话，加个微信吧。苏西再次说道。好。苏明点了点头。扫码，添加好友。那我先走了，还有点其他事情。苏明直接说道。下次见。苏明挥了挥手，离开了转职神殿。而在他身后，苏西却始终将目光放在苏明的背影上，久久没有移开，美眸里流转着一丝异彩，沉默了片刻，才轻声喃喃道：好帅的小弟弟，气质竟然这么出众，心智也远超同龄人。苏西的脸蛋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红晕，娇躯一颤。他见过太多高级职业者了，从100多级到300多级的都有，不过大部分都是些年纪不小的油腻大叔，对他的态度也相当明朗，缠苏西的身子。而这一次还是苏西第一次失手。苏明的眼神太正直了，可以说没有一丝邪念。这个弟弟真有意思，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大人物。想到这里，苏西的也收回了目光，同样离开了转职大厅。另一边，苏明来到了中海市中心的一家星耀餐厅。星耀餐厅在中海市相当出名，食材鲜美，服务顶级，位置也处在市中心最核心的地段，房租贵得吓死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里的主厨是一名黄金品阶的美食家，这种职业无比罕见。作为生活职业的一种，美食家的转职率并不高，1万名辅助职业也不一定能出现一个。而星耀餐厅却招揽到了这万中无一的存在，一做就是10几年的主厨。您好，职业者阁下，请问需要我为您推荐一下最近的新菜品吗？靠窗的位置，苏明在服务员的指引下一落座，身穿超短裙，过膝黑丝袜，女仆装的美女服务员冲着苏明妩媚一笑。第25章星耀餐厅，偶遇熟人，温和地笑着说道：我们最近的新品味道很好，好评率高达 99.7%， 同时食用后还能带来一定程度的4维属性提升。女仆装的小美女服务员轻轻一弯腰，跪坐在苏明的脚边，睁大了一对明亮的媚眼，看向苏明继续说道：我们最近招聘了一位76级的药剂师，以及一名68级的火焰系法师，全程精心烹饪菜品，所以食用后会有特殊的效果哟。药剂师，火焰系法师，苏明微微一愣，好家伙，不愧是星耀餐厅，这种级别的职业者，就算是 A 级工会都不一定能招揽得到，竟然被一家餐厅给拉拢了。药剂师调制，法师使用火焰系技能烹饪，可以想象服务员所说的新菜品，想来味道确实不错，也能带来一定程度属性提升。好，就按照你推荐的来。苏明淡淡一笑，没有多问价格，直接让小女仆下单。好。女服务员眼前一亮，有些惊喜，身体轻轻向前一倾，夸张的身材在苏明面前一览无余。新菜品的话，一共分为3种套餐：轻奢套餐售价66000，精品套餐售价88000，帝王套餐售价128800。请问阁下选择哪一款呢？小女仆的眼神里满是期待，小嘴微微张开，被齿轻咬住红唇，那副模样美得不可方物。苏明轻声咳嗽了下，奶奶的，这玩意儿为啥听着那么熟悉？你是懂定价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去了水疗黑店呢。不过能提升4维属性的菜品，价格贵一点也正常。毕竟像是力量宝石、体质宝石等一系列的属性宝石，在市面上的价值也是动辄7、8万一颗。而要是史诗级宝石，那就更贵了。帝王套，苏明淡淡的说道，他现在也算是个小富翁了。学校奖励了200万奖学金，从何蒙那个富二代那里讹了不少卡，非要算起来，苏明手里的现金至少也有2、3千万左右，吃顿饭没啥大碍。好，我这就去安排，请阁下稍等。一听到苏明点的是帝王套餐，女仆装小妹顿时来了精神，屁颠屁颠的站起身，给了苏明一个媚眼，眼神妩媚的都快要拉丝了。随后扭动着小腰，风情款款的朝着后厨走去了。没办法，10多万一份的套餐，小妹的提成自然不会少，对苏明的服务也更卖力，有点意思。看着小女仆离开的背影，苏明摇了摇头，不禁一笑，以后有机会了也开一间餐厅。
在等待上菜的过程中，苏明也取出了刚刚苏西给他的黑卡以及那枚精致的徽章。这2样东西，苏明有一定的了解，高中的教科书里同样详细介绍过。手握这张黑卡，他可以在全国任何一座转职神店透支消费3000万，也享有各项优先权。购置房产多半都有折扣，而其他场所，包括各大拍卖行，也有贵宾级的服务，好处很多。详细的内容包含了1000多条。至于徽章，意味着苏明拥有高级全民身份。除了高级 VIP 外，这枚徽章本身也是一件相当不错的物品，可以当作炼金材料使用，最少也能炼制出一件相当于顶级白银装备的东西。当然，基本上没有哪个职业者会这样去做。拿出手机，苏明用刚获得的高级 VIP 全民身份认证了中海市官方论坛的 ID， 登录了上去。苏明查看了一下现目前城市内的各大工会情况：光明工会 B， 征途工会 B， 永恒工会 A， 苍魂工会 A+， 蔷薇工会分会。这些工会都是中海市的头部工会，有对应的拍卖行和交易所。貌似永恒和苍魂可以排除了。苏明看了下工会名单，果断地做出决定。奶奶的，就永恒工会那个尿性，还和他们交易，而苍魂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管了，吃饱饭再说。思索了片刻，苏明直接关掉了手机。他手里的怪物材料和稀有物品相当多，尤其是亡灵使徒的骸骨更是极品，怎么可能会找不到交易所？就算是拿到黑市里，也能卖不少。阁下，您的帝王套餐做好了。很快，身段曼妙、穿着清凉的小女仆服务员款款走来，端着一盘盘香气扑鼻的菜肴。在那名小女仆身后是一水的女仆装小妹，每一个颜值和身材都好得无可挑剔。同样的，端着干净的白瓷盘，上面摆放着精致的菜品。阁下，慢用。为首的那个小女仆微微一躬身，媚眼如丝的看了一眼苏明。你们先下去吧。苏明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先离开。嗨，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还是先填饱肚子。味道不错。夹起一块不知名的混血魔种肉，苏明只是咬了一口，便不禁双眼微亮，发自内心的感叹了一句：肉质很鲜美。一口咬下去，爆汁。叮！恭喜您，力量属性加 0.02 点。叮！恭喜您，力量属性加 0.07 点。冰冷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卧槽！苏明心情一阵舒服。这家餐厅得常来，绝对不是馋女仆的身子，而是因为确实好吃，还能提升4维属性呢。然而，就在苏明享用美食的时，不远处一个亮丽的身影却吸引到了他的注意。熟人，黑丝，量高跟，露背装，精致法袍，水光肌，一整个波涛汹涌，明晃晃，黑丝神官。苏明眼前猛地一亮，下咽的动作稍微停顿了下。这都能偶遇，帅弟弟！在苏明注意到了黑丝神官的同一时间，柳妹也发现了他，媚眼一亮，直接晃动姣好的身段，一步步走了过来。第26章，触发神级选项，和黑丝神官暧昧。大胆地注视着苏明，娇声一笑，而后轻声说道：怎么一个人吃饭呀？没和你的小女朋友约会？柳妹顺势坐在了苏明的身旁，撩拨了一下那淡金色的大波浪长发，歪着头近距离看向苏明。精致的妆容，长睫毛，栗子色的美瞳，饶是苏明此时心中都微微一紧。星耀餐厅的女仆服务员们身材和颜值都算得上是拔尖的了，可是和柳妹这种人间富贵花相比，还是差了太多。气质这一块相比下，女仆们黯然无光。我哪里来的女朋友？苏明淡淡一笑，算作回答。哼。柳妹很自然地拿起苏明放在餐桌上的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在自己的嘴里，贝齿红唇，轻轻一咬，都能听到肉汁的汁水声。柳妹轻轻舔舐了下嘴角，小舌头和传说中美艳的蛇女 boss 怪一样，说不出来的韵味。这么帅，居然没有女朋友？难道？柳妹一对狐狸眼看着苏明，娇声一笑道：弟弟不行吗？噗呲一声，苏明轻声咳嗽了2下。奶奶的，这娘们不像好人。苏明也同样大胆地看了回去，身体向前稍微一倾，沉声道：姐姐咋知道？这种事情不是应该试一试？说到这里，苏明停顿了下，身体继续向前靠近，都能闻到柳妹身上那一种淡淡的香味。一时间，柳妹也下意识地愣了下，身体向后躲开。小海王，渣男。柳妹捂着嘴轻声笑了笑：姐姐来这里吃饭吗？也是一个人？苏明顺势岔开了话题。不。柳妹摇了下头，淡淡笑道：我是这里的老板，
啊！苏明一愣，老板娘，去！柳妹媚眼如丝，拍了拍苏明的头，说道：“我哪里来的男朋友？是老板好吧？”卧槽！星耀餐厅是你开的？苏明轻声咳嗽了下。对，柳妹回应道。美帝风情万种。姐姐，我不想努力了。苏明果断说道，不带一点犹豫。哈哈哈！柳妹抛了一个媚眼，猛地一下凑近苏明，吐气如兰的道：“小海王！”苏明心中再次一紧，奶奶的，这娘们真会！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黑丝神官的暧昧。选择一，黑丝神官柳妹，作为一名 S 级公会的成员，背景相当不错，直接深情告白倒贴富婆，奖励白银级装备一件。选择二，向黑丝神官提出想要出售怪物材料，并发出一次约会邀请，毕竟暧昧这种事情得慢慢来，奖励黄金级技能书一本。选择三，女人只会影响拔刀，速度果断转身离开，拒绝和柳妹的交流，做一个钢铁直男，奖励称号真男人。神级选择，苏明有些懵了，竟然触发了这种剧情，和黑丝神官的暧昧，很纯很暧昧，好家伙，有点意思。22222，一如既往，苏明的选择很坚定，深情告白，倒贴富婆，这种事情苏明嘴上说说而已，不用当真，毕竟他的资质和成长速度已经可以秒杀全国绝大部分年轻职业者了，何必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而真男人也没有必要，又不是太监，来都来了，不得继续发展发展。前世苏明就最看不惯那种和尚文小说，那么多美女，主角连看都不多看一眼，何必呢？咱主打的就是一个开心。柳妹的背景竟然这么牛批 ，S 级公会成员。从神级选择中，苏明也嗅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味道。貌似这个从京都来的黑丝神官很不一般，不仅颜值和身材是天花板级别的人间富贵花，背景也强得吓死人。得多接触一下，多个妹子多条路。想到这里，苏明没有犹豫，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柳妹姐姐，我想问你个事。”柳妹愣了愣，莞尔一笑道：“说吧，什么事？先说来听听。你那边有没有收过怪物材料的？”苏明果断道：“怪物材料？有，大概是什么品阶？”苏明沉默了片刻，继续说道：“从黑铁级到黄金级都有，除了怪物材料以外，还有大量的技能书和装备。”黄金级？大量？听到苏明的话后，柳妹有些坐不住了，神情一阵疑惑：“带来吗？”苏明点点头：“跟我来。”说着，柳妹抬了抬下巴，示意苏明跟上她。很快，来到一间装潢不错的包厢，这里没人，帅弟弟，取出来看看。柳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慵懒地看向苏明说道。哐当一声，苏明也干净利落地取出了一件物品，黄金级法杖，使徒法杖，从亡灵使徒那里爆出来的装备。而后又是一声，苏明再次取出了一件破碎的黑袍，死亡黑袍，同样是黄金品阶。这两件东西磨损度比较高，不过品阶却是实打实的黄金级。随后，白银级戒指，白银级匕首，白银级技能书。苏明一口气取出了无数件从前海湾副本中获得的战利品，都属于难得一见的精品，大部分他现在都用不上。而怪物材料就更数不胜数了，像亡灵古马 BOSS 的骸骨，含金量相当高，丝毫不亚于一件磨损度较高的黄金装。卧槽！与此同时，柳妹那姣好的身段一震，脸蛋中浮现出了一丝难以抑制的惊骇，彻底目瞪口呆了。包厢内满地都是黄金与银色光环，明晃晃的一大片。柳妹微微张开小嘴，下巴都有些合不上了，目瞪口呆地看向一地的物品，沉默了很久，才终于抬起头看向苏明：“这些都是你获得的？你击杀了一头终极 BOSS 亡灵使徒。”柳妹的等级不低，高达75级，自然能看出来黑袍和使徒法杖的来源。亡灵使徒 BOSS 第27章出售黄金级装备，双倍经验天赋，在中海市的人气很高，算是热门 BOSS 怪之一。许多大型公会想方设法都没有找到，没想到最后竟然被苏明一锅端了，甚至连亡灵古马也在其中。对，苏明没有隐瞒实情，恰好见到，顺手就一波清理掉了。卧槽！随着苏明的话音落下，柳妹再次一惊，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奶奶的，52级的亡灵使徒，让他柳妹一对一对抗都不一定能拿捏得住。苏明才转职没几天吧，现在是什么段位？能击杀掉这种级别的终极 BOSS 怪？一时间，柳妹的心中涌现出了一丝无比骇然的情绪，明媚的眼神里更是写满了震惊。你现在多少级？
和许清雅不同，神官职业虽说也还不错，却不具备顶级鉴定术。面对苏明这样的史诗级职业者，他自然无法查看详细的属性栏。刚升到30级，已经去转职神殿领取了专属任务，估计过几天就能升到40级了。苏明神情认真地道：“的确是这样，因为等级限制的原因，他的属性栏中标注的是30级，可再去一次前海湾副本，估计回来后获取的经验值没有几十万，也至少有10来万点。一转职，等级便会哭哭上升，40级不算难事。史诗级职业，变态的升级速度。”柳妹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苏明，贝齿咬住嘴角，轻声喃喃了一句道：“难不成杀神这个职业拥有专属的经验天赋？”柳妹的声音很小，苏明也一样听见了。经验天赋，这种罕见的天赋在国内也有过先例。一名牧师职业者，品阶不高，却在转职时获得了一个双倍经验天赋，每次击杀野外 BOSS 都能获得海量的经验值，升级速度远超其他职业者。只可惜是个辅助职业，不然一旦成长起来，也必然是跺一跺脚就能让一座城市震动的大人物。帅弟弟，柳妹深吸了一口浊气，再次将目光放在了苏明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的语气却不再那么慵懒魅惑，而是有了一丝郑重。看来前几天给你做觉醒仪式的时候，是我疏忽了。或许你的职业品阶不止史诗级，很有可能是隐性传说。传说？苏明皱了皱眉。传说级职业，和全国的头部大佬法神差不多。那个小老头也是传说级职业，被外界称为金色传说。许多职业者虽然在初始仪式中会呈现出职业品阶，可是却拥有着极为罕见的顶级天赋，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的职业品阶都要在原有的基础再提升一个档次。柳妹神情凝重地道：“换句话来说，以你的杀神职业以及如此变态的升级速度，完全可以直接报送京都的天才班。即便是京都那些 S 级工会、SS 级工会，或许都会为了你而疯狂，不惜一切代价招揽你进去。”此言一出，苏明微微眯了下眼。传说级、顶级天赋，这些居然如此重要，连双 S 评级的头部工会都会疯狂招揽。只是苏明却很清楚，他并没有什么经验天赋，只是单纯伤害结果比较高。杀神王座一出现，啪的一下，高出几十级段位的 BOSS 怪也根本顶不住。不过想了想，苏明并没有戳破这一点。貌似那个什么双倍经验天赋和掠夺天赋，杀神王座相比弱了太多。如果按照全民转职世界的规则来看，他如今的潜质应该远超传说级、半神级。苏明心中暗暗想到，却默不作声。而柳妹也继续说道：“我将你的事情和京都的朋友说一下，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待在中海市对你而言太过憋屈了。”柳妹说出了心里的想法，而后顿了顿，再次道：“这些东西都是极品的炼金材料，而那2件磨损度较高的黄金装备，价值也丝毫不比完美黄金弱。毕竟是终极 BOSS 怪亡灵使徒所掉落的，在京都，我好几个炼金术士朋友都在大力收购。”柳妹注视着苏明的眼睛，很真诚地解释道：“如果你放心的话，我可以将这些物品的详细属性发给他们看看，要不了多久应该就能全部出手。这段时间你正好可以先去完成2转任务。”说到这里，柳妹端起桌上的一杯清茶，凑近了嘴角，轻轻抿了一口，尽量让情绪恢复平静。苏明这种级别的天才简直是个小怪物，就连见多识广的柳妹一时间都没有缓过来。好，苏明点了点头，淡淡笑道：“那就麻烦姐姐了。”对于柳妹，苏明的印象一直都还不错，两人只是有联系方式，才第2次见面就能如此帮忙，也算是个可以结交的朋友。更何况黑丝御姐小富婆，这个是真的香。没事，柳妹挥了挥手，不用多感谢，亲我一口就扯平了。噗呲，苏明再次眉头一挑，好家伙，会玩。不过苏明却绕开了这个话题，没有凑近，而是向后靠了靠，亲一口，贴贴。这种事情对苏明这种正人君子来说，嗨嗨自然不会拒绝。只是神级选择剧情已经触发了，一本黄金技能书，万一亲一口后啪的一下黄金技没了，那岂不是凉凉？稍微斟酌了下，苏明还是选择了后者，轻声说道：“下次一定。市中心最近开了一间还不错的海湾餐厅，下周5，姐姐你有空吗？”柳妹目光一阵闪烁：“有呀，弟弟是要和我约会吗？这种事情肯定是有空的。”得到回复，苏明双眼微亮，点了下头：“好，那就说好了，下周我请客，也算是感谢姐姐你帮我出手怪物材料了。”“好，
一言为定。柳妹笑得如沐春风。而此时，苏明心里也长松了一口气。叮！恭喜您成功完成选择，奖励已发放。随着柳妹一答应约会请求，苏明的脑海里也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黄金级技能书到手。第28章黄金级 BOSS 技元素剑使。名称：元素剑使，主动技能。品阶：黄金级。属性：可以凝结出全元素剑使，单次命中目标最低带来精神属性 X10X1200 百分号的法术攻击伤害，且附加力量属性 X10X200 百分号的额外物理暴击。当叠加的元素剑使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将产生2次法爆伤害。描述：极品黄金技能 BOSS 技，次技能下可释放全元素剑使，不同元素剑使将克制对应的 BOSS 怪属性。当光明元素剑使与黑暗元素剑使同时释放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卧槽！苏明懵了，奶奶的，全元素剑使可以同时释放出全系元素伤害。苏明心中一惊，不禁咽了一口唾沫。12倍法术伤害，以及额外的2倍物理暴击。当元素剑使的数量叠加后，还能产生2次法爆，甚至不同系列的元素剑使能融合释放，产生新的效果。苏明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确实没有想到这一次触发的神级选择奖励竟然强大到了这种程度。这已经不能用极品来形容了，简直是天花板级别的弓箭手专属 BOSS 技。可惜我并不是弓箭手职业，苏明暗暗想到。倘若这本技能书被曝光，即便是丢到京都这样的地方，恐怕也会引来全市的高级职业者疯狂争抢。毕竟一本弓箭手职业的专属技能书能附带一种元素系伤害就已经是逆天了，而这本技能全系元素恐怖的伤害加成，怎么能不让弓箭手们眼红？系统出品，属实精品。苏明淡淡一笑，心情相当愉悦，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学习了这本元素剑使技能。而同一时间，柳妹也睁大了疑惑的双眼，美眸微微闪烁了下，凝视着苏明的眼睛。妩媚一笑道：怎么了，帅弟弟？什么事情这么开心？苏明回过神来，转头看向柳妹，也不禁莞尔一笑。本就阳光帅气的他，这一笑更显得如沐春风，充满了少年感。能和姐姐约会，怎么会不开心呢？苏明眼神明亮，直视柳妹。这一看，让这个外表妩媚风情的黑丝神官一下子有些懵了，也不好意思的轻轻低了下头，将目光转到了其他地方。哎，卧槽，差点忘了，我花12万点的帝王套，怕都凉了。苏明忽然想起自己点的菜还没有吃完，猛地站起身，朝着包厢外走去。弟弟，别急。柳妹叫住了苏明，我让人给你重新做一份，冷得吃多了容易肾虚。苏明微微一眯眼，嗨，姐姐，我不想努力了，我没开玩笑。很快，包厢内身穿清凉女仆装的服务员一水的漂亮小姐姐再次端着昂贵的白瓷盘走了过来。不过这次的菜品却不是新品，而是放了满满一桌，明显比那个帝王套要贵得多。尝尝我们家的招牌菜。柳妹伸出白嫩细长的小手，夹起一块肉，轻轻搁到苏明的嘴角边。这一下让苏木心里一阵火热，然而他隐晦地深吸了一口气，还是让自己的心情尽量保持镇定，得坐怀不乱。柳妹一看就知道是个海后，可不能变成姐姐水塘里的鱼。这一把高端局。吃完饭，苏明便直接打车回了自己的出租屋，没有多和柳妹过招。暧昧这种事情不能太着急，点到为止，不然只会束缚自己。不过按照苏明多年的渣男经验来看，柳妹似乎并不像是外表那样风情万种，内心貌似更像是一个小女孩，外烧里嫩。想想也是，能加入 S 级工会，作为星耀餐厅的幕后老板，自然有着属于自己的手段，不深谙人心，怎么可能做得长久？有点意思。苏明淡淡一笑，心里也有了一丝别样的滋味。打开 M 团外卖，苏明下单了一些东西送到家里，等他到家差不多也能收到货了。前海湾副本入场券、生命药剂、恢复药剂、魔力药水、理智药水，都是一些比较常用的物品，价格并不算贵，当然质量这一块自然也没有交易所和拍卖行好。再次登录中海市官方职业者论坛，认证 ID 后，苏明上去搜索了一下关于前海湾副本终极 BOSS 怪的帖子。怎么说呢？虽然苏明对前海湾比较了解，可那些终极 BOSS 却并没有见过哪怕一次，就算是教科书里的记载也没有太多。这一次他的目标可不是去副本刷级，而是要真正的单杀亡灵古龙 BOSS 怪。不多了解一下，怕是要翻车。亡灵古龙 BOSS 免疫一部分亡灵系和黑暗系伤害，光明系技能可以克制亡灵生物。苏明找到了一些有用的帖子，双眼微亮。副本里
竟然不止一头亡灵古龙，在浅海湾深处，或许还有一座未被发现的龙墓。苏明皱了皱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亡灵系生物本就是一些 BOSS 怪死亡后，在某种因素下成为了不死系生物，半死半活。而龙墓也可以理解成亡灵古龙的巢穴。恐怖的巨龙 BOSS 在蜕变成亡灵古龙后，体内的巨龙血统依旧不会消散，攻击力虽然会减弱一些，可防御力却能大幅度提升，每一块骨头都是坚硬的重盾，能用来炼制成精品装备。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亡灵古龙很强，不仅有巨龙血统，在成为不死系亡灵生物后，防御力疯狂蜕变，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同时攻击也转换成了亡灵伤害。这种情况下，死亡的巨龙不一定比生前弱，这也是为何同等级下几乎没有哪个职业者能达成单杀亡灵古龙 BOSS 怪的成就。而苏明现如今才堪堪2转，却要只身前往副本的最深处，击杀一头古龙并获得转职凭证。地狱级，苏明不禁再次咽了咽口水，轻声一叹道：怕是最高强度只有地狱级，不然鬼知道这个转职任务是什么强度。第29章，前往浅海湾副本。抵达迷雾中心，回到家后 M 团外卖也恰好到了。不得不说 M 团的效率确实很高。苏明打开包裹查看了一下，高级入场券、终极生命药剂、恢复药剂，所有东西的品质都还不错，尤其是入场券，比上次在黑市商人那里买的不知道好了多少，价格也很划算。名称：副本入场券，品阶：高级，属性：使用此入场券可传送至浅海湾副本，白银级，内指定位置：迷雾森林。描述：只可限制大型区域迷雾森林，不保证传送目的地的危险程度。如出现在 BOSS 领域中，切记不要轻举妄动，请紧急避险，再次使用传送卷轴返回城市。使用鉴定术。苏明看了一眼这次的高级入场券属性栏，能直接传送到迷雾森林的深处，不用再通过浅海湾的礁岸。要是真的出现在 BOSS 区域，那才算好，都不用再寻找亡灵古龙 BOSS 了。苏明微微一眯眼，沉声笑了下，将所有物品收拾好，打包存到系统空间里。苏明又将上一次在浅海湾里获得的所有物品全部取了出来，堆满了整个出租屋，以至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要不是他的战利品中有一件可以用于储纳物品的白银级戒指，这些东西估计就算是10个房间也不够装的。毕竟海量的怪物材料多的可以堆积成一座小山。下次找柳妹购买一些可以用来存放物品的卷轴或者是稀有装备。苏明若有所思地道，不过也是时候购置一栋房产了。他环视了一眼整个房间，这里是苏明在不久前租下的，面积仅有40-50平方，环境也一般。从何蒙那里讹了好几千万，苏明完全可以换个更好的地方。只是他并不准备再租房，而是想要买下一栋别墅。白金湾，苏明的眼神微微一凝，看向了中海市的边缘处。这座临海小城本就在深海一角，浅海湾副本栖息着大量的混血怪物，而在几十年前还有另一个地方也是白银级副本，正是白金湾。只不过后来有无数名高级职业者以及中海市的头部工会出手，将白金湾的混血怪物一一清理掉了。白金湾也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富人区，每一栋别墅都有价无市，昂贵、私密、奢华。能有这样一栋别墅，也算是跻身了中海市的权力阶层。高级全民身份，这次去浅海湾，如果能击杀掉一头亡灵古龙，拍卖出去的钱足够买下好几套白金湾别墅了。苏明心中暗暗想到，购置别墅的事情也被他提上了日程。洗了个热水澡，苏明稍微休息了一下，眯了大概2-3个小时，在 App 上预约了一辆专车，而后乘坐专车再次来到了浅海湾副本的入口处。再次出现在副本前，苏明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有些紧张，相反多了一丝淡定。即便这次他即将面对的是副本里的终极 BOSS 亡灵古龙，甚至还有可能遇到骷髅骑士和混血魔种冰尾蝎，清一色的60级恐怖 BOSS。 然而此时的苏明一身的高级装备加上才获得的黄金 BOSS 技元素剑石，出现状况的概率并不大。哪怕最后真的发生了危险，大不了离开副本，等下一次再来获得转职凭证。叮！恭喜您成功使用浅海湾副本入场券，您已进入白银级副本浅海湾，目前位置迷雾森林亡灵祭坛。冰冷的提示声响起，苏明直接使用掉了入场券。不过让他微微一惊的是，传送到副本内的位置居然是亡灵祭坛，这不是迷雾森林中最核心的地带吗？亡灵古龙栖息的地方。苏明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睁大了有些惊骇的双眼。他确实没有想到居然传送到了这里，即使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
也没有必要啪的一下直接到 BOSS 老巢吧。他奶奶的，真凶残！同一时间，前海湾交岸，许清雅和10几名一中的学生看着眼前的景象，无一例外全都不禁目瞪口呆。从他们进入副本开始就觉察到了不对劲，而现在更是彻底被震惊了。因为原本教科书里所描述的前海湾交岸风景宜人，栖息着大量的低级 BOSS 黑凯蜥蜴，也有许多7至8级左右的鸟群和混血怪物。然而沿着金色的海岸线一路探查，他们不仅没有见到一头怪物的踪迹，海岸还一片狼藉，硕大的礁石被轰成了碎片，地面到处都是深坑，就连森林边缘的树木也一一坍塌，成为了废墟，就像是某种恐怖的混血魔种出现在了海湾这个安全区，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杀戮，清理掉了所有的低级 BOSS 怪。出于本能的原因，存活下来的小怪也都全部躲藏了起来。究竟是怎样恐怖的 BOSS， 吓得这些低级怪物都不敢露面？你们快看，这里的深坑中还有火光闪烁，貌似是火球术技能。不对劲，火球术绝对没有这么吓人的伤害，这一片至少死掉了几百头黑凯蜥蜴，一波轰死几百个 BOSS 怪。难道是某个大型公会的高级职业者？哪个大神会来交岸？来这里的大部分都是刚转职的新手职业者。清雅学姐，要不我们还是离开吧。队伍中这些刚转职的学生们不禁有些惶恐不安，纷纷压低声音议论了起来。在他们的视野中，那些技能留下的痕迹，硕大的深坑正是苏明所导致的，只不过并非是技能，而是杀神王座。在这里，苏明召唤出了杀神王座，拍死了一头白银级 BOSS 怪大地豹熊，所爆发出的伤害结果丝毫不亚于一名4、50级职业者的全力一击，甚至还要更加强大。苏明，队伍中许清雅眼神一阵木讷，看着面前的景象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中。在他脑海里浮现出了苏明的身影，他竟然……许清雅心神意乱，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浊气，眼神里流露出了浓郁的骇然和惶恐。怎么会这样？难道他真的来自某个顶级公会？许清雅感觉双腿都有些发软，精致的五官上清冷的脸蛋有了一丝触动。而另一边，迷雾森林中心，亡灵祭坛附近，苍魂公会的韩英等人同样目瞪口呆。第30章暗金级 BOSS 亡灵祭坛。不好，信息有误，前海湾白银副本里竟然蛰伏了这么多亡灵古龙 BOSS。狩猎团队中，一身华丽软甲，手握精致法杖的韩英睁大了惊骇的美眸，不可置信地看向前方。60级的亡灵古龙 BOSS 号称职业者推土机，同等级的大神都会心惊肉跳。在韩英身旁，那个虎背熊腰的重坦骑士同样被震惊到了，不禁开口感叹道。而现在，我们面前却同时出现了4头。重坦骑士的话还没说完，另一名50级的职业者却开口了，正是那个贼眉鼠眼的刺客。此时的他只是看了一眼天空，便急忙收回了目光，手中的握着的2柄银色弯刀都在轻轻颤动。刺客试探地看向韩英，小心翼翼地道：“韩小姐，整整4头亡灵古龙，即便是百级大佬，也有可能陨落在这里。我们要不赶紧离开副本？”说实话，韩英这一次带来的职业者全都来自苍魂公会，算是公会里作战经验和等级都比较出色的存在，平时也是跟团进黄金副本。他们此次的目的很简单，以保护韩英为主，其次能击杀掉一头亡灵古龙 BOSS 的话当然最好，实在没有那个实力，也能为公会多搜集一些 BOSS 怪的资料，方便下一次出手。然而韩英的性格却相当执拗。离开？为什么要离开？来之前我就说了，这次的目的是击杀终极 BOSS 怪，驯服亡灵古龙，找到冰尾蝎。凛冬副本里的冰碧蝎那可是史诗级纯血魔种，谁要是能获得冰尾蝎 BOSS， 便能跻身成为真正的 S 级公会。而此刻你们却让我放弃这个机会。韩英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神中的惊恐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属于他父亲的坚毅。作为苍魂公会的千金大小姐，韩英的勇气可比狩猎团这些成员要高出太多了。更何况危险与机遇是并存的，4头亡灵古龙 BOSS 一旦全部击杀，所掉落的战利品足够养活一个 A 级公会大半年。而且冰尾蝎也没有找到，这头混血魔种身后可是传说中的纯血冰碧蝎。毫不夸张地说，一头史诗级的冰碧蝎带来的好处，可以让苍魂公会直接成为中海市甚至是江南省第1公会，成为和京都那些头部公会平起平坐的存在。真正的 S 级都到这个关键时刻了，让韩英放弃，怎么可能？出手！韩英再度大口地喘息了几下，让自己的情绪不再那么震撼，尽可能的冷静下来，而后看向所有人道：“你们都是苍魂公会最优秀的成员，
我相信竭尽全力一定可以击杀掉一头亡灵古龙。谁要是能将亡灵古龙 BOSS 捕捉成坐骑，我一定会向韩会长申请，让他成为新的仓魂工会的核心主管，年薪至少2000万。随着韩英的声音一落地，狩猎团里所有成员全都眼前猛然一亮。奶奶的，2000万年薪，核心部门主管，这玩意儿可太香了！一时间，所有职业者都来了精神，看向天空中的亡灵古龙 BOSS， 不再那么胆怯，相反，目光里多了一丝杀气。而与此同时，另一边，苏明也愣住了。名称：亡灵古龙阿尔法，暗金级 BOSS 怪，品阶：暗金级，等级 LV67， 生命值72万，力量600，体质690，精神640，敏捷620，技能：亡灵冲锋黄金级，死亡龙焰黄金级，燃烧之环黄金级，恶龙之心黄金级。描述：亡灵古龙 BOSS， 前海湾副本里至高中级 BOSS 怪，拥有着极为恐怖的4维属性不死系生物。亡灵古龙体内流淌着高贵的巨龙血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每一头古龙 BOSS 都完全不同，有着专属的技能栏以及特征。死亡后的巨龙依旧能昂首龙吟，让黑暗席卷整个世界。卧槽！在苏明的目光中，原本祥和静谧的森林里出现了一座硕大古老的黑暗祭坛，而在这祭坛的上空，湛蓝的天穹，4头庞然大物正在缓缓地盘旋，昂起了由骸骨组成的头颅。这是整整4头如山脉一般巨大的亡灵古龙 BOSS。 在鉴定术的效果下，苏明查看了其中一头名为阿尔法的亡灵古龙，等级高达67级，超凡的4维属性，每一个技能竟然都在黄金级以上。最为震撼的是，阿尔法的外形，所有巨龙骸骨都呈现出一种灿烂的金黄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和黄金没有一丝区别。一头黄金巨龙，他奶奶的！苏明当即倒吸了一口冷气，随后又深深地咽了一口唾沫。到底是谁编写的人教版语文课本？说好的前海湾副本只有一头亡灵古龙 BOSS 怪呢？这种级别的终极 BOSS 在亡灵祭坛这里竟然同时栖息了4个。苏明心脏狂跳，眼神从阿尔法的身上划过，看向了这头黄金巨龙的后方。另外3头亡灵古龙也在昂首盘旋，等级全都在60级以上，4维属性比想象的恐怖了太多。这一刻，饶是苏明都有些坐不住了，紧握着黑血之刃的双手都是轻轻一震，刀柄已经被汗水给浸湿。叮！你受到了亡灵祭坛的领域 buff， 负50点生命值秒，法术攻击力负 10%， 回血恢复效果负 20%。 冰冷的提示音响起，苏明眉头一皱，看向了那座遍布金色花纹的残缺祭坛。一层层黑雾从祭坛的中心朝着四周扩散，不断蔓延，直到彻底覆盖了苏明。好家伙，这种级别的 buff 伤害，许清雅他们如果在的话，怕是连半分钟也待不了。苏明心中暗暗想到，的确，每秒扣除50点生命值，就算血条再长也顶不住这种消耗。好在苏明拥有一个极品白银 boss 技生命强化，加上在外卖平台上购买的一大堆生命药剂，亡灵祭坛的 buff 对他还造不出太大的伤害。一口气喝下2瓶生命药剂，又喝了3瓶持续回血的恢复药剂。苏明再次皱了皱眉，因为他的目光中出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韩英。苏明猛地一眯眼，看向了亡灵祭坛的另一侧。第31章，苏明的打算。抢 boss 怪。在亡灵祭坛中的不仅有苏明，也有韩英他们，来自苍魂工会的高级职业者，只是一共10几名成员。不久前，苏明还从韩英这里获得了一本入门级禁咒黑潮之月，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竟然又再次碰见了。这是准备对4头亡灵古龙同时发起攻击。在苏明的注视下，韩英高举手中的法杖，一层层金色光环从法杖中弥漫出，将他身旁的所有苍魂工会成员完全覆盖住了。而这些50多级的职业者也同样握紧了手中的武器，开始拼命的攻击起了一头亡灵古龙。一身黄金骸骨的阿尔法，不对，貌似是打起了阿尔法的注意，这是准备捕捉这头终极 BOSS 驯服成坐骑。苏明眼前一亮，有些明白了韩英的目的。不过跟在韩英身边的这些职业者等级也不过是50、60级，想要捕捉67级的阿尔法不太现实。如果是正常情况下，一名亡灵法师以及其他50级的工会成员，这种豪华阵容倒是有可能击杀掉一头普通的亡灵古龙 BOSS， 捕捉概率不大。而现在同时面对4头亡灵古龙，还想要驯服其中最华丽的那头黄金巨龙，多多少少有点太过自信了。也好，苏明微微一眯眼，忽然想到了些什么，不禁轻声喃喃道：等你们先消耗一波阿尔法 BOSS 的血条，等会我再出手。貌似
原本苏明的目的是击杀一头亡灵古龙，获取凭证，然后返回中海市完成第二次转职。可是随着韩英他们的出现，却让苏明有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抢 BOSS。这是全民转职世界里极为常见的操作，也可以理解成偷怪。等韩英他们差不多要完成击杀或捕捉的最后一刻，苏明出手直接收揽胜利果实，这种行为相当缺德。可是哪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苍魂公会之前还想抢苏明的装备，只是抢一个黄金 BOSS 怪，苍魂公会不会生气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这么大一个公会还要生气吧？我现在等级已经达到了30级巅峰，使用杀神王座的话，应该能释放出最少60级职业者全力一击的爆炸伤害，加上入门及禁咒黑潮之月、死亡研报术，貌似……苏明眯了眯眼，一时间有些心潮澎湃了。应该能捕获那头黄金亡灵古龙埃尔法。退一步讲，即便是最后没法捕捉，也可以一波处决完成击杀。苏明不禁再次咽了咽口水，心情一阵亢奋。奶奶的，60、70级的终极 BOSS 怪，哪怕没有收服成坐骑，可以击杀掉，也是相当的 nice。掉落的物品估计丰富到能吓死人，更何况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苏明还能来个2杀。毕竟苍魂公会这么多高级职业者，如果能同时让2头亡灵古龙 BOSS 的血条减半，杀神王座啪的一下轰过去，说不定死掉的 BOSS 就是2头，超级加倍，双倍快乐，发财了。苏明紧握着黑血之刃，眼神紧紧注视着韩英和那些苍魂公会成员的一举一动，屏息凝视，打起了12分精神。这玩意儿可比黑丝神官刺激多了，要是苏明真的办成了，恐怕能惊动整个中海。一名男高中生啪的一下将中海市最大的公会头头给偷家了，说出去这不惊呆全城的职业者大佬，估计陈其山那个小老头校长都会被吓疯掉。不过苏明并不在意，就算苍魂公会要追杀他又如何？全城通缉洪明又如何？这也没有一个终极 BOSS 怪箱啊，大不了混进原住民副本，直接做个散人职业者，只要等级能升上去，其他的自然是无所谓了。-17000，-22000，-24000。亡灵祭坛中心，上空的天穹，名称为埃尔法的黄金亡灵古龙 BOSS 头顶不断冒出一连串的伤害结果，而在下方，韩英等苍魂公会的成员依旧在疯狂输出，一系列的暴击伤害接连不断的轰出，打出了还算不错的伤害效果。然而这种级别的伤害对于一头拥有着70多万点生命值的终极 BOSS 而言却是不痛不痒。埃尔法的血条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稍微下降了一丝。50来级的职业者竟然只有这个水准。苏明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不禁稍微动容了下，轻声开口说道：也对，一般情况下，就算是黄金级职业者每升1级获得的转职反馈也不过是10几点自由属性，即便是升到50级段位，获得的属性点差不多是在500左右，平均下来精神属性和力量属性也只能分到100多。苏明沉思道，这种基础属性所释放出的攻击力不过是1000点，哪怕加上装备和技能的叠加，最终伤害结果能达到1万多2万，已经相当优秀了。的确，在这个世界，万伤已经是一种极高的水准，许多职业者一生都无法达到的成就。正如苏明所分析的那样，饶是黄金品阶的战争职业者，每次提升1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相当有限，能在50级这个层次打出万伤，自然都称得上是精英。当然，像苏明这样还没有完成2转就能轰出万伤的存在，只能用怪物来形容。如果是释放禁咒黑潮之月，或是召唤出杀神王座，动辄10几万点伤害，就更加恐怖了。韩英身旁的那些苍魂公会成员，没有谁能比得过。亡灵召唤，军团光环，毁灭之刃。忽然间，韩英高举手中的精致法杖，瞄准天空中的埃尔法，猛然一挥，随即姣好的脸蛋变得一肃，小嘴微微张开，吟唱起了咒语：死亡卷土重来，生命没有终结，苏醒吧，深渊世界的亡灵。第32章，青铜大门开启。深渊世界的小坝。咒语声一落地，韩英的身后出现了一座古老的青铜大门，从青铜门里涌现出了一头浑身骸骨漆黑的不死生物，那是亡灵骷髅。苏明皱了皱眉，即便隔着很远，他依旧一眼就看出了这些生物的来历。亡灵骷髅在深渊副本里极为常见的混血魔种，可以理解成是骷髅骑士的基础版。在不断转职进化后，亡灵骷髅可以蜕变成一系列的不死系生物，除了骷髅骑士外，也有亡灵暴君、巫妖王、炎翼恶魔等。
这就是亡灵法师的专属职业技能吗？苏明眯了下眼，轻声喃喃了一句：“怎么说呢？”虽然在教科书里，苏明也有见过亡灵法师的图鉴以及详细的技能介绍，可是亲眼见证到深渊大门开启，召唤出另一个世界的不死系亡灵生物，仍然有些震撼。数不清的亡灵骷髅从大门中爬出，浑身的骸骨漆黑如墨。这些怪物没有痛觉，不死不灭，除非被彻底轰成碎片，否则他们将始终听从召唤者的命令，前仆后继地冲向目标，直到死亡的那一刻才会停手。亡灵骷髅的等级都在7至15级左右，少部分达到了20级段位。苏明注视着韩英身后的深渊大门，心中暗自思忖道：不得不说，这个黄金级技能确实有些强，一召唤便是成百上千头深渊混血魔种，就算等级不高，只是10来级，然而胜在数量巨大。这种量级的亡灵骷髅，多的不说，同等级的职业者绝对会被吓得心惊肉跳，根本生不出和韩英对抗的念头。难怪中海市的职业者都传闻，韩英算是年轻一代的职业者里天花板级的天才，能有这样的特殊能力，饶是60级3转的职业大佬都会汗颜，不可能贸然对他出手。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哗啦啦，随着亡灵骷髅的出现，整个亡灵祭坛前一切都发生了细微的转变。海量的混血魔种堆积在一起，形成了一座漆黑的骸骨山脉，直到最后达到了和天穹中的亡灵古龙一样的高度。而后，轰的一下，大量的骷髅伸出了手爪，朝着埃尔法纵身一跃，100多头亡灵骷髅就这样覆盖向了埃尔法，并死死地抓在他的身上。原本一片金黄的亡灵古龙 BOSS， 骤然间披上了一层漆黑的骸骨铠甲。从苏明的视角中看过去，这个景象相当的具有视觉冲击力。同时，埃尔法的血条也是一震，生命值开始疯狂下跌。韩英的攻击并不止这些，淡金色的光环一层层落下，从韩英的法杖中释放出来，覆盖在所有的亡灵骷髅身上。这些光环全都来自于一个专属技能——军团光环。这是一种能增幅骷髅防御、生命值、攻击力的专属光环，也可以理解成一种 buff。在军团光环的作用下，所有亡灵骷髅被韩英召唤出来的深渊世界不死系生物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更加的疯狂，死死抓住埃尔法，不断撕咬着这头黄金古龙身上的骨块。一时间，天穹中落下了星星点点的残缺骸骨，场景依旧极具震撼。当当当，毁灭之刃，韩英的底牌也一一落下了。那是由元素构成的无形之刃，每一次斩在亡灵古龙的身上，都能发出金属般清脆的撞击声，一下又一下，饶是苏明都不由得皱了下眉。而阿尔法的血条呢，更是剧烈的晃动着，下降了10几万点，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持续下跌。有点意思，但不多。苏明中肯地评价道。不得不说，韩英的输出确实极强，无疑是同等级中的佼佼者。可是，面对阿尔法这种黄金古龙，10几万点的血量确实太少了，在接近100万点的生命值面前，只能说是杯水车薪。果然，在苏明的目光中，阿尔法猛地一昂头，硕大的身躯开始不断晃动，将死死抓在后背的亡灵骷髅一一抖落下去。而后，竖起的黄金瞳一亮，这头亡灵古龙 BOSS 浑身都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生命值在缓慢的上升。不好，亡灵古龙 BOSS 的血量重新恢复了，而且被激怒后进入了狂暴状态。韩英身旁那个贼眉鼠眼的刺客职业者神情一惊，大声开口说道：快离开这里！听到他的话后，整个狩猎团都有些慌乱了，所有人的眼神中全都流露出了一片惊骇。闭嘴，不成器的东西！韩英面容清冷，难得一见的骂了一句。不过他并没有回头看那个刺客一眼，目光始终放在亡灵古龙 BOSS 阿尔法的身上。轰！韩英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从雪白的天鹅脖颈上扯下了一条金色的吊坠，旋即朝着天穹一抛。那是……不远处始终注视着韩英的苏明双眼也是微微一亮，看出了些许端倪。能有底气攻击4头亡灵古龙，韩英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底牌。这样来看，貌似是准备直接一波了。名称：圣光吊坠，一次性物品，品阶：史诗级，属性：可同时召唤出4个骷髅炎魔，60级，召唤时间30秒。限制：亡灵法师专属物品。描述：圣光吊坠为专属物品，可召唤出60级的骷髅炎魔。此不死系生物来自于深渊世界，为炎翼恶魔的混血魔种，召唤出的骷髅炎魔实力与召唤者亡灵法师的实力成正比。圣光吊坠为一次性物品，使用后不可重复使用，且无法用于炼金。出于好奇，
苏明丢了一个鉴定术，对圣光吊坠进行了查看。史诗级，一次性道具，卧槽，真舍得下血本！苏明直接懵了，确实没有想到韩英居然还留了这么一手，这怕不是准备直接一波，而是想要将4头亡灵古龙 BOSS 全部带走。直到这一刻，苏明才有些明白韩英的意图，手里有这么一个顶级吊坠，确实可以搏一搏，说不定还真能驯服一头黄金古龙坐骑。不过苏明咽了咽唾沫，看向了天穹中的4头亡灵古龙，心里涌现出了一丝疯狂和炙热。不过这些终极 BOSS 怪最后都会属于我。第33章圣光吊坠的恐怖。如果说苏明最开始的目标仅有一个，便是那头黄金亡灵古龙 BOSS 阿尔法，那么现在他已经改变了心里的想法。既然韩英都用掉了史诗级物品圣光吊坠，苏明为何不等到所有亡灵古龙残血，然后再放出禁咒以及杀神王座？或许他真的有可能创造奇迹，将整整4头终极 BOSS 怪全部击杀。奶奶的，这也太刺激了！苏明大口的喘息了下，长呼出一口气，神情都变得极为亢奋。骷髅炎魔还是60级，这个级别即便是不能击杀掉亡灵古龙 BOSS， 也完全可以让这些终极 BOSS 怪残血。等到最后一刻，苏明啪的一下用掉魔力药剂，连续释放出死亡岩爆术、元素剑矢、大火球术，再来一波杀神王座。难道还不能轰死2头亡灵古龙吗？最少也能完成一血。当然，苏明的目光紧紧盯着黄金古龙埃尔法，再次眯了眯眼，沉思道：要是能将那头黄金古龙给驯服成坐骑，自然是最好。废话，毕竟是 LV67 的巨龙 BOSS， 品阶还是暗金级，一片黄金色泽，外形相当拉风。这样的坐骑，龙骑士怕是都羡慕哭了。要是骑着埃尔法出现在中海市，估计整个城市的职业者都会因此而陷入疯狂，万众瞩目。其次，苏明还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亡灵古龙 BOSS 的价值，貌似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一件可以说是天价的圣光吊坠，韩英都不惜消耗掉，就是为了得到一头亡灵古龙，这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难不成击杀亡灵古龙或者驯服这种终极 BOSS 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物品？苏明皱了皱眉头，心中暗暗想到，还是说亡灵古龙和另一种混血怪物有关？冰尾蝎。苏明很清楚，浅海湾副本里的几种终极 BOSS， 除了亡灵古龙外，最强大莫属于是冰尾蝎了。这种混血怪物的血统源自于凛冬副本，传说是冰碧蝎的混血后代。而冰碧蝎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史诗级，在凛冬副本里有着霸主一样的地位。这头 BOSS 怪的强大不容置疑，毫不夸张地说，冰碧蝎一旦出现，便能轻松摧毁整个中海市。想到这里，苏明的心情更加激动了，甚至带着一丝紧张。而在他的视线中，韩英抛出去的圣光吊坠也轻声一下碎开了，大量的白雾如同海潮似的覆盖向整个天穹，只是一瞬间便包裹了整个亡灵祭坛。即便是天穹中的4头亡灵古龙 BOSS， 庞然大物如山脉似的身躯，在这沉重的白雾下都有些若隐若现。哗啦啦，白雾向四周扩散，一个又一个的古怪生物挥动着身后的残缺古翼，出现在了苍魂公会所有成员的头顶。骷髅炎魔。苏明瞳孔一缩，看向了天穹中从白雾里钻出来的4头怪物，和亡灵骷髅一样，浑身都覆盖着沉重的漆黑骸骨，身后一对硕大的古翼扑展开，轻轻一挥就能席卷出炙热的风暴。在骷髅炎魔的双眼中，原本应该是空洞而无神的地方，却点燃着2团火焰，如同黄金灼灼燃烧，流淌着炎翼恶魔的血统，号称深渊世界的小霸主。苏明想起了教科书里的一部分残缺记录，对于这种不死系生物，高中课本里有一定的介绍，却很模糊。然而亲眼看见，苏明的心中依旧是微微一紧。很强。果然，还没有等到苏明反应过来，4头骷髅炎魔直接扑上了天穹中的亡灵古龙 BOSS， 1对1，丝毫没有落入下风。只是这些骷髅炎魔只能被召唤短短半分钟，时间一到便会重新返回深渊世界。如此短暂的时间，想要直接击杀掉亡灵古龙，怕是有些不现实。放弃一个。韩英皱了皱好看的眉角，轻声一喝，天穹中那些骷髅炎魔就像是听到了召唤似的，果真闪烁了下身影，直接放弃了其中一头亡灵古龙，而是调转了方向。4对3，这倒是个好办法。看到这里，苏明也是眼前一亮。如果说1对1的情况下，有等级差距的骷髅炎魔不是亡灵古龙的对手，那么放弃一个4对3的话，貌似胜率很大。然而
稍微斟酌了下，苏明还是摇了摇头，时间太短，还是差一点。韩英最后的打算估计也是击杀掉一头古龙，然后驯服埃尔法。苏明简单的分析了下，还愣着做什么？同一时间，韩英回头看向了他身旁的那些高级职业者们，娇声喝道：“赶紧出手，只有半分钟。”听到韩英的话后，所有人这才晃了晃神，恢复了正常的神情。没办法，不论是谁，见到骤然冒出来的骷髅炎魔，都会一愣。而现在，他们也算是意识到了目前的局面。奶奶的，貌似他们的苍魂公会大小姐并不是莽夫，而是个顶级天才。原来还留了这么一手。卧槽，这下有点刺激了。骷髅炎魔都出现了，这一波下来，至少拿个2血。轰死亡灵古龙 BOSS！ 要是今天真的成功了，这个牛屁我能吹10年。你个乌鸦嘴，能不能消停点？没听韩小姐说吗？只有半分钟，你他娘的，要是坏了好事，我们几个把你塞进亡灵祭坛里头。快快快，奶妈给个治疗术，再来个增幅光环，我直接开大。法师呢？快用你的最强底牌，先瞄准那头阿尔法。韩小姐的第一目标是那头黄金亡灵古龙，都打起精神，先瞄准阿尔法攻击。死！太猛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骷髅炎魔，啪的一下几10万点伤害，结果这要是等级一样，估计我们都不用出手，骷髅炎魔就将古龙给击杀掉了。狩猎团里众人的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无比亢奋，全都哇哇大叫，疯狂地朝着亡灵古龙发起了最后的攻击。肉眼可见，其中3头亡灵古龙 BOSS 的血条正在急速下跌，如同穿云箭似的，只不过方向不同，哗啦啦的向下坠落。一时间，埃尔法的生命值便已经跌落到了1半以下，而距离半分钟时间结束还有10几秒。卧槽！与此同时，苏明眼神一凝，咽了几口唾沫，沉声说道：“这么猛，貌似我差不多该出手了。”第34章残血的黄金古龙埃尔法。亡灵古龙埃尔法 LV67， 生命值 47%。 亡灵古龙希尼尔 LV64， 生命值 49%。 亡灵古龙亚西塞 LV62， 生命值 39%。 苏明释放了好几个鉴定术，查看了夏天穹中亡灵谷 BOSS 的状态，基本都已经残血了，血条跌落到了1半以下，是动手的好机会。可是就在苏明刚准备纵身跃起，抛出禁咒黑潮之月时，天穹中却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亡灵冲锋，死亡龙焰，燃烧之环，恶龙之心。亡灵古龙 BOSS 开始反击了。最先发起攻击的自然是黄金古龙埃尔法，硕大的头颅一抬，直接吐出了一大片如海潮般的龙焰，暴雨似的覆盖向了韩英等一众职业者的头顶。燃烧着金红色火焰的光环也一层层从埃尔法的身下弥漫出，让这头山脉大小的巨龙如同神话传说中的黄金史矛革一样无比神圣，周身都笼罩着柔和的圣光。不仅如此，埃尔法那一块块黄金骨头下心脏的位置，一颗猩红色的恶龙之心也被点亮了。埃尔法 BOSS 暴怒了，苏明抑制住了准备动作，微微眯起眼看向天空中的黄金古龙，若有所思地分析道：四维属性在疯狂飙升，不仅是属性得到了增幅，攻击力也在不断叠加，生命值在以极快的速度恢复。只是一瞬间，苏明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埃尔法毕竟是暗金级 BOSS， 流淌着古老的黄金巨龙血统，虽然现在成为了不死系生物，可所爆发的伤害却丝毫没有削减，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强了。这样的存在进入了暴怒状态，饶是深渊世界的小霸主韩英召唤出来的那些骷髅炎魔，恐怕也不一定能对付。不只是埃尔法，其他几头亡灵古龙 BOSS 同样没有一丝的保留，全都一一释放出了最强的专属技能。一时间，整个亡灵祭坛上空，各种绚烂的技能特效让天空的云层都被染上了一片华丽的色泽，比火烧云还要绚丽。一场能扯动人心的劲爆画面。轰轰轰！硕大的火球垂落的燃烧之环，以及疯狂砸向地面的元素光团。埃尔法向韩英他们展现出了亡灵古龙真正的强大。啪的一声，那名50级左右的刺客职业者被一团火光所命中，直接承受了几10万点的生命值，当即血条被清空，化为了星星点点的光芒。死亡等级跌落1/4，直接掉了10几级的段位。不仅是他，另外一名牧师职业者同样没有顶住亡灵古龙的燃烧之环，一接触到那炙热的光环，也瞬间化为了一片雾气，甚至爆出了一地的装备。快 ，BOSS 怪暴怒了，优先保护韩小姐。卧槽，这么凶残的吗？都已经半血了，居然还能释放出如此恐怖的技能伤害。别后退，向前，继续攻击。现在撤离，所有的付出都是功亏一篑，
韩小姐已经使用了圣光吊坠，不要放弃这次的机会。这可是亡灵古龙终极 BOSS 怪，杀了这头不死系生物，我们苍魂公会的名气自然可以响彻江南。别留手，继续输出。骑士呢？冲上去，别怕死！快 ，BOSS 怪的血条已经跌到30以下了，顶住，顶住！最后一波，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燃，太燃了！虽然苍魂公会的狩猎团这边已经先后死亡了好几名高级职业者，然而他们并没有惶恐的撤退，相反，在最后关头展现出了 A 加级公会成员的高素养。10几名职业者都屏息凝视，疯狂朝着黄金古龙埃尔法输出，打出的伤害结果在叠加下也呈现出了10几万的效果。当然，这些职业者随时也有死亡的可能，现在拼的就是运气。但凡有一点机会，只要能抢先将埃尔法杀到血条清空，他们就算全部阵亡，也好歹能捞到一条亡灵古龙，所对应的价值绝对比这个狩猎团值钱。等级掉落，可以使用经验药水重新刷上去。装备爆了，苍魂公会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只要最后能完成一血，击杀亡灵古龙，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达成2血，恐怕正如韩英所说的那样，这里的每个人从此以后都将大富大贵，人生一帆风顺，今后不会为了一点经验值而拼命，可以依赖苍魂公会这个大靠山。亡灵古龙阿尔法 LV67 生命值 10%， 黄金古龙 BOSS 的血条已经掉到了 10% 以下。这个状态栏不仅是苏明能看见，韩英一样能查看。继续输出，我准备驯服阿尔法 BOSS。 韩英神情凝重，冲着身旁仅有的最后几名职业者大声说道：好，韩小姐，尽管上，我们把伤害顶住。卧槽，这一波我没有想到啊，原来韩小姐是这个打算，先驯服阿尔法，再用巨龙坐骑来击杀另外几头亡灵古龙 BOSS。 对啊，我们苍魂公会的大小姐是亡灵法师，韩小姐一开始的目的估计就不是先击杀 BOSS 怪，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亡灵法师的恐怖程度，这可是在后期能掀起亡灵天灾的存在。今后整个江南省或许都会有苍魂公会的名字出现了，一位拥有黄金古龙 BOSS 坐骑的亡灵法师，太刺激了！大家都加把劲，最后一刻了，只要能驯化阿尔法，咱们今天就算是圆满了。随着韩英的命令一下达，最后残存下来的几名精锐职业者全都恍然大悟，心情更是变得格外狂喜。他们也没有料到韩英的心思居然这样缜密，从一开始韩英就已经做好了打算。圣光吊坠所召唤出来的骷髅炎魔，加上他自身的一系列亡灵法师专属技能，足以让 BOSS 怪们残血。同时面对4头亡灵古龙，韩英就没有想过一一击杀，而是用职业特性来驯服最强的阿尔法黄金古龙成为坐骑，随后再展开第2阶段的击杀。这样一来，貌似还真有机会，不是1血，或许能直接拿4血，最次也能顺利击杀掉2头残血 BOSS 怪。一念及此，狩猎团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哪怕这一次直接死亡，他们也没有半点退缩。只要最后能达成目的，苍魂公会给予的好处绝对不会少。与此同时，亡灵祭坛的后方，苏明握紧了手中的黑血之刃，他已经蓄势待发了。第35章再次触发神级选择。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黄金亡灵古龙阿尔法。选择1，帮助亡灵法师韩英驯服阿尔法，并与苍魂公会交好，能与 A 加级公会建交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奖励白银 BOSS 技能1本。选择2，击杀2头亡灵古龙终极 BOSS， 并驯服阿尔法。作为一名史诗级职业者杀神，自然要有一头拉风的坐骑。至于苍魂公会，那算什么东西？奖励黄金级坐骑铠甲1套。选择3，击杀亡灵古龙阿尔法，获取暗金凭证1张，奖励经验值5万点。苏明紧握着黑血之刃，正准备出手，脑海中却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神级选择剧情被触发了，奖励都很不错，分别是白银 BOSS 技能书、5万点经验值以及一套黄金级坐骑铠甲，22万2222。没有一丝犹豫，苏明果断选择了第2选项，因为这个选择和他最初的打算不谋而合。怎么说呢？与苍魂公会交好，帮助韩英驯服阿尔法，奶奶的，这个自然直接放弃。暂且不说先前第一次进入前海湾副本时，韩英他们想要掠夺苏明手中的黑血之刃，让苏明做炮灰，甚至是动了杀意。即便是现在面对亡灵古龙 BOSS 这种顶级猎物，苏明也绝不可能放弃，让给别人。苍魂公会而已，又不是 SSS 级头部公会，更何况哪怕是 SSS 级的京都公会，苏明也不会去做舔狗。而第3选择，击杀亡灵古龙阿尔法，暗金级 BOSS 怪，这种品阶已经相当极品了。随着等级的提升，
埃尔法甚至有可能转职成为英雄级乃至史诗级。苏明心中暗暗想到。的确，虽说击杀一头暗金级 BOSS 怪会掉落无比丰富的经验值和物品，暗金凭证也能让苏明轻松完成第2次转职。然而，相对于一头黄金坐骑来说，苏明更倾向于后者。毕竟，黄金亡灵古龙埃尔法确实很拉风。大火球术、死亡岩爆术、元素剑矢、禁咒、黑潮之月。苏明纵身一跃，直接释放出了好几种技能。在魔力药水的效果下，他此时的法力值极为饱满，即便是禁咒这种级别的消耗，也能连续至少3次。一瞬间，亡灵祭坛上空，苏明手里的黑血之刃燃烧起了一片炙热的黄金火焰。在他身后，硕大的火球疯狂凝聚，朝着天穹中的亡灵古龙一一轰去。那是……同一时间，韩英猛了，猛然冲出来的苏明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此时的苏明身披铠甲，头上也佩戴着亡灵使徒毁灭头冠，韩英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认出他。可那柄黑血之刃，韩英却见过一次。他的瞳孔微微一凝，有种不好的预感。中海市第一高中校长办公室，陈其山一头雾水，看着面前坐着的几名职业者，有些仓皇失措。陈其山咽了咽唾沫，想要站起身，不过想了想，又坐下了，相当的急促。没办法，因为在他面前的这几位可不是普通的职业者，全部都是来自京都以及全国各地的顶级大神。其他的不说，单单是等级，一旦被曝光，就能吓死整个中海大部分民众。陈校长，你好，我代表京都大学前来特招苏明同学。清北大学愿意提供一整套黄金级装备以及一门禁咒作为奖励，前来招揽苏明同学入学。我们华清一向尊重人才，像苏明这样的顶级天才，我相信华清是他最好的选择。3本高级技能书，一整套黄金级装备，外加8000万奖学金，我们可以专门为苏明开设一门专业，让他更好地了解杀神职业，以及制定下一阶段的转职。江南大学离中海市最近，陈校长，你可得帮我劝劝他，来京都的法神大学吧，这可是法神亲自开设的院校，资历、资源、人脉、经验在京都也能排上号。虽说我们学院比其他老牌学府在某些方面要差一些，可是法神每周都会亲自授课。杭师大学，考虑一下，杭师可是出了名的美女多哈，奖学金这一块我们绝对给的够足，只要苏明同学能来，直接就是核心学员，黄金级装备我们给2套，最少也有10件精装。至于其他的技能书，只要苏明想学，都尽力开放。陈其山快要疯了。没错，在他面前的这几位大神，没一个普通，都代表着全国各地各大顶级学府，他们的等级最次的也是400级段位，完全碾压了陈其山这个所谓的100级大神。在这些大人物面前，此时的陈其山都有些坐不住了，那种若隐若现的压迫感，让他已经不禁喝了好几杯热茶，神情都因为强颜欢笑而变得有些麻木。奶奶的，谁能想到苏明这个变态小怪物，竟然一下子吸引来了全国所有顶级学府的注意。还没有高考呢，等级也不过是刚刚2转，却引来了这些大人物的招揽，纷纷开出了让陈其山都眼红的条件：黄金装备，动辄就是10件；技能书、禁咒、顶级怪物材料，甚至杭师大学还将美女给啪的一下作为了卖点，声称只要苏明入校，就直接提供一个172的36D 大美女做陪读。这谁顶得住？嗨，稍微沉默了下，陈其山再次咽了咽唾沫，看向眼前一众职业大神，小心翼翼的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高中校长，特招这种事情在下做不了主，还是等苏明回来后再选择吧。不过各位都是全国享有盛誉的头部大神，背后的院校也都堪称一流，不论苏明选择哪一个，都是他的荣幸。陈其山打了下官腔，谄媚的一笑。随着陈其山的话说完，在场的高级职业者们也都一一点了下头。第36章顶级身法，完美操作。的确，特招这种事情，陈其山还真做不了主。如果是换个学生，恐怕他还可以给学生稍微参考一下，提出些自己的意见。然而，这可是苏明，一个要不了多久就能成长为顶级大神的存在。简单来说，陈其山不敢多嘴，以苏明的变态天资，怕是最多2-3年就能成为跺一跺脚都让中海市掀起巨浪的大佬。万一为了点蝇头小利得罪了苏明，将来这家伙说自己耽误了他的职业生涯，那陈其山也算是凉了。所以此时的陈其山只有打个官腔，等苏明回来后让他自己定夺。很快，来自各大学府的招生办主任也一一离开了学校。陈其山长松一口气，看着手里的一大堆文件和特招文件，不禁眼皮一颤，感叹道：江南大学、杭师大学、法神大学、京都大学、
清北大学。好家伙，这阵容豪华的吓死人！任何一座大学，但凡能主动提供保送名额，都会引来无数天才职业者挤破脑袋进去。而苏明却同时收到了几十份特招书。陈其山深吸了一口浊气，心情相当复杂。这一次来学校洽谈的大人物虽然只有几人，可是陈其山收到的特招书却超过了40份。过几天恐怕还有一批大佬会亲自抵达中海市，前来找他这个百级小虾米喝茶。直到现在，陈其山才有些明白史诗级职业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不，更准确来说是苏明的天资究竟有多强。其实史诗级并不代表着一切，全国每年都会出现好几位拥有史诗级资质的年轻职业者，但是能在短短几天内便升到30级的却一个也没有。正因为如此，苏明才会受到全国各地大佬如此高度的关注。当然，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前几天的联谊赛事件。苏明1对9用顶级操作啪的一下击败了永恒公会的2代们，整个战斗画面都被学生们录制了下来，发送到了短视频 App 中。只是1天时间，苏明便火了，彻底火爆全网。史诗级职业，顶级身法，完美操作，战斗意识，死亡研报术。苏明的存在在全国都掀起了一小股热潮，成为了这几天的热门话题。怎么说呢？除了恐怖的职业资质、穿云箭一样的升级速度外，苏明竟然学习了死亡研报术这个变态级技能，完全出乎了全国民众的意外。死亡研报术，顶级技能，如果放在和平时期，可以理解成研究核聚变的难度。韩英能成为中海市的人气女神，和她的亡灵法师职业，以及在10几岁就已经练习了死亡研报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苏明和韩英却有本质的区别，一个背后是苍魂公会，从小有大神亲自指点，一个却没有丝毫背景，竟然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这种黄金级技能，还练习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两者的差别简直是天壤之别，直接让苏明的潜力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这就好像是专科学院里一名没有半点背景的学生，直接向中科院提交了可控核聚变方程式，怎么能不让人震惊？不仅是全国民众被吓到了，今天来拜访陈其山的那些顶级职业者一样颇为震惊。尤其是在和陈其山交流后，他们更加确定苏明就是他们寻找并招揽的那个变态级天才，全国唯一的存在。当然，和这些大佬的关注点不太一样，苏明与何萌这些富二代的对决视频一发送到短视频平台后，也让无数名花痴少女陷入了疯狂。帅气到360度都没有瑕疵的脸蛋，完美的和雕塑一样的身材，虽然穿着一般，却有着贵族少爷式的气质。以及当时苏明面对何萌等人带着些玩味的语气，豪赌，压住。整个过程，苏明的魅力被无限放大，让全国大量的花季少女都要疯掉了。校草，此时的苏明俨然已经有了一些国民校草的味道，比韩英这个人气女神的声望不知道高了多少。说好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家苏明老公啪的一下死亡研报术，卧槽，太帅了！你们看了没？苏明的视频被剪辑成了 Vlog， 我直接做成了手机屏保。奶奶的，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帅的男人！那句话简直是太炸了，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男神，这就是我的男神。 DNA 动了，我要给苏明哥哥生猴子。死亡研报术，顶级身法，完美操作。多的不说，作为一名985研究生，苏神的操作完美到让我想要跪下，实在是太丝滑了，我根本不相信他还是一名高中生。岂止是不相信，咱就说一个问题，这本黄金级技能书苏明从哪里获取的？我记得许多帖子已经深度分析了，苏神的背景很一般，基本上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一本黄金技能书最次也要击杀掉一头60级 BOSS 怪才能爆出来吧。简单来说，苏神在30级就已经处决了一头3转的顶级 BOSS。 死，再挠不下去我都要疯掉了。最重要的还是苏神究竟如何学习的死亡研报术，这个难度丝毫不亚于让专科生研究可控核聚变，没有大佬指点，自己摸索，只能说变态级天才。还有一个视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苏神身上有一件黄金级装备，貌似是亡灵使徒毁灭头冠，那玩意儿可是一个白银副本里终极 BOSS 的掉落物。你们知道这意味着啥子吗？陈其山打开手机，又看了那一眼短视频 App 里的视频，评论区已经完全被苏明给霸屏了。陈其山不由得又眯了眯眼，惊叹了一句道：这小怪物原本……陈其山以为自己对苏明还算了解，高中这几年苏明的成绩一直都不错，虽然文化课成绩不算最顶级的那一波。第37章击杀亡灵古龙 BOSS， 可也是中偏上。可是
自从觉醒仪式后，他才真正的认识到了苏明完美的操作意识、丝滑的顶级身法，每一次出手都能精准的控位，这些绝不可能是一名普通高中生能办到的。如果可以，苏明绝对能成为一中文画课满分的存在。可是，这一切却和事实有些出入。直到现在，陈其山都有些懵，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究竟有怎样的背景？难不成只是一名平平无奇的高中生？哪个高中生能让全国几十家顶级大学亲自派遣大神职业者来招揽？苏明竟然在前段时间还从前海湾副本里带出来了一件黄金装备——亡灵使徒的毁灭头冠。陈其山看着视频中的详细解释，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苏明很强，却没有想过竟然强大到了这种程度。亡灵使徒那可是52级的 BOSS 怪，居然是被他给击杀掉的。陈其山点开了一个被置顶的分析帖，里面附带的高清照片中，正是苏明从前海湾副本里出来的画面。当时苏明还和许清雅偶遇了，只是苏明并不知道有人恰好拍下了这一幕。而后亡灵使徒 BOSS 的专属物品毁灭头冠也被眼尖的职业者大佬给发现了，一下子被全国曝光。苏明火得一塌糊涂，也有可能是在副本里一不小心捡到的。陈其山深吸了一口浊气，脑海里冒出了个大胆的念头，轻声喃喃道。不过很快他又摇了摇头，奶奶的，谁能在一个白银副本里捡到这种顶级物品？发个坐标，他也想去试试。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个小变态的实力，这种级别的小怪物，即便是法神都会心动吧。陈其山若有所思地道，貌似没多久法神就要再次招收一名法神种子，亲自培养，不知道苏明这个小家伙能不能被选中。法神，国内最顶级的职业大佬。法神种子，简单来说，便是法神亲自招收的小徒弟，亲自培养，悉心指点。在全国范围内，法神自然是人气最高的职业者，没有之一。除了等级一骑绝尘外，资质、阅历、经验都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大神。当然，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法神的颜值和身材。没错，法神是一名女大佬，天使般的姣好脸蛋，魔鬼一样的完美身段，曼妙而凹凸有致。能成为法神亲自指点的小徒弟，这可是许多年轻小男生梦寐以求的事情。等苏明保送后，我也可以申请退休了，带出这样一名学生，也可以吹嘘后半辈子了。陈其山神情惬意的一笑，自语道：重点是教务部至少也会发个几千万奖金吧，今年全国10大优秀校长不得有我名字，校长终身成就奖。陈其山心情大好，看向办公室外前海湾的方向，老脸笑的皱纹更加明显，都有些褶皱了。与此同时，前海湾副本亡灵祭坛，叮！恭喜您成功击杀62级 BOSS 怪亡灵古龙亚西塞，获得经验值39000点。叮！恭喜您成功击杀64级 BOSS 怪亡灵古龙希尼尔，获得经验值54000点。冰冷的提示音一落地，苏明彻底激动了，死了！2头亡灵古龙 BOSS 都被他击杀了。哗啦啦，在苏明的目光中，62级的亚西塞，这头体型庞大，浑身呈现出银色光泽的亡灵古龙，眉心处一根湛蓝色的元素箭矢正在不断旋转，朝着古龙的体内钻去。而亚西塞的身躯呢，则是在缓缓消散，化为了星星点点的元素尘埃，重新返还到了副本中。一块块骸骨也失去了原本的星辉，变得暗淡，直到最后，亚西塞的身躯向下一沉，开始朝着地面的亡灵祭坛落去。不只是亚西塞，希尼尔这头等级更高的亡灵古龙一样，彻底失去了所有生机，成为了一堆骸骨，从天穹向下沉坠，就像是日落西山。整个场景极为震撼，又具有视觉冲击力，接近10万点经验值。苏明眼前猛然一亮，海量的经验点让他心潮澎湃。然而，更让苏明在意的，并不是击杀这2头终极 BOSS 怪带来的经验，而是他们所掉落的一系列物品。苏明的目光看向了地面的亡灵祭坛，祭坛正中心，一大堆呈现出金色光环的物品，都是2头亡灵古龙死亡后所爆出来的，相当华丽，色彩绚烂而又璀璨，一看就知道绝对又是极品。在所有掉落物中，还有2块与卡牌相似的东西，亡灵古龙凭证，这是他转职所必须的物品。好，天穹中，一声嘹亮的龙吟响彻整个副本世界，炙热的火浪铺天盖地，朝着苏明的方向覆盖而来。恶龙之心吗？苏明眯了眯眼，凝视向天空中那道显眼的黄金骸骨，自然是最后的黄金古龙埃尔法。此时的埃尔法生命值已经跌落到了临界点，
仅仅剩下了最后的3%，可以说是真正的残血了。然而，埃尔法的心脏位置却出现了一条条繁琐精致的花纹，正在不断绽放盛开。这些花纹很快遍布了埃尔法的全身，让这头亡灵古龙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反击。恶龙之心，一种类似于 buff 的主动技能，可以在短时间内让释放者恢复少量的生命值、大量的法力值、体力值，以及获得无比恐怖的攻击力加成。当然，恶龙之心这种技能也有极大的副作用，在释放的同时也会降低自身的理智值。苏明心中暗自想到，高中课程里专门有一节课介绍过这种黄金 boss 技，他有印象，而应对的方法苏明也有些了解。恶龙之心并不是埃尔法的专属技能，这是一种巨龙系生物的常用 boss 技，当然也只有那些顶级巨龙 boss 才与生俱来，像凛冬副本的黄金史矛革以及毁灭黑龙死亡之翼，这些人气巨龙 boss 都有恶龙之心。第38章寒鹰的震撼。苏明究竟是谁？只不过不同品阶的巨龙恶龙之心稍微有些区别。黄金史矛革的专属恶龙之心便是一种史诗级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和埃尔法释放的技能效果是两种概念，强度也差别极大。应对这种 BOSS 技能，最好的办法便是使用冰冻术一系列的水系技能。苏明皱了皱眉，神情凝重地分析道：“没错，恶龙之心这个技能最核心的触发机制便是巨龙的心脏，那是技能的释放源泉。而克制这种技能的唯一办法，便是以水系或冰系技能进行攻击。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如同大多数情况下，亡灵系不死生物都会被光明系技能所克制那样，恶龙也会畏惧冰系攻击。光明剑士、水元素剑士、冰元素剑士、冰冻术。”苏明瞳孔微微放大，很快便做出了决定。目前来看，他最能拿得出手的底牌，无疑便是不久前才获得的黄金技能元素剑士。虽然这个 BOSS 技只是黄金品阶，可是却完全符合如今苏明的需求，可以同时释放出光明、水、冰三种元素尘埃凝聚出来的剑士，并且在这个黄金技能的机制下，苏明还能将三种元素剑士进行融合，形成12倍法术伤害、2倍物理暴击以及2次法爆。元素剑士融合本就是这本技能书的专属效果，用光明和水系来克制亡灵古龙埃尔法，简直是量身定做。而冰冻术也可以让命中后的剑士持续带来攻击效果，对埃尔法造成持续伤害。嗡嗡嗡，苏明挥了下手中的黑血之刃，长刃尖端一沉，不断凝结出元素尘埃。在苏明身后，一根根元素剑矢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只是与此同时，原本愣在原地完全懵掉的韩英也反应了过来，看了一眼苏明所在的方向。你竟然杀掉了亡灵古龙 BOSS， 你究竟是谁？竟然敢抢苍魂公会的 BOSS 怪！韩英浑身都因为恼怒和震惊而有了一丝轻微的颤动。不过相比于他内心的惊骇而言，身体所展现出的反应已经相当轻微了。在鉴定术的作用下，韩英无法查看苏明哪怕一条属性。沉重的蔷薇铠甲，花纹繁琐的头冠，手里紧握着一柄黑血之刃。苏明的存在就像是幽灵一样，韩英对他并不了解。然而前几天在浅海湾岸边见到的那名职业者，貌似和苏明一样，手里都握着一柄沉重的黑刃。那是一名长相年轻的高中生。此时的韩英心脏一紧，一方面震惊于苏明如此年轻却已经有了击杀亡灵古龙 BOSS 怪的实力，难不成和自己一样也是来自某个顶级公会的大少？另一方面，当着苍魂公会的面抢走终极 BOSS 怪，这是啥意思啊？直接向公会宣战，还是说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无视苍魂公会，无视他这名15岁便完成了觉醒的亡灵法师？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韩英再也无法克制住内心的情绪，他皱了皱好看的眉头，再度看了一眼苏明，娇声喝道：“离开这里！这些亡灵古龙是我们苍魂公会寻觅了很久才找到的，终极 BOSS 的击杀奖励接近10万点经验值，我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那些黄金装备以及这头黄金埃尔法，你不能染指。虽然不知道你是谁，可我要提醒你，和苍魂公会作对都没有好下场。”韩英的话带着一丝浓烈的威胁。苏明微微一眯眼，神情冰冷地看向韩英：“好家伙，大小姐脾气真他奶奶的把苍魂公会当底牌了是吧？”苏明直接抬起另一只手，食指轻轻一晃，他的面前一根锋锐的火焰剑矢刹那间凝聚而出，直指韩英的眉心。对于这个公会大小姐，苏明没有一点好感。虽说韩英有着魔鬼身材、天使脸蛋，稍微一动就能引来无数名天才青年职业者的讨好，说是招蜂引蝶一点都不为过。可是苏明有底气，
凭他如今的实力，已经可以和京都那些年轻的权贵二代扳一扳手腕了，会在意一个黄金级亡灵法师？史诗级职业是摆设？想要驯服埃尔法？苏明皱了皱眉，眼神再度一凝，看向了天穹。从韩英手中的法杖里弥漫出了一条华丽的绚烂光芒，和埃尔法的身躯连接在了一起。而埃尔法这头黄金古龙的头颅上方，则是覆盖住了一层淡的深蓝色光环，那是一种契约卷轴。韩英此时正在尝试驯服这头暗金级亡灵古龙，一旦成功，埃尔法便会彻底变成韩英的坐骑。等到那个时候，苏明想要杀掉韩英就有些困难了。你想要做什么？韩英浑身一惊，眼神里浮现出了一片骇然和惊恐。好歹也是苍魂公会的大小剑，未来顶级公会的掌舵人，韩英自然有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只是一瞬间，他便察觉到了苏明的杀意。就在刚刚，苏明突然暴起，一柄黑刃挥动下，直接释放出了死亡研报术、大火球术以及恐怖的禁咒。尤其是最后，一座黄金王座落下，活生生将2头亡灵古龙都给拍死了。有这样的实力，放眼整个中海市都称得上顶级天才。韩英的确不太了解苏明的底细，可是到了这个关头，他也明白，眼前的这名身披蔷薇铠甲的职业者绝对有杀死自己的能力。要是真的得罪了他，恐怕今天不仅捞不到亡灵古龙坐骑，还会让自己也活生生掉落10几级的段位。想到这里，韩英的神情骤然一变，语气也柔和了下，再次开口说道：只要你离开这里，我可以拿一件黄金装备作为补偿。黄金级装备？听到韩英的话后，苏明微微一愣。埃尔法这种级别的坐骑，一件黄金装备也有资格做补偿？这小丫头片子真够意思。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明的脑海里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第39章顶级物品复活石。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苍魂公会千金，人气女神韩英。选择1，面对天花板极品美女的请求，果断接受，主动献出亡灵古龙坐骑，并离开前海湾副本。或许这样做，你可以得到韩英女神的青睐，发展成暧昧对象关系。奖励5万点经验值。选择2，女神。去你奶奶的熊！果断击杀韩英，并清理掉苍魂公会狩猎团的成员，抢走埃尔法坐骑。毕竟杀神的做事风格就该杀伐果断，女人只会影响杀神拔刀的速度。奖励2颗复活宝石。选择3，一件黄金级装备还是太少了，提出意见让韩英多给2件黄金装备。相信作为苍魂公会大小姐，她一定不会介意这点蝇头小利。奖励黄金级属性宝石2颗。神级选择剧情再次出现，饶是苏明都有些诧异。怎么说呢？从某些方面来看，貌似韩英还算是个吉祥物。这已经是他带给苏明的第3次选择剧情了。苏明先后获得了禁咒、黄金级坐骑铠甲以及现在的3个选项。选择1，5万点经验值。选择2，2颗复活宝石。选择3，2颗黄金级属性宝石。奶奶的，都很肥啊！苏明双眼微亮，的确，这一次的奖励很丰厚。5万点经验值，虽然苏明能够轻松获得，可是放眼同一期的职业者，像许清雅这些小天才，恐怕想要得到这么多的经验点，也需要花上1-2个月了。而苏明呢，啪的一下就能瞬间得到，只能说人比人气死人。而黄金级属性宝石，苏明也很明白其中的含金量。之前在击杀大地暴熊时，他就爆出过一颗白银级属性宝石，直接得到了50点永久提升的力量属性。而黄金级的属性宝石，怕是能带来100点左右的提升，想想都有些刺激。得连续升3级才能得到这样的升级反馈。然而，苏明却没有多犹豫，依旧一如既往地做出了选择。222。废话，毕竟是复活宝石，9年义务教育，苏明可不是漏网之鱼。复活宝石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多的不说，这种宝石没有品阶划分，每一颗在市面上都是天价，而且是那种有价无市的存在。原因很简单，复活宝石的效果实在是太逆天了，死亡后能够不掉落任何物品，不掉落1级等级，直接原地复活，同时还能满血复活，净化一切负面效果。这种一次性道具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黄金级装备的价值。而且复活宝石还有一个隐性机制，那就是可以让所有技能、禁咒以及天赋全部重置一次。也就是说，苏明如果使用了禁咒黑潮之月，死亡后原地复活，冷却消失，完全可以再来一波禁咒。法力值消耗也不用担心，全都恢复到了满值状态。这玩意儿不留批，简直是香的一批。看在给我送了这么多好东西的份上，稍微轻一点，别弄疼了这苍魂公会的大小姐。
苏明微微眯了下眼，轻声笑了笑道：“只是……”韩英离得太远，根本听不到这些话，不然一定会直接面红耳赤，大骂一声：“登徒子！嗨嗨，这个轻一点，正经吗？你没有听见吗？让你离开，赶紧滚！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苍魂公会的狩猎团？整个中海市敢当面挑衅苍魂的职业者，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小子，别以为学了禁咒就横着走，等你回城，有你好受的。”韩英身旁那名差不多有2米高的重坦骑士大手一挥，将肩上扛着的银色长枪取了下来，枪尖直指苏明，一副仗势欺人的狗腿子模样。我们韩小姐已经说了，给你一件黄金级装备，别不知好歹，怀了我们苍魂公会长的好事。看你模样，应该年纪不大，应该也听过这个公会的名气吧 ？A 加级头部公会，百级大神多的吓死你！这名重坦骑士身披一件沉重的青色铠甲，声音瓮声瓮气的，语气充满了火药味。不过苏明却从中听出了一丝淡淡的惊恐。废话，就在刚刚，苏明一波禁咒落下，连杀神王座都召唤出来了，哐当一声就处决了2头亡灵古龙。这要是换这名重坦骑士，他也不过是50来级，压根打不出苏明这种爆炸伤害，怎么可能不惊恐？此时也不过是纸老虎，仗着苍魂公会的名气装狠罢了。禁咒！苏明神情淡然，看向那名骑士职业者，眼神里透露出了一抹玩味。学了禁咒，当然可以横着走。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为所欲为？苏明笑了下，眼睛一眯，再次说道：“至于一件黄金装，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杀了你们，满地的金装都是我的。”说到这里，苏明嘴角勾了勾，手指一晃，他的身后再次凝聚出了好几根元素箭矢：光明箭矢、火焰箭矢、水系箭矢、冰系箭矢、黑暗箭矢，全都蓄势待发，一旦飞射出去，必定可以轻松贯穿这些苍魂公会职业者们的身躯。毕竟他们在和亡灵古龙的对抗中早就残血了，现在也只是强撑着。别说元素箭矢了，可能一波火球术都能给他们团灭了。你想要做什么？看到苏明的动作，那名重坦骑士彻底懵了。奶奶的，不是吧？我就是放个狠话，你来真的？你这是要和苍魂公会彻底交恶吗？韩英身边另一个职业者，那名贼眉鼠眼始终躲在后面的刺客也不禁咽了咽唾沫，开口说道：“你知不知道得罪苍魂是什么下场？”苏明一愣，皱了皱眉头。经典，太他奶奶的经典了！这台词怎么和前世看过的小说一样？这种无脑狗腿子，怕是活不过一章。得罪？我不是早就得罪了吗？还差这点？苏明淡淡一笑，没有再和这些人废话，手指向前一点，哗啦啦，所有元素箭矢一阵，朝着韩英等一众职业者猛地飞去。第40章击杀人气女神，韩英死亡。叮！恭喜您成功击杀40级职业者，获得经验值8000点。随着一阵冰冷的提示音落下，韩英的身躯直接被一根火焰箭矢所贯穿。不仅是他，整个狩猎团的成员，所有高级职业者都在苏明的一击下全部化成了经验值。和 BOSS 怪不太一样，职业者死亡后不会留下骸骨，只会掉落出对应的物品。亡灵法杖暗金级，冲锋之枪黄金级，黑暗双刃黄金级。在苏明的视野中，韩英他们原本所在的地方只留下了一片弥漫着金色光环的物品，全他奶奶的都是好东西。卧槽！暗金级装备亡灵法杖，苏明猛地一眯眼，被震惊到了。他确实没有想到，竟然将韩英手里那柄精致的法杖给爆了出来。在这个全民转职的世界里，击杀职业者所掉落的东西完全是随机的，甚至有的死亡后连一件装备都不会掉落，只会被爆出几瓶无关痛痒的生命药剂。然而这一次，韩英却将苍魂公会长，也就是他父亲给予的亡灵法杖给爆了出来。这件装备苏明倒是听说过，来头不小，貌似这是一件由京都好几名高级炼金术士耗费了好几个月才打造出来的极品精装，算是亡灵法师的专属法杖，能让韩英释放出最强的亡灵技能。使用这柄法杖召唤亡灵骷髅，能提升召唤物的强度。苏明若有所思，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难得的惊喜。饱满的韭菜盒子，不得不说，韩英前后带给他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连续3次神级选择剧情，以及这一次的掉落物，都相当的极品。不错，苏明淡淡一笑，直接将亡灵法杖收进了系统空间中。至于其他装备，则是狩猎团里那些高级工会成员所掉落的，品阶都不错，基本都是黄金级。苏明没有犹豫，也都一一妥善收好。亡灵召唤黄金级，售价 X1200000经验点，
军团光环黄金级，售价 X94000经验点。死亡研报术黄金级，售价 X88000经验点。毁灭之刃黄金级，售价 X74000经验点。随着韩英等人一死亡，在苏明的目光中，一系列的技能栏也浮现了出来。和 BOSS 怪一样，只要苏明击杀了对应的职业者，同样可以进行一次免费的技能掠夺，而第二次掠夺则是需要使用经验值进行购买。亡灵召唤，苏明看了一眼韩英的技能栏，双眼微微一亮。这个技能带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开启一座深渊大门，召唤出来自深渊世界的骷髅生物，无疑是随时都拥有一支不死军团，相当的恐怖。如果要掠夺，亡灵召唤自然是第一选择。当然，军团光环这个黄金技能也很不错，可以提升召唤物的强度。苏明不禁咽了咽唾沫，准备掠夺掉亡灵召唤以及军团光环这两个技能。不到10万点经验值，用这点经验值兑换一本黄金级技能书，绝对值得。苏明神情一喜，有了一丝冲动，他的目光微微一凝，再次看向了其他职业者的技能栏，大部分都是白银级技能，虽然可以免费掠夺，不过貌似意义不大，只会白白占据技能卡槽。毕竟一转职业者只能拥有6个技能位置，而达到30级段位才能获得8个。如今苏明已经有了6个技能以及一个入门级禁咒，如果掠夺韩英的2大亡灵专属技能，刚刚好凑齐8个。其他的白银技能没有必要再掠夺了，并且苏明刚刚击杀掉的2头亡灵古龙 BOSS， 此时的尸骸依旧躺在亡灵祭坛中，苏明还没有对其使用掠夺技能。希尼尔和亚西塞这2头亡灵古龙都是黄金级中级 BOSS 怪，技能都很不错，如果再掠夺2个 BOSS 技的话，我还需要遗忘掉2个技能。苏明看了一眼亡灵祭坛中心那2个如山脉一般巨大的尸骸，黄金光环弥漫，每一个技能都无比华丽。轰！一阵轰隆声让苏明猛然恢复了清醒，从沉思中抽离了出来。他微微一抬头，看向了天穹，那里黄金古龙埃尔法浑身都在释放着金红色的光芒，心脏位置更是闪烁着华丽的法阵。恶龙之心技能全开，暴怒下的终极 BOSS。 而在埃尔法的身旁，另外一头亡灵古龙生命值仅仅跌落了一半不到，也展开了残破的古翼，每一次挥动都席卷起来了狂暴的飓风。苏明眉头一皱，再度握紧了手里的黑血之刃，先解决掉阿尔法。苏明心中暗暗想到，而后取出了好几瓶药剂，将魔力药水、恢复药剂等药水一口气全部喝光，生命值恢复，获得额外的防御光环，攻击力加成，法力值恢复到满点。大火球术、冰冻术、元素箭矢。苏明纵身一跃，朝着阿尔法和另外一头亡灵古龙疯狂输出。应对阿尔法的方法自然是使用冰系技能，元素箭矢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根根寒冰箭矢猛地弹射向阿尔法，让这头刚刚恢复了一点生命值的黄金古龙疼得嗷呜一声，血条一震，疯狂下跌。而那头最后的亡灵古龙在死亡研报术和火球术的双重轰击下，一样被重击得不断后退。此时的苏明格外冷静，这可是最后的关键时刻，如果失败，不仅会损失掉大量的战利品，就连黄金 BOSS 技都要失去好几个，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啪的一下，苏明从怀里取出了一块看上去无比破烂的羊皮卷轴，契约卷轴，做其专属，一张白银级卷轴。这是苏明在外卖平台购买的，早在来副本前他就已经囤积好了契约卷轴。毕竟苏明一直对亡灵古龙心心念念，怎么可能不囤积一些契约卷轴？现在正好到了使用的时候。第11章签订契约，驯服黄金巨龙埃尔法。恭喜您成功使用契约卷轴，已选定目标亡灵古龙埃尔法。契约失败。失败。听到提示音的一刹那，苏明稍微皱了下眉，奶奶的，竟然失败了。不过想了想，苏明也恢复了正常的神情。埃尔法毕竟是暗金级 BOSS 怪，等级高达67级，想要驯服哪有那么简单？更何况苏明的契约卷轴也不过是白银级，用低级卷轴去驯服高级混血魔种，可以说是相当的困难。早知道直接购买暗金级卷轴了。苏明苦涩的笑了下，他也没有想到这次能遇到这么多亡灵古龙，不仅能超额完成转职任务，还可以驯服到一头黄金坐骑。如果能提前预知，苏明至少也会准备3块暗金级羊皮卷。再来，深吸了一口浊气，苏明再次抛出了2张卷轴。契约失败。提示声再次响起，埃尔法还没有处于濒死状态，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将埃尔法杀到真正的残血。苏明冷静地分析道，
想要驯服这种级别的恐怖 BOSS， 契约卷轴品阶又低，让埃尔法处于濒死状态再驯服，的确是唯一的方法。试一试这个，苏明很快做出了决定，再次使用了元素箭矢技能。只是这一次，他直接释放出了无数道光明箭矢，以及同样数量的黑暗箭矢。这本黄金级技能书有一个隐性机制，同时释放不同元素箭矢时，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伤害效果。光明系箭矢能克制亡灵系不死生物，而黑暗系箭矢融合光明属性，则是能产生剧烈的攻击波动，带来无比恐怖的法爆伤害。这样一来，埃尔法绝对顶不住。更何况，苏明还留有后手。哗啦啦，将囤积的法爆卷轴一一取出，7、8块法爆羊皮卷全都化成了星星点点的尘埃光束，朝着苏明涌来。死！苏明猛地一挥手，黑血之刃的尖端，那些刚刚凝结出来的元素箭矢，在力量的贯彻下，哐当一声融合在了一起。黑暗与光明两种相互排斥的元素，在苏明手中变得无比融洽。只不过，这种融洽只是暂时的，一旦命中埃尔法，便会产生一阵剧烈的爆炸。果然，唰的一下，无数道比先前要硕大好几倍的箭矢猛然落在了埃尔法的身躯中。-3万、-5万、-7万2千、-10万，恐怖，太恐怖了！饶是苏明都有些愣住了，他没有料到自己竟然打出了10万点伤害。万伤，在整个全民转职世界里都是象征着精英职业者的水准，而这一次苏明却凭借单纯的技能便达成了。虽然在使用杀神王座以及黑潮之月禁咒时，苏明也可以爆发出10万点伤害的层次，然而用常规技能打出10万伤，完全是两种概念。BOSS 技法爆卷轴极品装备。苏明深吸了一口气，冷静地分析了下，他能释放出这种程度的伤害结果，和自己身上的一系列属性加成有关。不仅是元素箭矢技能让基础攻击力得到了增幅，装备、法爆卷轴，甚至是杀神职业的专属特性，都让攻击力完成了2次叠加、3次叠加。当然，最重要的莫过于是元素箭矢的隐性机制。黑暗和光明这两种相互排斥的元素属性融合后所产生的法爆伤害太过凶猛。再来！苏明轻声一喝，叮！契约成功。伴随着一道清脆的提示声落地，苏明猛地眼前一亮，卧槽！驯服成功了！暗金级 BOSS 怪，黄金亡灵古龙，驯服成功了。当苏明驯服成功的一刹那，他的属性栏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增加了一个新的词条坐骑。坐骑亡灵古龙阿尔法 LV67。苏明心中涌现出了一丝难以形容的激动，亢奋，简直是太亢奋了！这可是亡灵古龙啊，而且是前海湾副本里的终极 BOSS 怪，暗金级67级，附带恶龙之心这种恐怖 BOSS 技。多的不说，这样一头坐骑，即便是京都的那些头部龙骑士，怕是都会有一丝丝的羡慕，堪称极品坐骑。拉风倒没朋友。埃尔法，苏明微微眯了下眼，看向天穹中的埃尔法，自己刚驯服的坐骑，沉声说道：攻击亡灵古龙 BOSS 斯卡洛。斯卡洛正是最后一条亡灵古龙，如果能完成击杀，苏明将会直接获得3张亡灵古龙凭证。这种级别的华丽战绩，恐怕转职后职业品阶都会提升一个档次。传说级职业，苏明不禁咽了咽唾沫，有了一丝期待。地狱级难度的转职任务，超额完成，总共3张亡灵古龙凭证，这不得让杀神职业瞬间进阶成传说级。奶奶的，想想都刺激。好，在苏明的注视下，原本残血的埃尔法猛地一晃头颅，硕大如山脉般的身躯虽然有些摇摇晃晃，却依旧展现出了属于巨龙血统的高贵和压迫感。同一时间，苍魂公会、复活法阵，死一般的寂静。韩英以及10几名苍魂公会的高级职业者全都被传送到了这里。和永恒公会的合盟一样，韩英他们在被苏明击杀后掉落了1/4的等级，装备也被爆了出来，直接传送回城。那名职业者究竟是谁？他竟然敢对苍魂公会出手！沉默的气氛被那名个头矮小的刺客所打破，他微微张开了嘴角，满脸都是不可置信。究竟是哪个公会的成员？这是在向我们苍魂宣战啊！一旦激起千层浪，当刺客一开口，周围的职业者们也纷纷被激怒了，怒不可遏地议论了起来。没错，抢走2头亡灵古龙 BOSS 不说，竟然还将对我们出手！奶奶的，但凡让我知道他是哪个公会的，老子必定找上门死战！我的黄金装备被爆出去，那特娘的是我花了3年酬金才买下来的极品装备。别说了，我的4维属性竟然永久跌落了200点。亡灵古龙 BOSS 怪，要不是那个杀千刀的，今天这一波
我们每个人都至少能捞到几千万的战利品。狩猎团的一众成员情绪都被彻底点燃了，恨不得当场将苏明给大卸八块。然而，韩英却猛地一皱好看的眉头，环顾了一眼所有人，娇声喝道：“闭嘴！”第42章，暴怒的韩英。闭嘴！不成器的东西！韩英一袭华丽的法袍，精致的脸蛋中，美眸里噙着一丝冰冷。他的目光从狩猎团成员的身上一一划过，神情威严，如同一位君王在审视着众生，一下子让10几名职业者都咽了咽唾沫，默不作声了。韩英的脾气，所有人都相当清楚，和苍魂宫会长差不多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仅仅是一个眼神就能让人不寒而栗。更何况韩英的职业也是暗金级亡灵法师，谁敢当面惹怒他？不说得罪一名亡灵法师的下场有多么凄惨，韩英背后的苍魂工会就可以将他们给压得喘不过气来。都在这待着，哪儿也不准去。韩英冷冰冰地丢下这么一句话，而后直接转身离开，朝着苍魂工会的大厦中心走去，只留下众人一阵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的眼神深处看到了一片苦涩和无奈。面对这样火爆的大小姐脾气，他们能有啥办法？只有忍着呗。实在是忍不住，嗨，那就退出苍魂工会，当个无依无靠的散人职业者。当然，狩猎团的成员们也明白韩英的愠怒是为何，毕竟为了得到埃尔法这头黄金坐骑，韩英可是下足了血本。史诗级一次性物品圣光吊坠都已经用掉了，却连一头亡灵古龙都没有拿下，甚至还因此失去了暗金级法杖，等级也掉落了10级。换任何人心里都会不平衡。想到这里，狩猎团的成员们也只有长叹一口气，将心里的怨气深深地压了下去。学习了死亡研报术，能释放出禁咒，轻松打出万伤，一身白银级装备以及亡灵使徒得专属黄金头冠。另一边，朝着苍魂大厦走去的韩英神情凝重，轻声呢喃着。和狩猎团的其他成员不同，此时的韩英所在意的并不是到手的亡灵古龙坐骑被截胡了，而是在思考苏明的来历。这样一名职业者，含金量很高，绝不可能是无名之辈，身后一定有一个丝毫不亚于苍魂工会的存在。而且韩英无比确定，一开始在刚进入前海湾副本时，他所见到的那名青年正是苏明。也就是说，苏明在短短几天时间里，竟然在前海湾副本中击杀了亡灵使徒 BOSS， 并且获得了那块毁灭头冠。他才多大，已经有了这样的实力？永恒工会，还是说江南省那边的工会2代？韩英心中一紧，回想起苏明的长相，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不是被帅气的颜值所吸引到了，而是因为苏明太年轻了，却已经有了堪比50至60级职业者的攻击力。不，韩英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脑海里浮现出了杀神王座以及黑潮之月这门禁咒所释放时的场景，他浑身都有些轻微的颤动。或许他已经拥有了击杀60级3转职业者的力量。一念及此，韩英加快了步伐，乘坐电梯朝着苍魂工会大厦的顶层前去。这件事情很严重，已经超出了韩英的掌控范围。一名顶级的天才职业者，属性栏无法查看，同时拥有死亡研报术、禁咒以及连他都闻所未闻的杀神王座，一座巨大无比的黄金王座，一瞬间便足以拍死亡灵古龙 BOSS 的恐怖存在，以及苏明那年轻到让人心惊肉跳的年纪。这一切都让韩英感受到了强烈的惶恐和不安。此时的他只想将这件事情全盘告诉给自己的父亲，也即是苍魂工会的会长，让韩木去定夺。如果苏明背后的势力是一个 S 级工会，那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或许这是一场工会战争的前奏，他们苍魂工会被盯上了。可惜韩英这段时间一直在前海湾副本中刷怪，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一切。倘若他打开手机，一定能看到短视频平台里关于苏明铺天盖地的消息。中海市天才职业者这个话题已经登上了全国热搜，来自全国各地的顶级大学也派出了招生办的顶级职业大神抵达了中海，前来招揽苏明入学。前海湾副本亡灵祭坛，叮！恭喜您成功击杀65级 BOSS 怪亡灵古龙卡洛斯，获得经验值58000点。冰冷的提示声响了下，接近6万点经验值一下子涌入。最后一头亡灵古龙 BOSS 也被击杀了。苏明大口的喘息了下，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累，太累了。在处决掉最后的终极 BOSS 怪后，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惊喜，而是感受到了无比沉重的疲惫。废话，先后和韩英他们玩心眼子，双杀亡灵古龙，驯服埃尔法，
一系列的操作后，他那紧绷的精神也达到了极限。随着最后的亡灵古龙被处决，苏明自然也长松了一口气，彻底躺平了。稍微休息了一阵，他才缓缓坐起身，先掠夺技能，再清点所有战利品。苏明咽了咽唾沫，心中暗自思忖道：好！一声龙吟，响彻整个浅海湾副本。在苏明的注视下，埃尔法猛地一挥动身后的残破古翼，朝着亡灵祭坛飞来。直到最后，埃尔法匍匐在地面，抬起那个硕大如礁石的头颅，向苏明的方向凑了凑。亡灵古龙的体型，近距离看居然这么夸张，确实是庞然大物。天穹中的亡灵古龙，便有山脉一样巨大，一舒展开双翼，就足以遮蔽天空中的阳光。而现在，趴在苏明脚边，显得更为恐怖。毫不夸张地说，仅仅是埃尔法的头颅就比苏明大了100多倍。这样一头坐骑，恐怕不用出手，一出现在中海市，就能将那些低级职业者给吓个半死，压迫感直接拉满。不过和先前不同，现在的埃尔法对苏明没有一丝恶意，相反，如同一只哈士奇似的趴在地面，冲着苏明轻轻晃动了下身后的骸骨长尾，活生生一个讨好主人的小修狗。哐当一声，苏明将所有生命药剂全都取了出来，直接丢到了亡灵古龙的面前。哪个杀千刀的，竟然给我们家小阿尔法杀到残血了？来，乖乖，先喝100瓶生命药剂。苏明如沐春风一笑。第43章亡灵法师专属恐怖的召唤技能。听到苏明的话后，也不知道埃尔法究竟有没有听懂，骤然一愣，而后轻轻一抬头，张开了大口。金色的火光在埃尔法的口中不断凝聚，宛如一颗炙热的太阳即将凝结而成。卧槽！苏明啪的一下拍了拍埃尔法的头颅，干咳了2声，急忙说道：好家伙，动不动就龙焰是吧？乖，你先闭上小嘴。苏明像是在哄小孩似的说了一句。见到埃尔法重新耷拉下了小脑瓜，这才长松一口气。刚才那一幕倒不是埃尔法要对苏明发起攻击，一旦被驯服成坐骑后，亡灵古龙和苏明之间便已经缔结了生命契约。如果苏明死亡，埃尔法也绝对活不了。亡灵古龙 BOSS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处于半死状态的生物，智慧程度不高。简单来说，凝结出龙焰就和哈士奇轻轻一口咬住铲屎官是一个道理。撒娇，只是一头暗。荆棘亡灵古龙的撒娇，奶奶的，这谁顶得住？暂且不说苏明现在生命值状态很低，就算是完美状态下，如此近距离的一波龙焰，怕是血条也会直接清零。小阿尔法，先喝掉这些生命药剂，自己待一会。苏明咽了咽口水，一阵汗颜，连哄带骗的将亡灵古龙给支开了。随后，自己则是将目光放在了一大片的技能栏中。叮！恭喜您成功遗忘技能生命强化，此技能已转换为技能书。叮！恭喜您成功遗忘技能冰冻术，此技能已转换为技能书。叮！恭喜您成功遗忘技能大火球术，此技能已转换为技能书。冰冷的提示声一一在脑海中响起，苏明直接遗忘掉了3个技能，这些都是白银级技能。只不过对于目前的他而言，这些技能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了，遗忘掉是最佳选择。大火球术能够炼金成为黄金级技能，后续如果遇到合适的炼金术士，倒是可以让这本技能书进阶一下，也是能用的。苏明沉思道，生命强化这本 BOSS 技在白银级技能书里绝对是天花板级的存在，只是苏明轻轻一皱眉头，如果是黄金级的话还可以，白银级稍微弱了一些。没办法，苏明如今升级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攻击伤害也在疯狂增长。在短短1个多星期内，原本对他而言相当适合的生命强化技能，此时也显得有些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技能卡槽能多提升几个就好了。苏明暗暗想到。一转职业者6个技能，二转职业者8个技能。如果按照这个技能限制，苏明的掠夺天赋并不能完全发挥出作用。倘若无限制掠夺，没有技能数量限制，掠夺天赋所产生的效果将会发生质一般的飞跃。苏明双眼微亮，无比期待第2次转职后职业所发生的变化。一般情况下，每一次转职都能获得相当丰富的转职反馈，除了获取到一定数量的4维属性点外，还能得到对应的职业专属天赋、专属技能，甚至一些罕见的情况下，还可以得到转职神殿赐予的稀有物品，例如一件黄金级装备。叮！恭喜您成功使用技能学习冷却卷轴。在遗忘掉3个技能后，苏明也使用了好几块冷却卷轴，让原本暗淡的技能卡槽重新恢复了光亮。全民转职世界里，如果遗忘掉原本的技能，想要再次学习新的技能，
必须要等待至少半个月以上的冷却期。解决的办法并不复杂，使用冷却卷轴即可。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亡灵召唤。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军团光环。苏明一口气从韩英那里掠夺掉了2个技能，一个是免费掠夺，军团光环则是花费掉了94000点经验值。名称：亡灵召唤，主动技能，品阶：黄金级。属性：此技能释放后可召唤至少1000头亡灵系不死生物，随着等级提升，召唤的亡灵骷髅数量可以得到增幅。所召唤的亡灵系生物基础等级为 LV10级，若需要召唤高级混血魔种，召唤物数量将会减少。描述：此技能为亡灵法师或亡灵祭祀专属技能，普通职业者无法进行学习，且此技能拥有一条隐性机制，使用技能召唤出的亡灵系生物属性以及血统将会根据召唤者的自身属性而变化。召唤者越强，召唤物越强。名称：军团光环，主动技能，品阶：黄金级。属性：亡灵系技能辅助技能，使用此技能后可增幅一切召唤物的强度，提升召唤物的4维属性，或赋予额外的防御力、攻击力、狂暴、生命值光环，能提升召唤物的战力。不过此增幅效果将会有一定限制，且光环增幅效果最大值与召唤者的自身4维属性、职业品阶、最大攻击力成正比。描述：军团光环为辅助系技能，且仅限于辅助召唤物，在所有亡灵系技能中属于极为罕见的特殊技能，使用此技能的召唤者精神属性越高，最终所产生的效果越强，一种可以打造出不死军团的恐怖技能。这么强！在掠夺掉了韩英的2大专属技能后，苏明直接使用鉴定术查看了一下对应的效果。然而这一看却让苏明不禁睁大了惊骇的双眼，太强了！2个技能都堪称极品，不愧是亡灵法师的专属，相当的恐怖。单看亡灵召唤，一旦学习了这个技能，哪怕苏明的等级只有1级，也能直接召唤出1000多头亡灵骷髅，并且这些召唤物的强度也不会差，等级最次的也是 LV10级。这是什么概念？等于说一名1级的职业者啪的一下开启深渊大门，身后跟着浩浩荡荡1000头不死系生物，一整个不死军团。如果放在中海市役中，怕是能让那些刚刚转职的高3学生全都被吓得魂飞魄散，浑身软成一滩烂泥。第44章大丰收。海量的 BOSS 技，等级提升后，从深渊世界召唤来的亡灵骷髅数量还能再提升。召唤物的属性和血统和召唤者有关。苏明认真地看了下技能栏中的属性介绍，心头一动。如果是杀神职业的话，召唤出的亡灵生物或许不是亡灵骷髅，也有可能是恶魔。按照技能介绍来看，的确是这样。深渊世界里的不死生物可不只是亡灵骷髅，像韩英使用圣光吊坠所召唤来的混血魔种，便是一种强大的骷髅炎魔。倘若是苏明直接进行召唤，恐怕基础召唤物的等级和4维属性会远高于韩英。毕竟苏明的职业品阶就高出了2个档位，如果减少召唤数量的话，或许召唤出一头 LV50级、LV60级的恐怖恶魔也不是没有可能。等法力值恢复后，试一试这个技能的强度。苏明心中暗暗想到，现在的他法力值早就消耗得一干二净，已经没法再施展这个黄金技能了。如果想要检验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得等到法力值彻底恢复。像亡灵召唤这种专属技能，一般而言所消耗的法力值都会相当恐怖，丝毫不会比死亡研报数少。没有充足的法力，很难完美释放。当我的等级提升到100级段位以后，甚至是好几百级，是否能一口气召唤出成百上千头高级恶魔 BOSS？ 或者说，如果职业品阶升到了传说级，乃至是半神级，基础精神属性也提升到了一种可怖的程度，那么我是否能同时召唤出和自身等级一样的混血魔种？苏明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虽说亡灵召唤这个技能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是一种消耗型技能，召唤物的强度都不会太大，充其量只能是炮灰。就和韩英一样，他所召唤出的低级亡灵骷髅，目的并不是为了一击杀死亡灵古龙 BOSS 怪，而是为了消耗阿尔法的血条和生命状态。骷髅炎魔才是真正的输出伤害。可是苏明却有不同的想法，毕竟这个召唤技能所召唤出的不死生物都能为自己所用，那么如果让消耗型的召唤物变成永久性的随从呢？是不是会彻底改变这个技能的使用方法，或者说开创出一种新的效果，用召唤出来的亡灵生物打造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不死军团？恐怕想要达到这种程度，这个技能也需要进阶到英雄级，甚至是史诗级以上。苏明淡淡一笑，回过了神来。的确，这个想法看上去有些太过大胆了，暂且不说能不能实现，至少
以苏明目前的法力值来看，貌似也不足以支撑他召唤出同等级的恶魔生物，除非和韩英一样使用圣光吊坠类似的史诗级物品，不然根本就不要想。慢慢来。苏明深吸了一口气，将目光放在了另一边。亡灵祭坛。此时的亡灵祭坛中还躺着3座如大山似的残缺骸骨，正是被苏明给杀死的亡灵古龙、希尼尔、亚西塞、卡洛斯。这3头终极 BOSS 怪都是黄金品阶，4维属性没有埃尔法那么强大， BOSS 技自然也相对来说要差一些。不过好歹也是黄金级的终极 BOSS， 每一个技能都算不错，放在京都这种大城市一样会掀起一阵狂潮，让所有职业者趋之若鹜。当然，对苏明而言，亡灵古龙的技能的确很珍贵，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极品。因为随着等级的提升，他可以从各种顶级 BOSS 那里掠夺想要的一切技能。苏明的未来充满了一切的可能。燃烧之环，黄金级，售价 X1700000经验点。巨龙之翼，黄金级，售价 X1300000经验点。亡灵龙焰，黄金级，售价 X1560000经验点。不死龙骨，黄金级，售价 X1300000经验点。巨龙骨爪，白银级，售价 X73000经验点。华丽，太他奶奶的华丽了！苏明只是看了一眼，便意识到了这3头亡灵古龙的技能究竟有多么疯狂。多的不说，一大片的黄金级 BOSS 技，而那些白银品级的技能一样强大且夸张到了极点。卧槽，全都想要，咋办？苏明疯狂地咽了咽唾沫，眼神中噙着一丝淡淡的期待。如果说在遇到亡灵使徒 BOSS 时，苏明已经有了想多掠夺几个技能的冲动，那么现在这种冲动已经被拉升到了临界点。然而现实有些无奈，技能卡槽已经满了，他没办法再掠夺更多的技能，最多只能再获得3个。死亡研报术、元素剑矢、神隐步、亡灵召唤、军团光环、鉴定术、禁咒、黑潮之月。苏明看了一眼自己的技能栏，除去不占用位置的鉴定术以及禁咒外，已经有了5个技能，再多掠夺1个都不行了。遗忘神隐步、元素剑矢。苏明嘴角轻轻一扯，咋可能？这2个技能都是黄金级，效果也相当优秀，并不是一定要攻击技能才是最强的。神隐步的辅助效果堪称一流，而元素剑矢能驯服埃尔法这个黄金巨龙，靠的便是这个神技一般的存在，也不可能遗忘。一时间，苏明有些皱眉，默不作声。貌似……猛然，苏明双眼微微一亮，好像还有几张冷却卷轴。苏明咽了咽唾沫，脑海里再次浮现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奶奶的，为啥不能直接遗忘技能？毕竟遗忘后技能也不会消失，只会变成技能书，等到再次转职，技能限制解封后完全可以重新学习，又不是不在了。可以。苏明深吸了一口气，神情一喜。的确，眼前的这些技能不论是哪一个都很香，总不能就直接丢在这里不管了吧。而变成技能书，后续好歹也能用得上，即便是不用也完全可以卖出去。第45章大丰收。炸裂的战利品，不过经验点稍微差了一些。亡灵古龙的 BOSS 技大部分都是黄金级，掠夺售价很贵，即便是白银级，价格也在7、8万左右。如果要全部掠夺转换成技能书，苏明如今手里的经验值貌似还差了一点。也不急，副本里再转一转，收割一波韭菜应该就够了。苏明双眼微微一亮，他现在已经驯服了埃尔法，再加上刚获得的亡灵召唤技能，想要获取个10几万经验值并不是什么难事。毫不夸张地说，埃尔法在前海湾副本里完全是霸主一样的存在，恐怕都不用苏明出手，那些低级混血怪物一见到这头黄金巨龙便失去了抵抗的念头。收割个10几万经验值，那还不是手到擒来？想到这里，苏明点了点头，而后看了一眼亡灵祭坛。清点战利品，名称：亡灵古龙凭证，终极 BOSS 凭证 X3， 品阶：黄金级，属性：亡灵古龙凭证是一种极为珍贵的转职凭证，龙骑士职业晋升100级段位的必需物品，且此物品也可以用于炼制成药剂，或者作为材料对装备进行炼金。描述：每一块凭证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根据击杀的亡灵古龙 BOSS 怪等级、属性、专属技能不同，所掉落的凭证也有所区别，使用后带来的效果差距极大。名称：属性宝石，随机 X4， 品阶：黄金级，属性：加100点随机4维属性，永久提升，限制无。描述：
随机属性宝石，每一颗都能带来100点基础属性的提升，且此提升为永久提升。相对于指定属性宝石而言，随机属性宝石有一个隐性机制，使用后或许将带来额外100点的专属属性增长。名称：质朴的龙刃。品阶：黄金级。属性：加200点力量，炼金；加370点精神力，炼金；加500点法抗，炼金。描述：黄金级怪物材料是一根破碎的龙爪，呈现出弯曲的刀刃造型，在炼金术士的精心打磨下，可以成为一件最低为黄金品级的攻击型装备，且附加一定程度巨龙血统，出现装备技能的概率较大。名称：充满符文的龙骨。品阶：暗金级。属性：未知。描述：一块硕大的龙骨，充满了各种神秘的符文。此龙骨并不属于亡灵古龙 BOSS 怪，而是一块由 BOSS 掉落的专属物，无比的坚硬。符文疑似为某种古老巨龙的专属技能法阵。此物品若让高级炼金术士打磨，或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切记不要随意与其他物品进行融合，否则将会损失一块极品怪物材料。名称：破碎的死亡之翼。品阶：黄金级。属性：加300点攻击速度，加600点移动速度，加200点敏捷属性，加200点法抗，加350点物理免疫。描述：破碎的死亡之翼为凛冬副本毁灭黑龙的专属死亡之翼的磨损版。此物品并非攻击型装备或武器，不过却可以直接进行穿戴。使用后将获得一对漆黑如墨的残破古翼，并获得飞行能力，提升攻击速度以及移动速度。在必要时刻能激活一定程度巨龙血统，免疫部分物理伤害，提升法抗伤害，甚至是得到巨龙生物的专属光环 buff。名称：亡灵龙目通行证。品阶：史诗级。属性：使用此物品后可直接绑定身份，并获得一个永久通道，可前往副本世界亡灵龙目。此物品为一次性道具，只可绑定一名职业者，且绑定后无法再切换身份。描述：亡灵龙目为大量龙族生物死亡后的埋骨之地，其中栖居着无数头恐怖的巨龙骸骨，它们全都处于半死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彻底转化为亡灵古龙等不死系生物。龙目中也存在着其他不死系亡灵生物，以及前海湾副本里的终极 BOSS 怪混血魔种冰尾蝎。切记，在使用通行证时一定要谨慎，因为你无法确定出现在龙目中会不会被突然秒掉。面对无数头死亡后的巨龙生物，不论是谁都会有些心惊胆战。卧槽！苏明直接懵了，甚至爆了一句粗口。在鉴定术的效果下，亡灵古龙所掉落的物品一一出现在苏明的眼前，太疯狂了！饶是苏明此时都有些坐不住了。华丽、丰富、极品，4颗属性宝石，还是黄金级的属性宝石，每一颗都能带来100点属性提升，甚至在隐性机制下还有可能带来200点属性增长。这意味着，如果全部使用掉，苏明在一瞬间便能获得额外的400点至800点的属性增加。这种级别的提升，基本上等同于一名黄金职业者连续提升40级才能获得的升级反馈。毕竟，一名普通的黄金职业者每升1级，也不过是只能得到10几点到20点的自由属性。而苏明呢，啪的一下，直接到手800点，怎么会不让人疯狂？质朴的龙刃，充满符文的龙骨。苏明微微一眯眼，看向了这2块顶级的怪物材料，全都是从亡灵古龙 BOSS 那里掉落出来的，一个是黄金级，一个是暗金级。奶奶的，这丝毫不亚于2件黄金装了。苏明猛地咽了咽唾沫，心中一阵惊喜。黄金级怪物材料，在整个全民转职世界里也算是顶级物品了。中海市的各大交易所和拍卖行，好几个月都不一定能有巨龙系黄金级材料出售，而每一次出现都必将引来所有高级职业者的哄抢，尤其是100级段位以上的大佬，更是对这种物品情有独钟，哪怕付出再多的代价，都一定要抢到手。因为每一件黄金材料都是独一份的存在，除了能用来炼金，还有其他隐性作用。甚至许多禁咒想要提升品阶，从入门级升到普通级，也需要黄金材料才能完成晋升。黄金级死亡之翼，史诗级龙目通行证。当然，所有物品中最让苏明心跳加速的，莫过于是最后2件东西。第46章毁灭黑龙的死亡之翼。祭祀披风，凛冬世界的终极 BOSS 毁灭黑龙死亡之翼，那可是和黄金史矛革并列的古老巨龙，而现在我竟然获得了一个低配版的死亡之翼。苏明咽了一口唾沫，情绪一下子变得亢奋了。这个黄金级翼斩并不是武器，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翅膀。全民转职世界本就是游戏和现实融合，全球进入数据化时代，而翅膀在苏明前世的网游里也是常见的物品。死亡之翼的作用很直观，一旦穿戴，苏明便可以无视引力，获得飞行能力。同时，他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
也会得到质一般的飞跃。当然，除了附加的属性能力外，翅膀类物品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极为拉风的外观，简直是帅到炸裂。试想一下，一名职业者身后猛然舒展开一片华丽的羽翼，双脚轻轻一点便飞向了天穹之中。暂且不说带来的战斗增幅有多强，仅仅是这拉风华丽的外形就足以让对手啪的一下直接懵掉。尤其是那种脆皮职业者，如果苏明和一名法师对抗，法师站在原地连续释放出10几颗火球，而苏明呢，轻轻一挥死亡之翼便可以轻松躲开所有火球术攻击，直接绕后黑血之刃一斩终结对手。这就是翅膀的恐怖，先天优势实在是太夸张了。前几个月京都一个 SS 级公会的交易所貌似就拍卖出了一件黄金级一斩，当时的成交价达到了20亿。苏明暗暗想到，心中不禁一紧。一般情况下，黄金级装备的市场价也不过是1个多亿左右，即便是极品的精装，也就几个亿的市值，而同样是黄金级的翅膀类物品却能拍卖出几10亿的价格，这也证明了翅膀的罕见程度。但凡有人出售，绝对会引起一片惊涛骇浪，无数高级职业者都会眼红，并为此大动干戈。没办法，物以稀为贵。更何况翅膀的效果也很出色。龙木通行证，最后一件物品，史诗级，也让苏明最为震惊，竟然能开启一座巨龙的埋骨之地。就连混血魔种兵尾蝎也龙墓里。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此时的他终于有些明白，为何韩英煞费苦心都要击杀掉亡灵古龙 BOSS。 韩英的目的恐怕并不是一整头巨龙骸骨，而是试图染指整座龙墓，而龙墓里的混血魔种兵尾蝎也是韩英计划的一部分。难怪。苏明皱了皱眉，轻声喃喃道，韩英连圣光吊坠这种史诗级物品都宁愿割舍，图谋的竟然是这种东西。圣光吊坠的价值相当恐怖，虽说是一次性物品，可毕竟能召唤出骷髅炎魔，完全可以用在更高级的 BOSS 怪身上。然而为了埃尔法和其他几头亡灵古龙，韩英却不惜直接使用掉了圣光吊坠。他一开始所想要的就不单单是埃尔法这头黄金巨龙坐骑，而是 BOSS 怪掉落的龙木通行证，以及龙墓里的混血魔种冰尾蝎、凛冬世界的冰辟蝎、纯血初代种、毁灭黑龙死亡之翼也在凛冬副本里。苏明轻轻一皱眉头，心中有了自己的打算。看来前海湾副本和凛冬世界貌似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不知道龙墓中有没有前往凛冬副本的传送法阵。想到这里，苏明神情一阵憧憬，有了一丝期待。奶奶的，谁能想到一名还没有完成第2次转职的职业者，在大神眼中的小人物，此时竟然已经有了一座龙墓巢穴，甚至已经开始图谋纯血初代种冰辟蝎这种级别的终极生物，即便是那些百级大神都碰不了一点，而苏明却已经接触到了。看看亡灵古龙掉落的装备有哪些。清点了怪物材料、死亡之翼等物品后，苏明又将目光放在了满地的金色光环中。亡灵古龙 BOSS 自然有掉落装备，而且还是品阶不错的顶级物品。名称：祭祀披风，品阶：暗金级，属性：加300点体质，加3500点物理防御，加2500点法抗。专属装备技：祭祀汲取。当受到法术伤害时，可以吸收一部分法术攻击转换为自身法力值；当受到物理攻击时，可转换一部分物理攻击为自身生命值。限制：无，全职业可装备。描述：祭祀披风为顶级 BOSS 装备，唯有亡灵系生物才可掉落。此物品不仅能吸收法术伤害，也可以吸收物理伤害，能同时提升职业者的生命值与法力值，是一件难得的极品装备，且可以进行2次炼金。名称：风暴骨毛，品阶：黄金级，属性：加250点力量，加200点精神，正50%物理暴击，正100%物理吸血。专属装备技：风暴。将风暴骨毛抛掷出去时，有一定概率可触发风暴效果，骨毛将会分裂成多根，最少分裂成4根，最多分裂成100根。当100根骨毛出现时，可席卷成一片风暴，命中目标后将会带来恐怖的物理暴击伤害，并附加一定程度的法术攻击力以及持续伤害。限制：骑士职业 LV 30级。描述：风暴骨毛拥有着极高的属性以及强大的装备技，风暴技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了黄金 BOSS 级的强度，如果运用得当，此装备技的效果将产生出极为骇人的伤害结果。当然，使用风暴骨毛装备释放技能后，可以让装备技能完成2次增幅。名称：复活石，完美 X2。属性：使用后可完美复活1次，原地复活，不掉落装备，满血复活。限制：无。描述：复活石
顶级物品，没有品阶划分，能净化一切负面效果，驱除所有技能和禁咒的冷却期，当然也有一定概率可以得到一个复活 buff， 在短时间内免疫一切伤害。名称：巨龙铠甲，坐骑铠甲。品阶：黄金级。属性：提升坐骑的防御力、攻击力、生命值，且可以提升骑士的属性，增幅坐骑和骑士的配合度。限制：无。描述：坐骑铠甲，坐骑专属装备，职业者不可穿戴。此物品蕴含一丝巨龙血统，当坐骑装备后，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巨龙威压。若坐骑本身便拥有巨龙血统，配合此装备，可以释放出装备技巨龙之怒，让龙吟释放出领域效果，对目标带来持续的法术伤害。第47章，华丽的暴风骨毛。奶奶的，这么华丽！苏明猛地深吸了一口凉气，彻底被震撼到了。原本他以为死亡之翼、龙木通行证就已经足够炸裂了，却没有料到竟然还有更让人疯狂的战利品——暗金级披风、黄金级风暴骨毛。这两件装备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神物，单单是都附带有一个装备技能，就已经足够秒掉市面上一大堆的精装了。并不是所有装备都自带装备技，许多装备也不过是一两个词条，增加的4维属性也相当有限。有些精装甚至只能提升100-200点的敏捷属性。而苏明呢，这一次爆出来的披风和骨毛都堪称一绝。卧槽，一上来就是3000多点的物理防御，祭祀汲取能同时吸收受到的法术伤害和物理伤害。苏明嘴角不禁扯了扯，双眼一阵微亮。暗金级的祭祀披风比苏明所想象的还要夸张，属性词条就有3个，最差的也是300点体质，而装备专属技能足以媲美一些高级的黄金 BOSS 技了。最为重要的是，这件装备还能进行2次炼金，也就是说，装备的属性和词条可以再次增加。这已经不是普通暗金级装备的价值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完全可以媲美英雄级武器。苏明咽了咽口水，尽量让自己的心情冷静下来。不是他心理素质不好，而是这件装备太他奶奶的顶了。这玩意儿要是被大型公会得到，怕是恨不得直接开一场拍卖，少说也能卖个10亿。风暴骨毛能分裂出最多100根，呈现出风暴效果。在看到风暴骨毛的属性描述后，苏明不由得干咳了2声，差点窒息。如果说祭祀披风让苏明情绪亢奋，那么风暴骨毛直接让他狂喜了。你管这叫黄金级？苏明大口的喘息了下，肾上腺素狂飙。4个词条，100根风暴骨毛，恐怖的物理伤害，持续输出伤害效果。这种华丽的属性，别说黄金级，许多暗金级武器都不一定能有。只能说不愧是亡灵古龙 BOSS， 掉落的东西品质不是一般的好。当然，苏明轻轻一皱眉头，心中暗自思忖道：难道说和杀神职业有关？从最初进入浅海湾副本时，他便发现了一丝端倪。貌似自己所击杀的 BOSS 怪，每一次掉落的物品都好得有点过分，不仅属性和品级很高，额外的装备技也无比夸张。这种东西，就算是击杀100级 BOSS 怪，怕是都不一定能爆出来吧？不知道2次转职后能不能再获得一个额外的天赋或者辅助系技能？苏明若有所思，他已经觉察到了杀神职业的一些隐性效果，或许高爆率便是其中一个。等到他不断转职，等级提升到一定层次，也许这种隐性效果会被无限放大，击杀一头1级小怪，直接爆出黄金极品装备，想想都有些刺激。复活石和巨龙铠甲效果也不错。苏明瞄了一眼这2件东西，这些都是神级选择剧情所触发的奖励，品质自然不差，毕竟系统出品的都是精品。哗！苏明直接将巨龙铠甲给埃尔法川戴上，而自己也装备了祭祀披风和风暴骨毛。黑血之刃一下子不香了。苏明握了握手中的黑刃，不禁淡淡一笑道：风暴骨毛的手感明显要好很多，物理伤害也更强。当然，黑血之刃是苏明最初获得的装备，对这柄黑刃他也有了一些感情，倒是没有直接放弃，而是将黑血之刃别在了腰间，手中握住风暴骨毛，当个辅助武器也不错。苏明轻声呢喃道，他的职业是罕见的史诗级杀神职业，对他来说装备限制意义并不大，因为杀神职业赋予了苏明学习全职业技能、穿戴全职业装备的能力。换句话而言，不论是狮的权杖还是骑士职业的长矛，他都可以使用。黑血之刃的属性效果，放眼黄金级武器中也算是不错的存在，没有必要直接丢掉，留个后手，当成辅助武器。或许在将来的战斗中，
还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将战利品都收起来，去副本里再转一圈，收割一波低级混血怪物的经验点，然后把亡灵古龙 BOSS 的专属技能掠夺了。苏明轻轻按压了下太阳穴，做出了一个清晰的规划。在击杀 BOSS 后，所有技能都可以进行掠夺，不过也有时间限制，如果超出时间限制，便失去了掠夺机会。想要获得亡灵古龙的所有技能，苏明必须要有充足的经验点，不然也只能完成3次免费掠夺。像亡灵龙焰、不死龙骨这些便只有无缘了。这一次确实是大丰收，将硕大的亡灵古龙尸骸收进系统空间，又将一大堆的白银级物品、黄金级战利品都妥善收好。苏明不禁如沐春风一笑道，除了黄金装外，这3头亡灵古龙还掉落了大量的白银级材料以及白银级装备。正常情况下，一头高级 BOSS 怪爆出的东西肯定不止一样，只是苏明的爆率确实高了一点点。仅仅是卡洛斯这头亡灵古龙就掉落出了6件装备，1件风暴骨矛以及5件白银装备。这要是被苍魂公会的韩英知道，怕是当场就要被气吐血。如果没有苏明的出现，这些东西原本都是属于他的。走，小阿尔法。苏明神情惬意地笑了笑，召唤了一声身旁趴着的亡灵古龙，直接骑在了黄金巨龙的背后，而后目光一凝，看向了前海湾副本的深处。同一时间，苍魂公会大厦顶层，会长办公室里，韩英神情一惊，浑身都在剧烈的颤动禁咒。死亡研报术，中海市一中的学生苏明。第48章，苏明的身份被曝光。会长办公室，坐在韩英对面的是一名中年男人，长相和韩英有几分相似，不过神情却极为严肃，一看就知道是常年身居高位养成的习惯。此时的韩木一只手轻轻敲击着桌面，目光却紧紧注视着面前的一块平板电脑。平板电脑中，苏明的各种高清视频正在一一播放。短短几分钟时间，韩木便确定了苏明的身份。前海湾副本里，那个头戴亡灵使徒、毁灭头冠的职业者，正是最近声名鹊起、震惊了全网的苏明。一个不到20岁的高中生，就是他夺走了黄金巨龙阿尔法，还同时终结了另外几头亡灵古龙。韩木微微眯了下眼，看向坐在自己正对面的女儿韩英。然而此时的韩英却睁大了惊骇的双眼，浑身都在轻微的颤动，像是被遏制住了喉咙似的，有种快要窒息的感觉。你怎么了？见到韩英的反应，韩木眉头一紧。父亲。韩英微微张开了小嘴，瞳孔猛然放大，沉默了许久，才用一种极为震惊的语气缓缓说道：我的技能消失了。你说什么？听到女儿的回答，韩木猛地站起身，一脸不可置信。他冲到了韩英面前，一把抓起韩英的胳膊。高级鉴定术开启。果然，亡灵法师职业还在，然而亡灵召唤、军团光环这2个顶级技能却彻底消失不见了。父亲，这是怎么回事？韩英大口地喘息了几下，彻底懵了，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无法言喻的惶恐和惊骇。作为一名暗金级职业者，韩英知道自己拥有着无法预期的未来，只要自己顺利成长，将来一定会成为和父亲一样的高级职业者，跺一跺脚都能震动一座城市的存在。而现在，韩英一直引以为傲的职业技能却凭空消失了，一点征兆都没有。死亡后的负面效果吗？韩木皱起眉头，即便是身居高位的他，一时间都有些无法控制情绪，声音都带了一丝颤抖。不对，这貌似是永久消失。韩英双眼再次一怔，怎么会这样？永久消失？苏明。韩英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回过神来，眼神紧紧地盯着自己的父亲，沉声说道：是苏明，他毁掉了你的专属技能。听到韩英的话后，韩木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眼神微微一阵冰冷，咬紧了牙齿，吐出几个字：好狠毒的小子。韩木轻轻拍了拍女儿的头，转过身，没有再看向韩英，而是眯起眼眺望着窗外的景象。苍魂公会大厦本就建立在中海市的中心地段，从这里看下去，能俯视整个城市的景观。韩木沉默了许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不用担心，我会立即让公会里的高级职业者去寻找苏明。如果调查清楚了真相，是他毁掉了你的职业技能，老爸会亲自让他付出代价。韩木眉头紧锁，目光里杀意越发的浓郁。他转头再度看向了韩英，继续说道：至于你的那2个技能，我会尽最大的能力为你恢复，即便最后没办法复原，我也会让你再觉醒一次职业。韩木轻轻抚摸了下韩英的额头，女儿，别忘了，你是双生职业者，哪怕失去一个职业，你依旧可以成为这个全民转职世界里最耀眼的存在。安慰下，韩英终于恢复了神态，轻轻点了下头。
那张好看到让人失神的脸蛋也逐渐恢复了些许血色，不再那么苍白和失神。父亲，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苏明身后真的没有工会做依仗吗？我担心他的背后有一个不亚于我们苍魂的存在，或许这一次的出手便是工会战争的前奏。韩英将心里的想法全盘托出。韩英本就是一名天才，不仅天资过人，心智也远超同龄人。苏明的出现实在是太过古怪了，而他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也根本不像是一名普通的职业者，更像是顶级工会所培养出的种子。这次争夺亡灵古龙 BOSS， 或许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倘若苏明真的代表着另一个头部工会的意思，那么苍魂工会或许在不久后将会迎来一场巨大的灾难。苏明背后的工会将会向苍魂宣战。我们是得罪了谁吗？韩英说出了心里的顾虑。听到女儿的担心，韩木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摇了摇头，稍微斟酌了下，才开口说道：小英，有时候并不一定要得罪才会出现争夺，工会间的明争暗斗太正常不过了。不过你要明确一点，我韩木只有你一个女儿，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老爸都会竭尽全力去保护你。苏明，我记住他了，即便他的背后是 SS 级工会，我也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哪怕是和双 S 级工会宣战，那又如何？韩木的话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韩英神情一愣，彻底被触动到了。好，谢谢老爸。韩英将头埋在韩木的怀里，目光中噙着一丝委屈，轻声一哼，都快要哭出声来了。不过我想亲自动手，我要杀了他，将他杀到等级清零。韩英大口的喘息了几下，将已经快要溢出眼角的泪花给憋了回去，用小狗般呜咽的声音轻轻哼唧道：好。韩木宽大的手掌再次抚摸了下韩英，果断的回应道。而韩英呢，此时的眼神中流露出了一片复杂的情绪，他的脑海里已经印刻下了苏明的身影，不知道为何，或许是仇恨、愠怒，还是不甘。苏明出手击杀亡灵古龙的画面始终停留在韩英的脑海中，久久无法散去。浅海湾副本第49章，第一次遗忘技能，顶级技能书。浅海湾副本，湛蓝的天穹，黄金沙滩，一头山脉般巨大的亡灵古龙从天穹中一闪而过，原本厚重的云层都被冲散开了，阳光斑驳洒向了海岸。舒服。亡灵古龙背后，苏明微微一眯眼，心情无比愉悦，竟然这么轻松就获取到了60多万点经验值。苏明深吸了一口气，轻声喃喃道：埃尔法的强大超出了他的预期。怎么说呢？埃尔法本就是浅海湾副本的终极 BOSS 怪，等级又高达67级，在一众混血怪物面前，毫无疑问是绝对的霸主级存在，都不用苏明出手，只是短暂的半小时就直接收割了几十万点的经验值，这种感觉简直是舒服的要死，享受、丝滑、惬意。苏明揉了揉太阳穴，直接在埃尔法背上展开了掠夺，准备将希尼尔、亚西塞、卡洛斯这几头亡灵古龙的技能一一掠夺掉，再耽搁下去恐怕会超出掠夺时效。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燃烧之环。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亡灵龙焰。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不死龙骨。一连串的冰冷提示声响起，苏明一口气将3头亡灵古龙的所有技能全都掠夺掉了，同时又将大部分技能再次遗忘，转换成了技能书。看着手里10来本技能书，苏明的眼眸再次微微一眯。随便一本白银级技能书，估计都能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涛。苏明沉思道：的确，在这个世界，技能书本就是无比珍贵的物品，相对于装备来说更为重要。而苏明手里的这些技能书全都是亡灵古龙 BOSS 的专属技，在市面上根本找不到同样的第2本，价值何其昂贵。随便一本最次的巨龙骨爪，一旦放到交易所，都能让整个中海市的职业者惊掉下巴，而最终的成交价恐怕也会是一个天价。如果运营的好，说不定一个 B 级工会都能因为一场拍卖而直接晋升成 A 级工会。毕竟这些技能书所带来的影响力和流量已经超过了一头亡灵古龙的价值。以后再进入副本前，一定要准备足够多的冷却卷轴，方便将珍贵的 BOSS 技转换成技能书。苏明舔了舔嘴角，有些意犹未尽地道：契约卷轴也要多备上一点，如果有高级巨龙生物再驯服一头坐骑也不是没可能。直到现在，苏明才真正意识到了掠夺天赋的正确打开方式，找到合适的 BOSS 技直接掠夺，只给自己使用。不，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黑市商人，疯狂掠夺各种高级 BOSS 怪的专属技能，
然后使用冷却卷轴强制解除遗忘技能的冷却器。这样一来，苏明每一次进入副本都可以收割到10几本，甚至是几十本顶级技能书。奶奶的，这可不比那些怪物材料要值钱多了。一念及此，苏明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不知道龙墓里还有多少顶级巨龙系生物。他现在手里还有一张龙墓通行证，一旦绑定身份，便可以开启一个前往亡灵龙墓的通道。那里的巨龙 BOSS 绝对不止4头，或许有10几头乃至几十头。这么多的亡灵古龙，无数种血统的巨龙，如果一一击杀并掠夺掉这些巨龙的专属技能，苏明恐怕能在短时间内一飞冲天，成为让全国各大顶级职业者都需要跪舔的存在。试想一下，一出手就是一本巨龙技能书，龙焰、龙息、不死龙骨、顶级恢复技能、顶级回血技能、顶级防御技能。可以说，只要从苏明这里购买足够多的技能书，完全可以打造出一名如同人形巨龙般的职业者，同时拥有龙族的各系技能，得到全方位10倍甚至是100倍的提升。当然，最顶级罕见的技能苏明绝对不会出手，而是留给自己使用。好东西肯定是要留给自己了。看一下亡灵古龙的专属技能究竟有多强。经过了短暂的斟酌，苏明最后留下了3个技能，分别是燃烧之环、巨龙之翼、亡灵龙焰。这3大技能效果都极为出色，尤其是燃烧之环，埃尔法也同样拥有这个技能。点开属性栏，查看技能列表。然而刚一点开，苏明却不禁瞳孔猛地一缩。与此同时，前海湾黄金礁岸边，一行狩猎团队停住了脚步。这个狩猎团的成员长相都更为稚嫩，和韩英所带领的苍魂公会职业者们截然不同，因为他们都还是高中生。没错，此时在海边扎堆的一群人，正是中海市一中的学生，才完成第1次转职仪式没多久的高中生。此时许清雅他们全都目瞪口呆，抬起头看向天穹，那里一头如山脉般伟岸灿烂的巨龙，就这样横在半空中，将头顶的阳光完全阻挡了。一片沉重的黑影就这样覆盖在了许清雅他们的头顶。那是前海湾副本里的终极 BOSS， 清雅学姐，那是亡灵古龙。队伍中传来学生们震惊的声音，好几名高中生更是一脸的骇然，下巴都快要被惊掉了。67级的 BOSS， 许清雅那好看的脸蛋上出现了一丝淡淡的震撼，小嘴微开，贝齿紧紧咬住红唇，也彻底懵了。怎么会？不是说这个白银副本里最高等级的 BOSS 也只是60级吗？应该是变异种。一旁龙尘同样被震惊到了，皱了皱眉头，用不太确定的语气说道：不然就是原本的终极 BOSS 已经完成了进化，等级提升了一定程度。这是黄金巨龙。许清雅深吸了一口浊气，从黄金巨龙埃尔法的身上收回了目光，说出了自己心里的判断，轻声道：每一头巨龙在死亡后都有可能转化为亡灵古龙，而这一头古龙每一块骨骼都呈现出黄金般的质地，应该是传说中的黄金巨龙。看来前海湾副本和我们所想象的不太一样。听到许清雅的话后，在场的学生们全都眼前一亮，再次受到了心灵暴击。第50章清冷校花的惊呆。亡灵古龙，卧槽，黄金巨龙。我的印象里，貌似黄金巨龙最出名的便是凛冬世界里的黄金史矛革。不会吧，中海市的白银副本里竟然有这样的顶级生物存在。黄金史矛革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算是所有龙骑士职业者的梦中情龙。死！接近70级段位的恐怖 BOSS， 这头混血魔种一口火球竖下来，恐怕我们都得凉凉。恐怕你想多了，把恐怕去掉。如果真的和清雅学姐说的一样，这头亡灵古龙在死亡前是一头黄金巨龙的话，都不用使用技能，仅仅是对我们释放巨龙领域，那种强大的压迫感就足以让我们在场的所有职业者全部毙命。太恐怖了，我只是想刷个级，就这么难吗？的确，这次的白银副本貌似有些不对劲。黄金礁岸没有低级混血怪物就算了，现在连黄金亡灵古龙都出现了，这真的只是白银副本吗？赶紧跑吧，不然我们估计得重新回到一中的复活法阵了。狩猎队伍里全部学生都被吓得脸色一阵发白。黄金巨龙的名气大到无法想象。怎么说呢？高中课本里黄金史矛革就是最著名的一节课程，所有语文老师都会重点讲解黄金巨龙的各种详细属性，以及它们与生俱来的血统效果。恶龙之心就足以让无数名高中生闻风丧胆，直接被吓破胆。而现在，这样的恐怖生物却出现在了许清雅他们头顶，怎么能不让人惊恐？此刻，所有人都已经失去了继续在副本里刷级的念头，只想要尽快离开这里。
返回学校，好好的静一静。不用慌张。在一片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中，许清雅揉了揉太阳穴，好看的眼眸扫视了一遍众人，再次开口说道：“我们头顶这头黄金巨龙并不是无主之物。”许清雅的声音一落地，整个狩猎队伍全员懵了。不是无主之物？卧槽！岂不是说这头接近70级的亡灵古龙 BOSS 已经被职业者给驯服了？奶奶的，黄金坐骑，这也太拉风了吧！帅到炸裂！见到众人一阵沉默，眼神里流露出了深深的震惊，许清雅轻声干咳了2下，继续解释说道：“我拥有顶级鉴定术，可以查看这头亡灵古龙的属性栏，在名称后方已经出现了一个小标识。这头名为埃尔法的古龙，在刚刚被一名强大的职业者给驯服了。不过，我的鉴定术却无法查看那名职业者的身份。”许清雅没有隐瞒任何信息，将所有情况都讲述了一遍。怎么会呢？一旁龙尘皱了下眉头，有些坐不住了。清雅，你的鉴定术不是黄金级吗？就连史诗级物品都可以查看，怎么无法鉴定？龙尘沉声问道。的确，在这个世界，鉴定术一样有等级划分，从最次的黑铁级一直到半神级，每一种鉴定术的效果都相差无几。不过，能够鉴定的物品层次却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而言，鉴定术只能查看不高于自身等级4个品级的物品，比如黄金级鉴定术可以查看黄金级、暗金级、英雄级、史诗级等一系列物品的属性栏。如果超出史诗级，则必须要拥有暗金级鉴定术。当然，如果鉴定的目标是职业者，即便是有史诗级鉴定术，也有可能失败，因为职业者可以使用技能或者其他方法直接隐藏自身的属性栏。不要叫我清雅，我们没那么熟。面对龙尘的话，许清雅直接对了一句，而后才看向其他同学，解释道：“亡灵古龙背后的那名职业者大神，自然是隐藏了自身的属性，不希望被别人发现。毕竟，能驯服黄金巨龙的大神，不是我们能去随意窥视的。”许清雅停顿了下，看向狩猎队伍里的同学们，浅浅一笑，温和地说道：“不过，不需要太担心，对于这种级别的大佬而言，我们不会造成一丝威胁。自然，他也不会对我们出手。大家还是振作起来，继续刷级吧。全国统一高考就要开始了，争取在高考前完成2传，取得优异的成绩。”许清雅的话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一时间，这些高中生也长松了一口气。也对，能驯服阿尔法这种级别的黄金巨龙，捏死他们这些高中生和捏死几只蚂蚁没啥差别，甚至还要更加轻松。都不用出手，只需要亡灵古龙一个眼神看过来，便足以震碎众人的小心脏。倘若真的要清理掉他们，恐怕亡灵古龙背后的那位大神职业者早就出手了，也不用等到现在。许清雅所说的话很有信服力，只是他忽视了一个点，那就是苏明并没有隐藏自己的属性栏，而是因为杀神职业的特性，即便许清雅拥有顶级鉴定术，也没办法查看苏明的属性。毕竟，杀神职业本就是一种极为高贵的罕见职业，全世界唯有苏明拥有，自然不会让其他职业者随意窥视。就算可以，至少也要好几百级，同样是史诗级品阶的职业者才能勉强办到。苏明，狩猎队伍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然而，许清雅却轻轻皱着眉头，始终将目光放在天穹中的亡灵古龙身上。不知道为何，此时的他脑海里却冒出了苏明的模样。亡灵使屠头关24级。许清雅小嘴微微一张开，倒吸了一口浊气，心脏都有些收紧了。这头亡灵古龙会不会和他也有关系？想到这里，许清雅的神情一阵变化，心情极为复杂。应该不可能。片刻后，他摇了摇头，否认了自己的想法。一名高中生如果能驯服黄金巨龙坐骑，说出去怕是能让全国震惊。许清雅再次按压了下自己的太阳穴，看来最近压力太大了，没休息好。第51章6倍法爆伤害。名称：燃烧之环，主动技能，品阶：黄金级，属性：此技能一旦释放，可凝结成一片燃烧的金色火环，可多次凝结。随着凝结的燃烧之环数量增多，所消耗的法力值越大，每一块金色火环命中目标都可以带来至少4维属性总和 x2倍的法术攻击力，且金色火环能对目标进行持续灼烧，并降低目标的生命值、施法速度、防御力、回血恢复效果等。当火环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能形成燃烧之环领域，此领域下释放技能者为唯一的主宰。描述：恐怖的黄金 BOSS 技，且此技能可使用技能点进行提升，进阶后燃烧火环将完成蜕变。名称：
巨龙之翼，被动技能。品阶黄金级。属性被动技能，一旦学习后能获得巨龙之翼幻影，增幅攻击速度、移动速度，并获得额外的巨龙之翼防御 buff、生命值、暴击效果、回血恢复效果等一系列属性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描述巨龙之翼为辅助被动技能，此技能配合翅膀类物品，可带来极为出色的效果。当没有装备翼展时，巨龙之翼技能仅带来幻影，无法让释放技能者获取飞行能力。名称亡灵龙焰，主动技能。品阶黄金级。属性释放后可创造出一片火焰之海，其中富有亡灵气息，能对一切生物造成亡灵系伤害。同时，亡灵龙焰中蕴含有一丝巨龙血统，一旦被此技能所命中，任何目标都会受到巨龙烙印的灼烧，持续掉落生命值，承受法术暴击伤害，最高可达到6倍法爆效果。且此技能与其他技能可同时释放，一样可产生6倍法爆输出。描述亡灵龙焰，亡灵古龙专属技能。火焰之海出现时能呈现出领域系技能效果，不过与领域系技能不同，释放亡灵龙焰所消耗的法力值巨大。卧槽！苏明只是看了一眼刚刚掠夺的3大 BOSS 技，瞳孔便不禁猛地一缩。疯狂，简直是太疯狂了！燃烧之环，黄金技能里的天花板，和死亡岩爆术有些相似。燃烧之环可以多次释放，当金色火环的数量达到一定限制时，便能触发隐性机制，持续对目标造成一系列的 buff 伤害，从生命值到施法速度、回血恢复效果等都能进行不小的削弱，完全是一本强攻型技能。综合伤害绝对是苏明所有技能中最强的存在。而巨龙之翼这个技能虽说是被动技能，学习后只能被动触发，可是增幅攻击速度、移动速度，带来额外的生命值、暴击效果、防御力，单看这些基础属性就已经让这本技能书的价值达到了暗金级的水准。而技能在被动触发时所呈现出来的巨龙古翼幻影，还能配合苏明的死亡之翼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强。苏明微微虚了下眼眸，对于这2个 BOSS 专属技能相当的满意，全都是巨龙生物的血统技，确实强的不是一点点。当然，最让苏明惊喜的还是最后一个技能亡灵龙焰。奶奶的，这个技能售价不贵，效果却这么变态。苏明瞳孔一阵放大，心里暗中思忖道：6倍法爆伤害，还能和其他技能直接融合释放，真离谱！亡灵龙焰这个技能最强大的地方，莫过于是可以创造出火焰之海，一种类似于领域的技能效果，不仅可以不断对一切生物造成持续的伤害和属性打击，同时所产生的最高法爆竟然达到了6倍。6倍法爆伤害，这是什么概念？简单来说，直接让法术攻击力提升了 600%， 而在融合了其他技能后，这个伤害结果还能以几何式的程度爆炸增加。在学习了这个技能后，加上死亡岩爆术，苏明能轰出42倍法术攻击伤害，整整42倍！奶奶的，哪怕是1000点法术攻击，在这种级别的叠加下，都能呈现出4万多点的恐怖伤害了。而这还没有算上装备效果，舒服！苏明深吸了一口气，心满意足，得劲儿！虽然这次来前海湾副本完成2转任务，到目前为止他的等级依旧是30级，相比于之前没有太多的提升，然而实力绝对完成了10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提升。仅仅是一头亡灵古龙坐骑，就已经让他的输出伤害最低达到了67级职业者的水准，不，准确来说远超出这个层次。毕竟阿尔法能轻松秒杀掉同等级的职业者，而苏明的专属物品杀神王座一召唤出来，也能轻而易举的拍死6、70级的职业者。这样一来，综合实力可以说是相当恐怖了。回城先转职，然后将各种怪物材料和掉落物品全都出手了。苏明眯起眼，淡淡一笑，更是哼了2声小曲，满载而归，心满意足。不过那几本亡灵古龙的 BOSS 技能书还是要多看2眼再出售。苏明忽然皱了下眉角，想到了什么，自顾自的喃喃道：如果和亡灵龙焰一样，虽然是白银级技能书，却有黄金级的技能效果，那卖出去可就亏了。苏明沉思了下，技能书一样可以使用卷轴完成进阶，和技能点的效果差不多。如果白银级技能书就已经达到了黄金级的层次，完全可以先进阶后再出售，价格自然能翻上许多。如果技能效果真的出色，也可以留下来自己使用。不知道柳妹咨询的炼金术士情况咋样了？苏明看向中海市的方向，轻轻一拍埃尔法，示意亡灵古龙朝着城市飞去，而他则是摸索着下巴，想起了那个黑丝神官。中海市天穹中，一头黄金巨龙划过，安静。
却将厚重的云层都一一击散。这是一头亡灵古龙，品阶达到了暗金级，等级更是高达 LV67级。第52章全是震惊，黄金巨龙坐骑。随着这个庞然大物一出现，整座城市彻底炸开了锅。卧槽！快看，那他奶奶的是啥？亡灵古龙！亡灵古龙！不，这特喵的可是黄金巨龙，和黄金史矛革一个级别的顶级巨龙生物。妈耶，这也太疯狂了！中海市啥时候还有这种坐骑了？不会是京都来的顶尖职业大神吧？有可能，毕竟咱们中海苏神在友谊赛里的战斗视频震惊全网后，已经吸引到了京都各大顶级学府招生办的注意，可能是清北大学的魔导师来了吧？我勒个去！67级的坐骑，还是不死系生物，如果放到交易所，怕是能拍出一个天价。太帅了，一整个炸裂！男人的热血呀，有木有？我要是有这样一头坐骑，每天上学都横着走。少年，你怕是在想屁吃？你知道亡灵古龙 BOSS 有多恐怖吗？别说训话，就连直接终结击杀都相当困难。没错，我估计这头巨龙身后坐着的不是京都的顶尖大神，那就是某个头部工会的大少爷。看来咱们中海市接下来一段时间要热闹了。自从苏神的视频火了以后，陆续来了好多顶级大佬。不知道明年中海能不能成为旅游胜地？要是可以变成网红打卡地就好了，也能拉动一下当地的经济。城市里，一众职业者只感觉到头顶一片阴影投下，而后一抬头便见到了硕大的亡灵古龙。在鉴定树下，所有人都能清晰地看到埃尔法的详细属性栏、华丽的技能列表、恐怖的4维属性，以及那明晃晃的金色标志，一头暗金级亡灵古龙 BOSS。一时间，整个城市都热闹了起来。中海市全员职业者一阵目瞪口呆，彻底被震惊到了，疯狂的议论声都快要将城市给掀翻了。没办法，毕竟埃尔法的颜值太高了，炸裂又拉风，没有谁能抵挡得住一头黄金巨龙的魅力。除非驯服了黄金史矛革，也只有这种纯血巨龙生物能和亡灵古龙埃尔法稍微碰一碰。在所有人的瞩目下，亡灵古龙朝着中海市转职神殿的方向靠近，很快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中。而另一边，转职神殿顶层，苏明轻轻纵身一跃，从埃尔法的身后跳了下来，一脚踩在了大厦的天台上。小埃尔法，苏明挥了挥手，山脉一样巨大伟岸的黄金巨龙猛地一震，当即变成了星星点点的元素尘埃，覆盖向了苏明的手背，直到最后缩小成了一片淡淡的巨龙烙印，看上去和一块细小的纹身一样。有坐骑就是方便。苏明看了一眼手背上的巨龙烙印，呈现出弯曲的亡灵古龙造型，很霸气。您好，请问是苏阁下吗？天台，几名身穿黑丝以及包臀职业装的妹子踩着高跟鞋屁颠屁颠的小跑了过来。站在 C 位的一名高挑美女瞪大了好看的眼眸，朝着苏明深深一躬身，而后试探地问了一句：是。苏明冲着高挑美女点了点头。从副本出来后，苏明便打开了转职神殿 App， 用高级全民身份预约了转职神殿的天台场地。怎么说呢，和前世的国际酒店差不多，像这种高端场所一般都有天台停机坪，只不过放在全民转职世界里，这里则是用来停放坐骑。至于苏明眼前的这一水黑丝妹妹们，当然是来迎接他的了。虹膜验证通过，脸部识别通过，指纹识别通过，已经确定贵宾身份，高级全民苏明。领头的黑丝美女取出了一件精密的仪器，简单的验证了下苏明的身份。伴随着柔和的女性机械音响起，黑丝美女眼前猛然一亮。不到20岁，史诗级职业者，才完成学校里的第一次转职仪式，短短几天内竟然已经升到了30级。带头的高挑美女看着手中的平板电脑，上面呈现出的一连串数据，让她彻底吓呆了。这么年轻的高级全民，她还是第一次见。当然，苏明的前置、升级速度，以及转职神殿经理苏西亲自设置的高级贵宾权限，则是更让这个黑丝妹子震惊。奶奶的，这是被苏西那个小富婆给包了？还是说……一时间，黑丝美女咽了咽口水，再次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明。卧槽，好帅，年轻又多金，高级全民，顶级职业，这谁顶得住呀？苏阁下，贵宾侍请。黑丝美女深吸了一口浊气，急忙调整好了心态，用无比温和的语气对苏明说道，同时她的眼神和勾芡似的，媚眼如丝，恨不得当场把苏明给吞了。不用。苏明摇了摇头，冲着黑丝美女如沐春风一笑。
直接说道：“带我去转职大厅吧，我先提交二转任务。”啊！听到苏明的话后，黑丝美女一愣：“苏阁下，你不是才领取转职任务吗？已经完成了。”苏明没有多解释，果断的说道：“带我去转职大厅，我赶时间。”的确，苏明确实有些急。转职后，他要查看下有没有出现新的职业天赋和技能，也需要将转职反馈的技能点用在那几个亡灵古龙专属 BOSS 技上，好让燃烧之环等一系列的技能完成进阶。毕竟燃烧之环和亡灵龙焰都堪称极品，进阶后的技能效果必定爆炸的吓死人。而结束转职后，苏明也需要赶紧物色交易所，方便将手里的那些技能书给一一拍卖出去。当然，柳妹那边也需要联系一下，出手大量的怪物材料，可以说是相当的忙了，自然没有时间去贵宾室喝茶啥的。至于黑丝妹妹，苏明可是正经人，要什么黑丝？第53章新的妹妹，又是黑丝。在一水的黑丝妹妹的簇拥下，苏明来到了转职大厅里。不过这一次不是直接去高级全民 VIP 窗口，而是被黑丝美女带到了一个奢华的房间里。房间有些暗，仅有一点灯光，精致古老的壁画。在房间的正中心还摆放了一个无比高大的恢宏雕像，是一个赤天使，展开了身后的6片羽翼。在苏明打量着房间的时候，身旁传来了一阵淡淡的香味。苏明回头一看，那个领头的黑丝美女并没有离开，而是猛然凑了上来。啊！苏明双眼微亮，卧槽，还有这种福利！小黑屋、小黑丝、大波浪、苏少，只有2个人的环境里，黑丝美女的声音仿佛都变得更柔和了。她睁大了那对好看的栗子色双眼，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明，耐心地解释道：“领取转职任务统一都是在大厅里，而提交任务则是有专属的转职店。这个房间便是您的转职店。”转职店？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貌似确实有这么个东西。因为每一次转职对职业者而言都是一件极为私密的仪式，会从中获取到丰富的转职奖励。许多职业者，尤其是高级大神，都不太希望被其他人所窥视，不然所有底细都被一一查看，岂不是很没有安全感？那我就先离开了。黑丝美女伴跪在苏明面前，轻轻一歪头，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哎。”苏明不禁干咳了2声：“奶奶的，不离开还能做啥？”可以。苏明依旧神情淡然，没有多说什么。不然呢？这种事情肯定不能主动开口，否则就上了女人的当。好的。黑丝美女起身，不过刚站起来，她又回过头，弯腰看向苏明，发育的接近完美的身材出现在苏明的视野中，一览无余。好家伙！苏明微微一眯眼，有些刺激啊。苏少，需要我向苏西经理转达一下你来了吗？黑丝妹妹的口吻和刚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开口叫苏少了。不过想想也没啥问题，史诗级职业，又有一头顶级的黄金巨龙坐骑，还如此年轻帅气，这样的存在能是自己努力吗？好歹家里也是个 A 加级工会。可以。苏明依旧保持淡定，可目光却也极为大胆地注视着眼前的黑丝妹妹。见招拆招，36D 172。去！作为一名渣男，苏明只是一眼便看出了面前这个妹妹的情况。3、2、1。同时，苏明心里也在默数。果然，下一刻，原本已经准备转身离开的黑丝美女再一次回过了头来，轻轻凑到苏明耳边，再度问道：“苏少，可以加个好友吗？”黑丝美女眨巴了下水汪汪的大眼，一整个纯欲妆容将她的魅力释放得淋漓尽致。解释也好，传达信息给苏西也好，都是借口，加苏明的好友才是目的。可苏明轻轻点了下头，准备答应下来。并不是他来者不拒，而是这个妹妹确实不错，颜值和身材都能达到9.7分以上，绝对是一流的大美女。虽说在气质这一方面比柳妹要差了些，然而那种若隐若现的纯欲感却相当让人上头。副本里打怪那么累，回城后撩拨一下妹妹咋了？有啥问题？苏明正准备答应，脑海里却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军团长的羁绊。选择1，黑丝美女许月，可是禁卫军团长许大神的孙女儿，接受许月的好友申请，或许你会获得一个强大的爷爷，以后和军团长便是一家人了，奖励1件黄金级装备。选择2，许月的个性相当古怪，从未谈过恋爱，却是个海后，如果接受他的好友申请，你将失去一个优秀的红颜知己，而拒绝他的申请，或许会让许月对你直接恋爱脑，奖励1颗暗金级血统宠兽蛋。
C 选择3，开启舔狗模式，倒追许悦，并对他发出约会邀请，奖励10万经验点。提示声一落地，苏明直接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卧槽，这也能触发神级选择剧情？合着这剧情就围绕着女人转了是吧？好家伙，我他妈的直接好家伙！当然，最让苏明意外的并不是神级选择被触发了，而是眼前这个黑丝美女的身份，竟然是如今中海市军团长许天的孙女儿许悦。许天，中海市禁卫军团长，等级 LV420级，比白城主还要高出一大截，整个中海当之无愧的头号职业大佬，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和他掰手腕的存在。苏明轻轻皱了下眉，他对许天有一点印象，一个老牌大神，龙骑士，实力极为强大，可以单杀300-400级的终极 BOSS 怪，甚至能一对一直接干掉一个 A 级工会。没错，1对1，一个人宣战一整个工会。而站在苏明面前，媚眼如丝的黑丝美女许悦，却是这个狠人的孙女儿。想想都刺激。黄金级装备，10万点经验值，暗金级宠兽蛋。卧槽，这次的选择奖励太丰厚了一点点。苏明眼前一亮，222，一如既往，他的选择依旧如此坚定，也不是单纯因为那颗暗金级血统的宠兽蛋，而是因为许悦这样的女生。苏明深有体会，就喜欢被吊着，进展不能太快，得慢慢熬。一旦苏明对许悦表现出一丝的兴趣，或许他就会瞬间下头，不再进一步靠近。不了，苏明果断拒绝，神情淡然地看了一眼许悦道：“你先出去吧，我要开始转职了。”苏明此时的态度显得有些冰冷，然而他却很清楚，许悦最吃这一套。第54章神级选择剧情，恋爱脑反差。哈！听到苏明的话后，许悦明显懵了下，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拒绝了。虽然苏明的条件很优秀，可是许悦深知自己的情况，放眼整个中海市，能有他这种姿色的也找不出几个。原本他只是想要吊一下苏明这个帅气的男高中生弟弟，却不曾想到自己却反而被对方将了一军。海后帆船，好！许悦深吸了一口浊气，尽量不让自己那失态的神情展现在苏明的面前，而后轻轻一转身，急忙离开了房间。不过在离开前，他还是悄然地看了一眼苏明，目光中带着些许复杂的情绪，双眼微微发亮，像是想要看透苏明的心思一样。只不过此时的苏明却连头也没有回一下，因为他的脑海里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叮！恭喜您成功完成选择，奖励已发放。下一刻，苏明的面前骤然出现了一颗硕大的宠兽蛋，整体看上去和鸵鸟蛋一般大小，呈现出银白色，蛋壳上还有一条条黄金纹路，外观极为华贵。暗金级血统宠兽蛋。苏明咽了咽口水，饶是他已经拥有了一头同样为暗金级的巨龙坐骑，然而在面对这颗宠兽蛋时，他的内心依旧一阵激动。全民转职的世界里，宠兽和坐骑的价值基本相同，都是职业者最重要的辅助，尤其是宠兽，对职业者的作用无比巨大。每一名100级以上的大神也都会为了一颗血统高贵的宠兽蛋而付出高额的代价，哪怕是倾家荡产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原因很简单，因为宠兽相对于坐骑来说，能直接增幅职业者的4维属性，甚至许多宠兽还拥有罕见的天赋效果，可以让职业发生变异，提升品阶。一切生物都可以成为坐骑，而只有少部分的罕见生物才有资格称得上是宠兽。这也是为何在得到这颗宠兽蛋后，苏明的心情如此亢奋。等转职后就将你给孕育出来。苏明伸出手，轻轻抚摸了下面前的这颗宠兽蛋，而后妥善地收进了系统空间。孕育宠兽蛋需要极为复杂的仪式，在转职店里并不太合适。啪的一下，苏明取出了3块精致的亡灵古龙凭证，将所有凭证都一一放在了面前一块神石上。随后一片淡金色的圣光从神石中弥漫出来，覆盖住了凭证。叮！恭喜您成功完成地狱级2转任务亡灵古龙凭证。叮！恭喜您职业品阶得到提升，当前品阶史诗级 75%。叮！恭喜您获得转职反馈奖励500点自由属性，500点技能点，1件英雄级装备。叮！恭喜您天赋杀神掠夺品阶提升了，当前品阶传说级。叮！恭喜您获得全新天赋炽天使光环史诗级。炽天使光环史诗级，史诗级天赋解锁2倍技能，1转可同时拥有12个技能，2转可同时拥有16个技能，
3转可同时拥有20个技能，以此类推，你的所有技能释放时消耗的法力值减少一半，且有一定概率释放技能不消耗法力值。当技能栏被占满后，所有技能的伤害结果得到增幅。冰冷的提示声在整个房间内回荡，苏明直接懵了。卧槽，转职反馈奖励这么浮夸的吗？直接就是500点自由属性和500点技能点，以及1件英雄级装备。苏明确实被震惊到了，很难相信这是一名2转职业者得到的转职反馈。一般而言，第2次转职得到的转职奖励都相当有限，最多不过是100点左右的属性提升，而苏明呢，却得到了其他职业者的好几倍，甚至还附带了1件英雄级装备。当然，最让苏明惊喜的还是天赋的蜕变。传说级掠夺天赋提升到传说级后，便意味着我可以直接掠夺传说级 BOSS 技能了。苏明咽了咽口水，就连瞳孔都有些放大了。杀神职业中最强大的地方莫过于这个专属技能了，虽然品阶不高，效果却恐怖到了极点，能够掠夺一切技能。如今完成进阶，苏明只要遇到了传说级 BOSS 技，便可以瞬间得手。每一本传说级技能书在国内都能掀起惊涛骇浪，饶是法神这种头号大神，也都会为了一个传说级技能而不远万里前往副本世界，苦苦寻觅。从这一点足以看出，传说级掠夺天赋究竟有多强。炽天使光环，苏明将目光放在了那个全新的天赋上，眼神中充满了狂喜。解锁2倍技能，法力值消耗减半，有概率不消耗法力值，增幅所有技能的伤害结果。强，太强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天赋和掠夺天赋一样，都是变态级的存在。即便品阶只是史诗级，所产生的效果却能碾压一众传说级天赋，完美配合了掠夺属性。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竭尽全力让情绪恢复平静。炽天使光环简直是雪中送炭，完美解决了苏明技能位置不够的问题。有了这个天赋，他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掠夺 BOSS 技了，不用再顾虑技能限制。只是可惜了，职业品阶并没有提升到传说级。苏明轻轻眯了下眼，稍微有些惋惜的说道：按照他之前的预期来看，这一次超额完成了地狱级转职任务，怎么样也能转职成传说级职业者。然而事与愿违，转职后的杀神职业依旧停留在史诗级层次，距离传说级还是差了一丝。是唯一职业的缘故吗？苏明皱了皱眉角，陷入到了思考中。杀神职业并不是热门职业，而是一种极为冷门的职业，或许和这个也有关系。不然超额完成的地狱级转职任务怎么着也得升一个品阶。名称苏明，职业杀神，品阶史诗级，等级33级，生命值32000，力量370，体质250，精神390，敏捷280。第55章第2次转职，华丽的属性栏。天赋杀神掠夺，传说级，炽天使光环，史诗级。技能鉴定术，黄金级，死亡研报术，黄金级，神隐步，黄金级，元素剑使，黄金级，亡灵召唤，黄金级，军团光环，黄金级，亡灵龙焰，黄金级，巨龙之翼，黄金级，燃烧之环，黄金级，黑潮之月，入门级禁咒。装备黑血之刃，白银级，纹饰戒指，白银级，亡灵长靴，白银级，陨星吊坠，白银级，蔷薇铠甲，白银级，亡灵使徒，毁灭头冠，黄金级，亡灵法杖，暗金级，暴风骨矛，黄金级，祭祀披风，暗金级。翅膀破碎的死亡之翼，黄金级。坐骑亡灵古龙埃尔法，暗金级血统。专属杀神王座。技能点1320，自由点680，经验值成长每提升1级可获得30点技能点以及自由点。背包复活石完美 X2 颗，属性宝石随机 X4 颗，质朴的龙刃，黄金级，充满符文的龙骨，暗金级，亡灵龙目，通行证，史诗级，死亡黑袍，黄金级，磨损，使徒权杖，黄金级，磨损，冲锋之枪，黄金级，黑暗双刃，黄金级，不死龙骨，黄金级技能书，巨龙骨爪，白银级技能书。华丽，华丽到炸裂！在完成第2次转职后，苏明顺手点开了自己的属性栏，准备查看下这段时间的提升。没想到仅仅是看了一眼，他便不禁深吸了一口浊气。太疯狂了！天赋一栏，一个传说级，一个史诗级，便足以让那些百级段位的大神目瞪口呆。而技能栏，海量的黄金 BOSS 技以及一本入门级禁咒更是重量级。如果说死亡研报术已经让苏明火爆全网，那么
燃烧之环、亡灵龙焰这一系列的巨龙血统 BOSS 技一旦被曝光，恐怕饶是京都的法神大佬都要被惊掉下巴。在苏明这个年纪才堪堪2转的阶段，就有了如此惊艳的技能库存，不说吊打全国所有天才职业者，至少在中海市这个地方，他已经成为了金字塔顶端的存在。韩英这种从15岁便完成了觉醒仪式的人气女神，在苏明面前都有些黯然失色。当然，除了天赋和技能外，苏明的装备库存一样华丽到无可挑剔。精品的白银级黑血之刃，热门终极 BOSS 掉落的毁灭头冠，以及从亡灵古龙那里爆出来的黄金级古矛，每一件都是能在中海市引起全城职业大佬瞩目的极品。而祭祀披风、亡灵法杖这2件东西，就算是永恒公会的高级管理，100级以上的职业大神倾尽全部家产，怕是也难以凑齐。只能说，苏明现在的身价已经超过了许多老牌职业者，跻身到了中海市真正的权贵阶层。不知不觉间，竟然囤积了这么多顶级物品。苏明微微眯了下眼，看向了自己的背包库存，一时间心情无比舒坦，肾上腺素都有些上升了。背包里的库存都是他从前海湾副本里获取的，完美复活石2颗，属性宝石4颗，以及一大堆的黄金级怪物材料、史诗级通行证，还有各种磨损度较高的 BOSS 武器。当然，其中价值最高的莫过于是从苍魂公会那里割的韭菜，韩英的暗金级亡灵法杖、重坦骑士的冲锋之枪，还有那个贼眉鼠眼的刺客所使用的黑暗双刃，都被苏明洗劫了。这几样物品的价值相当不菲，如果在交易所拍卖，至少也能捞到10几亿。要是运气好的话，那一柄亡灵法杖就能卖出10亿的天价。不过生命值属性稍微少了一点。苏明注视着自己的属性栏，中肯地分析道：生命值和体质属性挂钩，体质属性点越高，血条越长。当然，在完成第2次转职后，加点任何4维属性都会让生命值得到成长。所以2转职业者的生命值基本都是1转新手的10几倍以上。就像韩英，仅仅是40级就有了接近10万点生命值，血条比苏明多了3倍左右。血统药剂，生命女神药水。苏明轻轻一皱眉角，想起了教科书里的记录。韩英能有10万点生命值，除了等级原因外，自然也和药剂有关。她毕竟是苍魂公会的千金大小姐，财大气粗的公会自然也购买了昂贵的血统药剂。这2种东西都能永久性强化生命值，尤其是生命女神药水，每一瓶都能让生命值属性得到巨大的提升，完成一次完美的蜕变。等囤积的物品全部出售后，也是时候购买一波顶级药剂了。苏明摸索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道：坐骑契约卷轴、技能冷却卷轴、血统药剂、生命女神药水、炼金石、属性宝石、技能强化卷轴。苏明在脑海中列出了一个购物清单。奶奶的，现在的他不说富得流油，好歹也算是一个新晋小权贵，自然要多买点东西。等会去冒险者大街逛一逛。苏明淡淡一笑，自顾自得呢？难道把自由属性点分配了？将目光放在属性栏中，苏明轻轻按压了下太阳穴，开始思考起了如何分配自由属性。还是重点提升力量属性和精神属性吧。很快，苏明做出了决定。杀神职业毕竟是强攻系职业，虽说专属的职业特性下，苏明完全可以将体质加满，成为一名近战职业者。然而，能够疯狂掠夺 BOSS 技，为啥还要苦哈哈的近战硬抗 BOSS 怪的输出？直接点满攻击力，貌似更舒服。啪的一下，苏明点击了下力量属性后方的一个小小的加号，将力量升到了470点，而剩下的580点自由点，则是全部给了精神属性。精神属性是直接影响法术伤害结果的基础属性，优先加点精神，对目前的苏明而言，绝对是最佳选择。第56章，震惊 SS 级公会黄金玫瑰，精神属性970点。苏明看了一眼加点后的精神属性词条，不禁眯了下眼。970点的精神属性兑换成法术攻击力，那便是9700点，随便叠加一个元素剑士，12倍法术伤害，那便是10万多的法术伤害。而且这还是没有装备加成的情况。苏明轻轻吸了一口浊气，饶是他自己都有些被震惊到了。10万多的法术伤害，这是什么概念？奶奶的，100级大神都不一定能达到这种成就，更别说一个才2转的职业者了。而苏明呢，仅仅是一个普攻就可以办到。如果是死亡岩爆术、元素剑士、燃烧之环、亡灵龙焰等一系列的 BOSS 技全部释放，再加上顶级的装备效果，恐怕最终呈现出来的伤害结果高的足以吓死一大片的100级大佬。不知不觉间，苏明确实已经成长到了一种恐怖的层次。
那些老牌职业大佬在他面前都有些黯然失色了。唯一的短板就是防御力了。苏明分析了下自身的情况，淡淡一笑道：“不过有埃尔法这头黄金王灵骨龙在，也不用太过担心防御力的问题。就算遇到了致命威胁，埃尔法也可以抗下一切伤害。”苏明神情一动，的确，亡灵古龙本就是不死系生物，生命值和防御力算是最强属性，完美弥补了苏明的弱点。而且别忘了，苏明现在手里还有一颗暗金级血统的宠兽，一旦这头顶级宠兽被孕育出来，拥有着暗金级血统的宠兽，基础防御力和生命值自然也不会差。有着这样的双重保险，苏明完全不用顾虑生命值的弱点。两头顶级生物顶在前方，苏明只需要在后方持续输出就行了，相当的 nice。叮！恭喜您成功完成2转，尊贵的杀神职业者，你已获得了 SS 级公会黄金玫瑰的入场券，是否加入 SS 级黄金玫瑰公会？注释：黄金玫瑰公会 SS 级公会，全员女性，是京都最神秘的公会之一。公会招收门槛极高，低于史诗级的职业者不可招纳，非女性不可招纳，等级低于200级不可招纳。此次入场券为转职神殿引导天使、炽天使专属赠予，可选择拒绝加入，拒绝后不会得到任何奖励。苏明刚准备离开转职殿，一阵冰冷的提示声从苏明面前的炽天使神像中传来。卧槽 ！SS 级公会！听到提示音后，苏明顿时眼前一亮。SS 级的水准和苍魂公会、永恒公会相比，完全是两种概念。所有大型公会一旦被评级为 S 级，便意味着影响力已经足以覆盖全国。而公会内至少也有500级以上的老牌职业大神驻扎坐镇。SS 级比 S 级更加恐怖，就连京都的法神公会也不过只是 SS 级罢了。而现在，苏明竟然获得了一个 SS 级公会的入场券，还是全员女性的黄金玫瑰公会。这个公会貌似去年在抖音里火了一次，当时一名黄金玫瑰的女骑扛着一柄史诗级长枪武器，直接杀穿了一座英雄级副本，还屠杀终结了一头恶魔 BOSS。苏明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奶奶的，据说黄金玫瑰公会里每一个成员都是顶级美女，而且全员女大佬就没有菜鸡。想到这里，苏明突然有些跃跃欲试。虽说他天性爱自由，不喜欢被约束，就像面对永恒公会的招募，他直接果断拒绝了。对于公会，苏明并不太感兴趣。然而这可是黄金玫瑰哎，嗨，绝对不是因为全员女性的缘故，只是单纯喜欢这个神秘的顶级公会。加入，苏明选择了同意。而后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再度响起。叮！恭喜您成功加入 SS 级公会黄金玫瑰，获得公会福利：一件英雄级装备，生命值加20000点，物理暴击正 10%， 法术伤害正 5%， 回血恢复效果正 15%， 最大法力值上限正 20%。 卧槽！提示音一落地，苏明直接懵了。这么豪横的吗？啪的一下就是2万点生命值加成，法力值提升了 20%。 苏明神情震惊，他确实没有想到黄金玫瑰公会居然这么财大气粗，仅仅是一个公会 buff 光环就已经奢华到了这种程度。难怪全员女大佬所有成员都是史诗级职业者，看来会长小姐姐是个顶级女大佬，能养得起这种公会光环的存在，背景不知道有多恐怖。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下意识地咽了咽唾沫。叮！恭喜您获得了公会发送来的专属物品，指定传送卷轴 X4。 传送卷轴，苏明的手中出现了几张羊皮卷，使用这些卷轴，他便能直接前往黄金玫瑰公会。京都吗？苏明抹撒了下手里的传送卷轴。和龙木的通行证不太一样，传送卷轴是一次性的，可以让苏明前往玫瑰公会一次。当所有卷轴使用完后，便需要花钱购买。而龙木通行证是永久免费，两种东西完全不同。叮！传送失败，您的等级未达到200级，请符合条件后再尝试传送。卧槽！苏明一愣，也对，黄金玫瑰公会的招收条件是必须要达到200级，而我现在才晋升2转职业者，自然无法传送到公会内部。苏明不禁苦涩一笑，而后将所有传送卷轴都收到了系统空间里，等升到200级以后再试试吧。一念及此，苏明也站起了身，准备离开转职殿。好歹也获得了2万点的生命值加成，这一波不亏。苏明心中暗暗思忖道，心情一阵大好。与此同时，京都黄金玫瑰大厦，这是一座无比奢侈的黄金塔，落座在京都最繁华的闹市区，占地面积已经超过了京都最大的地标建筑。玫瑰大厦
是黄金玫瑰工会长百灵一手打造而成，如今作为工会成员的居住地。而此时，在大厦的最顶层，一群有着天使脸蛋、魔鬼身材的神颜天菜美女们全都惊呆了。第57章，百灵会长，京都顶级神秘工会。苏明，19岁高中生，史诗级职业者，如今才完成2转，属性栏没办法查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有一个传说级天赋，以及一个史诗级天赋，等等，还学习了入门级禁咒。总统套房里，一名颜值清纯靓丽、皮肤白皙如雪、身段却如同魔鬼一样无比吸睛的美少女眼前猛然一亮，冲着总统套房里其他10几名女性职业者惊呼道：“我勒个去！咱们会长大大，这是受啥刺？急了，竟然招收了个男高中生弟弟！不是说好了黄金玫瑰工会全员女性吗？嘿嘿，不过这个新成员弟弟好帅的嘞！”肌肤白皙、魔鬼身材的美少女微微一眯眼，当着所有人的面咽了咽口水，一脸恋爱脑吃女笑。卧槽，真的假的？让我也康康！听到美少女的话后，一名穿着白丝过膝袜的甜妹也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直接凑到了美少女身旁。当看到美少女手中的平板电脑后，白丝甜妹同样瞳孔猛地一缩，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惊喜。奶奶的，真帅啊！资质也不错，爱了爱了。白丝过膝袜甜妹如沐春风一笑，同样露出了花痴似的神情，和魔鬼身材的冷白皮美少女对视了一眼，两个神颜天菜都不禁轻轻咽了咽唾沫。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放下你们手中的平板电脑，让我来康康。妹妹你们还小，这种好东西先让姐姐欣赏一下。纯情男高吗？有腹肌吗？ DNA 动了，给我好不好？你们几个收敛点，说不定这是会长大人的小娇妻呢。没事，我就看看，看帅哥养眼吗？不会吧，不会吧，会长大人不会这么小气吧？你还说等会长大大来了，啪的一下给你头都打歪，那我可就要嘤了哟。10几名神颜天菜全都凑了上来，将两个美少女给团团围住，抢走了他们两手里的平板电脑。一群白花花的大腿，波涛汹涌的曼妙身段，倘若被其他男性职业者看到，估计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这哪里是 SS 级工会的大厦，分明就是盘丝洞，这谁顶得住呀？也难怪黄金玫瑰工会只招收女性成员，但凡来个男性，恐怕都已经无心再打 BOSS 怪了。整天夜夜笙歌，乐不思蜀，确实很帅。比起那些大肌肉的大块头，我还是更喜欢这种帅气精致的弟弟，想把他揽在怀里。一名身高达到了177的超模身材美女，一手叉腰，一手将平板电脑高高举起，仰头看着屏幕中。苏明的长相确实很帅气，只是新成员的一张照片，便让这些神颜小姐姐们全都有些倾心了。而这名超模身材的大美女，正是那个扛着史诗级长枪杀穿了一座英雄级副本，徒手终结了恶魔 BOSS 的女骑大佬。饶是她在看到苏明的颜值后，目光都是微微一凝，被吸引到了。妍姬姐姐，你别举那么高，我们看不到了。在妍姬的身旁，刚刚那个穿着白丝过膝袜的甜妹抬起头，一脸委屈巴巴的说道：“对啊，你就欺负我们小短腿。”另外一个白得发光的冷白皮美少女一样睁大了好看的眼眸，娇嗔了一声：“轻言，冷冷，妍姬就是不准备给你们看，才举那么高。过来，姐姐抱抱，咱不和妍姬姐姐玩。”总统套房另一边，奢华的大沙发中，一名戴着金丝框眼睛、身穿职业装、浑身气场如同女总裁一样的神颜御姐轻声一笑，旋即展开双臂，冲着那两名可爱的女生说道。听到这句话，冷白皮美少女绰号名为冷冷的妹子当即一个转身，屁颠屁颠的扑向了神颜御姐。呜，还是洛菲姐姐好，御姐妈妈贴贴。青颜也拉了拉小腿的白丝过膝袜，小屁股一晃，朝着神颜天菜御姐跑了过去。一屋子香香软软的高颜值美女，哈哈，你就宠着他们吧。妍姬将平板电脑搁在总统套房的办公桌边上，而后将一头大波浪巾发给扎了起来，眼神中带着笑意的看了一眼戴着金丝框眼镜的洛菲，神情稍微柔和了下，也一样展开怀抱，轻声说道：“妍姬的抱抱，谁要？”随着妍姬的声音落下，一屋子美女全都双眼一亮，朝着妍姬冲了过去。另一边，会长办公室里，一名颜值接近满分，如同精灵女王一样的美女眉头一皱，看着平板电脑中的苏明的身份，完全懵了。强制入场圈，百灵神情一阵冰冷，转职神殿竟然强制招收了一名成员到工会里。作为京都少见的 SS 级工会，黄金玫瑰工会的招收门槛很高，除非是达到了招收条件，百灵才会选择接纳。而自从工会建立到现在为止，所招收的也全都是女性成员。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转职神殿的引导天使赤天使却强制发放了一张工会入场券。苏明这个新成员，百灵无法拒绝，只有强制纳入，等到3个月后才能将他踢出工会。怎么说呢？在这个全民转职世界里，工会都是由职业者建立而成，可是转职神殿却是由世界数据搭建。也就是说，在权限这一块，百灵即便是会长也不能拒绝苏明的强制入会。即便苏明不符合工会的招收条件，想要将他踢出去，也必须要等待3个月的冷却期。这家伙是幸运女神的未婚夫吗？超凡引导天使竟然对他这么好。百灵神情有些动容，不禁淡淡一笑，轻声呢喃道：才刚刚2转，却获得了进入黄金玫瑰工会的机会，这要是被曝光出去，不知道多少职业者会气得面红耳赤。想到这里，百灵也关闭了平板电脑。目前来看，他倒是不用顾虑太多。苏明的等级还没有100级，想要达到200级的基础条件，至少也需要几年时间。也就是说，在冷却期内，苏明连传送到工会大殿的能力都没有，自然也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成员。到时候踢出去就行了。百灵伸出纤细的手指按压了下太阳穴，神情略微有些疲惫地说道：不过传说级天赋倒是少见，中海市这个临海小城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位顶级天才，不知道京都那些老牌大神出手了没，也算是个好苗子。第58章怀旧服副本，亡灵峡谷。苏西完成2转后，苏明直接退出了转职殿，一离开房间，却迎头见到了熟人。没错，正是上一次给了他高级全民徽章的转职神殿经理童颜巨兔的苏西。再次见到这个被称为宅男女神的苏西，苏明依旧眼前猛地一亮。今天苏西穿了一身相当正式的职业装，虽然她的长相是那种无比可爱的萝莉系甜美少女，可是发育到夸张爆炸的身材却能将原本朴素的黑色小西装给撑得相当饱满，一眼看过去只能觉得眼前明晃晃的，都有点挪不开目光了。再加上苏西那精致的妆容以及认真可爱的凝视，嗨呀！苏明当即干咳了2声，尽量让自己的神情看上去正常一点，毕竟再注视下去就不礼貌了。苏少，也许是注意到了苏明的目光，苏西甜美一笑，稍微提高了下音量，冲着苏明打了个招呼。和许月一样，这一次苏西也直接称呼苏明为苏少，毕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连续提升了30多级，直接完成2转，本身职业又是史诗级，更是驯服了一头暗金级血统的亡灵古龙。这样的年轻大佬不称上一声大少都有些冒昧。对于苏西的称谓，苏明没有过多在意，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笑了下道：好巧，今天你值班吗？听到苏明的话后，苏西不禁莞尔一笑，好看的眼眸里流转着一丝丝的妩媚，开口微笑着道：苏少说笑了，我每天都准时打卡，转职神殿的经理说到底就是一个普通职位，按时上班打考勤是我的职责，当然周末也有休息。说到这里，苏西给了苏明一个微微有些复杂的眼神，苏明恰到好处地偏了下头，回避了苏西的目光对视。奶奶的，别以为我不知道，周末有休息。咋了？想约我？苏明如今已经有了黑丝神官柳妹，等会还要联系那个小富婆出售黄金级怪物材料，说不定还能再次触发一波神级选择剧情，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苏西身上。虽然这也是个神颜小姐姐，可是再美的女人也没有神级奖励来的香。对了，苏少，听说您驯服了一头亡灵古龙坐骑。苏西睁大了明媚的大眼，直视着苏明。对，苏明淡淡一笑，都不用听说，他骑着一头亡灵古龙直接降落在转职神殿的天台，整个中海市所有职业者都能见到，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苏明自然也没有必要隐瞒。真是年少有为。苏西没有掩饰的咽了咽唾沫，稍微靠近了一点，继续问道：那苏少这次第2次转职还顺利吗？在这个世界，并不是每一次转职都能100%成功的，许多职业者在完成转职任务后也会发生转职失败的情况，如果失败便需要重新领取试炼任务，再进行一次转职。还可以，苏明脱口出，确实还算可以，虽然和预期的情况不太一样，没有直接晋升为传说级职业品阶，然而掠夺天赋晋升传说级，又获得了一个史诗级的赤天使光环以及一件英雄级武器。苏明的这次转职在其他职业者看来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了，堪称极品转职，只是在苏明这里也只能算中规中矩，没有完美达到预期。那就好，恭喜啊，苏少。苏西温和一笑，好看的狐狸眼显得极为明媚动人，再次让苏明慌了下神。有事？
苏明轻轻皱了下眉，让自己的大脑恢复了清醒。这娘们太媚了，可不能着了他的当。索性苏明开门见山，直接问了一嘴。的确有点事。见到苏明如此直接粗暴，苏西也有些慌了下神，咽了咽口水后，急忙解释道：“是这样的，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一下苏少，不知道苏少最近有没有空？”苏西轻轻一扯自己的袖口，苏明眉头一扬，说来听听。1个星期后，有一个怀旧服副本《亡灵峡谷》会限时开启，这个副本评级是黄金级，不过真正的情况，根据一众大佬的判断来看，副本实际强度达到了暗金级，或者说是英雄级。苏西轻声说道。副本限时开启，出现的地点是在中海市附近。这个怀旧服副本充满了各种顶级 BOSS 怪，尤其是亡灵系 BOSS 和恶魔系 BOSS 居多，所掉落的装备以及顶级物品也全都价值连城。不知道苏少有没有兴趣？苏明眉头一皱，亡灵峡谷这个怀旧服副本，他还的确听说过，不是高中课本，而是初中课本里有过详细的介绍。全民转职世界中，有许多副本会限时开启，每一次出现，对于副本周围的职业者来说，都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机会。因为下一次再开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每一次限时副本出现，都会引来无数高级职业者大佬争先恐后的进入。当然，像亡灵峡谷这样的副本，极品装备和顶级物品的爆率也相当的高。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能找到许多深渊世界才能产出的怪物材料，一些热门职业，比如圣骑士，在转职时的必需物品便有亡灵暴君颅骨。这种东西出自顶级 BOSS 怪亡灵暴君。换句话来说，圣骑士想要转职，要么前往深渊世界去和一众恶魔 BOSS 对轰，要么就找类似于亡灵峡谷这样的副本，寻觅亡灵暴君颅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1周后的这个怀旧服副本，到时候会多么热闹，绝对能引来整个中海市一众大佬的瞩目。自然有兴趣。你的意思是？苏明看了一眼苏西，神情稍微有些不解。他的确对亡灵峡谷有兴趣，不仅是有，完全是充满了期待。只是他不太确定苏西找他是为什么。组队、炮灰，或者是其他原因。我想邀请苏少您组队，如果可以的话，我代表中海联盟，愿意支付7亿的酬金。苏西直视苏明的目光，四目对视下，苏明不禁眼前猛地一亮。第59章修罗场大型副本。苏明确实没有想到，苏西竟然会代表中海联盟邀请他组队刷亡灵峡谷副本，而且还给出了7亿这样的天价酬金。中海联盟，这是一个由中海市几大头部工会以及一部分高级职业者大神组建而成的联盟，其中最大的一家工会便是 A 加级的苍魂工会。当然，像苏西这样200级职业者也加入了中海联盟。同时，在联盟中，苏西的职位还不低，可以算作半个话事人，主要和职业大佬进行交涉。苏明便是这一次他交涉的对象。只是苏明依旧对这件事情有些不解，开口问道：“为何找我？联盟里的职业者等级高的都已经达到300多级了，甚至连400级段位的禁卫军团长也在其中，找我一个二转。”倒不是苏明妄自菲薄，而是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对劲，他可不想被别人当作炮灰。是这样的，苏少。苏西听出了苏明话里的意思，当即轻轻一躬身，耐心的解释道：“这次怀旧服副本的强度很高，已经达到了英雄级的水准，自然需要顶级职业大神带队。如今已经确定的职业者，等级最高的是来自征城工会的会长，一名 LV 300级的荆棘骑士。征城工会长300级7转，这种程度的大佬，放眼整个中海，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大人物了。”苏明神情一阵动容，貌似这次的亡灵峡谷副本有点东西，他心中暗自思忖道。不过却没有太多的表现，依旧神情淡然地看向苏西，等待他继续解释。这次组队我也会加入。苏西稍微缓了一口气，笑着说道：“还有苍魂工会的200级法师，中海市的人气女神韩英，禁卫军团长的孙女许月，一名250级的炼金术士，以及来自江南省的一支牧师小队。”苏西如数家珍地讲出了狩猎队伍的情况。苏明微微一眯眼，好家伙，这阵容不是一般的强大，简直是堪称华丽。多的不说，就连200多级的炼金术士都来了。这个段位的炼金术士稀有程度可是和大熊猫差不多，基本都不会抛头露面，更不用说直接跟随队伍前往副本里了。稍有不注意，这种辅助系职业者就会被 BOSS 给秒掉。然而，为了副本里的顶级物品，却配备了这样的高级辅助职业者。这一次的亡灵峡谷绝对有顶级物品出现，不然联盟也不会这么大动干戈。
苏明的心中涌现出了一丝异样的情绪，双眼再度微微一亮。难不成是史诗级装备，或者说传说级物品？苏明咽了咽口水，心中暗暗想到，能引来这么多顶级大佬倾巢而出，绝对不是普通的东西。倘若真的爆出了一件史诗装，那就有点意思了。全民转职世界里，装备的品阶从黑铁级开始，往后分别是青铜级、白银级、黄金级、暗金级、英雄级、史诗级、传说级、半神级、神器、神级、圣器。不仅是装备、怪物材料以及其他物品，也是按照这个品阶来划分的。一般情况下，百级职业者的装备也不过是黄金级，少部分财大气粗的大佬才会有暗金级装备。而像英雄级、史诗级这样的存在，已经值得让一个 A 级工会倾巢而出去争夺。至于苏明手里的那2件英雄级装备，一个是转职反馈的奖励，一个是黄金玫瑰工会的入场奖励，来的都比较巧合。正常情况来说，一名2转职业者，就算是将副本给打穿了，绝对不可能获得这种档次的顶级武器。就拿中海市来说，这座临海小城附近最大的副本，暗金级的龙与地下城终极 BOSS 怪被击杀后，也最多只能掉落1件暗金装，出现英雄级的概率太小了。而史诗装，想都不要想。所以，苏明在听到苏西的解释后，下意识的便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这次的怀旧服副本里，必然有一个足以让全城职业者都眼红的惊天大奖，说不定还真是史诗装。当然，要是爆出来个金色传说，恐怕全国都要疯狂。中海市也会因此而一战成名，成为年后的网红城市、经典的旅游打卡地。所以我的作用是……想到这里，苏明稍稍深吸了一口浊气，看向苏西，沉声问道：“苏少，这一次的副本有许多原住民出现，石头商人，还有大量的游侠 NPC， 甚至是吟游诗人。根据中海市头部大神的推测，副本里会出现无数个隐藏任务，那些隐藏任务只会针对史诗级以上的职业者开放，像我这样的黄金职业，恐怕连和 NPC 对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苏西神情诚恳地说道：“石头商人、吟游诗人、NPC。”苏明一愣，原来是这样。苏明轻轻深吸了一口浊气，若有所思地回应道：“怎么说呢？这个世界的确有 NPC 的存在，只不过和前世的游戏不太一样。在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哪怕是在副本里，这些 NPC 也并非是单纯的数据，而是来自另一个副本的一族。从某种意义而言，苏明所在的全民转职世界，包括大夏这个国家，在 NPC 的眼中也是一个副本，只是触发任务也不算麻烦。”苏明微微点了下头，如实的回答道：“他的职业确实很少见，史诗级品阶，在如今的中海市貌似很难找出第2个。或许在江南省和其他城市有史诗级职业者的存在，可是毕竟距离太远。对于中海的头部工会来说，苏明是他们眼下最合适的选择。苍魂工会，韩英，禁卫军团长的女儿，许约。”苏明摩挲着下巴，陷入到了沉思中。苏西的请求很合理，酬金给的足够，要求也不算麻烦。只是让苏明有些头疼的是，韩英那个千金大小姐也会去，她可是才截胡了韩英和苍魂工会4头亡灵古龙，甚至韩英大小姐的亡灵法杖，那柄暗金级武器还在她手里。这次碰面，貌似有点不礼貌了。嗨嗨。而许月，就在刚刚，苏明还为了一个神级选择奖励拒绝了这个恋爱脑妹妹，下周和人家组队。奶奶的，这不是妥妥的修罗场吗？想到这里，苏明不禁长叹了一口气。然而，好巧不巧，神级选择剧情再一次诡异的触发了。第60章3女神颜美女局。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怀旧服副本，亡灵峡谷。选择1，拒绝童颜女富婆的邀约，做一个风一般的男子。当然，你也会错过一次获取顶级战利品的机会。这一次开启的怀旧服副本为英雄级强度，将会掉落无数顶级物品哟。奖励1件破碎的黄金级怪物材料。选择2，答应苏西富婆的邀约，同时提出分成要求，联盟在副本里获得的战利品将有您的一部分，否则果断拒绝。相比于史诗级传说级物品而言，区7亿报酬还是太少了。奖励2件黄金级坐骑装备。选择3，答应苏西的请求，接纳7亿高额酬金，并为即将到来的亡灵峡谷做好准备。这一次的副本对您而言将会是一场高强度的试炼，毕竟将会有3名神颜美女同时登场。奖励1本黄金级技能书。冰冷的提示声在苏明的脑海中回荡。这一刻，苏明懵了。怎么说呢？奶奶的，为啥大部分的神级选择剧情都和妹子有关系？一时间，苏明都有些拿不准了。
他真的是穿越到了一个全民转职的世界里，还是说来到了一本福利向的 LSP 小说中？我的金手指有一丝丝不对劲。依旧是3个神级选项，只是这一次的奖励貌似很丰厚。苏明微微虚了下眼，深邃的眼眸里流露出了一片惊喜之色。选项1，拒绝苏西，奖励黄金级怪物材料。选项2，接受苏西的请求，但是要求提出分成，奖励2件黄金级坐骑装备。选项3，答应苏西，奖励1本黄金级技能书，2件黄金级装备。苏明隐晦地咽了一口唾沫，心中暗暗惊叹了一句，算上在副本里获得的那件黄金级坐骑铠甲，埃尔法都能凑齐黄金装3件套了。一个坐骑都如此奢华，不知道那些高级老牌职业者知道了，会不会被惊掉大牙？想到这里，苏明不由得轻声咳嗽了下，同时果断地做出了决定。虽说1本黄金级技能书确实很香，然而有着传说级掠夺天赋的他，现目前并不缺技能书。但凡苏明想要，在亡灵峡谷副本里绝对能掠夺到顶级的黄金 BOSS 技。更何况掠夺天赋已经晋升到了传说级，即便是传说层次的技能模块，他都能啪的一下掠夺走。一个小小的黄金 BOSS 技就能把苏明给拿捏住了？怎么可能？222，苏明直接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而后看了一眼面前的苏西，清了清嗓子，沉声说道：“我可以答应你，不过我有个要求。”苏明平视着苏西的目光，淡淡一笑，继续道：“因为我的史诗级职业而触发的所有任务得到的战利品，我需要一半，否则免谈。其次，在攻击高级副本 BOSS 时，最终掉落的物品奖励，根据我的伤害结果平均分配我的那一份。”苏明的意思很明确，和他的职业有关的奖励拿走一半。联盟狩猎团成员共同击杀的 BOSS 怪，他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分走多少的物品奖励。其实苏明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甚至相当合理。苏西所招揽的任何一名狩猎团成员提出这个要求，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然而此时的苏西却不禁有些沉默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苏明的等级太低了，所能展现出来的实力也有限。即便就在刚刚，苏明骑着一头黄金亡灵古龙降落在了转职神殿的天台。苏西也深知，眼前这名少年身后或许有着某个跺一跺脚就能让中海市掀起汹涌波涛的顶级大背景。可是一名2转职业者在一堆100级乃至是几百级的大佬中，直接就分上一半的奖励，属实有点强人所难了。更何况苏明本就已经获得了一个天价酬金，非要兑换起来，如此高额的报酬已经能顶得上好几件黄金级武器了。即便是 A 级工会，怕是也很难开出这样豪横的价格。要不是这一次怀旧服副本能爆出那件东西，恐怕中海联盟的那些头部老牌大神也不会如此阔绰。苏少能开出7亿天价，已经是中海联盟最大的底线了。如果再分出一杯羹，像苍魂这样的头部工会，估计会有很大的意见。苏西深吸了一口浊气，神情无比为难地看向苏明说道：“您看，要不？”苏明脱口而出回答道：“看不了一点。”苏西一愣，怎么说呢？在苏西看来，苏明的等级确实不高，几十级这个档次和一众200-300级的大神相比，输出伤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啪的一下，直接分走一半的物品奖励，很过分。然而，想要临时再找一名史诗级职业者，难度有点大。江南省的确也有，那位年轻大人物也一样被江南的某个老牌工会给捞走了，如今正在前往极北一个副本的路上。苏少，这样吧，我先把7亿酬金转给你。至于分成的问题，这件事情关系到几十名大神的利润点，需要和各大工会商量一下，您看可以吗？苏西沉默了片刻，最终神情诚恳地问了一句：“好。”苏明淡淡一笑，接受了这个建议。叮，恭喜您成功完成选择，奖励已发放。正在这时，一阵冰冷的提示音也在苏明的脑海中响起：神级选择剧情完成，再次到手2件黄金级坐骑装备。那我先走了。苏明微微眯了下眼，心情愉悦地说道，而后直接转身离开，没有一丝拖泥带水。苏西再次懵了，看着苏明的背影，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大帅哥都是这么高冷的吗？分走一半物品。苏西想起刚刚的对话，不禁神情一阵无奈，长叹了一口气道：“不知道苍魂工会那边能不能接受？”江南省的牧师小队、许悦、征程工会，还有老牌炼金魔导师。苏西轻轻伸出白皙的小手，按压了下自己的太阳穴，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而另一边，苏明打开了网购平台。第61章顶级大学的橄榄枝。从转职神殿离开后，苏明随手打了个车回家，同时他也点开了网购平台，拼团、下单、付款。苏明网购的东西
并不是刷副本要用的各种道具和药剂，而是价格相当昂贵的法阵。他手里那颗宠兽蛋可是暗金级血统，想要孕育出这头宠兽，必须要使用复杂的高级法阵才能完成孕育，不然可能会直接让宠兽蛋里的小生命直接夭折。奶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法阵就要卖我600多万！看着银行卡里所剩无几的存款，苏明不禁一阵肉疼。这些存款都是他上次回学校获得的奖学金，以及从何蒙那个永恒工会2代那里讹来的赌注。为了孕育宠兽，存款一下子清零了。没事，过会苏西的酬金就到账了。苏明心中暗自思忖道。其实对于亡灵峡谷副本，他很有兴趣，哪怕最后不和苏西组队，他也会单独前去。毕竟根据神级选择剧情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一次从怀旧服副本里爆出来的物品，保守估计也是一件史诗级武器，甚至完全有可能出现一样传说级品质的物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海联盟才会如此重视亡灵峡谷副本，不惜花费高额酬金来聘请苏明。然而如今最重要的是，苏明掌握着主动权，他可以不需要中海联盟，可联盟里现目前并没有史诗级职业者存在，他们需要苏明的加入。最后的结果很大概率依旧是联盟让步，苏明可以得到他要求的1半分成。当然这一次的副本绝对相当危险，苍魂公会的韩英、征程公会的荆棘骑士都对苏明有一定的威胁。复活石传送卷轴，苏明微微皱了下眉，自顾自地分析道，应该不会出太大的岔子，机会和危险永远都是并存的。虽说苏明不久前才洗劫了一波韩英的武器，抢走了原本属于苍魂公会的亡灵古龙 BOSS， 可是他不会因为这一点就放弃亡灵峡谷副本，即便最后真的激发了矛盾，大不了直接和苍魂公会开战。苏明被一个 A 级公会通缉，而苍魂公会呢，将会树立一个能让他们公会覆灭的敌人。还有1周，过几天再说。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轻轻闭紧了双眼。这段时间他的精神太紧绷了，从副本出来后也一直没有好好休息，疲惫感袭来，让他有些喘不过气。甚至在完成第2次转职后，他连技能点也没有分配。先回家睡觉，苏明心中暗暗想到。回到家后，苏明倒头就睡，等到再次醒来后，已经是1天后了。冲了个舒服的热水澡，点了外卖。吃完饭后，苏明总算长松了一口气。我这是火了。饭后，苏明本来想看会短视频，稍微休息下，结果一点开抖音 app 却发现连续刷了好几个视频，竟然都和自己有关。几个高赞的视频，点赞量居然已经突破了100万。毫不夸张地说，苏明真的火了，而且是爆火。震惊！苏神的最新动向，亡灵古龙 BOSS， 史诗级职业者，单杀黄金级终极 BOSS 怪。高清视频详解。友谊赛1对9，年少轻狂。苏神的恐怖资质，中海苏神的真实身份，疑似刚完成2转。京都各大名校集体震惊，中海即将成为下一年度旅游城市。清北大学狂喜，疯狂招揽天才少年苏神，天价奖学金。杀神职业全解，全国唯一职业究竟有多么恐怖？前海湾副本 BOSS 怪数量锐减，疑似苏神手笔，全网震惊。好家伙，我他奶奶的直接好家伙！看着抖音置顶热搜的10几条火爆话题，苏明直接沉默了。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竟然火到了这种程度。死亡岩爆术、禁咒、史诗级职业、亡灵古龙坐骑，貌似都已经被曝光了。甚至还有老牌大神专门开直播分析苏明的职业特性以及他的背景。而苏明的名气也一跃超过了韩英，成为了中海市的新晋人气校草，火成了国民弟弟。当然让苏明有些意外的是，清北大学的招生办老师居然来了中海市，准备亲自招募他入学。不仅是清北大学，江南大学、杭师大学、法神大学、京都大学，全国排名前100的顶级学府几乎都朝苏明抛出了橄榄枝，为了招揽他入校，使出了浑身解数。卧槽！禁咒、精装、开设新专业、天价奖学金，杭师大学还提供美女伴读。看着短视频里的爆料，苏明再次陷入了沉默。奶奶的，怎么说呢？作为当事人，他貌似还没有网友们知道的多。不过稍微想了想，苏明也恢复了正常的神情。放眼全国，能有史诗级职业品阶的天才少年确实不多，可每年也能出现那么几个。然而像苏明这样在不到半个月内就晋升为30级职业者，并完美转职，还学习了死亡岩爆术、禁咒，获取了1斩，驯服了亡灵古龙这种顶尖坐骑，如此的存在确实是独一份。正是如此，
像清北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对其他职业者爱答不理的高冷人设，却因为苏明而打破了。一整个跪舔，只要苏明愿意入校，条件随便开，能满足就满足，不能满足，想办法也要满足。点开手机短信，苏明瞄了一眼，果然，中海市一中又发送来了短信提示，邀约他返回学校，决定商议保送的事情。在副本里根本没注意到短信，苏明轻声一笑，而后关闭了手机。下午去一趟学校吧，苏明心中暗暗想到，随后打开了系统空间，准备查看一下转职反馈获得的奖励。2件英雄级装备，哐当一声，2件很有分量的装备出现在了苏明的面前。圣光银羽护腕，英雄级；死灵竞技腰带，英雄级。一对护腕，一条腰带。注视着面前的2件装备，苏明一愣。第62章，英雄级武器，来自神明的赐福，英雄级，比苏明如今身上的所有装备品阶都要高。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次获得的奖励并不是攻击武器，只是防御系和辅助系装备。一般情况下，全民转职世界里，攻击系武器的价值肯定是最高的。当然，像戒指这种罕见的装备，稀有度最高。虽然不是主武器，不过毕竟是英雄级，也算不错了。苏明淡淡一笑，很快便释怀了。都已经英雄级了，还要攻击武器，确实有点太贪心了。绝大部分的百级职业者，那些被视为大神的存在，手里也不一定有英雄级这种顶级装备。而苏明现在已经有了2件，相当牛批了。名称：圣光银羽护腕，加可炼金强化。品阶：英雄级。属性：加300点力量，加300点精神，正200%法术暴击，正270物理吸血，攻击速度正30%，吟唱时间减半，幸运值加5点。当收到攻击后，可触发专属装备技银羽，收到伤害后能吸收一部分伤害，并在下一次攻击时释放出去。当银羽技能被触发后，组成护腕的银色羽毛将会绽放，释放出灿烂的光辉，如同一朵绚丽的白银玫瑰。限制：黄金玫瑰工会成员，全职业可穿戴。来源：黄金玫瑰 SS 级工会。描述：圣光银羽为英雄级套装1/6，这一对护腕的外观极为拉风，整体呈现出银色光泽，宽大的银色羽毛将会完美包裹使用者的双腕。当受到伤害时，圣光银羽也将触发顶级被动技能，完美保护使用者的生命状态，且此装备拥有隐性机制，穿戴一段时间后可逐步解锁。炼金所需，未知。名称：死亡禁忌腰带。品阶：英雄级，磨损度35%。属性：加5000点法术攻击力，加2000点亡灵系法术伤害，加2万点法力值，回血恢复效果正30%，最大生命值加12000点。装备被动技禁忌：当使用禁咒技能或黄金级以上的技能时，提升所有技能释放时的被动 buff 触发率，并附带额外的亡灵系伤害结果，克制一切光明系生物，并提升所有技能的攻击时间，扩大一定程度的攻击范围。限制：法师职业专属 LV 30级以上。来源：引导天使、炽天使、转职神殿。描述：死亡禁忌腰带为转职神殿转职专属奖励，此装备的属性效果极为炸裂，疑似来源于深渊世界，与巫妖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穿戴此装备后，使用者的法力值以及法术伤害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面对光明系血统生物或 BOSS 怪将获得极大的优势，可完美克制光明系生物。炼金修复亡灵古龙骸骨，一件破碎的黄金级装备。炼金锁系，未知。奶奶的，华丽！这就是英雄级的恐怖吗？点开2件装备的属性栏，苏明丢出一个鉴定术，下一刻直接被震惊到了。太疯狂了！即便是苏明见过了各种好东西，此刻都有些坐不住了。圣光银羽来自黄金玫瑰工会，是他加入工会后获得的奖励物，而死亡禁忌腰带则是转职神殿赐予的奖励，可以理解成是那座雕像、炽天使、引导天使给予的物品。属性都极为夸张，强大到没有瑕疵。属性词条动辄都是5、6个，而且全都附带了高级的装备技。圣光银羽居然是英雄级套装。苏明摩挲着手里这一对银色光泽、质感极为细腻的护腕，眼神中噙着一丝不可置信的震撼。很难相信这对护腕是出自套装。黄金玫瑰工会未免也太富了一点点吧？苏明咽了一口唾沫，心中掀起了阵阵涟漪，着实被震惊了一波。仅仅是入会的奖励，就是1件英雄级武器，甚至还是一个6件套中的一部分，这不是明摆着在诱惑刚刚入会的新成员吗？奶奶的，这要是凑齐圣光银羽，那还不直接起飞？不愧是 SS 级工会，果真财大气粗。不，苏明不禁笑了笑，心中思忖道：已经不是财大气粗了，是神豪。
哪有这么豪横的工会？一时间，苏明对于这个全员女性的玫瑰工会有了更深的期待，恨不得当场升到200级，亲眼去看看这个传说中的玫瑰工会长究竟是哪个女大佬。姐姐贴贴，我不想努力了。放下手中的圣光银羽，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将目光放在了另一件英雄级装备上。这一件装备是由转职神殿赐予的，从来遇而言，确实要比圣光银羽逼格更高。仅仅是那一个出自转职神殿、引导天使、炽天使这么一个小小的词条，就能让这件死亡晋级腰带的价值直接翻上好几倍，甚至原地提升10几倍都不是没可能。引导天使在全民转职的世界规则里，绝对是至高的存在。这里的天使，并不是天使种族，或者说天使 NPC。凛冬副本作为第2世界，一样有天使生物存在，只是对于那些天使职业者的态度并没有太过谄媚。然而，面对引导天使，几乎所有人都会眼前一亮，宛如在敬仰神明。怎么说呢？超凡引导天使可以理解成这个全民转职时代的造物主。正是因为引导天使的存在，如今的世界，所有人在成年后才有机会进行神圣的觉醒仪式，成为一名光荣的职业者。一个来自造物主的顶级装备，怎么能不让人震惊？价值自然也不能和其他物品相提并论，高出个10几倍的价格太正常不过了。只是苏明将腰带捧在手里，神情微微有了一丝古怪。只可惜这件英雄级装备貌似有些磨损，磨损度达到了1/3。苏明有些哭笑不得，来头是不小，然而磨损度也是真的高，难不成是炽天使用过的？苏明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嗨，一想到转职殿里那座古老恢宏的炽天使神像，他的心头便不由得一紧。传说炽天使极为尊贵美艳，妥妥的满级颜值，神颜天菜。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机会亲眼见一下这种级别的存在。苏明心中暗自想到。然而这个念头一出现，他自己都有些被吓到了。那种存在在这个世界犹如神明。第63章终结神明。龙焰技能的恐怖进化，亵渎神明。苏明晃了晃头，下意识地恢复了清醒。可是职业不就是杀神吗？难道说最终的宿命不是终结神明？是神。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或许将来有一天，他还真的有机会见证到传说中言出法随、高高在上的炽天使。至少在凛冬副本里，也始终流传着纯血初代天使的传闻。只是那种级别的存在已经不是什么大神职业者了，那是真正的神明。想要达到那样的层次，没有完成9传绝对不可能，还是要尽快提升等级。苏明微微皱了下眉头，虽然自从转职开始，他一路都很顺利，在其他人看来如同穿云箭一样疯狂升级，可苏明却深知这个世界的深处有太多的恐怖存在了。就像韩英在15岁便提前完成了觉醒仪式，当同龄人才几级的时候，他便已经升到了40级，而这样的存在一定不在少数。或许初始职业品阶就达到传说级乃至半神级的顶级天才，这个世界也有，甚至就在国内。稳步提升，尽快发育。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而后将2件英雄级装备直接穿戴在了身上，刹那间浑身都能感受到一阵温和的光芒沐浴而下，心情也因此变得格外雀跃。把技能点给分配了。查看完新的英雄级装备后，苏明也点开了自己的属性栏，准备分配技能点。昨天他之所以没有急着分配技能点数，是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需要多思考一阵子。在掠夺天赋的效果下，苏明能够不断掠夺全新的 BOSS 技能。如果贸然使用了技能点，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好处。相反，将技能点存起来，等到爆出那种极品技能时，再一波全部用掉，绝对是最好的选择。目前唯一纠结的问题便是，现在手里的这些技能究竟值不值？死亡研报术很强，对于其他职业而言，绝对是第一位置，优先考虑加点进阶。只是苏明轻轻一皱眉头，死亡研报术咋说呢？在他这里只能算作中规中矩。或许在一转的时候，死亡研报术的效果很强，可现在呢？面对元素剑使、亡灵龙焰、巨龙之翼、燃烧之环，当然还有韩英的专属技能亡灵召唤、军团光环，这样一看，死亡研报术貌似也稍微弱了一丝。不是说不强，而是永远有更强大的 BOSS 技出现，直接用掉。血亏，亡灵龙焰还是不错的。斟酌了片刻，苏明沉声分析道：毕竟是黄金巨龙血统的专属 BOSS 技，即便是放在京都这种大地方，那些好几百级的职业者
恐怕也不会放弃这本技能书。更何况，苏明有了清晰的规划。当亡灵龙焰技能进阶后，技能效果依旧无比惊艳。华丽的属性赋予了这个技能足够强大的输出伤害。换句话来说，暗金级的亡灵龙焰一定不亏。相反，这个技能的品阶越强大，后续带来的作用越强，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成长系养成技能，不至于在后期放弃掉。苏明的分析其实没有问题。亡灵龙焰技能作为一个极品的火焰系技能，所拥有的属性效果太爆炸了，并且可持续性高，还有无数种技能搭配，是值得加点的顶尖技能。像死亡研报术这种技能书，或许放在中海市无比耀眼，可是对于那些几百级完成了6、7转的大神来说，就稍微有些不那么顶尖了。有更为极品的技能可以替代，而亡灵龙焰这个亡灵古龙的专属技却有着不可代替的唯一性，这便是苏明选择这个技能的原因。当然，这个技能的伤害输出是真的猛，多的不说，亡灵龙焰能带来6倍法爆伤害，这里的法爆伤害可不是6倍法术攻击。非要说起来，死亡研报术能带来7倍法术攻击伤害，还可以触发2倍法爆。然而呢，亡灵龙焰自带亡灵系伤害以及巨龙血统持续伤害，本就能让基础法术攻击力完成恐怖的叠加，至少也达到了5倍以上的层次。而后再次完成6倍法爆，也就是6倍法术暴击伤害。这样一来，最终呈现的伤害结果根本无法想象。而这本技能最为吓人的地方便在于，除了能增幅龙焰的法爆外，还可以叠加其他法术技能的法爆伤害，完全是粘土一样的存在，疯狂增幅，无限法爆。这样一本技能书，咋可能不重点关照？不过，这个技能的缺点也很明显，对于大部分职业者而言，几乎是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法力值消耗太大了，堪比一些入门级禁咒。作为一本完美的黄金 BOSS 技，像亡灵古龙这种血牛，法力值涨得吓死人的生物，自然不会太过在意，天然的就有释放亡灵龙焰的充足法力值。可苏明却不同，所有职业者都无法达到那样饱和的蓝条，这就导致了亡灵龙焰稍微有些鸡肋。也还好，苏明深吸了一口气，眼神中噙着一丝惬意的微笑。杀神职业所带来的蓝条还算可以，毁灭头冠也能降低技能所消耗的法力值。苏明轻轻摩挲着下巴，在一众顶级装备的加成下，以及他获得的各种法力值 buff， 释放出亡灵龙焰不算太大的问题。不过苏明也明确了一个重点，后续还是要着重强化法力值，生命值血条可以稍微少一点，但是法力值一定要足够长。苏明点了点头，掠夺天赋的天然特性让他能够疯狂掠夺顶级 BOSS 技能，伴随来的问题便是法力值，所以强调提升法力值绝对是苏明下一阶段的关键点。第二个技能，鉴定术。苏明看向技能栏，重点强化的第二个技能也有了目标，自然是黄金级的鉴定术。这个技能属于常规标配技能，绝大部分职业者在完成觉醒仪式后都会获得一个鉴定术，并且鉴定术一般情况是不占用技能位置的。也就是说，一转职业者所谓的6大技能卡槽并不包含鉴定术。可是并不代表说这个技能不重要，倘若鉴定术的层次太低，一些高级物品都无法进行鉴定，自然也没办法使用。苏明微微眯了下眼，轻声笑着道，他现在这个鉴定术虽然是黄金级，却已经能够鉴定最大上限为史诗级的物品。可是倘若真的在副本里碰见了传说级以上的顶级物品，那么可就要和这种东西无缘了。所以优先加点鉴定术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想到这里，苏明也没有犹豫，直接看向了这2个技能后方的小加号。第64章，我能查看隐性属性词条。叮，恭喜您成功加点鉴定术光之鉴定术，当前技能品阶暗金级 20%。叮，恭喜您成功加点亡灵龙焰亡灵领域，当前技能品阶暗金级 45%。冰冷的提示音一落地，苏明顿时眼前猛然一亮，2个技能都完成了进阶，全都提升到了暗金级的档次，尤其是亡灵龙焰技能直接升到了暗金级1半以上的水准，距离英雄级技能也只差大半了。如果技能点的数量再多一些，苏明便可以直接获得一本英雄级技能书。焰亡灵领域，卧槽！苏明疯狂咽了咽口水，眼神中写满了震惊。没有想到亡灵龙焰技能在进阶后居然直接从一个主动技能蜕变成了领域系技能，奶奶的，这下可赚大发了。苏明微微眯起了眼眸，心中的激动情绪不断荡漾。如果说黄金级档次的亡灵龙焰已经是极品技能了，那么现在提升到暗金级后，这本技能完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成为了真正的顶级技能。或者说
绝版 BOSS 技，保留了先前的高爆输出以及6倍法爆，技能的延续时间增加了，缩减了吟唱时间，冷却期也变短了。苏明点开焰亡灵领域，查看了下这本全新的技能属性效果，很夸张。在提升后，虽说没有明显的伤害增长，然而属性效果却不知道比先前好了多少。技能输出时间、技能覆盖范围、冷却期、吟唱时间，相比于直接提升技能的法爆伤害，从6倍法爆提升到7倍法爆，技能的其他属性得到改善，所带来的效果更好。可惜了，所消耗的法力值一样很大，比之前还略微提升了一些。苏明认真地查看着这本亡灵领域技能的属性栏，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也对，毕竟从主动攻击技能蜕变成了领域系，所消耗的法力值自然会多一些。技能攻击距离提升了很多，持续时间延长了至少1倍。一旦释放此技能，无异于副本里的 BOSS 怪陷入狂暴状态，能对领域中的一切目标造成恐怖的暴击伤害，持续降低所有目标的生命状态。有得有失，总的来说，这次的技能加点结果依旧让苏明相当满意。领域系技能的价值和普通攻击技能完全是两种概念，可以理解成领域系便是技能中的贵族，不仅在交易所的拍卖价格是普通技能的10几倍开外，更重要的是这种技能在战斗时所产生的效果堪称炸裂。试想一下，一名职业者在面对多个对手时，直接释放出领域系技能，当场就能对无数个目标进行降维打击，无视目标数量全都持续掉血，所造成的总伤害额便不是单一目标的伤害结果，而是多目标的总和。简单来说，当苏明使用焰亡灵领域时，如果对一个目标进行攻击，假如法术伤害结果是10万点，那么在领域中一共有多个目标时，只是一瞬，苏明便有可能打出100万点伤害总和。这是啥子概念？100万伤啊！多少职业者一生都无法达到的成就。况且，即便只有一个攻击目标，领域系伤害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也绝对远高于10万点。这就是领域技能恐怖的地方。在某些方面来看，和禁咒没有什么区别。强大、罕见、尊贵、神圣，奶奶的，看来是一发入魂，选对了。苏明长松了一口气，心情愉悦的要死。如果他选择的是死亡研爆术，恐怕就要与这种意外惊喜无缘了。鉴定术在提升到暗金级后，竟然也蜕变了。光之鉴定术，苏明双眼微微一凝，注视着技能栏，查看起了这个全新的鉴定术属性。鉴定一切物品时，会出现一块金色的圣光印记，有一定概率可以查看仅有炼金术士等职业才能探查的隐性属性词条。此鉴定术最适配于药剂师、炼金术士、铁匠等生活职业。苏明看向新的鉴定术词条描述，眼前再度一亮。卧槽，辅助职业的神技啊！苏明激动的喉咙都有些干涩了，当即清了清嗓子，差点咳嗽出声了。怎么说呢？光之鉴定术貌似已经脱离了普通鉴定术的层次。换句话来说，在这种鉴定术效果下，苏明已经能算得上半个炼金术士了。他能够一眼看出大部分物品的隐性词条，发现其中的端倪。没错，在这个全民转职世界里，虽然所有物品都有各自的属性面板，可是不同职业赋予了职业者专属的神性。在药剂师这些专属职业者眼中，一件怪物材料或许会引发出一连串的隐性词条，他们能查看这些材料能够研磨成何种药粉，怎么添加到药剂里使用。而炼金术士呢，自然是可以对物品进行分析，选择最佳的调配方式，从而强化物品炼金装备。当苏明拥有了光之鉴定术后，圣光印记下大部分物品的隐性词条便会对他开放。也就是说，从此以后，苏明便解锁了新的能力，能够更好地筛选物品，分析战利品的真正价值。血赚，这一波真正的血赚。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鉴定术进阶后带来的惊喜，可是丝毫不亚于亡灵龙焰。一个顶级的辅助神技，一个尊贵的领域系神技。苏明微微眯起眼，恨不得当场开着香槟庆祝一下。当！正在这时，手机短信一阵震动。苏明取出手机一看，是网购的阵法材料送货上门了。这么快？苏明有些惊讶。不过想来也是，现在的外卖小哥大部分都是职业者，即便是等级不高，也可以标配一头坐骑，配货速度自然不会慢。而远程运货也不再依赖机械交通工具，而是依靠传送法阵，啪的一下便送货到家了。开门，门口摆放着一个精致的木盒，贴了一张快递单，高级法阵材料，宠兽专属。第65章震惊，圣光独角兽。撕掉快递单，苏明将法阵材料一一取了出来。每一块法阵材料都是极为罕见的金属物品，
全都刻着繁琐的花纹。按照说明书的记录，苏明很快便组装起了整个法阵，流程不算复杂，在高中的选修课里也有详细的讲解。苏明操作下来还算轻松。而后，苏明把那颗像鸵鸟蛋似的银白宠兽蛋放置在了法阵的中心，又轻轻伸出手指按压在蛋壳上方，一片淡金色的圣光从法阵中弥漫出来，彻底笼罩住了苏明。叮！恭喜您成功孕育暗金级血统宠兽蛋，正在孕育中。叮！恭喜您获得了专属宠兽暗金级光明独角兽，名称光明独角兽，品阶暗金级，成长中，等级 LV1，孕育中，生命值23000点。描述：光明独角兽为圣光系宠兽，拥有着极为高贵的暗金级血统，随着不断成长，光明独角兽或许会发生蜕变，进阶为圣光独角兽，并获得英雄级、史诗级血统。光明独角兽最大品阶上限为史诗级，纯血初代种能达到9转段位。这种生物有着极为优越的4维属性以及高贵的专属 BOSS 技，是顶级的宠兽，也可以作为坐骑使用。冰冷的提示音在苏明的脑海中回荡，只是一瞬间，他便直接懵了。卧槽！光明独角兽竟然爆出来了一头圣光系生物！苏明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整个人都有些惊呆了。奶奶的，太欧皇了！这玩意儿可不是普通的暗金级混血怪物，而是有着高贵血统的圣光系独角兽。虽说苏明这头独角兽并不是纯血初代种，算是次代混血种光明独角兽，然而随着等级的提升，独角兽不断完成转职进阶，或许还真有可能重现9转初代独角兽的实力。想到这里，苏明大口地喘息了几下，眼神中更是写满了震惊和亢奋。太舒服了！亡灵古龙，光明独角兽，这种级别的阵容，饶是那些百级老牌大神都要羡慕哭。而苏明仅仅是2转，就已经有了如此尊贵稀有的坐骑和宠兽，还在孕育中，至少需要等待小半周才能破壳而出。苏明尽量让平复着自己的情绪，伸手轻轻触摸了下那颗银白色的宠兽蛋。宠兽蛋的表面，蛋壳中的金色纹路像是被点燃了似的，已经开始有了星星点点的火焰。这是里面的光明独角兽正在汲取着法阵提供的营养物质。整个孕育过程会持续好几天，要不了多久，一头幼小的独角兽便会从中破壳而出。早知道多花点钱直接购买顶级法阵了。看着正在孵化中的独角兽小幼崽，苏明的眼神也不禁变得有了一丝柔和，心中暗自思忖道：顶级法阵的价格相当昂贵，最次的也是4-5千万。当然，为宠兽提供的营养物质也会更加丰富。如果是普通的暗金级宠兽，苏明或许不会那么担心。可是面对一头传说中的高颜值、高贵血统的光明独角兽，苏明的心中却一阵触动。万一因为法阵的原因，导致独角兽小幼崽出生后营养不良，那就凉了。这玩意儿要是落到一个 A 级工会手里，怕是会直接供起来。各种顶级药水、昂贵的怪物材料，就连神级法阵都能弄来。而在苏明这里，倒是显得有些寒酸了。除了一个高级法阵外，啥也没有准备。孕育仪式还是太潦草了。苏明不禁讪讪一笑，环顾了一眼自己的出租房，房子也该换了，可不能委屈了小独角兽。苏明摸了摸鼻子，心中暗自想到。他此时的心情有些异样，像是一个老父亲正在面对即将出生的小女儿，生怕光明独角兽受了一丝委屈。等苏西的酬金转过来，可以买栋白金湾别墅，再购买2套顶级法阵，保证独角兽拥有充足的营养物质。苏明若有所思地道：白金湾别墅是中海市价格最昂贵的别墅群，环境宜人，奢侈尊贵。对于一名中学生来说，或许是一个不可完成的梦想，可在苏明这里却只是一个小目标。先不说苏西给的7亿报酬，苏明手里那一大堆的黄金级怪物材料以及顶级 BOSS 技能书，如果全部拍卖出去，也是个天价。一套白金湾别墅而已，丝毫没有压力。爹，电话铃声响了。苏明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校长陈其山的私人电话。喂，接通电话，苏明轻声问了一句：苏同学吗？陈其山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惊喜，明显是强行克制着内心的兴奋，尽量在保持语气的平和。对，苏明淡淡一笑，回应道：苏同学，终于联系上你了，我先前打了10几个电话，你硬是一个没接啊。陈其山长松了一口气，笑着说道：嗨，才从前海湾副本出来，最近在忙着完成2转。苏明没有隐瞒，说出了真实的情况。2转了吗？陈其山明显一愣，沉默了片刻，才带着颤抖的声音说道：真是年少有为啊。对了，苏少，你啥时候有空来趟学校吧？全国前100的顶级大学都来了，
一大堆录取通知书，都快把我办公室给塞满了。苏少友，你再不来，恐怕我这老骨头架子都要被那些老牌大神给压弯了。陈其山欲哭无泪。听到这些话，苏明轻声咳嗽了下。这么夸张？他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已经对他抛出了橄榄枝，然而却不知道全国前100的顶级学府都已经发送了录取通知书。这阵仗确实有一点点大。好，我下午就来学校。苏明顿了顿，继续问道：这些大学的招生办老师还在中海市吗？可以的话，能见个面。苏明的想法很简单，当面洽谈，斟酌一下各所大学的情况，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大学。不过这句话被陈其山听到，却当即懵掉了。卧槽，让一大堆几百级的招生办导师等你？奶奶的，苏大少爷，还得是你啊！第66章，清冷校花沉默了。倒贴。陈其山大口的深吸了几下浊气，让自己的小心肝不那么活跃，稍作停顿，回应道：京都大学、清北大学、江南大学、杭师大学，还有法神大学，差不多10几个顶级大学的招生办导师都在学校里等你，其他的已经发来了录取通知书，尤其是京都和清北的导师已经来中海好几天了，都在等你呢。陈其山的语气完全无法冷静了，确实离谱，这是他从业几10年第一次遇到如此豪横的学生，简直是变态。其他人能够得到一所顶级大学的录取资格，就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都不用招生办导师出现，全都屁颠屁颠的赶往大学，主动去参加面试。而苏明倒好，让一大堆几百级的老牌职业导师等了好几天，变态，太变态了！这就是年轻大佬的世界吗？好，苏明呛了下口水，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副本里的时候，这些顶级大学的导师居然全他奶奶的来了。不是苏明装高冷，而是真的不晓得。出门了，很快就到学校了。苏明淡淡一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好的，苏少，路上注意安全。陈其山有些哭笑不得，面对苏明这个小怪胎，他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尊重。咋说呢，在他看来，不出10年，苏明一定能成为全国最耀眼的职业大佬之一，至少在全国最强排位里能找到苏明的名字，那不得好好的填一下。好，等会见。苏明回应了一句，而后便挂断了电话。独角兽丢家里，应该不会被偷吧？苏明看了一眼弥漫着淡金色圣光的法阵，摸了摸鼻子，轻声呢喃道，而后收拾了下，便出门了。中海市一中一家咖啡厅内，宝子，我早就撮合你们2个了，可惜啊，你不争气。看吧，人家现在起飞了，你要是一早就把他拿下，哪还有那些小表表什么事？咖啡厅靠窗的位置，2名神颜天菜美女小姐姐靠在一起，其中一个身穿运动套装，扎着丸子头的元气少女，白了一眼身旁的清冷美女，娇嗔似的说道：别一脸诧异的看着我了，想想办法怎么攻略下你们家那位大帅哥，他现在身边围着的妹子，怕是能把咱们中海一中的大门都给踩碎了。对哈，都不用妹子了，来自全国顶级大学的招生办导师也都一一抵达了中海，校长这几天老骨头都要被压弯了，接待的职业大神一个比一个恐怖，据说连500级的八转都来了。奶奶的，那可是八转大神啊，这种级别的大咖居然会来中海亲自拜访苏明，你说啥？一旁妆容精致的清冷美女瞪大了好看的媚眼，一整个惊呆了。她不是别人，正是中海市第一高中的清冷校花，冰山女神许清雅。此时许清雅咽了咽唾沫，小嘴微微张开，贝齿咬紧了擦了一点唇釉的红唇，眼神里写满了不可思议的情绪，震惊地问道：你说500级的八转大神来中海市亲自拜访苏明？对啊。刘欣然又白了一眼许清雅，更是顺手拍了拍她的头，有点恨铁不成钢地道：你不知道，整个中海市都炸开了锅，全国的焦点都放在了咱们这儿。苏神太猛了，全国100强的顶级学府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全都一一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不出意外的话，苏明已经不需要参加高考了，而是任意挑选一家顶级大学就读，学杂费全免，奖学金天价，其他要求随便提，甚至最夸张的是还有顶级美女伴读。据说杭师大学直接提供了一名顶级奶妈小姐姐，全程辅助苏明，为他未来的4年大学生活做了最有力的保障。而来中海市拜访苏明的招生办导师数量也不少，前前后后陆续来了10几位，等级最高的是清北大学的一名魔导祭司，高达 LV524级。不仅如此，这位女大佬颜值还很高，说是天才一点问题都没有。刘欣然抓着许清雅的衣袖，彻底打开了话匣子，一脸激动地将苏明的光荣伟绩一一抖了出来，听得许清雅心里直发毛。她确实没有想到，
高中3年，自己并没有太过关注的苏明，竟然如此优秀。不，这已经不能用优秀来形容了，简直是邪门，变态级的顶尖天才。苏明所创造的奇迹，如果一一列举出来，怕是好几天都说不完。而最让许清雅心惊肉跳的是，在前海湾副本里，他所见到的那头暗金血统亡灵古龙，竟是苏明的坐骑。这才多久，整个一中的高3学生都是统一完成的觉醒仪式，为啥苏明却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亡灵古龙坐骑，死亡研爆术，禁咒，暗金级武器，击杀黄金 BOSS 怪。仅仅是许清雅所了解到的信息，就已经让他心里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然而，许清雅却很清楚，这些仅仅是苏明的冰山一角。有不知名的网友爆料，苏明貌似网购了一套价值600万的高级法阵，那是宠兽孕育专属法阵。也就是说，苏明还拥有一头血统高贵的宠兽。这哪里是啥高中生，分明就是背景惊世骇俗的顶级大少。一个平平无奇的男高中生，能有这样的底蕴？闹呢！一瞬间，许清雅那姣好的脸蛋不禁有些微微泛红，木讷的眼神中写满了不可思议，而心底更是涌现出了一丝无法言喻的情绪，有些五味杂陈。嗨，我们家大小姐喽，你要是早听我的，稍微撩拨一下，在我的撮合下，苏少估计已经是你的了。刘欣然捧着许清雅的小脸，认真地打量着她，这天使脸蛋，魔鬼身材，稍稍用一点手段，哼哼，苏少顶得住啊。可惜了，现在想见他都难了。刘欣然哼唧了一声，他现在身边的妹子成堆，我听说哈，苍魂公会的韩英也在打听他的动向。闺蜜的话明显有些刺激到了许清雅。许清雅眉头轻轻一皱，故作生气地转过头，哼，他再优秀又咋了？谁非要和他在一起？我又不差，全国就他一个男人了。刘欣然沉默了下，而后抬起下巴，瞪大了眼看着许清雅说道：有，你还别说，全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苏神。第67章苏明 vs 京都顶级2代。许清雅懵了，瞪着狐狸眼看向刘欣然，默不作声。哎呦，好了，宝子别委屈了。刘欣然摸了摸许清雅的头，轻声安抚道：咋说呢？乖乖，苏明确实太顶了，全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你非要说有没有比他更强的？有，京都肯定有。法神种子，信条刺客，圣光祭，4毁灭暴君，还有生下来便是 LV 30级的那个京都大少，这些应该都比苏神强一丝。可是刘欣然深吸了一口浊气，语气认真地道：那些都是顶级2代，哪个背景不是惊天动地？苏神能有这样的成就，身后自然也有一些背景，可是绝对比不上那几位吧。这样的条件下，他都能驯服亡灵古龙坐骑，学习禁咒和死亡研爆术，甚至还有一系列的顶级底牌。单看资质和潜力的话，我感觉吧，不会比那些京都2代弱。全民转职的世界里，能有个这么帅气又强的一批的男友，卧槽，那不直接起飞？我还指望你和苏神在一起后，能给我个3瓜2枣呢。要求也不高，来个史诗级血统药剂就够了。刘欣然哼唧了一声，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去死！史诗级血统药剂，你咋不要传说级的呢？许清雅伸出白皙的手指，按压着自己的太阳穴，清冷的妆容下，那对明媚又魅惑的双眼白了一下刘欣然，生怕自己这个闺蜜再多说一句，她的小心脏都要被气炸了。我是你闺蜜，你却让我去钓凯子？许清雅气不打一处来。刘欣然直接捂住了许清雅的小嘴，神情认真地道：喂，校花说话咋这么难听？乖乖，咋叫钓凯子？这他奶奶的分明就是两情相悦，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和你从小就认识，还不知道你的德行了？早就喜欢苏明了吧？就是看人家背景不咋地，文化课成绩平平无奇，就一直表现得那么高冷。现在呢？卧槽，史诗级职业者，够配你了不？亡灵古龙，黄金巨龙血统，够格了不？别犹豫，再耽误下去，真没机会了。刘欣然笃定的道。许清雅沉默了，脸颊微微有些发烫。刘欣然说的没错，他的确从一开始就对苏明有好感。可以这么说，苏明的条件相当优秀，不论哪个点都完全戳中了许清雅这个清冷校花的心头号。可是许清雅从小就慕强，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男友是个平平无奇的职业者。长得帅确实很香，但是在这个世界，等级和职业才是王道，没有物质的爱情啥也不是。那我要怎么做？苏明身边现在真的很多女生吗？苍魂公会的韩英也和他认识。一阵沉默后，许清雅轻轻皱了下眉，看向刘欣然问道：现在知道着急了？刘欣然哼了一声，
那可不，不只是韩英，还记得给我们转职的黑丝神官吗？柳妹，转职神殿的苏西，那个宅男女神，禁卫军团长的孙女许月，你总知道吧？许清雅懵了，这么多，可是柳妹和苏西不都是老女人吗？听到许清雅的话后，刘欣然顿时噗呲一声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而后又干咳了2下，再次捂住了许清雅的小嘴。我滴个乖乖，这些话可不兴说。刘欣然一脸汗颜，要是换个人说这种话，他一定会当场翻个大白眼。不过如果是许清雅的话，也可以理解。别看许清雅在学校里是全校男生公认的清冷女神，哪怕是在校外，整个中海市，许清雅也是和韩英并列的顶级神颜女神。然而只有刘欣然知道，许清雅的性格很单纯，可以理解成有一丝反差，外表冰山，内心却无比纯洁，想到啥就说啥，活脱脱的一个笨蛋美女。想到这里，刘欣然靠近了许清雅，小声的说道：苏西和柳妹颜值和你不相上下，身段吗？刘欣然上下瞄了一眼许清雅，各有千秋，但是吧，姐姐可有姐姐的好，你还不一定竞争得过。许清雅急忙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刘欣然陷入了思考中，而后再次看了一眼许清雅，眼神坚定地道：倒贴，清冷校花倒贴，应该没人能顶得住。啊！许清雅彻底懵了，什么虎狼之词？你让我倒贴苏明？许清雅傻眼了。不然呢？刘欣然有白了一眼许清雅，无奈地道：该说的我都说了，作为闺蜜，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还有，没有人比我更懂男人。许清雅轻轻一低头，沉思。还好此时的咖啡厅里没有学校里的男生，要不然当场世界观就会碎掉。谁能想到，全校追捧众星拱月一样的许清雅，此时正在纠结如何倒贴苏明。奶奶的，完全不当人了好吧？校花做舔狗，这不直接刷新全校所有男同学的认知？我明白了，宝子。许清雅深吸了一口浊气，再次抬起头，清冷的妆容下，水光肌也泛起了一丝红晕。你教教我好不好？告诉我怎么一个倒贴法？我决定了，我要倒贴苏明。与此同时，苏明骑着亡灵古龙埃尔法也来到了中海市一中的天穹上空。如今的埃尔法浑身披着一件沉重的黄金级坐骑铠甲，硕大的头颅上佩戴了一套花纹尊贵的头饰，四肢装备了黄金级护腕。没错，埃尔法身上同时拥有着3件黄金级装备，2件防御装备，1件黄金级武器，这些都是苏明从神级选择剧情中获得的奖励，品质相当不错，属性词条也很丰富，堪称一流黄金装。当然，这些装备和武器除了让埃尔法的属性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外，也让这头亡灵古龙看上去无比华丽，真正展现出了黄金巨龙血统的尊贵。第68章，全校惊呆，苏神回来了！卧槽！你们快看，天穹中有一头黄金巨龙！奶奶的，怪物攻城了！不会吧？中海市驻扎的禁卫军团呢？怎么让巨龙 BOSS 怪冲到了学校里？不对劲，有一丝丝不对劲呀！貌似天穹中的那头巨龙不是 BOSS 怪，而是一头坐骑，黄金巨龙坐骑。闹呢？这又是京都哪个老牌职业导师来了？噗！等等，这玩意儿可不是普通的黄金巨龙，好像是一头拥有高贵血统的亡灵古龙。亡灵古龙能驯服这种级别的巨龙生物，有点东西啊！我尼玛！等一下，你们看到没？天穹中的亡灵古龙身上竟然同时穿戴了3件黄金级装备，那是黄金级武器，奢侈，太他奶奶的奢侈了！坐骑同时披了3件金装，这是哪个顶级公会2代来了？顶级公会的2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玩意儿似乎是苏神的坐骑。苏神？你说的是哪个苏神？还能有谁？咱们中海市一中的龙，苏明大佬，国民弟弟，校草男神，变态级天才！天呐，不是吧，苏明，不，苏大少竟然驯服了亡灵古龙，还给坐骑穿戴了整整3件黄金级装备，你他娘的才知道！兄弟，你是2G网吧，全国都吓疯了，你才开始震惊。随着苏明一出现在一中的天穹上空，整个学校里所有学生全都在同一时间目瞪口呆，被完全吓傻了。如果说苏明第一次骑着埃尔法出现在转职神殿，已经在全城内掀起了一阵热潮，震惊了一波全市的职业者，那么现在中海市一中的这些高中生们则是被吓得懵掉了。怎么说呢？亡灵古龙这种档次的坐骑确实相当拉风，华丽尊贵，一出现必定是万众瞩目。可是中海市毕竟也有100级段以上的老牌大神，所以埃尔法最初出现的时候
室内一众职业者虽然内心震撼，却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埃尔法背后的大佬是谁。如果是一名100岁老头子，一切都很合情合理。然而，当苏明昨天骑着埃尔法的视频被曝光在短视频 App 后，有眼尖的网友一下子察觉到了端倪，同时分析出了亡灵古龙埃尔法的幕后大佬，貌似就是天才少年苏明。苏明再次火了，一下子火出了圈，再度被推到各大社交软件 App 的热搜话题榜1。所以，此时当这头亡灵古龙再度出现，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苏明来了。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视觉冲击效果下，中海市一中的全体学生们，这些心灵稚嫩的少年少女们哪里承受得了这种压力，当场小心脏都快要炸裂了。整个校园传来了此起彼伏的议论声，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全都抬起头仰视着苏明。一中的 A 座教学楼顶层天台，苏明和去转职神殿一样，骑着亡灵古龙在天台落脚，而后挥了挥手，让埃尔法重新回到了手背的巨龙印记里，暂时封印了起来。苏少，100岁小老头陈其山屁颠屁颠的从远处跑了过来，满眼放光的看了一眼苏明，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兴奋。陈校长。苏明如沐春风一笑，朝着陈其山礼貌的点了下头。不用。听到苏明的话后，陈其山的脑袋如同拨浪鼓一样摇了摇，相当真诚的说道：不用叫我校长，苏少，以您目前的潜力来看，最多不出1年应该就能升到4转，超过100级段位，身份可比我高多了。如果不介意的话，叫我一声其山就好了。陈其山那浑浊的双眼里流露出了些许光亮，笑声洪亮的说道：好。苏明轻轻一点头，没有再多加推辞，直接答应了下来。不过陈其山说的也没错，苏明的资质太猛了，史诗级职业者不说，按照外界的推测，他绝对有双倍经验，甚至是顶级的3倍经验天赋，不然也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续升了好几10级，直接完成了第2次转职。这样的顶级资质，穿云箭式的升级速度，妥妥的年少有为，准大佬。将来成为一名让全国都仰望的存在，基本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苏少，我们先去会议室吧。京都大学、清北大学10几名顶级大学的职业导师都等您很久了。陈其山咽了一口唾沫，小心翼翼地询问着苏明的意思。奶奶的，不得不小心啊。苏明身后的那头亡灵古龙不仅是华丽尊贵，实力也强得吓死人。即便是陈其山，他都不能确定自己1对1能不能干掉苏明的坐骑。这样的顶级天才，年轻大人物，不说以后饶是现在都能让陈其山仰视了。可以。苏明言简意赅，点了点头，示意陈其山带路。很快，两人便来到了一中的会议室，一间类似于总统套房的房间，面积很大，内部的装潢也很奢侈，平时是陈其山的休息室。好几名黑丝助理正在给一众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大神端水沏茶，房间里的气氛稍微有点低压，10几位大人物仅仅是坐在那里就有着极强的压迫感。别说陈其山，哪怕是中海市的小寡头苍魂工会会长来了，怕是也有不小的压力。这里随便抓一个大神出来，都能轻而易举的将一个 A 级工会给平端了。毕竟中海市等级最高的职业者是禁卫军团长许天，等级420级，而眼下整个会议室里的老牌大神清一色的400、500级的段位，怎么可能不吓人？各位大神，这位便是我们中海市一中的苏同学。进入会议室后，陈其山深吸了一口浊气，目光试探地看了一眼在场的所有大佬，而后尽量让语气平静地介绍起了苏明。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开口，在场的所有招生办导师也都全部一一站了起身，冲着苏明打招呼。别看他们的等级很高，在苏明这里却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架子。国内的顶级大佬也都不是傻子，很清楚苏明的潜力意味着什么，将来又能达到怎样的高度，所以都急忙对他示好，希望能够招揽到这个顶级天才。第69章细思极恐，苏明的潜力有多强？各位老师好，我是苏明。和陈其山不太一样，此时的苏明并没有哪怕一丝的紧张，相反很大方地说了一句，目光也极为淡然，看向了所有人。几百级的层次确实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放眼整个中海市，随便拎一个职业者来都会有些局促。可是苏明好歹也已经拥有了亡灵古龙、圣光血统的独角兽以及一身的顶级装备，华丽的 BOSS 技能栏，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会怯场？如沐春风罢了。好年轻的少年，年少有为啊！苏同学比想象中的要更加帅气，不愧是拥有史诗级职业的年轻人，面对这么多老家伙都不怯场。能驯服亡灵古龙的天才少年，魄力确实不错。国民弟弟，来我们江南大学呗，
咱这边美女多，让导师姐姐带你去江南好好逛一下。京都的美女少了，这话我可不爱听。来咱们清北大学，咱除了奖学金外，也给苏明弟弟安排个美女伴读，不，安排2个够不够？噗呲，好家伙，美人计是吧？咱就是说，能不能良性竞争？京都大学现在招生率太低了，还是来京都吧。我们学校资历最老，学校里的导师都是顶级职业者。顶级职业者有啥用？有美女子香吗？完犊子了，早知道我就不来了，让学校里的校花来招生。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极为欢快，不再显得那么压抑。一众老牌大神轻声议论着，开着玩笑。去给苏少倒杯茶。一旁陈其山也没有闲着，在一堆大人物和苏明这个顶级天才中，他倒是身份最低的小虾米了。回头叫住了一名身材不错的黑丝文职，吩咐他去端茶倒水。人情世故，算是被这个老小子给玩明白了。很快，苏明落座，黑丝文职小妹妹也端来了一杯热茶。苏明看了一眼，轻轻抿了一口茶水，而后面带微笑的看向众人：“苏同学，我们这些老家伙等你等得好苦呀。”在苏明正对面，来自京都大学的一名老头子微微眯了下眼，轻声笑了下道：“对啊，不过也可以理解，苏同学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连续升到2转段位，想必最近也忙得焦头烂额。倒是我们的突然来访有些唐突了。”京都大学身旁坐着的一名中年男人开口附和了一句：“刚从副本出来没多久，这段时间确实有点忙，各位老师等久了。”苏明淡淡一笑，算是回应，可能有点冒昧，不过我想问一下，苏同学是从哪里学习的死亡研报术这个技能？听说你还学习了一本入门级禁咒。稍微有些沉默过后，京都大学的那名老牌魔导师沉声问道，眼神却带着一丝锋芒，看向了苏明。怎么说呢？苏明能同时吸引到全国前100强的顶级大学注意，引来无数名顶级职业大佬亲自登门拜访，并不是没有理由。其中，苏明的死亡研报术这本技能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便是重点。这本 BOSS 技能书是全国典藏技能之一，韩英深厚的仓魂公会耗费了10几年时间，才侥幸从一头300级 BOSS 怪那里爆出来了一本，而后又寻觅了国内最顶级的祭祀，将这本技能书给恢复到了完美状态，这才恰好让韩英学习了。随后，拥有了死亡研报术后的韩英也顺势火出了圈，当年所引起的轰动丝毫不会比现在的苏明差，直接让韩英成为了人气女神。不说是国民级的程度，至少在整个江南省也无人不知苏明从哪里获得的死亡研报术，要么身后有一个极为超过苍魂公会的顶级头部公会坐镇，不仅隐瞒了苏明的真实身份，并且为他提供了这种罕见的 BOSS 技能，要么苏明的潜质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他拥有顶级洞察术、鉴宝术等类似的生活类辅助神技，或是依靠强大的输出伤害，也击杀了一头300-400级段位的顶尖 BOSS 怪，从而得到了这本珍贵的神技死亡研报术。不论是哪种情况，苏明都值得备受全国各方大佬的关注，他的存在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死亡研报术吗？苏明轻声一笑，看向了所有人，稍作停顿，直接开门见山的道：“这本技能书是我从一头终极 BOSS 怪那里获得的，前海湾副本的终极 BOSS 亡灵使徒。”苏明没有任何隐瞒，他也不屑于隐瞒真实情况。我还从那头 BOSS 怪那里得到了一件黄金级装备毁灭头冠。哗！听到苏明的话后，整个会议室里顿时传来了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在场的所有大人物都微微有些震撼。亡灵使徒可不是什么普通 BOSS， 而是等级达到了52级的黄金混血怪物。非要说起来，亡灵使徒的真实水准已经可以媲美完成了3转的60级职业者了。而苏明现在才多少级？刚刚完成了第2次转职吧？他究竟是怎样办到的，竟然能拥有越级击杀亡灵使徒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是让这些国内大佬震惊的真实原因，而是亡灵使徒 BOSS 居然会被苏明发现。全民转职世界里有一个隐性机制，许多终极 BOSS 像亡灵使徒这样的存在基本很少出现，甚至可以说在苏明之前从未出现过。这也是为何苍魂公会这么多年始终没有触发终极 BOSS， 连亡灵古龙的踪迹都没有找到。亡灵使徒出现的原因只有2个：第一，终结苏明后，亡灵使徒能得到海量的经验值，所以他被苏明吸引而来，准备处决苏明。第二，苏明拥有着极为可怕的潜力，已经对亡灵使徒产生了威胁，而这种潜力有可能是职业品阶，也有可能是苏明身上的某种物品满足了威胁亡灵使徒的条件。这2个原因，不论是哪种，都值得让全国各方大佬沉默，因为这意味着苏明很有可能具备顶级 BOSS 亲和天赋，
拥有超出自身等级的高额伤害，万伤、10万伤，或者苏明身至少拥有一件史诗级武器。只有这样，苏明才会吸引到亡灵使徒出现在浅海湾副本。而后，苏明还将他给处决掉了。第70章100万伤害，苏明的价值无限恐怖。苏明同学，你现在使用最强的底牌，最大能爆发出多高的伤害？结果，沉默的气氛最终还是被京都大学的那名老牌魔导师给打破。这名年纪丝毫不比陈岐山小的老头子，浑浊的双眼里闪烁出了一丝锋锐，沉声询问道：“万伤？还是？”老魔导师的意思很明显，是在试探苏明的底细。怎么说呢？这些老家伙在确定苏明拥有死亡研报术这本技能时，就已经展开了疯狂地分析，不然也不会大老远从京都赶来中海市。就在刚刚，一听到苏明直接承认了他击杀掉亡灵使徒 BOSS 后，这些老家伙也不禁感受到了一丝惊恐。2转以下的职业者，如果是单独出现，别说吸引到亡灵使徒了，能引出一头10级的普通 BOSS 怪就已经不错了。如果说苏明真的对黄金级中级 BOSS 亡灵使徒产生了威胁，那就意味着苏明已经有了最少万伤的实力。这是什么概念？许多3转的职业者普攻也绝对达不到的层次。10万伤以上，具体情况不是很确定。苏明神情淡然，果断地回应道：“10万伤，这已经是很收敛的结果了。如果说苏明直接使用焰亡灵领域，他能打出的伤害总和已经超过了100万伤，这种水准，饶是100级段的大佬都会被吓呆。而苏明才堪堪2转，当然，要是再加上一身的顶级装备亡灵古龙、元素剑矢、禁咒，还有他的最强底牌杀神王座，苏明或许能连续释放出100万伤的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确实是顶级小怪物，太吓人了。10万伤！一听到苏明的肯定回答，在场的大佬全都愣住了，旋即互相对视了一眼，眼神底下都闪烁着不可思议的光泽。奶奶的，这哪里是高中生？你说这是国服省标都可以理解，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呀！难怪，原来是这样。京都大学的魔导师深吸了一口浊气，昏花的老眼里光芒大放，彻底被苏明给折服了。试探？哪里还需要试探？能在2转阶段就打出10万伤害的顶级怪物，这不疯狂招揽，还要试探人家？那不是脑子有病吗？10万伤害，这已经是100级段位的层次了。虽说单看伤害结果不能决定一名职业者的战斗强度，可是最大伤害上限却很能说明问题。京都大学的魔导师小老头再度深吸了一口凉气，看向苏明解释道：“这也是为什么浅海湾那个白银副本里的亡灵使徒 BOSS 怪会被你吸引而来，因为你对他产生了生命威胁。同时，如果终结掉你，亡灵使徒也将获取到海量的经验值，能够让他快速成长进阶。”啊！苏明一愣，涉及到他的知识盲区了。他确实不知道，竟然还有这种隐性机制。不过想来也是，苍魂公会耗费这么多年，不仅没有找到亡灵古龙，就连亡灵使徒这个50多级的终极 BOSS 都没有触发。而苏明只是第一次前往副本，便吸引出了亡灵使徒，还顺手给终结掉了。看来应该是和高额伤害和杀神王座有关。苏明眼前一亮，心中暗自思忖道：这样说的话，那击杀掉京都的那些顶级2代，比如法神种子、圣光祭祀这些，岂不是一样可以获得海量的疯狂经验点？哪怕这些2代的等级不高，爆出的经验却能达到超出他们等级100多级的层次。的确，在全民转职世界里，终结一切生物所掉落的经验值，并不是单纯和等级挂钩，而是综合了伤害、前置、职业品阶所拥有的各种天赋、技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会议室里在场的这些大人物才会对苏明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恨不得当场把他招揽到自己的学校里。苏明的价值太高了，远超史诗级职业者的档次。毫不夸张地说，他现在已经有了传说级的价值。更何况，这些大佬也得到了最新的消息：苏明在2转后获得了一个传说级天赋，同时也驯服了一头亡灵古龙。貌似最近还在网购了高级法阵，疑似在孕育顶级血统的宠兽。天哪，10万伤害！苏明弟弟，你也太厉害了！一名戴着金丝框眼睛、身穿红边黑丝、一身华丽尊贵法袍的美女子小姐姐，媚眼如丝地看向苏明：帅弟弟，要不来我们清北大学？等你入校后，姐姐亲自指点你如何提升法术暴击伤害，说不定要不了1-2年，你就能达到100万伤害的成就。这名御姐系的大美女是来自清北大学的招生办小主任，神颜天菜，颜值很高。和柳妹那个黑丝神官不同，柳妹浑身呈现出来的气质更多的魅惑、妖娆，或者说是骚。而这个御姐400多级的段位，五官精致，水光肌滑嫩，
白皙的肌肤下白里透红，透露着一丝高贵和不可亵渎的气质，比较大气。清北大学吗？不错。苏明微微一眯眼，看向了清北的招生办导师。不带这样的哈，咋对苏同学使用美人计呢？见到苏明和陈淑妍搭话，京都大学的魔导师小老头当即笑了下，打趣似的说道：不打紧，反正最后让苏明同学自己选择吗？陈淑妍媚眼如丝，又看了一眼苏明，打了下圆场。不知道各位导师的奖学金是怎样安排的？话都说到这里了，苏明也没有墨迹，直接果断的开口问道。非要说起来，这些全国100强的大学条件都大差不差，尤其是像京都大学、清北大学这种顶级学府，许多都是并列第一。咋说呢？全国100强的大学或许会有一些差距，可是全国前10的顶尖学府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各有长处，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校才是正事。当然，苏明最看重的还是奖学金，谁给的多，自然会优先考虑。第71章神级奖励，英雄级血统药剂。反正有着掠夺天赋在，苏明也不会担心未来的发展，不外乎是成长速度更快或是慢一些。我们江南大学提供3本高级技能书，还有一整套不少于6件黄金级装备，其中2件是攻击系武器。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8000万的奖学金，每个月不少于10万块的生活补助。法神大学这边目前开出的条件是1件暗金级装备，1件英雄级道具，还有1本禁咒。杭师大学10件精装，随意选择。至于技能书这些，只要苏明同学开口，我们尽量办到。清北大学提供一整套黄金装备，除此之外，再附加1本禁咒作为奖励。我们比较尊重人才，如果苏明同学需要其他物品，学校这方面先不说，我陈淑妍一定会尽量为苏明弟弟准备好。苏明一开口，在场的大佬们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各种顶级物品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如同便宜货似的，说得云淡风轻。一瞬间，饶是苏明自己都有些懵了。苏明的确有些懵了，他没有想到这些全国100强的顶级大学开出的招生条件竟然这么豪横，就连禁咒都安排上了，简直是大腿，必须要抱住。不过苏明的神情却依旧淡然，平静地看了一眼在场的所有人，轻声开口说道：我觉得各位老师开的奖学金和招生福利稍微低了点。苏明的声音很轻，在会议室里却显得格外清晰。只是一瞬间，导师们全都愣住了。倒不是说苏明狮子大开口，而是直到现在他才明白杀神职业的价值，稀有程度丝毫不亚于纯血大熊猫，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无疑是全国唯一的存在。而他的最大伤害上限也不只是10万点，而是达到了恐怖的100万伤害。这种水准，要个更好的条件不过分吧？即便是全国前10强的大学招生，也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去不去，终究是苏明做决定。苏同学，黄金装备、顶级技能书、几千万的奖学金，这个条件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京都大学的魔导师，那个100岁小老头稍微愣了下，很快便恢复了正常的神情，注视着苏明的双眼，淡淡一笑说道：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如果完成了入学考核，在大一新生试炼里成功获得新生首席，我们京都大学可以破例给你再追加一套极品黄金装备以及1本禁咒。京都魔导师的话说完，其他导师们也纷纷点了下头，表示同意。怎么说呢？苏明所展现出来的实力确实足够强大，天资也没得说，尤其是他的价值，史诗级职业者，能吸引到亡灵使徒 BOSS， 爆发出10万伤，稍微培养一下，将来一定能成为真正的权力阶层大佬。而哪怕是现在，苏明一旦进入了大学，也能为学校带来不小的帮助。因为苏明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可以开启一些副本里的隐藏任务，就像苏西宁愿支付好几亿的高额报酬也要聘请他。对这些大学来说，苏明的价值至少也是100亿的档次。不过在场的职业者都是深谙人情世故的老油条，在没有见到真正的利益之前，也不会轻易允诺苏明更多的奖学金。黄金级装备也好，高级技能书也好，都是稀缺货，哪有那么容易就得到了？年轻人，你才刚刚完成2转，给你1本禁咒已经是破例了，在座的都是7、8转以上的大神，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些太没礼貌了？史诗级的确不错，可别忘了全国范围内今年就出了6名史诗。角落里，一名戴着眼镜、身材臃肿、穿着职业小西装的老嫂子微微一眯眼，看向苏明说道，语气中透露出了一丝莫名的傲慢，冰冷又夹杂着淡淡的威压感。这个老嫂子是江南大学招生办的女主任，长相平平无奇，身材臃肿，一开口就是浓重的教导主任风格，摆个臭脸就好似能进入江南大学是苏明的福气一样。
和永恒公会那个陈飞的口吻极为相似。前世这种人苏明见多了，觉得自己有点地位，年纪比较长，就随便拿捏小年轻。苏明微微皱了下眉，准备开口对回去。然而就在这一刻，他的脑海里却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神级选择剧情触发了。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招生考核。选择1，面对江南大学招生办女导师刘月的严厉呵斥，虚心接受，并选择进入江南大学，奖励称号缩头乌龟以及1件黑铁级装备。选择2，直接怒对刘月，并提出招生考核，1对1挑战刘月，奖励英雄级血统药剂。选择3，无视刘月，选择其他学校，奖励白银级技能书1本。当冰冷的提示音响起，苏明眼前猛然一亮。这一次的神级选择奖励很丰厚，竟然开出了1瓶英雄级血统药剂。血统药剂相当珍贵，每一种血统药剂都能为职业者或是坐骑带来极为强大的属性提升，甚至可以从中获得专属技能，蜕变出特有的天赋词条。可以说每一瓶血统药剂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英雄级更少见了，价值丝毫不会比1件英雄级武器差。22222，没有一丝的犹豫，苏明果断选择了第2个选项，怒对招生办的刘月。1对1对决6名史诗。苏明轻声一笑，看向刘月说道：所以呢？那你为啥不去招揽那几位？刘月一愣，被苏明给问懵了。那几个史诗级职业者都是年轻一的大佬级人物，身后哪个不是 S 级工会或者 SS 级？背后的势力大到可以轻松捏死刘月。江南大学是不错，然而在那些顶级2代眼里也就那么回事。苏明的这句话直接戳中了核心，让刘月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了。这些事情不是你该过问的。刘月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睛眶下那对本就细长的眼眸里闪烁着一片淡淡的愠怒。原本他只是想用江南大学的背景以及自己的等级段位来稍稍打压一下苏明，毕竟刘月这样的教导主任最擅长做这种事情，狐假虎威，欺软怕硬。谁知道奶奶的，苏明不吃这一套，直接当着在场这么多的大佬怒对他。一瞬间刘月面色一红，脸面有些挂不住了。那我怎么说话？和你有关系。苏明声音不大，仍旧语气平静地说道。这一声落下，顿时掀起了一片波涛，所有大学的导师们全都不禁神情一动，轻轻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家伙，我他妈直接好家伙，这年轻人确实不一般。好歹刘月也是一名400多级的火焰系法师，虽然职业品阶不算好，可是等级摆在那里。苏明才多少级，刚刚2转而已，却有敢当面怒对刘月，单凭这个勇气就已经可以吊打一堆所谓的顶级天才了。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苏明并没有放过刘月，而是目光淡然地环顾了一眼所有人，稍微清了下嗓子，又开口了。第72章苏明 vs 400级大神。入学考核我看就算了吧，既然各位老师都来了中海市，不如就今天直接先来一次招生考核。如果考核通过，提高奖学金；考核失败，我苏明自动放弃所有大学的录取资格，以后不读了。苏明莞尔一笑，说出了心里的想法。来自全国各地的招生办导师们再一次愣住了。招生考核，如果失败，不读了。卧槽，他奶奶的，不愧是变态级天才，这魄力也太大了吧！全民转职世界里，大学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如果说一名高中生在全国统一高考中落榜，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是相当的凄凉，不仅不会被工会录取，连许多副本入场券都没有资格购买。换句话来说，只能止步在当前段位，很难提升等级，一辈子默默无闻。可现在苏明却一时用气，自己断送了后路。考核失败就放弃所有大学的录取资格，还能这样玩？苏少，你……不只是导师们愣住了，就连陈其山也吓懵了。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屁颠屁颠地凑到了苏明身旁，压着喉咙急忙说了一句，提醒道：如果不去大学里进修，是没办法加入高级工会的。苏少，你这是在自断后路呀！陈其山欲哭无泪，这就是大佬的世界吗？全国前100强的大学争先恐后的抛来橄榄枝，苏明啪的一下直接拒了。这个档口争这一口气有啥用呀？低调点不好吗？苏明同学说笑了，刘老师也没有什么恶意，不用放在心上。见到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默了，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陈淑妍如沐春风一笑，姣好的脸蛋中浮现出了一丝嫣然笑意。他看了一眼苏明，为他打着圆场。不用，
苏明冲着陈淑妍笑了笑，我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办。今天当着所有老师的面来一场招生考核，也给各位导师看一下我们中海市年轻职业者的实力。苏明轻轻眯了下眼，然后看向刘月，刘老师，就你吧，1对1，毕竟我这个史诗级也才刚刚2转，刘老师拿捏我岂不是很轻松？苏明直视刘月，话语中带着一丝坚毅。卧槽！此言一出，整个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惊到了。这些导师的等级都是7、8转，清一色的4、500级，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被震惊到的。可是苏明确实太变态了，2转才30多级，竟然想要1对1和刘月对决。刘月可是实打实的400级火焰系法师，真伤，都能将一名100级段位的职业者给秒了。苏明却想要和他对抗，不论是谁都会大吃一惊。当然，这里的对决并不是真正的对抗，而是一种考核。苏明可以爆发所有底牌对刘月发起攻击，而刘月不能使用武器，只能对苏明进行普攻或是被动防御。这种对决方式在大学里很常见，也是导师和学员之间的日常训练。可是400级是什么概念？就算是1级获得10点自由属性，400级段位也拥有了4000点自由属性，平均下来精神属性最少也是1000点。也就是说，刘月随手一个普通攻击所释放出的法术伤害都是万伤，1万点法术攻击力。正常情况下，一个2转血条直接就清空了，对决个屁！不过苏明却不一样，山人自有妙计。好，面对苏明的挑衅，刘月深吸了一口气，眼神里流露出了毒蝎般的冰冷。既然苏明同学想要葬送自己的未来，作为老师也只有给你好好上一节课，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年轻人可以自信，但是别太自负。史诗级而已，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天才，在没有成长为大人物之前，你依旧只是个弱者。刘月已经彻底撕破了脸，毫不掩饰地暗讽了下苏明。好，苏明轻声一笑，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转过头看向陈其山，说道：陈校长，麻烦你带我们去学校的仪式广场，我和这个刘老师来一场对决。陈其山神情一阵木讷，沉默了片刻才回过神来。苏少！陈其山疯狂吞咽了几口唾沫，还想要拦下苏明，在他看来，苏明这就是在意气用事，一时冲动的下场就是苏明这个顶级天才将会面临无书可读的结果。而他陈其山呢，本来可以好好的功成身退，享受着后半辈子的名誉，现在却要落个不太好的名声，以后有谁提到他都会说这是那个落榜苏明的校长。放心，我心里有数。苏明拍了拍陈其山的肩膀，给了他一个笃定的眼神。陈其山默不作声。奶奶的，心里有数？那可是400级，怎么个有数法？难不成开挂吗？400级大佬一个普攻都能将100级职业者给轰死，你真让我放心？哪门子心？咋放？然而面对苏明的坚持，陈其山也只好耷拉着脸，带着会议室里10几名大神前往了学校的仪式广场。这些人里面，陈其山倒是成了身份和地位最低的那一个。哪个惹得起？就算是苏明，他也惹不起。除了带路还能做啥？一整个欲哭无泪。与此同时，中海市一中全校师生也都目瞪口呆了。在他们的目光中，苏明在一群几百级职业者的簇拥下来到了仪式广场正中心。这是要做啥？一时间全校师生都惊呆了，心里更是涌现出了一丝不好的预感。同学们，请退出仪式广场，咱们学校的苏明同学将与江南大学招生办刘导师进行一场招生考核。陈其山站在广场正中心，神情无奈地看了一眼全校的学生，语气不太平和地解释了下。招生考核？卧槽！传说中的那个1对1招生考核，苏明1对1400级大佬。第73章，全校惊呆。炸裂的比赛，招生考核，苏神竟然要1对1对决400级的老牌职业导师，这也太他奶奶的夸张了吧！卧槽！苏明永远低神，疯了吧？还能这么玩？你管这叫招生考核？怕不是花式作死？职业者的100种花式死法。校草后援会的集美们，赶紧发群聊，把那些小表表都叫过来，给咱们家老公加油打气。火焰系法师，刘月导师。卧槽，这位大佬我听说啊，出了名的火爆脾气，曾经手刃了一头300级终极 BOSS 怪，号称是江南大学的头号女大佬。头号女大佬又咋了？就算她是省标又咋了？咱们家校草哥哥才2转，如今都有勇气和400级职业者单挑，就凭这个足以吊打一众所谓的顶级天才。就是，
多的不说，哪怕苏神今天输了，那也输得光荣，绝对能震惊全网，惊动全国各方大佬。没错，更何况我老公还不一定会输。7、8转大神的普攻，最次也是万伤了，苏明还有赢得机会？为啥没有？万伤怎么了？难道史诗级职业者连万伤都顶不住？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家哥哥空有一个史诗级头衔吧？别和他们废话，等会看就行了。亡灵古龙、死亡岩爆术、禁咒，我相信苏神今天一定能震惊全场。招生考核一结束，恐怕那些国服大神都要被吸引而来。随着陈其山的话一说完，全校所有师生都惊呆了，情绪被彻底点燃。一名高中生与400级大佬的对决，不论怎么看都是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火爆话题。毫不夸张地说，不论最后苏明是否获胜，都能在国内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波涛。全国顶级大神的注意力都将一一放在苏明身上，而苏神的称号也会再次被置顶热搜。年轻一代的职业者中，不会有任何人能与苏明相提并论，他的声望注定超越老一辈的职业大神。与此同时，一大群中学生中，2道亮丽的倩影同样微微一震。怎么可能？刘月去年才攻克过一个英雄级副本，手刃了一头300级的 BOSS 怪，苏明他怎么会想到和这样的存在1对1单挑？他是疯了吗？许清雅的眼眸猛地一亮，贝齿紧紧咬住红唇，被眼前的场景给彻底震撼到了。我早就说了，苏明本身就很优质，让你早点下手，你偏不，现在好了吧？一旁刘欣然轻声哼了下，给了许清雅一个大白眼。不是。许清雅神情再度一怔，好看的鹅蛋脸上也悄然涌现出了一丝丝的红晕，不知道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的意思是，苏明好不容易才升到30级段位，他才2转没多久，如果这次失败的话，恐怕等级会重新跌落到1转职业者的档次，会不会让他一时间受挫，一蹶不振？许清雅长叹了一口气，眼神里满是担心。的确，一般情况下，天才职业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傲气，或者说是王者之心。这种心智一旦受到挫败，便很有可能影响未来的发展。许清雅担心的正是这一点。苏明确实是顶级天才，甚至可以说是变态级的小怪物。然而，面对高出自身好几百级段位的老牌导师，胜率几乎为0。这样一来，对苏明没有半点好处，相反，会让他这段时间的努力全都成为空白，需要重新刷怪升级才能升到2转段位。哟，我们家校花开始担心苏明了。刘欣然顶着丸子头，微微一眯眼，目光复杂的看向许清雅，笑着说了句：“没看出来啊，清冷校花也有这样一面，反差简直是太反差了。这要是让学校里的其他男孩子知道，怕是当场都要自闭了。”许清雅默不作声，贝齿咬紧嘴唇，清冷的脸蛋浮现出了一丝红晕，都可以掐得出血了，彻底羞红了脸。刘欣然说的倒是没错，许清雅在外人面前一直都是一副清冷姿态，和冰山没有什么两样。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关心一个异性，或许是因为刚才在刘欣然的说服下，他已经暗自做出了决定，要直面心中的好感，倒贴苏明。所以此时的许清雅已经带入了身份，自然会对苏明毫不隐瞒地表现出关心。去死！许清雅瞪了一眼刘欣然，故作生气地伸手拍了他一下，而后目光再度看向仪式广场，放在了苏明的身上，眼神中充满了担心，就连小手都攥紧了。好啦，哈哈，我们家大校花大宝不欺负你啦。刘欣然也凑了上来，依偎在许清雅身旁，语气认真地说道：“怎么说呢？不用太过慌张，苏神肯定有自己的办法，别忘了，他可是那个终结了亡灵古龙 BOSS 的男人，能差吗？”刘欣然微微一眯眼，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猜测：“我估计苏神应该是有信心能赢下这一局，不然也不会这么贸然地挑战刘月。这种对决和同等级的职业者 PK 不一样，刘月大部分情况下只能被动防御，也不能使用装备以及其他的专属技能。换句话来说，他能展现出来的真实战力会大打折扣，最多也就是100级这个层次。”刘欣然停顿了下，继续道：“如果是普攻的话，万伤确实能轻松秒掉2转职业者，可是按照苏明的实力，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毕竟他还有死亡岩爆术以及禁咒，而这些也只是我们了解到的冰山一角。”刘欣然深吸了一口浊气，有可能苏神这一波操作真的会再次震惊全国，他有把握能赢下这一局，而后苏神便会受到全国高层那些顶级大神的注意。这可不是单单被全国100强大学录取那么简单，甚至苏神能一跃成为国内年轻一代中最核心的存在。刘欣然微微皱了下眉，说出了他的看法。怎么会？许清雅一愣，苏明还不到20岁，他图谋的东西竟然这么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的心智
已经可以完虐同一期的所有职业者了。要不了多久，苏明便会成为一代人的标杆。第74章30万点伤害，炽天使光环出手。细思极恐，刘欣然点了点头，认可了许清雅的话，也将目光放在了苏明身上，没有再多说什么。而同一时间，仪式广场正中心，在1万多名师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招生办导师们的注视下，苏明和刘月的对决正式开始。出手吧，我会给你3次进攻的机会，3次以后我便会反击，然后终结你。刘月一身小西装，身材臃肿，长相也是平平无奇的中年妇女。可是此时的她浑身的气场却有了一丝变化，星星点点的元素光辉在刘月的身旁凝聚，就像是涌向深海的水流，在广场中心掀起了一阵飓风。终结我！苏明淡然一笑，摇了摇头，拭目以待。就连苏明都没有想到刘月竟然如此自信。不过想想也是，一名400级的法师，即便是脆皮职业，然而面对一个连3转都没有达到的小人物，确实没有必要打起精神。反击对刘月而言都是一种耻辱，如同大象在和蚂蚁争斗。可是刘月错了，要不了多久，他便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将会让刘月付出惨痛的代价。元素剑矢，死亡研报术，禁咒，黑潮之月。苏明握紧了手中的法杖，那一柄从韩英那里获得的亡灵法杖，一柄真正的暗金级武器。面对比自己等级高了好几百级的刘月，苏明没有掉以轻心，而是一上来便释放出了3大顶级技能。尤其是禁咒，对于许多职业者来说都是最终的底牌。可苏明呢，有着第2天赋炽天使光环，他完全可以多次释放禁咒，而不用顾虑法力值的消耗，所以优先使用最强输出是最合理的安排。在苏明的技能释放下，天穹一震，海量的元素剑矢，硕大的火球，以及黑潮之月所引发的黑色雾气血色圆月，全都一一出现在了中海市一中的上空。整个学校如同置身在副本世界里，瑰丽而又绚烂，色彩华丽的元素尘埃将苏明衬托得如同异世界的精灵王。在蔷薇铠甲的衬托下，苏明将手中的亡灵法杖向前一挥，哗啦啦，元素剑矢、火球以及黑色的雾气一一落向了刘月。不好，怎么可能？一时间，刘月睁大了惊骇的双眼，彻底愣了下。他也没有想到苏明竟然如此凶猛，一开始就是贴脸开大。3次攻击指的是3次进攻，并不代表着苏明只能使用1个技能，也就是说，这2大技能加上禁咒，只能算作第1次进攻。能办到这一点，当然要归功于苏明的第2天赋炽天使光环。所有技能和禁咒法力值消耗减少1半，还有一定概率可以触发零消耗释放技能，这意味着苏明的法力值能够满足连续释放好几次禁咒，当然也可以完成连续瞬发3技能。哗！刘月急忙向后一退，双手向前一推，释放出一个普通的光明元素防御，不算是技能，只是常规的平 A， 准备挡住苏明的进攻。然而哐当一声，元素剑矢直接轰碎了这一防御，重重的轰击在了刘月的身上。血条一震，疯狂掉血，负12万法爆，负12万法爆，负12万法爆，狂轰乱炸，真正的狂轰乱炸。死亡研爆术技能所凝结的火球一颗颗轰在刘月身上，直接引爆，带来了一连串的火星。而元素剑矢呢，全都精准命中。饶是刘月已经在疯狂抵挡，可剑矢依旧刺穿了他的身躯，让他持续掉血。至于禁咒，恐怖的黑雾也将刘月完全覆盖。猛了，彻底猛了！此时的刘月瞳孔猛地一缩，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惊恐。他感觉自己所面对的根本不是什么2转职业者，而是一头副本的终极 BOSS。奶奶的，哪个2转能有这么凶残？说是巨龙血统 BOSS 怪都信。只是第1波攻击，刘月所掉落的生命值就已经超过了50万点，而且这还没有结束。当，刘月深吸了一口气，再次挥了下手。虽然几10万点血量对他来说并不算太大的伤害，可是职业者毕竟不能和 BOSS 相提并论，倘若不做出反应，苏明接下来的2波进攻还真有可能将他给终结了。所以一下子刘月连续释放出了基础防御护盾，让自己周围浮现出了一面面如同龟壳般的透明盾牌。这种盾牌是法师职业者的专属手段，不算作技能，更何况只是防御，也不算刘月违规。只是苏明仅仅是第1波攻击就逼迫的刘月这个400级老牌大神使用防御手段，如此炸裂的视觉震撼效果，一下子让全校的师生都坐不住了。
尤其是和苏明同一年级的高三学生们，更是完全亢奋了。卧槽，这就是大佬的世界吗？肾上腺素狂飙，奶奶的！同时瞬发2大技能以及1个禁咒，苏神也太秀了吧！噗呲，闹呢？这真的只是2转职业者的对决吗？为啥我有一种看国服最强排位的既视感？妈耶，好强！苏明大佬这一波下来，所造成的伤害已经达到了30万点。集美们，我顶不住了！好帅！卧槽，好帅！我的老公太猛了！小表表，你能不能收敛点？那明明是我的老公！呜！快快快，苏神加油呀！结束后，我们去开放。噗！不是吧，兄弟们，我泪目了。女神说要和苏神开房，难怪能驯服亡灵古龙 BOSS， 还收到了全国100强大学的录取资格。我以为苏明是虚有其表，现在才知道，小丑竟是我自己。这他娘的是真正的变态级怪物！天才和苏明相比，那些所谓的天才都是些什么狗屁？30万点伤害，30万伤的层次已经可以吊打一众老牌大神了，就连许多100级职业者，怕是也不能打出如此完美的一波操作吧？细，太细了！这就是大神的精准控位吗？刘烨导师这一波直接硬吃了几10万高伤。第75章，第一次开启深渊世界大门，全校1万多名师生都懵了，彻底惊呆了。苏明这一波攻击所展现出来的水准实在是太疯狂了，仅仅是伤害总和就超过了30万点法术攻击力，这个级别早就超脱了100级职业者。如果全部命中的话，饶是陈其山都要吃一壶，老骨头架子当场就得碎掉。而一瞬间连续释放出死亡研爆术、元素剑矢以及黑潮之月禁咒，如此强大的法力值，细节操作也让全校师生头皮发麻。一个高中生竟然这样饱和的法力值，蓝条点满了。而想要完成连续瞬发，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许多京都的顶级2代，被称为小怪物的天才职业者，也极少有人能真正达成瞬发3大技能。苏明竟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京都大学的小老头神情猛然一震，轻轻皱了下头，语气郑重地说了一句：哪怕是法神种子圣光祭祀他们，也没有如此精彩绝艳的天赋。满级身份，丝滑的操作，一水的黄金技能，连禁咒他都练习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京都大学的老牌魔导师感叹道，而后深吸了一口浊气，屏息凝视地看向苏明，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细节。这还是他如此重视一名2转职业者。在这些大佬的眼中，高中生2转只是小虾米，可苏明却彻底颠覆了他们的感官，刷新了世界观。这些恐怕也仅仅是冰山一角罢了。魔导师的身旁，清北大学的陈淑妍美眸中异彩连连，流露出了一丝异样的神情，轻声开口说道：看来苏明想要更多的奖学金，更丰厚的条件，无可厚非。以他目前所展现出来的资质、潜力、实力水准来看，即便是一件英雄级武器，一本高级禁咒，也是合理的。他这样的天才，国内屈指可数。陈淑妍轻轻晃动了下身体，双眼微微一亮，中肯地评价了下。其实陈淑妍的话还没有说完，此时的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不论最后苏明要怎样的待遇，清北大学都一定要满足。这样的人才，但凡招揽到学校里，带来的好处不可估量。同一时间，仪式广场中心，苏明在完成第一波攻击后，没有一丝的停留，而是更加猛烈地开始了第2次的进攻。焰亡灵领域，燃烧之环，巨龙之翼，亡灵召唤，军团光环。相比于第一波，苏明这一次直接释放了他的压轴必杀技，身后的死亡之翼一挥，让他整个人浮向了半空。在神影步的效果下，苏明的速度猛然一阵提升，如同鬼魅似的凭空消失。而天穹中，仪式广场的上空，金黄的燃烧火环如同天罚一样，沉沉地向着刘月的头顶覆盖而去。亡灵领域一样被开启了，像是将整个仪式广场给拉拽到了深渊世界，一下子变得极为昏暗，充满了死亡的气息。火焰熊熊燃烧，和传说中赤天使出现时所产生的场景极为相似。刘月便在这片火海领域的中心，如同即将被惩戒的罪人。哐当一声，一座青铜大门拔地而起，席卷着浓重的雾气，就这样直接摆在了众人的面前。全校师生所有人的目光都猛然一转，看向了这座硕大的青铜门。这是啥？而后大门敞开，一头头长相凶残、极为狰狞的亡灵骷髅出现了。这些全都是从深渊世界爬出来的亡灵系生物。没错，正是苏明从韩英那里掠夺来的技能——亡灵召唤。海量的低级混血骷髅
皑皑白骨，行尸走肉，就这样冲着刘越扑去了。虽然这些骷髅的等级都不高，也就是10来级的段位，可是数量却相当多，前仆后继，古怪的长相无比瘆人，一下子便让全校1万多名师生都看懵了，全都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半步。风暴骨矛。另一边，苏明猛地出现在了刘越的身后，死亡之翼轻轻挥动下，苏明的动作变得极为敏捷，一手向前抛掷，手里的沉重骨矛就这样弹射了出去，连空气都被撕碎了，发出了刺耳的音爆声。叮！恭喜您成功触发装备技风暴。风暴骨矛的装备技能成功触发了。分裂，疯狂分裂。只是一瞬间的功夫，这柄骨矛便分裂成了2根，接着是4根、6根、8根、12根，整整12根风暴骨矛。这可不是什么元素剑士，而是实质性的黄金级武器，从1柄变成了12柄，哪怕维持的时间只有那么一下，却是叠加了真正的恐怖伤害。轰！剧烈的爆炸声如同蘑菇云似的在中海市一中响起，一连串的炸裂引发了惊天动地的波涛，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所震撼到了，疯狂、震惊，根本看不清刘越究竟是如何应对的，只能见到一片圣光下，璀璨华丽的技能特效正在疯狂地涌动。哗啦啦，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刘越身旁一片片精致的火焰花瓣绚烂地绽放了，那是黄金专属技能火之绚烂。刘越400级段位的职业大神，竟然被苏明逼迫得使用了技能。卧槽！对决结束了，苏神赢了！沉默的气氛被一名高中生的惊呼声所打破，一时间整个校园都传来了此起彼伏的高亢议论声，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轩然大波。而随着苏明的各种技能一一散去，刘越也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中。只是和刚刚相比，此时的刘越浑身衣衫褴褛，整个人更是像从水里打捞起来的一样，大汗淋漓。刘越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地喘息着，眼神里更是透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恐。虽然他很快便收敛了目光，可是却依旧被全校的师生给捕捉到了。苏明赢了，还将400级的大神给逼迫到了这种程度，疯了吧？你管这叫2转职业者？与此同时，苏明这边也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神级选择奖励到账了。第76章圣光血统药剂。叮！恭喜您成功完成选择，奖励已发放。名称：圣光血统药剂。品阶：英雄级。属性：使用后可获得圣光系圣灵血统，包括但不限于圣光独角兽、圣光恶魔、圣光天使4维属性将获得极大程度的增幅，且有一定概率能触发全新的技能栏以及专属天赋。限制：无限制，一切职业者、坐骑、宠兽皆可使用。描述：伟大的圣光血统将赐予一切生物强大的力量，获得圣光血统后，所有技能伤害都会得到圣光的赐福，克制一切黑暗系或者亡灵系生物，法爆伤害中蕴含圣光克制效果。注释：圣光伤害能呈现出真伤效果，即无视防御和装备，直接对目标造成真实伤害。当刘越一使用出火之绚烂技能，苏明和他的对决也算是告一段落了。苏明获胜，而神级选择奖励也在第一时间到账了，竟然是圣光血统药剂。苏明眼前猛地一亮，心中掀起了阵阵惊涛。他完全没有想到，触发的血统药剂竟然是圣光系血统。这种血统药剂极为罕见，可以这么说，一瓶英雄级圣光系血统药剂的价值已经能媲美史诗级药剂了。原因很简单，基本上所有圣光系生物都无比强大，来源于高贵而古老的种族，其中最次的也是圣光独角兽这一种群。4维属性提升，获取新的技能栏，专属天赋：圣光伤害，克制一切黑暗和亡灵系生物，真实伤害，无视所有防御和装备。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看向了这瓶英雄级药剂的属性栏，相当的夸张，属性效果简直是只能用炸裂来形容，和还未出生的小独角兽貌似和契合。苏明微微沉思了下，心中暗自思忖道：这瓶药剂。稍作思考，苏明也做出了决定，将这瓶药剂留给独角兽使用。一来，圣光系血统虽然很优质，可是对苏明而言，他的未来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没必要锁死自己的成长潜能。一旦获取了圣光血统，恐怕将来的转职路线也会被抑制。其次，英雄级血统药剂对于暗金级的独角兽来说，使用后带来的增幅肯定更大。而苏明呢，已经是史诗级品阶的职业者了，再用一瓶英雄级血统药剂，
或许也只能得到些许的4维属性增幅，可能连专属天赋都不一定会触发，完全没有必要。想到这里，苏明将血统药剂妥善的保存好，神情微微一凝，看向了正前方的刘月。此时的刘月只能用落魄来形容，在苏明各种技能的狂轰乱炸下，刘月哪里还有最初那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整个人如同刚从水坑里捞出来似的，满身大汗，而身上整洁的小西服也被死亡岩爆术这一系列的狂暴技能给轰成了碎片，惨不忍睹。苏神赢了！随着一名高中生的欢呼声响起，一旦激起千层浪，整个学校都在一瞬间炸开了锅，全校师生全都从沉默中抽回了神，彻底疯狂了。卧槽！兄弟们，太他奶奶的震撼了！你们刚才看到没？苏神的所有操作都丝滑到堪称完美，死亡岩爆术很强，可是苏神刚刚所使用的一众技能里，这个技能貌似都成了垫底的存在。爆炸！即是艺术，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完美的一场 PK。天哪，震惊我一整年！今天过后，全国都会为此而疯狂，估计半夜苏神的视频就能席卷全网。400级的老牌导师竟然输了，被逼迫得使用火之绚烂技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苏明大佬甚至只发起了2波攻击。你们还记得刘月最初说的话吗？让苏明进攻3波，而后他出手终结掉苏神。现在看来简直是贻笑大方，奶奶的，华丽，太华丽了！你们知道最吓人的是啥吗？苏少还有一头坐骑黄金巨龙血统的亡灵古龙，这玩意儿要是出手的话，刘月还能顶得住2波，第1波就得被终结，太丢脸了。今天过后，我估计江南大学怕是要调出全国100强的排名了。一个号称最强女大佬的职业者，竟然输给了一名高中生。虽然是练习赛类似的1对1 PK， 可是输了就是输了，太狂了！这特么的就是年少轻狂嘛！快，把刚刚录制的视频发我马上配个炸裂的音乐，直接上传到抖音去。校草好帅，我要给你生猴子！全校一片哗然，所产生的轰动丝毫不亚于全国最强排位的现场。毕竟，苏明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以及这场 PK 比赛的视觉震撼效果，简直是突破了天际。谁都没有想到，一名高中生竟然能胜过有着最强女大佬称号的刘月，更何况还是如此简单粗暴的完胜。苏明连3波攻击都没有完成，便逼迫的刘月使出了技能。从规则来看，刘月确实输了，而且还是惨败。一时间，全校哗然四起，和刘月随行的那几名招生办导师神情都是微微一怔，脸都气绿了。因为今天的事情一旦被曝光，正如所有人所预期的那样，江南大学必定会调出全国100强的排名，说不定还会因为这一场事件而落成一个2本。别说全国100强，985、211，就算是2本，估计都够呛了。在这个全民转职的世界里，实力就是王道。江南大学的招生办女大佬连个高中生都不如，还有啥资格继续招生？哪个天才职业者愿意入学？只能说刘烨今天的所作所为直接断送了一所顶级大学的未来。而另一边，仪式广场旁全程观看了苏明的 PK 赛的导师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顶级学府的招生办导师也一样睁大了惊骇的双眼，被苏明的战斗画面所震惊到了。尤其是清北大学的陈淑妍，姣好的脸蛋已经浮现出了一丝红晕，贝齿紧紧咬住红唇，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难得的木讷。即便是他这样的高级职业者，几百级的段位，心里都涌现着微微的惊恐。苏明的强大，甚至对陈淑妍都产生了一丝威胁。第77章九转成神。苏明的背景，亡灵骷髅。苏明他竟然拥有召唤职业的专属技能，他究竟是怎样办到的？陈淑妍深吸了一口浊气，媚眼里全是震惊，稍微缓和了下气口，继续惊叹道：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另外2个技能貌似是巨龙生物的专属 BOSS 技。这个小家伙真的只是一名普通高中生吗？如此多的恐怖技能，没有背景的话，别说获取，就连学习这些技能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陈淑妍神情一怔，再次大口的喘息了下，希望能平复内心的惊骇，可是不论怎样，浑身都依旧有些微微发颤。那是燃烧之环以及一个类似于亡灵龙焰的技能，这些确实都是巨龙血统专属 BOSS 技。在陈淑妍身旁，京都大学的老牌魔导师神色一样不平静，浑浊的老眼里全是锋芒。他的阅历比陈淑妍丰富了很多，只是一眼便看出了其中的端倪，直接说出了苏明刚刚使用出的技能。怎么办到的？另一名京都大学的招生办导师急忙问了一句，语气极为不解。BOSS 技能书这种东西，
击杀100头终极 BOSS 怪都不一定会掉出来一本，而他从资料上来看，似乎没有其他的背景。难道说这些技能全是他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取的？这也太荒唐了！这名招生办导师的话引起了所有导师的兴趣，一众几百级的大神都不禁皱了皱眉头，陷入到了沉思中。两种可能。100岁小老头魔导师再次开口了。第一，苏明的背后有一个至少 SS 级公会背景，给予了他包括死亡研报术、亡灵古龙、禁咒、死亡之翼等一系列物品。这个公会还抹除了苏明的一切资料，至少以我们这些老牌魔导师的权限，完全无法探查。从表面来看，苏明的身份只是中海市一名平平无奇的高中生，甚至还需要依靠学校的奖学金补助生活。第二，苏明的职业或许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虽然明面上看只是史诗级，可实际的价值却远超史诗段位。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已经可以确定，苏明应该有双倍经验或者3倍经验天赋。凭借这种顶级天赋，他的升级速度才能办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连续升了几十级，达到2转。不止如此，以我这个老头子的眼光看来，这个小家伙应该还有顶级的御兽术或是御兽天赋，不然亡灵古龙这样的坐骑怎么会臣服于一名高中生？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小家伙的身上一水的黄金、暗金，乃至是英雄级装备。从这一方面来看，苏明很有可能还同时拥有着极为罕见的武器天赋，轻松获取高阶装备，或是能够提升装备的品阶。京都大学魔导师的声音如同拥有魔咒一样，在所有导师的脑海中回荡。一时间，他们这些几百级的大神，在外界看来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此时全都沉默了。没错，按照京都魔导师的意思，苏明的背景有可能恐怖到让他们都应该忌惮。最次也是 SS 级公会，而这样的公会是什么概念？放在京都，也是头部级别，一出手便足以覆灭掉像中海市这样的临海小城。所谓的7转大神，在 SS 级面前也和小虾米没啥两样。更何况，苏明的资料，他们早在抵达中海市前就已经调查过了。除了长相帅气外，苏明貌似没有太多的优势。高中3年，也没有展现出傲人的资质，平平无奇的高中生。也就是说，苏明背后的公会势力强大到可以抹除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料，连7转职业者陈书言这些所谓的大人物都没有一点调查的权限。表面上来看，苏明只是一个无名之辈，这得是怎样的存在，竟然如此手眼通天？陈书言再次深吸了一口浊气，目光里有惊恐的情绪在微微荡漾。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陈书言的话一开口，让所有人的不禁一愣，将目光放在了京都魔导师的身上。目的？年迈的魔导师长叹了一口气，浑浊的老眼中那最后一丝锋芒逐渐暗淡下去。他的声音也缓缓响起，或许400-500级在整个转职世界都算得上金字塔上层了，可是对于真正的顶级职业者而言，和蚂蚁没啥区别。他们的目标是9转以上，9转成神。神明？陈书言神情一怔，你的意思是真正的神明？没错。魔导师看了一眼陈书言，又扫视了一眼其他老牌职业者导师，沉声说道：1000级以上再转职，便是所谓的半神，半神之上才是真正的神明。我们熟知的岭东世界副本，精灵种族、天使种族，那些都是神明血统的混血种后代，不算是真正的精灵神族与天使神族。换句话来说，一名赤天使从出生开始便为9转，他们每一次转职都是神明的极尽升华。魔导师的话让陈书言和其他导师全都一惊，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太疯狂了！谁能想到这个世界的背后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存在？所以呢？另一名大学招生办的导师好奇地问了一句：“你的意思是苏明他？”魔导师摇了摇头。那些真正的顶级职业者，为了培养自己的后代，都不会过于的宠溺，不会像中海市的苍魂公会一样，一开始便给予韩英大量的血统药剂，提前让他完成转职。这样做只是拔苗助长。真正的大神会将后代丢到边陲小镇中，让他硬生生杀上去。如果能成为一颗耀眼的星星，便会被家族或是公会重新招揽到怀中。要是夭折了，那就放弃这一颗棋子。而苏明现在的情况和这种大神后代很相似。第78章圣光教廷 SSSSS 级公会。魔导师的话音一落地，在他身旁的一众老牌职业导师全都默不作声了。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太疯狂了！他们的地位全都不低，不论是在学院里还是在外界，都无比受人敬仰。然而听了魔导师的分析后，才猛然察觉到自己的弱小。
倘若苏明真的有这样可怕的背景，那么现在应该仰望的可不是苏明这样一个中学生，而是他们这些导师。苏明背后的背景足以让他们死1万次，竟然是冲击神明的存在。陈淑妍咽了咽唾沫，这种可能性大吗？魔导师回头看了一眼陈淑妍，可能性，我几乎可以断定，这个小家伙的背后一定有惊天动地的势力。SS 级工会可能都不够资格，至少据我了解，一个 SS 级工会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变态级小怪物，更何况像苏明这样的小怪物还只是一个棋子，咋可能？京都的法神为了一个女徒弟都煞费苦心，而苏明现在所展现出的潜质、天资还有实力，怕是已经可以和那个法神种子平起平坐了。魔导师都被自己的想法所吓了一大跳，急忙停顿了下，也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解释道：或许苏明背后的那个惊天背景是传说中的 5S 级工会，或者是和 5S 一样强大的家族。5S 工会，全国唯一的工会，圣光教廷。这个工会的名头大到无法想象，可是知道这个工会的也都是几百级的大佬。圣光教廷有多强？简单来说，工会里随便一个教廷骑士都能轻松毁掉一个 S 级工会，这就是差距。那如果苏明身后没有背景呢？完全是依靠自身的天赋或者说技能才达到现在的实力。另一名招生办导师突然问道：没有背景？魔导师摇了摇头，给了一个复杂的眼神。如果是那样，那么就有意思了。没有一点背景，靠天资就能达到和圣光教廷培养的后代一个水准，你觉得苏明还能叫天才吗？他奶奶的，简直是神明！魔导师给了一个无比夸张的称叹，一下子让陈淑妍在内的所有导师都目瞪口呆了。沉默的气氛再次蔓延，谁也没有想到，本以为是一次很常规的招生，结果却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看来他们都错了，而且错得相当离谱。不过陈淑妍的眼神中却流露出了一丝异样的情绪，她悄无声息地看了一眼苏明，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轻轻一叹道：不论如何也要招募到这个小怪物，也许这对于清北大学来说将会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同一时间，中海市一中，此时见证了苏明和刘月 PK 赛的不仅仅是来自各大顶级学院的导师，也有中海市的土著大佬，韩英也在内。D座教学楼顶层，韩英一袭精致的黄金法袍，手握法杖，神情震撼地看向仪式广场，冰冷的目光里闪烁着不可置信的锋芒。怎么会？他竟然这么强！而且那是我的技能，属于亡灵法师的专属技能。韩英彻底崩溃了，没有想到自己遗失的技能竟然出现在了苏明的手中，而被自己视为小喽啰的苏明，此时所展现出来的水准，尤其是伤害结果，更是达到了100级职业者的段位。难道他能掠夺职业者的技能？韩英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心中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深刻的恐惧。有可能是巧合，在韩英身旁，一名身披法袍、浑身弥漫着黑暗系元素的老太婆微微眯了下眼眸，看向苏明的目光里写满了杀意，而后转过头对韩英无比恭敬地说道：韩小姐，掠夺职业者的技能，这种恐怖的天赋只在传说中出现过，那是创世神明炽天使的专属神技，那个小家伙不可能有如此逆天的力量。老太婆继续安慰道：应该只是巧合，不过他现在已经具备了能击杀3转职业者的能力，即便是那些7、80级的老牌大神，在这个小家伙手里也有可能遭殃。落到他的手中，韩小姐不用自责。老太婆的话让韩英稍微有些触动。自从上一次被苏明在副本里终结后，韩英就始终无法走出来，不仅等级掉落了，装备被爆出去，就连专属的技能亡灵召唤、军团光环也一一遗失。而现在看到苏明如此耀眼，韩英心里犹如在滴血，恨不得当场给他击杀掉。我一定要杀了他！韩英咬牙切齿，好看的脸蛋上浮现出了一丝凶狠，同时又夹杂着愠怒和委屈的情绪，轻哼了一声，愤愤不平地道：小姨，下次遇到他一定要帮我活捉，我要杀到他等级清零。老太婆淡淡一笑，点了点头，应和道：放心吧，韩小姐，小姨一定帮你。听到这名黑暗法师的回应，韩英的神情这才稍微舒缓了些，长叹了一口气，不过目光却依旧死死地盯着远处的苏明，像是要将他给牢牢记在心里。中海市一中图书馆顶层，奶奶的，咋回事？图书馆顶层的天台中，一名虎背熊腰的少年无比震惊地说道：苏明，他怎么会这么强？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这肯定是幻觉。这名少年身上披着一件白银铠甲，而他不是别人，正是不久前才败给苏明的何蒙，永恒公会的小二代。三叔，我咋办？何蒙疯狂地吞咽了几口唾沫，回头看向站在他身后的一名法师。那是一个长相刻薄、有着一对三角眼的中年男人，身上佩戴了一枚精致的永恒徽章。陈飞，曾经招揽过苏明的那个小主管，他竟然有黄金级武器，甚至还佩戴了英雄级腰带。陈飞好歹也是百级法师，自然一眼看出了苏明身上的豪华阵容，目光骤然一冷，而后他轻哼了一声，无比狡诈地道：怎么办？当然是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第79章赢下 PK 赛。啊！何蒙这个二愣子眼神一阵木讷，直接懵了。三叔，你的意思是？陈飞回头看了一眼何蒙，冷笑了下。黄金级武器，英雄级装备，这么多好东西，随便爆出来一两件都直接暴富了。何蒙眼前猛地一亮，卧槽，还得是三叔呀！不过苏明他连刘月都赢了，你……听到这些话，陈飞眉头一皱，没有留情，啪的一下敲在了何蒙的脑壳上，故作生气地骂了一句道：二愣子，你真以为苏明一个二转能赢过刘月？那可是江南省有名的老牌职业导师， PK 赛始终是练习赛，刘月哪怕随便使用一个技能都能给苏明轰死上100次了。而我，你三叔……陈飞猛然一眯眼，虚起的目光中闪烁着些许狠意，冷笑着道：百级段位，难不成还没办法拿捏一个小小的二转？的确，如果是正常的对决，百级完全能碾压二转职业者，不论是四维属性，还是说所拥有的技能数量，都不是简单的多一些而已，而是在质上的碾压。一名百级大神想要终结掉一个二转，毫不夸张地说，和捏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陈飞才有绝对的自信。卧槽！何蒙也意识到了陈飞的意图，双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浓烈的疯狂和兴奋。他咽了一口唾沫，急忙追问道：三叔，那啥时候动手？不急。陈飞笑了下，苏明今天肯定会被全国100强破格录取，他展现出来的资质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的天才职业者，饶是京都那些顶级二代，估计也没有他这么变态。现在不能动手，得等到他落单。再强的职业，在等级没有升上来以前，也不过是个小虾米。三叔，有个问题。何蒙脸色骤然一变。如果说苏明真的被你……何蒙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继续问道：那他背后的大学不会追责吗？你刚说苏明今天肯定会被大学录取，到时候引发的事情。陈飞白了一眼何蒙，二愣子，又是一下敲在何蒙的脑门。天才自然会被录取，可是如果苏明已经沦落成了普通人，甚至是废物呢？陈飞冷笑着道。何蒙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惊恐了起来，看向陈飞的眼神也极为异样。三叔，你的意思是说要废了苏明，把他杀到等级清零，让苏明失去原有大天资，甚至是连职业也一并抹除。有了这种不可逆的伤害后，所谓的史诗级职业也黯然失色，苏明受到的永久性伤害根本无法恢复。这样一来，那些顶级大学也只有接受这个现实，不会为了一个废物再去追责，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还算有点脑子。陈飞又看了一眼何蒙，轻声一笑道：算你这时候稍微灵光了下。在全民转职世界里，职业者被击杀后，虽然不会直接死亡，可以通过复活法阵进行复活，可是却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除了等级段位跌落以外，爆出装备还有可能让思维属性永恒跌落，甚至如果被连续击杀无数次，等级掉落清零，那么就不是重新升级那么简单了，原有的职业也会一并消失。简单来说，倘若苏明被陈飞杀到0级，杀神这个师级职业也不会再出现，苏明需要重新完成觉醒仪式。这一次可不一定有那么好运，再次转职成杀神，有可能还会直接觉醒失败，再也无法成为职业者。三叔，啥时候动手？何蒙神情兴奋，恨不得陈飞现在就杀了苏明。一般情况下，陈飞回应道，完成招生后，苏明应该还会在中海市待一段时间。我得到消息，最近中海市会出现一个极品副本怀旧服亡灵峡谷，转职神殿的经理苏西已经招募苏明加入了，到时候在副本里动手，我不信这个小子能有活路，哪怕他有一头亡灵古龙坐骑又怎样，一样无力回天。陈飞摇头晃脑，似乎已经见证到了苏明被自己一个火球术结果的场景，气
惬意地笑出了声。他身上那些装备，还有那头血统高贵的亡灵古龙 BOSS 坐骑，都会是我的了。三叔，牛批！何蒙深吸了一口气，冲着陈飞竖起大拇指，一脸的崇拜。先不要声张。陈飞回头看向何蒙，叮嘱道：“事情还没有办成以前，低调一点。”陈飞指了指苏明手中的那柄风暴骨矛，等我杀了他，那柄武器给你。奶奶的！何蒙当即一阵狂喜，急忙对着陈飞点头哈腰道：“三叔，以后你就是我亲爹。爹，我提前谢谢你了。”仪式广场中心，现在奖学金应该能翻几倍了。苏明看了一眼神情木讷，还没有从震撼中抽离出来的刘月，微微一眯眼，如沐春风的笑了下，而后转身径直走向陈淑妍等一众招生办导师。苏少见到苏明走来，陈其山猛地深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更是一激灵，大脑瞬间变得清醒了起来。他迈着小碎步，屁颠屁颠地跑到苏明身旁，浑浊的老眼微微一凝，发自内心的宽慰了一句道：“没事吧？有没有伤到？”“没事。”苏明轻声笑了下，算是回应。“那就好。”陈其山大口地喘息了几下，总算长松了一口气。苏明同学果真是年少有为。沉默的气氛最后被京都大学的魔导师所打破。此时的他状态丝毫没比陈其山好多少，即便身居高位，是一名顶级职业导师，一样被苏明的战斗给震撼的心惊肉跳。老魔导师咽了一口唾沫，心有余悸地说道：“苏明同学确实可以要求更高的条件。饶是京都那些顶级二代，与你相比也是银光和皓月。”第80章震惊，疯狂的背景。老师谬赞了。面对京都大学100岁老人的称叹，苏明神情淡然，只是轻轻微笑作为回应。没有，全都发自肺腑。京都魔导师的老脸上皱纹一挤，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说道：“苏明同学能在这个年纪拥有如此多的顶尖 BOSS 技，还有连续瞬发3大技能的能力，甚至连死亡之翼这种顶级物品都有，单看天资已经可以玩虐京都那些二代了。他们身后都有8传乃至9传的大神亲自指点，能有成就全都在情理之中。可苏明同学你却不同。”说到这里，老头的话戛然而止，浑浊的双眼注视着苏明的眼睛，似乎是想要看出些什么端倪。不过沉默片刻后，他却放弃了。苏明的神情始终没有一丝变化。“帅弟弟，招生考核算是圆满完成了，你所说的奖学金自然可以再破格提升。”陈淑妍见到魔导师沉默，立马接过了话茬，打着圆场说道：“不知道帅弟弟你需要怎样的入学条件？”陈淑妍的话一下子吸引到了所有导师的注意，全都看向了苏明，齐刷刷的目光里写满了期待和好奇。“入学条件吗？”苏明稍作沉思，沉吟了半晌后，终于开口说道：“我需要一门禁咒，1件英雄级铠甲，双倍奖学金，双倍津贴，以及足够多的顶级 BOSS 怪骸骨。”苏明一说出入学条件，在场的导师们全都猛然一愣。奶奶的，这条件不是一般的高，简直是吓人。禁咒虽说有一部分大学开出了这个条件，可并不是所有大学能拿得出来。而像清北大学所提供的那门禁咒，归根结底也只是一门入门级的禁咒，甚至并不太实用，只是辅助禁咒，和苏明那个黑潮之月根本没得比。至于第2个条件，英雄级铠甲，那就更夸张了。英雄级武器的价值有多高昂，举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一目了然。在中海市，苍魂公会已经是属于顶级公会了，除了永恒以外，没有和它抗衡的存在。可饶是这样一座顶级公会，却连一柄英雄级武器都没有，最高阶的不过是暗金级。苏明只是2转，入学条件便是英雄级武器，确实是史无前例，稍微有点苛刻。然而就在众人的目光一阵沉思时，苏明却再次轻声开口说道：“禁咒和英雄级武器不过分吧？我目前身上便穿戴了2件英雄级装备，1件腰带，1对护腕。”苏明的声音让陈淑妍在内的导师都眼前猛然一亮，看向了那2件英雄级武器：圣光银与护腕，死亡禁忌腰带。英雄级物品只需要使用白银级鉴定术便可以查看到了，在场的这些大佬自然能够轻松鉴定这2件物品的属性。更何况苏明此时也开放了装备属性栏。等等，黄金玫瑰公会之前这些导师虽然也查看过圣光银与这件护腕装备的属性，然而没有经过苏明的权限开放，他们也只能窥视到名称、品阶以及一部分的基础属性。这一刻，当完全阅读了圣光银语的属性效果后，一名来自京都某个老牌大学的导师则是完全懵了。“你和黄金玫瑰公会那个 SS 级公会是什么关系？”
导师疯狂吞咽了下口水，眼神里写满了惊恐，还有一丝浓郁的不解。原因无他，黄金玫瑰这个公会的名头实在是太响亮了，同时在京都的地位也是达到了举足轻重的程度。只要在京都，哪怕是法神也对黄金玫瑰有所耳闻，像他们这些几百级的导师，更是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黄金玫瑰全员女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顶级职业大神，所有成员的职业品阶都是史诗级以上。毫不夸张地说，但凡黄金玫瑰暴露在大众视野中，完美曝光自己的所有实力，绝对能评级到 SSS 级，甚至是4S 级的层次。只可惜，黄金玫瑰公会的成员很少抛头露面，每一次出现都是震惊全国的大场面。那位杀穿了英雄级副本、一柄史诗级长枪，轰死恶魔 BOSS 怪的女骑岩姬，更是让全国头部职业者闻风丧胆。所以，在看到圣光银羽这件装备时，所有导师都目瞪口呆了。苏明同学，这件装备是你从哪里获取的？副本中吗？京都魔导师一样面色不解，试探地问了下，而后他又轻轻摇了下头，像是自言自语地道：看来应该是玫瑰公会某个女成员不小心遗落的，只是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中海市的副本里。京都大学魔导师的意思很明显，凭借苏明的水准，根本不可能终结掉玫瑰公会的成员，也不可能从其他地方获取到这种公会专属物品。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这件英雄级护腕圣光银羽是某个玫瑰公会成员不小心遗落在前海湾副本里的，只是恰好被苏明捡到了。然而听到这些话，苏明却摇了下头，直接否认了。不是，这是加入黄金玫瑰公会后公会长给的入会奖励。苏明云淡风轻地解释道。原来是这样。魔导师点了点头，一脸恍然大悟的神情。然而下一刻他却猛地干咳了2声，噗呲一声，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卧槽，你说什么？魔导师瞳孔一缩，下巴都快要惊掉了。帅弟弟，你没开玩笑吧？不只是魔导师，所有来自顶级大学的导师都在同一时间被震惊的呆愣住了。而陈淑妍也被齿咬住嘴唇，深吸了一口浊气后，捂着小嘴问道：你说你加入了黄金玫瑰公会？什么时候加入的？昨天。苏明面无表情，没有选择隐瞒，而是直接说出了实际情况。昨天？随着苏明的回答一脱口而出，所有导师都懵了。我在完成转职后获得了一张强制入场券，物品提示我可以直接成为黄金玫瑰公会的成员，不用管公会权限。苏明淡淡的解释了下。而在他面前的10几名老牌职业大神身体全都一凝，快要石化了。第81章双生职业者。苏明的第2职业，公会强制入场券，而且还是黄金玫瑰公会的入场券。听完苏明的话，京都大学魔导师的眼神里呈现出了一片异样的神情，就仿佛见到了恶魔似的，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张开嘴角想要说点什么，可话到了嘴边却又全都咽了下去，喉咙一阵干涩，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天哪，强制入场券，超凡引导天使的赐福。一名始终都保持沉默的男导师深吸了好几口气，像是在看怪物似的看向了苏明，沉声解释道：全民转职世界里，每一名职业者在转职时都能获得或多或少的转职馈赠，除了专属的技能书和装备武器外，还有一种情况，便是超凡引导天使的赐福，可以获取类似于公会入场券一样的物品。只不过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强制加入 SS 级公会的情况。这名男导师用一种羡慕又惊诧的眼神深深地看了许久苏明，旋即才长叹一口气。几年前倒是出现过相似的情景，一名6转职业者在晋升7转300级后获得了加入 S 级公会的权限，只不过那次虽然获得了入会权限，却被公会长给直接否决了。而你却强制加入了 SS 级公会。男导师的话再次点醒了所有导师，气氛一下子显得诡异了起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6转职业者貌似也是史诗级。一旁的陈淑妍心有余悸地道，貌似是因为他的资质达到了超凡天使的赐福条件，才获得了这个额外的奖励。只不过那却只是一张简单的入场券，并不是强制加入。超凡引导天使给予额外赐福奖励是根据转职者的资质来进行判断的，如果是资质很好，便有一定概率得到 S 级公会入场券，要是 SS 级的话，那岂不是至少也得传说级职业者？陈淑妍咽了咽口水，美眸里一片惊骇。而强制加入 SS 级，恐怕半神级品阶的职业者也不一定能获取吧。说到这里，陈淑妍将剩下的话咽了下去。简单来说，按照这个世界转职神殿的规则，一名拥有史诗级品阶职业者才仅仅获得了一个 S 级公会入场券。那么以此类推，传说级职业
才有资格得到 SS 级工会入场券。想要强制加入，那岂不是资质超过了传说级，达到了半神级的层次？而苏明呢，从资料来看，却只是一个史诗级的杀神职业。在场的导师们全都一一皱起了眉头，神情极为复杂，目光打量着苏明，恨不得把他给看穿了。然而，注视许久，他们也没有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有那么一种可能，最终还是京都大学的100岁小老头开口了。他的阅历最多，所了解的隐秘也远超其他导师。苏明小有的资质远超职业品阶，很有可能他是一名双生职业者，或者说是3生职业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小友才能在史诗级职业的前提下，却转职获得了一个传说级天赋。魔导师浑身都是一震，有点站不住了，昏花的老眼里呈现出些许激动，看向苏明的目光根本无法保持淡定。双生职业者，其他导师一听到这里，全都愣了下。以他们的地位，自然知道双生职业者代表着什么，那可是拥有2个职业的恐怖存在。双职业的优势不用多说，能够完美弥补职业缺陷不说，技能数量也是双倍，能同时兼具防御和攻击。4维属性更是普通职业者的2倍，甚至好几倍。双职业带来的好处不是简单的1+1，而是几何式的叠加，质的改变。难怪陈淑妍眼神一惊，捂着小嘴，再度深深地看了下苏明。双生职业者，这下轮到苏明有点懵了。你的意思是，我能被转职神殿的炽天使给予工会强制入场券，是因为我的资质达到了半神级的层次，而职业却只是史诗级？也就是说，我还有一个隐性职业没有被开发出来？苏明神情疑惑地问道。差不多这个意思。魔导师轻声咳嗽了2下。你不知道？魔导师的也是一愣。在他看来，苏明背后的势力至少也是 SS 级朝上走的存在，甚至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圣光教廷。然而，看苏明的反应却极为真实。一时间，不只是京都大学的魔导师，陈淑妍他们也都皱了下眉，对苏明的背景更加好奇了。究竟是怎样的大势力，从一开始就将苏明放养在中海市？如此顶级的天才小怪物，一点都不放在心上，难道就不怕苏明夭折了吗？那可是得损失多好的一个苗子。在魔导师他们心中，苏明绝对不可能是依靠纯粹的资质成长到现在地步的。不说苏明如何驯服亡灵古龙，仅仅是一本死亡研报术，你说这种级别的技能书不是老牌大神给的，绝对不可能。可都给了顶级 BOSS 技了，却不教导一些全民转职世界的常识，不给予额外的保护，这就有点离谱了。不对劲，相当不对劲。难道是？京都魔导师猛然瞳孔一缩，浑身都有些发冷。他下意识地环顾了一眼整个学校，精神系技能外放，一刹那后又收敛了技能。没有，能做到悄无声息到这种程度，至少也是9转了。魔导师倒吸了一口浊气，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没错，他猛地意识到了原因，或许并不是苏明身旁没有人保护，而是有强大到可以藐视一切职业者的顶级大神，随时都观察着苏明身旁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至于教导这个世界的常识，那位疑似9转的大神并不担心，意图似乎是放手让苏明自己去抹撒。这倒是圣光教廷的作风。京都魔导师牙齿都在咯咯作响，脸色一阵煞白，吓得双腿都有点发软了。他急忙收回了目光，小口的喘息了下，让自己的神情变得不那么古怪，最终将目光放在苏明身上。我确实不知道。苏明皱了皱眉，打量着眼前的小老头。奶奶的，这是啥表情？我一高中生，不知道很正常，不然还读什么大学？第82章，夸张到炸裂的入学条件。嗨，没事。京都魔导师干咳了2声，又一次差点被口水呛到，他急忙恢复了正常的神情，很有耐心地解释道：我和你详细解释一下。双生职业理解起来很简单，顾名思义，同时拥有2种职业，只不过觉醒仪式只能激发出一种职业潜能，所以另外一个属于隐性职业。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隐性职业怎么才能激发出职业潜能？而这个第2职业，品阶和第1职业相比，哪个更高？苏明看向了京都魔导师，很是好奇地问道。双生职业出现的概率？妈，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京都魔导师轻轻一皱眉，继续解释道，双生职业出现的概率很低，甚至可以这么说，基本不会出现。如果说史诗级职业者的罕见程度和大熊猫一样珍贵的话，那么双生职业者则是100万人中都绝不会出现一名的存在。史诗级固然很强，可是这种品阶的职业者每年都能诞生好几个，而双生至少据我了解，全国范围内100年间也就只有那么几个。苏明双眼微微一亮，这么少？
对，京都魔导师点了点头，附和道：“当然，也并不是说全国拥有双职业的人少，像京都一些顶级二代也开启了第二职业。第二职业？”苏明一阵疑惑，和双生职业有些区别。陈书言见状补充了下：“这么说吧。”京都魔导师摩挲着下巴，沉声说道：“双生职业属于天生便拥有2个职业，一个职业呈现显性，在成年后的仪式里直接出现，而另一个职业是隐性职业。第二职业呢，是指职业者使用珍贵的物品或者药剂，强行开启了第2个职业模板。只不过和双生职业者不太一样，他们的第二职业必须符合第一职业框架，也就是说，第二职业一定是辅助主职业的存在，不可能同时出现法师和骑士这种情况。不过，双生职业可以，双生职业者可以无视这种规则。”苏明恍然大悟，在苏明好奇的目光下，京都魔导师深吸了一口气，再次开口说道：“而隐性职业如何激发职业潜能也不难，只需要再来一次觉醒仪式即可。至于哪个的品阶更高，这个就不一定了。”京都魔导师沉默了下，话锋一转道：“不过，如果是你的话，倒是有些眉目。”苏明愣了下，追问道：“为何？”“因为你在2转时获取了一个传说级天赋，天赋品阶超过了职业品阶，也就是说，你的第2职业至少也是传说级，那可是和法神一个层次的职业。”哗！面对魔导师的解释，苏明眼前一亮，微微有些错愕，而其他学校的导师则是在一瞬间直接目瞪口呆了。实话，彻底的实话，被震惊的体无完肤。奶奶的，没有想到一件英雄级武器竟然牵扯出了这么多东西。直到这一刻，这些全国100强学府的招生办导师才真正意识到苏明的潜力究竟有多么让人疯狂。不仅是史诗级职业，甚至是能达到传说级乃至更高层次的地步。而苏明现在的实力水准也丝毫不亚于3转60级职业者，哪怕是遇到了100级段位，一样有自保的手段，不然也不会如此疯狂地赢下和刘月的1对1 PK 赛。没问题。陈书言稍作思考，抢在所有导师前直接开口说道：“帅弟弟，你说的禁咒还有英雄级武器，我们清北大学能够满足，这个条件不论如何也能为你办到。”陈书言眯眼如丝，深深地看向苏明，只是他咽了一下口水，烈焰红唇轻轻一颤，问道：“只是不知道，苏明弟弟，你要顶级 BOSS 怪骸骨做什么？”在苏明提出的条件里，除了所需的禁咒、英雄级铠甲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充足的 BOSS 怪骸骨。至于原因，自然和传说级天赋杀神掠夺有关。苏明轻轻一皱眉头，没有直接回答陈书言，而是陷入了沉思中。他并不打算将这件事情曝光出去，实力也好，还是说拥有的 BOSS 技能也好，都不用隐瞒，大大方方的展现出来就行。可是这个掠夺天赋却没有必要曝光出去，对他自己并没有一丝好处，反而还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陈书言他们的段位太低，即便是要主动曝光，苏明也只会向更强的大神展现，从而获得顶级老牌大神的重点关照。而陈书言这些招生办导师目前还没有能力保护苏明，说出去只会让他增加夭折的概率。毕竟在中海市还有许多双眼睛正盯着自己呢。有用。苏明沉思了下，果断回应道：“我只需要刚被终结的 BOSS 怪骸骨，等级越高越好，拿给我用一段时间，最多1-2天，你们便可以收走。至于原因，无可奉告，我只是想研究一些小玩意儿。”苏明随便搪塞了几句，只不过被这些导师们听到耳中，却品出了一丝别样的意思。不是要 BOSS 怪身上的材料，只是用几天就还回去。奶奶的，这是什么操作？药剂师天赋，或者说炼金术士？陈书言眼眸一眯，细思极恐。苏明的操作实在是太古怪了。不过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苏明的背后一定有极为惊天动地的大背景，而苏明本身也还有能掀起一片惊涛骇浪的底牌。或者正如他们之前所推测的那样，如今的苏明展现出来的实力只是他的冰山一角。这个条件我们清北大学一样能满足。陈书言咬了咬牙，果断答应了下来，目光柔和，看向苏明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非要说起来，在一众导师中，陈书言在学校里的地位算是最高的了，因为他不仅是一名招生办导师，而且还是清北大学如今副校长的孙女儿。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肆无忌惮地为清北大学做出决定，直接提供给苏明如此丰厚的入学条件。听到这一席话，苏明神情一喜，而陈书言却再次开口了。第83章清北大学，苏明的野望。不仅如此，奖学金和津贴
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再给3倍。而像技能书、基础药剂、消耗物品，还有其他资源上，但凡你需要的，我们都尽量提供。陈淑妍停顿了下，稍作思考，神情真诚地看向苏明说道：如果学校不提供，我在这里保证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为你获取，只要你需要，我便满足你。此言一出，在场的导师全都不禁一愣，奶奶的，这娘们儿太疯狂了！3倍奖学金，也只有陈淑妍这个副校长女儿能开得出来，其他导师不过是在学校里混口饭吃，说的不好听一点，也是按照上头的意思办事。原本的条件已经是极限了，哪里还能再翻倍呢？而苏明所说的英雄级武器，那就更不太现实了，基本都无法办到。好，苏明看了一眼其他导师的神情，也确定了学校自然是清北大学。不论是学校的资历还是师资，都算是全国100强里最雄厚的老大哥。虽然和京都大学这个明面上的1号大学相比，综合实力弱了一丝，可这并不影响苏明的入学。开出的条件足够丰厚，英雄级铠甲都有了，还要啥啊？更何况，苏明微微一眯眼，打量了下陈淑妍的曼妙身段，浑然天成的高贵气质，和柳妹的妖娆身材有的一拼。不过2种气质却完全不同，当然不能说孰好孰坏，只能说各有千秋。能有这样一个极品美女导师，貌似也挺香的。顶级 BOSS 怪骸骨，我确实挺需要的。苏明没有直接答应下陈淑妍，而是强调了下 BOSS 怪。没办法，这是他的心头好。如果有一头极品的100级 BOSS 怪，苏明哪里还需要再去什么副本？但凡他经验点足够多，直接从100级 BOSS 怪那里掠夺专属技能就好了。这样一来，很快便能堆满全系列的顶级技能。虽说苏明现在的实力已经算不错了，然而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如今所拥有的技能品阶最高的也不过只是黄金级水准，暗金级、英雄级、史诗级技能则是一个都没有，更别说史诗之上、传说级、半神级，想想都有些期待了。也没有问题，陈淑妍应了下来，我会和清北大学的执行部说一声，得到了高阶生物骸骨后，尽可能先提供给你使用。放心，我说的话一定能做到。陈淑妍给了苏明一个如沐春风的微笑，看得苏明都稍微有些恍神了。好，没有太多的犹豫，苏明点了点头，果断地做出决定。那我决定了，我选择清北大学。话音一落地，除了陈淑妍以外，其他导师都神情一变，表情可以说相当精彩。那就恭喜苏少了。众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即便是京都魔导师这个小老头一样，只有苦笑了下，最终对着苏明恭贺道：清北大学是全国最早一批成立的顶级职业大学，能进入这样的学校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苏少可以和我联系。京都魔导师抵出了自己的名片，一枚精致的徽章。随着这个100岁小老头起了头，其他招生办的导师也都一一递给了苏明一枚徽章。这种徽章其实是一种小型法阵，可以直接将苏明传送到眼前这些导师们的身旁，当然也能让导师在一瞬间出现在苏明眼前。每一枚徽章的价值都不菲，对于普通的大学生来说，简直就是一件神器。因为倘若遇到了无法应对的危险，能随时召唤来一名几百级段位的招生办导师，也不失为一种保命手段。只是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像京都魔导师这样的身份，基本是不会随意给出名片的，除非真的是值得重视的人物。谢谢各位老师。苏明微微一阵欣喜，高中的语文教科书里自然对这种名片有过详细的介绍，他也知道手里这10几枚徽章的含金量，如果他愿意丢到交易所拍卖的话，他是能拍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价格。至少永恒公会和苍魂公会便会为了这些名片付大价钱，毕竟能结交到这么多400级段位的大佬，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那我们便不打扰了。见到苏明已经选择了心仪的学校，京都魔导师率先开口说道：学校里还有事，那我们就先告退了。而后看了一眼陈启山，陈校长，你好大的福气，能有苏少这样的学生，也算是职业盛宴的一个里程碑了。陈其山急忙躬身一礼，冲着京都魔导师鞠了一躬，激动地道：没有，苏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他自身的资质和努力，我这个校长也只是辅助功能。陈其山一阵汗颜，奶奶的，这个时候哪里敢邀功啊？苏明也好，陈淑妍也好，这个京都魔导师也好，在场的各位，那个不是比他身份高？一堆大佬里，貌似也就陈其山他一个人是小人物。苏明虽然是二转，那也是妥妥的年轻大人物，注定成为耀眼的新星。简单的寒暄过后，以京都魔导师为首的导师团队
便全都一一离开了学校。400级的职业者，虽然和那些头部大神比起来实力差了很多，可是放眼全国，这些招生办的导师每一位都是战略级武器般的存在，自然档期很满。解决完苏明的事情，他们又要前往其他城市，忙着处理繁琐的工作。当然，还有2名导师没有离开，陈舒言、刘月。帅弟弟，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学校？陈舒言身体轻轻向前一倾，浅笑着问道。去清北大学？对，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全国高考吗？苏明有些不解地问道。哼，陈舒言解释道，全国统一高考针对的是普考生，而像你一样的特招生会提前进入学校，你们有一场专属的新生考核试炼，当然京都的那些顶级2代也会参加。陈舒言那完美的身材在苏明眼前一览无余，不过此时的苏明却没有在意这些，而是轻轻一皱眉头。京都的2代吗？他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什么段位？苏明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可陈舒言却没有回答，而是一样轻轻皱了下眉头，神情复杂地说道，你确定要知道？第84章新生试炼考核，京都2代的实力有啥问题吗？苏明都被陈舒言给弄懵了，脱口而出道，他们的段位都很高吗？陈舒言深吸了一口气，这才看向苏明，有些好笑地回答道，很高，而且高到让你都无法想象。不过不用太关心这些，因为你的资质一定不比他们差。的确，在陈舒言的眼中，苏明的潜能已经是和京都的法神种子一样的水准了，绝对不只是普通的史诗级，而是达到了传说级，乃至传说中的半神级的档次。饶是苏明现在的等级还很低，只是一个2传职业者，可是假以时日，他也一定能成为金字塔顶层的大人物。所以对于苏明，陈舒言并不担心。说说看，我有点好奇。苏明直视陈舒言，坚定地道，你确定？确定。和你同一期的特招生里，京都那些2代中等级最高的已经达到了200多级。陈舒言平静地说出这句话，可苏明却猛然一愣，卧槽，200多级，这他奶奶的还是人吗？噗呲，见到苏明的反应，陈舒言一不小心笑出了声来，神情难得俏皮地看了一眼苏明，好笑地说道，咋了，怕了吗？苏明白了一眼陈舒言，怕啥？200多级而已。嗨嗨，话虽这么说，苏明心里却一样涌现出了些许惊骇。他的确没想到，这些京都2代竟然这么疯狂，等级最高的已经达到了200多的层次，这已经是中海市一流职业者的水准了，放在京都却只是一名高中生。一念及此，苏明的目光也稍微暗淡了下，不过很快便恢复了过来。有着杀神职业、掠夺天赋，还有一众底牌，他的未来不会比这些所谓的2代差，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好啦，帅弟弟，不逗你了。陈舒言莞尔一笑，捂着嘴笑着道，他们的等级虽然很高，可是职业品阶也没有太强，最强的不过是一名传说级。而且这些2代在几岁的时候便完成了觉醒仪式，全都是靠着深厚的家族势力才达到如今的成就，和你确实不太一样。非要说的话，还是帅弟弟你的资质更加耀眼。苏明咽了下口水，几岁就转职了？卧槽！苏明一阵汗颜，有背景就是好呀。他等到成年才获得了一次转职机会，而这些2代们在几岁的时候便成为了高贵的职业者，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沉淀，等级自然不会差。当然，除了等级以外，苏明也相信京都这些2代的实力自然也远超自身等级。多的不说，韩英他是见过的，一名40级的亡灵法师却能够抗衡5、60级的老牌职业者。要不是当时韩英的生命值已经到了临界值，苏明也不可能一举完成了击杀，还顺手截胡了亡灵古龙坐骑。还是要抓紧时间提升等级。苏明心中暗自思忖道，不然去了清北大学，新生试炼考核都不一定能通过。想到这里，苏明冲着陈舒言问道，陈老师，去学校的话有啥时间限制吗？我过段时间去行不？倒不是说苏明害怕新生试炼，而是因为苏西已经预约了他去怀旧服副本亡灵峡谷，正好这一次机会，苏明也可以再提升下等级。如果能在去学校前完成3传，升到60级段位，或许在新生试炼考核里还不至于落得个吊车尾的成绩。不然一去学校便是垫底，多难看。可以晚点去，特招生的新生试炼赛是在1个月以后，只要再下个前到学校都没啥问题。陈舒言回答道，而后再次凑到苏明身旁，2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别叫陈老师，多难听啊！叫姐姐。陈淑妍注视着苏明的眼睛，姣好的脸蛋上没有一丝瑕疵，水光肌完美的和刚剥开的鸡蛋一样滑嫩。苏明神情微微动容。好，陈姐姐，乖。陈淑妍嫣然一笑，显得格外靓丽明媚。那这段时间我便在中海市陪你。啊？苏明一愣，你不去其他城市吗？一般情况下，像陈淑妍这种级别的职业者，事情多到处理不过来，不然京都魔导师他们也不会如此匆忙的离开。陈淑妍在中海市陪自己1个月，这倒是苏明没有想到的事情。没事。陈淑妍很轻松的耸了下肩，笑盈盈的道：难道还有啥事情比帅弟弟你更重要吗？将你顺利招揽到清北大学才是正事。副校长的孙女果然比较闲。苏明噗呲一声笑了下，无情补刀。你说啥？陈淑妍瞪大了好看的眼眸，故作生气的看向苏明。嗨嗨，口误。苏明浅浅一笑道。不过也是，要不是因为副校长孙女儿这一层身份，陈淑妍估计现在也够得忙。只是让苏明有些意外的是，陈淑妍这个年纪至少是30岁以上的姨姨，生起气来也蛮好看的。当然，职业者的容貌一般都比较显年轻，根本不会看出实际年纪。只是看脸的话，陈淑妍最多20岁出头。年轻人，你的实力的确不错，可惜也就那样。以后再见到你，我不会留情。正当苏明正在惬意的和陈淑妍姨姨交谈时，一个异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回头一看，正是身材臃肿、长相奇丑的中年妇女刘月。和陈淑妍那高贵清丽的颜值不同，刘月几乎是另一个极端，不论是性格还是长相，都让苏明有一丝厌恶。也就那样，面对刘月的阴阳怪气，苏明根本不会给她好脸色，直接回怼了一句道：那你咋没赢呢？1对1 PK， 3波攻击，我2波就完虐了你。苏明面无表情，语气冰冷地说道。虽然这种 PK 赛刘月肯定是不占优势的，可是400级对一个2转职业者，不论如何输了就是输了。苏明这一席话直接让刘月面色一沉，差点被气得吐血了。好得很。刘月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落魄的样子显得更加凄惨。他没有多和苏明说一句话，转身便离开了学校。只是临走前却看了一眼苏明，目光中藏着无尽的杀意。第85章，陈淑妍的决定。看来你这下是彻底得罪刘月导师了。刘月走后，陈淑妍双手环抱在身前，微微眯起眼看向苏明，媚眼如丝，语气带着些许俏皮说道：不过没事，清北大学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只是以后独自去副本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下。刘月这个人虽说被称为江南大学的头号女大佬，实力没得说，可是据我了解，她的性格相当狡诈，奸计不要太多，被这样的狠角色盯着，还是要多当心点。苏明点了点头，这个我知道。刘月的性格和陈飞有些相似，都属于那种心高气傲的老一辈职业者，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打压年轻一辈。不仅如此，这种人也很好面子。苏明当着那么多招生办导师的面，1对1 PK 赢了刘月，以他的性格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毕竟这些有头有脸大人物最看重的就是面子。当然，如果重来一次，苏明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PK， 倒不是说他不懂得人情世故，而是面对刘月这样的人，就应该展现出属于年轻人的狂气。人不轻狂枉少年。更何况完成这一波后，苏明还获得了英雄级血统药剂，单凭这个和刘月交恶就没啥大碍，还是血统药剂香呢。接下来有啥打算？陈淑妍凑近了些，看向苏明问道。既然苏明决定在中海市多待1个月，自然是有事情要做。陈淑妍直截了当地问了下2件事。苏明没有隐瞒，果断地道：第一件事，我需要购买大量的物资，炼金法阵，用来孕育即将出生的宠兽，是一头暗金级血统的光明独角兽，过2天它就要孵化出来了，得抓紧时间准备好营养物质。第二件事，驻扎在中海市的转职神殿经理苏西和我预约了一个副本组队，是怀旧服副本亡灵峡谷，我可能需要去一趟，顺便再提升一下等级，好在清北大学的新生试炼考核里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苏明若有所思地说道，而后看向了一脸目瞪口呆的陈淑妍。其实还有一件事他没有说，那便是亡灵龙墓通行证。从前海湾副本出来后，苏明一直都在忙，没有时间绑定身份前往亡灵龙墓。既然京都那些顶级2代的等级比自己高出那么多，想要在新生试炼考核里不垫底，至少也要去一次龙墓，万一爆出些极品装备，苏明也能让自己的实力再提升一个档次。只是史诗级通行证的价值太过高昂，甚至已经超过了一件英雄级武器，所以苏明没有说出来。重点是给陈淑妍说了也没有意义。当然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件事，自然是和柳妹的约会。苏明现在手里所囤积的怪物材料、炼金装备，貌似不是一点点多，价值总和已经达到了一个天价，还是得尽快将手里的物资全部出售掉，再用来强化坐骑和宠兽，也方便提升自身的实力。等等，你竟然还有一头暗荆棘血统的光明独角兽！陈叔颜懵了，语气都带着一丝哭腔，眼神中写满了震惊。虽然陈叔颜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个京都二代，妥妥的女大佬，家里长辈都是清北大学有名的老牌导师，爷爷更是清北副校长，可是苏明的家底还是再一次将陈叔颜给吓到了。黄金巨龙还不够，居然还有一头独角兽！奶奶的，这种血统高贵的宠兽可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就连京都那些二代家底厚的下人也很难找到一头混血独角兽，更何况苏明这头还是光明独角兽，算得上次带中了。哼，苏明直视陈叔颜的目光，淡淡一笑道：“也是从浅海湾副本里获得的。”苏明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总不能把神级选择奖励说出来吧？即便是他说，陈叔颜也绝不会相信，只会陷入更加疯狂地脑补中。浅海湾那个白银副本，陈叔颜看了苏明一眼，微微张开小嘴，夸张的都可以塞下一枚鸭蛋了。没错，有机会我也去那个白银副本看看。陈叔颜长叹了一口气，轻声呢喃道：“那你可不一定有那么好的运气。”苏明有些好笑地回应了一句：“确实，就算陈叔颜将整个浅海湾副本给莽穿，也不可能再找到一枚暗荆棘宠兽蛋，因为这玩意儿压根就不属于这个白银副本，而是来自于更高的维度，或者说和创世神炽天石有关。也许吧，过段时间试试看。”陈叔颜略微沉思了下，淡淡的笑道：“不过你需要的那些物资，我这边确实有。”陈叔颜轻轻一皱眉头，解释了下：“江南省那边一个 S 级工会和我关系还不错，他们的工会拍卖行里有大量的宠兽法阵以及培育宠兽所需的物资，足够将你的那头小独角兽给养活得很好了。”“好，那就麻烦陈姐姐了。”苏明眼前一亮：“没事，那个工会负责人本就欠我一个认亲，顺水推舟，最多2-3天就能给你备好物资，到时候空运到中海市。”陈叔颜莞尔一笑，清甜的笑容极为明媚，将他本就高贵的气质衬托得越发妩媚迷人。苏明轻轻一阵恍神。至于亡灵峡谷，陈叔颜顿了顿，稍作思考，然后继续说道：“这个副本过段时间就会开启，不仅是中海市，就连京都许多散人职业者也收到了消息。副本开启后，应该会涌入大量的老牌职业大神，应该是一场腥风血雨般的厮杀。”修罗场，苏明皱了皱眉，附和了一句：“没错。”陈叔颜分析道：“虽然这个怀旧服副本评级只是黄金级，可是实际强度却达到了暗金级，乃至是英雄级。正如浅海湾副本，一个白银副本，正常情况下能爆出少量的黄金级武器，便已经是极品了。可你呢，却从副本里获得了海量的极品装备，甚至连光明独角兽、亡灵古龙坐骑这些顶级生物都得到了。浅海湾副本的实际强度应该也是黄金，或者说暗金级的档次。”苏明点了点头，认可了陈叔颜的话。副本的实际强度取决于终极 BOSS 怪，许多隐性机制如果不开发的话，确实只是白银级。然而，当亡灵古龙这种终极 BOSS 一出现，浅海湾副本的强度便飙升到了黄金，甚至是暗金级。这很正常。到时候我陪你去亡灵峡谷副本吧。陈叔颜沉思了下，忽然开口说道。苏明猛然一愣。第86章龙木提上日程，荒野副本的凶险。陪我去？苏明愣了下神。这一次，中海是为了亡灵峡谷副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甚至动员了中海联盟。可即便如此，整个狩猎团队的水准也没有多强，至少在陈叔颜这个400级七转大佬面前，也不过是一个小团队罢了。如果陈叔颜出手，估计中海联盟也捞不到什么东西。对，我陪你去，不过我不参与副本的 BOSS 狩猎。陈叔颜解释道。国内的职业者协会有定下规矩，每一座城市的专属副本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外开放，如果外省的职业者想要跨城前往副本，需要签订一系列的复杂手续。换句话来说，京都的职业者想去亡灵峡谷副本，需要经过审核，而高级职业者一旦达到了300级，也就是7转以上，一般情况下也不能前往黄金级副本，限制了职业等级。陈叔颜的一番话让苏明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全民转职世界里还有这种规矩，这是为了让低级职业者更好的发展，也算是一种生态保护、新手机制。陈叔颜看出了苏明眼神里的疑惑，淡淡的笑了下，继续说道：倘若400-500级的老牌大神不顾一切规则，疯狂涌入黄金副本，那么低级职业者哪里还有成长的空间而言，
生态发展直接被破坏掉了。所以，全国职业者协会在很多年前便定下了这个规矩。当然，散人职业者可以不遵守，他们也一样不会得到全国职业协会的保护，不享有一切全民和贵族的权利。如果是在海外，或者说离开了国内，在一些荒野副本中，那些地方属于无主之物，便没有任何规则可言，任何段位的职业者都可以随意进入。陈淑妍轻描淡写地道，苏明却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没有规则，便没有一丝的限制，很难想象在那些荒野副本里会出现多么凶险的情况。或许一名二转职业者一旦踏入那种地方，便会被高阶的老油条给扼杀掉，浑身的装备和武器被一一掠夺，连死亡都成为了一种奢侈。看来这个世界和我想象的还是有些差距。苏明长叹了一口气，淡淡的开口说道：确实，不论是前世还是在这个全民转职的世界里，都有一条令人绝望的规则，那便是弱肉强食。如果想不成为他人的猎物，唯有自身的实力过硬，尽快提升等级。苏明皱了下眉，心中暗自思忖道，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威胁和迫切。虽说史诗级职业很强，杀神掠夺天赋也极为变态，可是面对那些真正的大佬，苏明还是显得太过弱小。倘若不加快步伐提升上去，即便是资质再耀眼的天才，也有陨落的一天。亡灵峡谷副本的详细资料，陈姐姐你有吗？苏明沉吟了下，开口问道。有，过会我发你。陈淑妍果断地答应下来。好。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我还有点事，那我们过2天见。可以。陈淑妍妩媚一笑，好看的眼眸里噙着一丝浅笑。这段时间我都会在中海市，你把这个收好，一旦遇到什么问题直接找我。陈淑妍递给了苏明一枚极为精致的徽章，这不是普通的名片，而是类似于一种道具，可以多次召唤陈淑妍，让她直接出现在自己的身旁。苏明点了点头，神情感激地看了一眼陈淑妍，轻轻躬身一礼道：谢了。没事。陈淑妍嫣然一笑，帅弟弟能来我们清北大学已经是学校的荣幸了，毕竟那么多大学，最终帅弟弟选择了我们。苏明笑而不语。陈校长，那我就先走了。苏明回头看了一眼陈其山，这个小老头此时的神情已经亢奋得快要崩溃了，直到现在他都没有缓过劲来。没办法，苏明实在是太变态了，先后创造了这么多奇迹，哪怕是到现在，陈其山都觉得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梦境。毕竟谁会相信一个2转职业者能如此简单粗暴地终结掉了一个400级大神呢？可事实就摆在眼前。好，苏少，路上注意安全。陈其山疯狂吞咽了2口唾沫，心有余悸地说道，对苏明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尊重了。这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身份地位无关。苏明的勇气和狂气已经彻底折服了真奇山。退一步讲，如今的苏明或许也有了能终结掉陈其山的实力。这可不是说1对1的练习赛 PK， 而是真正的击杀。多的不说，亡灵古龙 BOSS 就有和陈其山对决的力量，而苏明的底牌貌似不止这些。简单的和陈校长、陈淑妍导师交流了下，苏明没有多逗留，直接离开了学校。回家。离开1中后，苏明打了个的士，朝着家的方向行驶去。坐在后排，他的轻轻按压了下太阳穴，极为疲惫的呢喃道：真是惊险。虽然在陈淑妍等人的面前，苏明始终保持着淡定的反应，可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此刻的自己已经有点顶不住了。刘月毕竟是一名老牌职业大神，和他的对抗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却让苏明的精神状态持续紧绷，直到最后一刻赢下 PK 赛才长松一口气。现在苏明只想回家好好的睡一觉。柳妹。计程车后排，苏明微微皱了下眉角，用只有他自己能听到声音轻声呢喃道：柳妹的约会。苏明自然没有忘掉这个黑丝神官，他还要依靠柳妹将自己手里的怪物材料、炼金装备全都卖出去。其次，柳妹的身份也不差，从神级选择剧情的描述来看，她身后的背景似乎也是一个京都 S 级公会。明天再说。想到这里，苏明再次轻轻一按太阳穴，亡灵龙木也要提上日程，不能再拖了。龙木通行证苏明一直都没用，他准备在去清北大学前先去一次龙木，不知道龙木中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现。第87章刘欣然的奸计。同一时间，中海市一中，苏明走后，陈淑妍也没有在学校都逗留，和陈其山这个老小子打了一声招呼，便直接离开了。作为清北大学招生办的名牌导师，又是清北副校长的孙女儿，陈淑妍在中海市的地位可以说如同降维打击，在整个城市横着走，没有谁知道他去了哪里。而陈其山呢，注视着陈淑妍的背影，
直到这位名牌导师彻底消失在视野中，这才收回了目光，然后长松了一口气。奶奶的，华丽，变态级小怪物！陈其山猛地深吸了一口凉气，浑身都是一震，久久无法从刚才的震撼中恢复过来。没办法，苏明的变态程度简直是一整个让陈其山炸裂掉了。他从业几十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妖孽的学生。不说实力和资质，单单是苏明的那一份狂气和自信，就足以折服陈其山，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奶奶的，这一波下来，我陈其山不得混个全国10家校长。陈其山咽了一口唾沫，心情好的飞起，说不定能得个终生成就校长。不知道全国职业者协会会不会奖励我一件暗金级武器？一念及此，陈其山不禁微微眯了下眼，浑浊的老眼里闪烁着一丝金光。同学们，我们中海市一中出笼了！恭贺苏明同学成功完成招生考核，击败了400级职业者刘导师，同时也被清北大学录取。希望高3的同学们能够向苏明同学学习，努力冲刺一波，争取在过段时间的全国统一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让咱们中海市一中闻名全国。陈其山深吸了一口气，回头看向整个仪式广场，对着全体师生说道。这一句话一开口，立即引起了全校学生们的欢呼声，同时也传来了排山倒海式的掌声。即便是陈其山这位百级大佬都被震惊到体无完肤了，这些学生们哪里见过这些啊？早就被苏明给吓傻了，世界观彻底碎了一地。而现在随着陈其山的话说完，一呼百应，所有人的情绪都被拉升到了高点。见到这个场景，陈其山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从今天开始，为了庆祝苏明同学的优异成绩，咱们一中全体师生休假3日。休假！一时间全校再次炸开了锅。卧槽，这么舒服的吗？休假3天，奶奶的，苏明永远的神！兄弟们，等会晚上一起去刷副本，我知道一个魅魔副本，爽的一批。我老公就是厉害，看到没有？一波下来，直接让我给休假3天，这算啥？你们不知道，我都休假1年了，知道为啥吗？哼，我们家苏明老公让我怀胎10月。噗呲，你是哪里冒出来的小表表？臭不要脸！我们家校草啥时候成你老公了？我呸！苏少会看上你，真是烧！实话告诉你们，苏少这样的真男人，说不定喜欢我这样的。真男人就是要征服男人。卧槽！你们够了，千万别瞎带节奏。苏神可是咱们中海市冉冉升起的星星，明年中海的旅游业就靠苏明大佬了。谁要是把苏神的事情搞砸了，那就是和中海市职业协会对着干。不过有一说一，苏少确实猛呐。我听京都魔导师说，苏少现在的水准，貌似已经能媲美京都那些顶级2代了。你们说，苏少会不会是某个顶级大家族流落在中海的大少呀？奶奶的，不是吧？顶级大少流落中海市，听上去貌似有点意思。好羡慕苏神的生活，长得帅，天资好，实力还这么强，我女神都要倒贴苏神了。全校轩然大波，所有人都在议论着苏明，而陈其山也在一片哗然声中离开了学校。他好耀眼！在全校的狂欢中，靠近图书馆的一个转角处，许清雅神情怔怔地说道：原本我以为我和他是有差距的，苏明虽然外在条件很优秀，可是在高中这几年并没有展现出一丝职业者的资质，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自己错了。我和他之间确实有差距，只不过是我远不如他。现在的苏明好耀眼，如同皓月一样，已经是我永远都跟不上的存在了。许清雅的声音稍稍有些落寞，用一种只有自己能听到的细微声音悄然说道。然而在他身旁，刘欣然却也一样叹了口气，没有再调侃自己的闺蜜，而是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没事啦，宝子，换个角度想想，你的男人很优秀。啊？许清雅一愣，而后羞红了脸颊，用蚊虫般的声音小声说道：哪有，我和他八字都没一撇呢。放心。刘欣然给了许清雅一个眼神，傲然地道：有我在，绝对帮你拿下苏神。校草和校花多好的组合，你们俩在一起绝对是神仙眷侣。刘欣然捧起许清雅的小脸，微微一眯眼，很是欣赏地道：生得多好看，这样的脸蛋，我是个男人怕是早就已经迷了心智了。对自己自信点，没啥大问题。真的吗？许清雅美眸微微一亮，期待地问道。放心。刘欣然继续宽慰道，你可是清冷校花，以你的身段和颜值，妥妥的天才神颜小姐姐，这样的顶级大美女倒贴，哪个男人能坐得住？除非苏神不行。许清雅脸颊再次一红，轻轻低下了头。你说啥呢？嘿嘿。刘欣然狡黠一笑道，
我还有个办法，生米煮成熟饭，那不就得了？许清雅一愣，彻底懵了，啥意思啊？刘欣然再次一虚眼，轻声笑道：“你先这样。”听着闺蜜凑到耳边的悄悄话后，许清雅浑身一惊，小手都攥成了拳头，双腿都软得有些站不住了。不可以，那样也太……许清雅一脸拒绝，都有些欲哭无泪了。那不然咋办？刘欣然给了一个白眼，恨铁不成钢的道：“你不想想，苏神现在身边的女人有多少，一个个都是顶级天才，你现在不赶紧主动出击，我估摸着过段时间，你连倒贴别人都不一定能看你一眼了。宝子，京都的美女可不少，你自己想想吧。”第88章，气急败坏的龙尘。好吧。沉默了片刻，许清雅只有轻轻点了下头，脸色泛红的回应了一句，而后便默不作声了。也对，许清雅一直的性格就相当清冷，在其他人面前始终是玉女人设，怎么可能像刘欣然说的那样去倒贴苏明，甚至是用一些小手段，生米煮成熟饭这样的事情，直接让许清雅这个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的校花彻底崩溃了。然而今天亲眼见证了苏明的1对1 PK 赛，许清雅埋在心里的暗恋种子彻底萌芽了。她很确定自己的心意就是已经喜欢上了苏明，如果真的像刘欣然所说的那样再不出手，苏明就和别的女人跑了，那岂不是凉凉？那我过段时间再去。许清雅咽了一口唾沫，姣好如初的脸蛋让她多了一丝属于成熟女性的魅力，水蜜桃一样诱人。可以。刘欣然点了下头说道，不过你得抓紧时间，我听说清北大学的特招生在1个月后就要开始新生试炼考核了，如果你错过了时间，苏明怕是直接去京都了，以后你们再有机会见面也不知道是啥时候。明白了。许清雅长叹了一口气，内心无比的纠结。与此同时，另一边在图书馆旁，一名少年双手紧握着拳头，气得牙齿都咬紧了。这名少年也算是天才，不过和苏明相比却暗淡了太多，他正是中海市一中的天才职业者圣骑士龙尘。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这么强？许清雅，难道你的眼里只有苏明吗？龙尘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睛里的怒气都快要喷火了。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许清雅的身上，一直没有离开，只是越这样窥视，越是让他心烦意乱。因为即便是个傻子也看得出来，许清雅对苏明的心意明显就是一个春心荡漾、小鹿乱撞的怀春少女。而他龙尘呢，却只能远远的观望许清雅。他龙尘的女神却是苏明的舔狗，怎么能不让人暴怒？这一切原本都应该属于我，要是没有苏明，我肯定是中海市一中的校草。如果没有他，被清北大学所录取的学生也应该是我。龙骑士，全国的10大热门职业之一，为什么轮到我这里却无人问津？龙尘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只可惜如今却没有人关注他，几乎全校的师生都将注意力放在苏明那里。非要说起来，圣骑士确实是个不错的职业，按金级品质，在转职后有极大概率可以提升到英雄级。虽说想要极尽升华成史诗级职业者有很大的难度，然而一名英雄级在全国范围内都算得上大人物了，只要按部就班的提升等级，成长下去，龙尘的前程一样很光明。只是他遇到了苏明这个同一期的变态级怪物，和苏明相比，不论是谁都会变得黯然无光，圣骑士也不例外。一想到在前不久的觉醒仪式上，自己还在沾沾自喜，认为苏明只会觉醒一个废物职业，龙尘便不禁心中一紧，烦躁的不想说话。此时的他有种想杀了苏明的冲动，可无奈的是，他现在的水准连终结一头 LV 10级的哥布林 BOSS 都有困难，更别说与苏明抗衡了，怕是连苏明的一棵火球树都顶不住。我发誓一定要变强。龙尘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眶通红的沉声说道：地哭，我要去的哭。龙尘咬紧了牙关，手指因为捏得太紧，都将掌心的皮肤给刺破了，嫣红的血液从手指缝中流了出来。在苏明和许清雅的双重刺激下，龙尘已经彻底崩溃了。他决定前往的窟世界。全民转职世界里的地窟是一种类似于副本的地方，只不过地窟里的生物全都是亡灵系或者黑暗系混血怪物，实力相当强大。同等级下，职业者几乎只有死路一条，也可以理解成地窟便是一个低配版的深渊世界副本。国内每一个城市都有专属的地窟世界，而这些地窟是用来让职业者进行试炼的，磨砺他们的技能熟练度，提升战斗意识。地窟极为凶险，一般情况下只会对高级职业者开放，即便是100级段位的职业大佬，在进入的窟前也会做好完善的准备工作，
因为稍有不慎，一样会在海量的亡灵骷髅尾脚下直接原地死亡。而像龙尘一样的低级职业者，还没有高考的高中生，在地窟基本没有一丝生存机会，要么死亡，要么在试炼中浴火重生。龙尘咬紧牙关，一字一句地说道，眼神里充满了坚定。地窟世界确实凶险无比，可是对应的也有着海量的极品装备，只要能活下来，所得到的物品比前海湾副本不知道多了多少。即便是英雄级武器、史诗级天赋这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在地窟里获得。龙尘已经做出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他没有多犹豫，也直接离开了学校，朝着中海市中心的职业者协会走去。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便是几天后，苏明被手机铃声给吵醒，拿起手机一看，正是苏西。苏少，一接通电话，那头传来苏西温和的声音，语气姿态放得很低，因为苏西这几天耳朵都快被苏明的事情给磨出茧子了。不仅是他，整个中海联盟乃至全国都被苏明和刘月的一战给震惊得体无完肤。可以这么说，苏明火了，彻底火爆了全网，声望一度超越了京都那些顶级二代。据可靠消息声称，即便是京都的法神都注意到了这个中海市的天才职业者，甚至传闻法神准备再次招收一名种子徒弟，目的无需多解释，不正是看上了苏明的资质吗？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此时的苏西面对苏明时态度显得极为尊敬，生怕一个不小心惹怒了这个年轻大佬。怎么了？苏明还没有太清醒，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道。中海联盟那边事情谈成了，苏西言简意赅地回应道。第89章极品英雄及铠甲。然后呢？听到苏西的回应，苏明明显来了兴致，稍微坐起了身，淡淡地问道。其实他对亡灵峡谷副本也很有意思，哪怕不和苏西他们组队，自己也会前往。而既然有这么一个顶级的狩猎团跟随，能一起去当然更好。最重要的是，如果让苏西聘请自己，可以多白嫖一份酬金，那可是好几亿呢。哪怕拿去兑换装备，多的不说，一两件极品黄金级武器还是能换到的。中海市联盟那边同意了您的条件。苏西没有和苏明玩太多花花肠子，而是直接给出了回应，温和地笑了一声说道，联盟里的所有工会对于您开出的条件虽然有一点异议，最终还是都接受了。只要是苏少您开启的隐藏任务所获得的战利品全部分您一半，而在进攻终极 BOSS 怪时，苏少您所造成的最终伤害和联盟成员造成的伤害总和会进行一次计算，按照伤害来平分您的终结奖励。苏明点了点头，他提的这两个条件很简单，只要是由他开启的隐藏任务，不论最后得到了多少物品，都瓜分走一半。其次，击杀终极 BOSS 怪，只要苏明出力了，也要分一部分，出力多就分得多，很好理解。只不过苏明是被苏西聘请来的，本身就已经有了7亿报酬，再分上一杯羹，确实有些过分。然而，在整个中海市，苏明可是唯一的史诗级职业者，如果中海联盟不找他，自然也有其他外省工会找上苏明。最后，怀旧服副本里的终极战利品，怕是也会被苏明拿走。最终，中海联盟决定，索性不如多吃一点亏，直接和苏明合作，也免得节外生枝。可以，苏明沉声回应了一句，心情无比惬意。这一波酬金目前来看还是很不错的，多的不说，一栋白金湾别墅应该没啥大问题。那我这边就先将酬金打给苏少您了。苏西有些谄媚似的说道，没有先给定金或是预支一半，而是准备直接支付苏明全额聘金。一方面也算是让苏明安心，在副本中能多发挥一些作用。另一方面，如今的苏明在中海市的地位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全国的影响力都大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隐约中已经有了成为全国年轻一辈职业者标杆的趋势。更何况苏明现在被清北大学录取，注定了前程似锦，是一定会冉冉升起的耀眼星河。这个时候稍微谄媚一些，也算是和苏明交好，将来自然能从中得到些好处。能做到转职神殿经理这一职位，苏西自然不是花瓶，人情世故这些东西都被他给拿捏得死死的。可以，苏明也不傻，两世为人，一眼便看出了苏西的意图，他没有拒绝，也坦然地接受了。很快，和苏西简单的聊了两句，稍微确定了下日程，苏明也切断了电话。没有多久，他绑定的银行卡 APP 也发来了短信提示，是酬金到账的信息。看着手机短信里那一连串的金额，苏明不禁眼前猛然一亮，真香。怎么说呢？这还是他第一次身上揣着那么多钱，一时间心头也涌现出了些许激动，不过很快便恢复了常态。今天下午去看房，苏明若有所思地想到。即便他很快便要离开中海市去清北大学读书，可是中海依旧是家乡，在这里购置一栋房产很合理吧？当然，最重要的是
苏明总觉得浅海湾副本没有那么简单。等自身的等级提升到100级以后，他准备再去一次浅海湾，好好查看一下。毕竟，一个白银副本却能开出黄金巨龙血统的亡灵古龙，这件事本身就有些不对劲。在某些方面，浅海湾副本和亡灵峡谷极为相似，都是属于实际强度远高于平级的极品副本。说不定下一次去浅海湾，自己还能获得更为顶级的战利品奖励。想到这里，苏明深吸了一口气，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叮咚，门铃声打断了苏明的思索。拉开大门一看，门口边上放了一大堆快递盒，这些全是宠兽法阵材料、顶级法阵以及孕育宠兽所需的极品营养物质。苏明双眼微微一亮，有些惊喜了。这些东西正是他目前所急需的物资，绝对能完美解决独角兽的营养问题，不至于让这头暗金级小宠兽在孕育过程中营养不良，而导致一出生便虚弱。陈姐姐，我刚刚收到了一大堆快递，这些是……苏明没有被顶级孕育法阵还有各种极品营养物质给冲昏头脑，而是冷静下来，给陈淑妍打了一通电话。帅弟弟，这些都是我托关系给你弄来的，应该够了吧？如果还不够的话，我再找那个朋友给你空运一些。电话那头传来陈淑妍温和的声音，一下子苏明心中一暖，有些触动到了。够了，那我就谢过姐姐了。苏明的称呼稍微发生了一些变化，去掉了陈淑妍的姓氏，显得更加亲昵了些。哪里的话？陈淑妍咯咯笑了一声，一听声音都能感觉到风情万种的气质，再联想到陈淑妍那高贵美艳的长相，苏明心头也是一紧，有点心猿意马了。以后帅弟弟你也是清北大学的大一新生了，怎么说呢，我们也算是一家人，哪里来的谢不谢，那样就有些见外了哈。陈淑妍的话很是贴心。好，苏明轻声应胡了下，继续说道，那姐姐你算一下，这些物资一共多少钱，我转给你。苏明不喜欢欠人情，更何况他也不缺这点。不用了。陈淑妍淡淡一笑，如沐春风的说道，这些东西也不怎么值钱，更何况还是我那院种闺蜜给的，你就当姐姐送你的入学礼物吧。对了，再过几天清北大学那边就将入学奖金给准备好了。陈淑妍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淡淡的惊喜。你知道吗？据说清北校长很看重你，和我家那个老爷子商量了下，准备给你一件极品的英雄级铠甲，你绝对会喜欢。极品英雄级铠甲，苏明心中一惊，有点意外。别看只是简单的差别，极品英雄级价值可比普通铠甲高了太多。一方面属性效果强大很多，其次属性词条也不是普通装备能比拟的。那我这里就谢过两位校长了。苏明轻声回应道，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激。这里的两位校长，第90章岭东副本即将开启，自然是陈淑妍的爷爷，那名副校长以及清北大学的正牌校长。传闻这两位都是真正的九转大神，实力不是一般的强大。没事，陈淑妍莞尔一笑，等过段时间姐姐再去给你找你需要的终极 BOSS 怪，给你活捉一头600级的纯血巨龙咋样？陈淑妍的话音一落，苏明直接懵了。600级纯血巨龙，卧槽，这也太他奶奶的疯狂了吧。在中海市貌似没有600级的巨龙生物吧？苏明试探地问了一句道。确实没有。陈淑妍再次嫣然一笑，继续解释道，不过在江南省却有，而且不止一头。江南省啥时候出现了那么多纯血巨龙了？听到陈淑妍的话后，苏明双眼微微一凝，有些震惊了。稍微沉默过后，他直接开口问道，纯血巨龙可不是普通的混血龙种，虽然两者看上去差别不大，实际情况却简直是天壤之别。怎么说呢？纯血巨龙几乎是仅次于初代种的存在，就像光明独角兽一样，和初代纯血圣光独角兽两者间如同银光皓月。多的不说，同等级下，纯血巨龙一团龙焰下去，便能将混血龙种给轻松终结掉。岭东副本，陈淑妍也沉默了片刻，才回应了一句。这一次岭东副本开启的地方是在江南省，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岭东世界。苏明再次一惊，岭东副本竟然在江南省开启了。这个副本在某种意义上如同第二世界，副本面积相当的大，基本是现实世界的100万倍以上了。而那些传说中的顶级生物也都全在岭东世界中，毁灭黑龙、黄金史矛革、冰碧蝎，都是岭东副本里的终极 BOSS。 这个副本和浅海湾这种小副本不太一样，并不是随时都能进入的，每隔一段时间才会开启一次，而每次开启副本通道都是在不同的城市，甚至还会出现在荒野中。只是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入口竟在江南省，和中海市只隔了一条江。去岭东副本的话，职业者需要达到多少级？有什么额外限制吗？
苏明好奇地问道。说实话，他也对岭东副本很感兴趣。苏明身上的那对翼展算是低配版的死亡之翼，如果能前往岭东世界，或许能得到完美的死亡之翼。其次，纯血冰辟蝎也在岭东副本。中海市的终极 BOSS 冰尾蝎的名字，苏明听得耳根子都要磨出茧了，自然对冰辟蝎极为期待。倘若能得到这样一头纯血魔种的话，不知道能让自身的实力提升多少倍。有些限制，陈淑妍没有隐瞒什么，开门见山地解释道：入场券，这个必须要有。岭东世界的入场券价格极其昂贵，每一张都价值1件黄金级武器，而且即便是拿黄金武器来兑换，也不一定能获取到一张入场券。其次，想要进入岭东副本，必须要职业者的等级达到3钻以上，也就是最少60级。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限制，那就是在岭东副本里死亡后没有办法复活。陈淑妍的声音宛如魔咒似的缓缓传来。苏明瞳孔猛地一缩，不能复活，那岂不是在副本里死亡便是真正的死亡？也不算是不能复活。陈淑妍补充了下，是不能使用复活法阵，如果是有复活石，倒是可以捡回一条命。只不过那种东西太过昂贵，保有量很低，一般职业者哪里来的复活石？听到这里，苏明微微眯了下眼，原来是这样。复活石确实昂贵，每一颗都是极品，如果想要在拍卖行购买，恐怕一件英雄级武器都不一定能换到一颗，有价无市。只是苏明身上却有不止一颗，从神级选择奖励那里，他得到了2颗完美复活石。没想到复活石竟然派上用场了。苏明心中暗自思忖道，一时间有点小小的激动。毫不夸张地说，这2颗完美复活石完全是为岭东副本完美打造的，在这个副本里使用，绝对能发挥出复活石的最大价值。600多级的纯血巨龙，一般情况下也需要一名800级以上的职业大神主导攻击吧。苏明若有所思，问了一句道：想要捕获这种猎物有点太难了。倒不是苏明看不起陈淑妍，而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导师现目前的等级也只有400来级，别说干掉600级的纯血巨龙，即便是同等级也相当棘手，没有一丝胜算可言。清北大学的导师团队会出手。陈淑妍淡淡一笑，语气里充满了自信。帅弟弟，我和你说过，加入清北大学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陈淑妍继续道，老校长和副校长准备为你捕获一头600级的纯血巨龙，也算是给你的额外奖励了。只不过也要看你在学校的表现，这一次新生试炼考核一定要好好展现下实力哦。当然，最后这头纯血巨龙你能不能驯服下来，也要看你自己的情况。学院只负责提供巨龙，不负责驯服，如果驯化不了这种烈性生物，那么……苏明嘴角轻轻一扯，奶奶的，搞半天这是在画饼啊！600级的巨龙，他咋驯服？也不一定。沉默了一会，苏明眼前微微一亮，心中暗自想到，如果说3转后获得了额外的转职天赋呢？还有第2职业，万一我的隐性职业是御龙师呢？御龙师，这是一种顶级职业，最次也是英雄级档次。按照京都魔导师的说法，苏明有极大可能还拥有一个第2职业。倘若真的开启第2职业是御龙师的话，哪怕是苏明只有100来级，也有可能驯化烈性的600级巨龙。只不过这种概率稍微有点小了。好，苏明淡淡一笑，回应道：那我尽力。简单的交流了下，苏明便挂掉了电话，打开了所有快递盒，准备给光明独角兽搭建全新的孕育法阵。已经有出生的迹象了。苏明看着那颗银白色的蛋壳，表面已经开始有了一丝丝的小缝，露出了光明独角兽那雪白的丝绒皮毛，绒毛圣洁雪白，饶是苏明都稍稍有了一丝触动。不愧是被称为高贵血统的光明独角兽，孵化出来后颜值一定很高。苏明微微一笑道：那就叫小白吧。第91章再见柳妹。和女神的约会。苏明很潦草的给即将出生的独角兽取了个名字，还好在场没有其他职业者，不然肯定会被苏明给气死。这他奶奶的可是光明独角兽，圣光系宠兽，取名竟然敷衍的像是在给小猫小狗命名。差不多了。很快，苏明将快递盒里的法阵材料都搭建好了，又将一瓶瓶像是生命药剂一样的昂贵药水全都注入到了法阵中心的枢纽里。所有的宝石以及怪物材料也都一一按照说明书中的记录放在了法阵的指定位置。做完这些，苏明长松一口气，差不多好了。这下小白应该能完美出生，就是不知道孵化出来后4维属性和专属技能咋样。预约下看房。处理完孕育法阵，苏明取出手机，准备预约个中介看下白金湾的别墅房。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微信却来了一个消息：柳妹，帅弟弟，你是忘了约会吗？
我已经到海湾餐厅了。柳妹发来讯息。卧槽，起梦了，把这事给忘了。看到柳妹的微信消息，苏明不禁莞尔一笑。前几天他还在念叨着这事，结果一休息，差点忘掉了。快到了，在车上。苏明顺手回了一句。很快，柳妹再次敲出一行字：好呀，帅弟弟竟然让姐姐等你，哼，这可是我第一次约会等男人。苏明摇了摇头，轻声一笑，回复道：快到了。洗澡。出门，苏明坐上了计程车。海湾餐厅，靠窗的位置，柳妹一身精致的淡金色长裙，波浪大长发，栗紫色美瞳，整个人看上去美得不可方物。柳妹的颜值本就是属于天菜级别，和陈淑妍那种冰山气质不太一样，是那种极为接地气的烟火气，格外的吸睛。她仅仅是坐在那里，便看呆了周围一众男职业者。短短的半小时，前来搭讪的男人就超过了100个，直到最后，柳妹神情一冷，直接说了一句：我有男朋友了。男朋友？柳妹的餐桌旁，一名身穿西装、长相还不错的青年职业者扯了一下脖子上的领带，眉头一扬，有些怀疑的笑着道：美女这么好看，不介意再多一个男朋友吧？滚！柳妹白了一眼面前的男人，语气冰冷的说道：别呀，美女，简单介绍一下，我是永恒工会的执行部的部长周森，英雄级职业者。青年职业者淡淡一笑，眯起了眼，目光中写满了自信。英雄级职业者，在全国都算得上极品了，而放眼中海市，简直是金字塔的顶层大佬。更何况周森现在的段位也高达200级，以大众的眼光来看，确实是优质股。除此之外，他背后的势力还是永恒工会。但凡换个妹子，恐怕现在已经扑上去了，哪里还会矜持？只是周森选错了人。柳妹本就是高级职业者，身后的背景也不差 ，S 级工会，颜值和身段堪称御姐天花板。这样的女神系大美女，身边的优质男性不要太多。对柳妹而言，面前的周森还是上不了台面。最重要的是，周森不帅，在柳妹看来平平无奇，还不如苏明的1/1000。英雄级职业者，柳妹直接无视了周森，语气更加冰冷了。然后呢？和我有啥关系？赶紧滚，等会我男朋友来了。柳妹喝了一口面前放着的咖啡，神情已经逐渐有些不耐烦了。别啊！周森继续死皮赖脸的搭讪，不过眼神里却噙着一丝若隐若现的愠怒。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如此冰冷的女人，即便是面对他这样优质的异性，都无动于衷。真装！我请你喝杯咖啡吧，一起吃个饭，认识下。周森不愿意放弃，再次主动出击。不是，你听不懂呐！柳妹怒了，啪的一下将手里的咖啡杯搁在餐桌上，这一下直接引起了周围一众顾客的目光，齐刷刷的眼神看向了过来。美女，别生气。周森微微一愣，神情也变得有些不满。不过下一刻，他还是调整好了情绪，故作淡然的笑了下。让你滚，你就滚呗，死皮赖脸的做啥？这个时候，一个少年的声音传来。周森眉头猛然一皱，在中海市这个地方，以他的身份地位，可以说是骄横惯了的，还没有人敢对他周森这么说话。谁他娘的这么和我说话？和面对柳妹的态度不同，周森一下子撕破了脸皮，当即骄横的转过头，怒骂了一句道：苏明！一个长相帅到能让女人双腿发软的少年出现在了周森的面前，语气淡淡的回应道：少年不是别人，正是苏明。他刚到海湾餐厅，还没有和柳妹发消息，便见到了眼前的这一幕。不知道为啥，又是永恒工会的成员，就连苏明都有些怀疑，永恒工会他奶奶的是不是拿了反派剧本？为啥所有成员都一个德行？从陈飞开始，再到后来的纨绔2代合盟，现在又冒出来了一个周森，果然一窝子的二愣子。苏明？周森微微一愣，被苏明的回答给弄懵了。这个名字不知道为啥听上去莫名有些熟悉，而一旁的柳妹却眼前微微一亮，态度瞬间变了下，冲着苏明嫣然一笑道：帅弟弟，你来了。听到柳妹的声音，苏明微微眯了下眼。今天的柳妹穿着很清凉，妆容也精致无比，整个人看上去犹如在发光，难怪会招蜂引蝶，让周森都坐不住了，死皮赖脸非要来搭讪。苏明径直走向柳妹，温和地轻声说道：老婆，今天很漂亮，我刚从副本回来，亡灵古龙坐骑受了点伤，稍微耽搁了下时间。苏明顺手揽住柳妹的细腰，眼神柔和地看着她，身体也在不断凑近。啊！柳妹一下子懵了，不过苏明却凑到她的耳边，轻声细语地解释了下：帮你当下挡箭牌。苏明淡淡笑道：不然这个无头苍蝇老烦你。柳妹眼前一亮，明媚地笑出了声，轻轻点了下头，也算是
接受了苏明的好意。而后，柳妹明媚地笑着道：“老公，你真可恶，来那么。副本里打怪一定累坏了吧？那等会吃完饭，我们去开个酒店休息一下。”柳妹吐气如兰，一席话说完，凑到苏明的脖子边，吧唧一声亲了一口，最后又用冰冷的目光看了一眼周森。周森整个人都呆住了。第92章新的神级选择剧情，直接石化。而与此同时，苏明也不禁耳根稍微一红，奶奶的，这娘们真刺激。不过好在苏明也算是身经百战，对于这种事情很快便清醒了下来，也轻描淡写的拍了下柳妹的头，整个动作极其丝滑，暧昧的氛围在疯狂涌动。同一时间，整个海湾餐厅也传来了一阵激烈的议论声。卧槽，有点刺激啊！修罗场，周森，永恒公会的周少，英雄级职业者，竟然还有他撩拨不到的女人，什么眼力劲儿？那可不是一般的女人，神颜天才柳妹啊 ！S 级公会成员，从京都来的，我勒个去，这么浮夸吗 ？S 级公会，这可比永恒不知道强了多少，看来也是个女大佬。咋说呢？柳妹的颜值确实很顶，说是御姐天花板不过分吧？这样的金丝雀还有接近100级的段位，实力和颜值并存，你们觉得她身后会缺大佬？估计不知道多少老牌大神愿意为柳妹鞍前马后。奶奶的，柳妹竟然有男朋友，那不是苏明吗？卧槽，年少轻狂的苏神，女友竟然是金丝雀女神柳妹，太劲爆了！我特么一整个直接被惊呆了。苏明和柳妹还有一腿，原来是这样，莫名间有些明白了。大新闻，这简直是大新闻！我要赶紧发到抖音上去。又是一个震惊全网的热门话题。好有狂气的少年，前几天苏明才1对1 PK 终结了江南的女大佬刘月，现在又和永恒公会的周大少闹掰了，这下可有的看了。不知道苏神今天会不会出手？疯狂，真他奶奶的疯狂！让我们看看亡灵古龙 BOSS 吧，也一带长长眼。海湾餐厅里，一众顾客全都将注意力放在了苏明他们3人身上，一时间议论声此起彼伏，整个餐厅都变得喧哗起来了。而此时，周森的神情猛然一变，也终于认出了苏明是谁。难怪觉得熟悉，眼前的这个神情淡然如雪、气质出尘的少年，赫然正是前不久才火遍全网的苏明，那个史诗级职业者，目前炙手可热的人气校草苏明。然而周森并没有被苏明的名头给吓到，毕竟在他眼中，苏明只是一个2转职业者，和刘月的 PK 练习赛也只能说明苏明的实力还算不错，在同期的职业者中算是佼佼者。倘若周森真的爆发全力，200多级的水准下，一个简简单单的冰冻术都能让苏明血条刹那间清空。真正的生死搏杀和练习赛区别还是很大的，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再强的天资也都只是摆设。你让我滚，知不知道我是谁？别以为赢了一场 PK 练习赛就可以为所欲为，在200级面前，你一个2转有什么可嘚瑟的？周森强压住内心的愠怒，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变得平和，毕竟他可不希望丢了面子。要是真被一个中学生给弄得心烦意乱，反而会显得相当没品。小子，就凭你的等级，也有资格和我较劲？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劝你收敛一点，别把自己的大好前程折在中海市，不然……周森冰冷一笑，威胁的语气不用多说，已经几乎快要溢出来了。说完这些，他并没有闭嘴，而是继续说道：“你才多大？现在不过是10几岁不到20吧？真以为自己能把握得住这么美艳的女人？”周森放肆的大笑了一声，而后脸色一沉，看向苏明道：“小心，别被人惦记，然后小命都保不住。”话音一落，周森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朝着苏明龇牙咧嘴了下，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与此同时，见到这个场景，苏明神情并没有掀起太多的波动，只是眉头却不经意的一皱。不论是前世还是现在，他的性格一直都很傲，不是无脑嚣张，而是有着一种淡淡的傲骨。周森这样的人，他见了太多，不可能因为对方的等级比自己高就耷拉着头做人，大不了一死，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然而苏明刚准备开口怒对回去，脑海里却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英雄救美。选择1，面对周森的挑衅，果断认怂，毕竟对方的等级比较高，这个时候硬刚不是合理的选择。至于柳妹，在这一次认怂后，对方或许会对你彻底失去兴趣，暧昧终结，奖励1件白银级装备。选择2，作为杀神，必然是杀伐果断，即便周森的等级不错，可是在中海市他也不能随意动手，既然已经交恶，再多一个敌人惦记也无所谓。怒对周森，英雄救美，奖励英雄级武器，进阶宝石 X3 颗。选择3，永恒公会是中海市的头部公会，
周森作为工会执行部的部长，手眼通天，在中海市犹如土皇帝一般的存在，果断向对方认怂，并主动搭桥让周森认识柳妹，奖励一本黄金级技能书。神级选项再一次出现了，不过和之前不太一样，这一次却是被一名男性职业者所触发。当然，非要说起来，还是和妹子有关，毕竟是英雄救美嘛。只是苏明微微皱了下眉，扫视了一眼这3个选项，奶奶的，除了第2个以外，另外2个选项简直是脑瘫级的程度。向周森认怂，脑子坏掉了。222，一如既往，苏明没有半点犹豫，果断选择了选项2。而这一次的剧情奖励也很丰厚，英雄级进阶宝石。这种物品也可以叫做武器宝石，顾名思义，使用这种宝石可以让武器的品阶得到提升，和武器强化宝石很相似。这种东西的价值相当昂贵，多的不说，完全可以兑换一件真正的英雄级装备了。想到这里，苏明毫不客气地看向周森，哟，小命不保，你咋那么牛呢？咋了？我会不会折在中海市，和你有关呢？你咋不动手呢？不会吧，不会有人搭讪被无视了，就气急败坏了吧？苏明微微一眯眼，抬起下巴，冲着周森说道，语气轻松，杀伤力很大，侮辱性更强。最后，苏明说完还看了一眼周森，挑衅似的亲了一口柳妹。吧唧一声，整个海湾餐厅鸦雀无声。苏明的这个动作所引发的轰动不要太明显，一时间，周森整个人都愣住了，而全场顾客，这些来自中海市的小权贵们更是直接石化了。第93章死亡研报术。整个海湾餐厅里，所有顾客，这些在中海市也算是小有名气的职业者，此时全都懵了。在场的每个人都认识周森，永恒工会的大少，年轻多金，实力也强横。而苏明呢，最近也火得一塌糊涂，自然也被眼尖的职业者认了出来。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是，苏明竟然这么疯狂，不过是2转，却当面怒对周森。这个家伙和刘月不太一样，可以这么说，周森的脾气，中海市的高级权贵全都有所了解，是出了名的狡诈心狠。谁要是得罪了他，基本都没有活路。不杀到你等级清零，周森绝不罢休。更何况，只看身份的话，苏明虽然这段时间在全国的声望已经俨然有了年轻一辈偶像的趋势，可是不论怎么说，等级始终是硬伤。天资再强的天才，也只是天才，在高出200级的大佬面前，难道不应该稍微低调一点吗？而此时，周森也愣住了，不是忌惮苏明，而是因为被苏明刚刚和柳妹的亲密举动给刺激到了，当着他的面直接亲吻柳妹，这不是在挑衅吗？意思很明显，你死皮赖脸都得不到的冰山女神，在我这里却能随意拿捏。周森哪里受得了这种鸟气，当即神情一冷，整个脸都绿了，一对丹凤眼死死地瞪着苏明，恨不得把苏明给当场生吞活剥了。好得很。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周森深吸了一口浊气，双眼里流转着异样的情绪，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稍微沉默了片刻，他朝着苏明走去，不断靠近。这么狂，那我下一份战书，你敢赢吗？死亡赛，输了等级清零。周森整个脸阴晴不定，咬紧了牙齿，一字一句地看着苏明说道。此言一出，整个海湾餐厅顿时响起了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死亡赛，这可是全民转职世界里最残酷的比赛，没有之一。PK 对决的双方，如果一方输掉比赛，那么便必须废掉所有等级，直接清空段位，回到0级。只有重新完成转职仪式，才能成为1级职业者。更严重的是，如果等级清零，有很大的概率会直接失去生命，承受巨大的痛苦死亡。真正的死亡，无法复活，真狠呐！周森竟然要和苏明死亡对决，这家伙确实是狡诈。按照苏神的狂气，还真有可能一下子答应下来。死亡赛和练习赛可不一样，周森可以使用所有技能，200多级的段位，那不随手就能捏死一个2转。奶奶的，不愧是永恒工会的部长，这心思我隔着大老远都听到了。只希望苏明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在中海市内，只要苏明不接受周森的一切战书，对方也不会拿他咋样。可若是接受了死亡赛，那么苏神的荣耀怕是要终结在这座临海小城了。应该不至于，好歹苏神也是清北大学的正式学员了，还是特招进去的，陈淑妍可不会坐视不理。要不联系一下中海市转职神殿，或者给驻扎中海的职业者协会发个消息，今天这个事情怕是会闹大了。若是苏明真的有点什么闪失，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可不是死掉一个职业者那么简单。没错，如今全国都将目光放在咱们中海，苏明的资质太耀眼了，不出意外的话，明年咱们中海便会因为苏神而成为全国著名的网红城市，到时候带动的经济可不容小觑。
年少轻狂碰到了狡诈的毒蝎，简直是修罗场。不知道今天这件事会咋收场。随着周森的话一开口，餐厅里一众职业者全都微微眯起了双眼，看出了周森的心思。奶奶的，不得不说，能做到永恒工会部长这一职位，心眼子确实多。简单的几句话便将他的意图暴露了出来。如果苏明接受了死亡赛，那后续就麻烦了。可这个档口若是不接受，也自然会在众人面前丢分。周森就是仗着自己的等级高，所以才能如此肆无忌惮。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苏明，等待着他的反应。死亡赛，万众瞩目下，苏明轻轻一皱眉头，而后淡然一笑道：“为啥要接受你的死亡赛？”苏明神情一冷，而后，苏明挥了挥手，一柄精致的法杖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是从韩英那里掠夺来的暗金级武器——亡灵法杖。一般情况下，在城市中，职业者都不会随身携带高级武器。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室内不允许职业者动用技能，一旦被发现斗殴，便会被职业者协会捕捉，受到严厉的惩罚。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周森哪怕已经怒不可遏了，也不敢在海湾餐厅直接对苏明动手。然而，此时的苏明神情冰冷，手握法杖向前一挥，死亡研爆术。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苏明竟然使用出了死亡研爆术技能。这个技能本就是 BOSS 技，高暴击、高伤害，所引发的轰动也不小。哪怕是在副本中对 BOSS 怪发起攻击，都能引来一连串的炸裂，更何况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释放。只是一瞬间，整个海湾餐厅的所有落地窗全都高频震颤了起来，直到最后一一破碎。在爆炸中，一颗颗金红色的火球也全都砸落在了周森的身上，而后爆炸。死亡研爆术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火球的炸裂研爆。哐当一声，周森瞳孔猛然一缩，可是他全然没有想到苏明竟然会直接出手，下意识的想要阻拦。可惜此时的周森身上连一件像样的装备都没有穿戴，他那一身黑西装只是顷刻间便被火球给冲击成了碎片，就连皮肤都一丝丝破裂，露出了嫣红的血肉。周森的头顶生命值词条一下子冒了出来，20多万点伤害直接出现。寂静，死一般的寂静。一时间，整个餐厅里所有职业者全都吓懵了，满地都是破碎的玻璃碴子，餐厅也变得一片狼藉。而周森呢，哪里还有一丝的嚣张，整个人衣不蔽体，落魄的瘫坐在地上，瞳孔里写满了震惊，一样彻底懵了。第94章，苏明身份曝光。黄金玫瑰工会城，太他奶奶的疯狂了！许久的沉默中，一名职业者小老头咽了一口唾沫，一脸震惊地说道：“苏明这小子简直是个疯子，怎么能在中海市内动手呢？这下算是完了。唉，可惜了他的天资。”老头的身旁，另一名药剂师职业者也微微皱了下眉头，叹了一口气道：“按照他的资质和实力，只要好好发展，将来肯定能和咱们中海市的头部大神平起平坐，甚至成为中海第一职业者。更何况他现在已经被清北大学给录取了。太冲动了，在室内动手可是会被职业协会通缉，一旦红名，连加入工会做文职都会被拒绝。”对啊，听到药剂师的话后，又有高级职业者附和道：“咱们还是离远一点，不要被波及到。估计过一会，转职神殿、中海职业者协会、禁卫军团的人都要来了，苏明怕是会被直接扣走，少说也会被囚禁1年，等级应该也会被清零了。”苏明的这一手死亡研爆术直接引起了轩然大波，餐厅中所有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了，纷纷低下头议论着。的确，在这个全民转职的世界里，至少国内这边有一个相当严苛的规则，每个城市都是这样，职业者不允许斗殴，只要被发现，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囚禁、扣押、等级清零，这些都是轻的，甚至还有连坐机制。更何况周森的地位还不小，好歹也是中海市的头部工会部长。怎么说呢？在其他人看来，苏明的前程今天算是废了，将会彻底被终结在中海。弟弟，你太冲动了。与此同时，柳妹也微微一愣，眼神中写满了惊骇。她凑到苏明身旁，轻声说道：“你赶紧离开，我这就联系江南省的朋友，帮你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不然今天你就麻烦了。城市里除了1对1 PK 赛是不允许随意斗殴的，你这么一冲动，至少扣押1年。”苏明没有直接回应柳妹，而是转过头看向她，沉默了下，如沐春风一笑道：“没事，我知道怎么应对，心里有数。”柳妹一愣，这都啥时候了，心里有数？不过看着苏明那一脸镇定的神情，她也有些茫然了，一时间将到嘴边的话也咽了下去。苏明确实有应对的方法，职业者在城市中动用技能是会被扣押囚禁，等级清零。可是有一种例外，那便是拥有豁免权。
别忘了，苏明可是 SS 级工会黄金玫瑰工会的成员，在国内黄金玫瑰工会的地位高到吓死人。毕竟所有成员每一个都是史诗级职业者，这个组织的力量可以轻松平推一个城市，哪怕是像中海市这样的城市，随便抓一个成员出来，都能在不到2天时间里毁掉全部工会。正是因为强大， SS 级工会的成员也享有极高的权限，其中一条便是豁免权。也就是说，苏明完全可以在城市中动手，只要不直接击杀掉周森，他基本不会受到什么惩罚，更不可能被全国通缉。而像玫瑰工会的会长百灵，他所拥有的权力就更可怕了，杀人豁免权，哪怕百灵在中海市击杀了周森，也不会被惩罚。哈哈哈哈！没脑子，我还以为是个心智过人的顶级天才，结果就这。苏明，你今天算是废了。同一时间，周森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不再像刚刚那么落魄，反而神情无比亢奋，换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你居然敢对我动手！知不知道在中海市使用职业者技能会被扣押囚禁？我可是永恒工会的执行部部长，这样的职位，你对我使用死亡研报术，至少囚禁1年，等级清零。哈哈哈！苏明，你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废物了。清北大学，前程似锦，下辈子吧。周森洋洋得意，当场笑出了声。看着周森肆无忌惮的狂笑，海湾餐厅里的其他职业者也都不禁皱了下眉，默不作声。而苏明呢，依旧神情淡然如雪，看了一眼周森，轻声说道：“是吗？死亡研报术的味道咋样？要不再来一下？”说着，苏明朝着周森走去，手里的法杖轻轻一挥。这一次，在苏明身后，更多的金色火球凝结了出来。周森神情一阵巨变，奶奶的，他慌了。没办法，苏明对他动手，今天必定会被囚禁。中海市禁卫军团的人要不了多久就来了。可是这个档口，如果他周森也动手，那就是互殴，他们俩都会被抓进去。想到这里，周森顿时咽了咽口水，一脸惊恐地向着一旁闪去，动作相当的滑稽，就像是被苏明给吓得落荒而逃。你别得意，等会有你好受的。周森放了一句狠话，躲到了餐厅的角落里。噗呲一声，看到周森这个样子，原本还在为苏明担心的柳妹忽然嫣然一笑。不仅是他，其他职业者也都憋红了脸，强压着内心的笑意。谁能想到嚣张惯了的周森还有这副面孔，被一个2转职业者给追着打，想想都有些滑稽，反差太强烈了。估计今天过后，哪怕苏明被囚禁了，周森也会被全城的人所耻笑。很快，海湾餐厅的老板出现了，而在他身后跟着好几十名禁卫军团的骑士，这些骑士的等级都不低，最次的也是200级。每一名禁卫军骑士都手握黄金级武器，披着沉重的黑色铠甲。谁在中海市内动手？为首的禁卫军骑士长走到苏明面前，神情冰冷地扫视了一眼众人，瓮声瓮气地问道，语气冷血，听不出半点情绪。而这名骑士长全身都被铠甲所包裹，也自然看不出他脸上哪怕一丝情绪波动。是我，苏明。苏明没有多说什么，轻轻抬了下头，直视骑士长。苏明？骑士长一愣，你是中海市一中的苏明？对。苏明点了点头。你有大好的前程，怎么在这里动手？一身重型铠甲的骑士长语气稍微停顿了下，所有人都能听出他话里那一丝淡淡的惋惜。和我们走一趟吧。等下。苏明打断了骑士长的话，轻声一笑道，我是 SS 级黄金玫瑰工会的成员。随着苏明的话音一落地，在场所有人都不禁瞳孔一阵放大，全都愣住了，就连骑士长也都浑身一震。第95章闹剧收场，周森被逮捕。你说什么？身披黑色铠甲的禁卫军骑士长将手中的长枪重重向地面一搁，开口问道，你是黄金玫瑰工会的成员？据我所知，黄金玫瑰是京都的头部工会，全员女性，每一名成员都是史诗级以上的职业者。这个工会的入场门槛很高，不会招收200级以下的职业者。你怎么证明自己属于黄金玫瑰工会？禁卫军骑士长瓮声瓮气地问道，声音格外低沉。这是工会成员的凭证。苏明没有过多解释，直接取出了一枚精致的徽章。这个东西是他加入工会后自动领取的，和圣光银羽一样，都是工会成员的入会奖励。徽章表面交织的猩红玫瑰灼灼生辉，宛如真的拥有生命一样，像是在朝着四周扩散蔓延。这种标志性极强的图腾，正是玫瑰工会的工会标识。不可能，他在撒谎，怎么可能？京都最神秘的黄金玫瑰工会 SS 级工会，那可是全员女性。传闻工会长百灵是个蕾丝，极其艳男，怎么可能招收他？
见到苏明拿出工会徽章，一旁的周森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他急忙屁颠屁颠的跑到了骑士长面前，指着苏明怒骂道：“别被他给糊弄了，这个家伙相当会唬人。要我看，一个二转职业者，就连加入永恒工会都最多只能当预备役成员，哪怕他现在是清北大学的学生又怎样？在这个世界，只有等级是衡量实力和地位的唯一标准。相信我，骑士长，这个小子就是个骗子，你一定要将他扣押起来，囚禁1年，不然职业协会的规则还有谁会遵守？”周森快要疯掉了，刚才他已经在苏明面前丢了面子，当着这么多中海市本土职业者的面，被一个高中生狠狠羞辱，虐得体无完肤。而现在呢，剧情反转的这么大，苏明竟然是 SS 级工会成员，而且还是传说中那个极为恐怖，甚至能媲美 SSS 级工会的玫瑰工会。不论如何，周森都不可能相信这样的事实。倘若这一切是真的，那岂不是意味着他刚收到的屈辱全都是活该了？苏明不仅不会受到惩罚，甚至周森还会因此而被扣押，因为 SS 级工会成员不仅有豁免权，身份也比普通贵族高了无数倍。简单来说，哪怕苏明给了周森一巴掌，凭借苏明的背景，黄金玫瑰工会，周森必须取得苏明的原谅，否则周森便会被禁卫军团所逮捕。闭嘴！禁卫军骑士长猛地回头瞪了一眼周森，虽然这名骑士长的等级比他高不了多少，可是骑士长代表着整个中海市的暴力机构，背后站着许天这个疯狂的老牌大神。面对这一声怒喝，周森也只有将到嘴边的话全部咽了下去，整个人都有些蔫了，默不作声。苏少，请收好您的徽章，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禁卫军第3骑士团骑士长在这里仅代表中海市向您表达崇高的敬意。一身黑色铠甲的骑士长只是稍微看了一眼苏明递过来的徽章，很快便将徽章还了回去。在鉴定术的作用下，这枚徽章的属性一览无余。苏明的身份没有问题，他确实是玫瑰工会的成员。虽然心中涌动着惊涛骇浪般的震惊，可这名骑士长依旧保持镇定，朝着苏明躬身一礼，而后看向他身后的几十名黑铠骑士，将永恒工会执行部部长周森逮捕，随后归队。骑士长的声音一落地，在他身后那几十名200级段位的骑士全都整齐划一地朝着周森走了过去。哐当一声，周森直接被一众黄金级武器扣押了起来，身体向下一压，差点跪在地面。不，误会，这一定是误会！你们快认真看一下，苏明不过是个高中生，他怎么可能加入京都的玫瑰工会？我不服！我是永恒工会的部长，你们凭什么逮捕我？周森彻底撕破了脸，疯狂地怒吼道。可是不论他怎么挣扎反抗，却依旧没办法摆脱这么多黑铠骑士的压制。毕竟禁卫军团的实力，所有人都深有体会。这些骑士职业者可是由职业者官方协会训练出来的，所有人都训练有素，全副武装。一般情况下，同等级下，没谁能和他们抗衡。周森、苏少是 SS 级玫瑰工会成员，享有豁免权、优先权。根据目前情况来看，我们有权怀疑你扰乱中海市秩序，现在将扣押你前往禁卫军团中审问，若反抗，当即击杀终结。骑士长的话掷地有声，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气息。而周森呢，在听到这些话后，眼神一阵空洞，也不再反抗了，任由这些黑铠骑士将他压制住，活生生拖出了餐厅。一场闹剧竟然如此潦草的便结束了。一瞬间，餐厅内的其他顾客全都微微张开了嘴角，大脑一片空白。别说他们了，即便是当事人柳妹，此时都有些目瞪口呆，美眸里流转着一阵阵涟漪。她确实不敢相信，这个自己亲自完成觉醒仪式的高中生帅弟弟，身后居然还有这么可怕的背景。黄金玫瑰工会，这种级别的庞然大物，根本不是普通人能企及的存在。难怪能成为史诗级职业者，驯服亡灵古龙，就连死亡岩爆术、禁咒这些顶级技能书都能获取到。他的身后还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势力。柳妹轻轻捂了下小嘴，贝齿咬住红唇，眼神中写满了震惊，心底的情绪变得尤为复杂。而与此同时，一名身材有些臃肿、穿着一身法袍的小胖墩也走到了苏明面前。您好，我是海湾餐厅的幕后老板夏启，也是中海市征城工会的副会长。小胖墩咽了一口唾沫，冲着苏明微微躬身一礼。征城工会？苏明眼前一亮。征城工会在中海市的名气不错，地位也是和苍魂工会、永恒工会并列，算得上是中海3巨头。没有想到这个工会的副会长竟然是个其貌不扬的小胖墩。第96章巧合，结交征城工会。你好，苏明。苏明淡然一笑，很自然的和夏启握了个手。今天的事情
确实抱歉，是我们征城工会对旗下的产业管理无方，才导致了这场闹剧。夏启弯了下腰，一脸愧疚地说道：“为了表示歉意，还请苏少能收下这个东西，也算是我夏启代表征城工会的一点心意。”说完话，夏启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木盒，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摆放着一枚精致的金色钥匙。这是？苏明微微眯了下眼，有些不解地问道：“是这样的，苏少，白金湾别墅群是我们征城工会的产业，这是一套白金湾的别墅，算是我夏启的私人资产，还希望苏少能笑纳。”夏启态度很是尊重地解释道：“白金湾别墅。”苏明眼前猛然一亮，奶奶的，他还准备下午预约看房呢，没想到却遇到了白金湾开发商幕后老板。不过想来也是，中海市的地头蛇总共就那么几个，白金湾这种地产背后不是征城工会，那也就只有苍魂和永恒工会。只不过苏明到目前为止几乎将这些头部工会给得罪了个遍。这套别墅价值多少？我转你。苏明不会白拿别人的好处，更何况他现在手里也不怎么差钱，一套别墅而已，他还是给得起。不用。夏启咽了下口水，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容，稍微组织了下语言，这才看向苏明说道：“苏少能在前几天1对1 PK 赛中赢下一场修罗局，干掉江南省著名的职业者导师，本身就算得上咱们中海的英雄，我也一直想要拜访下苏少，只可惜没有那个机会。今天正好结识了苏少，还希望您能收下这套别墅，以后结个善缘。”夏启不愧是征城工会的副会长，虽说等级不算太高，只有100多级，可情商却堪称天花板。简单的几句话便让苏明心中微微有些触动。苏明看了一眼夏启，没有直接应下，而后又看了一下整个海湾餐厅，在他那死亡岩爆术的狂轰乱炸下，餐厅已经支离破碎了。征城工会自然要花一大笔钱才能维修好。别说我收下。苏明沉思了下，如沐春风的笑着开口道：“这一柄黄金级武器，你拿着吧。”苏明随手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了2柄弯曲的双刃，赫然正是之前从韩英那里掠夺来的黄金级武器黑暗双刃。这一柄黄金级武器算是极品黄金，原因无他，因为是双手刃，价值自然比单手武器要贵一些。更何况黑暗双刃整体的造型也无比拉风，有点像是唐刀，刀身笔挺锋利，削铁如泥。这是？看到苏明取出的这2件武器，夏启眼前猛然一亮，瞳孔都不经意间放大了。他虽然等级不高，可是却是一名实打实的炼金术士，在专属鉴定术的效果下，一眼便看出了这黑暗双刃的不俗之处。一时间夏启都不禁咳嗽了2下，有点被口水呛到了。不用不用，苏少，这柄黄金武器太珍贵了，我不敢要。夏启连连摆手，神情一阵苦涩的笑了下。他不是不想要，而是忌惮。苏明如今的实力已经有目共睹，先是练习赛完虐了刘越这名400级的老牌导师，而后又一波死亡岩爆术打得周森屁滚尿流。虽然这些职业大佬都没有用出全力，可是苏明的这一份气魄和狂气，同一代的职业者哪个能有？别说京都的那些2代了，饶是那些真正被大神亲自指点培养起来的小怪物，也很难找出能和苏明一样耀眼的存在。当然，在得知苏明背后还有一个 SS 级工会后，夏启的态度就更加忌惮了。这种年轻大佬，远不是他一个中海市小副会长能比拟的。没事，收下吧。苏明指了下四周一片狼藉的景象，淡然地道：“即使周森先动手，我毕竟给你这一片弄得支离破碎，这柄黄金武器也算是一点补偿了。更何况你还赠了我一套别墅嘛。”的确，黑暗双刃的价值确实不错，可是非要算起来，貌似也不值一套白金湾的别墅。因为夏启给苏明的并不是普通别墅，而是一套楼王，占地位置相当好。1号别墅。好。夏启深吸了一口浊气，像是做出了决定一样，双手接过黑暗双刃，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激动，而后看向苏明说道：“那我就谢过苏少了，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如果有用得到在下的地方，联系下就好。在别的地方不说，中海市的话，我夏启还是有一点话语权的。”夏启笑容灿烂。苏明点了点头，这个小胖墩的话确实没有作假。中海市里本身就是3巨头工会当地头蛇，而夏启这个人他也有所耳闻，实力不咋强，可是心思却八面玲珑，结识的大佬很多，就连禁卫军团长许悦的亲爷爷，那个如果杀神一样的大人物许天，似乎也欠着夏启一个人情。能交到这样一个朋友，对苏明来说没啥坏处。不过至于能不能深交，还是要看后续的情况。那我就先走了。苏明冲着夏启莞尔一笑，拉着柳妹的手便准备离开。好，下次苏少来的话，吩咐一声就好，一定让苏少在海湾餐厅好好体验下。
夏启再次朝着苏明鞠了一躬，苏明挥了挥手，径直离开。怎么说呢？如今苏明的身份在中海市有些参差不齐，许多职业者对他依旧不太看好，像苍魂公会的韩英、永恒公会的陈飞，在这些人的眼里，苏明始终只是个二转职业者，只要抹杀掉，便算不了什么年轻大人物。可是，如苏西、夏启这些精明的生意人，看法又不太一样了。苏明能在这么年轻就有如此可怕的实力，升级速度快到像是穿云箭，背后又有一个 SS 级公会，能轻易陨落，成为金字塔顶端的大佬，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祸害苏明，而是在思考如何能结交这样一个顶级天才。为后续生意铺路。离开海湾餐厅后，苏明很自然地牵着柳妹的小手，微微眯起眼，冲着她温和一笑。第97章，再来神级选择。向柳妹告白，没伤到吧？苏明狡黠一笑，大胆地看着柳妹的双眼说道：“没有。”柳妹贝齿紧紧咬住红唇，好看的脸蛋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薄纱，那是一片绯红。你也是，那么冲动，不由分说就对那个混蛋动手了。万一他脑子不太好，反手给你一波技能，你今天怕是要折在那里。柳妹故作生气地瞪着苏明说道：“你的资质那么好，正常成长下去，肯定是一片锦绣前程，没有必要那么意气用事啊。要是损坏了天资，将来的成长被限制住了，那你就有的后悔了。”说到这里，柳妹停顿了下，有些可爱的轻哼了一声，就连头都扭了过去。不过，她的小手依旧被苏明死死攥住，也没有挣开手的意思。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是黄金玫瑰公会的成员。那个公会不是说只招收女性职业者吗？你怎么加入的？沉默了会，柳妹又转过头，凑到苏明面前，睁大了好看的栗子色双眸，一脸期待地问道：“你猜？猜对了，我就告诉你。”苏明轻声一笑，摸了摸柳妹的头。哼，登徒子。柳妹轻哼了下，松开了苏明的手。小渣男，说话就说话，摸人家做啥？柳妹跑开了。看着始终是冰山女神模样的黑丝神官，竟然还有如此反差的一面，苏明也不禁笑出了声，急忙追了上去，而后又是一把用力的将柳妹的手腕拉住，拖到了自己怀里。就摸。苏明搂着柳妹，明媚一笑，用鼻尖轻轻一碰柳妹的额头，在她耳边深吸了一口气道：“为啥意气用事？你说呢？还不是因为你。至于资质损坏了，那又怎样？只要你没被欺负就好了。”苏明轻言细语的说道，而后再次摸了摸柳妹的耳垂。肉眼可见的，柳妹娇躯微微一震，双眼里也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水雾，有些说不上话了。暧昧的气息在疯狂涌动。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柳妹的怦然心动。选择1：推开柳妹，不要做一个渣男，而是有绅士风度的保持距离。毕竟柳妹身后可是有一个 S 级公会，会长柳云是柳妹的亲哥哥，如果扎了这个美女姐姐，你怕是要凉凉。奖励1本黄金级技能书。选择2：向柳妹告白，并指出喜欢她很久了。柳妹可是罕见的双生职业者，拥有一个隐性职业史诗级晋级牧师，第2职业一旦觉醒，柳妹将会成为顶级职业者香饽饽，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奖励英雄级血统药剂1瓶。选择3：及时止损，女人只会影响职业者拔刀的速度，让柳妹赶紧滚，彻底和她断绝一切关系。这样一来，你绝不会被柳妹的亲哥哥注意到，能减去不少的麻烦。奖励1件黄金级攻击武器。暧昧的氛围刚刚恰到好处，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在苏明的脑海中回荡了起来。神级选择奖励。苏明神情猛然一惊，奶奶的，神级选项的触发频率未免有一点点高了。才获得了英雄级武器进阶宝石，现在又来了一堆顶级物品。不过这一次的神级选择稍微有一些不同。选择1：和柳妹保持距离。选择2：告白。选择3：删除拉黑。剧情奖励也很丰厚，1件黄金级武器，1本黄金级技能书，1瓶英雄级血统药剂。又来了个血统药剂，奶奶的！苏明眼前微微一亮，心中暗自惊喜的思忖道：这样一来，小白和亡灵古龙貌似都可以完成血统进化了，能够提升到英雄级档次。坐骑的血统和职业者的职业品皆差不多，英雄级层次与黄金级的区别不是一般的大，除了4维属性会得到巨大的增幅外，专属技能甚至是本源天赋也会发生蜕变。222，没有一丝犹豫，苏明直接选择了选项2。怎么说呢？英雄级物品肯定比黄金级技能书要珍贵。其次，柳妹既然是一名双生职业者，第2职业更是晋级牧师，达到了史诗级品阶。除了这个以外，让苏明没有想到的是，
柳妹可不是一个简单的 S 级工会成员，而是 S 级工会大佬的亲妹妹，妥妥的顶级二代。于大佬能有这样的红颜知己，毫不夸张地说，也算是抱了个大腿了。想到这里，苏明凑得更近了，伸出手捧起了柳妹的脸，姣好如初的脸蛋本就是水光肌，肌肤水嫩的如同刚剥开的水煮鸡蛋，不过两腮又带着一丝红晕，看上去极为诱人。苏明轻轻捂住了柳妹的耳朵，眼神清澈地看向柳妹，而后一口吻在了柳妹的下嘴唇。突如其来的举动让这个年纪超过30岁的冰山女神娇躯猛然一震，明媚的双眼都睁大了。可是在苏明的双手下，柳妹却一点也无法动弹，只能默默地迎合苏明。一会后，苏明松开了手，柳妹深吸了一口浊气，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了苏明一眼，媚眼如丝，勾魂摄魄。柳妹大口地喘息了几下，尽量抚平着内心的情绪。没有人知道，已经31岁的柳妹实际上却是个纯洁玉女，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外表看上去很是风情万种，内心却很单纯，哪怕一丝丝的触动都会让她心跳加速，深陷其中。这一吻直接让柳妹耳根都变得滚烫了。登徒子再次深吸了一口浊气，柳妹故作生气地白了一眼苏明，轻轻一下打在苏明的身上。啪的一下，苏明抓住柳妹的手腕，目光热烈地看向她说道：你今天很美，我可以一直欣赏这份美吗？柳妹一愣，眼眸里闪烁着一阵明媚的光亮。这算是告白吗？苏明点了点头，笑而不语。叮，恭喜您成功完成选择，奖励已发放。随着柳妹的话一开口，苏明这边脑海里也瞬间传来了一阵冰冷的系统提示：奖励发放了。Nice， 会不会太快了？在苏明心底一阵激动的同时，柳妹贝齿微微咬了下嘴角，好看的双眼注视着苏明，沉默了下，说道：第98章出手亡灵古龙。柳妹疯狂震惊。说完这些话，柳妹见苏明默不作声，又急忙补充了一句道：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告白难道不应该有玫瑰吗？还有，我们再了解一下好不好？苏明依旧沉默不语。柳妹眼神微微一阵闪躲，双手抓住了苏明的手腕，凑近了一些，亲在苏明的脖子上，继续道：好不好？苏明莞尔一笑，摸了摸柳妹的头。好。这一切其实都在苏明的预料中，直接告白本身就很唐突，更何况他和柳妹认识的时间太短了。这并不是告白被拒，而是柳妹的一丝丝矜持。当然，对苏明来说，这也算是最好的结果。如果真的接受了，后续怕是有些麻烦。作为一个渣男，怎么能被一棵树给拴住呢？不能放弃一大片森林。那我们下周再见。柳妹歪着头一笑，笑容清甜而绝美，和她在外人面前所展现出的那种高冷完全不同。苏明再次点了下头。你是不是1个月后就要去京都了？清北大学。柳妹问了一句。对，陈淑妍导师带我过去，不过在去京都以前，我还要再去一次亡灵峡谷副本。苏明淡淡一笑道：亡灵峡谷？不错，那可是有着英雄级强度的副本，应该有很多顶级物品。柳妹双手背在身后，很是雀跃地哼了一声，完美的身段一览无余。对了，今天本来是约会吃饭的，结果……苏明有些歉意地道：没事。柳妹猛然回头，明媚一笑说道：吃什么不重要，和谁一起吃比较重要。那我们换一家餐厅。看着笑得嫣然动人的柳妹，苏明的心情也无比舒坦，冲着她露出一个如沐春风的微笑，而后顺势拉住了柳妹的手。中海市一家5星级酒店，最贵的包厢里，苏明和柳妹点了一桌子美食，美美的吃了一顿饭后，苏明深吸了一口气，看向了窗外。对了，妹，我那一批怪物材料处理的怎么样了？苏明慵懒地倚着，看了一眼柳妹，轻声问了一句。听到苏明的话后，柳妹眼前微微亮了下，转过头看着他，脸颊依旧有些泛红，因为苏明对她的称呼已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听着有些暧昧亲昵。不过调整了下神态，柳妹也正中了神色，若有所思地道：我正打算和你说来着，京都的炼金术士已经预约了，他前2天就来中海市了。已经到了。苏明有些惊喜。没错。柳妹夹了一块肉放在嘴里，红唇贝齿格外的诱人。她继续说道：你从前海湾副本里获取的怪物材料都很极品，怎么说呢？尤其是亡灵使徒爆出来的那些东西，正是那名炼金术士所需要的材料，他准备花大价钱收购。苏明和柳妹的关系算是蜜月期，柳妹也没有遮掩，直接说出了那个怨种朋友的心理底价。听到这里，苏明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没有想到亡灵使徒 BOSS 怪这么值钱，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我这里还有一些东西，准备一起出手。
苏明稍微皱了下眉头，想了想，也对柳妹敞开了心扉。他所说的东西，自然是亡灵古龙骸骨，以及终结亡灵古龙所掉落的战利品奖励。还有，柳妹愣了下，亡灵古龙。苏明坦然地道：“啊！”听到苏明的话后，柳妹一惊，当即站了起来。亡灵古龙，你要将那头坐骑给卖掉？不是。苏明莫名有些好笑，摇了摇头。也可以理解柳妹为什么如此震惊，因为亡灵古龙 BOSS 在市面上的价值相当昂贵，能驯服到这样一头烈性坐骑，对许多职业者而言都是一生的追求了。一般情况下，没谁会出手。更何况在柳妹看来，苏明如今才2转，正是需要亡灵古龙辅助的阶段。倘若为了一点钱就卖掉，那就得不偿失了。那就好。得到苏明肯定的答复，柳妹长松了一口气，端起桌子上的红酒杯，一口饮尽，而后给了苏明一个温和妩媚的笑容。你要是缺钱的话，和姐姐说啊，帅弟弟，姐姐可不差钱。柳妹狡黠一笑。苏明一阵汗颜。柳妹确实算得上小富婆。从神级选项剧情里的透露来看，柳妹不仅是一名双生职业者，背后有着 S 级工会这种顶级背景。她的亲哥哥甚至也是一名顶级老牌职业大神，在京都这种地方都有很高的地位。而柳妹的家境，苏明虽然不是很了解，不过应该也不会太差。更何况最重要的是，柳妹的产业和人脉貌似也夸张到有些离谱。在中海市就有一家星耀餐厅，可以比拟5星级酒店的奢侈餐厅。除了这个以外，冒险者大街市中心最核心的地段，好像也有一些柳妹的星级商铺。总的来说，柳妹的确是一个千金大小姐，妥妥的人间富贵花，甚至比韩英这个人气女神家境还要好。那倒不用。苏明淡淡一笑，打趣道：“我肠胃比较好，不喜欢吃软饭。”苏明的话引得柳妹连连发笑。柳妹伸出纤细的手指，轻轻一按太阳穴，笑着道：“你都让我笑出皱纹了，可恶，小渣男，这么会撩拨女生，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妹妹。”苏明耸了耸肩：“别乱说，我可没有，我喜欢姐姐。”柳妹眼前一亮，嫣然的笑着道：“真的吗？没看出来哦，以后慢慢了解。”苏明补充道：“那你说的亡灵古龙是啥？”柳妹恢复了正常的神情，回归正题：“骸骨。”苏明直接说道：“一共3头亡灵古龙的骸骨。”苏明淡然开口，不过柳妹却直接目瞪口呆了，沉默了很久，她才微微张开嘴角，用无比震惊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刚刚说什么？”“我手里有3头亡灵古龙，全是从前海湾副本里击杀的。怎么说呢？上一次去副本，我不仅驯服了阿尔法这头黄金巨龙血统的坐骑，还终结了另外几头终极 BOSS 怪。”苏明惬意地笑了下，慵懒地说道：“第99章，柳妹的朋友。”苏明说的都是实话。前海湾副本里确实也不止一头终极 BOSS 怪，而是有好几头。他从韩英那里截胡了所有亡灵古龙，其中被苏明击杀的便有卡洛斯、亚西塞和希尼尔，都是黄金级血统，算得上极品 BOSS 怪。而掉落的怪物材料更是天花板级的程度，多的不说，只是质朴的龙刃、充满符文的龙骨，这2件东西就能卖出一个天价。当然，亡灵使徒之前爆出来的死亡黑袍、使徒权杖也都是黄金级武器，虽说磨损度比较高，可好歹品阶足够顶级，自然也是顶级物品，一旦出手的话，价值不会太低。不过最让苏明在意的东西并不是这些，而是他从亡灵古龙那里掠夺来的 BOSS 技能，在他的专属天赋下全都转化成了技能书。也就是说，在苏明手里现在有好几本亡灵古龙的专属技能，这些东西才是最昂贵的物品，价值绝对能刷新苏明的认知。我给你看一下所有清单。苏明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直接向柳妹展示了他的库存。作为高级职业者，柳妹的鉴定术不算差，而且还使用过技能点强化了好几次，自然能轻松查看这些物品的属性栏。只是一眼看过去，柳妹便不禁倒吸了一口浊气，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因为苏明的库存实在是太华丽了，除了以上的这些东西外，还有韩英他们所掉落的一系列武器装备，以及各种罕见的药水和其他道具。所有东西加起来，怎么说呢，都能比得上一个 B 级工会的家产了。换句话来说，苏明现在的身价已经彻底超过了中海市所有100级职业者，能和一个 B 级工会抗衡。不说其他的，就是一头亡灵古龙的骸骨，都能让许多 A 级工会望而却步。毕竟中海只是一个临海小城，不算富饶，谁拿得出来这么极品的东西？天哪！柳妹看着苏明，很久都说不出话来，只能感叹了一声。又是一阵沉默后，她才用带着一丝颤腔的声音说道：“这些东西都是你一个人获取的？”
还是说有其他职业者和你组队？苏明没有直接回应，而是扬了扬眉角，笑着问道：你觉得呢？我不知道。柳妹摇了下头，她确实不知道。奶奶的，这么多东西，别说单刷了，哪怕是那种大型工会组建的狩猎团队，怕是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这么丰厚的战利品。很难想象苏明到底是怎样得到这些的。难不成……柳妹咽了咽口水，心里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她早就听说了苏明的传闻，据说这个看似平平无奇、只有颜值的校草，身后有一个惊天动地的背景。正是因为背景强大到能吓死人，或许苏明才会被黄金玫瑰这种 SS 级工会破格招收。一念及此，柳妹都感觉有点窒息了，看向苏明的眼神里泛起了一丝复杂的情绪。当时苍魂工会也在，韩英准备驯服埃尔法，我从他们那里掠夺来的。苏明沉思了下，没有隐瞒，而是开门见山地解释了一句。卧槽！这句话一出来，柳妹刹那间一震，浑身的毛孔都有点炸裂了。奶奶的，苍魂工会 A 加级工会，要不了多久就有晋升 S 级的资格。而韩英呢，全国都小有名气的人气女神，亡灵法师职业者。苏明竟然这么狂，从苍魂工会手里抢东西。一时间，柳妹再次咽了咽口水，都快要疯掉了。同时，她对苏明的认知也再一次被刷新了。这个看上去不到20岁的帅弟弟，貌似比他想象的要恐怖。这种东西，那个京都炼金术士不会介意吧？苏明沉默了片刻，果断地问道。毕竟这些战利品都是从韩英那里掠夺来的，如果是一名毫无背景的普通炼金术士，回收确实有点难。所以苏明想要知道一个确定的答案。而他之所以将来龙去脉都和柳妹说，并不是他不够谨慎，而是因为苍魂工会恐怕已经知道了苏明的身份，亡灵古龙的骸骨始终要出手，这件事终究会曝光。现在说不说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其次，苏明如今的实力虽说1对1和百级职业者抗衡还是有些困难，可是在一众底牌的加成下，以及清北大学陈淑妍的保护下，一般情况下他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算苍魂工会明摆着通缉自己，苏明也完全可以一走了之。等到等级提升上来，再返回中海市，把所谓的头部工会整个苍魂一锅端了。当然，苏明最大的底气其实是来自于 SS 级黄金玫瑰。他现在毕竟是黄金玫瑰工会的成员，苍魂这么一个 A 级，想要动他苏明，貌似有点困难，最多背地里弄点小动作，到时候鹿死水手还真不一定。原来是这样啊，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一点。柳妹缓和了一口气，看向苏明说道，而后她稍作沉默，思索道，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怎么说呢？我那个朋友，他是一名散人职业者，背后没有工会，也常年待在京都。苏明愣了下，散人职业者？对。柳妹的神情微微一阵变化，很快又恢复了过来，带着一丝哭笑不得的口吻说道，他呀，前不久还被京都各大头部工会给通缉了。通缉？苏明的嘴角抽了抽。散人职业者，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加入过任何工会，也不受职业协会的管辖。这种存在本身就是另类，和一个苍魂工会敌对，对他们而言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大不了直接离开国内的城市，一股脑钻到副本世界里就行了。而让苏明有些意外的是，柳妹的这个炼金术士朋友竟然还被通缉了。奶奶的，确实是个狠人。是的，京都好几个 S 级工会对他发起了通缉令，悬赏金额还很高呢，所以我说问题不大。柳妹莞尔一笑，中海是一个 A 级工会，即便也通缉他，不过是多了一个通缉词条罢了，他不会在意的，只要货好就行。苏明深吸了一口气，一时间对这名炼金术士也有些好奇。不错，以后倒是可以和他多交流下。第100章，全国唯一职业者修罗。柳妹竟是京都大小姐，你准备以后都把货卖给他？听到苏明的呢喃后，柳妹微微翘了下嘴，轻哼了一声道，怎么说呢，这一次是因为提前和他联系过了，所以你手里这一批货给他没啥问题。不过柳妹看了一眼苏明，稍微思考了下，最终还是坦然地说道，不过我哥可是京都 S 级工会修罗工会的会长，家里的修罗拍卖行在京都的名气也不错，以后你要是真的有好东西，直接卖给我家不就好了。柳妹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向苏明。修罗工会？直到现在苏明才知道柳妹背后的势力，没想到竟然是修罗工会。在神级选择剧情里已经泄露了柳妹的背景，苏明的确知道这个黑丝神官幕后有那么一个 S 级工会，却没预料到竟是大名鼎鼎的修罗工会。而柳妹的亲哥哥柳云也自然是传说中京都修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修罗的等级貌似已经是900多级了，
距离1000级也只是时间问题。奶奶的，竟然是这个大神！苏明目光一阵闪烁，心中暗自想到。难怪。苏明再次看了一眼柳妹，难怪以柳妹才不过几十级的段位，竟然能成为 S 级公会的成员。原来自家哥哥是修罗，修罗职业是唯一职业，和苏明的杀神有的一拼。传闻这个职业初始品级也是史诗级，而现在柳云貌似也晋升成了传说级，他创下的一系列战绩更是让全国都闻风丧胆。单刷史诗级副本，蟒川黄金巨龙巢穴，强大到无法想象。韩英、许月、柳妹、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不禁有些头大。他所遇到的女性，每一个的来头都大得吓死人。最变态的还得是柳妹，背后居然是京都修罗，这一点苏明确实没有想到。厉害！苏明压制住内心的一丝震惊，面带微笑地看向柳妹，也算是答应下了他的请求。以后如果遇到了不错的战利品，那就找你啊。柳妹嫣然一笑，好呀，我给你偷偷把交易价格提高几成。嗨呀！苏明轻声咳嗽了下，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都说暧昧期的女人是恋爱脑，这样一看，貌似确实有点道理。只是不知道那京都修罗知道自家妹妹这么坑自己的公会，又会作何感想？不过柳妹有点误会苏明了，苏明所说的多和那名炼金术士交流一下，并不是为了交易，而是想要了解散人职业者的情况。在苏明看来，他现在已经得罪了苍魂公会、永恒公会，甚至和江南省的流月导师也交恶了，惦记他的人可不少。更何况按照苏明的性格，多半后续还会得罪更多的职业大佬，让他低头那绝对不可能。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离开城市，成为散人职业者。所以苏明也很好奇，被各大公会通缉后应该如何应对。未雨绸缪，终归是好的。中海市中心一家咖啡厅，等会他就到了。柳妹换了一身素色长裙，攥着苏明的手，轻声说道：好。苏明浅浅一笑，点了下头。不过有个事情和你先说一声。啊？苏明愣了下，这个炼金术士的长相有些奇特，你不要太介意。柳妹想了想，补充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纯血人族，而是你可以理解成混血种。卧槽！苏明眼前一亮，有点懵了。混血种这种概念，貌似只有野外 BOSS 才会有，职业者里也有混血种。这一点确实是涉及到苏明的知识盲区了。毕竟高中的教程涉及的内容有限，不然职业者也不会去读大学，了解更多的全民转职世界知识。对，混血种。柳妹再次强调了下，思考了片刻，继续给苏明解释道：怎么说呢？你知道血统药剂吧？苏明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而且现在手里头还有2瓶英雄级血统药剂，这种东西能用来提升4维属性，引发技能蜕变，作用很不错，价格也相当昂贵。一般情况下，血统药剂会让职业者的属性栏发生改变，极尽升华。柳妹解释道：不过我们所说的血统药剂大部分都是普通血统药剂，只涉及提升职业者的强度，而不会改变职业者真正的血统。苏明陷入到了沉思中，柳妹则是继续说道：有一部分罕见的血统药剂，其中所蕴含的种族血统太过浓稠，使用后会让职业者本身的种族血统被稀释。换句话来说，如果得到了一瓶英雄级天使血统药剂，服用后职业者体内便会获取一丝稀薄的天使种族血统。而如果服用大量的天使血统药剂，那便不是单纯的改变天赋、技能、4维属性那么简单了，职业者将会彻底失去一部分人族血统，成为天使混血种。柳妹的解释很直白，也相当清晰。苏明豁然开朗，双眼一阵发光。奶奶的，听上去貌似有点意思。也就是说，你的那个朋友使用过不止1瓶血统药剂？苏明咽了一口唾沫。不是，柳妹摇了摇头，他至少使用了10几瓶血统药剂，而且全都是英雄级以上的药剂。而那种血统药剂属于半兽人血统。半兽人血统！苏明浑身一惊，不禁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确实被震惊到了。1瓶英雄级血统药剂的价值就已经能媲美大量的黄金级武器了，价值极为昂贵。一般来说，饶是 A 级公会都很难拿下，而柳妹的这个朋友却一口气获取了这么多。最夸张的是，这些药剂还全是半兽人血统，难怪你说他长相奇特。苏明不禁笑了下，半兽人的长相岂止是奇特，简直是丑陋凶残，和混血魔种没啥区别，单凭外表就能吓死许多一转职业者。不过那种血统药剂却为他带来了极为可怕的力量增幅。柳妹如实的说道：这个家伙的4维属性比一般职业者至少高了10几倍。第101章半兽人混血种。
天价交易，这么夸张？苏明稍微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我已经很保守了，如果要较真的话，他的4维属性怕是能高出同级职业者50-60倍。柳妹的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复杂的情绪，不禁感叹地说道。除了英雄级血统药剂外，他还使用了一大堆顶级物品，好多东西如果拿出去拍卖都是天价。苏明沉默了。炼金术士这个职业确实挣钱。黄金职业。苏明淡淡一笑。对。柳妹也嫣然一笑，应和道，咋说呢，确实是黄金职业，可前期想要培养出一名炼金术士，所消耗的资源也不少，简直是个吞金兽。不知道我能不能开发出一个辅助第2职业。苏明皱了下眉，心中暗暗想到，按照京都魔导师的说法，他还有一个隐性职业，倘若是炼金术士的话，貌似也不错。一个攻击型战争职业，一个生活类辅助职业。和柳妹稍微交谈了一会，咖啡厅内走进来了一名浑身披着漆黑长袍的职业者，身高相当夸张，至少也有2米开外，体型也十分彪悍，妥妥的一个大块头。柳妹，好久不见。如同怪物一样的职业者走到了苏明面前，看了一眼柳妹，用瓮声瓮气的声音说道。他的嗓音极为沙哑，甚至有一丝难听，就像是喉咙都被撕碎了似的。黑袍，好久不见。柳妹淡淡一笑，挥了挥手，算是和对方打了个招呼。苏明扬了扬眉头。黑袍，这个应该是代号。他是苏明，就是他要出手物资。柳妹嫣然一笑，给黑袍介绍了下。你好。怪物伸出手，冲着苏明点了点头。苏明也没有摆什么架子，直接握了下手。不过这个时候，他也看清了黑袍下的样貌。果然和柳妹说的那样，这个炼金术士的长相很奇特，甚至已经不能叫奇特了，简直是凶残，有些像是混血魔种，已经没有了人族的长相，而是更像一头怪物。行走的暴龙，和高中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里的图鉴有些相似，要不是亲眼所见，苏明都会误以为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不是什么职业者，而是一头货真价实的半兽人 BOSS 怪。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库存吗？黑袍一屁股坐在苏明正对面，将面前的咖啡一饮而尽，随后继续用瓮声瓮气的声音说道。可以。苏明淡淡一笑，直接开启了库存，让眼前的怪物使用鉴定术查看。卧槽！只是一瞬间，原本一直很沉默，气质极为深沉的半兽人怪物猛地呛了一口唾沫，被震惊到了。他爆了个粗口，用一对深紫色的小眼睛注视着苏明，满眼都是惊骇和不解。沉默了很久，他才疯狂地吞咽了下口水，又深吸了一口浊气，这才缓过劲儿来。这些东西我全都要了，尤其是亡灵古龙的 BOSS 技能书。黑袍的性格很简单，直来直往，将心里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你说个价格，只要我能给得起，这些我全都回收了。黑袍看着苏明，一脸的真诚。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尤其是 BOSS 技能书，也可以拿给我看看，我一样全都要了。苏明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眼前的这个家伙不仅是长相和半兽人很相似，就连性格也一样简单直接，没有一点心眼子。这种情况不得先杀杀价。不过苏明对他的第一印象倒是不错，相比于那些花花肠子很多的生意人，苏明更喜欢黑袍。先谈这些东西吧。柳妹忽然说了一句，给了苏明一个眼神，而后看向坐在正对面的黑袍道，就我们之前说好的价格，第一批货的话55000枚金币。听到这句话，黑袍不禁呛了下，将手里的咖啡杯放在桌面上，看了一眼柳妹。柳妹，我之前和你说的是我能开出的最高价格5万多枚金币。黑袍一脸的无奈。大差不差。柳妹莞尔一笑，继续说道，再算一下亡灵古龙骸骨撒，反正打包处理，全都给你回收。听到这里，黑袍这才点了点头，神情稍微缓和了些。不过此时的苏明却微微一愣。金币。柳妹看出了苏明的神色，凑到他耳边解释了一句道，全民转制世界里金币才是硬通货，怎么说吧，国内的货币放在副本世界里是用不了的，可金币即便是在凛冬副本，不论你和哪个种族交易都用得到。这种东西和经验宝石一样，都是硬通货。苏明瞬间明白了，一枚金币兑换下来就是1万块。柳妹补充说道，一枚金币兑换1万块。苏明心里暗中算了下，也就是说他之前那一批货包括亡灵使徒 BOSS 怪在内，一共卖出了5亿多的价格，确实已经是一个天价了。亡灵使徒也好，磨损度很高的黄金级武器也好，尽管都还不错，可是实际价值也就那样。能卖到这个价，自然和柳妹的交情有关，如果换一个炼金术士，绝对不可能这么豪横的收购。想到这里，苏明也不禁眯了下眼，心情一阵惬意。其他的东西，柳妹算是直接给苏明做主了，看着黑袍说道，亡灵古龙的骸骨，一头的话就按照5万枚金币回收吧，
黄金级 BOSS 技能书一本最少5万枚金币，至于其他东西可以打包处理。黑袍一愣，嘴角不禁抽了抽。柳妹，你的价格太高了。不只是黑袍懵了，就连苏明都不禁一愣。5万枚金币，那岂不是说一本技能书就卖出了5个亿？这哪里是技能书，说是一件磨损度较高的英雄级武器，都有人相信。不过稍微想了想，苏明也坦然接受了。毕竟 BOSS 技能书这种东西有价无市，就算追加的狠一点也很正常。更何况这些技能都是他从亡灵古龙那里掠夺来的，可花了不少经验值呢。不高。柳妹沉思了下，看着黑袍道：我们也认识那么久了，这个价格你很清楚，能买到这些东西肯定要花不少代价。如果是其他职业者，我们连卖都不卖。第102章交易完成，苏明瞬间暴富。不得不说，柳妹确实能说会道，简单的几句话直接给黑袍弄沉默了。他的确很需要苏明手里的这一批物品，特别是亡灵使徒 BOSS 怪的骸骨，对他而言相当重要。而苏明的那些 BOSS 技能书收藏价值也的确很大，溢价高一点也很合情理。好，那我全部回收了，算一下具体的价格。黑袍沉默了一会，直接给更明确的答复。一听到黑袍的话，就连苏明都轻轻咬了下牙。眼前这名炼金术士确实是个狠人，认定的事情不会多墨迹。总共是54万3000枚金币。统计了下所有物品后，柳妹给出了一个价格。她停顿了下，注视着黑袍那对紫色的小眼睛，轻声一笑道：抹个零头，你给55万金币吧。噗呲一声，黑袍再次被手里的咖啡给呛到了。这已经是他喝的第6杯了。奶奶的，还能反向抹零？苏明也不禁莞尔一笑，看着柳妹的样子有点哭笑不得。貌似柳妹还有点贤妻良母的风格。嗨嗨，会过日子。好。黑袍摇了摇头，也是轻声一笑，没有多还价，多的都给了，难道还差这一点？收好，一共55万枚金币。黑袍将一枚磨损度很高的白银级戒指递给了苏明。这枚戒指几乎没有什么属性加成，唯一的作用便是存放物品。在鉴定术的效果下，苏明看清了里面的东西，确实是一大片明晃晃的金币。将所有物品都放在这里面吧。黑袍又从长袍中取出了一枚白银戒指，一样是能储存大量物品的空间戒指。苏明点了点头，将亡灵古龙 BOSS 骸骨，还有韩英那里获得的战利品以及龙刃等东西全都放了进去，当然也包括了他在荒野中击杀的一众小怪。价值不高，但是胜在数量比较多，也卖了不少。这是我的名片，智能手环里有我的联系方式。交易完成，黑袍没有直接离开，而是又给了苏明2件东西，一枚黑铁勋章，造型很独特，是一枚十字架，以及一块精致的智能手环。勋章的作用和京都魔导师他们给苏明的差不多，捏碎这枚勋章便能召唤出黑袍，直接原地出现在苏明身旁。而智能手环则是这个世界的科技产物，效果和手机差不多，能用来浏览 App、刷视频，也可以网购下单，很方便。那我就先走了。黑袍冲着柳妹说道，又看了一眼苏明。好，有机会再见。再见。苏明和柳妹同时对黑袍说了一声。下一刻，在他们的目光中，一片淡金色的光芒闪烁而过，一片金色火环出现，黑袍直接跨了进去，整个人彻底消失在咖啡厅。竟然是远程传送法阵，真豪横啊！苏明看向了这个法阵，不禁感叹了下。这种法阵能让黑袍一瞬间出现在几百万公里外，甚至是直接从中海市抵达极北之地。这种法阵的价格自然也无比昂贵。不过想想也能理解，毕竟这名炼金术士正在被京都一众 S 级工会通缉追杀，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怕是要不了多久便会被职业协会派出的骑士团给活捉。不错，这一次我们赚了不少。柳妹长松一口气，有些小傲娇的道：姐姐很会砍价。苏明也笑着说了一下：那当然，我可是神官，魅力值点满了的好吧。砍价而已，谁能说得过我？柳妹笑得无比灿烂。对了，忽然柳妹看向苏明，解释了下道：他给你的这些金币，除了能用来交易外，其实也都是些不错的炼金材料。这些金币是能用来炼制武器的，最次也是黄金级武器。有这种说法？苏明愣了下，眼前一亮。他还是第一次知道全民转职世界里的金币作用，而金币能炼制成黄金级武器，也让他很是惊喜。对，不然金币也不会成为硬通货流通。这个世界的金币自身属性本就很优质。柳妹耐心地解释着，苏明点了下头，暗暗记住了。结束交易后，和柳妹又简单聊了2句。苏明直接回到了家里，收拾了下房间，他便抱着宠兽蛋，打包好了孕育法阵，叫了一个计程车去了白金湾别墅。环境不错，
来到1号别墅，苏明眼前微微一亮，发自内心的感叹了下。这套别墅虽然是征程工会副会长夏启赠予的，不过别墅却一点也不差，相反，完全超出了苏明的预期。1号别墅的位置在森林的最深处，一抬头便能看见江景，风景不错，也很安静。指纹解锁大门，一进入房间便是一片欧式轻奢风格，客厅里摆放着一水的实木家具。别墅很大，占地面积就超过了4000平方，上下总共6层，各种设施一应俱全，还配备了一个超大的泳池。不愧是白金湾。苏明微微眯起眼，惬意一笑，直接躺平在客厅的真皮沙发里。而宠兽蛋和孕育法阵则是被他搁置在客厅的正中心。等小白孵化出来，这个客厅就够得他折腾了。苏明淡淡一笑，轻声呢喃道：“光明独角兽这种生物体型不算很大，别墅客厅足够小白的活动空间了。而像亡灵古龙，就稍微有点勉强。”别墅卧室一样比苏明想象的要好很多，柔软的大床，实木地板，绸缎窗帘。洗个澡，然后睡觉。苏明走进沐浴间，惬意的在浴缸里泡了个澡，而后直接休息了。第二天一早，叮！恭喜您，专属宠兽光明独角兽按荆棘血统孕育成功。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将苏明从睡梦中惊醒。卧槽！苏明一愣，睁开了有些干涩的双眼，咽了咽唾沫。小白出生了。与此同时，苏明的属性栏里也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词条宠兽，光明独角兽的各种属性一览无余。第103章，前往专属副本，亡灵龙木。名称：光明独角兽，已被驯服。品阶：暗荆棘，成长中。等级： LV1，孕育中。生命值23000点，力量180，体质150，精神200，敏捷160。技能：圣光束，暗荆棘，光明切割，黄荆棘，圣光炸裂，暗荆棘，浮空术，黄荆棘，圣雨，暗荆棘，十字圣盾，暗荆棘。描述：光明独角兽为圣光系混血魔种，这种生物极为高贵圣洁，拥有强悍的4维属性，尤其是精神属性超出同级 BOSS 怪数倍。独角兽的颜值极高，深受女性职业者青睐，温顺的性格也适合成为坐骑。当驯服独角兽后，将获得一个额外的光明印记，得到永久增幅 buff， 生命值、防御力、法抗。真他奶奶的华丽！只是看了一眼小白的属性栏，苏明便不禁神情一愣，心头涌现出了一丝惊喜。夸张，简直是太夸张了！小白的4维属性比苏明在1级状态下多了好几倍，而一众专属技能也大多都是暗荆棘，最次的竟然也达到了黄金 BOSS 技的档次。可以这么说，只看技能强度的话，同为暗荆棘混血魔种，小白比亡灵古龙埃尔法强了一个阶级。刚出生就有2万点生命值，苏明咽了下口水，深吸了一口浊气，还能为我带来永久增幅 buff。卧槽，这么爽！生命值、防御力，包括法抗都有一定程的提升。苏明有些震惊到了，这哪里是宠兽，简直是大宝贝啊！叽叽，奶声奶气的哼唧声从卧室外传来，像是有小奶猫在轻轻撞击着门框。一听到这个声音，苏明顿时亮了下双眼，急忙去打开了卧室门。下一刻，一头浑身披着银白色绒毛的小怪物就这样屁颠屁颠的冲了进来，个头不算很大，和正常的小猎豹般大小，不过长相却格外精致，颜值高的让苏明都不禁心里一阵触动。太漂亮了，纯净的黄金瞳孔宛如琥珀似的明亮，精致的独角现在只有一点点凸起，却覆盖着一层朦胧的圣光，周围弥漫着细微的元素尘埃，无比梦幻。雪白的毛发柔顺而细腻，要不是亲眼所见，苏明都觉得眼前的小怪物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华丽绚烂的不真实。小白，苏明伸出手轻轻唤了一声。叽叽，光明独角兽一听到苏明的呼唤，啪叽一下歪了下小脑壳，那对黄金瞳孔里也流露出了一丝丝的情绪，如同在冲着苏明微笑。奶奶的，这是真可爱啊！苏明眼眸微微一眯，也发自内心的笑出了声，就连神情都不禁变得柔和了许多。怎么说呢？此时的小白与其说是混血魔种，更像是一只嗷嗷待哺的小奶猫，确实相当惹人喜欢。就连苏明都有点把持不住了，直接抱起小白就是一阵贴贴。叽叽，光明独角兽也很聪明，知道苏明是他的主人，歪着小脑壳也亲昵地凑到了苏明的怀里。这一下让苏明心头一紧，有了一种养女儿的感觉。果然和属性栏里的描述一样，颜值很高，等着小家伙长大，不知道得迷死多少女性职业者。苏明摸了摸小白的头，心中暗暗想到，连他都抵挡不住光明独角兽的可爱，忍不住贴贴。那些女性职业者恐怕只是看一眼就要沦陷了。
早点学会后空翻，知道了不？苏明捏了下小白的小脸蛋，轻声说道：“下次让牧师妹妹们来家里就有借口了。”光明独角兽小脑壳又是一歪，眼神里流露出了些许茫然和不解。还好在场没有其他人在，不然当场就得大骂苏明臭不要脸，合着他这是把小白当成撩妹神器了。叮！恭喜您成功使用亡灵龙目通行证，正在绑定身份中。叮！恭喜您身份绑定成功，已确定职业者杀神苏明，你已获得永久通道，可随时前往副本世界亡灵龙目。冰冷的提示声在苏明的脑海中响起，他也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浊气，稍微有些紧张了。没错，在光明独角兽孵化出来后，苏明也在第一时间开启了亡灵龙目，和柳妹的约会完成了，手里的物品库存全部清理掉了，他自然可以安心地前往龙目。现在的苏明拥有的底牌相当多，除了死亡研报术、燃烧之环等顶级 BOSS 技能外，还有亡灵古龙坐骑、光明独角兽宠兽，综合实力已经和3转60级职业者不相上下。哪怕是遇到100级左右的混血怪物，苏明一样有保命的能力，的确已经有了去龙目莽一莽的资格。叮！您已进入专属副本世界亡灵龙目。叮！您受到了亡灵龙目副本的 buff 攻击，最大生命值削减 20%， 物理攻击削减 15%， 回血恢复效果削减 30%， 法抗削减 5%。 又是一阵冰冷的提示音传来，苏明当即皱了下眉。奶奶的！饶是苏明也没有想到龙目的 buff 攻击竟然这么夸张，啪的一下就少了 20% 的生命值，攻击力和防御力也都被削减了不少。相比之下，前海湾副本的终极 BOSS 怪领域 buff 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得稍微谨慎一点。苏明没有掉以轻心，直接握紧了手中的风暴骨矛，眼前的白雾悄然消散，苏明面前的景象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欧式风格的别墅客厅，而是一片阴森的埋骨之地。卧槽，这就是龙目！当看清副本的景象后，苏明一瞬间睁大了双眼，瞳孔里写满了震惊。不是他不够淡定，而是眼前的一切视觉冲击效果实在是太强了。这是一个无比冰冷的世界，如同没有生命迹象，遍地都是皑皑白骨。而在苏明的正前方是无数座高大的祭坛，每一个祭坛中心都摆放着如山脉一样庞大的巨型骨架。不用怀疑，这些全都是死去的巨龙。这么多，苏明稍微估算了下，当即疯狂地吞咽了几口唾沫。巨龙骸骨的数量比他想象的还要夸张，只是苏明能看到的地方就有超过100座祭坛，很难想象整个亡灵龙墓里究竟有多少头巨龙。奶奶的，100多头亡灵古龙，这种级别的不死生物都能组建出一支让整个全民转职世界疯狂的不死军团了。苏明大口的喘息了下，尽量让内心的震撼感平息下来。光之鉴定术，随手抛出一个鉴定术，苏明准备查看下这些巨龙骸骨的属性。然而下一刻他彻底懵了。第104章亡灵天灾，名称翡翠巨龙混血龙众，沉睡中，品阶英雄级，等级 LV600， 生命值12亿9千万，名称黑曜巨龙混血龙众，沉睡中，品阶英雄级，等级 LV630， 生命值19亿2千万，名称毁灭炎龙混血龙众，沉睡中，品阶英雄级，等级 LV720， 生命值24亿7千万。光之鉴定术，隐性词条，翡翠巨龙混血龙众，全身每一块龙骨都可用于炼金，这是一种极品巨龙，深受炼金术士、药剂师等辅助职业的喜爱。一头翡翠巨龙混血种的价值可媲美一头纯血低级巨龙。光之鉴定术，隐性词条，毁灭炎龙混血龙众，为凛冬副本世界毁灭黑龙的混血后代，在顶级血统药剂的洗礼下，有一定概率可返祖纯血黑龙。卧槽，这里的巨龙血统品阶竟然都这么高，等级也都是500-600级以上的存在。苏明确实懵了，他没有想到这座龙墓里竟然都是些这种程度的巨龙尸骸，每一头都堪称天花板级的终极 BOSS 怪。同时所有巨龙的血统也都不差，甚至有毁灭黑龙的混血后代。沉睡中，苏明深吸了一口气，稍微皱了下眉头，沉思道，也就是说这些巨龙虽然已经死亡，却还有复活的可能。不过当巨龙再度复苏时，是亡灵古龙还是原本的巨龙生物呢？从鉴定术的反馈来看，并没有明确的表示祭坛中的巨龙一定会转化成亡灵古龙，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死去的巨龙能再度复苏，甚至浴火重生。光之鉴定术提供了一些隐性词条，苏明看向了巨龙属性面板最后方的一些提示，点开后便可以查看所有的隐性词条。翡翠巨龙
苏明咽了一下口水，眼神里流露出了些许光亮。这种巨龙生物，选修课里倒是提及了下，翡翠巨龙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价值不菲，就连 S 级工会也会高价收购。这种东西可比一般的亡灵古龙昂贵多了。苏明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他想尝试着从翡翠巨龙那里挖下一块龙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将这些沉睡中的顶级怪物惊醒，动不动就是500-600级的段位，这要是全部复苏过来，那我怕是也要凉凉。苏明扫视了一眼龙目，心头不禁苦涩一笑。祭坛，稍微观察了下，苏明将目光放在了巨龙骸骨下方的祭坛上。这些祭坛的造型很独特，有些像法阵。难道说祭坛和孕育法阵一样，在给巨龙提供营养物质，帮助他们复苏？或者祭坛的法阵再让巨龙转化成亡灵古龙？苏明若有所思地道。又是一个鉴定术丢过去，名称亡灵祭坛，品阶史诗级，属性可让死去的巨龙生物蜕变成亡灵古龙，成为全新的深渊世界物种。不过当巨龙的品阶过高，超过英雄级以上，则有一定吸取祭坛中的法阵能量，重新复活，成为更高阶的巨龙领主。描述每一座亡灵祭坛都是由原住民世界的神圣组织圣殿会炼制而成。我靠！苏明一愣，原本他只是想鉴定下祭坛，看有没有新的发现，没想到这一看直接揭露了整个龙目的真相。死去的巨龙要么蜕变成亡灵古龙，成为深渊世界物种，要么复苏。难怪注视的是沉睡中。不过巨龙埋骨之地竟然和圣殿会有关，苏明心中一阵悸动。圣殿会，原住民世界的顶级教会，和人族职业者所创建的工会有些类似，只不过教会的档次不知道高了多少倍。能被称为教会的存在，至少也有9传以上的大神坐镇，甚至有无数名圣级职业者。圣域级是完成9转，等级达到1000级以上的过渡段位，超过圣域便能比肩半神，也即是半神级职业者。目前整个全民转职世界里还没有听说有谁达到了圣域阶位，而在原住民教会中却有这样的怪物。圣殿会是准备驯化一批不死巨龙吗？亡灵天灾？苏明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想到了一个可能性。亡灵天灾，如果说这么多巨龙全都转化成亡灵古龙，所掀起的轰动，整个全民转职世界都会被波及。而圣殿会应该打造了无数个类似的龙墓吧？苏明不禁被自己的想法给吓到了，当即呛了一口唾沫，轻声咳嗽了2下。这些年地下世界教会一直都在动荡，难不成圣殿会准备将整个全民转职世界给一波清理掉？苏明心里一阵惊恐。怎么说呢？对圣殿会这些原住民职业者 NPC 来说，苏明目前所在的世界也是一个副本，整个蓝星里的人族职业者、冒险家也都是怪物。苏明他们通过击杀其他副本的 BOSS 怪来获取经验值，从而升级转职，获得超凡的力量。同样的，圣殿会里的那些原住民 NPC 一样，也通过终结蓝星里的人族职业者、冒险家来转职。这种矛盾是不可逆转的。倘若亡灵天灾真的奖励如同沙海一样多的亡灵古龙出现，这种恐怖的力量一旦席卷全球，整个全民转职世界便会在一顷刻间崩塌，彻底毁灭。人类世界所有职业者或者说 NPC 眼中的冒险家都将不复存在。想到这里，苏明眉头紧锁，再也坐不住了，后背一阵发凉。世界要毁灭了？苏明干咳了下，连他自己都有些不可置信。然而事实就摆在面前，他的这种设想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极大的概率会在不久后发生，得尽快提升等级。苏明再度深吸了一口浊气，神情紧迫地呢喃了一句道：如果圣殿会真的降临，亡灵天灾席卷全世界，我也要在这一切到来前将等级提升到足够高的层次，尽量有自保的能力。倘若可以的话，我也有机会扭转剧情，让亡灵天灾在到来前提前终结。光之鉴定术，隐性词条，击碎亡灵祭坛，可解锁终极 BOSS 沉睡的巨龙。击杀巨龙 BOSS 后，能获得对应的物品奖励，沉睡中的巨龙掉落物奖励比一般情况下多1倍。正在这时，光之鉴定术的作用下，一个隐性词条出现了：击碎亡灵祭坛，解锁沉睡地巨龙 BOSS。 看着这个词条，苏明莫名一愣，而在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所有亡灵祭坛也都稍微发生了些变化。祭坛的顶部冒出了一个淡金色光芒的血条，和 BOSS 怪的生命值完全一样。卧槽！苏明双眼微微一亮，原来是这么玩的。原本他还以为这座龙墓对目前的自己而言没有太大价值，毕竟沉睡中的巨龙 BOSS， 鬼知道击杀后能不能获取经验值，掉落应有的战利品奖励。而现在在光之鉴定术的效果下，苏明意识到了这座龙墓绝对算得上一个极品副本，双倍奖励。
这不直接起飞了？第105章冰尾蝎 BOSS 出现。不过以我目前的等级来看，绝大部分的巨龙 BOSS 也解锁不了。苏明莞尔一笑，自顾自的呢喃道：“虽说这座龙墓的价值相当可怕，不仅有海量的巨龙骸骨，终结巨龙 BOSS 获得的物品也是双倍奖励。苏明完全可以凭借这个专属副本世界，在短时间内让自身的实力达到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然而，随便一头巨龙便是英雄级血统，动辄都是6、700级的段位，这样的存在也不是如今的苏明能应付的。怎么说呢？对他而言，大部分的沉睡巨龙 BOSS 更像是橱窗里精致礼品，现阶段只能观赏一下，等到实力能够对付时，才可以真正解锁整个龙墓。到了那个时候，苏明不论是驯服这些巨龙 BOSS， 还是将整个龙墓里的巨龙全部一一终结掉，他所得到的好处都是难以想象的丰厚。不着急，反正龙墓现阶段只对我一名职业者开放。想到这里，苏明淡淡一笑，没有太过迫切，而是唤了一声埃尔法，骑着亡灵古龙向龙墓的深处飞去了。卧槽，数量比想象的还要多一些，竟然有1200多头巨龙残骸。埃尔法背后，苏明微微皱了下眉，神情略微震撼的呢喃了一句道：“在龙墓里转悠了一下，苏明这才意识到自己貌似弄错了，整座龙墓目前所拥有的巨龙数量已经达到了1200头，这些可不是副本里的小混血 BOSS， 而是货真价实的龙族，其中随便一头单拎出来，都是可以成为黄金级副本里终极 BOSS 怪的存在。而现在呢，在龙墓里却成了平平无奇的小 NPC。如果一中的学生出现在这里，恐怕此时已经被吓疯了吧。”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不经意地咽了下口水。的确，这种场景的视觉震撼效果实在是太强了。一座座巨龙残骸都和山脉一样庞大，就那么安静地摆放在古老的祭坛中心，宛如搁浅海岸的深海巨鲸，虽然一动不动，那种与生俱来的血统压迫感却让苏明都不禁有些心脏一紧。最重要的是，这些巨龙残骸并不是纯粹的骨架，和亡灵古龙不太一样，许多巨龙身上还带着完整的皮肉，虽然有些干瘪，像是枯萎的树干，可是这些皮肉都是货真价实的龙肉，每一块撕下来放到拍卖行都能卖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天价。毕竟巨龙在这个世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而龙族 BOSS 身上的每一块材料都是顶级的炼金物品，所有炼金术士和药剂师都会为此而疯狂。那是冰尾蝎。苏明的双眼微微一凝，在这个龙墓副本的最深处，他看见了一座黄金祭坛。黄金祭坛的正中心搁置的并不是巨龙骨架，而是一个只有狮子般大小的奇特生物，外形和蝎子相似，浑身却呈现出冰碧色，如同完美通透的冰种翡翠。名称：冰尾蝎，混血魔种，沉睡中。品阶：史诗级。等级 LV400。生命值8亿7000万。光之鉴定术：隐性词条。词条1：冰尾蝎 BOSS 为凛冬副本世界终极 BOSS 怪冰碧蝎皇的混血后代，拥有一部分巨龙血统以及一部分冰碧蝎血统。这种生物极为强大，可以控制巨龙为自己战斗。词条2：终结冰尾蝎 BOSS 可获得最少1块魂骨，融合魂骨后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属性提升，并获得专属 BOSS 技能，甚至解锁专属 BOSS 天赋。词条3：终结冰尾蝎 BOSS 能解锁凛冬世界副本完美入场券，此入场券可直接前往凛冬副本的深处，并获得冰碧蝎冰之信物，增幅驯服冰碧蝎 BOSS 的成功率正 50%。见到冰尾蝎出现，苏明没有一丝犹豫，直接丢了一个鉴定术过去。然而只是一瞬间，他直接沉默了。卧槽，冰尾蝎竟然真的在龙墓里。苏明猛地大口喘息了下，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怎么说呢，冰尾蝎在中海市的地位很高，本就是这座城市最强的 TOP 第一终极 BOSS 怪。苍魂公会、永恒公会、征程公会三大巨头公会都为了冰尾蝎 BOSS 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就连韩英上一次组建狩猎团去浅海湾，也是为了寻找冰尾蝎的踪迹。因为一旦获得了冰尾蝎，便能接触到凛冬世界的纯血初代种冰碧蝎皇，那可是真正的皇级 BOSS。 而现在这个契机摆在了苏明面前，只不过让苏明无比震惊的是，冰尾蝎的实际强度却和曝光的资料不太一样。不是说这头混血魔种只是英雄级档次吗？怎么会竟然达到了史诗级，和初代冰碧蝎一个水准了？苏明懵了。高中课本里有冰尾蝎的详细介绍，英雄级血统，等级也不过是300多级而已。而此时在苏明眼前的这头如同冰种翡翠一样绚烂的冰尾蝎，却明显要强太多了。难不成中海市里有2头冰尾蝎 BOSS？ 苏明咽了咽口水，心里涌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击杀这头冰尾蝎，竟然能爆出1块魂骨。当然，最让苏明目瞪口呆的并非是 BOSS 怪的属性超出了预期，而是光之鉴定术的效果下，
出现的3个隐性词条：全民转职世界，简单来说就是游戏世界和现实彻底融合，职业者和前世游戏里的玩家差不多，而那些 BOSS 怪便是 NPC。游戏里常规的设定，在这个世界一样也有。魂骨便是其中一项。魂骨的作用和翅膀有点类似，可以和职业者的一块骨骼进行融合，从而让职业者获得超凡的力量。同时，也可以继承一些 BOSS 怪的专属技能，乃至是专属天赋。每一块魂骨都极为珍贵，至少在中海市，所有拍卖行都从未出现过魂骨这种顶级物品。哪怕是在京都这种大城市，也是好几年才会有一块魂骨竞拍。这种东西的价值可想而知。终结这头冰尾蝎后，能获得冰之信物。驯服纯血初代冰辟蝎的成功率提升了1半。苏明心脏都是猛地一震，瞳孔彻底放大了。这个隐性词条最让他震撼，那可是冰辟蝎皇啊，真正的皇级 BOSS， 连8转、9转的职业大佬都相当垂涎的宠兽。谁要是能驯化这头纯血怪物，绝对能引发深水炸弹一般的轰动，震惊全国。冰之信物这种东西要是拿出去拍卖，估计 SS 级工会都不一定吃得下，像法神这样的顶流大佬估计也会为了这件信物而疯狂。苏明深吸了一口气，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第106章翡翠巨龙混血种，可惜了，奶奶的！400级英雄级血统，这种顶级怪物，我现在还没力量拿下。苏明神情复杂地看了一眼冰尾蝎，而后抽回了目光，发自内心地感叹了一句：怎么说呢？华丽的冰尾蝎 BOSS 对此时的苏明而言，就像是一件完美精致的艺术品，摆放在橱窗里，只能观赏。想要现在就得到，不太现实。不过，这座龙墓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貌似只对苏明一名职业者开放。也就是说，只要给予苏明足够多的时间，整个龙墓副本里的所有巨龙 BOSS， 包括这头混血魔种冰尾蝎，也都将是他的囊中之物，并不需要太过着急，假以时日都是苏明的。先找一头等级最低的混血巨龙开刀。沉默了下，苏明微微一眯眼，惬意地笑了笑。几百级的怪物他拿不下，可是，在一众底牌的加成下，终结一头60级左右的巨龙怪物应该没啥大问题。想到这里，苏明拍了拍身下的埃尔法，朝着龙墓的一个角落飞了过去。名称：翡翠巨龙混血龙种，纳诺，沉睡中。品阶：英雄级。等级： LV62。生命值：120万。力量：850。体质：890。精神：920。敏捷：860。技能：生命圣光，英雄级，光明回响，暗金级，冰种圣盾，暗金级，巨龙之怒，黄金级。描述：一头幼小的翡翠巨龙，虽然是混血种，却拥有极为罕见的顶级 BOSS 技。这头幼龙被一名 NPC 骑士所击杀，在翡翠巨龙的眉心处正中心有一柄残缺的圣剑，巨龙正是被这柄圣剑所终结。词条1：翡翠巨龙混血种纳诺有着一颗充满生命活力的心脏，在天生血统的作用下，纳诺并没有完全死亡，有极大概率可以浴火重生，而不会被转化为亡灵古龙。词条2：纳诺 BOSS 的血统相当纯净，用龙血沐浴可以获得类似于属性宝石的效果，4维属性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幅，并有概率领悟专属巨龙 BOSS 技能。词条3：终结纳诺后，可让坐骑或宠兽吞噬掉纳诺的血统和骨架，有一定概率让坐骑或宠兽完成进化，提升血统强度，并蜕变成全新的物种。在龙墓里转悠了一会，苏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目标，一头英雄级翡翠巨龙混血种，等级刚好超过60级3转。虽然巨龙 BOSS 的实际战力远超同等级的 BOSS 怪，不过以苏明如今的实力，应付这头翡翠巨龙幼崽应该不成问题。生命圣光竟然是英雄级 BOSS 技。苏明看了一眼纳诺的属性栏，每个词条都相当华丽，尤其是技能一栏，所有技能竟然全都是黄金 BOSS 技以上的存在，其中更是有一个极为罕见的英雄级神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技能貌似和生命强化很相似，是一种提升最大生命值的辅助系技能。苏明微微一眯眼，神情有些激动。生命圣光技能带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在高中语文课里专门有一节课详细介绍过这种顶级 BOSS 技，而语文老师对于这个技能相当推崇，认为这是翡翠巨龙一族中最强的辅助被动技，堪称生命神技。光明回响、冰种圣盾这2个暗金级技能也很出色，能完美弥补我如今的等级缺陷。苏明看向了另外2个翡翠巨龙 BOSS 技，双眼一阵发亮。既然有掠夺天赋在，苏明自然要选择技能强度最大的 BOSS 怪开刀，这样一来，他才能让自己获取到的战利品价值最大化。而眼前这头名为纳诺的翡翠巨龙 BOSS， 无疑是最好的目标。被 NPC 骑士所终结，眉心处有一柄磨损度很高的圣剑。苏明眉头轻轻一皱，看向了纳诺的头顶，
在这头翡翠巨龙的眉心确实有一柄圣剑，已经刺入了颅骨中，不知道是什么品阶。击杀巨龙后，可以使用鉴定术查看下。虽然圣剑只露出了一部分剑柄，然而木质的剑柄却相当精致，刻满了符文和图腾，貌似品阶不差。更何况这件武器本就属于原住民 NPC， 能有勇气与巨龙对抗， NPC 骑士的实力自然不差，而这柄圣剑的品阶又怎么会差呢？龙血，纳诺的心脏充满了生命活力，沐浴龙血可以获得4维属性提升，得到专属的龙族 BOSS 技能。苏明眼前一亮，不得不说，这头翡翠巨龙实在是太香了，击杀后带来的奖励堪称炸裂。这样一头混血巨龙的价值比4头亡灵古龙都要值钱。祭坛生命值6200万。苏明深吸了一口气，紧握手里的风暴骨矛，看向了那诺身下的祭坛。这座祭坛的生命值达到了6200万，也可以理解成这是武器的耐久度。想要解锁巨龙 BOSS 纳诺，苏明必须要先将这座祭坛给破坏掉。倘若这是一头 BOSS 怪的生命值6000多万点血量，估计得让一个 A 级工会狩猎团出动。苏明轻声一笑，呢喃了一句道：“不过祭坛不会对我发起攻击，只需要对其造成6000万点伤害总额就行了。”一念及此，苏明将手里的风暴骨矛直接抛掷了出去。在武器被动技能的效果下，风暴骨矛疯狂分裂，全部一一落在了祭坛的正中心。死亡岩爆术，元素剑矢，燃烧之环，焰，亡灵领域。不只是风暴骨矛，苏明一口气释放了好几个 BOSS 技，全都瞄准了亡灵祭坛。毕竟祭坛的强度达到了几千万点生命值的层次，即便是苏明也需要花不少时间才能击碎。与此同时，京都法神公会大厦顶层总统套房，苏明这个小家伙貌似比我们想象的要恐怖啊。一名拥有着天使般容颜、身材波涛汹涌的神颜美女，神情慵懒地依偎在真皮沙发上，手里端着半杯红酒，眼神玩味地注视着手里的平板电脑，烈焰红唇微微张开，轻声呢喃了一句：“导师，他不过只是一名史诗级职业者嘛，即便有一点实力，也不过如此吧？为何您对他的评价这么高？”神颜美女身旁，一名扎着丸子头、身穿精致 JK 制服的少女脱下了过膝丝袜，很是端庄地半跪在沙发旁，微微一歪头，神情有些不解地问道：“高吗？”沙发上的神颜美女扬了扬眉头，将红酒杯搁在一旁，而后坐起了身，看了一眼面前的丸子头少女，神情猛然一肃，沉声说道：“不出1年，她的名字便会响遍整个全民转职世界，全球都会因此而陷入疯狂。你相信吗？”拥有魔鬼身材的女人脚尖一点，直接站了起来，背负双手看向窗外。1年。听到这句话，丸子头少女再次一歪头，整个人都愣住了。怎么可能？她才完成转职，哪怕有3倍经验天赋，也不会这么吓人吧？丸子头少女睁大了惊骇的双眼，仰望着女人的背影，一脸的惊恐。倘若是其他人对苏明这么评价，绝不会让少女心中掀起一丝波澜。可面前的女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她的导师，京都法神。第107章，京都法神。没错，此时在这间总统套房里的2名极品美女，并不是普通职业者，两女都是京都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丸子头少女本身就来自 SS 级工会，父亲一手创办了震惊全国的头部工会信条，而她呢，在2岁时便完成了觉醒仪式，初始职业便是传说级，妥妥的全国顶流人气职业者，资质和实力比外界传闻的还要夸张，被称为法神种子，下一代法神的钦定继承者杨梨儿。而一身火辣装束，有着天使一样容颜的御姐系美女，便是杨梨儿的导师，1000级，全国目前台面上的唯一终极大神法神，京都法神。没有人知道法神真正的姓名，只知道他的唯一称呼白。3倍经验。在听到女徒弟的震惊声后，法神淡淡一笑，没有回头，而是直接解释了一句说道：“你认为只是3倍经验天赋能被评为传说级？”闻声，杨梨儿眉头轻轻一皱，被这句话给问到了。以他的地位 ，SS 级工会的千金大小姐，眼界和信息渠道自然比陈淑妍和刘月等一众导师更高。对于苏明的底细，他也摸得更清楚。苏明拥有一个传说级天赋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秘密。3倍经验应该是史诗级天赋，至于另一个传说级天赋，杨梨儿眉头紧锁，陷入到了沉思中，轻声分析道：“或许是元素感知力，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续学习了如此多的顶级 BOSS 技能，还将所有技能都练习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或许这就是他的终极底牌，元素感知力。”法神莞尔一笑，回过了头，看向杨梨儿。
黄金玫瑰公会，你应该知道。杨离儿一愣，而后恢复了神情，仰视着自己的导师，点了点头道：知道。公会所有成员全员女性，所有成员无一例外全都是史诗级职业品阶。会长百灵，一位丝毫不亚于导师您的顶级职业大佬。对于这些事情，杨离儿相当清楚。玫瑰公会的存在，在京都本就无人不知，当然，真正了解这个公会底细的也没有几个。不过，杨离儿却算是例外。他的父亲和黄金玫瑰公会倒是有一些合作，甚至百灵会长也和他见过几次面。杨离儿在确定了初始职业为传说级后，便收到了来自京都各大顶级公会以及各大头部职业者的橄榄枝，所有人都希望能将这名顶级天才少女招募到自己麾下。只不过，杨离儿最后的决定是法神。你认为一名只是不错的职业者会被百灵招募？法神轻声一笑。可是，杨离儿懵了，不是说苏明是被转职神殿的引导天使炽天使给拉进公会的吗？貌似是转职后，苏明获取了一张强制入场券，随后直接进入了黄金玫瑰公会。百灵会长也没办法拒绝啊。法神嫣然一笑。所以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苏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他能成为玫瑰公会成员，也不是百灵会长破格招收，这并不能说明他的资质有多可怕，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杨离儿嘟了嘟嘴，有些傲气地解释道。法神笑而不语，沉默片刻后，这才继续说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何你在转职后没有获得过强制入场券，甚至你转职后没有得到英雄级武器奖励？转职神殿的引导天使唯独给予了苏明这么丰厚的转职反馈。杨离儿神情一凝，中海市的转职神殿比较特殊。导师，你的意思是让我下一次转职去那个临海小城？丸子头少女懵了。小傻子。杨离儿的话让法神都不禁噗呲一声笑了出来，而后他轻轻一摇头，将平板电脑拿在手里，看向杨离儿继续说道：小徒弟，你在2岁时便完成了转职仪式，一开始就是传说级职业者，如今不论是等级还是职业品阶，或者说综合实力，你都可以称为全国第一，至少你是摆在明面的全国第一。杨离儿轻哼了一声，有些傲娇的点了点头，随口附和道：那是。不过法神稍微停顿了下，神情变得严肃了起来，凝视着自己的小徒弟。和苏明相比，你弱了太多。杨离儿一愣，或者换句话来说，法神走向杨离儿，眉头轻轻皱起，语气也变得沉重了起来。你虽然是传说级，可是实际职业强度却远不如苏明的史诗，甚至不出1年，你会便被那个小家伙追上来，3年内他或许便会超过你。怎么可能？杨离儿一脸震撼，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他才2转，而我呢，已经……这些不重要。法神打断了小徒弟的话，将手里的平板电脑递给了杨离儿，并开口说道：你认真看看这一短视频。平板电脑里正在播放苏明的战斗画面，1对1 PK 赛和苏明对抗的正是400级段位的刘月导师。短短几分钟的视频被杨离儿重复播放了好几次，而后他才放下平板电脑，再次看向法神。看完了，这个视频我看过。哼。法神看了一眼杨离儿，循循善诱地道：那你和我说说他的优势在哪里？师徒俩的对话在外人看来或许有些奇怪，不过杨离儿跟了法神这么多年，很清楚这个美艳的女人究竟有多强。正是因为这种奇特的指点方式，才让杨离儿在不到20年时间里突飞猛进。第一点，杨离儿深吸了一口浊气，开始对苏明展开了深度分析。技能，苏明的所有技能都很强大，包括死亡岩爆术、元素剑矢、燃烧之环。同时，这些技能貌似都来自于 BOSS 技。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背后应该有一个不错的实力，这些技能是身后的职业大神赐予的，不然以一名临海小城高中生的身份，怎么可能得到这么多的顶级 BOSS 技？杨离儿翘了翘嘴角，可能是个 SS 级公会吧，和我的背景也差不多，甚至不如我呢。小姑娘一直都很娇气，见到老师如此夸赞苏明，她的心里也有些不服气了。继续，法神怎么会看不出杨离儿心里的想法？莞尔一笑，让他继续分析。第108章，目瞪口呆的第一天才。第2，法力值4维属性，苏明的属性栏数据不错，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他在战斗时仅仅是一个普攻所释放出的伤害结果，就超出了同等级职业者好几倍，甚至是10几倍的层次，每一次出手都能带来高额暴击伤害，而且法力值明显高出平均水准，这也是为何他能一口气连续释放好几个技能。杨离儿的语气略微凝重了些。从这一点来看，苏明的资质确实不差，
就像法神所说的那样，即便苏明只是史诗级职业档次，然而真实情况呢，却丝毫不会比他这个传说级弱。在法力值和四维属性这一点，他们两人的水准相差并不大。不过我在二传的时候拥有的法力值强度还有四维属性，应该比他更强。杨灵儿抬起了下巴，直视法神的双眼，语气笃定地道，并不是杨灵儿太过傲气，而是他说的都是实话。史诗级职业者每提升1级能获得30点的自由属性反馈，可传说级呢，1级就能得到50点开外的属性，确实远超苏明。这一点来看，杨灵儿的优势确实明显。继续，法神淡淡一笑，没有回应小徒弟的话，而是挥了挥手，坐在了沙发上。先给我倒杯酒。好。杨灵儿乖乖的点了下头，很是听话的给法神倒满了红酒，再次坐在地毯上，一脸认真的看向法神说道：第三，苏明能同时释放出物理攻击、法术攻击，而他的武器也很奇怪，有点四不像，可能和职业有关。他不受到职业限制，既可以使用法师职业技能，又能使用物理职业技能。法神喝了一口红酒，给了杨灵儿一个眼神，说得不错。这个小家伙的3件武器，一柄黑血之刃，一柄风暴骨矛，一柄亡灵法杖，几件武器分别对应了刺客职业、骑士职业、法师职业，而他的技能栏一样驳杂，包含了全职业的优点。杨灵儿眉头一皱，他那个史诗级职业，所谓的杀神，可能和散人职业者差不多，能让他不受到职业限制，无限制学习全职业技能，无限制使用全职业武器。可是杨灵儿不服气，这能说明什么呢？散人职业者一样能达到这一点，全职业的东西都抓到手里，会让他分身乏术，并不代表能将每一个职业的常规技能都练习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样下去，他到后期只会变得平平无奇，没有专长便不能达到完美。杨灵儿深吸了一口浊气，而我在这一点也不比他弱纳，我可是3升职业者，一样能释放出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3大职业的等级也全都提升到了100级以上，第一职业更是达到了300级的层次。这句话一说出口，杨灵儿的神情明显变得自信了些。倘若有一名职业者在场，必定会被吓得目瞪口呆。没有想到，火爆全国的年轻一代标杆，第一天才杨灵儿，竟然是一名罕见的3升职业者，分别在2岁、4岁、6岁完成了3次神圣的觉醒仪式，同时拥有3大职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京都，杨灵儿的地位相当高，许多知情的老牌职业大神在他面前都不得不放下姿态。原因很简单，不出几年，这个扎着丸子头的小姑娘怕是能成为全国数1数2的顶级大佬，掌握真正的话语权。你本身就很优秀。法神赞许的看了一眼杨灵儿，没有打击他，而是中肯的评价了下。你也好，苏明也好，都比我的资质强。法神继续说道。还有呢，小家伙，你还看出了什么？杨灵儿的神情缓和了些，能得到导师的称叹，他的心里自然一阵骄傲，可是他却不可置信，法神竟然自称不如苏明。这一下让杨灵儿的心情微微有些复杂，然而没有太多的纠结，他深思了片刻，再次开口了。第4点，坐骑。杨灵儿用一种不太确定的语气说道，这个是视频以外的内容。据我所知，苏明有一头暗荆棘血统的坐骑，不仅如此，貌似他还捕获了一头同为暗荆棘血统的宠兽。当然，除了坐骑外，苏明的武器也不差，有英雄级武器、暗荆棘武器，这些东西对于一名高中生职业者而言，已经属于天花板级别了。说重点。法神打岔道。说你的看法。很简单。杨灵儿沉默了下，解释道，我认为这些都是苏明身后的背景给予的，不论是坐骑、宠兽，或是说英雄级武器，都和他背后的工会有关吧，应该是不差的工会， SS 级层次左右。那你想过一个问题吗？法神笑了下，指着视频道，为何身后有 SS 级工会，他却要使用一件白银级铠甲？杨灵儿再次懵了。法神所说的那件铠甲，正是蔷薇铠甲，白银级。你的父亲如果给你一件英雄级武器，会给你标配一件白银铠甲吗？哪个工会会如此马虎？杨灵儿深吸了一口气，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难道说英雄级武器是他自己获取的？他的一切都是他自己获取的？怎么可能？杨灵儿猛地一震，瞳孔都有些放大了。如果说拼资质、拼背景，杨灵儿都不怕。可是，在2转阶段，能不依靠外界的力量独自终结顶级 BOSS 怪，还得到了一件英雄级武器，这一点，杨灵儿自愧不如。况且，苏明除了英雄级武器外，还有暗荆级和易水的黄金级武器，这些东西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得到的吗？不，法神摇了摇头，这不是重点。他的技能，那些 BOSS 技能也是自己获得的。
杨玲儿目瞪口呆，整个人都快要疯狂了。你想过没有？法神也收敛了神色，很是凝重地看着杨玲儿说道：以你的地位，想要了解一名中海市的职业者，不算困难吧？完全可以将他的背景给挖个底朝天。可是，你真的了解苏明吗？哪怕是现在，你所说的 SS 级工会，也不过只是一种猜测，你并不清楚苏明背后的真正背景。此言一出，杨玲儿娇躯都是一震，瞳孔猛然一缩，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第109章，苏明能掠夺职业者技能。法神的话让杨玲儿有些细思极恐。的确，他对苏明并不太了解。苏明目前所展现出的实力，大概率背后有 SS 级工会扶持。可是，这一切也都是杨玲儿的猜想。怎么说呢？在苏明和刘月完成1对1 PK 赛后，这名变态级的天才便进入了大众视野，震惊了全国。所引发的轰动宛如一颗深水炸弹。而杨玲儿也在第一时间让信条公会里的头部职业大神搜寻了苏明的所有资料。从资料来看，苏明貌似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二转职业者，在中海市没有一丝背景，只能算作寒门。然而，敏锐的杨玲儿却笃定，苏明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便得到了一众顶级 BOSS 技能、英雄级武器、亡灵古龙坐骑等一系列物品。不仅是杨玲儿，就连公会里那些老人、7转乃至8转的职业者大佬，一样有相同的想法。这一点几乎成了不争的事实。可是，当听了法神的分析后，杨玲儿却坐不住了。导师，你的意思是说，苏明真的是寒门，没有依附于任何背景，只是靠着天生资质以及目前的实力，便获得了所有东西？事实确实如此。面对杨玲儿的话，法神没有一丝隐瞒，神情淡然地回应道：不只是你，几天前我便动用了在京都所有的人脉，不过却没有查到哪怕一丝苏明背后的势力。也就是说，目前来看，中海市的这个小家伙确实是个难得一见的顶级天才，靠着超然的资质，活生生凑齐了死亡研报术、禁咒、英雄级武器、亡灵古龙坐骑等所有物品，甚至创造了在2转阶段便击败400级江南省导师的奇迹。即便是我，在他那个年纪，也远没有这样的实力。法神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神中流露出了些许复杂的情绪。直到这一刻，杨玲儿才真正的感受到了一丝惶恐和惊骇，再也沉不住气了，一样大口的喘息了几下。他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目光微微一阵木讷的呢喃道：连导师您的人脉都没办法查到的身份，只能说明苏明确实只是无名小辈。而现在呢，他却凭借自身的力量走到了这一步，确实是堪称变态的顶级天才。然而，法神却摇了摇头，莫名叹了一口气。也不一定，还有一种可能，苏明的背景太庞大了，如山脉一样巨大，足以将他的过去全都抹除。杨玲儿一惊，能达到这种层次的背景，估计也只有那个存在。法神深深地看了一眼杨玲儿。SSSSS 级工会圣光教廷。什么？杨玲儿猛地睁大了惊骇的双眼，贝齿紧咬住红唇，吓得浑身都是一震，一时间快要窒息了。5S 级工会，全国唯一的5S 级工会。苏明的背景有这么疯狂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能让我都看不透的势力，也只有圣光教廷。法神强调了下。杨玲儿彻底崩溃了，属于他的骄傲在这一刻被完全瓦解。杨玲儿耷拉着头，眼神都变得有了些许空洞。全国第一天才，倘若苏明真的和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杨玲儿已经没了和苏明扳手腕的资格。对方的背景也好，资质也好，必然远远超出杨玲儿。就连杨玲儿的导师京都法神，在圣光教廷面前，也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会成员水准。毕竟全国唯一的5S 级工会，那可是扎根在国内最深处的顶级工会，号称国之重器。也正是因为有圣光教廷在，大夏才能在这个全民转职世界里存活下来，而不至于被海外的职业者攻破。其实见到杨玲儿默不作声，法神再次微微开口说道：最让我震撼的并不是苏明的背景或者天资。法神又看了一眼杨玲儿，两名神颜美女的目光一时间互相接触了下，而是他的能力。能力？杨玲儿吞咽了一口唾沫。中海市韩英，你认识吗？法神忽然问道。韩英？杨玲儿皱了下眉，点了点头，有点印象。苍魂公会的大小姐，暗金级职业，亡灵法师，拥有罕见的专属技能，可以召唤来自深渊世界的亡灵骷髅。杨玲儿的眼界确实不错，对国内的年轻一代职业者也很熟悉。过去有一段时间，韩英还被称为人气女神，她的实力还可以，不过和京都那一批顶级2代相比，终究还是差点意思。评价很中肯。法神微微一颔首，认可了杨玲儿的看法。你再看看苏明的战斗视频。啊？杨玲儿一愣，有些懵了。不过
下一刻，他大瞳孔猛然一阵放大，再次深吸了一口浊气。卧槽，是巧合吗？杨玲儿神情巨变，目瞪口呆了。亡灵召唤、军团光环这2个技能，即便是在京都也很难找到对应的技能书，更别说中海市那个小地方了。法神语气沉重地解释道。同时，我也得到了消息，苍魂公会那边已经准备对苏明出手了。原因，韩英和苏明有过一面之缘，那头亡灵古龙坐骑原本就是韩英的猎物，只不过被苏明截胡了。而这个苍魂公会的小千金也被苏明终结，等级掉落了不少。杨玲儿目光一怔，苏明击杀过一次韩英。法神点了下头，好看的脸蛋中浮现出了一丝古怪的神色，而后继续解释道：最诡异的事情是，根据可靠消息，韩英的2个专属技能消失了，恰好是苏明刚获得的亡灵召唤、军团光环。卧槽！一下子，杨玲儿感觉如遭雷击，整个人都不好了，甚至她的双腿都有些发软，浑身抖得如同筛子一样。你的意思是，苏明他掠夺了韩英的技能，这便是他的能力？掠夺技能？杨玲儿张开嘴大口的呼吸了好几下，喉咙如同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给遏制住了，心脏都是猛地一紧。我明白了，苏明之所以拥有如此多的顶级 BOSS 技能，有一种可能和背景无关，他能掠夺一切职业者和 BOSS 怪的专属技能，这些全都是他从副本 BOSS 那里夺来的。第110章，苏明的归宿，被选中的神明。当这些话一说出口，饶是杨玲儿自己都被震惊的头皮发麻。太疯狂了，掠夺一切生物的技能，这哪里是能力，简直是如同创世神一样的神力。难怪，这样一看，所有事情都能想通了。苏明能从 BOSS 怪那里获取顶级技能，再通过变态的 BOSS 技能猎杀怪物，疯狂提升等级。如此一来，又有谁能比得上他的成长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苏明几乎是无敌的存在。哪怕是真正的神明，只要展示属性栏，苏明也可以将神明的技能给啪的一下掠夺走。目前来看，确实是如此。法神扬了扬眉头，看着一脸震惊的杨玲儿，神情淡然地说道：韩英与生俱来的专属技能不可能就这么凭空消失，而苏明又恰好拥有了这2个亡灵法师系技能，你觉得这真的只是巧合吗？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会说，不出1年，他的名字会响彻整个全民转职世界，全球都会为了这个少年而陷入疯狂。导师，杨玲儿的目光莫名一阵古怪，他抬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法神，沉声问道：我们需要将这件事情公布出去吗？稍微斟酌了下，杨玲儿咽了咽口水，重新调整了下语气，再次说道：不，我的意思是，需要将这件事情汇报给职业者官方协会吗？法神淡然一笑：不用。你觉得我能想到的事情，官方协会会不知道？更何况，除了我以外，国内最顶尖的那一批老牌职业者，最强国服排位 TOP 前10的老家伙们，估计也都注意到了苏明，这并不算什么秘密，至少在9转职业者里已经彻底公开了。此言一出，杨玲儿愣了片刻，瞳孔一阵收缩。饶是他都没有想到，苏明居然如此可怕，才2转而已，就已经惊动了全国职业者官方协会。而那些国服大佬，动不动就是8转、9转的顶级贵族，也都注意到了苏明。一时间，杨玲儿的脸颊微微一阵泛红，有些羞愧了。刚刚他还有些志气，想法设法都要和苏明比个高低，不甘心自己弱于苏明一丝。可现在呢？国服大神、官方协会、法神，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人物都被苏明所震惊到了，纷纷展开了深度分析，甚至已经开始布局。杨玲儿自问，哪一点比得了苏明？多的不说，即便是他这个全国年轻一代最顶级的天才，这么多年里也只是稍微被国服前10的那些老家伙们提及了下，连青睐都算不上，并没有让老家伙们心里掀起多大的波纹。可苏明呢？一出现便惊动了所有大佬，他们间的差距确实不是一星半点。他们准备怎么做？杨玲儿大口地喘息了几口气，心脏一阵咚咚狂跳，用一种试探的目光看向了法神，无比谨慎地问道：这里的他们指的自然是国服大佬，也就是全国最强的那一撮老家伙，每一个都是8转9转的层次，堪比行走的核武。第4天灾，亡灵天灾快要降临了。法神没有直接回应杨玲儿，而是沉默了许久，才微微开口说了一句：亡灵天灾提前了，比我们想象的会来得更早，最迟也不过是3年左右。杨玲儿一惊，这么快？目前全国所有国服大佬都在忙着升级，准备突破圣域级，达到那个等级的难度比超越1000级困难10000倍。按照上一届的国服会议，唯有当国内拥有至少1000名圣域级职业者时，我们才有勉强撑过亡灵天灾第1阶段的力量，否则我们即将面对的唯有一个结果：灭国。法神深吸了一口气，皱了下眉角，重新组织了语言，再次补充道：不单单是灭国，
整个全民转职世界，全球所有国家都会在一顷刻间毁灭，这个时代会被彻底终结，新的纪元将会重新到来，一个没有蓝星的世界，只属于我们口中 NPC 和 BOSS 怪的世界。法神的声音像是魔咒，让杨玲儿的神情一阵凝固，什么话到了嘴边都被咽下去了。信息量太大了，杨玲儿的大脑飞速运转了下，长吐出一口气，语气沉重的呢喃道：想要达到9转等级，需要提升到1000级段位，这个过程即便是史诗级职业者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突破9转以上的那个等级圣域级，竟然比连续提升1000级还要困难1万倍。这岂不是意味着一名9转也要耗费几百年乃至是100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圣域级？而现在呢，我们国家连一名圣域职业者都没有，如何能应对亡灵天灾第1阶段？杨玲儿几乎快要崩溃掉了，神情彻底木讷，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感将她完全包裹，心如死灰。这个世界真的要被终结了吗？一个没有人族的全新纪元即将到来。杨玲儿大脑一片空白。神明计划，法神面无表情地说道：你说的都没错，不过全国最强的一批老怪物们已经开始筹备神明计划了。神明？杨玲儿不解地问道：那是什么意思？法神扬了扬眉头：寻找一批变态级的小怪物，倾尽全国最核心的资源，重点培育出一批堪称神明种子一样的存在。法神的语气变得庄重了。京都许多顶级2代已经被选中了，最多半年后便会被同时召集起来，让全国最头部的大神一起指点，毫无保留地教导他们，并强行提升他们的等级。而你也在神明计划的名单中。杨玲儿瞳孔放大，不可置信地深吸了一口浊气。神明种子，培养一批神明。原来国内最头部的大佬们已经在图谋这么大的事情了。想到这里，杨玲儿有些明白了。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要让国服前100的那些老家伙们冲击圣域级段位几乎不太可能，他们的成长上限已经被卡死了。能完成9次转职，对于国服大佬而言已经是极限。唯一能应对亡灵天灾、扭转世界毁灭的方法也仅有一个，那便是将机会提供给年轻一代的小怪物们。怎么说呢？法神的实力足够强，等级也是远超1000级，可是他的天资非要说起来却连杨玲儿都不如。毕竟杨玲儿可是实打实的3生职业者，同时拥有3大顶级职业，第1职业更是达到了传说级天花板。这样的存在，倘若在短时间内连续转职到9转的层次，也许还真有可能超越极限，直接晋升为圣域级职业者。这样来看，神明计划确实有机会扭转剧情，应付亡灵天灾。那苏明呢？杨玲儿的心里有了一种无比恐怖的想法。此时的他呼吸一阵急促，小心翼翼地问道：他呢？法神的目光里流露出了些许复杂的情绪，淡然开口，语气中却充满了一丝莫名的宿命感。如果我们没有分析错的话，苏明当真拥有掠夺一切技能的能力，那么他将带领着新一代的圣域级小怪物们，以人族的身份出征，终结亡灵天灾。而后是神。第111章龙族混血种。是神。法神的话再一次让杨玲儿愣住，而这一次他感觉浑身毛孔都倒数了。不过导师说的并没有错，能终结一个时代的亡灵天灾，如果最后真的被苏明平定下来，这样的结果不正是神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明的存在将会直接拔高到一个极为恐怖的层次，和炽天使一样，无异于是创世神。因为苏明将会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不再有亡灵天灾的世界。导师，您的意思是用苏明的能力剥夺神明的技能？杨玲儿疯狂吞咽着口水，想要从法神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第4天灾一旦降临，天启4骑士、白银骑士团都将出现在这个世界。法神轻轻背负起了双手，虽然长相依旧是20来岁的样貌，美丽不可方物，可是他此时的气场却宛如一个经历了沧桑的老妪，语气平静又带着一丝淡淡的疲倦。亡灵天灾的幕后 BOSS 阿尔萨斯，那可是一名真正的圣域级，甚至是我们口中所说的无限接近半神的 NPC。 想要击败阿尔萨斯，1000名圣域级职业者恐怕都会无果而终。然而苏明的出现却给了全国所有头部职业者一个全新的方向，即便是神明也会有属性栏，而苏明只要能剥夺走阿尔萨斯的专属技能，那么第4天灾便有可能终结。法神的话还没有说完，杨玲儿却再也无法控制住内心波涛汹涌的情绪，牙齿咬的都快要松动了。太疯狂了，简直是太疯狂了！掠夺神明技能，是神，凡人之躯怎么可能比肩神明？可现在法神他们却已经在图谋这件事，而想要完成这一切，苏明即是关键。一个2转职业者，
却背负了如此大的宿命。这些事情不用你去担心，我们这些老家伙会处理好的。法神一步步走到杨莲儿的身旁，伸出手将少女头顶的小丸子松开，而后一把抓在手心中，轻轻摊开，重新扎了一个好看的马尾。做完这一切，法神嫣然一笑，语气故作轻松地笑着说道：“好了，小家伙，忘掉亡灵天灾的事情，以后如果遇见了苏明，你们好好相处。因为倘若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未来他或许将成为你的引路人。继续今天的课程吧。最多半年，神明计划便要开启了，你也会前往一个全新的副本世界，在那里完成接下来的终极训练。老师今天教你一招，注意看，这一招会很帅。”法神深吸了一口气，双眼骤然一亮，呈现出一片金黄色，而后他浑身的气场如同风暴一样彻底全开，宛如海啸席卷而来。整个房间内充满了狂暴的元素光辉。唰的一下，法神的脚下一条条奇异的纹路猛然生长开来，将他和杨莲儿彻底覆盖。与此同时，亡灵龙墓副本中，苏明不禁一愣：“叮！恭喜您成功击碎亡灵祭坛，已解锁巨龙 BOSS 匪。巨龙纳诺。叮！您已唤醒沉睡的龙族混血种骷髅龙仆。”苏明愣住了，奶奶的，龙族混血种骷髅龙仆！卧槽，好不容易将亡灵祭坛的耐久度给轰碎了，现在又来了一波龙仆。苏明疯狂吞咽了几下口水，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龙仆又被叫做龙族混血种，这是一种类似于龙族生物的宠兽，作为血统高贵的巨龙，几乎每一头巨龙都奴役了大量的混血仆从。巨龙通过血统赐予的方式，将一部分驳杂的血统赠予其他生物，从而创造出一个庞大的生态体系。而现在，翡翠巨龙纳诺的龙仆即将出现了。骷髅龙仆，不死系生物，同时拥有强大的防御力以及极强的物理攻击。一般情况下，在龙族血统的洗礼后，这些骷髅生物都或多或少得到了4维属性增幅，超出同等级 BOSS 怪好几倍的战力，更有可能在龙族血统的融合下获取了全新的专长技能。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心跳都有些加速了。埃尔法，他挥了挥手，用力一拍身下的亡灵古龙，示意埃尔法向着高空飞去。怎么说呢？骷髅龙仆本就是亡灵骷髅被龙血侵蚀后的产物，这种龙仆极为难缠，一旦被数量庞大的骷髅龙仆给包围住，就算不死也要脱一层皮。更何况苏明的生命值本就不高，全靠高额伤害，防御力本就是他的弱项。要是真的被一大群骷髅给困住，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里。哗啦啦，果然，还没有等到苏明做好准备，碎掉的亡灵祭坛下方当即涌现出了一大片浑身漆黑的骷髅生物。这些混血怪物外形和苏明从深渊世界里召唤出来的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每一头亡灵骷髅的头顶都生长着类似于龙角的凸起，爪子无比锋利，身后还拖着一条长尾。与其说这些是骷髅怪物，更像是人形巨龙。数量这么多，苏明皱了下眉，稍微瞄了一眼骷髅龙仆，数量比他预期的要多不少，估摸着有400-500头的样子。名称：龙族混血种骷髅龙仆纳诺 BOSS， 品阶：黄金级，等级 LV20， 生命值7万，生命强化加2000点生命值，力量150，翡翠巨龙光环加60点力量。词条1：作为纳诺 BOSS 的龙仆，所有骷髅龙仆的4维属性都将获得额外的翡翠巨龙 buff。词条2：每一头骷髅龙仆都拥有专属的龙族混血种 BOSS 技，其中生命强化最为常见，至少带来2万点生命值加成，当受到伤害时可自动恢复血量。词条3：击杀骷髅龙仆将获取对应的专属奖励，一样享有双倍奖励机制，且有概率可掉落终极 BOSS 怪物品。卧槽！苏明丢出光之鉴定术，随便查看了一头骷髅龙仆的属性栏，然而只是一眼看过去，他便惊呆了。属性高的吓死人！龙仆的等级都不算太高，大部分都是20级至30级左右，以苏明现在的实力来看，应该能轻松对付。可是这些龙族混血种的属性却变态到了一种恐怖的层次，生命值都快接近10万点了，力量也是200点左右。况且所有龙仆都得到了纳诺的 buff 光环加成，在光环和自身被动技能的叠加下，苏明所面对的哪里是一群20级的混血小怪，分明是一大片丝毫不亚于亡灵使徒的顶级 BOSS 怪。奶奶的，这下怕是要凉了。苏明咽了下口水，一脸的生无可奈。第112章大丰收，疯狂的双倍奖励。还好，终结这些龙族混血种得到的是双倍奖励，甚至有一定概率能掉落下终极 BOSS 怪物品。苏明松了一口气，心里总算有了一丝安慰。一般情况下，副本里的混血小怪被击杀后，根本不会掉落太多有用的物品。
大部分都是些生命药剂、怪物材料以及一些低级武器，能爆出一件白银级装备都算烧高香的了。甚至在英雄级大型副本里，许多小怪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00-200级的层次。然而击杀后一样不会掉落什么高品阶武器，这便是小怪和 BOSS 怪的区别。可是从光之鉴定术提供的额外词条来看，这些骷髅龙仆貌似一样可以爆出顶级物品，也就是说击杀任何一头骷髅龙仆，苏明都有可能获得不亚于亡灵使徒头冠一样的装备。一念及此，苏明没有半点犹豫，神情当即一凝，挥动了下手中的亡灵法杖。焰亡灵领域，随着这个技能一释放，在苏明的下方，整个龙墓都被覆盖住了一层可怕的黑色法阵，充满亡灵气息的领域将所有龙族混血种都死死地包围了起来。元素剑矢，苏明眉头轻轻一皱，没有顾忌法力值的消耗，再一次使用出了一个高消耗的 BOSS 技能。哗啦啦，下一刻，锋利的元素剑矢划破了空气，带着高频的震颤声，一下子洞穿了无数头混血种。叮！恭喜您成功击杀20级龙族混血种骷髅龙仆，获得经验值4000点。叮！恭喜您成功击杀22级龙族混血种骷髅龙仆，获得经验值5000点。冰冷的提示声疯狂响起，仅仅是一刹那间，苏明获取的经验值就超过了10万点。卧槽！苏明神情顿时一喜，这经验值也太丰厚了吧！饶是他都没有想到，这些龙族混血种竟然这么饱满多汁，堪称极品韭菜盒子。虽说只有20级左右的段位，可是掉落的经验点却丝毫也不亚于30多级的亡灵古马。丰厚的经验点让苏明感到浑身的血液都有些炙热了。这一波下来，他至少能获得几10万点经验，等级绝对能完成一波疯狂地增长。叮！恭喜您拾取了物品血统腰带黄金级装备。叮！恭喜您拾取了物品力量宝石暗金级。叮！恭喜您拾取了物品毁灭拳套黄金级装备。除了海量的经验值外，苏明也有惊奇的发现，仅仅是第一波的龙族混血种，竟然就掉落下来了好几件极品宝贝，2件黄金装，还有一颗暗金级品质的力量宝石。苏明瞳孔一阵收缩，心脏都轻轻一扯，太舒服了，爆率确实爽。这些东西如果是正常情况下，至少也要终结掉一头3转或者4转的 BOSS 怪才能达到，而现在呢，即便是小怪也为苏明带来了这些物品，简直是爽得要死。不知道终结掉那头翡翠巨龙纳诺又会得到多么丰厚的奖励。苏明微微一眯眼，看向了一片废墟中的翡翠巨龙。亡灵祭坛已经被苏明给彻底击碎了，直接变成了一堆废墟，而废墟上华丽耀眼如冰种翡翠的巨龙已经完全复活。此时的纳诺虽然还没有对苏明发起攻击，却已经开始轻微晃动着庞大的身躯了。恐怕不等苏明将眼前的这些龙族混血种全部清理掉，纳诺便会朝着苏明释放出可怕的龙族技能燃烧之环、亡灵召唤、军团光环。苏明再一次使用出了 BOSS 技能，而这一次同样是连续瞬发好几个技能。亡灵骷髅 vs 骷髅龙仆，不知道谁更强。随着亡灵召唤技能一出现，一座青铜大门骤然开启，数不清的漆黑怪物从青铜大门中涌现而出，前仆后继地扑向了纳诺的龙仆们。然而这些骷髅的目的并不是直接击杀龙仆，而是用自己的手爪和身体死死地抱住龙族混血种。原因很简单，非要对比的话，无疑是纳诺的龙族混血种们更强，毕竟经历过龙血的洗礼，四维属性也好，专属技能也好，都要卓越不少。可是苏明的目的却是让这些混血种失去行动力，随后再用一波能释放出高额暴击伤害的技能全部清理掉。果然，当苏明的小骷髅们一一缠住龙族混血种，地面这些拥有着庞大身躯以及锋利长尾的龙血怪物全都猛然一愣，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抵抗的力量，整个身躯都被禁锢住了，一丝不动，随便怎么挣扎也很难快速摆脱掉用生命为献祭的囚笼。哗啦啦，下一刻，燃烧之环顷刻间落下，一下子将所有骷髅生物都拍死在了地面。不论是苏明的小骷髅怪还是混血种，都在一瞬间爆裂成了破碎的残骸。叮！恭喜您成功击杀。冰凉的提示音再次疯狂涌动而来，海量的经验值让苏明心脏都是狠狠一紧。这一次获取的经验点达到了夸张的30万点。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35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38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40级。苏明一口气将所有经验值全部花光，直接让等级提升到了40级段位。但凡此刻出现中海市一中的学生，绝对会被苏明给吓死。这种程度的升级速度，
已经不能用穿云箭来形容了，简直是变态。要知道，和苏明同一期完成转职仪式的高3学生们，此时大部分的等级都还停留在5级阶段，即便是许清雅这名天才校花，也还没有达到10级。而苏明呢，一阵哐哐升级，现在都已经飙升到了40级的层次。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恐怕最多半个月他便能再次转职，成为一名3转职业者。吼！一声嘹亮的龙吟让苏明稍微愣了下神，定睛一看，翡翠巨龙纳诺已经展开了双翼，虽然是幼龙，可身躯一样庞大的像是小山，扑棱着残破的古翼，朝着苏明的方向猛然席卷而来。不好！苏明神情一凝，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第113章翡翠巨龙。苏明确实有些紧张了。怎么说呢？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单独面对英雄级 BOSS 怪，更何况纳诺还是极为罕见的翡翠巨龙，所拥有的 BOSS 技强大到足以轻松克制同等级职业大佬。而苏明如今的等级却比纳诺低了20多级，即便是同级的老牌职业大神都无法对抗，更别说还有如此悬殊的等级差距。龙族混血种在纳诺的引领下，生命值和4维属性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幅。苏明强行克制着内心的紧张情绪，皱了下眉头，将目光放在了大片的龙族混血种身上。这些骷髅龙仆的疯狂程度已经有些超出苏明的预期了，仅仅20来级的段位，在焰亡灵领域的灼烧下，却依旧在负隅顽抗，没有直接爆成经验值。随着纳诺暴怒地冲向苏明，所有骷髅混血种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翡翠巨龙 buff 的洗礼，全方位属性都得到了强化。不能拖下去，不然今天至少也得损失一颗复活石。苏明神情一阵凝重，沉声呢喃了一句。他的底牌确实很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对1 PK， 即使是 LV 60级的终极 BOSS 怪，苏明也可以一发死亡研报术直接带走。可是面对如此多的骷髅混血种以及翡翠巨龙纳诺，苏明却没有太大的信心。这种局面，哪怕是苍魂公会来了，也要捏一把汗。当！只听哐当一声，翡翠巨龙对苏明发起了攻击。光明回响，暗金级技能，华丽的光明元素如同海啸一样朝着苏明席卷而来，就连空气都被撕扯出一条条波纹。只是一瞬间，亡灵古龙埃尔法的身上便显露出了无数条裂痕。-2万、2万、3万、-5万、5万、7万，埃尔法的血条宛如海啸退潮似的疯狂下跌，只是一刹那就几乎快要见底了。奶奶的，这也太他娘的夸张了！苏明瞳孔猛地一缩，干咳了2声，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咳嗽了。这种级别的伤害程度已经超出了3转职业者的最大伤害上限，不出意外的话，恐怕都能达到4转90级的档次了。如果这一波攻击落在苏明身上，以他的生命值状态，一刹那间血条便会清零，一颗复活石没了。小白，使用圣光术！苏明眉头紧锁，当即暴喝了一声。哗啦啦！随着苏明的声音一落地，在他怀里的光明独角兽顿时眼前一阵爆亮，金色的光芒洒下。圣光术、圣羽、十字圣盾，小白的3大圣光系专属 BOSS 技一下子全部释放出来。同一时间，苏明的身旁也猛地出现了无数块由光明尘埃凝结的圣盾，每一块圣盾中心都刻制着一柄精致的十字架。一面圣盾便能带来1万点额外的防御力，可以同时抵抗物理攻击和法术伤害。苏明眼前微微一亮，在光之鉴定术的效果下，将十字圣盾的技能效果铭记在心里。圣羽可以吸收法术伤害，并将吸收的伤害转换为攻击，在下一次使用技能时一并释放出来。在苏明的前方，一片片如同银色羽毛漫天飞舞，整个场景看上去极为华丽。然而，相比于银羽技能的特效视觉冲击力，这个技能的效果更加绚烂华丽。叮！恭喜您受到了圣光术技能的加成，最大生命值加2000点。苏明神情一喜，圣光术竟然能带来2万点生命值加成，这可比想象中要高不少。要知道，小白现在的等级不过是1级，也就是初始状态，随便一个专属技能就能带来如此可怕的加成，已经相当凶残了。圣光术强化生命值，十字圣盾带来额外防御力，圣羽在一定程度免伤，强化下一次攻击强度。这是苏明第一次让光明独角兽参与战斗，他微微眯了下眼，大脑飞速运转，分析着小白的技能作用。综合来看，光明独角兽对苏明的帮助已经可以媲美一名50级左右的职业者了。如果放在狩猎团里，小白绝对能成为团宠一样的存在，1级就能让队员的生命值增幅2万点，疯狂强化防御力和攻击力，哪个职业者不爱？埃尔法在小白的生命加成下，苏明心里也算有了一丝安心，而后一拍身下的坐骑，让亡灵古龙也准备好战斗。亡灵冲锋，死亡龙焰，燃烧之环，
恶龙之心，同样是巨龙系 BOSS， 阿尔法的血统强度虽说比纳诺 BOSS 要弱一个档次，然而阿尔法却是一头变异亡灵古龙，自身技能强度丝毫不弱纳诺。多的不说，燃烧之环的恐怖，苏明深有体会。而恶龙之心这玩意儿，可是连毁灭黑龙、死亡之翼也同样拥有的顶级 BOSS 技。在苏明的精准布局下，阿尔法直接释放出了这4大强攻系技能，全部瞄准了翡翠巨龙的头顶。负14万，法爆，克制；负20万，法爆，克制；负27万，亡灵，恶龙之心。纳诺 BOSS 的血条疯狂下跌，很强。苏明双眼微亮，就算是他也被阿尔法的狂暴攻击给震惊了一波。这头亡灵古龙的实际强度貌似比预想的要高出许多。当时要不是有韩英他们率先削弱了阿尔法的状态，以苏明的实力，恐怕也很难驯服这头烈性 BOSS 怪。叮！沉睡的巨龙 BOSS 纳诺被彻底激怒了，生命值恢复加30万点，最大生命上限加50万点。叮！沉睡的巨龙 BOSS 纳诺开启了 BOSS 领域翡翠巨龙。苏明刚庆幸了一下，脑海里瞬间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真特娘的变态，刚消掉的生命值直接补回来了，还获得了额外大50万点生命。叮！您受到了翡翠巨龙 buff 的攻击，负200点生命值秒，攻击力削弱 5%， 回血恢复速度削弱 30%， 攻击速度削弱 15%。 又是一下冰冷的提示声。苏明当即一愣，卧槽，英雄级血统 BOSS 怪强了不止一点点。苏明一阵汗颜，急忙取出了一大堆生命药剂以及魔力药水。第114章冰种圣盾技能。使用掉所有魔力药水后，苏明的法力值也恢复到了满值。在小白的圣光束效果下，他现在完全可以连续释放出至少3次禁咒。BOSS 怪进入狂暴状态了。苏明微微皱了下眉，看向了前方的翡翠巨龙。在纳诺的身旁，一块块冰蓝色的圣盾如同玫瑰一样绽放，每一格圣盾都刻满了精致的纹路，和光明独角兽的十字圣盾技能类似。这是纳诺的专属 BOSS 技冰种圣盾，能在短时间内带来极为强悍的防御力。同时，即便圣盾被击碎，依旧可以再次凝结出来。怎么说呢？这种 BOSS 技能，即便是放在暗金级品阶里，一样是顶级的存在。原因很简单，冰种圣盾的技能效果决定了，只要纳诺的法力值足够多，便可以无视一切攻击。竟然是被动技能。苏明看了一眼冰种圣盾的属性，下意识地眯起了眼，心里也掀起了一丝波澜。没错，纳诺的这个防御系技能竟然是一个被动技，没有冷却。只要有充足的法力值，苏明的所有伤害都不会落到纳诺的身上，全都会被冰元素凝结出来的圣盾给拦下。变态，相当变态。即便是苏明已经拥有了死亡研爆术、燃烧之环、焰亡灵领域等极品技能，此时同样被震惊到了。终结这头翡翠巨龙后，一定要将这个技能给掠夺下来。苏明咽了咽口水，心中暗自想到：元素剑矢、黑潮之月、杀神王座。面对进入暴怒状态的纳诺，苏明没有再留手，而是直接开启了自己的最强状态。作为拥有着英雄级血统的巨龙 BOSS， 纳诺的生命恢复速度实在是太变态了。如果将时间拖下去，苏明最后一定逃脱不了死亡的宿命。毕竟他可不是 BOSS 怪，生命值也好，法力值也好，总会有被抽干的时候。而在这座龙墓副本世界里，纳诺却享有专属的翡翠巨龙 buff， 这样一来，苏明的优势将会荡然无存。随着苏明爆发，在他身后，那座熟悉的黄金王座也出现了。翡翠巨龙则是被一片黑雾所包裹，血色的圆月高悬在龙墓副本世界的天穹。此时的苏明眼眸深处流动着一丝淡金色的光泽，他低垂双目俯视纳诺。在王座的加成下，在禁咒的笼罩下，苏明宛如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明，神圣而尊贵。神明赐予众生死亡，一切都将归于平静。苏明淡淡开口，吟唱着禁咒。京都，一座英雄级副本中，不对劲，我们公会里竟然有成员正在攻击英雄级 BOSS 怪。副本深处，一名穿着白丝过膝袜、模样很清甜可爱的美少女，将手里的双刃剑哐当一声搁在面前的祭坛中心，睁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说道：“1、2、3，卧槽！不对啊，咱们公会这一次就我们几个来了副本，其他人不都在度假摆烂吗？为啥公会提示有成员落单，正在和一头英雄级血统的巨龙 BOSS 对抗？还他喵的把巨龙给激怒了！”长相可爱的美少女微微张开小嘴，整个人都不好了。少女名为青年，刺客职业者 ，LV 400级，黄金玫瑰公会正式成员，代号为青年。百灵会长呢？一旁冷冷挥了挥手中的法杖，给在场的所有成员来了一波治疗术，旋即一样瞪大了好看的眼眸，试探地问了一句道：“
有没有可能是百灵会长正在单刷某个巨龙巢穴？水光肌，冷白皮，牧师职业。作为团队里的团宠担当，冷冷一开口，便让其他工会成员都来了精神。不可能！岩基一头火红色大波浪长发，将手里的史诗级长枪往肩上一顶，而后摇了摇头，冲着冷冷说道：“会长去江南省了，凛冬副本世界快要开启了，会长去那边有事要做。离开前，他和我说了一声，按照时间来看，会长现在应该还没进副本，更不要说和巨龙1对1了。”随着岩基的话说完，一时间7、8名几百级段位的女职业者全都有些懵了。黄金玫瑰工会虽然是 SS 级工会，不过因为极为苛刻的招收门槛以及特立独行的风格，工会的成员数量相当少，甚至还不如一些地级工会的预备役成员多，总共就那么30几名队员。而现在却出现了一个落单的成员，正在1对1 PK 巨龙 BOSS， 简直是离谱。那能是谁？青岩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卧槽，还有一种可能。冷冷咽了下口水，就连手里的法杖都猛然一亮，所有人都看向了他。咱们工会的新成员，帅弟弟！苏明娜冷冷激动地说道。帅弟弟！听到这句话，包括岩基在内，所有人都是一惊，瞬间记起来了。工会里确实有一名独特的成员，苏明没有达到工会招收门槛，等级貌似才2转，却被转职神殿的引导天使给予了一张强制入场券，所以黄金玫瑰工会便出现了唯一一个素未谋面的男性成员。不会吧，他不是才2转吗？咋可能和英雄级巨龙 BOSS 对抗？这他奶奶的不是白给？一名身材曼妙的女弓箭手愣了下，说出了心里的疑问。不一定。青岩摇了摇头，姣好的脸蛋中浮现出了一丝复杂的情绪，感叹着道：这段时间帅弟弟可在全国都出名了，又是亡灵古龙，又是1对1 PK 赛，就连清北大学的那些老家伙都注意到了他。据说苏明的实际职业强度已经可以媲美法神种子了，几乎可以达到传说级层次。传说级？岩基眼前一亮，不可置信的呢喃道：会长，貌似在6转以前也仅仅是传说水准吧？估计是个变态小天才。冷冷附和道：这哪里是天才啊？岩基深吸了一口气，哪怕他有着莽穿英雄级副本的恐怖战绩，此时的心脏也都是一震，被苏明所震惊了一波，简直是怪物。第115章，百灵会长竟然是重生者。同一时间，江南省烟雨工会，一个 S 级工会，烟雨大厦顶层奢华的会长办公室中，百灵翘着2郎腿，一双完美浑圆的大长腿格外吸睛。而此时的他正坐在原本属于烟雨工会长的老板椅上，在百灵的面前，10几名高级职业者如同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成一排，安静地等待着百灵发话。这一次的合作很简单，黄金玫瑰工会需要1件英雄级物品，出自亡灵峡谷副本，名为苍牙之血，一柄狼牙状的高磨损武器。苍牙之血已经失去了使用的可能，即便是修复也无法成为真正的武器。不过这件东西对黄金玫瑰工会有用，我们愿意以一柄史诗级武器为代价交换。沉默的气氛被百灵的声音所打破。然而当他的话一出口，整个办公室里所有职业者全都猛然一愣，完全被惊呆了。奶奶的，英雄级物品用史诗级武器交换，这生意太划算了，没有理由拒绝。百灵会长，您放心，我们烟雨工会这一次会全员出动，一定拿下亡灵峡谷里的终极战利品，而您所说的苍牙之血也绝对没有一丝问题。百灵正前方，一名身穿中山装，模样看上去只有20来岁的青年职业者，双眼微微一亮，相当笃定地说道。别看这名职业者的长相稚嫩，实际年龄却已经超过了60岁，毫不夸张地说，这家伙在全民转职时代降临以前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孙子都已经打酱油了。只不过在疯狂地转职下，强大的生命力让他的身体状态恢复到了年轻阶段。而这名青年也不是别人，正是烟雨工会的最强职业者，江南省服排名第4的大神，烟雨工会长罗峰。不用说的太笃定。百灵面对罗峰的激动，只是淡然地挥了挥手，神情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而后轻声说道：将事情办好，除了一柄史诗级武器外，我再提供1本禁咒作为奖励。百灵的话再一次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次不仅是罗峰，就连办公室里其他职业者也全都疯狂吞咽了一口唾沫，目光中写满了惊骇之色。史诗级武器，禁咒，不愧是 SS 级黄金玫瑰，京都最神秘强大的工会，果真是财大气粗，太豪横了。你们江南省今年的年轻职业者物色好了吗？要求和往年一样，史诗级品阶，4维属性超出同职业者10倍，双生职业者优先，要求女性。百灵用手指轻轻敲击着办公桌，
眼神却看向在场的所有职业者，最后将目光停留在罗峰的身上。有。听到百灵的询问后，罗峰明显神情喜悦地笑了下，而后微微点了下头，如实地回应道：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符合要求的天才职业者比去年多了好几倍。在我们江南省，一共有12名不到20岁的女生符合百灵会长您的招收条件，其中有4名女生都是双生职业者，有1名更是罕见的传说级。罗峰的神情略微带着一丝得意，不过这种情绪稍纵即逝。而百灵呢，眼眸微微一眯，莫名的被震惊到了。怎么会这样？就连传说级的存在都出现了吗？百灵皱了下眉，用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轻声呢喃道：百灵会长。沉默了很久，罗峰看了一眼百灵，不解地问了一声：让他们先出去吧。百灵挥了挥手，看向罗峰说道，没有给太多的解释，像是在下达命令一样。很难想象，同样是工会，百灵和罗峰间的地位差距，就仿佛是会长在只是工会里的成员。然而罗峰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不满的神色，相反，很是干净利落地示意其他烟雨工会成员全部离开了办公室。等到所有人都走后，偌大的办公室里仅剩下罗峰和百灵。百灵会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传说级职业者的出现，难道说是某种信号？罗峰隐晦地咽了一口唾沫，有些顾虑地问道。百灵沉默不语。第4天灾的到来或许提前了。许久之后，百灵只是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话。第4天灾。罗峰瞳孔猛然一缩。会长，不是说亡灵天灾降临还有3年时间吗？这段时间，只要我们大夏能够凑齐足够多的圣域级职业者，便有机会改变剧情，平息下这场动乱。罗峰咽了一下口水，用震撼的声音说道。和前世的剧情不一样了。百灵依旧神情淡然，可是所说的话却让人感到有些不寒而栗。前世？没错，百灵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或者说他是一名重生者。苏明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百灵才能在只有30多岁的年纪，却创造出了能震惊全国的黄金玫瑰公会。虽然被评为 SS 级，然而黄金玫瑰却拥有着即便是法神都无法预知的力量。京都、江南、杭市，可以这么说，全国每一座城市都有百灵部下的眼线，而烟雨江南这个公会，这个 S 级公会，同样算是百灵的杰作。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罗峰也只不过是百灵的一枚棋子。在外界眼中，罗峰是一名顶级职业大神，国服榜单前100的头部大佬，江南第4的存在。可是，在百灵面前，他也仅仅只是一个类似于学生一样的人物。因为罗峰能有如今的成就，全部都依赖于百灵，不然一个 S 级公会长怎么会对百灵如此低声下气，姿态低的像是小学生面对老师？是因为传说级的出现吗？罗峰深吸了一口浊气，也沉默了片刻，这才试探地问道。是。百灵果断地回应了下。也不全是，前世并没有苏明这个人物，当然前世的我也没有创建黄金玫瑰公会。百灵伸出手轻轻按压了下自己的太阳穴，语气里带着一丝沧桑和疲惫。两世为人，为了改变第4天灾降临的剧情，他已经付出了太多的心血，而此时却发现一切都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在发展，百灵也有些无奈了。那怎么办？罗峰大口地喘息了下，在百灵面前，他根本没有一丝所谓的装模作样，完全自然地流露出了心中的情绪。此时的罗峰确实被吓到了，在他心中，百灵一直都是淡定自若的样子，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超出他的预期。可现在，百灵也皱了眉头，只能说明一件事，或许整个全民转职世界恐怕真的要毁灭了。第116章，苏明，第4名转生者，如何做不是你需要担心的事情。亡灵峡谷副本即将开启，先将那件苍牙之血找到，然后带回来给我。你所说的那12名种子也尽快安排好，让工会的岩姬负责带领，完成试炼的人直接进入玫瑰工会，其他的一切。百灵的神情只有一丝变化，很快便恢复到了他一如既往的冷淡状态。不过稍微停顿了下，他还是看向罗峰说道：要随时做好准备，亡灵天灾的降临不一定会在3年后，也有可能1年或者半个月以后。我重生后，一切事情都发生了蝴蝶效应。据我所知，如今的大夏内部至少有3名以上的转生者，我并非是唯一的存在。其次，倘若最后的亡灵天灾依旧没有办法平息，整个世界最终沦为了一片废墟，新的纪元到来，那么你大可放心，我会使用大轮回术，带着你还有工会所有成员重新复活，回到过去。当然，那是另一个世界。百灵语气平淡地说完这些话，眉头却微微一紧，如同在叙述着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罗峰目瞪口呆，一时间沉默了。百灵所说的内容
信息量实在是太炸裂了，饶是罗峰这样的大人物，此时都感受到了一丝渺茫感。怎么说呢？大轮回术、转生者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普通职业者的认知，涉及到了另一个层面的东西。不过，对于百灵，罗峰无条件信任，丝毫没有一丝质疑。毕竟，要不是百灵，当年的罗峰已经死了，也不可能成为如今万人之上的 S 级工会长，甚至成为江南省的贵族阶层顶峰。会长，我明白了。罗峰再度深吸了一口浊气，而后又长叹了一声，用无比复杂的眼神看向百灵，神情凝重地说道：“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将您所安排的事情办好。”好，我先离开了。岭东世界不久后也要开启了，位置在中海市的荒野。岭东副本黄金玫瑰工会全员都会参与，那个时候你也做好准备，顺便训练一下那些小怪物。百灵神情如一，继续说道。而他口中的小怪物指的自然是那12名符合工会招收条件的天才级职业者，每一名都达到了史诗级的职业品阶。说出来确实有些夸张，仅仅是一个江南省，今年便出现了这么多史诗级以上的年轻职业者，而全国其他地方这样的小怪物加起来，数量恐怕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程度。好，罗峰郑重地点了点头，将些事情全部铭记在了心里。不过，会长，有件事情我有些好奇。罗峰神色不解地问道：“说，为什么亡灵峡谷也好，岭东世界也好，竟然全都在江南省周边出现了？”罗峰抬头看了一眼百灵，眼神中噙着些许的疯狂，小心翼翼地问道：“难不成这一世的亡灵天灾会和江南省有关？”百灵挥了挥手，打断了罗峰的话，轻声开口解释道：“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巧合。其次，这2个副本虽说比较重要，可是和后世的其他副本相比，也仅仅是小巫见大巫。”百灵的目光闪烁了下，接着解释道：“当然，亡灵峡谷和岭东世界这2个副本也不是出现在江南省附近，更具象的来说是出现在中海市的周围，2个副本都一样，和中海市更近。”百灵深吸了一口气，而后用一种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轻声道：“苏明也是中海市的职业者，或许这一世的苏明是个关键人物。”想到这里，百灵轻轻皱了下眉：“会长，你在哪里？”正在这时，百灵手腕上佩戴的智能手环微微一震，一个干净的女声从中传来：“什么事？妍姬，你说。”和百灵对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会里的姐妹，目前除了她以外战力第2的暴力女骑妍姬。怎么说呢？是这样的，我和冷冷、青岩他们正在京都刚开放的英雄级副本里，一切安全，没有出现问题。不过，刚刚受到了工会提示，有1名成员正在单挑英雄级血统的巨龙 BOSS， 目标的情况不是很确定。不过可以明确一点，那是一头翡翠巨龙混血种，血统强度很高，甚至拥有超出英雄级的潜能。我问了下工会里其他姐妹，都很肯定的回复了，不是他们。所以，妍姬的声音从智能手环里传来。百灵眉头紧锁，没有回答。可在一旁的罗峰会长却瞪大了惊骇的双眼，就连呼吸都不禁一阵急促。奶奶的，翡翠巨龙，英雄级血统，超出英雄级潜能，那不就是几乎快要达到史诗级的品质了吗？这样的存在，即便是放在英雄级副本里，也可以作为终极 BOSS 怪出现。而现在呢，黄金玫瑰工会中竟然有1名职业者正在单刷这样的副本，简直是细思极恐。然而，相比于罗峰的震惊，此刻的百灵却心脏都快要骤停了，下意识地缩了下瞳孔，贝齿也咬紧了烈焰红唇。苏明，百灵神情巨变，微微张开了小嘴，姣好的面容中浮现出了一片骇然。整个黄金玫瑰工会的成员情况，百灵了若指掌，除了唯一一个男性成员苏明，他已经有了终结英雄级巨龙的力量吗？百灵浑身都微微颤动了下，长睫毛下的眸光闪烁着不可置信的情绪。倒不是百灵的反应太剧烈了，而是一般情况下巨龙 BOSS 的等级都不会低，最次也是100级以上，而像英雄级血统的巨龙 BOSS 怪大多只会出现在同为英雄级的副本里，至于等级那就更是高的吓死人，基本都在 LV 500级开外。所以百灵在意识到苏明正在1对1抗衡翡翠巨龙 BOSS 时，才会表现得如此震惊，甚至夹杂着一丝惊恐。拥有掠夺 BOSS 怪技能的能力，难不成他便是第4名转生者？百灵的声音悄然响起。办公室内，罗峰彻底惊呆了，一脸的惶恐不安。第117章原初工会背叛全世界，掠夺 BOSS 怪技能。一旁的罗峰眼球都快要瞪出来了，被百灵的一句话给呛到直咳嗽，差点被一口气给憋死。没办法，百灵的每一句话，放眼全世界都显得太过炸裂了。即便是跟随他这么多年的罗峰，此时也完全坐不住了。对，百灵深深地看了一眼罗峰，
稍微斟酌了下，也没有选择隐瞒，而是果决地解释道：“苏明，从他获得黄金玫瑰公会的强制入场券，加入公会以后，我便动用了所有人脉和棋子，对他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百灵的声音很柔，又带着一丝丝清冷，如同在讲述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罗峰坐直了腰杆，双眼中噙着惊恐，如同被一片黑暗所笼罩住了，压抑的气氛莫名的在办公室里弥漫。如今能得出几个结论：第一，苏明的背景未知，即便是我也无法查询到他在这个世界背后的势力，就像是一个凭空出现的存在，没有一丝背景，却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星辰。第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身上的所有东西，包括技能书、禁咒、英雄级武器、坐骑，还有一头血统未知的宠兽，全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取的，大概率源于前海湾副本。第三，苏明拥有掠夺职业者和 BOSS 怪技能的能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他的专属天赋，一种从未出现过的唯一天赋——掠夺。罗峰张开了嘴角，眼神里写满了表达欲，然而最终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大口地喘息了好几下，让疯狂震动的心脏归于平静，这才深吸了一口浊气，沉声说道：“有没有可能他来自于圣光教廷那个5S 级公会？”罗峰试探地问了下。如果说全世界有哪个势力能完全超出百灵这名转世众生者的认知，恐怕也只有这个大夏至高无上的5S 级公会了。所以罗峰下意识地提及到了圣光教廷。不确定，可能性很小。百灵摇了摇头，给罗峰提供了一个信息：前世第4天灾降临的那一刹那，这个大夏地下世界最庞大的霸主圣光教廷动手了。那一天星河灿烂，亡灵天灾降临全世界，绚烂的星空下，无数 NPC 和 BOSS 怪以一种高傲的姿态出现，唯有圣光教廷能抵挡得住。可惜也只是抵御了一刹那，而后整个公会全军覆没。百灵停顿了下，眼神莫名空洞了片刻，只是这一瞬间，罗峰却捕捉到了。他没有想到，第4天灾竟然如此恐怖，就连传说中的圣光教廷在天灾面前也如此不堪一击。出现的职业者中没有苏明。百灵皱了皱眉，神情再次显得格外疲惫，像是在回忆着过往的事情。我的印象里没有他。倘若他真的如此耀眼，从2传开始便有了和英雄级巨龙厮杀的能力，怎么可能在最后一刻不出现？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只有一种情况，他也是转生者。或许苏明前世也只是一名平平无奇的小人物，这一次凭借着先知先觉的能力获取到了些东西，完成了逆风翻盘。百灵语气平静：“当然，我也是一样。”罗峰目光一怔，下意识地点了下头。百灵不止一次提及到过前世的情况，上一世百灵的资质一样惊艳，第一次转职便是暗金级职业者。只可惜暗金级在第4天灾中，在整个世界里却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所以在重生后，百灵依靠着前世的记忆，提前获得了无数顶级物品，强行改变了剧情，让自己成为了一名至高传说级职业者，等级也在20年内升到了9传。如果苏明真的有掠夺天赋，以及外界传闻的3倍经验天赋，又是第4名转生者。罗峰看了一眼百灵，神情一阵庆幸地道：“那么对我们而言也不算是一件坏事，毕竟他现在也是黄金玫瑰公会的成员。”罗峰的话让百灵慌了下神，他没有回应，只是站起了身，看向了窗外的景象。此时的窗外，整个江南省最绝美的风景映入眼帘，在百灵的眸光底下映照而出。天空中洒着淡淡的小雨，烟雨江南，和罗峰所创建的公会名称一样，美不胜收。不一定。百灵还是否定了罗峰，随后淡淡开口说道：“前世我们大夏出现了叛徒，在全世界即将毁灭的前夕，除了有像圣光教廷一样的英雄公会外，也有背叛者。”罗峰一愣，这是百灵第一次提及到叛徒，让他一时间有些懵了。大夏中有一个名为原初的公会，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全世界，主动投入了第4天灾的怀抱，成为了阿尔萨斯麾下继白银骑士团、天灾军团外的第3个势力。原初公会里每一名职业者都很强大，丝毫不比我现在所创办的黄金玫瑰弱。不，百灵轻轻皱了下眉，更确切地说，应该比我现在所拥有的公会更强大，因为那个公会全员都是史诗级品阶以上的存在，虽然职业潜能和我的成员差不多，然而等级却高了太多了，绝大部分都是8转以及9转，每一个单拎出来都是顶级天才，能够让全世界都惶恐不安的小怪物。罗峰快要疯狂了，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吓得后背都阵阵发冷。全是史诗级以上，等级全都达到了8转、9转，这已经不是公会了，完全可以和全世界抗衡。
可以想象，这样强大的工会在投入第4天灾怀抱后，成为叛徒以后，全世界其他职业者有多绝望，心如死灰，哪里还有继续负隅顽抗的念头？难怪罗峰沉默了，长叹了一口气。难怪会长您说前世的天灾降临时，整个世界不堪一击。百灵轻轻点了下头，解释道：不排除苏明便来自于原初那个地下世界邪恶组织。第118章驯服龙族混血种。苏明疯狂。原初圣光教廷第4天灾。罗峰沉默了。即便他是江南省目前省标第4，可在这种庞大的世界观面前，一样没有话语权，只能安静地倾听百灵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确实没有想到，即便是一名2传职业者，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都会成为能轻松捏死他罗峰的存在。这怎么能不让人惊恐？此时的罗峰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先离开了，还有许多事要处理呢。百灵抬起了他那一双完美的大长腿，手腕一翻，不知道何时纤细的手指已经握住了一柄华丽的长刃。百灵一直如此，宛如游走在人间的百灵鸟，绚烂华丽，没有谁能看透他的行踪。好，会长罗峰轻声回应道，而后冲着百灵那靓丽曼妙的背影躬身一礼。很快，整个办公室便陷入了安静，只留下了罗峰一人呆呆地坐在沙发边，看着窗外的景象发愣。哥哥，冰冷的气氛被一个娇柔的声音所打破。罗峰终于回过了神，转头看向了身旁说话的人，那是一名女性职业者，牧师职业，烟雨公会里的2号人物，也是罗峰的妹妹罗梦蝶。哥哥，百灵会长和您说了什么吗？罗梦蝶睁大了明媚的双眼，看向罗峰说道：没事，一些小事。罗峰淡淡一笑，没有透露一丝百灵对他所说的话。倒不是罗峰不信任这个妹妹，而是没有必要。有时候知道的东西越多，反而越不安全。好，罗梦蝶有着一头绚烂的红发，扎起来盘在后脑勺，一对眼眸极为明亮，也一样带着些淡淡的猩红。她看了一眼罗峰，浅笑着说道：哥哥，你让我寻找的天才级职业者全都已经抵达工会了，现在需要安排他们做什么？让他们先等一下，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就过去。罗峰点了点头，笑着回答道：兄妹俩的感情相当好，然而长相却完全不同，根本看不出一丝相似的地方。罗峰的长相很硬朗，做事风格老派，而罗梦蝶呢，却更像是一名2次元红发妹子，颜值明显比罗峰高了好几个档次。原因很简单，因为罗梦蝶是罗峰收养的，她也是今年唯一的传说级职业者，12名天才中的第1位。好，哥哥，我这就去告诉他们。罗梦蝶乖巧地点了点头，踮起脚尖准备离开办公室。少女的动作相当轻盈，如同一只蹑手蹑脚的小猫。等等，向江南省的各大工会传递一个消息，凛冬副本快要开启了，让他们做好准备。届时，所有头部工会的顶级职业者都必须参加。罗峰停顿了下，组织了下语言，继续说道：包括江南大学的导师也都去吧。罗梦蝶一愣，然而他没有多嘴，只是点了点头。好，那我先出去了，哥哥。去吧。罗峰挥了挥手，低头看向了手中的平板电脑，查看起了关于苏明的资料。苏明？倘若他真的来自于原初工会那个地下世界的邪恶组织，那么最好的方案便是将他扼杀在摇篮中。罗峰用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神情阴晴不定。叮！恭喜您成功击杀62级 BOSS 怪翡翠巨龙混血龙种纳诺，获得经验值43000点。叮！恭喜您获得额外经验值2万点。叮！恭喜您击杀了英雄级 BOSS， 获得一枚英雄级勋章，获得声望值200点。叮！恭喜您翡翠巨龙纳诺已死亡，龙族混血种骷髅龙仆已成为无主之物，是否驯服？请选择是否。冰冷的提示音在苏明的脑海中传来。卧槽，终于结束了。苏明猛地眼前一亮，长松了一口气。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心情有多么复杂。纳诺的强大已经超出了认知，为了终结这头翡翠巨龙 BOSS 怪，苏明几乎用尽了手段，法力值都被抽干了。不过好在最后成功了，总共获得了6万多经验值，很饱满的韭菜盒子。苏明微微一笑，心情惬意的呢喃道：作为英雄级血统巨龙 BOSS， 纳诺带来的经验值自然不会少。然而高达6万多点的经验，依旧让苏明不禁被震惊了一波。以后还是要多寻找高级血统 BOSS 怪，一头更比6头强。苏明眯起眼笑了下，而后看了一眼面前的一枚淡金色勋章，英雄级勋章，声望值。在全民转职世界里，不论是勋章还是声望值都相当昂贵，价值非同小可。
许多顶级副本声望值不够，没有黄金级以上的勋章，连进入副本的资格都没有。而一部分 NPC 商人更是只和英雄级勋章职业者交易，甚至一些极品材料还会打折出售。亡灵峡谷副本里有许多吟游诗人、石头商人以及游侠 NPC， 他们会对职业者出售副本专属物品，而凭借英雄级勋章，或许我能得到一些意外惊喜。苏明双眸微微一亮，心中暗自想到，英雄级勋章也好，声望值也好，对目前的他来说确实很实用。亡灵峡谷副本一开启就能派上用场。4. 龙族混血种可以驯服。将黄金徽章收进了系统空间里，苏明看向了最后一个提示词条。然而一下子他直接懵了。龙族混血种的实力苏明很了解，即便是在死亡岩爆树的狂轰乱炸下，这些不死系生物一样可以安然无恙。更何况骷髅龙仆的数量无比庞大，哪怕已经被苏明清理掉了100头，此时的龙墓中也留下了不少于200头。苏明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大脑都稍微有些空白了。他的瞳孔轻轻一阵收缩，而后凝视向了下方那一大片的骷髅怪物，每一头混血种都披着坚硬的漆黑甲，手爪锋利如刀刃，身后的残破古翼轻轻挥动着。这哪里是混血 BOSS 小怪，眨眼一看，分明就是深渊世界里神话传说中的恶魔。况且眼下的这些混血怪物全都有着高贵的巨龙血统，是翡翠巨龙纳诺的原始血统创造而成，同等级下能轻松捏死白银级职业者，饶是黄金级品阶的职业者也能抗衡。换句话而言，如果将这些龙族混血种全部驯服，收服到自己的麾下，那么苏明能在一瞬间拥有200多个能媲美天才职业者的奴仆，这样的水准已经可以碾压苍魂公会了。要知道，作为中海市的3巨头中最强的公会，苍魂每年招收到的职业者平均职业品阶也不过是白银级，甚至大部分职业者也只是青铜级资质。而苏明呢，一水的巨龙血统，黄金级血统，能将苍魂给虐得体无完肤。而当这些龙族混血种等级提升以后，那可是200多头堪比恶魔的终极 BOSS 怪呢！不死军团，苏明瞳孔猛然一阵放大，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只有他自己知道，此时在他面前的这些混血怪物究竟有多么疯狂。一旦驯化，将来恐怕能为苏明带来超出预期的力量。第119章破晓之刃。叮！恭喜您成功驯服混血种骷髅龙仆，白银级，获得声望值2点。叮！恭喜您成功驯服混血种骷髅龙仆，黄金级，获得声望值5点。每驯服一头混血种，竟然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声望值。苏明神情微微一阵动容，心情无比惬意。这些巨龙混血种和坐骑、宠兽不太一样，属于一种全新的词条。在驯化了接近100头混血种后，苏明的属性栏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信徒：骷髅混血种，翡翠巨龙 X100。信徒？苏明愣了一下，双眼微微发亮。驯化这些混血种后，解锁的词条居然是信徒。全民转职世界里，职业者的辅助生物除了坐骑、宠兽以外，的确还有信徒这一种类。只不过对于绝大部分职业者而言，这种存在几乎不会出现。想要得到信徒，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复杂条件，而这些条件并没有对应的攻略。也就是说，解锁信徒的方法完全是随机的。难道和我的职业有关？或者说，我在2转段位终结了一头英雄级巨龙，所以解锁了信徒？苏明皱了皱眉，陷入到了沉思中。然而最后他依旧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不过这座龙墓副本目前来看，貌似只有我一名职业者解锁了，也许信徒词条和这个副本有关。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虽然不太清楚信徒词条出现的原因，不过能得到200多头巨龙混血种信徒，在苏明看来也算是一场难得的奖励。这玩意儿可比一柄英雄级武器要珍贵多了。下一次使用亡灵召唤技能，完全可以直接召唤这些骷髅混血种，这样一来，亡灵召唤技能的强度也能疯狂增幅好几倍，乃至是10几倍的档次。苏明抬了抬下巴，神情一阵期待。这一次终结纳诺带给他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很快，苏明便完成了驯服，所有骷髅混血种都成为了他的仆从，可以随时召唤出来。先将这些不死生物丢到深渊世界里吧，1对1的情况下，一头混血种应该能干掉普通的亡灵骷髅小怪。苏明摩挲着下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毕竟现阶段的这些混血种带给苏明的帮助很有限，哪怕作为 BOSS 怪而言，混血种们基本都达到了白银级乃至是黄金级的血统资质，1对1的话可以轻松捏死像许清雅这样的顶级天才。可是要是遇到了100级以上的职业者，再多的混血种也都只能充当炮灰。原因很简单，
在被苏明驯化后，混血种们便无法享受翡翠巨龙纳诺所提供的巨龙光环 buff， 生命值、四维属性、技能强度都在一定程度被削弱了。所以，与其让骷髅混血种被白白消耗掉，不如丢进深渊世界，让这些怪物先完成一次蜕变，留下来的，在不久的将来，或许能为苏明带来强大的帮助。哐当一声，苏明释放出了亡灵召唤技能，一座伟岸的青铜大门猛然开启。在他的示意下，所有混血种全都挥动着身后的残破古翼，一一没入了黑雾中，前往了那个充满死亡的深渊世界副本。不知道我能不能通过青铜大门直接前往深渊世界？苏明微微皱了下眉，看向自己开启的青铜大门，不禁灵光一闪。不死 BOSS 能通过这座大门在深渊副本和现实世界来回穿梭，而苏明作为拥有生命的职业者，不知道能不能一样完成传送。倘若可以的话，那就有意思了。深渊世界副本和凛冬世界副本这两个超大型副本都被称为第二世界，拥有着远超现实世界无数倍的面积，副本里所生活的生物也都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回想起了高中课本里的记录，有机会尝试一下炎翼恶魔、深渊巨龙以及深渊世界7大魔王、72魔神柱。苏明的心脏莫名一紧，只是将这些名称念出来都不禁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看看纳诺掉落的物品，等到所有混血种都彻底没入深渊副本，苏明也顺手关闭了青铜大门，随即看向了满地的金色光环。纳诺掉落的物品相当顶级，最次也是黄金级武器以上的档次。光之鉴定术，苏明抛出鉴定术，一一查看了起来。名称：破晓之刃，品阶：英雄级，属性：加700点力量，加2000点物理攻击，加5000点物理暴击，正200%物理吸血，正100%攻击速度，加50移速，加100点敏捷。专属装备技：破甲，有一定概率可以触发破甲，无视一部分目标的防御力，直接对目标造成神圣伤害及真实伤害，所产生的伤害结果直接反映到生命值中。破晓，命中目标后，有一定概率可以触发破晓，在圣光中让目标直接僵硬，无法动弹，持续时间为1秒至3秒。此过程中，目标疯狂掉落生命值，并压制4维属性，削减物理防御，削减法术抗性。限制：物理职业 LV 30级。描述：破晓之刃为英雄级 BOSS 武器，爆率极低，每一柄破晓之刃都拥有专属的装备属性和装备技，其中破晓装备技也被职业者们称为装备神技，在命中目标后所呈现的僵硬状态可以完成一击终结，让目标直接死亡。破晓之刃可以配合禁咒破晓同时释放，所带来的伤害结果和禁咒效果能得到高强度增幅。卧槽，这也太他奶奶的疯狂了吧！苏明神情一惊，彻底懵了。翡翠巨龙，纳诺所掉落的第一件物品，赫然是一柄英雄级武器。虽说苏明已经拥有了2件英雄级武器，圣光银羽、禁忌腰带，可是和这一柄破晓之刃相比，那2件武器的属性还是显得太收敛了一点。破晓之刃仅仅是属性词条就有7个，其中力量属性直接增幅了700点，这是什么概念？多的不说，许多100级段位的老牌职业者恐怕基础力量都没有这么多，更何况破晓之刃还附带了2大装备技能，简直是变态级武器。一个破甲，一个破晓，这2个装备技如果同时被触发，或许一击便能让60级左右的 BOSS 怪瞬间血条清空，当场死亡。苏明咽了咽口水，发自内心的感叹了一句道：不是他太夸张了，而是事实的确如此。高额的物理攻击加成以及疯狂地吸血和暴击加成，倘若真的触发了破晓，3秒内或许真的能带走一头常规3转 BOSS 怪。况且苏明的底牌本身就多，想要办到这一点不算什么难事。第120章炸裂的战利品，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苏明稍微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怎么说呢，一柄破晓之刃已经让苏明回本了，哪怕后面开出的东西都很普通，这一波也很值得。毕竟一般情况下，一头英雄级血统的 BOSS 怪能爆出一柄对应的 BOSS 武器，对于工会而言已经是血赚了，想要再多的东西稍微有些贪心。然而苏明微微眯了下眼，依旧对接下来的战利品充满了期待。名称：破晓，种类：控制系禁咒，品阶：入门级禁咒，加禁咒描述：破晓之光，可击碎太阳，此禁咒一旦释放，能召唤出一头黄金巨龙，冲碎黑暗，直击目标。禁咒进化：一柄黄金级武器，一本黄金级技能书。词条1：可与英雄级武器破晓之刃完美配合，释放出更高额的物理伤害。词条2：当拥有破晓之刃时，此禁咒所呈现的效果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或许能带来全新的禁咒属性，而在击中目标后，可同时享有禁咒伤害和装备技能伤害。词条3：此禁咒在完成进化后，
禁咒强度将得到疯狂增幅，解锁全新的禁咒效果。奶奶的，不是吧？在光明鉴定术下，苏明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件全新的物品，并不是武器，而是一本禁咒。最重要的是，这本禁咒赫然正是破晓之刃的完美搭档，同时享有禁咒伤害和装备技伤害。禁咒进化后，强度疯狂提升，解锁全新的禁咒效果。苏明的瞳孔猛地一缩，被鉴定术所解锁的词条震惊了一波。很强。稍微沉默了下，苏明中肯地评价道：“在某些方面而言，这本破晓禁咒比苏明第一本禁咒黑潮之月更加疯狂，不论是伤害强度还是禁咒所带来的效果，都要高出好几倍。其次，黑潮之月虽然是领域系禁咒，可是针对 BOSS 怪的伤害还是小了一些，更适合于清理大面积的混血小怪。简单而言，一个着重于清兵线，一个更适用打 BOSS。满足了。”苏明急忙将破晓之刃和这本禁咒收好，心情舒服的要死。能得到这2样东西，他已经心满意足了。毕竟禁咒和英雄级武器对于一个 A 级公会来说，都完全是难得一见的顶级物品，大部分情况下需要一个公会耗费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搞到手。而如今苏明却一下子得到了这2样，堪称欧皇。还有，苏明再度将目光放在了其他物品上。纳诺所爆出来的东西可远不止2样，在鉴定术的窥视下，苏明很清楚，至少还有一件东西，那便是龙血宝石，一种和属性宝石类似的东西，能让苏明的4维属性疯狂暴涨，乃至获取巨龙血统。名称：龙血宝石，翡翠巨龙。品阶：英雄级。属性：使用此物品可获取一定程度的翡翠巨龙血统，4维属性得到增幅，并领悟全新的巨龙天赋或巨龙 BOSS 技。描述：此物品的效果类似于血统药剂，不过在使用后并不会改变自身血统。龙血宝石只会对职业者的体质进行洗练增幅，不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名称：翡翠巨龙之心。品阶：英雄级。属性：一颗充满生命活力的心脏，此物品为顶级炼金宝物，能用来强化增幅一切 BOSS 武器，也可以作为材料添加到药剂中，能带来超出想象的效果。描述：这颗心脏并非普通巨龙之心，而是一颗罕见的不死之心。正是因为这颗心脏的缘故，翡翠巨龙纳诺在死亡后并没有直接转化成亡灵古龙，而是有一定概率可以浴火重生。名称：被遗忘的凯旋圣剑。品阶：史诗级。属性：磨损度 90%。限制：描述：一柄被遗忘的圣剑来自岭东世界光明帝国，在一场与精灵种族的战争中被损坏，而后被帝国骑士约瑟夫所获得。手持圣剑的约瑟夫终结了翡翠巨龙纳诺，同时这柄无名圣剑也被彻底遗弃，沦落到了龙墓副本之中。词条1：使用一颗龙血宝石，等同于同时使用了好几颗史诗级属性宝石。同时，龙血宝石所带来的属性加成是超出想象的，并有一定几率可以让职业者的职业品阶完成一次蜕变。词条2：翡翠巨龙之心也被称为不死之心，在 NPC 世界里，许多帝国都在寻找这种顶级物品，将不死之心放置在专属的法杖中，可以获得一柄传说级武器不死神杖。词条3：被遗忘的凯旋圣剑曾经是圣光的象征，被光明骑士王所拥有，如今沦落到无人所知的黑暗角落。倘若被他曾经的主人光明骑士王发现，一定会用最昂贵的物品来交换。词条4：龙血宝使用后不会让自身的血统受到影响，哪怕使用再多的龙血宝石，都可以保证原本的种族和血统情况。当然，也可以选择放弃自身血统，转化为龙族血统。不过这样一来，便会成为龙族混血种，在转化血统前一定要谨慎。一颗龙血宝石，不死之心，一柄被遗弃的史诗级圣剑。苏明神情微微一变。如果说破晓之刃和禁咒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惊喜，那么这几样东西则是让苏明不禁心头一震。先说龙血宝石，这样东西本就在苏明的意料之中。纳诺的属性栏里已经解锁过龙血宝石的词条，这种东西的价值不用多说，苏明肯定不会拿出去拍卖，而是准备在龙墓中直接使用掉。不仅能提升自身属性，还可以不受到负面影响，不会沦落成混血种。试问这样的东西谁会轻易出手？能在2转阶段就获取，已经是欧皇了。而翡翠巨龙之心的价值，这个更是重量级。苏明完全没有想到，这颗心脏除了让纳诺能浴火重生外，竟然还是一柄传说级武器的核心能源——不死神杖。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神里呈现出了浓郁的震惊，哪怕是他此时都有些说不出话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柄传说级武器貌似和那个死灵法师甘道夫有关。沉默了许久，苏明的脑海里终于浮现出了一名灰袍法师的形象。甘道夫，一个身着灰色法袍、有着灰胡子的老头子，岭东世界里的关键人物，也是一名实力极为强大的土著 NPC。他的存在几乎被职业者们称为神迹，因为
这个老头曾经一人单挑过半兽人种族中的顶级部落，并且完成了一波绝妙的必杀，而后全身而退。甘道夫无疑是传说级的人物，放眼全世界，大部分职业者都了解过他的事迹。而甘道夫曾经的武器便是一柄传说级法杖不死神杖。奶奶的，这一波玩的有点大了。苏明深深地咽了下口水，瞳孔都因为激动的情绪而快扩散成一片黑色了。倘若这一柄传说武器真的出现，恐怕连法神这样的1号人物都会被惊动，不，更准确的来说，全国所有职业者都会大吃一惊，为之而疯狂。苏明大口地喘息了下，情绪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不是他不够冷静，而是不死之心也好，不死神杖也好，这些东西的来头实在是太可怕了，足以在整个全民转职世界里引发一场恐怖的轰动。原因很简单，因为甘道夫是一名圣域级职业者，甚至传说他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另一个神圣程度——半神级。第121章，价值200万经验值。BOSS 完成9次转职便能达到1000级段位，而再转职便是圣域级。苏明皱了皱眉，在他的脑海里呈现出了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里的内容。圣域级的难度系数丝毫不亚于重新完成9次转职100遍，甚至还要更加夸张。苏明咽了咽口水，心头不由得掀起了一丝波澜。全民转职世界如今连一名圣域级职业者都没有，而半神级那可是圣域以上的段位阶级。而现在呢，苏明手里的不死之心却和这种级别的大佬产生了关联，怎么能不让人心情复杂？传说灰袍法师甘道夫的那一柄不死神杖在和精灵种族的战争中彻底毁灭了，而想要让神杖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则是需要一颗完美的不死之心。苏明双眼微微一亮，用有些颤动的声音轻声呢喃道：而此刻这颗不死之心却在我的手里。苏明感觉大脑都有些宕机了，奶奶的，这么顶级的物品居然被一头英雄级血统的巨龙给爆出来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最后还落到了一名2转职业者手里。要是说出去，恐怕全世界的职业者都会在一瞬间懵掉。不过现目前这颗不死之心貌似也用不了，先存着吧。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看了一眼面前的不死之心，这颗心脏与其说是巨龙之心，更像是一颗硕大的水晶，直径足足有3米长，就那么搁置在面前，都能感受到其中疯狂涌动的生命活力。难怪翡翠巨龙纳诺凭借这颗心脏可以浴火重生，这要是换一名职业者，或许也能达到。然而不死之心虽然价值昂贵，可是却超出了苏明如今拥有的力量，现阶段他没办法使用，总不能随便找一名炼金术士给融掉吧？那也太他奶奶的浪费了。过段时间凛冬副本就要开启了，不知道能不能遇到甘道夫。苏明微微眯了下眼，眸光里噙着一丝狡黠的神情，自顾自地说道：为了这颗水晶心脏，甘道夫应该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吧？一柄完美的史诗级武器，也许一柄磨损度较高的传说级武器。想到这里，苏明莫名有些亢奋。好好的将不死之心放置在系统空间中，苏明又看向了那一柄从纳诺眉心处掉下来的圣剑——光明骑士王。苏明紧紧握住圣剑，神情一阵动容，轻声呢喃道：纳诺这头翡翠巨龙究竟是什么来头？爆出来的东西一个比一个夸张，这乃是英雄级血统，说是一头传说级巨龙，我都相信。圣剑的造型很华丽，却又带着一丝古朴的味道，中世纪重剑风格，剑身很沉重，雕刻着各种繁琐的花纹以及光明帝国的专属图案。而剑柄呢，已经被磨损的有些光滑了，尖端部分镶嵌了一颗完美的宝石，一颗英雄级品质的宝石。这颗英雄级宝石也算是极品炼金物了，直接挖下来熔掉，说不定能锻造出一件不错的 BOSS 武器。苏明双眼放光，心里暗自想到。然而一瞬间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没啥其他的原因。这柄被遗弃的圣剑好歹也是一柄史诗级武器，虽说磨损度高的有些吓人，差不多达到了全磨损状态，可是万一后续遇到了顶级 NPC， 让那些 NPC 炼金术士失手，有可能圣剑也能恢复如初，苏明将会得到一柄真正的史诗器。这可是史诗级呢，国内也只有法神、玫瑰工会长百灵这些头部大神才有资格拥有，大部分顶级职业者哪怕是国服排名前100的，也最多就拥有英雄级武器或者是半史诗武器。和不死之心一样，这柄几乎全磨损的武器曾经的拥有者来头也很大。苏明看着鉴定术解锁的词条，心中浮想联翩。光明骑士王既然还在寻找这件武器，一定会用最昂贵的物品来交换。苏明淡淡一笑，直接兴奋了。貌似这个 NPC 大神也是圣域级，换一头坐骑没啥问题吧？能换黑龙不？毁灭黑龙作为凛冬副本里的终极 BOSS 怪，等级自然是超过了9转的层次。虽然都是巨龙系，
却可以玩虐翡翠巨龙纳诺。倘若真的有这样一头坐骑，苏明都不用再打怪升级了，直接摆烂，登顶国服第一。收好。苏明心满意足的笑了下，神情无比惬意地道：过段时间在岭东副本里好好转悠一下，说不定那个副本一开启，我就直接起飞了。一念及此，苏明收好了所有物品。然而纳诺带来的东西却还不止这些。掠夺技能终于到了重头戏。苏明满怀期待地点开了纳诺的属性栏，属于这头英雄级巨龙的全技能都一一浮现在了苏明的视野中。生命圣光，英雄级，售价 X 200万经验点；光明回响，暗金级，售价 X 75万经验点；冰种圣盾，暗金级，售价 X 72万经验点；巨龙之怒，黄金级，售价 X 34万经验点。好家伙，我他妈直接好家伙！在看到纳诺的技能栏后，苏明不禁扬了扬眉，苦涩一笑。这头翡翠巨龙的 BOSS 技都很不错，然而售价却不是一般的高。苏明可以免费掠夺其中一个技能，不过想要全部拿下的话，所需的经验值就有点夸张了。生命圣光这个英雄级 BOSS 技，售价竟然高达200万经验点，这个技能可以免费掠夺，占个小便宜。其他的如果全部拿下的话，大概也需要200万经验点。看到这里，苏明愣了，200万经验值，这是什么概念？对于一名100级职业者而言，可能不算太困难，多花一些时间，多莽穿几个小副本，或许就能办到。可是，在苏明这里就有点棘手了。最重要的是时间，最多1天时间后，纳诺的所有技能便会彻底消失。即便那个时候我凑齐了经验值，也没办法再掠夺了，这几个顶级 BOSS 技便会被白白浪费掉。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一下子有了压力。放弃，或者……苏明神情一阵凝重。正常情况下，他确实应该放弃这些巨龙 BOSS 技，可是下一次想要遇到这么多顶级技能，鬼知道是啥时候。第122章，强化黄金级武器风暴古矛，这些技能都不错，放弃的话有点可惜了。苏明神情微微有些动容，不禁苦涩一笑。要不将刚才驯化的龙族混血种全部处理掉，应该能兑换不少经验点，大概100来万点经验值。苏明甚至打起了那些混血种的注意。然而稍微沉默了下，他又果断地摇了摇头。奶奶的，这些混血怪物大部分都是黄金级，即使是白银级，战力也可以媲美天才职业者，用来兑换经验值，岂不是太浪费了？这要是被其他职业者知道，恐怕当场都自闭了。1天时间还是太紧迫了，如果去副本的话，估计也来不及。苏明皱了皱眉头，心中一阵无奈。以他目前的实力而言，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凑齐200万点经验值，而且随着等级的提升，获取经验值的速度还会再一次加快。可是哪怕再快，想要1天内办到，终究有点离谱了。唯一的办法，购买经验药剂或者经验卷轴。苏明沉思了下，轻声呢喃道：怎么说呢？现在的苏明可以说富得流油，手里可是有大几十万枚金币，如果全部用来兑换成经验卷轴，换取的经验值将会是一个无比可怕的程度。只是有点亏，谁正经人花那么多去买经验药剂呢？无所谓了，龙墓副本里又爆出了那么多物品，大把的怪物资源，全部出售的话，兑换个几十万金币不成问题。苏明微微一眯眼，神情也变得惬意起来，直接释怀了。确实，虽说终结掉纳诺 BOSS 怪后，他只获得了几件物品，然而那些龙族混血种呢，却为苏明带来了海量的怪物资源，就连黄金级武器都不止一柄，这可比前海湾副本肥多了。回中海市后，再约一次柳妹或者苏西。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也做出了决定，自顾自的喃喃道，然后购买一波极品经验卷轴、经验药剂，将纳诺的所有技能全部掠夺一遍。一念及此，苏明的心情也好了许多，拍了拍身下的亡灵古龙，来到了纳诺的那硕大的骸骨旁边。这可是好东西啊！苏明看了一眼这头翡翠巨龙的骨架，双眸里噙着一丝淡淡的惊喜。从鉴定术解锁的词条来看，纳诺的尸骸可是好东西，不论是小白还是埃尔法，在吞噬掉纳诺的血肉后，都可以完成一次血统蜕变，进化成更强大的物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明并没有放弃埃尔法，转而驯服纳诺。虽说翡翠巨龙的血统资质是英雄级，比亡灵古龙要强一点，可是埃尔法却是一头变异古龙，更何况曾经的埃尔法还拥有着黄金巨龙血统，一样是英雄级 BOSS 怪，甚至在战力强度这一块比翡翠巨龙还要残暴。等我几天，到时候把你们全部都收下。苏明微微眯了下眼，看向了纳诺的技能栏，所有技能全都无比暗淡，正在等待苏明的解锁。叮，恭喜您
成功使用英雄级血统药剂，强化目标亡灵古龙、埃尔法。叮！恭喜您成功使用英雄级血统药剂，强化目标光明独角兽、小白。2瓶血统药剂以及1头翡翠巨龙的残骸，这种强度的资源应该能让埃尔法和独角兽都完成一波进化了。保底也是英雄级血统。苏明一口气将库存里的血统药剂全部用掉了。在他的注视下，亡灵古龙和光明独角兽轻轻晃动了下身躯，直接扑向了纳诺的翡翠尸骸。差不多要几个小时，苏明若有所思地想到。而后，他再次取出了一样东西，那是几颗如同水晶般的宝石。英雄级武器，进阶宝石，用来强化风暴骨毛吧。苏明心中暗自思忖道。3颗武器进阶宝石已经足够让风暴骨毛这一柄黄金级武器完成蜕变了。亡灵法杖虽然是暗金级，不过属性效果却没有风暴骨毛这么华丽。作为一柄物理加成的武器，在强化后应该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苏明轻轻摩挲着下巴，陷入到了沉思中。尤其是专属装备技能风暴，最多可以分裂出100根骨毛，这种罕见的属性效果，要是在强化到英雄级后，估计还会产生异变。风暴骨毛的分裂属性，苏明深有体会，所带来的物理暴击和物理伤害堪称黄金级武器天花板。目前来看，风暴骨毛绝对是苏明的最佳选择。叮！恭喜您成功使用英雄级武器，进阶宝石，强化目标风暴骨毛黄金级。冰冷的提示声在苏明的脑海中响起，3颗进阶宝石全都融进了这件黄金级武器中。叮！恭喜您获得全新武器圣歌风暴龙矛，名称圣歌风暴龙矛，品阶英雄级，属性加850点力量，加300点精神，正400%物理暴击，正500%物理吸血，正200%攻速，加200最大攻击距离。专属装备技1风暴，将风暴骨毛抛掷出去时，有一定概率可触发风暴效果，骨毛将会分裂成多根，最少分裂成10根，最多分裂成300根。当300根骨毛出现时，可席卷成一片风暴，命中目标后将会带来恐怖的物理暴击伤害，并附加一定程度的法术攻击力以及持续伤害。2圣歌，在使用风暴龙矛时会产生刺耳的破空声，宛如圣歌一样震撼人心。在此装备技能效果下，可让攻击目标生命值不断下降，并压制4维属性，克制回血恢复效果，削减攻击力，且有一定概率可让目标无法释放技能。3龙矛，当激活风暴龙矛第1装备技风暴，并分裂出了最大300根骨毛时，可让所有骨毛重新凝结成一根龙矛。此状态下，这一柄英雄级武器将无限接近史诗级武器强度，武器属性加成将得到大幅度增幅，强化攻击力、精神属性、物理暴击、物理吸血、攻速等。同时，武器将会形成一头浑身披满火焰的亡灵古龙，直接命中目标。限制5描述圣歌风暴龙矛由黄金级武器风暴骨毛强化而成，此武器拥有罕见的6大属性以及3大装备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足以媲美残次级史诗武器。风暴龙矛的3大技能在完美的控制下，可以产生极为恐怖的伤害结果。若运用得当，武器的伤害效果足以媲美禁咒。第123章，你管这叫坐骑？死灵古龙！卧槽！苏明懵了，整个人都不好了。奶奶的！饶是他也没有想到，几颗武器进阶时砸下去，竟然爆出来了这么个极品装备。6大属性加成，3大装备技能。圣歌风暴龙矛，苏明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双眼微微一亮，而后他向前轻轻一抓，一柄务必华丽绚烂的长矛直接出现在了手中。这么拉风？只是看了一眼手中的武器，苏明便再次愣住了。风暴骨毛进化后的外形看上去相当炸裂，手感很好，微微有点沉重，长度在2米左右，矛柄刻制着一条条繁琐的花纹，一条亡灵古龙模样的浮雕也烙印在长矛的周身，宛如被巨龙所囚禁住的魔神柱，视觉冲击力相当强烈。破晓之刃，苏明咽了咽口水，左手一伸，另一柄英雄级武器也被他握在了手中，一柄大刀，一柄骨毛，再开启死亡之翼，简直是帅到没朋友。苏明挥动了下手中的英雄级武器，神情不禁一喜，自顾自地呢喃了一句：的确，非要说起来，苏明现在也不过是一名2转职业者，然而他却同时拥有2柄英雄级武器，而且是极品英雄级。当然，如果算上圣光银羽、竞技腰带的话，他已经凑齐了英雄4件套。放眼100级段位的职业者，这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亡灵法杖现在只有沦落成备用武器了。苏明虚了下眼眸，轻声一笑说道：职业者一般情况下可以同时装备3柄攻击武器，1件主武器，1件辅助器，以及备用武器。不过对于大部分职业者而言，
备用武器的品阶都很一般，不到万不得已基本用不到。而苏明呢，暗金级的亡灵法杖竟然被拿来当作备用武器，这要说出去，恐怕一大片老牌职业者都会被惊呆，即便是中海市级星标职业者都会被搞得一阵沉默。不错，等亡灵峡谷副本开启后，好好试一下这两柄武器的战斗效果。苏明心满意足的呢喃道，心中涌现出了一丝强烈的期待感。翡翠巨龙的残骸快要被吞噬干净了，不知道阿尔法他们会获得怎样的提升，一个黄金巨龙血统，一个圣光独角兽血统，如果能返祖进化成初代纯血种的话。苏明扬了扬眉头，深深地看了一眼翡翠巨龙的骸骨，在巨龙硕大如山脉一样的残骸旁，光明独角兽和亡灵古龙正在疯狂地撕咬着巨龙身上的血肉和骨块，大快朵颐。一时间，苏明都不禁有些好奇了，在英雄级血统药剂的强化下，自己的坐骑和宠兽究竟能进化到哪种程度？叮！恭喜您，坐骑完成进化。暗金级血统、英雄级血统获得全新坐骑黄金死灵古龙。叮！恭喜您，宠兽完成进化。暗金级血统、英雄级血统获得全新宠兽光印独角兽。词条1：死灵古龙解锁全新天赋吞噬进化，可以吞噬各种 BOSS 怪血统，并完成进化，强化血统品阶，获取属性增幅，并有一定概率可以解锁新的 BOSS 技能。词条2：死灵古龙解锁以下技能：死灵、暴怒、巨龙终结、黑幕降临。词条3：黄金死灵古龙可再次进化，拥有极高的血统潜能。词条4：光印独角兽为圣光独角兽次代种，下一轮进化可蜕变成圣光独角兽纯血种。光阴独角兽浑身都覆盖着一枚枚淡金烙印，与圣光烙印相似，这些淡金色的纹路能为独角兽带来极强的生命力加成以及攻击力加成。词条5：光印独角兽解锁以下技能：光怒、星辰陨落、曙光凝视、圣光葬礼。词条6：光印独角兽已解锁天赋圣光献祭，此天赋下，独角兽可完成一次华丽的献祭，并让职业者获取短时间的增幅，包括但不限于职业等级增幅、生命值强化、四维属性强化，以及继承独角兽全部技能。献祭后的独角兽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洗礼后可重新复活。词条7：为独角兽命名，可获取一部分生命值加成。死灵古龙的专属 BOSS 技，此技能效果下，一切伤害皆转化为死灵伤害，与神圣伤害类似，所造成的伤害结果皆为真实伤害，无视目标的防御力与反抗。暴怒、高暴击、高吸血流，此技能一旦释放，可让死灵古龙获得无限狂暴的状态效果，疯狂吸血、疯狂暴击，即便是同时面对多个目标，一样能高强度持续造成伤害。曙光凝视 BOSS 技释放后，光印独角兽将展开圣洁的羽翼，黄金瞳孔彻底被点燃，属于圣光独角兽的血统将会在短时间内展现出来，直接控制目标，让目标失去战斗能力，一切技能和被动失效。圣光葬礼雪白的羽翼凋零，天穹下全是辉煌的圣光，群体系 BOSS 技能可对无数目标造成一次性高爆打击，并封锁目标技能，削减目标生命状态。圣光葬礼结束后，被命中的目标将会失去行动力，并持续掉血，持续受到葬礼效果。时间过得很快，在苏明的注视下，亡灵古龙、光明独角兽都完成了一次完美进化，全部提升到了英雄级血统档次。然而，随着苏明一一看向了鉴定术所解锁的词条，查看了一眼对应的 BOSS 技能，整个人再度一愣。卧槽，这么变态！苏明大口的喘息了下，彻底懵了，就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解锁了4大技能：无视防御、真实伤害、狂暴状态、高强度吸血、曙光凝视、圣光葬礼、封锁目标技能。苏明嘴角抽了抽，大脑一阵空白。变态，太变态了！即便是苏明作为埃尔法和小白的主人，此时的他都彻底震惊了。这哪里是英雄级，就算是史诗级 BOSS 怪，怕是也没有这么华丽绚烂的技能栏。你管这叫坐骑？第124章光明独角兽的蜕变。死灵古龙虽说和亡灵古龙相比只是一字之差，区别竟然那么大。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眸微微一凝，看向了埃尔法。原本的亡灵古龙已经彻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拥有黄金巨龙血统的死灵古龙。如今的埃尔法浑身骸骨像是经历了一次洗礼，变得极为坚固牢靠，一块块骨头都如同经过了无数次的火焰灼烧，全身都晕染出了一丝丝的淬火纹路，一明一暗，散发着淡淡的光芒。当然，最大的变化则是此时的埃尔法身躯中生长出了巨龙血肉，与其说是亡灵古龙，更像是一头血肉残缺的黄金巨龙。翡翠巨龙纳诺本身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或许是因为汲取了纳诺的巨龙血统，埃尔法也得到了生命力量的加成，所以重获新生。苏明若有所思地想到，
心中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埃尔法或许会在下一次进化过程中获得完整的巨龙身躯。要知道，埃尔法在这一次的进化中，不仅是血统强度提升到了英雄级，同时也解锁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吞噬进化天赋。简单来说，只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予埃尔法足够多的成长时间，这头亡灵古龙或许真的能一步步蜕变成为传说中的巨龙初代种。凛冬副本里的毁灭黑龙、死亡之翼所拥有的黑龙血统极为纯净，倘若埃尔法能够吞噬掉一部分的话，怕是能够直接突破成史诗级巨龙。苏明咽了咽口水，双眼一阵反光。还好当时没有放弃埃尔法，要是真的驯服了纳诺，丢弃这头亡灵古龙，损失就有点大了。苏明长松了一口气，光明独角兽的变化也不小呢。不仅是埃尔法的变化很大，小白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时间让苏明都稍微有些失神了。等级并没有发生改变，依旧是1级状态，可是小白的体型却成长了不少，已经有大象一样庞大了，一身亮丽的血色绒毛，背部更是被撕裂开了一条长口，一对华丽的丝绒羽翼就这么凭空铺展开，颜值好高。苏明眼前猛然一亮，发自内心的呢喃了一句说道：不愧是独角兽，被称为全民转职世界里最受女性欢迎的坐骑 TOP 榜第一。如果要说哪种坐骑最让女性职业者青睐，无疑正是光明独角兽。而苏明这一头还完成了一次血统进化洗礼，成为了传说中的光印独角兽。在小白的身体表面有一枚枚细微的印记，淡金色，宛如玫瑰绽放，格外的明媚灿烂，不过却带着一丝清冷感，在圣光的笼罩下如同冰冷的星辰一样不可亵渎。要是骑着这头独角兽出现在中海市内，恐怕全市的女性职业者都会彻底疯掉。苏明淡淡一笑，目光中流露出了一丝狡黠。这样的宠兽可不比会后空翻的布偶猫来的好用。奶奶的，渣男必备。名字的话就叫双星吧。苏明轻轻摩挲着下巴，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极为好听的名称。虽说这个名字也很普通，然而和小白这种纯粹敷衍的小名相比，已经相当不错了。冰霜一样的星辰，华丽好记。苏明满意的笑了笑。与此同时，他的脑海里也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叮！恭喜您，光印独角兽命名成功，名称双星，获得奖励，生命值加8000点，永久提升。8000点生命值。苏明双眼微亮，如沐春风的笑了下道：也算是意外惊喜了，在各种装备和 buff 的加成下，这一点生命值也能被增幅到好几万的层次。的确，基础属性并不代表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就像苏明的攻击力，即使基础精神属性不到1000点，法术攻击力不到10000点，可是在各种技能书、英雄级武器、buff 光环的加成下，总伤害结果却能轻松超过10万伤，甚至能达到100万伤的层次。生命值也是一样的道理，8000点血条不算少了，在关键时刻可以扭转局面，得抓紧时间多弄一点经验值。双星需要提升等级，埃尔法也即将完成第4次转职。苏明皱了皱眉，长叹了一口气道：纳诺的技能想要全部解锁，也需要海量的经验值。一念及此，苏明都不禁有些头大。他现在的配置确实很强了，坐骑、宠兽、武器、技能，一般情况下连100级职业者都不敢奢望的东西，苏明全都凑齐了，而且还是顶配。可是此时的他却有一丝焦虑，经验值不够。不仅解锁技能需要海量的经验值，双星和埃尔法也嗷嗷待哺。当然最重要的是，苏明现阶段也急着升级转职，以他史诗级的职业强度，2转后每提升1级所需要的经验点都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数值。想要完成3转，没有几百万点经验根本不可能。先回中海市，苏明轻轻按压了下太阳穴。经过龙木副本这一波收割，他现在的库存已经被塞满了。回去后完全可以找柳妹或者苏西他们，将手里的怪物资源和武器出售出去，然后购买急需的经验药剂。重点还是回去休息一下。苏明扬了扬眉角，神情略显疲惫的呢喃道：这可不是游戏世界，而是真实的全民转职世界。高强度的战斗后，苏明也会感受到疲惫状态，适度摆烂能让他恢复精神状态。哗啦啦，随着苏明一挥手，一个专属的传送法阵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下一次尝试一下100级巨龙 BOSS。 苏明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整个龙木副本，心中暗自想到，不得不说这一次的收获相当丰厚。翡翠巨龙带来的双倍奖励完全超出了苏明的预期，这还只是一头62级的巨龙 BOSS 怪，倘若100级巨龙呢？想想都刺激。第125章，许清雅向苏明告白。中海市第一高中。
校长办公室，市级赛事开始了，今年的赛事奖励有点炸裂呢。办公室里，陈其山瞪大了浑浊的老眼，目光紧紧放在职业者官方协会论坛一栏，老脸一阵兴奋。奶奶的，新赛季又掉了一个段位，都快掉下黄金了。陈其山皱了皱眉头，无奈地笑着道：“不过新赛季的奖励不错，可以冲一冲榜单，每次胜利都会获得海量的经验值。”陈其山咽了一下口水，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感叹着道：“如果连续获胜10次，还有专属奖励呢。每一次升星或者升段都有高额奖励。啥情况？今年是福利大放送吗？可以让学校里那些小家伙们都参加一下试试。今年一转职业者一样可以参加市级赛事。许清雅、龙晨还有苏明那个小怪物，他们的职业水准已经比一些工会成员都要强了。”陈其山心情惬意地伸了个懒腰，眯着眼呢喃道。而后他直接开启了市级赛事 PK， 在一片圣光法阵中传送到了市级赛地图中。中海市咖啡厅。卧槽，不是吧，清雅，你已经12级了？咖啡厅的角落，扎着丸子头的刘欣然瞪大了惊骇的双眼，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面前的许清雅。此时的许清雅一身玫瑰金法袍，手中紧握着一柄生命法杖，而在她的腰间则是配备了一柄锋利的短刃。许清雅浑身气质变得格外冰冷，和先前的清冷纯欲女神不太一样，如今的她更像是一名战士，或者说久经沙场的女将帅，颇有一丝英姿飒爽的感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前海湾副本里。许清雅挥了挥手，浑身的法袍和武器在一瞬间被收了起来，她的身上也出现了一套束腰长裙，再次恢复了清冷校花的既视感。然而许清雅的神情中却带着一丝淡淡的傲气，目光里战意昂扬。我准备将苏明刷过的副本都亲自刷一遍，他终结过的 BOSS 怪，我许清雅也要终结一次。许清雅深吸了一口浊气，俏脸带着一丝倔强，轻哼了一声说道：“记你是条汉子。”刘欣然被口水给呛到了，伸出大拇指，神情认真的说道：“奶奶的，没想到咱们家大校花居然为了男人开始努力了。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随便找个工会副会长都能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现在那么努力，让其他人咋活啊？死开！”许清雅白了一眼刘欣然，再说我现在就找个工会会长把你给包了。错了。刘欣然欲哭无泪，我这细皮嫩肉的可顶不住油腻大叔的摧残。许清雅，没事，油腻大叔就喜欢你这样的二次元妹子，元气少女吗？哇，不活了，校花欺负人，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可以为所欲为。刘欣然瞪了一眼许清雅，哼唧唧的说道：“好家伙，就知道哭是吧？”许清雅噗呲一声笑了出来，那我也哭。哟，校花还会哭呢，这要迷死多少男人？刘欣然贱兮兮的补刀。许清雅，大火球术。刘欣然一愣，卧槽，等一下，看我扑通一声跪下。许清雅一把抓住刘欣然，啪叽一声拍了拍他的脑门，娇嗔似的说道：“别闹，说正经事，教教我怎么倒贴。”说到这里，许清雅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柔和了起来，脸颊也开始微微泛红。哟，原来请我喝咖啡是为了这个哟。刘欣然一脸坏笑。许清雅，大火球术。刘欣然啪叽一声跪下，咱可不是害怕你的火球术，而是单纯助人为乐，为了姐妹友谊。刘欣然强颜欢笑，一本正经的解释道：“至于怎么倒贴，市级赛事要开始了，今年1转职业者、2转职业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奖励相当丰厚，可以说是历届最炸裂的奖励。苏明的话一定会参加市级赛事。”许清雅愣了下神，然后呢？你是不是傻？刘欣然白了一眼许清雅，一脸恨铁不成钢地道：“肯定是献殷勤呢。”啊！许清雅微微张开小嘴，神情不解地道：“没听懂，这都不懂，果然是笨蛋美女。舔狗晓得不？市级赛事需要啥子、入场券、生命药剂、恢复药剂、魔力药水以及流程详解。”刘欣然循循善诱道：“你把参加市级赛事所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然后再整理一份完整的赛事情报，全部送给苏明不就好了？这样一来，他是不是会注意到你？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你需要告白。”许清雅脸颊一红：“告白？废话！”刘欣然被气得有点肝疼。不告白咋了？你能不能搞清楚你的定位？大校花，你现在是倒贴？没当过舔狗，还不知道什么叫舔狗了吗？和那些追你的学一学。刘欣然的话一下子让许清雅双眼微微一亮，她贝齿咬紧红唇，神情变得无比羞涩，而后轻声开口说道：“我有点明白了，要正式告白，然后要献殷勤，给苏明付出。对了，孺子可教。”刘欣然轻声呛了下口水，
目光狡黠地笑着道：“先把苏明约出来，就直接说学生会找他，学校有些东西给他。约出来后，其他的就好办了。当着全校的面向他告白。”刘欣然说的自己都有些兴奋了，莫名一种吃瓜群众的既视感。当着全校的面，许清雅微微咽了下口水。水光肌，清冷妆，雪白的肌肤下白里透红，不论怎么看都是神颜天才。而此刻他却一脸娇羞的表情，直接让咖啡厅里其他男性职业者都看呆了眼。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此时的清冷校花却在谋划一件大事，即将向苏明告白。第126章万族战场，全球百国 PK， 白金湾别墅。休息2个小时，然后约柳妹出来。回到家里，苏明卸下了一身的武器和装备，直接朝着卧室走去。时间太紧迫了，纳诺 BOSS 的技能1天过后便会失效，那个时候即便苏明凑够了经验值，也没有办法再掠夺技能，所以他只能休息不到2小时，再约柳妹出来咨询经验药剂的货源。毕竟柳妹身后可是 S 级公会，而她的亲哥哥更是大名鼎鼎的京都修罗。相比于苏西来说，柳妹的货源渠道应该更广，人脉也更硬。200来万经验值不是什么难事。简单的清洗了下，苏明朝床上一躺，直接睡着了。然而1小时后，他却被电话铃声给吵醒了。奶奶的，真烦！苏明皱了皱眉，神情一阵郁闷。陈其山给他打电话的不是别人，竟然是中海市一中的校长，那个老小子。陈校长稍微斟酌了下，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仍然接通了电话。怎么说呢？陈其山为人还是不错的，对苏明也不错，大不了少睡一会，万一对方有什么急事呢？苏少，电话那头，陈其山语气中略微带着一丝激动，清了清嗓子，说道：“没有打扰到你吧？”“没事。”苏明克制了下内心的怒气，轻声回应道：“有什么事吗，陈校长？”“是这样的。”陈其山貌似也听出了苏明话里的情绪，急忙干咳了2声，而后言简意赅地解释道：“咱们中海市的市级赛事开始了，新赛季，今年的赛事针对全职业、全段位开放。简单来说，即便是一转职业者也能参加，而且赛事奖励相当丰厚，每提升1星都能获得至少是往年3倍以上的奖励。就在刚才，我结束了一场黄金局的 PK 赛，获胜奖励都是5万点经验值以及1本白银级技能书。”陈其山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苏明眼前猛地一亮，直接愣了下。卧槽，5万点经验值！苏明大口的喘息了下，眼神里一片狂喜，这不是正中他下怀了吗？一局 PK 竟然就有5万点经验值，多来几局不就能凑齐200万经验点了？苏明稍微咽了咽口水，调整好了情绪，开口问道：“陈校长，能和我说一下市级赛事的情况吗？”毕竟苏明只是一名2转职业者，不久前还是一名高中生，虽说了解一些市级赛事的情况，可是了解的并不全面。这种赛事有些像前世火爆全国的一款对抗游戏，只不过比赛规则却有些细微的差别。也是，高中课程里并没有赛事的详细介绍，我和你好好说一下具体情况。陈其山若有所思地沉吟了下，而后娓娓道来：“和转职一样，这个世界的赛事也是由创世神所制定的规则，每一位职业者只要符合要求便可以参加。往年的赛季对职业者的要求很高，一般情况下只有完成3转，也就是60级以上的职业者才能参与，甚至不到100级的话，基本拿不到什么成绩，只能在白银以下段位晃悠。”陈其山的声音传来，苏明微微扬了下眉头，莫名和那款游戏相似。赛事分为几个阶段，第1阶段市级赛事，第2阶段省级赛事，第3阶段全国赛事。每一个赛季段位都会下落一个档次，比如我去年是铂金段位，今年便调到了黄金段，新赛季需要重新冲榜才能上去。苏明点了点头，回应了下道：“这个我知道，市级赛事结束以后，段位比较高的职业者便有资格参与省级赛事，而那些被淘汰的只能去玩匹配局 PK， 没办法继续冲榜。”“对。”陈其山肯定地回应道：“是这样的。然后每一局 PK 都有对应的获胜奖励，即便是 PK 失败也会得到一定的补偿奖励，然后如果登顶市级赛事的前100名，还有额外的专属物品。”苏明眼眸微微一眯，有点期待了。我记得国服前100貌似还能解锁新的赛事。苏明沉思了下，开口问道：“一般情况下，全国赛事已经是赛季的顶峰了。”陈其山点了点头，解释道：“想要参与全国赛事，已经意味着站在了国内职业者天花板的层次，即便是冲到国服榜前1万名，困难程度都丝毫不亚于一名3转职业者终结100级 BOSS 怪。
前100那都是顶级怪物，还得是老牌职业大神。当然，如果真的资质变态、等级变态，满足了条件，冲到国服榜前100的程度，确实会解锁一个全新的赛事——万族战场。苏明愣了下，万族战场，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称。那是什么？苏明咽了咽口水，无比好奇地问道。怎么说呢？陈其山稍微沉默了下，再度开口解释道：除了咱们大夏以外，整个全民转至世界，还有大概100多个国家。这一点你知道吧？苏明扬了扬眉头。知道，和前世差不多，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存活下来了，也培养出了属于自己的职业者。只是每个国家的实力差距却很悬殊。毕竟，对于顶级职业大使而言，那些低段位的职业者和蝼蚁没有什么区别，随便一个技能丢过去，便能摧毁一大片。你可以理解，万族战场就是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顶尖职业者全部放在一起，然后展开一场顶级赛事，获胜的职业者将会获得难以想象的奖励，而获胜者背后的国家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好处。陈其山补充说道。不过，万族战场里除了蓝星的职业者以外，还有来自各个第二世界副本的 NPC、精灵、半兽人、矮人、巨龙、帝国冒险家。所以，每一次的赛季末尾，万族战场开启后，大部分国家都会直接放弃。陈其山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忌惮，轻声说道：因为对于蓝星的职业者而言，万族战场赛季的风险远高于收益，一共10几次赛季，人族一次都没有获胜，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更悲剧的是，连万族榜前1万名都没有出现过几次。第127章12神明使徒。听到陈其山的话后，苏明猛然一愣，整个蓝星连冲进万族榜前1万名的人都没有。法神呢？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莫名感到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虽说如今的他在其他人看来已经是顶级天才，堪称变态级小怪物了，然而在万族中却显得有些渺茫。倘若连法神这1号大人物丢到万族战场中都无法跻身前1万名的层次，苏明的话恐怕连第一局 PK 都过不去。一时间，苏明的心脏都不禁微微一紧，无形的压力油然而生。法神？陈其山稍稍沉默了片刻，如同自嘲似的轻声一笑，即便隔着电话，苏明也听出了他语气里那一丝真切的无奈。第9次赛季，正是法神是放出了10次禁咒，才堪堪冲进万族榜前1万，不过排名也仅仅是9000多名，恰好挤进去了而已。苏明再度一愣，好家伙，10次禁咒，恰好9000多名，万族战场这么变态的吗？其他国家呢？苏明调整了下情绪，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而后再度开口问道。也差不多。陈其山没有犹豫，直接回应道。当然，除了漂亮国，他们培养出了12名顶级天才，全都是混血种，分别拥有着恶魔血统、天使血统以及巨龙血统。在血统强度的加成下，这12名职业者倒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上一个赛季，他们的排名全都在万族榜前1万，得到的奖励也异常丰厚。混血种？苏明神情微微一阵恍惚，放弃了人族血统，用这种方式来获得短暂的属性增幅。陈其山的声音再次传来。没错，漂亮国将这12名职业者称为天启12使徒，许多国家，樱花国、棒子国、阿三国都将他们视为了神明使徒。神明使徒？苏明皱了皱眉头，一下子有些说不出话来了。这些东西已经涉及到了苏明的知识盲区，只是一瞬间，他便有种错觉，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在脑海中呈现。当然，他也品出了一丝异样的味道。漂亮国的野心不小呐，神明使徒，这是想要将全球其他100多个国家都变成自己的信徒。陈其山同样深吸了一口浊气，连声音都有些被不平静了，再度沉默了片刻，才感叹了一句道：是呢，不过这些东西不用我们担心，京都那些顶级职业大神和头部工会能应对好。现目前苏少你的话，还是尽快提升等级，让自己在未来能有一片天地。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陈其山说的没错，很中肯。市级赛事、省级赛事、全国赛事，一步一个脚印。他现在连市级赛事都不一定能过得去，万族战场这种层次还不是苏明现在可以考虑的。亡灵天灾，苏明微微皱了下眉头，想起了龙墓副本里的情况，大量的亡灵古龙被圈养，等待着蜕变。貌似相比于12神明使徒，原住民世界的圣殿会更加恐怖。倘若亡灵天灾降临，全世界怕是无人能抵挡这种级别的大灾变。一头史诗级血统的亡灵古龙，同等级下，恐怕就算是法神这种大人物也会相当棘手。
苏明心中暗自想到。而海量的不死骷髅和亡灵古龙同时现身，以及圣殿会的 NPC 职业者，这样的灾难席卷蓝星，全世界将会在一顷刻间化为乌有。苏明大口地喘息了下，让新鲜的空气涌入肺里，尽量恢复着情绪，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异样。而与此同时，陈其山的声音也再度从电话那头传来了：“苏少，今年的新赛季，你要参与吧？”苏明没有半点犹豫：“当然，如果方便的话，你来一下学校，我这里正好有一些赛季入场券，还有一部分闲置的生命药剂、魔力药水以及 PK 赛所需的资源。然后我可以再和你说一下赛季的情况。”陈其山的语气里夹杂着一丝恳求的意味，他对苏明的态度相当尊敬，完全不是校长面对学生，更像是在询问一名顶级工会的2代大少，有一丝谄媚的味道。怎么说呢？苏明如今的情况已经和一中的普通学生不一样了，不单单是资质的问题，而是身份、地位。外界都在传闻，苏明的背后至少也是一个 SS 级头部工会，况且在2转时，他还跻身成为了京都黄金玫瑰工会的唯一男性成员，又被清北大学招收。种种情况下，苏明现在的身份，就连陈其山都无比忌惮，语气里的谄媚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好，那我现在过来。苏明没有装腔作势，直接应了下来。市级赛事，不知道我能冲到什么段位，现阶段的话，2转以内的职业者应该都能对付吧。挂掉电话，苏明轻轻摩挲着下巴，陷入到了沉思中。不得不说，陈其山的电话来得很及时，一下子解决了苏明的需求。市级赛事，虽说奖励肯定比不了终结翡翠巨龙纳诺来的多，就算会奖励武器，也不过是一些白银级，黄金级都少得可怜。然而好在赛季的经验值奖励比较丰富，1天时间应该够了。苏明咽了咽口水，微微眯起眼想到，如果能弄到100多万经验值就好办了。阿尔法，苏明深吸了一口气，挥了挥手，直接召唤出了死灵古龙。此时的阿尔法比先前显得更为庞大了，只是一出现便占据了白金湾别墅区的天空，整个天穹都在一瞬间骤然漆黑了下来。而在阿尔法身上的淬火纹路一丝丝的展开，星星点点的火焰在骨骼中燃烧，看上去不再像是亡灵古龙，而是一头浴火燃烧的死亡巨龙。霸气、华丽、拉风，这样一头坐骑绝对能残酷那些龙骑士职业者。还是阿尔法方便一些。苏明淡淡一笑，摩挲着手背的另一枚烙印，那是一枚淡金色的光明独角兽图腾，双星印记。苏明没有召唤出光明独角兽的原因很简单，要说坐骑的话，死灵古龙还是要略胜一筹，毕竟飞行速度更快。不过撩妹的话，嗨嗨，双星堪称天花板级的渣男神器。第128章市级赛事的规则。中海市一中，苏明骑着死灵古龙从天穹中一闪而过。卧槽，英雄级血统，竟然是一头英雄级血统强度的巨龙！疯了吧？这种级别的巨龙居然被驯服了！我去你奶奶个腿！这究竟又是哪个顶级2代的坐骑？等一下，我是眼花了吗？为什么在鉴定树下出现了阿尔法这个名称？啊，阿尔法，那不是苏神大佬的坐骑吗？不会吧，暗金级血统英雄级血统，苏神的巨龙坐骑竟然完成了一波进化！大新闻呐！2转职业者，纯情男高，一夜间让坐骑进化成英雄级血统。好家伙，我特喵的直接好家伙！你丫不去震惊部真的是屈才了，太疯狂了，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别人的18岁动不动就是死亡岩爆术、禁咒、英雄级坐骑，而我呢，现在还是1级。没事，想开一点，虽说比资质你比不过苏神，可是比颜值那他也比你强。卧槽，你小子，你是懂说话的。随着苏明一出现，整个学校都炸开了，全校师生无一例外全都仰头看向天穹，被苏明的出场给震撼得目瞪口呆。当然，最让他们震惊的是，苏明的巨龙坐骑竟然还完成了一波进化，直接从暗金级血统强化到了英雄级。如果说一名2转职业者拥有暗金级的巨龙坐骑，已经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了，那么英雄级血统的死灵古龙则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彻底将全校师生的世界观给轰碎了。一时间，学校内哀嚎声一片，无数名刚转职没多久的高中生心里最后一丝傲气都被捏碎了。奶奶的，原本以为和苏神间的差距有一丝丝大，没想到竟然夸张到了这种程度，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差距了，简直是云泥之别。毫不夸张地说，仅仅是一头英雄级巨龙
就已经是他们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苏明现在拥有的成就，是无数明职业者一生都达不到的高度。校长办公室，苏明安静地将阿尔法收进了巨龙印记中，手背的那一枚巨龙图腾稍微亮了一下，苏明也打了个哈欠，敲开了陈其山办公室的大门。苏少，办公室里，陈其山一见到苏明出现，浑浊的老眼瞬间一亮，很是激动地站了起来。陈校长，苏明淡淡一笑，温和地笑着道：“来了，喝茶，喝茶。”陈其山一样如沐春风地笑了下，将面前的茶杯递了个过去，神情有些谄媚地说道：“苏少，来得蛮快。”对，坐骑刚进化到英雄级，飞行速度比先前快了1倍多。苏明不动声色地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噗呲一声，陈其山差点一口茶水把自己给呛死，而后急忙等待了惊骇的老眼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明，用一种不可置信的声音问道：“英雄级？”对，苏明依旧神情淡然，很是轻松地回应道：“才成进化。”进化？陈其山的嘴角抽了抽，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他知道苏明很强，然而这也太变态了吧！巨龙坐骑还不够，现在就连血统都强行提升到了英雄级，恐怕京都那些头部工会的顶级2代和苏明比起来，怕是也要稍微暗淡一丝。怎么说呢？中海市本身就是个小地方，临海小城，这么多年也没有出现几个顶级天才，不然许清雅和龙晨他们2个暗金级也不会引起如此大的波动。就连韩英这样一个亡灵法师都能被称为人气女神。而英雄级巨龙是什么概念？相同的等级下，能捏死英雄级职业者。简单粗暴的来说，哪怕韩英、龙晨、许清雅这3名中海市天才职业者全都达到了70级段位，和埃尔法一个等级，埃尔法也能轻而易举的将他们3人捏死，都不用费力气，一口龙咽下去，啪叽一声，全都凉了。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如今的陈其山也算是100级职业者，以他的老骨头架子，要是1对1面对苏明的坐骑，怕是也捞不到半点好处，稍微不注意都有可能死在巨龙手里。当然，最重要的是进化。一般情况下，坐骑想要完成血统进化，难度丝毫不亚于让一名3转职业者去1对1单刷100级 BOSS 怪，不仅需要海量的资源，还需要满足进化条件。甚至即便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坐骑没有进化潜能，也压根不能提升血统强度。要不然那些大型工会早就人手一头顶级血统坐骑了，还有散人职业者什么事？能让一头亡灵古龙转职进化成死灵古龙，强行蜕变完成血统提升，还达到了英雄级水准。陈其山看了一眼苏明，神情阴晴不定，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用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轻轻呢喃道：“怕是苏明背后远不止一个 SS 级工会那么简单。黄金玫瑰工会、清北大学、百灵会长这些大佬毕竟也不是傻子。”一念及此，陈其山的目光变得无比复杂，看向苏明的眼神里也夹杂了一丝更强烈的谄媚，都快要冲着苏明点头哈腰了。苏少，不愧是你。沉默了很久，陈其山强颜欢笑地称叹了一句，咽下的口水又差一点让自己被呛到。对了，苏少，这是新赛季的入场券，使用这些入场券便能进入 PK 副本。陈其山深吸了一口浊气，取出了一个木盒，里面摆放着3张看上去很精致的卷轴，以及一些药剂。市级赛事的 PK 规则很简单，使用1张入场券便能进入 PK 副本，如果获胜可以继续比赛，不断提升星级和段位。当然，要是在1对1 PK 中失败，那么便会被强制退出副本，需要重新使用1张卷轴。听到陈其山的解释后，苏明扬了扬眉头，很好理解，1张卷轴便等于1条命，如果 PK 输掉便意味着死亡，自然需要重新使用入场券进入副本。市级赛事呢，和正常打副本不太一样，这里输掉比赛并不会死亡，也不会掉落等级和物品，只会被清出副本地图。不过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惩罚，那就是输掉1次 PK 便会掉1颗星段。掉1颗星？苏明愣了下，不禁问道：“那是啥？”第129章100星段位，炸裂的经验奖励。星段指的是小段位。见到苏明一脸不解，陈其山没有半点不耐烦，反而很是认真地解释道：“市级赛事也好，全国赛事也好，都共用一套段位制度，分为大段和小段。大段划分为黑铁段位、青铜段位、白银段位、黄金段位、铂金段位、钻石段位、星耀段位、王者段位、皇级段位。而小段呢，则是分为5个星级，从黑铁1星开始，一直到皇级段位。”苏明听到陈其山的解释后，苏明直接沉默了。奶奶的，这不就是……一时间，苏明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难不成这个全民转职世界的创世神和他出自同一个世界？
都是转生者，不然全国赛事的规则怎么和前世那款王者农药这么相似？黄级段位是不是星段比较多？苏明看了一眼陈其山，开口问了一句：“对，你怎么知道？”陈其山一愣，有些不可思议地回应道：“黄级以上，星段就不止5颗了，最多有100星，也就是100星黄级。100星黄级职业者会厮杀出国标大神前100名。”陈其山娓娓道来。苏明扬了扬眉头：“100星黄级，好家伙，这不就是国服前100吗？熟悉的味道。”明白了。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而后微微眯了下眼眸，看向陈其山道：“大概规则我知道了。那苏少准备现在就开一局 PK 赛吗？”陈其山眼前微微一亮道：“以你现在的水准，中海市内的2转职业者，哪怕是那些战斗经验丰富的狩猎者和冒险家，应该也不是你的对手。不论什么职业者，一开始进入市级赛事都只会匹配到黑铁段位1星的职业者，只要不出什么大差错，你连续赢下10局没什么问题。”苏明若有所思：“连续赢下10局？”“没错。”陈其山点了点头。今年的新赛季已经将参赛门槛降低到了1转阶段，也就是说，黑铁段位内匹配到的对手大部分都是1转至2转职业者，等级不会太高，完成10连胜应该很轻松。而10连胜的奖励却不含糊，保守估计应该也是至少10万点经验值。苏明心中一紧，有些亢奋了。现在就开。苏明神情惬意地笑了笑道：“如果是之前，苏明绝不会被10万点经验值所吸引到，神级选择剧情随便一触发，获得的经验值奖励都不止这点。然而现在他正缺经验值来解锁纳诺的 BOSS 技能，所以哪怕是1万点经验，苏明都会相当惊喜。好，那苏少和我去学校的专属训练室吧，那里可以直接开启传送法阵，进入市级赛事的1对1 PK 地图副本。”陈其山老脸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起身朝着办公室外走去。苏明点了下头，也准备离开。可正在这个时候，智能手环却一阵震动。“苏明同学，如果方便的话，来一下学校，这里有一些物资需要你领取一下。”微信消息：许清雅。清冷校花。苏明皱了下眉，心中一阵狐疑：“陈校长，学校里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亲自领取吗？”没有多想，苏明直接叫住了陈其山，开口问道：“许清雅给我发了个消息。”说着，苏明将手机屏幕递给陈其山看了一下：“没有。”作为一中的校长，陈其山都是一愣，果断地回答道：“学校提供给优秀学员的奖学金全都发放了，市级赛事的入场券是我给你的私人物品，其他的也没啥东西了。”可能是学生会的事情。陈其山那浑浊的老眼里也呈现出一丝不解。我记得许清雅这小姑娘不是咱们学校学生会的首席吗？或者……说到这里，陈其山顿了顿，将话咽了下去。只不过看向苏明的目光里却带着一丝淡淡的狡黠。没事，去看看不就好了？也可以。苏明皱了下眉，轻声呢喃道：“只要不耽搁太长时间，领取个东西也没啥。说不定许清雅有什么要紧事呢。”然而苏明也有些懵了，他和这个清冷校花基本没交集，也不过是有个联系方式而已，甚至这都是因为同班同学的原因。高中这几年，他和许清雅总共都没说过几句话，能有什么事呢？同一时间，中海市一中某个教学楼旁，许清雅一身精致玫瑰金长裙，握着手机的小手猛地一颤，明媚的眼眸也不禁扑闪了下，水波荡漾。“怎么了？”“苏神，回复你了。”在许清雅一旁，一身运动装扎着丸子头的刘欣然嗅到了一丝异样的味道，直接凑了过来，一脸惊喜地说道：“快给我这个恋爱导师看看，苏神回复的啥？”“好。”苏明只回了一个字。刘欣然有点懵了，不过他很快反应了过来，不禁咳嗽了2声。“没事，至少回你了。”刘欣然看了一眼许清雅，生怕自己的这个笨蛋闺蜜失去了动力，急忙安慰道。然而许清雅的脸颊却微微一阵泛红，目光则是看向一旁，用蚊虫似的声音轻声呢喃道：“欣然，我就知道苏明对我应该也是有意思的，他怎么不回别人，回我呢？肯定是也喜欢我。”噗呲一声，刘欣然嘴角抽了抽，一阵头疼。好家伙，舔狗日记！谁能想到清冷校花顶级大美女竟然还有这样一副面孔？此时的刘欣然心里有1万头草泥马奔过，这都不用心理疏导了，校花自己都能pull out自己。对，你说的没错。刘欣然猛地深吸了一口气，轻轻拍了下许清雅的肩膀，鼓励道：“相信自己，大校花，你可以的。还记得咱们的口号吗？”许清雅认真的点了点头：“努力付出，不求回报。我清冷校花，从今天开始倒贴苏明。”许清雅满脸羞涩，声音也有些低了。
大点声！刘欣然督促道。等会还要当着全校的面告白呢，这你都受不了，那等会咋办？努力付出，不求回报。许清雅的脸蛋红的都可以掐出水了，急忙再次念叨了一次，音量也提高了不少。我清冷校花，从今天开始倒贴苏明。第130章，龙傲天少年崛起了。中海市地窟出口，一名身披黄金铠甲的青年用力地挥动了下手中的长枪，放肆地大笑道：好好好，24级，我竟然升到了24级，再差一点就能完成2转了。青年的神情极为癫狂，目光中更是夹杂着一丝浓郁的傲气。黄金级铠甲、黄金级长枪，以及一柄白银级备用长刃，这种配置即便是3转职业者都不一定有吧。而现在我龙尘却凭借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苏明，等着吧，要不了多久我就能超过你，而许清雅也会成为我龙尘的女人。地窟出口的这名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和苏明同一个班级的龙尘。此时的他等级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4级，虽说和苏明相比仍然差了不少，然而却已经甩开了同班同学一大截。这种程度的升级速度已经相当变态了。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地窟。在圣骑士职业的光环下，龙尘侥幸中截掉了一头残血 BOSS 怪，不仅让等级疯狂提升了一大截，同时还获得了一柄黄金级武器，一件黄金级铠甲。如今的龙尘综合实力可以媲美一名真正的2转职业者了。回学校，今天就向许清雅表白。龙尘深吸了一口浊气，虚了下眼，无比自信的呢喃道：我现在的情况肯定能获得今年的全省状元，就算是全国状元也有机会搏一搏。清北大学的招生办导师貌似还没有离开中海市，说不定都不用高考了，见到我以后会亲自招揽我去清北大学呢。将手中的长枪别在身后，龙尘的心情相当舒畅，惬意的伸了个懒腰。他扬了扬眉角，自顾自的轻声说道：苏明虽然等级比我高一点，职业品阶也比我略高一些，可是杀神职业连图鉴都没有，这么一个冷门职业多半很鸡肋，说不定还是个垃圾辅助职业呢。我毕竟是圣骑士，热门职业榜单第9，这不玩虐苏明？他能被清北大学破格录取，我肯定也可以。而许清雅也一定会对我青睐有加。芜湖，这下好了，苏明要被我踩在脚底了。龙尘大口的喘息了好几下，心脏更是一阵狂跳。此时的他兴奋的都有些语无伦次了。不怪他有这样的想法，毕竟苏明的杀神职业确实是全国唯一的存在，除了头部职业大佬能窥视到一些端倪，其他人对职业几乎一无所知。而圣骑士职业却是公认的最强热门职业榜 Top 9。在这种情况下，龙尘自然有了一丝盲目自信，甚至在他看来，苏明的等级虽然比自己高一些，然而真要论实力的话，孰强孰弱还真不一定。亡灵古龙坐骑多半也是苏明踩了狗屎运才驯服的，以圣骑士的光环属性，将来我必定能得到更强大的坐骑，最好是一头光明独角兽。那种坐骑颜值比较高，很受女孩子喜欢。龙尘一脸坏笑，眯起的眼眸里噙着些许淡淡的期待，彻底沦陷在了自己的幻想中。而在他的手中紧握着一块精致的水晶宝石，这可不是观赏品，而是一件不错的怪物资源，名为生命水晶，使用后能让职业者完成一次洗礼，获得不少好处，尤其是生命值更是能达到一定程度成长。将这块生命水晶送给许清雅，表白应该会成功吧。龙尘神情自信的呢喃道，如同已经看到了和许清雅手牵手的美好画面，笑得合不拢嘴。一念及此，龙尘没有多逗留，而是大步朝着城市的方向走去。与此同时，中海市一中一座教学楼前，苏明眉头轻轻一扬，看向站在自己面前的许清雅，开门见山的问道：你找我有事？领取什么东西？今天的许清雅貌似精心打扮了一番，束腰开叉长裙，浑圆紧致的大腿露了出来，细腻雪白的肌肤见不到一丝瑕疵，简直是艺术品一样完美。而目光向上一瞄，便能看到许清雅那波涛汹涌的资本，夸张的大熊猫都快要把枚金色长裙给挤破了。这种级别的身材确实无可挑剔，貌似用魔鬼身材来形容都有些苍白，只能说极品中的极品。一时间，饶是苏明都不禁咽了咽口水，不过神情依旧不动声色。这个给你。面对苏明的话，许清雅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深吸了一口浊气，憋红了脸颊，将头别到一边，小声的说道：这些都是给你的。啊？苏明眉头一紧，被许清雅的反应给弄得有些懵了。好家伙，给个东西而已，你脸红啥？而在看到了许清雅递过来的东西后，苏明更是一愣。市级赛事入场券、生命药剂、恢复药剂、魔力药水，全是打 PK 要用到的资源。还有这个
这是我亲自为你整理的资料，这个赛季的所有情报都在这里。许清雅被齿咬住了红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涂了唇釉的原因，她的嘴角看上去格外温润，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一口。苏明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急忙别过了目光，当然也接过了许清雅给的日记本。打开一看，里面是清秀的字迹，许清雅亲手写下了赛季的详细情报，包括升段升星的流程以及1对1 PK 需要注意的事项，可以说事无巨细，比陈其山所说的还要详细。这个倒是有点用。苏明眼前微微一亮，心中暗自思忖道，对他而言，这些东西确实有点实用，毕竟他急需经验值，就靠着今天这一波的 PK 赛来捞经验点了。然而苏明却有些不解地看了一眼许清雅，再次问道，这些东西不是学校给的吧？我也没有加入学生会，所以事出无常必有妖，苏明可不会随便接别人的好意，除非是个天才。很显然许清雅符合这个条件，可是再神颜天才也要问清楚状况撒，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许清雅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终于抬起了头，看向了苏明说道，我想和你告白，不对，准确来说，我现在就要和你告白。苏明，我喜欢你，请问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许清雅攥紧了小手，浑身都有些轻微的发抖，小脸更是彻底红润了，就连耳根都是一片红晕。不怪她表现得这么生涩。许清雅在外人面前虽然一直都是清冷女神的形象，可是内心深处却也只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更何况这是她第一次向人告白，也是第一次准备谈恋爱。然而此时的苏明，第131章全校彻底疯狂。苏明确实懵了，他没有想到许清雅竟然会当面和他告白，这哪里还有高冷女神的样子，完全是一名情窦初开的小女生。虽然苏明第一时间直接愣住了，可是好歹也是顶级渣男，他很快便反应了过来，接过了许清雅递来的入场券和生命药剂。谢谢。苏明如沐春风一笑，看向许清雅，他并不打算直接和许清雅确认关系，即便是万众瞩目、群星环绕的清冷校花，也不可能束缚住苏明。毕竟一棵树和一片森林，苏明还是拎得清的。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没等苏明再开口，脑海里却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清冷校花的告白。选择1，接受清冷校花许清雅的告白。作为暗金级职业者光明祭祀，许清雅的资质相当可观，下一阶段转职，她将有一定概率可转职为传说级职业者，和这样的顶级天才确定关系，您将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奖励一柄黄金级武器。选择2，拒绝许清雅的告白，并鼓励她将心思放在职业生涯上，努力提升等级。这样做虽然短时间内或许会让您失去一位温柔体贴的优质女友，不过却可以在未来得到一名顶级红颜知己，一名不弱于法神的传说级大神，奖励100万点经验值，1000点技能点。选择3，无视许清雅，眼观鼻，鼻观心，不被红颜祸水所影响，直接开启市级赛事。毕竟作为史诗级职业者，您的职业前程最为重要，这样做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奖励1头黄金级血统坐骑。很丝滑，许清雅的告白直接触发了神级选择剧情，这一点虽然有些出乎苏明的预料，却也在情理之中。貌似和他有接触的红颜知己都是饱满的韭菜盒子，很轻松就能触发奖励机制，看来我以后得多认识几个妹子。苏明微微一眯眼，不动声色地思忖道，心里掀起了一丝古怪的念头。这次的选项一样是3个，奖励也很丰厚。随着苏明等级的提升，奖励强度加倍了很多次，现在最次的也是黄金级物品了。选择1，接受清冷校花告白，奖励1柄黄金级武器。选择2，拒绝告白，奖励100万点经验值，1000点技能点。选择3，无视许清雅，奖励黄金级血统坐骑。奶奶的，这些东西要是放在中海市，怕是都能让头部3大公会展开一场腥风血雨的争夺。苏明隐晦地咽了咽口水，心中暗暗想到，的确，黄金级武器、黄金级血统坐骑，这些东西本身就是顶级物品，在中海市这样一个临海小城，已经能让苍魂公会这样的大势力动心了。哪怕是放在京都，能有一头黄金坐骑也算得殷实。卧槽，许清雅的职业潜能竟然这么疯狂！苏明将几个选项所泄露的信息全都看了一下，神情猛地一惊，差点窒息了。许清雅2转，竟然有可能成为一名传说级职业者，能成长到不弱于法神的程度。苏明不禁一阵汗颜。柳妹是双生职业者，许月背后站着禁卫军团长，韩英的潜能炸裂，而许清雅更变态，能成长到传说级。好家伙，
他奶奶的，养成系！苏明暗自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复杂的情绪。100万点经验值，对现在的我来说，价值可远超过了一柄黄金级武器啊！技能点这种东西，价值也本就昂贵，一般情况下，1点技能点都价值连城，想要购买1000点，让苍魂公会一口气拿出来，估计都有点头大。稍微分析了下，苏明心里也有了自己的决定，自然是222。一方面，这个选择所带来的奖励最昂贵；其次，苏明本就不打算直接和许清雅确认关系，暧昧一下倒是没事，甚至苏明还必须要暧昧一下，这可是能成为法神一样地位的小怪物，不得好好的交流交流。万一许清雅爆发了，以后可是多了一个好妹妹呢。想到这里，苏明稍稍深吸了一下气息，让新鲜的空气涌入肺部，头脑冷静地看向神情娇羞的许清雅。与此同时，全校师生疯狂了，崩溃，目瞪口呆。全员石化。苏明和许清雅在学校里的人气本就很高，两人不仅颜值在线，资质也远超同龄人，所以当他们俩同时出现在学校时，自然引来了全校师生的围观。本以为只是一次简简单单的见面，谁知道竟然亲自目睹了清冷校花向苏明告白，疯狂，简直是太疯狂了。此时整个一中所有学生的情绪都快要绷不住了。卧槽，你们看到没？卧槽，清冷校花，冰山女神，居然在向苏明告白！奶奶的，我都要怀疑自己眼花了，太离谱了，真的太离谱了！在别人面前和冰山一样的清雅学姐，面对苏明竟然还有这样一副面孔，完全是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呢。好美，我要憋不住了。校花那娇羞的表情，直接让我心都化了。我他娘的当场去世！暗恋了3年的清冷校花，在苏神面前怎么像是舔狗？你的女神，苏明的舔狗，真羡慕呢，羡慕的我吉尔发紫，下辈子一定要投胎成苏明大佬。估计今天过去，整个中海市都要疯狂流传校花告白的视频，苏神恐怕又要火了。别人的青春，巨龙坐骑，清北招募，黑丝神官贴贴，还有校花反追告白，而我呢，手里的鸡腿突然不香了，还让不让人活了呢？兄弟们，有一说一，我感觉校花有点配不上苏明。你小子是懂说话的，俺也这么觉得。全校同学的表情都相当精彩，亲眼看见冰山一样高冷的校花做出这种娇羞姿态，强烈的反差感让所有人的心都快要融化掉了。可爱，可爱到爆炸。当然，一部分男生则是欲哭无泪。告白时的校花美的不可方物，可惜告白对象却不是自己。奶奶的，失恋了。角落里，一名男生当场泪目，神情比哭还难看。校花告白的状态和我们表白时一样，然而我们却被称为舔狗，而校花那美到爆炸。嗨，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玩意儿看脸？一名身材娇小的妹子无情补刀，噗呲一下，周围传来了阵阵爆笑声。暗恋许清雅的男生再也绷不住了，挥泪离开。嘘，安静点，苏明说话了。有人咽了咽口水，示意众人安静下来。齐刷刷的目光一下子朝着苏明汇去。你很优秀，也很漂亮。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苏明微微一笑，看向许清雅轻声说道，不过现阶段的话，我没有恋爱的打算，市级赛事已经开始了，过段时间亡灵峡谷副本也会在中海市降临，当然还有岭东副本第2世界，1个月后我更是会去京都。苏明的声音温和的响起，许清雅的眉角轻轻一拧，有点愣住了。所以说，许清雅的眼神闪躲了下，瞄了一眼苏明，而后又将目光投向了其他方向，不敢再多看苏明一下。你不喜欢我，重要吗？苏明没有沉默，而是脱口而出。那你喜欢我什么？难道喜欢就一定要在一起吗？要去相爱，首先要学会爱自己，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你觉得呢？这些话，苏明说出来不要太流畅。没办法，前世他就靠着这一波操作，撩拨到了一大片花痴妹妹。许清雅的颜值虽然是天菜级别的程度，可是，在段位这一方面，远不如苏明。拿捏他，简直不要太轻松。我明白了。许清雅深吸了一口气，双眼泛光的看向苏明说道，只有旗鼓相当的职业者才能成为对手，而同样的，只有2个人在同一个高度才能有相爱的可能。所以，我需要更努力，先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是这样吗，苏明哥哥？许清雅鼓起勇气，直视着苏明的目光，他的眼神里却流露出了一丝渴望的神情。然而，其中又夹杂着一丝异样的自卑感。很难想象，优秀如许清雅，
此时面对苏明，却也展现出了一丝来自心底深处的自卑。第132章，苏明拒绝校花表白。对，全国统一高考也快到了，你尽量在高考前完成2转吧，考一个重点大学。苏明看向许清雅，如沐春风的笑了下。虽说他对许清雅的反应微微有些惊讶，没想到外表如此冰山女神的校花，私底下竟然是这样反差，清纯的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妹子。然而苏明也没有多想，毕竟先获得神级选择奖励最重要，那可是整整100万点经验值啊！以你的资质，如果能在高考前达到2转的话，清北大学应该也没啥问题。苏明淡淡一笑，继续轻声说道：“将来成为一名高级职业者，再加入头部工会，前程一片光明呢。”听到这些话，许清雅的目光微微一亮，脸颊依旧泛红。她抬起头，瞪大了眼，看向苏明说道：“好，我一定加油，争取和苏明哥哥一样考到清北大学，然后申请加入 SS 级黄金玫瑰工会。”许清雅的声音到最后稍微变得小声了。黄金玫瑰工会，京都地下世界最神出鬼没的顶级工会，招收条件可不低，最次的门槛也需要达到史诗级职业者水准。而许清雅，光明祭祀职业，却只是一个暗金级。一念及此，许清雅被齿轻轻咬了咬嘴角，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淡淡的自卑感。我会加油的。许清雅用一种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轻声呢喃了下，带着红晕似的脸颊别过头去，看向了一边。叮！恭喜您成功完成选择，奖励已发放。与此同时，苏明的脑海中传来了叮的一声。搞定了！苏明长松了一口气，100万经验值到手了。奶奶的，还好前世经验比较多，不然这一波还真不好弄。苏明微微眯了下眼，心中暗自思忖道：不得不说，他确实是顶级渣男。刚刚那一番话不仅完美拒绝了许清雅，也成功把这个妹子给钓到了，鼓励她将重心放在职业生涯上，好好提升等级，又暗示许清雅考上清北大学。这样一来，倘若许清雅真的达到2转，晋升为一名传说级职业者，将来对苏明的感官也依旧不错，不至于下头，妥妥的一个顶级红颜知己，一名不弱于法神的红颜知己，有点意思。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心中也不禁有了些期待。我准备参加市级赛事了，之后有空再约。看着一脸走神的许清雅，苏明再次开口，轻声笑了笑说道：啊，好。许清雅回过了神来，目光紧紧注视着苏明，满眼都写着爱慕。她重重的点了下头，小手都攥紧了。这个给你。沉默了下，许清雅挥了挥手，一朵绚烂的玫瑰出现在了她的手心里。这是由火元素晶石凝结出来的，我花了很久时间。许清雅的小脸带着一丝娇羞，目光闪躲的看着苏明说道：可以收下吗？苏明微微一愣，好，很漂亮。火元素晶石，一种价值不菲的元素晶石，镶嵌在武器中，可以增幅火焰系伤害。这朵玫瑰花也算有诚意了。那我先走了。苏明靠近了许清雅，轻轻摸了下她的头，鼓励道：好好学习，争取早一点转职。我相信你肯定可以成为一名强大的光明祭司，而不只是暗金级职业者。真的吗？许清雅眼前猛地一亮，不过下一刻她的呼吸却变得急促了起来，感受到头顶传来的温度，许清雅的耳根子都开始泛红了，如同蔷薇一样，都可以掐出水了。真的。苏明淡淡的笑了下，而后没有多停留，直接朝着陈其山走去了。陈校长，走吧。苏明笑着摇了摇头，有些哭笑不得的意味。噗呲，陈其山这个小老头此时也憋不住了，浑浊的老眼看了一下苏明，而后也别过头去，有些窃笑。他一开始就想到了这种事情会发生，却没有想到苏明这个小子比他想的还要溜，简直是顶级海王。几句话就把许清雅这个清冷校花给忽悠得一愣一愣的。苏少呢？还得是你？陈其山眼神复杂的笑了下，而后晃悠着小脑壳指向了一栋教学楼。咱们去训练室吧，现在市级赛事正火热，多打几次 PK。好。苏明也哭笑不得，点了点头，跟着陈其山走了。清雅。苏明离开后，刘欣然屁颠屁颠的凑到了许清雅身旁，他咽了咽口水，一脸欲言又止的神情。不用多说。许清雅面无表情的挥了挥手。旋即脸颊又一阵泛红，娇羞的看向了一旁。我就知道苏明哥哥和其他男的都不一样，你看到了吗？他刚刚让我好好努力提升等级，让我变得更优秀。哥哥说的很对，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爱别人。许清雅转过头直视自己的闺蜜，眼神坚定地道：我要尽快2转，然后被清北大学录取，争取进入黄金玫瑰工会，再给苏明哥哥告白。
他真的太好了，我真的好喜欢他。许清雅深吸了一口气，满脸都是兴奋的神情。卧槽！一下子刘欣然懵了。恋爱脑，花痴，笨蛋美女。刘欣然欲哭无泪，这都是什么事儿呢？安慰的话被咽了下去。on， 你说的对。刘欣然被自己的口水给呛了一下，斟酌了片刻，强颜欢笑地说道：很明显，苏明绝对是个渣男。可是按照许清雅现在的状态，哪怕说一点点苏明的不好，估计他俩都会成为塑料闺蜜。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想了想，刘欣然只好顺着许清雅的话说道：那高考前多刷2次副本吗？以你的资质，如果升到30级段位的话，确实有很大概率能被清北录取，今年的江南省状元，非你莫属。许清雅重重的点了下头，一脸花痴的笑了。刘欣然同一时间，整个一中彻底被惊呆了。实话，全程目睹了这一切的全体师生大脑一片空白。第133章圣骑士暴怒，燃血药剂。说的也好了吧，要去相爱，首先要学会爱自己。不愧是我的男神苏明 YYDS。 就是校草确实和别的男人都不一样哇，没有直接答应，而是让许清雅好好努力。真正的爱就是让对方变得更好，一整个爱住。卧槽，有木有搞错呢？你们在说啥？苏神不是把校花给拒绝了吗？奶奶的，校花被拒了！我特么的震惊傻了，这是什么情况？兄弟们别说了，这些妹子都已经沦陷了。要我看，苏神虽说天资和实力顶级的没话说，可是吧，他绝对是妥妥的满级渣男。没错呢，校花竟成了舔狗，而苏神这一波满级操作让我当场跪下。渣男经典语录，什么叫海王？这才叫海王，3句话让一个女人对我欲罢不能，不果断拒绝，不直接答应，浑水摸鱼，给希望给期待。然后家人们学会了吗？快闭嘴，不准这么说我家哥哥。你知道什么叫爱吗？能不能别那么下头呢？对啊，得不到就毁掉。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校花和校草两情相悦。轩然大波，全校一片喧哗。毫不夸张地说，许清雅的表白以及苏明的反应，让全校学生和老师的世界观在一瞬间直接炸开了。一方面，许清雅主动表白和她冰山一样的气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直接让无数名男同学当场失恋。另一方面，苏明的渣男语录实在是太经典了，全校男同学顶礼膜拜。而女生呢，却觉得苏明与众不同，是真的对许清雅好。只能说，顶级海王的套路深得人心。发生了什么？在全校议论纷纷的同时，一名身穿西装的青年手捧玫瑰出现了，不是别人，正是换了一身黑色小西服的龙晨。此时的他西装革履，满面春风，正捧着玫瑰走进校园。然而，却见到了眼前的这一幕，全校像是在庆祝什么典礼似的，每个人的情绪都很亢奋。龙晨，一名女牧师职业者见到龙晨后，眼前微微一亮，不过很快又恢复了正常的神情，轻声解释道：没事，只不过刚才许清雅给苏神告白了。女牧师解释了下，便收回了目光，继续和身旁的闺蜜兴奋地讨论着刚才的名场面。怎么说呢？如果没有苏明的存在，龙晨或许也能吸引到不少女生的青睐。颜值不错，资质不错，除了性格有点龙傲天以外，没有太大的缺点。可是，在亲眼目睹了苏明的一波满级操作后，这名牧师妹子对龙晨全然无感，只是简单的解释了一句，便没有再多看龙晨一眼。许清雅给苏明告白，在听到妹子的话后，龙晨整个人都懵了，如遭雷击，大脑直接空白。对啊，你这是？牧师妹子皱了下眉，看了一眼龙晨，不解地问道：这是要送给谁呢？没。龙晨大口地喘息了下，让肺部充满了新鲜空气，反手便把玫瑰直接捏碎，撒在了地上。谁能想到，他龙晨这样的天之骄子，本想给许清雅表白，却被苏明捷足先登。而且最可恶的是，许清雅还他奶奶的事倒贴反追，这样的结果让龙晨心脏都快要碎开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龙晨脸色一沉，浑身都在轻微的颤抖着，手指捏紧成了拳头，锋利的指尖让掌心都刺出了血。一定是苏明用了手段。我可是龙骑士，全国最火爆的顶级职业，一个冷门职业，即便是史诗级，成长潜能有我高。龙晨眉头紧锁，愤怒到整个脸都有些扭曲了。许清雅一定是被苏明给灌了迷魂药。哪怕到了这一刻，龙晨仍然没有接受现实，而是疯狂脑补着苏明去哪里了。深吸了一口浊气，龙晨直接抓了一名同学，怒目圆睁地问道：啊，
好像是参加市级赛事了。刚和陈校长去了训练室，被龙晨死死抓住的男同学一脸慌张地说道：“好得很，市级赛事是吧？我今天必废了你，苏明。”龙晨一把将男同学推到一旁，而后咬牙切齿地呢喃了一句：“如果当着许清雅的面把苏明直接废掉，许清雅还会喜欢他？”龙晨眯起了眼，本就看上去极为狡诈的丹凤眼，此时显得更为阴险。他再次大口地深吸了一口气，而后转身朝着学校外走去了。哪怕付出再多的代价，我也要将你给废了。今天我龙晨就要让全校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顶级天才。而你，苏明，你不过是个踩了狗屎运的废物职业者。龙晨一脸阴晴不定，反手从怀里取出了一瓶透着暗紫色光芒的药剂。如果有专业的药剂师在场，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此时的龙晨手里攥着的药剂可不是什么普通物品，而是一瓶货真价实的英雄级药剂。这种东西名为燃血药剂，能在短时间内燃烧职业者的血统和潜能，直接爆发出超出自身等级的实力，甚至能在一瞬间短暂领悟全新的职业天赋和职业技能。简单来说，就是透支自己的潜能，完成一次爆发。这种药剂虽说是英雄级品质，可是实际价值却没有多高，充其量就是黄金级或者说暗金级药剂的水准。因为燃血药剂的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一旦使用便等同于废掉了自己的前程，不仅生命值会大打折扣，将来转职也会有影响，甚至使用过燃血药剂的职业者在释放技能时都会突然中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种药剂很少被人使用，大部分都是丢到黑市里售卖。而此时的龙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本就心高气傲的他彻底被许清雅的告白给弄得心神不定，不让苏明吃瘪，他绝不会解气。第134章进入市级赛事，苏明获胜。训练室，苏少，准备好了吗？陈其山注视着面前的苏明，沉声问了一句。可以。苏明点了下头。好，直接使用入场券。随后你会进入一个 PK 地图副本，一开始进入 PK 地图，段位都是黑铁1星，获胜便能升星。陈其山很有耐心地解释道。好的，苏明回答道，而后取出陈其山给予的入场券。叮！恭喜您成功使用市级赛事入场券，您目前的段位为黑铁1星。当前地图副本小型地图亡灵小镇。冰冷的提示音在苏明的脑海中传来，下意识的他也微微眯了一下眼眸。小型地图亡灵小镇，所有赛事的地图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大型以及全景地图，不同的地图战斗环境自然区别很大，而小型地图算是快节奏 PK， 很快便能决出胜负。苏明扬了扬眉头，心中暗道：不错，争取在半分钟内解决。很快，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苏明出现在了一个看上去极为破败的小镇中，寒冷、潮湿，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叮，请输入您的市级赛事名称。名称？苏明愣了一下。叮，您可以选择使用本名或是代号。杀神。苏明抬了下眼皮，直接确定了自己的昵称和职业一样，就叫做杀神。叮，名称重名，请重新输入名称。重名？苏明一愣，竟然有人用过了。苏明无奈地笑了下，而后再次填写了一个名称。原初。这个名字没有什么独特的含义，只是因为苏明前世玩过一款小游戏，名字也叫原初。市级赛事的名称并不重要，随便填写一个就行。随着苏明确定名称，又是一阵冰冷的提示声传来了。这次没有重名。叮，名称已确定，正在为您进行第一次 PK 匹配。叮，匹配成功，1对1 PK 对手追风少年，黑铁2星，狂战士13级。黑铁2星13级。苏明扬了扬眉头，不禁淡淡一笑。这种段位和等级对他来说，一发死亡岩爆薯就能轰死。很快，苏明面前出现了一名穿着黑铁铠甲的壮汉，长相很是剽悍，年纪也差不多30多岁了，只可惜职业潜能太垃圾，到这个年纪才13级。卧槽，这么年轻，你小子刚完成转职吧？壮汉一出现，看着苏明那张青春洋溢的帅脸，直接愣了愣，脱口而出。不过在看到苏明资料里显示的40级段位时，狂战士却懵了。等等，你！狂战士疯狂吞咽了下口水，被苏明的等级给震惊到了。这么年轻的职业者，居然已经完成了2转，不得不让他提防。想到这里，狂战士连忙向后退了几步，准备好了战斗姿态。
虽然等级差距很大，可是也不能直接认输呢。下一个，苏明摇了摇头，举起了手里的亡灵法杖，都没有动用什么技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普攻。一瞬间，一片光明元素凝聚出来，覆盖向了狂战士的头顶。哗啦啦，只听哐当一声，这名职业者当场炸开了。叮！恭喜您，比赛获胜。叮！恭喜您获得奖励1000点经验值。叮！由于您是史诗级职业者，获得暴击奖励10000点经验值。叮！恭喜您段位提升至黑铁2星。卧槽！苏明眼前猛然一亮，史诗级职业者的福利这么夸张吗？就连他都没有想到，自己只是随便击败了一名一传职业者，就得到了10000点经验值，一下子兴奋了。苏明眯起眼笑了笑，心情一阵舒坦。按照这种程度的炸裂奖励来看，要不了多久，他便能凑够200万点经验。不，甚至于这一次的市级赛事能让他疯狂收揽经验点，说不定还能让段位也提升到3传的层次。双星和阿尔法也需要升级了，多捞一点是一点。苏明神情一阵惊喜，轻声呢喃道：“叮，正在为您进行 PK 匹配。叮，匹配成功，1对1 PK 对手，残忍黑铁3星牧师20级。这一次出现的对手竟然是一名辅助职业者，牧师。苏明一样有些惊讶。一般来说，同等级下，牧师这种辅助职业战力肯定不如骑士、战士这一类的战争职业。相对而言，1对1 PK 不占优势。当然，对方的等级比一般黑铁3星高一些，40级。牧师在见到苏明的一瞬间，直接石化了。这么高的等级，居然才黑铁2星，只能说他运气太差，碰见了苏明这种小怪物。兄弟，稍微轻一点。牧师小哥咽了咽口水，神情谄媚地说了一句，而后朝着苏明轻轻一躬身。这种比赛，虽然死亡后不会掉落等级，也不会爆出装备，可是死亡的触感却很真实。要是被一击轰死，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几乎可以让一名职业者当场崩溃。好的，面对这名牧师的请求，苏明扬了下眉角，很是大度地接受了。圣哥，风暴龙矛。苏明将手里的骨矛向前一投掷，锋利的骨矛，哐当一声，直接洞穿了站在苏明面前的牧师。骨矛的速度快到模糊，根本看不清，而牧师也瞬间被清退出了副本地图。叮！恭喜您，比赛获胜。叮！恭喜您获得奖励1000点经验值。叮！由于您是史诗级职业者，获得暴击奖励10000点经验值。叮！恭喜您段位提升至黑铁3星。冰冷的提示声再次在耳畔响起，苏明双眼微微反光，心情好得要死。卧槽，舒服呢？废话，当然舒服了。这些对手的实力在苏明眼中和一头副本小怪差不多，连技能都用不上，啪的一声直接干掉。而掉落的经验值却不含糊，10000点经验都快接近终结亡灵使徒获取的经验点了。继续。苏明深吸了一口气，调整好了战斗状态。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恐怕都用不到1天时间，最多半天他便能凑齐100万点经验值。想到这里，苏明一下子期待住了。第135章晋级赛，韩英的亲弟弟。叮！恭喜您比赛获胜。叮！恭喜你段位提升至黑铁4星。叮！恭喜您比赛获胜。叮！恭喜您段位提升至黑铁5星。叮！恭喜您已开启晋级赛。苏明一口气连续赢下了4局，段位也达到了黑铁5星，顺利开启了晋级赛。晋级赛获胜后便能提升段位，升到青铜局。完成晋级赛也会获得丰厚的加倍奖励。苏明轻声呢喃道。陈其山给他的资料里有详细的记录，关于市级赛事的情报，苏明还算比较清楚。在一片淡金色的光芒中，一名紧握着长枪、骑着一头混血古马的骑士出现在了地图中。名称：百里，职业：骑士，段位：黑铁5星，等级：30级。黑铁5星段位，居然有30级的职业者，难不成也是第一次参加市级赛事？苏明的眼前出现了名为百里的职业模板，而对方也在打量着苏明。百里身披一件法袍，手中握着长枪，看向苏明的目光里噙着些许复杂，眉头也轻轻皱了起来。元初40级。百里的目光骤然一亮，等级不错，看样子你是第一次参加市级赛事吧？如果遇到其他人，或许你能成功晋级，可惜了，你遇到的是我。百里收回了目光，神情略微自傲地说道：“你的连胜结束了，重新使用入场券进来吧。”
对了，给你机会，自己投降，不然你会被我打爆。投降？苏明微微一眯眼眸，不禁轻声笑了下。奶奶的，又是个二愣子。30级 vs 40级，让苏明投降？不得不说，这名骑士的脑洞很清奇。怎么了？你要试试我的实力？别以为你的等级高一些，就有资格和我交手。实话告诉你吧，我百里苍魂公会的二少。身披法袍的骑士轻轻挥了下手，将自己的头盔给开启了，露出了一张有些青涩的面庞，长相和韩英有一丝丝相似。认出我了没？百里嘴角一咧，露出一个爽朗的笑容。我叫韩林，苍魂公会的韩林，韩英是我亲姐。说到这里，百里顿了顿，继续道：怕不怕？我可是15岁就完成了转职，虽然等级才30级，可是职业品阶那可是黄金段呢。百里解释了一下，黄金职业者，放眼整个中海市，确实没几个。虽然苏明是史诗级，可是对于大部分职业者而言，一个拥有黄金潜能的职业者，哪怕是面对超过自身等级的对手，也一样有获胜的机会。如果苏明平平无奇的话，韩林以30级确实可以干掉他。只可惜，苏明的职业品阶比韩林高了3大品阶：黄金级、暗金级、英雄级、史诗级、苍魂二少。苏明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这些公会大少咋都有点二愣子嫌疑。苏明摇了摇头，要是这个家伙知道他姐姐不久前才在前海湾副本被我虐了一波，不知道是什么表情。苏明心中暗暗想到，不过神情却依旧淡然，没有过多地波动。有点怕。苏明直视韩林，面无表情地说道：不过我是怕一个技能下去你就没了。卧槽！韩林一愣，然而苏明连都说一句话的心情都没有。奶奶的，还等着掠夺纳诺的技能呢，哪有时间和一个二愣子大少多避避。下一刻，苏明直接挥动了下亡灵法杖，死亡研爆术。面对韩林想要一击终结的话，确实需要动用一下技能，不过不需要动用太多，一个死亡研爆术已经够了，很给面子了。哐当一声，金色的火球硕大到像是太阳一样，直接在天空中凝结出来，照耀着整个亡灵小镇副本，都显得有些炙热了。韩林瞪大了惊骇的双眼，一脸不可思议地道：卧槽！只可惜下一刻他便彻底化为了一片尘埃。叮！恭喜您比赛获胜！叮！恭喜您晋级成功，段位提升至青铜1星！叮！恭喜您获得奖励5万点经验值！叮！恭喜您完成5连胜，获得额外暴击奖励白银级技能书苍岩术。几家欢喜几家愁。当韩林被强制踢出 PK 地图后，苏明这边却获得了一个意外惊喜：5万点经验值，苍岩术。苏明满脸惊喜的深吸了一口浊气，自顾自的喃喃道：叔父，晋级赛获胜奖励不少呢。奖励确实不少，一本白银级技能书，5万点经验值，这种程度的奖励可比击杀一头副本终极 BOSS 所爆出的物品好多了。这么说吧，苏明在前海湾终结掉亡灵使徒，也不过才爆出来1万多点经验，而这一次只是完成一次 PK 就得到了5万，外加一本不错的苍岩术技能书，这种感觉不是一般的美妙。不用重新使用入场券，苏明双眼微亮，轻声笑着道：就是不知道我能连胜多少次。继续 PK。 叮！正在为您进行 PK 匹配。叮！匹配成功，1对1 PK 对手。尝试到市级赛事带来的甜头，苏明此时斗志昂扬，根本没有想过退出副本，而是准备一口气一直打到 PK 失败为止。要知道，赛事除了能使用自身的专属技能、专属装备外，也可以召唤坐骑、召唤宠兽。苏明现在哪怕已经完成了5连胜，然而从始至终连真正的底牌技能、必杀技这些都还没有用过，更不要说召唤出光印独角兽和死灵古龙了。以阿尔法现在的实力，多的不说，让苏明一波杀到黄金段位，那是半点问题都没有。想到这里，苏明心中无比憧憬，他也想要看看中海市的赛事里究竟有多少强大的职业者。与此同时，中海市一中校长办公室，喝口茶，等等看下苏明这小子今天能不能冲到青铜段位。陈其山悠哉悠哉地端起茶杯，轻轻饮了一口，低声呢喃道：虽说他的等级已经晋升到40级了，不过作战经验可不一定，高强度的 PK 战斗一天升一个大段位已经很不容易了。在陈其山看来，苏明能在1天时间内晋升为青铜段位就已经相当优秀了，毕竟他只是一名2转职业者。今天市级赛事开放后，
火爆程度空前绝后。中海市即使只是一座临海小城，那也是卧虎藏龙，想要晋升一个大段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每个职业者都有自己的底牌，平时所展露出来倒一样，只是冰山一角。然而，当陈其山一点开世级赛事的直播频道，解锁苏明所在的直播间后，他却瞳孔猛然一缩，差点被嘴里的茶水给呛死了。卧槽！噗呲一声，陈其山整个人彻底傻眼了。第136章晋升黄金段位。闹呢？青铜一星，这才不到5分钟就已经升到青铜段位了。陈其山瞪大了浑浊的双眼，一脸不可置信。就在刚刚，他亲自将苏明送到了训练室，看着苏明开启世级赛事1对1 PK。而后，陈其山迈着老寒腿，慢悠悠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前后不过是几分钟，然而苏明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疯狂斩下胜利果实，直接让段位升到了青铜段1星。怎么可能？哪怕是黑铁局晋级赛的强度也不会小，一般情况下都会匹配到和自己旗鼓相当的对手。按照苏明现在的情况，对手的职业等级也应该是2转左右呢。陈其山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神情更加的震撼了。一时间，老脸憋得通红，都快要崩溃掉了。点开直播回放，陈其山凑到中海市级赛事回放屏幕前，查看起了 ID 为原出的职业比赛。不看不知道，只是看了一眼，陈其山整个人都要石化掉了。奶奶的！全程不动用技能，全部一击终结。陈其山疯狂吞咽了好几下口水，震惊的道：最后一名 PK 对手，晋级赛的对手竟然是苍魂公会的韩林 ，LV 30级，黄金级职业者。这种强度的对手，居然一发死亡研爆术就 KO 了。陈其山吓得脸色都有点泛白了。怎么说呢？苏明此时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即便是死亡研爆术这种顶级 BOSS 技能，也有伤害上限。技能虽然强大，可不代表着这个技能是无敌的。按照一名2转职业者的基础属性来看，苏明想要击杀掉韩林这种防御力极高的黄金骑士，也好歹需要多释放几次高级技能吧。一波研爆术秒杀，这怎么可能？韩林不久前貌似才1对1战胜了征程公会的一个重装战士，以30级 vs 37级拿下了胜利。按照职业大神们的分析，韩林的实际战力应该能媲美正常40级左右的职业者。然而苏明却一击将他给秒掉了。陈其山吓得牙齿都在咯咯作响。这里面的含义不用多说，简单而言，苏明现在已经具备了能轻松斩杀同等级职业者的能力。即便是一名黄金级职业者，一名顶级天才，在苏明手里也过不了一招。太吓人了，苏少的4维属性应该远超同等级职业者10倍以上。陈其山皱了皱眉，沉声分析道：或许也和他的英雄级武器有关。英雄级武器本身就能为职业者带来极大强度的属性加成。在陈其山看来，苏明能这么轻松击杀韩林，很大可能性是因为身上的顶级装备以及超出平均线的4维属性。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普攻下爆发出可怕的法术攻击力。可陈其山却错了，苏明的随便一击能带来如此高强度的伤害，除了和自身属性、武器加成有关系外，还和坐骑、宠兽有关。死灵古龙、光印独角兽，这可都是英雄级血统强度的坐骑。当死灵古龙和独角兽化为印记，成为苏明的纹身时，苏明虽然不能直接释放出坐骑和宠兽的专属技能，却一样可以享受一部分的属性反馈。通俗的说，此时的苏明随便一个攻击下去，都同时夹杂着光印独角兽、死灵古龙的攻击力加成，这才是重点。太疯狂了！陈其山退出了比赛回放，看了一眼苏明的直播镜头，再次喝了一口茶水。看看苏少的比赛直播，陈其山苦涩一笑，这要说出去都有些好笑。一名校长却在偷窥学生的战斗直播。不过有一说一，战斗技巧这一块，我这个老头子还不一定比得上苏少这个小怪物。亡灵小镇 PK 地图，苏明大神。地图中这一次出现在苏明正对方的是一名红发妹子，一头火红色的长发，手里握着2柄弯曲的长刃。她看了一眼苏明，而后轻轻扶额：大神，我认输。一头火红色长发的妹子沉默了下，坦诚地说道：我的段位不如你，更别说亡灵古龙了，我这就投降。好。苏明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没有多墨迹，点了点头，示意对方点击投降。很快，冰冷的提示声再度传来：叮！恭喜您，比赛获胜。叮！恭喜您获得奖励3万点经验值。叮！恭喜您段位提升至青铜2星。青铜段位的奖励，每一次获胜都能得到3万点经验值，奖励超级加倍。苏明微微一眯眼，
相当惬意的笑了下，而后轻松的伸了个懒腰。好家伙，职业者赛季还真是韭菜盒子，早知道有这么舒服的升级方法，还刷个锤子副本。想到这里，苏明淡淡一笑。好在他刚刚开始市级赛事 PK， 观看苏明比赛直播的职业者还不算太多，不然这一句话怕是能掀起一片惊涛骇浪。市级赛事容易，对绝大部分职业者而言，想要晋升一颗星段都难得要死。苏明倒好，薅起了市级赛事的羊毛。下一个，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稍微恢复了下状态，甚至他都没有使用一瓶生命药剂或是魔力药水，直接便开启了下一场比赛。怎么说呢？升到青铜段位，苏明从头到尾就使用过一次技能，法力值根本没怎么消耗，更何况在一众装备的属性加成下，苏明的法力值也好，生命值也好，还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增长。哪里需要嗑药？叮，正在为您进行 PK 匹配。叮，匹配成功，1对1 PK 对手。熟悉的提示再次出现，苏明握紧了手里的圣歌风暴龙矛，准备好了新一轮的比赛。时间过得很快。叮，恭喜您，比赛获胜。叮，恭喜您晋级成功，段位提升至黄金1星。叮，恭喜您获得奖励30万点经验值。叮，恭喜您完成15连胜，获得额外暴击奖励黄金级武器逐日长弓。黄金段位，卧槽！白银晋升黄金的晋级奖励竟然是30万点经验值。苏明猛然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都是一紧。200万经验值凑够了。第137章疯狂掠夺翡翠巨龙 BOSS。 黄金段位貌似也不过如此。苏明扬了扬眉，长舒一口气道，不过经验值这么快就凑够了，倒是有点出乎意料。想到这里，苏明莫名有些眉开眼笑，心情好的要死。怎么说呢，市级赛事的奖励确实相当丰厚，而苏明作为史诗级职业者，获胜奖励更是超级加倍。黑铁段位晋升1颗星，获得1万点经验值。青铜段位晋升1颗星，获得3万点经验值。白银段位晋升1颗星，获得8万点经验值。当然，每一次晋级赛还有额外的经验值暴击奖励。正是因为如此夸张的 PK 奖励机制，苏明前后总共花了不到半小时，直接疯狂收割到了100多万点经验，加上拒绝校花表白的100万点经验奖励，已经够掠夺纳诺的全部技能了。苏明微微一眯眼，不禁笑出了声。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生命圣光。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光明回响。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冰种圣盾。苏明一波直接掠夺了纳诺的4大技能，随着悦耳的提示音一落地，苏明更是整个人都变得亢奋了。点开技能列表，名称生命圣光，被动系、辅助系、生命系。品阶英雄级。属性，此技能一旦学习后能获取一个圣光生命值，此生命值的强度为基础生命值的 50%， 每次受到伤害时先掉落圣光生命值谢条。当受到伤害时，可连续触发3次回血，第一次恢复1万点生命值，第二次恢复10万点生命值，第三次恢复30万点生命值。圣光生命值谢条可在一定程度免疫一切伤害结果，吸收一切伤害结果，并转化为自身的额外防御力圣光防御。在受到致命伤害时，生命圣光将在短时间内锁血，让生命状态稳定在1点血量，并快速恢复生命值，直到恢复到 5% 血量为止。在柔和的圣光下，可以缓慢提升生命值，无需使用生命药剂也可让职业者恢复满血状态。描述，此技能为顶级被动技能，拥有多种技能效果，尤其是锁血效果，无异于使用了一颗复活石。名称光明回响，控制系吸血系。品阶暗金级。属性，释放此技能可以击退一个或多个目标，并产生光明枷锁，让所有目标失去行动能力，导致沉默状态。光明尘埃每一次回响震荡，也可以造成法术攻击力 X10倍的伤害结果，并疯狂吸血，汲取所有目标失去的生命值，转化为自身血量。描述，光明回响技能并非是强攻型技能，不过却可以作为一个血泵技能，伤害结果不算炸裂，却可以100%吸血。虽然被评级为暗金级，却有着英雄级技能效果。名称冰种圣盾，防御系生命系。品阶暗金级。属性，可凝结出无数块冰种盾牌，所有圣盾的防御力为精神属性加力量属性 X50倍。当冰种圣盾破碎后，将会转化成圣盾血条，加持在原有的生命值基础上。此血条的强度完美复刻防御力强度，维持时间为30秒。描述，冰种圣盾在圣盾状态下可保持较长时间，不断提供法力值便可一直维持。在圣盾血条状态下仅能维持30秒，且不消耗任何法力值。
妈耶！纳诺的技能竟然这么浮夸！在掠夺完技能后，苏明直接完成了技能学习，而后点开属性效果一看，他却瞬间懵了。这几个技能都堪称天花板级别的程度，横跨的技能种类从生命系、控制系、吸血系，一直到被动辅助都有。首先是生命圣光，作为顶级辅助被动技能，生命圣光的回血效果确实变态。多的不说，仅仅是一个被动效果，3次回血就已经可以吊打一系列的恢复技能。而锁血、圣光血条、圣光防御、缓慢恢复等技能效果，更是让苏明心头一震，太变态了，强大、华丽，堪称极品。其他的不说，就一个锁血，完全是随身携带了一枚复活石钠，这个技能在后期产生的作用，恐怕远超出一般的英雄级攻击技能。苏明深吸了一口气，心中暗自思忖道：的确，别看这只是一个辅助技能，然而在战斗中所发挥的作用，恐怕比一般的英雄级攻击技能还要强大无数倍。不论是等级多高的职业者，在高强度的战斗后，生命值都大打折扣。有这样一个完美技能做后期保障，在无形中带来的好处多到无法形容。哪怕是刮痧一样的攻击力，如果拥有这样一个满级技能，都有机会将一头终极 BOSS 怪给熬死。苏明微微眯了下眼，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生命圣光的变态加成下，在脆皮的职业者都能让防御力和血条成为优势。光明回响，吸血棒，100%吸血转化，冰种圣盾，额外的圣盾血条。将另外2个技能看了一下，苏明的眼前再度一阵反光，情绪也变得格外激动了。一个着重防御力，一个着重吸血，伤害和防御双重保证，这要是搭配生命圣光，绝对是完美组合。苏明长松一口气，心情无比惬意地说道：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结果，翡翠巨龙纳诺的有这么完美的 BOSS 技能，却死在了我的手里。一念及此，饶是苏明都有些为纳诺惋惜了。要不是纳诺当时正处于半死亡状态，恐怕苏明还真不一定有机会能终结掉这头英雄级血统 BOSS 怪。巨龙之怒技能也不错，除了这3大完美组合技外，苏明还掠夺了一个为巨龙之怒的黄金技能，售价很便宜，仅仅是34万点经验值。可技能效果却不含糊，这是一种能增幅攻击力和防御力的强化系技能，有些类似于翡翠巨龙所创造的巨龙 buff， 只不过这种技能只对苏明单个目标有效果。在巨龙之怒光环的增幅下，我的4维属性和战斗状态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完美层次，超常发挥，爆发出平时好几倍的伤害结果。法力值消耗也不高，可以持续释放。苏明惬意地笑了笑。总的来说，这一次的技能掠夺让他很满意，每一个技能都超出了原本的预期。试试新技能的效果。苏明咽了下口水，尽量让自己的心情保持平静。旋即点击了1对1 PK 匹配，他已经晋升到黄金段位了，接下来的每一次 PK 获得的经验值奖励都是超级加倍，一局就能狂揽15万点经验值。看一下极限在哪里，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让等级也晋升到3转。苏明心中暗暗想到。在冰冷的匹配提示声下，他的眼前再度出现了一名新的对手。然而在苏明沉浸在1对1的疯狂狩猎中时，整个中海市却有些坐不住了，全市都为苏明而疯狂了。第138章直播赛事爆火，半小时黄金段位，太疯狂了！我以为苏明只是顶级天才，却没有想到他现在已经有了竞争中海市权力阶层的力量。全程就没有使用过几次技能，战斗方式简单粗暴到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黄金段位我也可以。从头到尾，苏神貌似就使用过一个技能死亡研爆术，而在这个技能下，所有对手全都一击终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段时间一篇100级段位的职业大佬深度分析了苏神的情况，不出意外的话，苏神线目前至少也有6大顶级技能，而现在他却只展露了最拿手的死亡研爆术。我们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苏神的可怕远不止如此呢。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别忘了苏明大神除了战斗意识顶级，拥有天花板级的技能外，可还有着一头亡灵古龙。不对，今天的最新消息是说，大神的坐骑原本的亡灵古龙也进化了，现在是英雄级血统的死灵古龙。市级赛事是可以召唤出坐骑、宠兽、信徒的，只要你有，所有底牌都可以一一用出来。如果苏明再召唤出他那头70多级的死灵古龙坐骑，今天的中海市怕是要迎来一场腥风血雨了。奶奶的，我这么说吧，咱们征程公会那几个头部大佬现在都停下来了，全部在观摩苏神的直播。虽说在我看来，苏神的战斗方式几乎没什么技巧，可是大佬们却说那是顶级身法。只能说你还太年轻了，都先别匹配 PK 对手了，
特别是老牌职业者，倘若真的一不小心劈到了苏明这个小怪物，你说赢了吧，好像也没啥可光荣的；要是输给这样一个后辈，老脸都要丢光了。苏明晋升市级赛事黄金段位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市，宛如一颗深水炸弹似的，一下子让整个中海市都彻底疯狂了。怎么说呢？苏明本就是顶级天才，前段时间1对1 PK 战胜刘越，被清北大学录取，各种事迹让这名高中生已经火遍了全网。可以这么说，苏明本就备受关注。而这一次 ，ID 名为原初的职业者只用了1张入场券，狂砍黑铁局、青铜局、白银局，一直晋升到黄金局，刹那间引爆整个新赛季。市级赛事的所有职业者全都投来了目光，时刻紧盯着比赛情况。随着苏明的圣歌、风暴古矛、亡灵法杖、黑血之刃被曝光，以及死亡研报书的出现，许多资深职业者一眼便认出了 ID 原初便是苏明。而后，苏明的赛季直播间涌入了大量的观众，同时观看的职业者数量一下子超过了100万人。就连江南省的一些百级段位职业者也慕名而来，观摩这个顶级天才的战斗情况。死灵古龙还没有出现，外界更是传闻苏明还有一头血统极高的宠兽，此时也没有崭露头角。换句话而言，苏明晋升到黄金段位，貌似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现在热身赛刚结束，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比赛。苍魂公会大厦顶层会长办公室，老姐，你可要帮我出气呢。会长办公室里，长相白净，看上去很稚嫩的韩林一脸欲哭无泪的说道：“那个 ID 叫原初的家伙，真的太他娘的变态了！才40级，居然把我给一波带走了，帮我报仇呢，不然我气不过。”韩林一脸委屈的诉说着，他的长相很像小正太，年纪也还小，心智不太成熟，在市级赛事里输了，自然找自家姐姐哭诉。然而，办公室正中心，一双黑丝大长腿，踩着高跟鞋的韩英，此时却默不作声。韩英一脸冰冷，连看都没有看一眼他的亲弟弟，眼神则是始终放在市级赛事的直播频道中。苏明，如果非要说谁对苏明最念念不忘，韩英绝对能排到前3。奶奶的，一柄暗金级武器都被苏明给爆出去了，自身的亡灵召唤、军团光环2大顶级 BOSS 技更是被夺走了，能忘掉？就算苏明化成灰，韩英都不可能认不出来。老姐，帮我报仇，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呢？一旁的韩林见到韩英默不作声，莫名有些急了，再次一脸焦急地说道：“不然以后我在中海市的2代圈子里还怎么混呢？”韩英白了一眼韩林：“你气不过，难道我就气得过了？”韩英的语气带着些许冰冷。韩林一愣，前海湾副本里让苍魂公会整个狩猎团队全军覆没的职业者，就是他如今火爆全国的顶级天才苏明。韩英淡然开口，直接说出了苏明的真实身份。卧槽！听到这句话，韩林顿时感觉浑身都是一惊，下意识地瞪大了惊骇的双眼，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本他以为原初只是中海市某个资质不错的公会2代大少，仗着战斗经验丰富，这才将他给一击轰死了，却没有想到 ID 位原初的 PK 对手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苏明。不会吧，他竟然是苏神！韩林不可置信地惊呼道，整个眼眸里都充满了惊悚，甚至带着一丝疯狂。因为韩林虽然是纨绔子弟，苍魂公会的2少，背地里却也追星，而他的偶像便是苏明。毕竟苏明的各种壮举对韩林这种小正太来说简直是太拉风了。史诗级职业者，亡灵古龙坐骑，1对1玩虐老牌导师，被清北大学求着入学，震惊全国，各种事迹都疯狂吸引着韩林。毫不夸张地说，韩林都已经将苏明当成了精神领袖了。然而韩英的话却让他猛地一愣， PK 对手原初居然就是苏神。而更让韩林震惊的是，前海湾副本里洗劫自己姐姐以及苍魂公会狩猎团的大佬居然也是苏神。卧槽，真的假的？韩林大口的喘息了下，双眼泛起一片光亮，此时都快要窒息了。原来当时把你气得快吐血的职业者就是苏神大佬。第139章人气女神韩英死亡研报术。听到自己弟弟的无情补刀，韩英的俏脸猛然一冰冷，没有多说什么，而是抬起手，星星点点的元素尘埃在韩英的指尖凝聚。奶奶的，我可是你亲弟弟！老姐，我错了！韩林顿时汗颜，急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狗头保命！韩英收敛了元素光芒，脸色依旧不太好，如同冰山一样。难怪，我就是说，为啥那个原初的气质这么狂傲，完全无视我。与此同时，韩林抬起了小脸，眼睛里
带着一丝莫名的敬仰和惊喜，嘿嘿一笑道：“原来是苏大佬，那就没事了。这一波不丢脸，甚至我还能和征程公会那几个小二代吹一波牛屁。老子也是和苏神 PK 过的。”韩英，脑子呢？胳膊肘往外拐。见到韩林一脸二哈表情，韩英伸出手轻轻按压了下自己的太阳穴，彻底无语了。滚出去！立刻！韩英语气冰冷地指着办公室大门。好嘞！韩林小鸡啄米一样点了点头，急忙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走到门口，却又回头看了一眼韩英，贱兮兮地道：“老姐，我先去看苏神直播了哈，学一学他是怎么装逼的。你要是有事找我的话，等苏神直播结束再说。”韩英深吸了一口气，死亡言报数。卧槽！韩林一惊，急忙哐当一声关好办公室大门。韩林走后，韩英眉头一皱，神情复杂地看着市级赛事实时直播。画面里，苏明手握一柄沉重的骨矛，身后别着亡灵法杖，浑然没有一丝紧张，反而很是轻松地继续点击了匹配。他已经升到了 LV40级，这种升级速度恐怕不是单纯的3倍经验天赋。韩英眉头紧锁，好看的眼眸始终注视着苏明的手背，那里有2枚精致的印记，一枚印记代表着英雄级血统的死灵古龙埃尔法，原本应该属于韩英的巨龙坐骑，而另一枚则是光印独角兽双星。只不过这头独角兽并没有公开。苏明的新宠兽吗？韩英深吸了一口浊气，翻开了办公桌前的一本宠兽印记图鉴，精准地找到了一页图鉴，纤细的手指啪的一下点到了圣光独角兽那一栏。不可能，他才2转，就算再强，背景再疯狂，也不可能已经驯化了一头圣光独角兽。韩英感觉后背都有些阵阵发凉，难道是圣光独角兽的混血种后代？沉默片刻，韩英再次翻开了一页图鉴，只是属于光明独角兽的印记却和苏明手背上那一枚印记完全不同。当然不同，双星已经从光明独角兽进化成了光印独角兽，不是混血种后代。韩英再次一惊，一时间娇躯都有些微微发颤了。他的成长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不论苏明的宠兽究竟是不是圣光独角兽，此时的韩英已经可以确定一点，苏明如今的实力貌似已经超过了自己。即便是满血状态下1对1 PK， 他也不一定能战胜苏明。掠夺了我的亡灵召唤和军团光环2大 BOSS 技能，抢走暗金级武器亡灵法杖，驯服了原本应该属于我的巨龙坐骑埃尔法。韩英强压住内心的那一丝愠怒，神情再度变得冰冷无比，直到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是时候觉醒第2职业了。沉思了一下，韩英自顾自地呢喃道：“哪怕失去亡灵法师这个职业，我也依旧可以成为整个中海市乃至全国最耀眼的新星苏明。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让自己失去的东西重新夺回来。”想到这里，韩英的神色终于恢复了正常，而他也顺势站了起来，黑色大长腿踩着凉高跟离开了办公室。老爸，我想提前觉醒第2职业。韩英轻轻敲击了下耳麦，用一种极为坚定的语气说道：“时间就定在今天。”很快，耳麦那头传来了一个低沉的男声，正是韩英的父亲，也是苍魂公会如今的会长。女儿，你决定了吗？如果觉醒失败，或者只觉醒了一个普通职业，那么你的前程便会彻底葬送。按照我的规划，第2职业的事情先搁置一下，我尽量寻找亡灵法师专属 BOSS 技能书，让你重新将第1职业恢复到完美状态。不过是失去了2个专属技能，你的第1职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用直接放弃。韩木的话从耳麦里传来，让韩英心头一暖。老爸，不用了。韩英深吸了一口浊气，语气相当坚决地说道：“我已经想好了，成败在此一举。如果觉醒出的第2职业真的很差，那我以后就放弃职业生涯，跟着你一起打理公会，以后的苍魂就交给弟弟了。”韩英的话让耳麦那头的韩木微微一愣，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边才继续传来低沉的男声：“好，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老爸就不干涉你了，来找我吧，老爸带你去的窟，完成一次至高仪式。”韩木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淡淡的疲惫。至高仪式？听到这里，韩英瞳孔猛地一阵放大。至高仪式和普通的觉醒仪式可不太一样，不仅需要专属的觉醒神石法阵，同时还需要献祭一头100级段位以上的纯血 BOSS 怪，用 BOSS 怪的血统来完成洗礼，所消耗的资源可比常规仪式多了几10倍。老爸，韩英的眼神一阵闪烁，心中涌现出阵阵暖流，一瞬间有些说不出话来了。不用，公会的资源本就消耗的差不多了，再耗费一头100级纯血 BOSS 完全没有必要，还是留给弟弟吧。韩英的声音微微有些哽咽，尽量让语气平静地说道：“没事。”韩木淡淡一笑，声音从耳麦里传来：“
是老爸没什么能力，不能让你们过上想要的生活。弟弟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以后老爸晚一点退休，再给你们多弄几头纯血 BOSS 怪。凛冬副本也要开启了，说不定老爸还能搞到一头纯血巨龙呢。韩木的安慰让韩莹眼眶微微一红。好，这一次他没有再多推辞，而是重重的点了下头，回应道：我这就过来找你。第140章，昔日的刺客王者回归。亡灵小镇 PK 地图，叮，匹配成功，1对1 PK 对手晋黄金3星黑暗刺客62级。随着一道冰冷的提示音响起，苏明愣了下神。62级，黄金局的强度这么高的吗？饶是苏明都不禁深吸了一口冷气。如果说白银局的对手大部分都是2转档次，那么黄金段位的职业者则几乎全都是3转以上的存在了。毕竟就连陈其山这个晋升100级段位无数年的老校长，在黄金局都很容易翻车，可想而知这个段位的对手有多强。黑暗刺客职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貌似是一个暗金级职业。苏明皱了皱眉，心中暗自思忖道，虽然他对 ID 境的对手不太了解，可黑暗刺客的名气却很大。高中一节选修课里详细介绍过黑暗刺客的全技能，这是一个能疯狂位移闪现的恐怖职业，天然自带3大专属刺客技能，即便是高出自身等级10几级的职业者，黑暗刺客也有机会一击终结。这样一个变态强度的职业，等级还比我高不少。苏明扬了扬眉，心中不禁微微一紧。这一局 PK 会有些棘手。40级，中海市的年轻职业者。在苏明面前，一片淡金色的迷雾中，一名白发青年缓缓出现在视野中。只不过见到苏明的一瞬间，白毛青年却微微眯了下眼，嘴角噙着一丝狡黠的笑意。他轻声呢喃道：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回中海市了，这些年一直在高级副本里刷怪。看你年纪应该不大，能在这个岁数达到40级，也算是人中龙凤。这样吧，你自己投降，也不算我欺负晚辈。名为晋的职业者站直了身体，手里一柄锋利的黑刃向上一挑，神情极为傲气地冲着苏明说道。他抬了抬下巴，似乎在等待苏明投降。然而只听噗呲一声，苏明却不禁笑了。让我投降？咋回事？这是级赛事里怎么全是这种二愣子？晋的等级确实很高，也拥有轻松终结同等级职业者的能力。倘若换一名对手，或许在听到晋的忠告后，已经毫不犹豫地退出了 PK 副本。可是苏明是谁？史诗级职业者，杀神。暂且不说死灵古龙本就是70多级的顶级巨龙，和晋相比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其次，苏明才掠夺了4大翡翠巨龙 BOSS 技，还没有小试牛刀呢，咋可能直接投降？闹呢？你废话有一点多。苏明淡淡的深吸了一口浊气，让自己的战斗状态调整到最完美的程度，而后神情冰冷的看了一眼白毛青年，毫不留情的回怼道：希望你等会能站着讲话，而不是跪着求饶。开始吧，别墨迹，等着升段呢。苏明的话冰冷而无情，一瞬间竟懵了。卧槽，剧本拿错了。他的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了一丝古怪，上下打量着苏明，不过依旧没有看出什么不同。沉默了一阵子后，竟皱了皱眉，脸色也变得极为冰冷。找死！竟动身了。黄金一样的雾气中，他的脚下猛然出现了一片赤金色的法阵，而静的身体则是在法阵中来回穿梭，锋利的黑刃像是死神手中的镰刀似的，疯狂朝着苏明甩来。有点东西。看到这一幕，苏明的瞳孔也是一缩，然而他却并没有太过慌张，只是淡然笑了一下。花里胡哨，苏明轻声说道，而后他也动身了。同一时间，正在观看苏明战斗画面的中海市职业者100多万名资深职业者，此时全都快要疯狂了。原因很简单，苏明或许不认识 ID 为晋的大佬，中海市这些老职业者们却对这个人相当熟悉。什么叫刺客？刺客本身就是黑暗中的君王，擅长暗杀，一击终结。而晋的战绩更加变态，曾经在 LV 30级时便完美击杀过一头60级的副本终极 BOSS 怪，单杀完美 KO。 这样的怪物级人物虽说和苏明比起来有一丝差距，可是现如今的晋已经完成了第3次转职，等级超过了60级，和曾经相比提升的实力绝不止一星半点。苏明 vs 晋，谁赢还真不好说。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明却依旧怒对了回去。太疯狂了！昔日的刺客王者回归，对上了苏神，天才 vs 天才，到底哪一代更强？妈耶！
你们听到苏明大佬刚刚的话没？简直是太傲气了！希望你等会站着讲话，而不是跪着求饶。这句话一开口，直接让我当场兴奋。怎么说呢？晋的实力，中海市的老一代都有目共睹。他的升级速度很慢，可是实力却可以吊打同级。没错，当年晋才30级，一波裂空剑影可是震惊了全市大佬。能手刃60级 BOSS 怪的天才，即便是放在当今，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了。言归正传，非要说起来的话，苏明貌似更变态吧？他才2转，却已经驯服了一头亡灵古龙坐骑。这种强度的天才选手，竟还是差了很多。什么亡灵古龙？那分明是死灵古龙，英雄级坐骑，和暗金级的亡灵古龙是2种概念。其次，苏明大佬手里头还有一头同为英雄级的宠兽，根据资深分析师大佬解读，貌似还是一头圣光系的宠兽。这么说吧，今天的世级赛事绝对有好戏看，我坐等苏神爆发底牌。卧槽，真的假的？圣光系宠兽这玩意儿的价值可丝毫不亚于一柄半史诗武器呢。别忘了，苏神还能召唤亡灵骷髅，你以为震惊全网的变态级天才少年只有这点水准？都别瞎猜了，坐观2个时代的天才对决，这才是正事。一下子兴奋起来了。有没有压住的？我这边直接压住一柄黄金级武器，压苏神完胜。奶奶的，这就开始压住了。虽然苏神很变态，不过我选进一本白银级技能书。兄弟们，可别在这里打嘴炮。那个说黄金级武器的，你压的一柄高磨损度的武器也叫黄金级？苏明的是级赛事直播频道，彻底炸了。第141章，不能动了吧？那我可要破1。裂空剑影，暗金级技能，能在一瞬间创造出一个镜面法阵，疯狂复制自身的分身。每一个分身都能对敌人造成一定程度的暴击伤害，每一次造成伤害都能用于恢复自身血量，而命中敌人后也会产生控制效果，让目标失去行动能力。苏明微微一眯双眼，看向了正前方，心中却回想起了选修课本里的详细注释。怎么说呢？他虽然不算顶级学霸，然而记忆力却不错，至少对裂空剑影技能很熟悉。作为黑暗刺客职业最重要的专属技能，这个必杀技能在短时间内带来极为恐怖的暴击伤害结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竟在当年才能终结掉一头本就残血的 LV60级混血巨龙。想要应对这个技能，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攻击所有分身，只要能击碎对方的全部分身，那么便能找到本体，完成一击致命。苏明心中暗暗想到，神情也变得轻松了起来。刺客、法师，这2种职业都是出了名的脆皮职业，攻击力高，防御力却很低。之所以其他人认为黑暗刺客难以应付，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在裂空剑影技能全开的效果下，刺客能疯狂复制出至少10个分身，而大部分职业者的攻击技能只能对单个目标造成大量伤害，缺少群体攻击技能，所以才会被黑暗刺客抓住破绽，一击索命。光明回响，苏明挥动了一下手中的亡灵法杖，一片圣光瞬间覆盖向了镜的法阵，将那来回穿梭的10几个分身全部包裹在其中。光明枷锁，沉默状态，吸血泵。苏明淡淡一笑，注视着镜的反应。这个技能是真正的强攻系控制技能，能在一刹那间同时锁定多个目标，造成沉默效果，也即是让目标失去行动能力。而后光明枷锁每一次震荡都可以带来法术攻击力10倍的伤害结果，所有伤害结果都能完全返还血量到自身状态，形成吸血泵。要知道，光明回响技能可是100%吸血。换句话来说，不论镜的技能多么炸裂，每一次进攻多么疯狂，只要被苏明的技能所命中，苏明所掉落的生命值，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全都是镜的血量。此消彼长下，面对刺客这种脆皮职业，苏明的优势不要太明显。只听哐当一声，在苏明脚下，一片金光灿烂的法阵将他彻底吞没了。这个法阵自然是镜的专属领域。又是当的一下，苏明的血条轻轻一震，掉落了几千点生命值。见到这一幕，苏明的眉头再度皱了下，不过他却并没有太过剧烈的反应，而是轻轻闭上了双眼，直接无视镜的攻击。刮痧吗？苏明轻声呢喃道。此话一开口，瞬间让镜一愣，神情也稍微变化了下。找死！镜恼羞嗔怒地说了一句，加快了攻击的频率。每一次朝着苏明进攻，都带来了接近10000点的生命值伤害。毫不夸张地说，苏明的话确实让这名黑暗刺客职业者扎心了。他的裂空剑影技能每一次带来的伤害确实不高，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有10000点以下的伤害结果，可是伤害总额却很吓人。等到镜真正出手的那一刹那，至少也是大几10万点伤害的档次。前阶段的刮痧只不过是消耗期而已。然而即便实际情况是这样，苏明那不经意间的讥讽
却也让静恼羞成怒了，一时间大口的喘息了2下，加快了挥刀的频率，攻击节奏也稍微乱了一些。兵种圣盾，苏明挥了挥手，面无表情的再次释放出一个技能，防御技能。圣盾一出现，直接让静的伤害变成了真正的刮痧，哪怕是10000点伤害总额，在圣盾面前也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更何况每一块圣盾破碎都能让苏明获取一个圣盾血条，只能让他的生命值变得更加雄厚，而不会损失一点点。唯一会减少的只有消耗掉的法力值，太弱了。再快一点。苏明冷笑了一声，抬眼看向了法阵中已经增加到几十个分身的静，眼神里流露出了浓郁的不屑。确实不屑，在各种顶级 BOSS 技的加成下，以及清一色的英雄及武器防御下，苏明的防御力恐怕已经弥补了他原有的缺陷，可以媲美那些重点发育防御的职业者了。哪怕是一头巨龙，在防御力这一块和苏明相比也多不了太多。一个刺客的分身攻击，苏明根本没有看在眼里。该我出手了。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无视了静的一系列操作，语气冰冷地说道：破。随着他的一声破开口，只见静所创造的法阵刹那间炸裂开了。没错，炸裂，真正的炸裂。光明回响技能的终极奥义在这一瞬间展露无遗。太疯狂了！静所复制的分身在一瞬间受到了苏明的高额法爆伤害，血条崩的一声被清空，肉眼可见一个个分身轻轻爆裂成了碎片。同时整个法阵中的静，几十个相同的白毛青年身体都如同被控制了一样，彻底凝固了起来，沉默状态。这便是光明回响技能最可怕的地方，命中后能让所有目标全部被控制住。加12000，加15000，加25000，加57000。苏明的生命值如同穿云箭一样疯狂增长着，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血条便被拉满了，恢复到了满血状态，甚至连圣盾血条这种额外血条都被补满了。这就是吸血崩的快乐吗？苏明微微眯了下眼，心里一阵舒坦和惊喜。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光明回响技能，没有想到所带来的效果却这么让人惊喜。确实和技能注释所说的差不多，虽然这是一个暗金级技能，却有着英雄级技能的实际强度。单单是一个100%吸血转化，就足以让无数名职业者为之疯狂。分身破裂到只剩下最后7个了。与此同时，苏明并没有太过沉浸在兴奋中，而是让自己冷静下来，看向了围绕在身旁不断穿梭的静。破晓之刃。面对黑暗刺客这种脆皮职业，苏明决定来一波闪电战，消耗下去只会白白浪费自身的法力值，所以他决定使用出禁咒破晓，以及那一柄英雄及人间杀气破晓之刃。第142章黑暗中的君王。如果说苏明目前手里最强的英雄及武器，毫无疑问正是破晓之刃，而他所拥有的最强必杀技，除了杀神王座这个职业自带的专属物品外，应该当属入门级禁咒破晓。当这2样东西组合起来，便是苏明的究极必杀。或许这不是伤害值结果最强的一个，然而却一定是苏明所爆发出的最强终结技。这还是我第一次使用破晓之刃，希望不会让我失望。苏明微微眯了一下眼眸，而后深吸了一口浊气，看向前方，轻声呢喃道：破晓之光可以击碎太阳。这句话自然是禁咒的咒语。随着苏明的呢喃声一传来，整个亡灵小镇 PK 副本一刹那间宛如黎明划破了黑暗，破晓降临。同一时间，正在观看直播赛事的中海市职业者们再一次为苏明而疯狂。所有人无一例外，但凡目睹了刚才的一切，全都瞪大了惊骇的双眼，被苏明的一系列操作给惊呆了。神技，这简直是神技！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绝对不会相信这是一场黄金局。没错，我和你的想法一模一样，要不是亲眼目睹，我都要怀疑这是国服100强巅峰赛对决了。华丽、炸裂、震撼人心，这已经超出了黄金局应该有的水准。怎么说呢？静本身的实力就已经超脱了黄金局职业者的平均线，要不是他这些年一直在副本里刷怪升级，也不会还停留在市级赛事的黄金段位。本以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没想到呢，太疯狂了！传说中的黑暗刺客，黑暗世界里的王者，曾经手刃过一头100米巨龙的大佬，现在却被一名2转职业者当面讥讽。我只能说，苏明大佬 YYDS 刮痧，奶奶的！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万伤是刮痧。卧槽，苏神的被动技能究竟有多强？你们看那一大片冰蓝色的防御盾牌，直接抵挡下了近几乎80%以上的攻击，而当这些冰蓝色盾牌破碎后，又形成了额外的血条，加成在了苏明原有的生命值上。
不只是技能可怕，苏神的装备防御力也是强的吓死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苏明大佬的职业应该是一种高伤暴击职业，也就是说和刺客差不多，血量是软肋，俗称脆皮职业者。可是他现在展现出来的防御力却有一丝丝变态，岂止是变态，简直是震惊我一整年。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苏神刚才使用的那个技能堪称天花板级吸血泵。我刚刚算了一下，那个技能的吸血转化率貌似已经达到了90%以上，甚至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100%吸血。100%吸血？闹呢？这种强度的技能得是什么品质？难不成已经达到了英雄级？怎么会？苏神不是没有什么背景吗？网传他只是一个普通职业者，怎么先后又是英雄级巨龙坐骑，又是英雄级顶级 BOSS 技能？吓疯了！今年中海市赛事里最大的黑马，除了苏神以外，应该没有其他人选了。震惊！这一刻全是震惊。如果说苏明先前因为资质太过逆天，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者都眼前猛然一亮，那么今天的市级赛事里，苏明便用实力证明了，他除了资质变态堪称小怪物外，如今的实力也达到了年轻一代天花板的层次，给予苏明时间成长。不，此时他已经成长成了参天大树。在不召唤死灵古龙的情况下，苏明仅仅是一波技能和丝滑的满级操作，就已经能让传说中的大佬级刺客职业者尽丑态百出。多的不说，至少在中海市，苏明的战力水平绝对能够达到第一梯队，已经是让100万人敬仰的大神级人物了。这一刻，即便是正在副本外观赛的陈其山都不禁瞳孔猛地一缩，震惊的老眼都快要昏花了。奶奶的，你管这叫年轻一代的标杆？等级才 LV40级，却能娴熟使用出这种变态级技能，一波下来连曾经的劲都招架不住。这要是放到我身上，怕是老骨头架子都会在一瞬间崩掉。陈其山大口的喘息了下，浑浊的老眼里噙着一丝复杂的情绪。光明回荡，这个技能确实变态，强度达到了英雄级层次不说，一个吸血泵，一个100%吸血转化，以及沉默状态和光明枷锁，只是这么一个朴实无华的 BOSS 技能，配合苏明那接近1万点的法术攻击力所呈现出的战斗效果，或许即便是陈其山也会在一刹那间血条清空。当然，能活到这个岁数，陈其山也有属于自己的保命技能。苏明1对1和他 PK， 现阶段来看还不一定能完胜，只是差了那么多级，却有了让陈其山都心惊肉跳的伤害。苏明也确实够变态了。怎么会这样？亡灵小镇副本中，一头白发的静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地看向了苏明。如果说刚刚那一波攻击没有对苏明造成过多的伤害，已经足够让静心烦意乱，那么苏明的一波华丽反击，则是让静的内心防线彻底被攻破了。他是谁 ？LV30级就手刃了一头100米巨龙 BOSS 的存在呢？而今回归中海市，难道不应该华丽登场，疯狂升段，受到所有职业大神的青睐吗？然而结果呢，却被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毛头小子给狠狠羞辱了一波。吸血泵，他竟然成了别人的吸血泵，属于黑暗刺客的尊严一下子被击得粉碎。不可能，一定是我太大意了。竟调整了下心态，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让肺部充满氧气，而后目光坚定地看了一眼苏明，沉声呢喃道：直接开大，用黑暗刺客的终极必杀技结束这荒诞的一切吧。作为一名3转职业者，静的实力不容置疑，而他所说的终极必杀技，自然是黑暗刺客职业的唯一终结技能——静刺杀，能在一瞬间爆发出极为恐怖的物理攻击、物理暴击，以及足以让所有职业者都失神的神级速度。刺客职业者最擅长的便是刺杀，而静则是将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点。当静刺杀这一技能爆发时，时间仿佛在他面前定格，他便是这个世界黑暗中的君王。然而正当静准备完成一击终结时，在他面前却猛然呈现出一头燃烧着熊熊火焰的黄金巨龙。那是什么？一刹那，静的瞳孔完全放大了，心里也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不安预感，死亡的恐惧将他彻底包裹了起来。不仅是静，此时的直播频道外，100万名中海市职业者正在观摩着这一场世纪大战的职业者们，也在同一时间屏住了呼吸，浑身都提心吊胆，紧紧注视着画面中的苏明。第143章中海市的巨龙。黑暗刺客吗？那便让黎明划破黑暗，破晓之光可以击碎太阳。亡灵小镇中，苏明轻轻闭上了双眼，像是对自己的劲咒无比自信，完全无视了静这名对手的存在。随着苏明的轻声咒语一落下，他手里紧握着的破晓之刃也开始高频震动，不断弥漫出一片淡金色的圣光。顺着破晓之刃望去，
前方，一条璀璨的黄金之路被一头通体燃烧着大火的巨龙所贯穿，直接击中了镜。足足7个分身都在同一时刻被硕大的像是黄金矿山一样的巨龙所击中。只听哐当一声，所有身躯全都一一炸裂开了，爆成了无数块碎片。叮！恭喜您，比赛获胜。叮！恭喜您获得奖励15万点经验值，黄金级技能书，祭祀回复术。叮！恭喜您段位提升至黄金2星。结束了。当提示音一落地，苏明很是自然地扬了扬眉角。对于这个结果，他并没有太大的意外。一柄英雄级武器，加上变态的终结禁咒破晓，面对一个脆皮刺客职业，如果还不能达到一击终结的话，那就有点奇怪了。黄金段位，每提升1颗星，能获得15万点经验值。苏明眼前微微一亮，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每一名职业者参加市级赛事所获取的奖励都有一定区别，一方面是要看职业者的品阶，史诗级职业者所得到的奖励自然要多一部分，而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对手的强度来进行判定。镜的等级本身就远高于苏明，同时也是一名不错的暗金级职业者，能终结掉这样的存在，奖励15万点经验值以及一本黄金技能书，合情合理。祭祀回复术，这貌似是一本能用来恢复蓝条的专属技能书，还没有使用鉴定术，苏明只是听到名称便不禁有些动容了。这本技能书明显是祭祀职业的专属。如果说牧师职业专注于提升职业者的生命值，那么祭祀职业便更倾向于恢复法力值。当然，和牧师有一点区别的是，祭祀职业除了辅助能力很强以外，自身也拥有极强的战斗能力。这也是为何许清雅在转职成光明祭祀后会引起如此大的波动。我如今所拥有的技能是正常职业者的2倍，每个技能所消耗的法力值也是普通技能的好几倍，甚至是10几倍。如果能学习这样一个回蓝技能，后期倒是能带来不小的帮助。看着手里的技能书，苏明的目光稍微闪烁了下，心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决定。这本黄金级技能书虽然品阶差了一点，然而效果却很出色，留在手里的价值远高于拍卖出去。先收着吧，等结束 PK 后再学习。苏明思索了下，顺手将技能书放进了系统空间里。旋即他则是看向了另一边，暗淡的技能栏，裂空剑影，镜刺杀。没错，此时的苏明能清晰地查看镜的全部技能，同时这些技能也如同囊中之物一样，正在等待着苏明的挑选。在市级赛事的 PK 里击杀了对手，一样可以对他们的技能进行掠夺，掠夺效果和在副本里终结职业者一样，第一次免费，第二次需要支付一定程度的经验值。苏明扬了扬眉头，嘴角流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容。倘若让镜知道苏明现在正在斟酌夺走他的哪个技能，恐怕这个昔日的黑暗刺客王者怕是当场就要崩溃掉，甚至有可能跪下来求饶。裂空剑影已经见识过了，前期伤害如刮痧，不过后期的强度还是不错的，能带来大几10万点的伤害，很符合刺客职业的特点。苏明轻声笑了下，仔细地阅读着镜的全部技能属性。镜刺杀这个技能属于一击终结，如同在一瞬间直接增幅自身的几大属性，爆发出超出自身等级的高额物理暴击，高额物理伤害，哪怕是速度也得到了强化，堪称神级速度。看到这里，苏明的双眼不禁泛起了一阵亮光。很强大的技能，毫不夸张地说，要不是镜没有机会释放出镜刺杀，苏明想要了结他也没有那么轻松。得亏是白毛大意了，都掠夺走吧。苏明咽了咽口水，心中很是惬意地想到，既然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掠夺？至于怕自己的掠夺天赋被曝光，这一点苏明从不顾虑。暂且不说，就算他直接掠夺了镜的全部技能，对方能不能猜到始作俑者是苏明？即便是猜到了，又能怎样？被国内的头部大佬抓起来研究切片，简直是胡思乱想。苏明的这个能力，倘若真的被曝光了，只会得到高层的重点关注。就算是法神这样的1号人物，怕是也会沦落成跟班，贴身保护苏明。当然，苏明现阶段还是更喜欢自由，没必要主动向高层自曝身份。至于这个变态的神级天赋被发现，只能说顺其自然吧。经验值不够，脑壳痛。镜的技能里，苏明最感兴趣的自然是裂空剑影和镜刺杀，他可以免费掠夺一个，剩下的那个则是需要花费一些经验值。可是才掠夺了一波纳诺的 BOSS 技，苏明手里的经验点貌似又不够了。没事，再来几把 PK 凑一凑就有了。想到这里，苏明深吸了一口气，再次点击了匹配。而另一边，整个中海市的职业者几乎快要窒息了，百万人集体石化，目瞪口呆，心脏都在一时间收紧了。禁咒，是禁咒！
苏明竟然在全市所有人面前展现出了禁咒，并且随着禁咒一起展露出来的，还有一柄英雄级武器破晓之刃。当然，除了这2样东西，最让全市崩溃的，则是苏明竟然一击终结了禁。怎么可能？那可是黑暗刺客，暗金级职业者，最有希望成长为中海市头部大神的存在。硕果战舰，让无数年轻一代的职业者们仰视。然而呢，这样的大神却沦落在了一名高中生手里。苏明的确很强，可是直到此刻，中海市的老一代职业者们才清晰地认识到，他们眼中的小怪物，貌似是一头真正的巨龙。黑马，去他奶奶的黑马！这家伙已经是一头巨龙了。第144章吸血流打法。卧槽！我的大脑一下子缺氧了。谁能揍我2下，让我清醒清醒？禁咒，是禁咒！苏神竟然还留了一手，不是说他只有一本禁咒吗？这也太他奶奶的吓人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本禁咒貌似是前段时间被收藏到国家图书馆图鉴的顶级禁咒破晓，黎明划破黑暗，可以击碎太阳。破晓，被国家图书馆给收藏了的禁咒。卧槽！苏神要不要这么浮夸？他才多大那，已经凑齐了2本禁咒。让你们看细节呢，你们只关注表面。那一柄造型相当拉风的重刃看到没？那可不是什么普通武器，而是一柄货真价实的英雄级武器，名为破晓之刃。这柄武器在京都修罗公会里也收录了一柄。奶奶的，京都的 S 级公会也收录过和苏明一样的武器。怎么回事？武器名为破晓之刃，怎么听上去和那本禁咒很相似？废话，当然相似了。那柄黑刃和禁咒本就是完美组合。不是吧？你的意思是说，苏神现阶段已经凑到了完美武器和禁咒，想要解锁这种成就，不得100级段位以上。他还不到20岁，居然已经这么变态了。黎明划破黑暗，击碎太阳。卧槽！莫名觉得在暗中嘲讽静娜作为黑暗刺客，竟本身就是黑暗中游走的王者。而苏神呢，一波黄金巨龙直接冲碎了所谓的黑暗，太炸裂了。可以这么说，今天这一场市级赛事直播看到就是血赚。苏神的满级战斗意识以及丝滑的操作细节让我彻底折服了。黄金2星，感觉肾上腺素已经在疯狂飙升了，一口气连续晋升到黄金段位，还终结了昔日的天才职业者。苏神的这一波下来，怕是让全市的老一代职业者都彻底懵了。顶级天才，如同怪物一样的存在。兴奋、震惊、大脑缺氧。怎么说呢？苏明和静的这一场决斗含金量确实太高了，甚至是直接让中海全市的职业者打开了新的思路，世界观都被刷新了一次。黑暗刺客职业原本就是顶级战争职业，而裂空剑影以及静刺杀这2大技能让无数职业者头疼不已。很多等级较高的大佬面对刺客的强势进攻也会栽秧。然而苏明的操作却让百万职业者眼前一亮，用吸血流对付刺客，静的前期伤害低，直接无视，而后期的爆发，只要让他无法发起最后一波攻击不就行了？没看出来呢，这个帅弟弟的战斗意识竟然也这么强，不仅资质过人，战斗经验和细节把控也达到了这种程度，确实是一场华丽的对决。苏明的直播频道外，清北大学招生办导师陈淑妍也全程观看了直播。原本他以为这只是一名天才学院的正常 PK， 属于小打小闹，可是苏明疯狂晋升段位，一直到黄金局，依旧展现出了傲人的实力。最后更是用完美细节终结境，直接让陈淑妍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着实被震惊了一把。更重要的是，苏明针对刺客职业的新思路也让陈淑妍心头一紧。吸血流打法，陈淑妍微微眯了一下眼眸，傲人的身段一览无余，他皱了皱眉，陷入到了沉思中，不禁呢喃道：刺客职业一直都是全职业中最难缠的存在，而苏明这一套打法，以高暴击、高吸血来完成了终极反杀，甚至进到最后连最终必杀技都没有办法释放，便被了结吸血泵，貌似确实是解决刺客职业者的最佳方案。没想到一名高中生竟然有这么独到的见解。陈淑妍的瞳孔稍微放大了一下，即使他也是清北大学的高材生，现在负责指点大一学生理论课。然而苏明刚刚的表现却也让陈淑妍有了一丝震惊，在某些方面而言，他甚至不如苏明。当然陈淑妍不知道的是，这种吸血流打法也不完全是苏明的原创，而是得到了前世一款火爆全球的知名游戏的启发。游戏里一名射手职业后羿便是靠着吸血泵的玩法，在每一局都能展现出惊人的伤害比。团控、伤害、高额暴击、持续输出、超长续航。而与此同时，
正在观看苏明战斗直播的不仅是陈书言，还有其他大佬，几乎中海市全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此时都将注意力放在了苏明身上，都被这个小怪物给吓呆了。转职神殿，怎么会这样？苏明不是说他只是一名二转职业者吗？怎么先后又是巨龙血统坐骑，又是英雄级武器，现在就连禁咒都有2本？而这些很有可能还只是他的冰山一角。转职神殿的大厅里坐着好几名身披高级铠甲和法袍的职业者，他们的身份很不一般，全是中海市的头部大神，平日里根本不会出面。而此时这些大神却全都被苏明给弄得目瞪口呆了。是信息有误吗？一旁一名身材不错的牧师小阿姨轻声咳嗽了下，看了一眼坐在正对方的苏西。过段时间亡灵峡谷副本就要开启了，本以为苏明只是充当触发隐藏任务的角色，现在呢他却展现出了丝毫不亚于老一代职业大佬的实力。这样一来，这次的怀旧服副本怕是要出现变故了。牧师的话一开口，瞬间让在场的大佬全都皱了下眉。而始作俑者苏西此时也不禁咽了下口水，好看的美眸里流动着一丝复杂的波纹。他的确才完成第2次转职，我亲自接待的，只是他的成长速度太快了，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苏西沉默了片刻，只好长叹一口气，有些惆怅地看了一眼众人，沉声说道：黄金段位都能轻松应付，这种级别的实力放眼整个中海市也算是金字塔顶端的存在了，确实和预期有一点出入。所以各位的意思是？苏西深吸了一口浊气，等待着众人的回应。没错，这些人自然是中海联盟的核心成员，全都来自于中海市各大头部工会。这一次他们原本是准备商议不久后的亡灵峡谷副本，却没有想到恰好目睹了苏明的市级赛事表现，只是一下子众人全都愣住了。因为按照原本的计划，怀旧服副本里爆出的物品大部分都会分发给3大头部工会苍魂、永恒、征程，而其他的资源则是归属一些老牌散人职业者。然而苏明如今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堪比7、8十级职业者的水准，甚至所爆发出来的伤害，就连在场的一众大佬都感到有些心惊肉跳。如果是其他人当然无所谓，再强和他们也没有关系。可是苏明会加入狩猎团一起前往亡灵峡谷副本，按照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惊人伤害，到时候分走的战利品可不会少，少说也要分到1柄英雄级武器呢。一时间这些中海市联盟的大人物全都陷入到了沉默中。第145章被国家图书馆收录的禁咒。其实这件事也不复杂，面对苏西的话，刚才开口的那名牧师小阿姨轻声笑了下，神情虽然带着一丝复杂的苦涩，不过她依旧冷静地分析道：要么让苏明加入我们的狩猎团，到时候按照事先说好的比例给他分成，得到的战利品该分多少就分多少。一名史诗级职业者还拥有不俗的战力，对我们而言也算是一件好事。当然最后各位得到的战利品可能会在一定程度削弱一些，也有可能得到更高级的稀有物品。毕竟苏明这个小家伙太邪性了，万一在副本里开出个顶级 BOSS 怪，爆出一大堆神物也不是没可能。要么不让他加入，我们还是按照原先的计划行事，前往亡灵峡谷副本寻找苍牙之血以及传说中的那柄史诗级武器。牧师小阿姨的声音缓缓响起，让所有大佬都不禁皱了下眉，沉默地思索起来。的确，现在只有2个选择，要么让苏明来，要么不来。依我看，一名身披银饰铠甲、长相质朴的中年男人打破了沉默，瓮声瓮气地说道：我们还是把格局打开一点，不要太在意那一点分成。这名中年男人不是别人，赫然正是征程工会长那名 LV 300级的荆棘骑士。他的话很有分量，只是一开口便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他，倾听这名老会长的分析。第一，江南省那边烟雨工会已经得到消息，这次的亡灵峡谷副本烟雨工会必然会加入，而且大有一种必争苍牙之血的气势。我们中海联盟实力虽然和他们旗鼓相当，可是也没有完全的把握一定能成为这次副本的最大获利者。苏明的实力很不错，至少以他在市级赛事里的表现来看，放在一个团队中所发挥出来的价值一定不会比一名100级职业者差，尤其是他还拥有着一头70多级的死灵古龙坐骑，至少2本禁咒，还有好几件英雄级武器，有他的加入可以说是双重保险。征程工会长白征程深吸了一口浊气，稍微停顿了下，继续解释道：第二，史诗级职业者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如果没有苏明的话，我们这一次很有可能不仅得不到苍牙之血，就连亡灵峡谷副本的终极 BOSS 怪都签不出来。想要触发顶级 BOSS， 苏明是关键，其次作为一个大型怀旧服副本，亡灵峡谷内的原住民 NPC 不少，像吟游诗人、石头商人这些，怕是也只有苏明能和他们产生对话。
触发隐藏剧情，甚至解锁连环任务。最重要的一点，白征成轻声笑了下，神情略微带着一丝无奈的说道：“换一个角度思考，就算苏明不和我们一起去副本，他自己就不能去了吗？到时候中海联盟不仅会缺少一个关键人物，同时还会多一个敌人，加上江南省那边的烟雨工会以及一大波散人职业者狩猎团，你们觉得这种高强度的争夺下，我们能成为最后的获利者？”白征成的话让在场的大佬们豁然开朗，确实是这样，他们不想多让出一部分利润，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什么东西也得不到。就目前而言，苏明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在狩猎团中的价值绝对不会比一名普通百级段位大神弱。多的不说，仅仅是一柄破晓之刃，一本被国家图书馆给收录的禁咒，以及那惊人的100%吸血泵，就足够让中海市所有大佬重视。更何况外界一直传闻苏明背后还站着一个庞然大物，他的背景恐怕是京都地下世界能只手遮天的顶级势力圣光教廷。那就决定了，计划不变，到时候让苏明这个小怪物一起去副本。一名等级200开外的职业大佬点了点头，同意了白征成的提议，而其他人也纷纷颔首示意，接受了这个方案。还真是可怕呢。与此同时，苏西那傲人的身材不禁一阵起伏，相当能打的脸蛋也带着一丝淡淡的红晕。他大口的喘息了下，让大脑重新恢复冷静，继而感叹道：“我可是亲眼看着苏明从走出校园一直到完成2转，原本以为即便他成长速度再快，想要成为一棵参天大树，至少也要几年时间，谁能想到现在的他却已经有了能傲视老一代职业者的能力。”白征成微微眯了下眼，同样对苏明的表现极为震惊，难得的呢喃了一句道：“其他的不说，他在这个年纪就能研究出针对刺客职业的顶级技巧，这一点来看，全国绝大部分年轻职业者和他比起来都是荧光和皓月，差距太悬殊了，即便是我这个老家伙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用吸血泵玩法克制刺客，然后一波收割，这种精妙的技巧和细节操作，没有海量的战斗经验根本无法办到。”苏西点了点头：“那我们再准备一下，等副本一开启，直接预约苏明。”中海市星耀餐厅，柳妹一身精致的晚礼服，在餐厅最昂贵的包厢里，美眸中流转着难以置信的光泽。她微微张开了小嘴，震惊到可以塞下一枚鸭蛋。那是破晓之刃，苏明怎么会也有这柄英雄级武器？柳妹感觉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其他职业者不清楚，可是她却相当了解这柄英雄级武器的来历，因为柳妹的亲哥哥修罗手里便有一柄一模一样的武器，只不过修罗还没有得到对应的破晓禁咒。苏明竟然终结过一头翡翠巨龙，柳妹浑身都是一惊，睁大的眼眸里跳跃着些许疯狂的情绪。没错，几年前修罗和苏明一样，也击杀过一头翡翠巨龙，只不过修罗所终结的那头巨龙等级高达 LV600级，最终爆出了一柄磨损度较高的破晓之刃。直到现在，这柄华丽的英雄级武器还搁置在修罗公会的大厅里，供所有成员观赏。600多级的巨龙 BOSS 对柳妹的亲哥哥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苏明才2转啊，他是怎么办到的？一时间柳妹感觉心脏都有点抽搐了，大脑一片空白。难道说真的和传闻一样，苏明的背景是传说中的那个5S 级公会圣光教廷？我早该想到的。柳妹的神情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就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她快要把握不住内心疯狂涌动的情绪了。能成为黄金玫瑰公会唯一的男性成员，又有这么夸张的成长速度，除了那个公会亲自培养的后代，还能有什么可能性？我得赶紧把这件事和老哥说一下。想到这里，柳妹的眼神一阵反光，急忙站起了身。或许苏明便是老哥要找的那个人。亡灵天灾快要降临了，老哥说过，前世的圣光教廷在世界毁灭前夕出现过一次，如果能提前和圣光教廷公会的成员联系上，或许能够改变剧情，让悲剧不再重演。第146章晋升黄金5星，生命女神柱。中海市禁卫军团，许小姐，团长在等您过去。百里城墙下，一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将银色头盔取下，而后神情柔和地朝着面前的少女微微躬身一礼，轻声说道：“团长已经等您很久了，仪式所需的资源也都凑齐了，今天……好的，我这就过去。”少女深吸了一口气，精致的鹅蛋脸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丝绒红晕。她关掉了面前的市级赛事直播画面，看了一眼身旁的女骑士，回答道：“走吧。”两女的身段都很不错，一起沿着漆黑的城墙漫步，走向禁军营的最深处。少女是许月，此时的她跟在军团中最强的女骑身后，正在前往爷爷许天那个中海第一龙骑士所在的地方。今天许月即将完成一场神圣的洗礼仪式。血统洗礼？没错，
许月是一名混血种，他的奶奶并不是人族，是一名混血精灵，而许月也得益于奶奶的血统，继承了传说中的至高血统之一精灵混血。他的职业很普通，一名白银级弓箭手。然而，在强大的血统加成下，只要能完成血统洗礼，他便有一定机会可以蜕变成精灵弓箭手。而这个职业最次也是英雄级，属于另一个种族的战争职业。苏明，他居然这么强大！他当时拒绝我，是不是因为我的等级和职业太差了，没有看上我？许月好看的眉头皱了皱，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轻轻呢喃了下。刚才他全程目睹了苏明的战斗直播，华丽的技能、精妙的意识、丝滑的操作，全都让这名中海市的顶级千金大小姐看呆了。原本他以为苏明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高中生，除了长得帅以外，也没有太拿得出手的东西。非要说起来，一名二转职业者，即便资质再高，在许月爷爷这名中海市第一职业者面前，也不过是随手一枪便能击碎的小喽啰。然而，此时的许月却有些茫然了。LV40 级 vs LV62 级，同样是天才级的人物，苏明却以一种极为傲然的姿态完美终结，所展现出来的资质、潜能、战斗水准全都出乎了许月的意外。现在的他心里全然没有了一丝傲气和自信，有的只是一丝淡淡的自卑感。在转职神殿中，苏明拒绝他的示好，难道说真的是没看上他？没事，等我先完成血统洗礼仪式，当我转变成精灵弓箭手后，至少英雄级职业我不相信，这还不够资格和你站在一起。许月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踮起脚尖，轻轻向前迈了一步，旋即长松一口气道：苏明，迟早拿下你。可以这么说，中海市几乎全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这一刻全都将焦点放在了苏明身上，而和苏明关系不浅的红颜祸水们也都被震惊到了。清冷校花许清雅，人气女神韩英，中海千金许月，京都名媛柳妹，宅男女神苏西。当然，不仅是中海，就连接壤的江南省，像烟雨工会这样的头部工会大神，也在时刻关注着苏明的动向。京都的黄金玫瑰工会，百灵会长，法神大佬杨林儿，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大神们和苏明有关系的大人物，这一刻都沉入了沉思中。或许，这名年轻一代的小怪物，有可能改变将来某个职业的格局。即便是驻扎中海市的官方职业协会，也都全程录制下了苏明的直播视频。国家图书馆也将这一场华丽的黄金局对决典藏收录。吸血流打法，完美克制刺客职业，这些词条恐怕要不了多久便能火爆全国。叮！恭喜您，比赛获胜！叮！恭喜您获得奖励15万点经验值，黄金级生命药剂1瓶。叮！恭喜您，段位提升至黄金3星。叮！恭喜您，比赛获胜！叮！恭喜您获得奖励15万点经验值，黄金级技能书，生命女神祝福。叮！恭喜您，段位提升至黄金4星。亡灵小镇 PK 副本中，苏明的段位如同过山车一样，很快便晋升到了黄金5星的档次，距离铂金段位也只有一步之遥。经验值已经凑够了，市级赛事铂金局基本算是天花板级别了，段位再次提升已经是省级赛事强度了。苏明长松了一口气，淡淡一笑，呢喃道：市级赛事本身强度不算大，黄金5星已经可以参加省级赛事了。因为中海市属于直辖市，所以省级赛事会和江南省的职业者展开 PK， 淘汰出能进入全国赛事的精锐。黄金段位的晋级赛匹配时间需要1小时。苏明看了一眼匹配机制，不禁愣了一下。虽说赛事奖励确实很丰厚，以他史诗级职业者的身份还能得到3倍奖励，然而1小时的等待时间貌似有点长了。先提出比赛吧。苏明扬了扬眉，心中暗自想到，反正已经有了进入江南省决赛的资格，没有必要再升段，又获得了2件不错的东西。苏明看向了黄金局获胜奖励，1瓶昂贵的生命药剂，以及1本技能书。黄金级生命药剂，这种强度的药剂奶量很恐怖，一瞬间便能恢复大几10万点的生命值。苏明微微一眯眼，有些惊喜地道：使用后除了直接恢复血量，还能得到一个临时生命 buff， 短时间内可以获得额外的血条。不错的东西，许多大型工会都抢着要。的确，如果是一瓶普通生命药剂，或许价值并没有那么高。然而，当大型工会刷副本时，黄金级生命药剂所发挥的作用就有点明显了。别的不说，这一瓶药剂如果苏明要出手的话，
苏西背后的中海联盟，那些200-300级段位的大神，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回收。生命女神祝福，黄金级技能书，名称很长，和常规的技能书有些不太一样。不过，恰好苏明了解过这个技能。卧槽，传说中的生命泉水。苏明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双眼中泛起了一片惊喜的光芒。第147章，中海大人物登门拜访。这本技能书名气很大，虽然名称听上去有些不对劲，然而这却是一本顶级技能书。原因无他，生命女神祝福的技能效果相当变态，只要学习了这本技能，职业者自身的生命值便会在潜移默化中缓慢提升。简单来说，只要苏明学习了这个技能，他的生命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幅，而且没有限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些年京都倒是拍卖过一本生命女神祝福，当时可是拍出了让全国大神都相当震惊的天价。苏明咽了下口水，眸光里泛起了一丝丝的兴奋。的确，能让生命值每一天都在成长，这种属性效果堪称逆天，自然会有大把的职业者愿意付出全部家当来购买。而对于苏明来说，他现阶段的攻击力和暴击伤害已经足够疯狂了，非要说缺陷的话，也只有生命值和防御力稍微薄弱了一些。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和同级职业者相比，他的血条已经长得非常夸张了。只是能够锦上添花的话，自然更好。这个技能书留着自己用，反正也只会占用一个技能位置而已。苏明淡淡一笑，做出了决定。在史诗级天赋的作用下，苏明现在的技能限制已经解锁到了16个技能，也就是说，哪怕他学习了生命女神祝福，也还可以再拥有15个攻击技能，根本不碍事。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裂空剑影。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镜刺杀。随着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在脑海中传来，苏明直接使用了大量的经验值，将镜这名黑暗刺客职业的专属技能给夺走了。一时间，苏明感觉浑身都是一阵激动，恨不得当场试一下这种刺客的技能效果。毕竟，能成为黑暗中的刺杀者，那种酣畅淋漓的猎杀快乐，其他职业者确实很难想象。等亡灵峡谷副本开启后，得好好在副本中狩猎一下。苏明心中暗自思忖道，对接下来的怀旧服副本莫名有些期待了。怎么说呢？这次市级赛事，苏明并没有完全展开手脚。死灵古龙、光印独角兽并没有召唤出来作战，而驯化的信徒那一大波大龙族混血种，拥有恶魔一样外形的亡灵骷髅也没有释放出来。倘若苏明展现出所有底牌，怕是能在一瞬间让全国各大公会都瞳孔剧烈一震。因为就连苏明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他现在究竟有多强了。如果爆发全力的话，100万伤应该没啥大问题。要是算上坐骑、宠兽、信徒以及各种顶级 BOSS 级的强度，恐怕即便是一名100级段位的职业者，也不一定能在我手里活下去。苏明深吸了一口气，神情自信的呢喃道：“不是他太盲目自信了，而是事实确实如此。苏明的精神属性已经超过了1000点，这本就是接近100级职业者的水准。只看伤害，苏明已经和100级平起平坐了。只不过在攻击速度、攻击距离这一块，他可能要弱一些。等级差距毕竟摆在那里，完全一样，也不太现实。没有多想，苏明直接退出了 PK 地图。而与此同时，在中海市的某个海湾酒店里，一名留着银白色长发的青年瞳孔猛地一缩，浑身都被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支配。这是……等等，我的技能消失了！夏子浩攥紧了双手，握成拳头，双眼写满了震惊和慌乱。怎么会这样？技能栏莫名消失了2个。此时的夏子浩觉得自己都快要崩溃了。2大刺客专属神技莫名其妙的不见，带给他的震撼感都快让他的心脏一下子碎掉了。不会是那个原处？不可能。PK 副本里，即便是死亡，职业者也不会受到任何负面影响，连装备都不可能掉落，技能又怎么会受损？难道说他可以毁掉别人的技能？夏子浩后槽牙都咬紧了。这些都是他赖以生存的神技，倘若真的不复存在，这个昔日的天才职业者怕是要真的沦为普通人。我输给了一名2转职业者，就连技能都被他给毁掉了。夏子浩神情木讷的呢喃道。不论如何，他都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沉默了很久，他的眉头猛然一皱，神情充满了愠怒，咬牙切齿的说道：原初，我会找到你的，不论如何都会让你承受磨难而死。我要把你杀到等级清零，永恒堕入深渊。奶奶的，苏少，你也太猛了！中海市一中校长办公室，陈其山疯狂吞咽着口水，神情激动的浑身都有些不受控制了。
他大口地喘息着新鲜的空气，用一种有些兴奋的目光看向苏明，说道：“快200万名职业者同时观摩你的战斗直播，现在吸血泵和吸血流打法这些词条已经直接登上了各大短视频 A 和新闻报刊，你再一次震惊了全网。”陈其山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话不那么语无伦次。更夸张的是，中海市所有100级段位以上的大佬刚刚都联系我，好几名跺一跺脚都能让中海震动的老一代大神，更是咨询我想要亲自拜访您。苏少，您最近有时间吗？还有，清北大学的陈淑妍陈导师刚刚也在问你的情况。陈其山的神情都有些无奈了。怎么说呢？苏明现在的声望和人气实在是太高了，中海市的顶级大神亲自登门拜访，清北大学著名导师嘘寒问暖，全国疯狂热推，火爆全网，而且还不是第一次。苏明已经翻来覆去让全国惊呆了好几次了，这他奶奶的才叫天才呢！一时间就连陈其山都有些羡慕了。拜访？对，登门拜访。不知道苏少您有没有时间？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给那些大佬说一声婉拒。算了吧。苏明淡淡一笑，摇头拒绝了。他本身就懒散惯了，哪里有什么闲心和这些所谓的大人物喝茶聊天，那不是没事找事吗？而陈淑妍毕竟是即将入学的清北导师，苏明沉默了下，再次开口说道：“陈导师找我有什么事呢？”不太清楚。陈其山摇了摇头：“你们好像也有联系方式，要不苏少你问一下。”好。苏明点了点头，看了一眼陈其山道：“那我就先走了，校长，下次见。”呢。陈其山激动地和苏明挥手道别。不知道怎么回事，此时的陈其山面对苏明压根没有一点校长的做派，更像是一名小学生见到了倾慕已久的偶像，目送着苏明离开学校。第148章豪横的清北大学。学校外的咖啡厅，陈导师，苏明端起冰美式轻轻喝了一口，温和地笑了下，看向坐在面前的陈淑妍。很久没见。陈淑妍依旧和第一印象一样，一身华丽的淡金色长裙，整体气质相当出淤泥而不染，和柳妹的感觉完全不同。此时的陈淑妍就像是高岭之花一样，神圣而不可亵渎。找我有什么事吗？苏明小饮了一口咖啡。市级赛事的直播我看了，你的表现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陈淑妍美眸中流动着一丝诧异，目不转睛地看着苏明，像是想要从苏明的目光里看出一些端倪。然而沉默了片刻，陈淑妍最终还是放弃了。苏明这个帅弟弟，别看年纪不大，城府却相当深，根本不像是一个高中生应该有的气场。和苏明面对面坐着，即便是陈淑妍这样的大神级职业者，依旧感到有一些不适应，有种说不出来的不自然感。陈淑妍败下阵来，将目光移开了，而后轻声说道：“也没什么事，就是清北大学给你准备的奖学金已经到位了。”既然从苏明这里套不出什么话，他也直接切入了主题：“奖学金？”与此同时，苏明的眉头也轻轻一扬，颇有些惊喜地说道：“禁咒和英雄级铠甲已经发放下来了。”对。陈淑妍看向苏明，散发着一种成熟女性的魅力，淡淡笑着说道：“一件极品英雄级重铠，我想你应该会喜欢。而禁咒，则是清北大学校长珍藏了很多年的高级禁咒。”卧槽！随着陈淑妍的话音一落，苏明猛然睁大了双眼，饶是他都很难忍不住兴奋。高级禁咒，要知道苏明现在手里虽说也有2门禁咒，可是全都是入门级，入门级强化后才算是普通级，而后是中级禁咒。现在清北大学给他的奖学金竟然就包含了一个高级禁咒，这已经比苏明手里的破晓强大了无数倍，少说也是100倍伤害。替我谢谢清北大学校长。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发自内心的说道：“没事。”陈淑妍轻声一笑道：“这些都是学校应该做的，你在这样的年纪能达到如今的水准，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了。清北今年能招募到你这样的学生，也算是一种荣幸。”陈淑妍对苏明的声誉很高，当然苏明也扛得起这种赞美。我先将禁咒和铠甲交给你。陈淑妍没有多废话，而是直接取出了一套沉重的玫金色铠甲，以及一本弥漫着淡淡光芒的高级禁咒书，名称：胜利者的守护，品阶：英雄级，极品，属性：加900点体质，加4500点防御力，加6800点法抗，加4000点生命值，正300%回血恢复效率。专属装备技：1. 胜率。当你受到伤害时，此铠甲可以吸收一定程度的伤害值，用于补充生命值、法力值、体力值。而当你吸收的伤害值达到10万点伤害以上时，可解锁胜率效果，强制吸收攻击目标的生命值、法力值、体力值，并以30%的比例转化到你的对应词条上，
且此效果不可被其他装备所抵消。2、守护。当你的生命值低于 10% 时，解锁守护效果，铠甲上的枚金色纹路将会如同火焰一般熊熊燃烧，并为你带来9个额外血条。当你受到伤害时，率先消耗胜率者血条，且这些血条可以使用体力值进行补充，也可以使用法力值进行补充，甚至你可以使用一切生命药剂、魔力药水、体力药水、无冷却，瞬间恢复胜率者血条。限制：全职业 LV 30级。描述：胜率者的守护，一件极品英雄级装备防具。其强大的地方在于能够解锁限制，让法力值、体力值和生命值互通。简单而言，当使用这件装备后，你的血条总和为生命值加体力值加法力值。同时，你将无视冷却规则，无视药剂限制，强制使用绝大部分药水，用于恢复或强化胜率者血条。献祭：当你受到绝对的致命伤害且无法改变时，可以选择献祭此铠甲，且获得一次原地满血复活的机会。此复活为无限制复活，即当受到的伤害为强制神圣伤害时，也可以无视其规则。献祭后的铠甲将彻底破碎，100%磨损。名称：史诗战争。种类：增幅系禁咒。品阶：高级禁咒加。禁咒描述：吟唱神明的圣歌，让曙光降临，增幅一切，让冲锋的勇者身披不死的荣耀。禁咒进化。词条1：胜率者的守护。此铠甲为极品英雄级铠甲，为光明帝国高级铁匠所锻造而成。词条2：史诗战争。此禁咒为罕见的增幅系禁咒，一旦学习后，可以让自身爆发出远超等级的强大力量，生命值、力量、精神一切属性得到强化。同时，职业者的坐骑、宠兽、信徒也将享有一部分禁咒效果。这本禁咒曾经在精灵种族与矮人种族的战争中出现过。词条3：若想要强化史诗战争这门禁咒，需要极为复杂的程序，唯有出现合适的进化物品时才会出现提示。卧槽！苏明使用鉴定术对着铠甲和禁咒查看了一下，整个人都瞬间激动了。怎么说呢？先说铠甲，很强，生命值加成就达到了4万点的层次。这种程度的生命增幅，已经超出了一般英雄级铠甲的范畴了。而胜率者的守护所拥有的专属装备技，才是让苏明疯狂的真正原因。拥有这套铠甲后，但凡有职业者对我发起攻击，只要造成的伤害达到10万点，他自身的各种属性便会疯狂下降，毫无征兆的损失，而所有掉落的生命值、法力值以及体力值全都会转化到我的身上。奶奶的，真变态呢！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双眸里夹杂着一丝难以克制的兴奋。除此之外，铠甲还自带了9个额外血条，血条的长度直接取决于我的法力值、体力值和生命值的总和，甚至与我所携带的生命药剂、魔力药水等物品有关。有这样一套铠甲，还他娘的会担心血量不够。苏明隐晦地咽了咽口水。胜率者的守护确实让他震惊了一波。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英雄级装备的强度在某些层次已经超出了圣歌、风暴龙矛。如果拿到京都拍卖的话，恐怕那些 S 级公会都会疯狂。第149章美女导师的青睐。吟唱神明的圣歌增幅系禁咒不仅能用来增幅自身的属性，强制提升等级和其他属性词条的强度，还能同一时间增幅信徒。苏明微微皱了下眉，神情相当震惊。曾经出现在精灵帝国和矮人帝国的史诗战争中。苏明懵了，清北大学到底从什么地方捞到这么顶级的禁咒？这本禁咒可以说是彻底超出了苏明的预期。怎么说呢？如果是一般的攻击型或者控制系禁咒，现阶段对苏明带来的增幅还算不错。然而，放在后期，或许就用不到了。毕竟，像法神这种级别的大佬，动不动所爆发出的伤害便是一个天文数值一般的入门级禁咒，在他们眼中，怕是也和刮痧一样。不过，这本史诗战争却不一样，绝对是能一直跟随苏明的存在。如果使用这本禁咒，下一次我在攻击 BOSS 时，便能召唤出阿尔法、双星、龙族混血种，他们也将得到极大程度的属性增幅，效果和翡翠巨龙 buff 倒是很相似。苏明咽了咽唾沫，心中猛然一紧。卧槽，这种感觉和 BOSS 怪相比，我才更像一个终极 BOSS 暴君呐！想到这里，苏明一下子感觉有些心潮澎湃了。不得不说，清北大学给的奖学金堪称天花板级的入学奖励。就这种程度的福利，恐怕那些京都顶级工会提供给高管的年薪都没有这么浮夸。只能说清北大学 YYDS 怎么样，还喜欢吗？陈淑妍看着苏明，神情一阵惊喜，当即噗呲一声笑了下，而后轻声说道：“我就说你应该很满意吧，姐姐没骗你吧？”没。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不加掩饰地冲着陈淑妍道：“可不只是满意，简直是相当满意。这2样东西的价值，在某种程度而言，都能轻松买下一个 A 级工会了。”
怎么能不满意？说是物价瑰宝都不过分，毕竟这种级别的好东西市面上也没得买。奶奶的，一下子期待住了，早一点去清北大学。苏明笑了笑，和陈淑妍开了个玩笑。噗呲一下，陈淑妍再次眉开眼笑，一时间嫣然的笑容让苏明都有些失神了。御姐风、水光肌、完美的大波涛、露背装，陈淑妍的极品苏明已经见识过了，可见到如此明媚的笑意，他也有点把持不住。红颜祸水，心中暗暗默念了下。苏明也难为情的将目光移开了。对了，还有一样东西给你。陈淑妍的声音打断了有点暧昧的小氛围，她摊开手，直接将一张无比精致的卷轴递给了苏明。这是什么？经验值卷轴。卧槽！听到陈淑妍的解释，苏明猛然一愣。你的职业虽然是史诗级，不过按照清北大学一众教授的分析，他们估计你的职业强度已经达到了传说级，甚至是超出传说的层次。这样一来，涉及到一个问题，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发现。说到这里，陈淑妍的稍微顿了顿，魅惑一笑。啊！苏明懵了下。那就是随着你的等级提升，你升级所需的经验值会越来越多，后期想要完成第3次转职，你所需要的经验点怕是普通职业者的几十倍，乃至是100多倍。苏明眼前一亮，这么多吗？这个点他还确实疏忽了。不过陈淑妍说的也对，先后终结了亡灵使徒、亡灵古龙、翡翠巨龙，又在市级赛事里疯狂升段升星。如果换一名职业者得到如此海量的经验点，怕是早就完成了3转，甚至距离4转也差不了多少。可苏明呢？现在依旧是 LV40级。当然，这一切和苏明的那个传说级天赋也有关系。依靠经验值来掠夺 BOSS 技能，如果不是花了大几百万点经验值去掠夺那些顶级技能，苏明现在的段位可能也已经达到了 LV60级。所以苏明看着经验卷轴没有直接接过，而是试探地看了一眼陈淑妍。所以啥？姐姐看你在市级赛事里得到了那么多经验点，前段时间又终结了亡灵古龙，可是等级呢却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就自掏腰包给你弄了一个高级经验卷轴呢。陈淑妍嫣然一笑，明媚的像是玫瑰绽放。高级经验卷轴，苏明心头一惊，奶奶的，100万点经验值。没错，高级经验卷轴能直接兑换100万点经验值。虽然对于苏明现在的情况而言还是有些杯水车薪，他后期如果想要掠夺英雄级技能或是史诗级技能，这点经验值根本不够用啊。可是现阶段的话，还是能让等级再次提升一大段。卧槽，这么好！苏明微微一眯眼，冲着陈淑妍如沐春风一笑，旋即也没有多推辞，而是双手接过了卷轴。我正好需要这东西，不过高级卷轴的价格也不便宜吧？一共是多少？我用不给你。斟酌了下，苏明看向陈淑妍说道。他不太喜欢欠人情，更何况苏明现在腰包还是很鼓的。前段时间和黑袍的那次交易，他就获得了大几10万枚金币，拍下一本经验卷轴简直是轻而易举，只是他没那么多时间去折腾而已。不用，你留着吧。陈淑妍轻轻捂了下小嘴，面带笑意地道：姐姐也算是小富婆了，家底殷实，更何况这个也没有花钱，朋友送的。苏明愣了愣，这样的朋友还有吗？我需要。好，既然陈淑妍都这么说了，苏明干脆大方地收下了这点好处，反正以后都是学校的导师，抬头不见低头见，收点好处怎么了？大不了嗨，导师就是导师，可不能胡思乱想哟。你最近有什么安排没？陈淑妍喝了一口咖啡，不经意地说了一句道：亡灵峡谷副本快要开启了，你做好准备没？到时候别忘了。亡灵峡谷，苏明揉了揉太阳穴，奶奶的，档期貌似有一点满。他才结束市级赛事，这下亡灵峡谷副本又要开启了。没忘呢。苏明讪讪一笑说道：转职神殿的经理不久前才给了我一大笔酬金，这个怀旧服副本我肯定是要去的，而且也做好准备了。苏明说的是实话，这个副本虽然强度很大，传闻里面有海量的原住民 NPC， 甚至就连中海市的头部职业者都对即将开启的亡灵峡谷很是紧张，里面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当然机会和风险也是并存的，不过苏明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要知道他手里可攥着整整3颗复活石，哪怕发生不可预期的危险，他也能直接使用复活石满血复活，大不了真要碰到那种顶级变态 BOSS 怪，直接退出副本就行了。第150章晋升 LV50级，到时候我陪你去。陈淑妍看着苏明浅浅一笑，而后轻轻撩拨了下一头大波浪长发。可以，劳烦陈导师了。苏明也笑着颔首示意道。早在先前
陈淑妍就说过这件事。好歹苏明现在也算是编制内名义上的清北大学大一核心学员，要是真出了点问题，那英雄级铠甲、禁咒以及堪称天价的奖学金，岂不是血亏？所以陈淑妍跟着苏明暂且充当一下魔导师，貌似也没有什么问题，合情合理。那回头见。陈淑妍将手里的咖啡一饮而尽，浅红色的眼眸里流露出了一丝明媚，以她的经验，怎么能看不出苏明的心思？好。苏明轻声咳嗽了下，点点头。他确实急着离开，准备赶紧回去将经验值给用了，顺便清点一下最近的收获。白金湾别墅1号别墅。苏明一回到家便开始了摆烂状态，一屁股坐在客厅那柔软的沙发上，慵懒地打了个哈欠。奶奶的，还是当咸鱼舒服。直到现在，苏明才长松了一口气。别看他在市级赛事里堪称职业者推土机，一路疯狂晋级，披荆斩棘，冲击到了黄金段位5星。然而，实际上在这种高强度的战斗下，苏明随时都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早就被累得有些说不出话来了。先把经验值用了，取出陈大美女给的经验点卷轴，苏明一口气全部花光。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42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46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50级。100万点经验值，以及苏明本身的一点点库存，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便是晋升到了50级段位。卧槽！100万点经验，才他奶奶的加了10级。在前海湾副本也好，或在亡灵龙墓里也好，苏明确实没有注意过经验值的消耗，有多少库存便全部哭加点在自己的等级上，直到经验花光，等级晋升。然而这一次明码标价的100万点经验却只是提升了10级，一下子让苏明头都大了。这玩意儿到了后期还得了，怕不是动不动就吞掉1000万级经验点，养不起，完全养不起。苏明无奈地笑了下，神情微微有些苦涩。说好的史诗级呢？结果实际强度这么疯狂，哪怕是头部工会碰到这么个吞金兽，都会脑壳痛。不过也对，沉默了一会，苏明也释怀了，自顾自地轻声呢喃道：多的不说，就一个传说级天赋杀神掠夺，再多的经验点消耗都是值得的。怎么说呢？确实是苏明有些不知好歹了。这要换一名职业者，别说吃掉100万经验，就算是1000万，也绝对没有半点怨言。毕竟苏明的职业专属天赋太变态了，能掠夺一切技能。就这一点来看，付出点代价再正常不过了。更何况以他现如今的实力水准，只要时间充足，随便找个黄金副本冲进去就是一阵忙，恐怕要不了多久也能获得海量的经验点，花不完，完全花不完，貌似是有点操之过急了。苏明难为情地笑了笑，心情再度变得惬意起来，又获得了一堆4维属性技能点。点开属性栏，苏明稍微思索了下，很是干净利落的将才获得的属性点全部加到了力量属性。废话，以他现在的防御手段和生命值光环，已经不用太顾及保命的事情。退一步说，哪怕出现点以外，也还有双星和埃尔法不是？那好几百头亡灵骷髅信徒，在关键时刻也能派上用场。名称：苏明，职业：杀神，品阶：史诗级，等级：50级，生命值：22万5000，力量：1350，体质：290，精神：1040，敏捷300，天赋：杀神掠夺，传说级，炽天使光环，史诗级，技能：光之鉴定术，暗金级，死亡研报术，黄金级，神隐步，黄金级，元素剑使，黄金级，亡灵召唤，黄金级，军团光环，黄金级，焰亡灵领域，暗金级，巨龙之翼，黄金级，燃烧之环，黄金级，生命圣光，英雄级，兵种圣盾，暗金级，光明回响，暗金级，巨龙之怒，黄金级，禁咒：黑潮之月，入门级，破晓，入门级，史诗战争，高级禁咒。装备：黑血之刃，白银级，纹饰戒指，白银级，亡灵长靴，白银级，陨星吊坠，白银级，圣歌风暴龙毛，英雄级，破晓之刃，英雄级，圣律者守护，极品英雄级，亡灵法杖，暗金级，亡灵使徒，毁灭头冠，黄金级，亡灵法杖，暗金级，暴风骨毛，黄金级，祭祀披风，暗金级，圣光银雨，护腕，英雄级，死亡禁忌腰带，英雄级，翅膀，破碎的死亡之翼，黄金级，坐骑，死灵古龙埃尔法，英雄级血统，宠兽，光印独角兽，双星，英雄级血统，
信徒骷髅混血种翡翠巨龙 X247， 专属杀神王座。技能点540，自由点，经验值成长，每提升1级可获得30点技能点以及自由点。背包复活石完美 X2 颗，亡灵龙目通行证史诗级，英雄级勋章 X1， 翡翠巨龙龙血宝石英雄级，翡翠巨龙之心英雄级，被遗忘的凯旋圣剑史诗级，高磨损生命女神祝福黄金级技能书，裂空剑影暗金级技能书，镜刺杀暗金级技能书，祭祀回复术黄金级技能书，逐日长弓黄金级武器，生命药剂黄金级，血统腰带黄金级，毁灭拳套黄金级。奶奶的，真华丽！点击属性栏，苏明仅仅看了一眼，瞬间便被自己那华丽的属性词条给惊呆了。很难相信，要是不说很难相信，这是一名二传职业者的属性。力量属性、精神属性这2个词条竟然都超过了1000点，同时在保证了超强的伤害值的前提下，苏明的生命值状态也超过了20万点。如此狂暴的词条，不论是谁看到都会一刹那懵掉。技能位置好像还是不够，稍微兴奋了一下，苏明也清醒了过来，不禁皱了皱眉头，一时间无比头大。亡灵峡谷副本里的 BOSS 怪应该都不错，这一次肯定能出不少顶级 BOSS 技，如果技能数量被限制的话，那不是血亏。想到这里，苏明不禁揉了下太阳穴，长叹了一口气道：看来还是要去购买额外的技能栏，龙血宝石也要尽快用了，再去副本前用掉的话，应该能让我的实力再次提升一大截。第151章再见柳妹。经验值技能栏不死之心和史诗圣剑，使用龙血宝石所需要的仪式。苏明微微闭上了双眸，略显疲惫地思索道：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从亡灵龙墓里获取的战利品也需要出手，休息一会再约柳妹谈谈吧。亡灵龙墓里，苏明得到的东西可不少，除了大量的翡翠巨龙魂血种材料，还有一些黄金武器和罕见的技能书。当然，市级赛事里得到的那一柄逐日长弓也很值钱。这些东西苏明用不上，准备全部卖掉，而他需要的则是海量的经验值、额外的技能栏以及恢复史诗圣剑和不死之心的方法。如果可以的话，陨星吊坠、纹饰戒指这些白银级装备也可以换掉了。毕竟苏明现在一身的英雄级武器，就连坐骑的血统都达到了英雄级档次，再带着白银级吊坠和戒指，有些不太搭调。更何况白银级装备对他的增幅也相当有限，效果很不尽人意。先眯一会，想到这里，苏明长松一口气，而后走进卧室，沉沉的睡去了。第二天一早，苏明和柳妹约了早茶。怎么了，帅弟弟？咋想起姐姐了？我以为你还要准备冲击市级赛事的段位榜单呢。柳妹今天依旧光彩照人，穿了一身华丽的玫金色长裙，她撩拨了一下长发，对着苏明浅浅一笑，妩媚到即便是苏明都不禁一阵窒息。市级赛事榜单有点难。苏明夹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淡淡笑道：黄金段位往后，尤其是铂金段，匹配时间太长了，更何况每一局所消耗的时间动不动都是好几个小时，还不如刷个副本来的轻松。反正都已经升到了黄金5星，保底也能进入省级赛事了，不用着急。苏明没有隐瞒什么，如实回答道：好吗？柳妹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笑意明媚动人。她抬了抬眼皮，一对好看的栗子色眸子凝视着苏明道：那你和姐姐说说，找我有什么事？难不成是男女间的约会？不得不说，柳妹的眼神确实勾人，媚眼如丝，像是勾芡了似的。她轻哼了一声，也浅浅的喝了一口豆浆。嗨嗨，苏明干咳了2下，脸颊微微一阵泛红。奶奶的，这娘们能吃人，有正事呢。苏明扶了下额，别过头去说道：啊，和姐姐约会，男女间的那些事，难道不是正事？柳妹轻轻白了一眼苏明，哼唧着道：帅弟弟，你这么说，姐姐可生气了啊？没。苏明噗呲一声，不禁笑了出来。我说的是另外的事情。最近手里有一批怪物材料和高级武器准备出手，然后我也想买点东西。苏明正了正神情，生怕话题再继续下去，朝着不对劲的方向延展了。怪物材料？听到这些话，柳妹眼前猛然一亮，也认真了起来。先前苏明给的那一批怪物材料，像亡灵古龙、BOSS 技能书，都算是不错的东西，当时可被黑袍给截胡了。而这一次，柳妹自然要让自家工会给收购掉。毕竟苏明的战利品可不普通，每一件拿出来，就算是放在京都拍卖，也能卖出个不错的价钱。
更何况，顶级物品拍卖本身就能为工会引流，不论怎么看，柳妹都不亏。帅弟弟，你要出手什么东西？柳妹咽了咽唾沫，稍微沉思了片刻，看向苏明说道：“然后，你又想要收购什么？我先说说我需要的东西吧。”苏明轻轻皱了下眉，脱口而出道：“第一，我需要大量的经验值药剂或者经验卷轴。其次，我需要购买足够多的技能栏，尤其是高级技能栏，可以容纳英雄级技能书，甚至是史诗级技能书的那种。最后，我需要一个顶级法阵——血统洗礼法阵。”苏明需要的东西很清晰，并不算太复杂，不过品阶却有点高。英雄级技能栏、顶级血统洗礼法阵，这些东西已经够资格放在拍卖所进行交易了。怎么说呢？一个英雄级技能栏的价格就差不多等同于一本黄金级技能书，可想而知多么昂贵，而且还有价无市。想要大量购买的话，没点人脉和资源，绝对不可能。当然，柳妹身后的修罗公会却恰好有这个资源。毕竟，京都修罗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多少也能让京都一代名流给点面子。好家伙，帅弟弟，你这些东西可都不一般啊！柳妹睁大了微微有些害的双眼，整个人都有些阴晴不定了。她看向苏明，咽了咽唾沫，才开口问道：“先说经验药剂和经验卷轴，你总共需要多少经验值？”没想好。听到柳妹的问题，苏明不禁皱了下眉角，直接说道：“我需要很多经验值，越多越好。不是用来提升等级，而是有其他作用。现目前的话，准备收购500万至800万点经验值。”苏明确实没想好，他提前收购经验药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过不了多久，亡灵峡谷副本就要开启了。倘若遇到了合适的 BOSS 技能，掠夺或者是放弃，翡翠巨龙的技能他就差一点没有掠夺到，那可是巨龙 BOSS 技呢，真要是擦肩而过，得多可惜。所以，苏明这一次准备未雨绸缪。先将经验值备好，如果要掠夺 BOSS 怪技能的话，也不用担心没有经验点购买。而500万点至800万点经验值，也是苏明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毕竟，英雄级 BOSS 技售价已经达到了200万点经验，而暗金级也是接近100万点。就算次一点的暗金级技能，那也是好几十万点经验值。既然如此，干脆预备几百万点经验，到时候不论如何都够了。图的就是一个安心，反正现在手里的资金够多，不花白不花。卧槽，你没跟我开玩笑吧？随着苏明的话一开口，柳妹当场愣住，满脸都写满了震惊，甚至连呼吸都直接被掐断了，差点一口气窒息过去。第152章，苏明的能力被曝光。都不和你说800万，你知不知道500万点经验值能做什么？柳妹深吸了一口浊气，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看向苏明说道：“能让一名黄金级职业者、黄金资质的职业者从1级晋升到100多级了。”柳妹大口的喘息了下，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就连她自己都有些晕厥，等于是原地创造出一名100级大神。虽然说经验药剂这种东西是有饱和度的，在一定时间内吸收的经验值有限制。柳妹看了一眼苏明，苦涩的笑了下道：“可是这依旧很夸张，足够一名1级职业者晋升100级段位呢。况且……”说到这里，柳妹停顿了下，轻轻伸出手按压着太阳穴，饶是她的定力在这一刻都有些绷不住了。你知道这么多经验药剂或者说经验卷轴一口气拍下来得要多少吗？不是很清楚。苏明轻声笑了笑，没有任何隐瞒，直接回答道：“他确实不太了解，不过貌似以他手里的资金来看，应该是够用的，大概需要20亿。”柳妹都快要疯狂了，谁用这么多钱去买经验药剂？毕竟经验药剂也好，经验卷轴也好，职业者吸收的话是有饱和度限制的，也就是说，就算真的提供大几百万点经验值给一名1级职业者使用，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喂出一名100级大神，至少也需要好几年，甚至是10年的时间。有这么长的时间，让大神带队多刷一些副本不就有了？何必花那钱去购买经验药剂？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像苍魂公会的韩英就被喂过经验药剂，那也是事出有因呢。人家苍魂公会长是准备让韩英尽早升到100级，好提前完成亡灵法师职业的蜕变。只是半路杀出了苏明这个小怪物，也就20万枚金币吗？面对柳妹的震惊，苏明淡淡一笑，轻声回答道：“放心，我有那么多。”不是，帅弟弟，有那么多和花不花是两码事。柳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瞪了一眼苏明说道：“再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蹋呢。”苏明摸了摸鼻子，也没有生气，反而神情淡然地问道：“
那你说，一本英雄级 BOSS 技能在京都可以拍卖到什么价格？我指的 BOSS 技不是一般的技能，而是巨龙 BOSS 技。哈？柳妹一愣，彻底懵了。怎么说呢 ？BOSS 技是什么概念？本身就是职业者中不存在的顶级技能，只会出现在 BOSS 怪身上。一般情况下 ，BOSS 技都是头部工会或者职业大神从副本里爆出来的，每一本都有价无市，极为昂贵。而巨龙 BOSS 技自然是其中的翘楚，价格更是不知道翻了多少倍，每次出现都能让那些老牌职业大神疯了似的争夺，说是争得血流成河，一点都不为过。巨龙的专属技能还是英雄级？柳妹心头猛然一紧，瞳孔都放大了好几倍。她沉默了一下，片刻后才回答苏明的话：“不好说，这要看是哪种类型的技能了。如果是防御系或者治疗系，可能价格会稍微低一点；若是生命系、被动系、强攻系、领域系、控制系，价格又不一样了。就拿被动系来说吧，一个英雄级被动系巨龙 BOSS 技，我保守估计最次也能拍出40亿，甚至还有一定的附加要求，比如40亿加上一些其他物品兑换。”柳妹皱了皱眉，继续解释道：“BOSS 技能本身就有稀缺性，物以稀为贵，而巨龙又是顶级血统生物，他们的专属技能自然昂贵不少，几十亿的话，完全符合市场需求。”等等，你问这个做什么？柳妹忽然一愣，睁大了好看的美眸，异样的看向苏明说道：“难不成你手里有一本英雄级巨龙 BOSS 技？”有。苏明没有隐瞒，淡淡的回答道。他原本就没有打算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倘若杀神掠夺这个传说级天赋真的被曝光了，那就顺其自然。京都那些顶级大神，总不能将自己给切骗了吧？最大的概率就是调遣大神前来亲自保护自己。毕竟，国内能有这样一个顶级怪物，将来成长起来，可是能成为国之重器的存在，咋可能轻易就切骗了？你先前貌似也出手了一些 BOSS 技能书，不过大部分都是白银级，品阶很低。柳妹此时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她看向苏明，眸光中闪烁着一丝复杂的情绪。你是不是有可以爆出 BOSS 技能书的天赋？差不多吧。苏明随便搪塞了下，确实差不多，只不过不是爆出技能书，而是可以直接掠夺，还能定向选择。卧槽！得到苏明的回答后，柳妹彻底疯狂了，小嘴微微张开，震惊到可以塞下一枚鸭蛋。难怪，我就说嘛，疯了！中海市竟然出了你这么个顶级怪物，这要是泄露出去，绝对会让全国大地震。可以爆出 BOSS 技能书，仅仅是这一点，就能让我国在万族战场中占据想象不到的优势。试想一下，其他国家都只有常规技能，而我们这边一水的顶级 BOSS 技，全都来自天使 NPC、恶魔 NPC， 乃至是巨龙 NPC， 从那些 BOSS 怪那里爆出最顶的神技。柳妹咽了咽口水，忽然意识到现在说话的地方不太对，猛地压低了音量，凑到苏明身前，郑重地说道：“你有这个能力，为啥不早说？要真是这样，还待在中海市做啥？以后直接让全国各大顶级工会、各种 SS 级，甚至是 SSS 级带队，让你当团宠，直接莽穿副本，你很快就能晋升到100级，乃至是几百级段位。依靠你的天赋，爆出一大堆 BOSS 技能，岂不是双赢？”苏明沉默了片刻后，他才看向柳妹，轻声开口说道：“其实我的这个能力曝光与否不是很重要，只是现阶段的话，还是想先将实力提升上去，然后才有话语权。”苏明说出了心里的想法。的确，如果他能掠夺 BOSS 怪技能的天赋彻底泄露，他确实能成为整个大夏境内的团宠。无数顶级工会，不论是 SS 级还是 SSS 级，甚至是法神都可以亲自带队，带着苏明去刷副本。然而那样一来，许多事情就不能做主了，甚至会相当疲惫。苏明本身的性格就是喜欢自由，或者说有一点摆烂。只有当他的等级足够高了，已经拥有了一定实力，那个时候再成为团宠，貌似是最舒服的。怎么说呢？好歹不会被牵着鼻子走。更何况悠闲的大学生活都还没有体验呢，怎么能直接进入到编制内，成为全国重点照顾的小怪物了呢？第153章，炸裂的战利品。我明白了。柳妹长舒了一口气，大脑已经缺氧了，一口气下来才让头脑稍微清醒了些。苏明的话已经说得很明朗了，可以爆出 BOSS 技能书。虽说柳妹到现在也不太清楚苏明为何要用到如此海量的经验值，然而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拉拢苏明，结交。能爆出 BOSS 技能书，身后还有可能拥有着5S 级工会圣光教廷这种顶级背景，苏明的地位可想而知。如果能拉拢这种人中龙凤，对修罗公会而言，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更何况，或许苏明就是哥哥一直在寻找的人，一个能改变剧情、应对亡灵天灾的关键人物。柳妹深吸了一口浊气，用复杂的目光看了一眼苏明，轻声呢喃道：“没错，和黄金玫瑰宫会长百灵一样，柳妹的哥哥也是一名转生者，前世亲自目睹了亡灵天灾的降临。第4天灾，一切都毁于一旦。而这一世，百灵也好，修罗也好，都希望能改变剧情，让悲剧不再重演。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各自布局，正在筹划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只不过这些事情，国内绝大部分的职业者都不知道，即便是那些国服榜前100的大神，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然而，苏明却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这场纷争。你放心，帅弟弟，姐姐一定不会多嘴，会把你今天说的这些全都烂在心里。柳妹调整了下情绪，难得认真的看向苏明说道：“没事，就算说出去也无妨。”苏明淡淡一笑，又夹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一脸毫不在意的神情。他确实不在意，顺其自然吗？好。然而这些话听到柳妹的耳里，却又是别样的意味。无视？怎么说呢？苏明说这些话的语气，就好像一个 S 级工会在面对一个2转职业者，随时都有捏死职业者的气场。换句话而言，在柳妹看来，苏明完全不在意他是否泄露这个秘密，因为或许苏明身后的背景有轻松抹除掉柳妹的力量，甚至是让柳妹哥哥一手创建的 S 级修罗工会也一并人间蒸发。这是什么概念？一念及此，柳妹整个人都有些惊恐了，心脏更是扑通跳个不停。奶奶的！原本她以为苏明只是中海市的一头红龙，现在却莫名感到了一丝后背发凉。此时的苏明在柳妹眼中宛如幕后大黑手一样庞大，只手遮天。经验值、技能栏这些东西，我哥的工会里有一些库存，今天晚上我就联系他。柳妹隐晦地喘息了几口气，虽说心头仍旧在剧烈震战，可是表面做派还是尽量稳住了优雅。她看向苏明，稳住语气继续说道：“顶级血统洗礼法阵，我以前的魔导师倒是收藏了一套，今天也帮你问一下。那就谢谢柳妹姐了。”苏明双眼微微一亮，这几样东西算是苏明的心头好，如果全都能办妥的话，也算了结了一件心事，能够安心去亡灵峡谷副本刷级了。那你准备拍卖的东西是什么呢？沉默了片刻，柳妹的情绪终于恢复了正常，她斟酌了下，开口说道：“和上一次一样吗？还是说更昂贵？”不太一样。苏明笑了笑道：“我解开库存给你看看吧。”说着，苏明点开了他的背包限制，让柳妹瞄了一眼所有物品。当然，像亡灵龙目通行证、龙血宝石、史诗级圣剑这些东西，苏明不准备出售的，则是全都隐藏了属性栏，根本无法查看。卧槽，这么多黄金级武器！只是看了一眼，柳妹当场如遭雷击，整个人惊呆了。这是……天哪！你从哪里弄到这么多好东西的？一头翡翠巨龙的骨架，英雄级翡翠巨龙！柳妹彻底傻眼了。苏明这次出手的东西确实有点极品。先说黄金级装备，大概有7、8件，都是从亡灵龙目副本和市级赛事里获得的，磨损度全都很低，而且绝大部分全是武器。黄金级武器的价值自然比铠甲这些要珍贵许多。只不过苏明现在已经有了英雄级武器，就连备用武器都是暗金级，这些东西对他而言用处不大，不如全都出售。其次，还有一些白银级 BOSS 技能书、黄金级生命药剂、白银级属性宝石等东西，杂七杂八的很多，基本都是从龙族混血种那里爆出来的。对苏木的增幅有限，他果断选择卖出去，留着也占用库存。而最让柳妹震惊的，莫过于是那一头不太完整的翡翠巨龙骨架，纳诺的骸骨、血肉和精华已经被埃尔法和双星吞噬得一干二净了，只留下了残缺的枯骨。然而，即便是残缺不完整的枯骨，那也是来自于一头英雄级翡翠巨龙呢，仍然有很大的价值。总的来说，苏明这次出手的东西比上一次至少昂贵了好几倍，尤其是英雄级巨龙，彻底让柳妹窒息了。你终结了一头巨龙？柳妹表情管理都已经失调了，用一种磕磕巴巴的语气问道：“你独自斩杀的？”然而，似乎是意识到了这么说话不太礼貌，柳妹欲哭无泪的倒吸了一口冷气，再次调整了下语气：“帅弟弟，姐姐的大脑已经一片空白了，我的意思是……没事。”苏明看了一眼柳妹，有些哭笑不得的道：“单杀、残血，恰好爆掉了这头巨龙。”苏明没有解释的很详细，随便找个理由就搪塞了过去，大概意思到位不就得了？说那么细致做啥？又不是自家老婆。好的。柳妹的小心脏再也承受不住这种强烈的冲击了，
差一点就宕机掉。好在柳妹也算是京都名媛，见过大风大浪，稍微调整了下，才没有让自己失态。给我1天时间。柳妹认真的看向苏明说道：“帅弟弟，我答应你，尽量在1天时间内解决你需要的物品，然后将你手头这一批资源出手。”好，我喜欢效率。得到柳妹的正面回应，苏明如沐春风一笑。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如果柳妹能快速解决这些问题，自然最好。第154章，卧槽！你竟然是苏少！和柳妹完成交易，苏明惬意的离开了。亡灵峡谷副本还有几天时间就要开启了，这段时间倒是可以稍微悠闲一下。苏明扬了扬眉，心中暗自呢喃道：去室外的黑市看看，说不定能遇到些好东西。要知道，苏明所拥有的鉴定术可是能看出隐性词条，完全是捡漏神技。这种好东西肯定是要用一下。而去中海室外，苏明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双星和阿尔法找一个低级副本，好好提升一下等级。怎么说呢？虽然苏明已经向柳妹收购了大量的经验值，然而这些经验值可不是为宠兽准备的，而是准备留着再亡。峡谷副本里购买顶级 BOSS 技，每一点经验都弥足珍贵，不能乱花。双星现在还停留在1级段位，这要是换一个职业者，怕是早就把独角兽当成心头肉了。而我呢，生怕给了一点经验值到宠兽身上，这么看来，小家伙跟着我倒是受委屈了。想到这里，苏明不禁讪讪一笑，不是他小钱，而是真的没有余粮了。但凡有多的，他都给了。最后，还是只有让独角兽和死灵古龙自己打怪，自己升级。一个成熟的宠兽应该学会挣经验。苏明不好意思的笑了下，轻轻抚摸着手背的独角兽印记，以及那一枚金灿灿的死灵古龙烙印。2头英雄级宠兽呢？虽然双星才1级，可那又怎样？在低级副本里，应该能随意拿捏那些 BOSS 怪，只是没有职业者的带领，升级会慢一点而已，总比停滞不前来的好吧。打车来到室外，苏明直接来到了一条蔓延了差不多10几公里的黑市，到处都是地摊和黑市商人。给我来几张低级副本的入场券。苏明随便找了一个小地摊，打着哈气说道：有。地摊老板是个地中海小老头，头发都快被薅秃了，2个小眼睛圆溜溜的，一看就知道奸诈。然而苏明并没有在意那么多，入场券而已，要不了多少钱。这个是浅海湾副本的，这个是黑森林副本，这个是猛猪林，这个是毒物副本。小老头笑呵呵地介绍着自己的东西。随便抽5张，一共多少钱？苏明无所谓地说道。好家伙，小兄弟大气。小老头眼前猛地一亮，他看苏明的装扮很像是高中生，并没有穿戴任何装备，穿着也很普通，下意识地认为苏明应该是才完成转职仪式的中学生，来室外副本碰运气呢。所以小老头咽了咽口水，直接伸出手指比了一个5。小兄弟，我们家的东西那都是货比三家，质量嘎嘎好，5张入场券的话，那就收你5万好了。小老头眯起眼一笑，说完话又急忙找不到。你别嫌贵呢，入场券这种东西还是要买贵一点的好，毕竟降临在副本中的位置至关重要。多的不说，你知道中海市的那位年轻大人物不？听到半截身子都快入土的小老头开出5万的价格，苏明的嘴角抽了抽，当场就想把这个奸商给拍死。然而听完他的话后，苏明扬了扬眉头，没有直接发怒，而是随口问道：哪个年轻大人物？卧槽！老头子白了一眼苏明，没好气的道：这你都不知道？就是那个被清北大学特招驯化了亡灵古龙，不是英雄级死灵古龙坐骑，还学会了死亡研报术，拥有至少2门禁咒，嗨嗨，甚至是勾搭到了黑丝神官大美女的那个年轻大人物呢。你的意思是说苏明？小老头的小嘴巴巴个不停，一席话说完，苏明当场懵了。小兄弟，你咋回事？那叫苏少，没听外界传闻吗？苏少现在的身份可不一般，身后据说站着顶级工会，还是京都的工会。小老头深吸了一口浊气，卖着关子道：和你说这些也没用，反正你只需要知道苏少很强，和你不是一个层次的。然后呢？苏明像是看二愣子一样看了一眼地摊老板，此时的他已经快要憋不住笑意了。实话告诉你吧。小老头见到苏明来了兴趣，直接凑到了他的面前，故作神秘的说道：先前呐，苏少就是在我这里买了浅海湾副本的入场券，他才在白银级副本里疯狂爆出一大堆顶级物品，甚至连亡灵古龙都驯服掉了。你说我收你5万贵不贵？苏明一愣，上下看了一眼这个老头子，是他吗？没印象了。他第一次去浅海湾，确实也是在黑市地摊里买的入场券，不过具体是不是同一个人，早就没印象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小兄弟，你买不买？小老头冷哼了一声，看着苏明还是没有掏钱的动作，直接退了回去，语气变得稍微冰冷了一些。买呀！苏明扬了扬眉，你看我面熟不？啊，面熟？不认识？小老头也愣了下神。苏明皱了下眉头，一下子沉默了。的确，虽说他现在名气很大，可是中海市大部分职业者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太清楚。毕竟，不论是在副本里，还是在市级赛事，他都一水的装备武装到了牙齿，沉重的头盔一扣下，谁能看得清长相？那这个呢？苏明没有多说，而是从怀里掏出了一枚徽章。初级贵族苏明，这枚徽章自然是转职神殿的苏西给的，徽章相当精致，也刻下了苏明的名称。卧槽！只是一眼扫过去，小老头当场懵了，站在原地，整个后背的毛孔都在一时间倒竖了起来，吓得语无伦次。你卧槽！卧槽！你是苏少？奶奶的！大水冲了龙王庙！小老头双腿一软，差点跪在了地上，完全没有了刚才吹牛皮的气质。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变成了软脚虾。站直！苏明一把抓住小老头，凑到他面前，如沐春风一笑道：“小点声，我只想安安静静买点东西。”苏明的笑容春风满面，相当温和。然而在小老头看来，却简直是和恶魔一样，让人头皮发麻。天灵盖都快要被心头的惊恐给掀翻了。第155章顶级大漏。苏神，苏少，小老头快要吓哭了，疯狂吞咽着口水，想要解释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奶奶的，咋解释？顶着苏明的名头招摇撞骗，见到了本尊，甚至还想要收割一波韭菜。苏明的韭菜也敢收割？吃了雄心豹子胆，从来只有苏明割别人的韭菜。大少爷哟，我这个小老头完全是被利益熏心，蒙蔽了双眼。小老头瑟瑟发抖，双腿像是筛子一样乱颤，干枯的手指关节都在咯咯作响。这些都给您，苏神，小的确实该死。小老头啪的一下抽了自己一巴掌，恨不得当场找个地道钻进去。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呢？谁能想到，当个奸商，招摇撞骗，竟然遇到了本尊，这种概率怕是比中彩票都要小。苏大佬不是才完成市级赛事吗？咋跑到黑市来转悠了？一时间，小老头心里都在滴血，彻底被恐惧给支配了。别看苏明现在的等级不高，那可是连晋这众上一代的职业大神都能轻松捏死的存在。更何况苏明驯服的坐骑，随便一口龙焰都可以把他这个小喽啰给灭了。在苏明面前，小老头只有点头哈腰的份。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苏明见到眼前的黑市奸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不禁噗呲一下笑出了声。这种事情在黑市太常见了，甚至还有人顶着京都法神的名头行骗，这都不是什么事儿。不过法神可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所以这些奸商们也不会真的踢到铁板。死无对证嘛。只可惜苏明面前这个小老头确实点背，恰好碰见苏明来黑市捡漏，这些入场券我就收了。苏明一把抓起10来个低级副本的入场券，看向小老头道：“这些东西市场价的话也就几千块，不算让你大出血吧？”苏明对入场券的行情还是有点经验的，一般情况下白银级副本的入场券也就几百块而已。要怪就怪这个老头子太奸商，开口就是好几万。苏少说的对，小老头欲哭无泪的道，小鸡啄米一样点点头。我再看看其他东西。苏明抬了抬眼皮，好，大神，您随便看，要不要我给您介绍一下？小老头深吸了一口气，看着苏明的眼色行事，他现在是真的怕。苏明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先后震惊全国好几次，各大顶级高校、头部工会、几百级以及9传职业大神都在关注苏明。这种级别的大人物，随便跺一跺脚都能让小老头死100次了。想到这里，老头再度咽了下口水，看向苏明道：“苏少，我陈老头虽然是个奸商，不过好东西也确实有，这几样东西就是从荒野副本里爆出来的极品。”陈老头指了指黑布上搁着的几样东西。是吗？苏明眼前微微一亮，使用鉴定术查看了下，名称：一块被诅咒的蜗牛壳，品阶：白银级，属性：炼金加10点力量，可镶嵌在法杖中，能提升法术攻击力。名称：破碎的裹尸布，品阶：白银级，属性：疑似来自于原住民世界，拥有被攻击的痕迹，属性未知。名称：一颗奇怪的晶石，品阶：白银级，属性：
或许能用来炼制成高级武器。不过，晶石中蕴含着一定程度的狂暴元素，可能会让武器炸裂，都没什么用。苏明看了下地摊上的物品，陈老头所谓的极品东西，其实就是一些品阶达到白银级的怪物资源，对普通职业者而言，可能有一些作用。可是，在苏明这里，简直是垃圾。也对，黑市里捡漏的概率本身就不大，如果真的有好东西出现，中海市的头部工会早就回收了。苏明讪讪一笑，不禁摇了下头。然而，就在这时，他的目光却停留在了一个裹着黑布的石块上，名称不知名的化石，品阶白银级，属性未知。词条一：这块化石下藏着一颗血统无比高贵的宠兽蛋，疑似恶魔，拥有着恶魔血统。词条二：化石是不错的药剂材质，碾碎后能加入到药剂里，延长药剂作用时间。词条三：使用强大的禁咒轰击化石，能让化石表面的石壳破碎，露出里面的恶魔血统宠兽蛋。词条四：化石内部的宠兽蛋处于浴血重生状态，可以使用孕育法阵进行孵化，孵化出来的宠兽能完美驯化，不受到一丝影响，可以茁壮成长。卧槽！当苏明的目光停留在这块破石头上时，光之剑定数很合时宜的出现了，而且一出现便是整整4个词条：恶魔血统、宠兽蛋、完美驯化。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即便是他此时都有些把持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呼吸都在一瞬间变得炙热起来。咋说呢？就在刚刚，他还觉得黑市里基本不会捡漏，可下一刻他便发现了一个顶级大漏，这可是恶魔血统宠兽呢，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比他娘的死灵古龙还要高贵。毕竟，天使、恶魔、巨龙，号称所有生物中的最强3大生命，能驯化一头恶魔系宠兽，是绝大部分职业者梦寐以求的奢望。想到这里，苏明再度深吸了一口气，而神情却显得无比淡然，故作冷静地看向陈老头说道：“这个东西多少？”这个化石。陈老头皱了皱眉，没有再和苏明耍心眼子，实话实说道：“苏少，刚才的事情多有得罪呢，如果您喜欢的话，拿去就好了。问你多少，你就说。”苏明不耐烦地道：“他不喜欢欠人情，也不太喜欢占便宜。能看出化石里的端倪，是他鉴定术足够变态。但是白拿人一颗恶魔血统宠兽蛋，这就有点不对劲了。这颗化石是我前段时间从一名散人职业者那里收来的，貌似是从江南省某个小副本中开出来的，回收价格是80万。您也知道，白银级物品价格都不会低，80万已经是我宰了好几次价才收到的。”陈老头如同小学生一样，面对苏明哪里还有半点隐瞒，把实话全都抖了出来。一般来说，这种东西出手的话，应该能买到100万以上。毕竟化石里有什么东西，谁也说不好。如果开出了极品宝贝，那就是血赚，当然也有可能亏得血本无归。陈老头咽了咽口水，小心翼翼地看向苏明，解释道：“好。”苏明扬了扬眉头：“这颗化石我要了，给你100万。”陈老头一愣，当场眼前一亮，然而下一刻他却摇了摇头：“大少，我真不敢收你钱，这颗化石全当小的赔罪了。”苏明懒得和老头子墨迹，随手丢出一张银行卡，而后淡淡说道：“那就当我花100万聘请你，给我当导游，我准备在黑市逛一逛，看看能不能捡到什么好东西。”第156章精灵族，再见许悦。与此同时，一名身材曼妙、五官无比精致的美少女也在悠闲地逛着黑市。少女有着精灵一般的长耳，浑身肌肤雪白细腻，宛如羊脂一样滑嫩，要不是亲眼所见，周围的职业者都会误以为这是一名来自于岭东副本世界的精灵 NPC。然而，少女却是一名真正的职业者，而且不是别人，正是中海市禁卫军团长许天的孙女儿许悦。阿曼，你说这枚晶石怎么样？许悦从一个黑市地摊上拿起一枚精致的晶石，满眼欢喜地看向身旁那个英姿飒爽的女骑士。不怎么样。名为阿曼的女骑将身后的长枪取了下来，目光充满敌意地看了一下周围的人群，敷衍地回答着许大小姐的话。哼！许悦扬了扬头，轻声一哼道：“真敷衍，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呢？”阿曼回过头，一样面无表情。许小姐，这枚晶石确实不怎么样，外观虽然华丽绚烂，不过这是一枚使用过的炼金材质。女骑说完话，眼神冰冷地看向正前方的黑市商人。对，女骑大佬说的对。这个商人只是被看了一眼，立即满头大汗，他急忙找补道：“许小姐，这枚晶石只是外观比较养眼，实际价值并不大，如果您喜欢的话，拿去就好了，全当观赏品。”黑市商人有些欲哭无泪地说道：“奶奶的，不是他太实诚了，而是……”面对许悦，
以及他身旁这个禁卫军团最强女骑大神，哪儿敢耍心眼子？不实话实说，难不成等许天那个中海市第一职业者前来找茬？到了那个时候，怕不是实话实说就能解决问题了，恐怕骨灰都得被扬了。这样呀，许月歪了歪头，眯起眼笑道：“可是我确实很喜欢这枚晶石，戴在身上很漂亮。阿曼，帮我结一下账。”许月用一条红绳将晶石串了起来，佩戴在了脖子上，而后踮起脚尖，惬意地朝着黑市深处走去。好，在许月身后，手握长枪的女骑士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张黑卡，递给面前的地摊老板，淡淡地道：“刷卡。”叮！恭喜您成功使用猛猪零副本入场券。叮！恭喜您成功使用毒物森林副本入场券。冰冷的提示声在苏明的脑海中响起，听到这些声音，他也长松了一口气。没错，苏明将入场券全都使用掉了，同时随手将埃尔法和双星都丢进了这些低级副本中。双星好歹也是英雄级血统，虽然等级只是1级，不过10级以下的副本小怪，哪怕是 BOSS 怪，应该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威胁。苏明扬了扬眉头，心中暗自想到，等回去后看看这颗化石究竟能孵化出什么恶魔宠兽。苏明摩挲了下怀里的化石，坚硬的外壳下可是藏着一颗顶级宠兽蛋。这次来黑市可以说是开门红，一时间就连苏明都充满了期待，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开出一样极品的东西。走吧，你熟悉路，带我去好一点的摊位看看。苏明抬了抬下巴，看向正在收摊的陈老头。好嘞。陈老头急忙点了下头，神情激动地回应道：“大少，您等我一下，马上就好了。100万高薪聘请一个导游，不论是谁都会激动得疯掉。”陈老头的态度自然相当殷勤，只不过要是让他知道刚刚卖给苏明的化石实际是一颗恶魔血统宠兽蛋，恐怕这个奸商死的心都有了。很快，陈三水收好东西后，便谄媚地朝着苏明躬身一礼，说道：“苏少，这个黑市名为海湾黑市，驻扎在这里的黑市商人算是中海市周边地带最多的，出售的物品也是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能找到。”然而说到这里，陈三水稍微停顿了一下，看向苏明道：“大部分商人其实都很狡诈，黑市买东西一定要擦亮眼睛。”苏明沉默了。奶奶的，你不是最狡诈的那个吗？不过也没事。陈三水深吸了一口气，他比苏明矮了好几个头，抬起头神情认真地解释道：“我陈三水在这黑市待了10几年，经验相当丰富，一眼就能看出东西的好坏，而且对各个摊位也比较了解。有我带路，大概率情况下不会出什么茬子，至少不会让苏少您打眼。”陈三水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自信。当然，还有一点，我的职业是药剂师，能调制特殊的药水，如果东西是假的，一瓶药水下去，直接原形毕露。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药剂师确实有这个能力，调制特殊药水，解封物品原本属性。只不过苏明本身就有光之鉴定术，能解锁隐性词条，一般情况下还用不到陈三水。陈三水，你今天咋不摆摊了？哟，陈老头，你个老小子，今天不当卖主，开始瞎晃悠了。老陈，看看我这一批货有没有啥好东西，便宜卖给你。小兄弟，陈三水这老小子可不是什么好狗，千万别买他东西，妥妥的奸商。就是，真要在黑市里买东西呢，还得来我这儿，别跟陈三水了。陈老头带着苏明一路走向黑市的最深处，然而所过之处，几乎大部分黑市商人都认识陈三水，他们憋着笑意看向这个老头子，眼神里全是坏笑，毫不留情地开口打趣：“去，你们不说话能死呢？”陈三水老脸有些挂不住了，当场白了一眼这些黑市摊贩，而后清了清嗓子道：“今天有要紧事要做，别打搅我，看到没？身后这位可是个大买主，你们说话小心点，别怪我陈三爷没提醒你们。”听到这些话，摊贩们笑得更大声了，全然没有在意陈三水的好心提醒。苏少，这些摊位的东西都不咋地，咱们还是直接去海湾黑市最里面，那里的东西基本都是稀罕货，一般人看不出端倪，开出极品宝贝的概率很大，当然价格自然也有些贵。陈三水凑到苏明面前，小声地说了一句道：“好，既然你当导游，肯定是你带路。”苏明淡淡一笑：“怎么说呢？貌似这100万花的还是挺值得。要是没有陈三水带路，苏明估计在这些地方要耽搁很长时间。就算他有鉴定术在，也不可能一路鉴定过去吧，花费的时间太多了。就是这里。”走了大概10分钟，陈三水终于停了下来，指着前面几十家地摊说道：“这里的货都很硬。”苏明顺势看了过去，
眼前猛然一亮，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好东西，而是在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许悦。第157章龙牙环，又是一件极品装备。词条1：许悦已完成血统洗礼仪式，成功转职为精灵弓箭手，此职业为 NPC 专属职业。词条2：精灵弓箭手为史诗级战争职业，成长潜能极为恐怖。词条3：精灵弓箭手防御力低，生命值薄弱，当受到高额暴击伤害后，有可能触发一击致命。词条4：许悦目前等级已提升至 LV32级，已使用过2次经验药剂。鉴定术的效果下，一个个词条依次解锁。苏明猛地一愣，许悦竟然有精灵族血统，他奶奶的，竟然转职成了一名史诗级职业者。苏明确实懵了，虽然他和许悦只见过1次面，可是对这个妹子还算比较了解。许悦本身资质不咋地，家里的背景却很雄厚，爷爷更是中海第一职业大佬，堪称中海龙骑士天花板。然而距离上一次见面这才多久，许悦竟然完成了1次华丽蜕变，成了史诗级职业者。闹呢？许天，卧槽，那个龙骑士以前还拿捏下了一个精灵 NPC 妹子。苏明的嘴角抽了抽，心中暗自想到，既然许悦能成为精灵弓箭手，自身自然是拥有精灵种族血统，而追根溯源只能到许悦爷爷那一辈了。毕竟许悦目前可是一名京都名媛，血统相当纯正，应该不是混血种。血统强大，确实牛。苏明不禁感叹了下，这个世界精灵血统无疑是全系血统里的佼佼者，被称为3大血统，而蓝星中的人族血统则是连号都排不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万族战场每一次开启，人族职业者的排位都很靠后，说是吊车尾一点都不过分。而英美联邦那边培养出来的12使徒也都是混血种，依赖的是这个世界其他 NPC 的血统加成。不过我还是算了吧。苏明扬了扬眉，淡淡的笑了下，心中的难道如果让自身血统改变的话，终究有点膈应，连人都不做了，还有啥意思？当然，苏明眯了眯眼，话是这么说，他倒是想体验一下精灵妹子的感觉，毕竟前世很多小电影里就有拍过精灵妹子。嗨嗨，苏手。陈三水看着苏明愣了下神，在他面前挥了挥手，示意道：这几家摊位的东西都还不错，可以好好看一下。可以。苏明温和的笑了笑，直接朝着许悦那个方向走去了。同一时间，他也开启了光之鉴定术，查看起各个摊贩前所摆放的物品。黑山羊的弯曲犄角，蛇人女王的眼泪，坚硬的蜗牛壳，闪闪发光的剑柄，被切碎的颅骨，裹着黑血的破布。大部分物品都是一些名称相当古怪的东西，甚至带着一丝克苏鲁风格。其实这很正常，全民转职世界本身就是游戏和现实融合，充满了各种奇幻元素，怪物、混血种、炽天使、神明、教会、圣剑、巨龙和冒险家。而一般情况下，名称和属性客观的东西会被直接放到交易所进行拍卖，也不会沦落到黑市里。只有那些属性未知、效果未知的物品才会被黑市商人回收，等待着职业者来开盲盒。咦，那是……忽然，苏明双眼微微一亮，在他的视线中，一条项链居然刷新出了4个词条，名称：狼牙项链，品阶：青铜级，属性：加10点攻击力，加2点法抗。词条1：此物品为半成品，由圣彼得帝国顶级工匠制作而成，只需要使用生命药剂进行洗礼，便能让这条项链成为完成品。词条2：此物品的完成品状态为暗金级，且拥有炼金成英雄级装备的潜能。词条3：英雄级项链名称为龙牙环，是暗金级套装。词条4：龙牙环项链总共拥有6条属性词条，是难得一见的极品暗金装。卧槽，来自原住民世界的极品项链。看到鉴定术解锁的词条，苏明瞳孔猛地一缩，奶奶的，一件青铜级装备只需要使用生命药剂便能蜕变成暗金级，这特娘的绝对是大漏，顶级大漏，一定要拿下这条龙牙环，这可不是一般的暗金装备，而是暗金套装。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心中一阵惊喜。套装和普通装备的区别相当大，一般而言，套装里的单个装备价值是普通装备的好几倍，甚至一些极品套装一个单件的价格能达到普通装的10倍以上。花青铜级装备的价钱拍下暗金级项链，这笔买卖简直是太值了。想到这里，苏明朝着那条项链所在的摊位走去，而陈三水也看出了苏明的心思，急忙跟在他身后。不过正在这时，
许月却将那条狼牙项链给拿了起来。阿曼，你觉得这条项链咋样？许月捧着做工粗糙的狼牙链子，回头看了一眼禁卫军团的女骑士。青铜级。阿曼皱了皱眉，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锋芒，而后他的神情却又再度恢复了常态，轻声回应道：“品阶太低了，不过属性词条还可以，买来玩玩没事。”说完这些话，阿曼直接看向这条狼牙项链的摊贩：“这条项链我们要了，说个价格。”啊！许月一愣，他只是觉得手里的狼牙项链外形有些好看，随口问了一句，却没有想到阿曼一改常态，竟然主动询问起了价格。阿曼，这个我们买来也没啥用啊，要不算了。许月凑到女骑士身旁，轻轻呢喃道：“我本来也没想买，只是随口问问你。”买，这个确实不错。阿曼挥了挥手，打断了许月的话：“骑士长大人，这条项链是我随便摆上去的，本身就不咋值钱，如果许小姐喜欢的话，拿去就好了。”狼牙项链的老板咽了咽口水，看着两女，一时间神情无比复杂。许月也好，阿曼也好，都算是中海市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一个小地摊商人哪里敢挣他们的钱，只好半推半就的将这个青铜级装备给送出去。这里是2万，算我们买下的。阿曼点了点头，没有多废话，直接掏出了现金准备付账。等一下，这条项链我也看上了。与此同时，苏明站了出来，叫住了阿曼。苏明。许月回头看了过来，顿时一愣。第158章再次触发神级选择。苏明。许月微微张开了小嘴，在完成血统洗礼仪式后，本就是神颜天菜的她变得更漂亮了。只是看了苏明一眼，那眸光中流动的水波和风情，便让苏明都稍微心头一紧。好久不见。苏明点了点头，和许月打了个招呼，而后看向阿曼，这个等级高达300级段位的女骑大佬。阿曼的名气在中海这个地方相当吓人。如果说许月的爷爷许天是中海第1龙骑士，那么阿曼绝对称得上中海市第1女骑。然而，即便面对这样一个大人物，苏明依旧神情淡然地笑了下道：“这条项链我也看上了，能不能割爱让给我呢？”苏明，你不是才在市级赛事里晋升黄金段位吗？得到的装备奖励应该也不少，你看得上这条青铜级项链？阿曼微微眯了下眼，看向苏明说道：“还是说你拿来有其他用处？”有用处。苏明扬了扬眉头，回答道，不过眼神却和阿曼对视了一眼。怎么说呢？在苏明看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中海第1女骑应该也看出了这条项链的实际价值。毕竟，拥有高级鉴定术的肯定不止苏明一人。只是，阿曼不一定知道，这条狼牙项链的实际品阶达到了暗金级，还是极品套装龙牙环。小兄弟，这条项链已经被这位骑士长大人给选中了，你还是挑一些其他的吧。黑市商人不合时宜地说道。陈三水急忙凑到他身旁，挤眉弄眼地叫住了这名黑市商人：“你小子，亏你做那么久黑市奸商，不对，正经商人，看不出我带过来的是个大佬？”大佬？黑市商人懵了。奶奶的，苏明，中海有几个苏明？陈三水将声音压得很低，甚至轻轻掐了一把黑市商人。下一刻，这个年纪一样不小的老摊贩瞳孔都放大了。卧槽，不会是那个苏少吧？驯化了死灵古龙，做掉了镜，被清北大学特招，还勾搭到了黑丝神官的那个苏少。黑市商人疯狂倒吸了几口冷气，小心脏都快要被震碎了。废话，不是他能是谁？你小声点，神仙打架，咱们这些小喽啰别说话。陈三水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道。被他提醒的黑市商人急忙闭紧了嘴巴，默不作声了。不过神情却相当反常，浑身都在轻轻发抖。有用处？有用处也不行，这个东西我们先看上的。面对苏明的话，阿曼的语气表现得极为冷淡，毫不留情地回绝了。苏明眉头一皱，他现在虽然有一水的英雄级武器，可项链却还是一条白银级的陨星吊坠，如果能获得暗金级龙牙环，应该能带来不小的战力提升。所以不论如何，他也想要将这条狼牙项链给买下来。苏明稍微缓和了一口气，准备开口回怼。然而恰好在这个时刻，他的脑海中却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女骑士的傲慢。选择1，礼让阿曼，让出龙牙环这件暗金级装备，毕竟柳曼妮是一名史诗级女骑士，不能轻易得罪，不然你将会被一个记仇的女职业者给时刻盯着。奖励1柄黄金级武器。选择2，回怼阿曼并加价，不论如何也要买下这条龙牙环，
因为在龙血宝石的洗礼下，龙牙环能提升为英雄级装备。至于得罪中海市第一女骑士，完全是无稽之谈。柳曼妮很慕强，只要能征服她，便能得到她的敬重。柳曼妮之所以加入禁卫军团，正是因为在1年前曾战败在军团手下。奖励史诗级技能栏 X2， 选择3，倒贴许悦，只要能让许悦满意，龙牙环也好，精灵少女也好，不都是你的了？当然，这样做也有一定风险。许悦是一名性单恋患者，只喜欢对自己爱答不理的男人，一旦对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或者倒贴，便会被许悦嫌弃。这一选项务必谨慎。奖励复活10亿颗，久违的感觉出现了。在听到神级选项的一刹那，苏明当即眼前一亮，目光中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惊喜。这次神级选择所泄露的信息量有一点大呢。苏明咽了咽口水，心中暗自想到，中海第一女骑的原名竟然叫柳曼妮。她加入禁卫军团的原因，居然是先前战败在了军团手里。难怪柳曼妮作为史诗级职业者，等级高达300多级，却宁可在中海市的禁卫军团入编制。以她的实力，完全能去江南省的顶级工会，甚至在京都也能杀出一片天地。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更让他意外的还有另一条信息。卧槽！龙牙环在龙血宝石的洗礼下，能被强化成英雄级装备，这不巧了吗？苏明心头一紧，有些激动到眩晕了。他手里恰好有一颗龙血宝石，在血统洗礼时，顺手让龙牙环也强化了，便能得到一条英雄级项链，这完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222222，苏明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肯定是选项2喽。既能得到英雄级装备，还能获得额外的史诗级技能栏奖励。除了这个选择外，还有啥可选的？礼让？倒贴？不存在的。一念及此，苏明扬了扬眉头，不卑不亢地看向柳曼妮说道：“既然你不愿意让出这条项链，我又对这个狼牙项链这么喜欢。”苏明转过头看了一眼和陈三水一起缩着脑壳的小商贩，那就价高者得了。随着苏明的话一开口，柳曼妮懵了，许悦懵了，就连陈三水和黑市商人也懵了。奶奶的，青铜级装备啊，没必要吧？闹呢，价高者得。柳曼妮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冰冷了许多，她扛起手中的长枪，平视苏明道：“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苏明淡然一笑，也迎上了对方的目光。当然，中海市第一女骑士柳曼妮。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价高者得，我开100万。第159章贤者之书，100万买青铜级装备。苏明的声音可不小，一刹那间让黑市里的职业者和商人全都瞪大了双眼，纷纷围了过来。而此时的柳曼妮却沉默了，眼神中带着一丝古怪的看向苏明。他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最多也就许天和许悦爷孙俩晓得，没啥别的原因。柳曼妮一直都是独来独往，属性栏也被屏蔽了，不会对其他职业者开放。可苏明却直接说出了他的真实姓名，200万。苏明的眼神环顾了一眼四周，最后停留在柳曼妮的身上，高声说道：“我出200万。柳骑士长，你要加价吗？”不加。苏明扬了扬眉头。500万，我开500万。卧槽！当苏明的话音一落地，全场噤若寒蝉，而后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所有人都被苏明的这一手操作给弄懵了，彻底傻眼了。见过砍价的，没见过自己和自己竞价的。他奶奶的，一件青铜级装备有必要吗？看不懂，完全看不懂。大佬的世界太离谱了。好，我记住你了。柳曼妮沉默了很久，最后皱了皱好看的眉头，看了一下苏明，旋即回头看向许悦道：“走吧，许小姐，某些人财大气粗，我们比不了。”柳曼妮暗讽了一下苏明，神情依旧平淡，可心中却明显有些不悦。啊，好。许悦瞪大了双眼，才反应过来，冲着柳曼妮点点头：“走吧。”然而离开前，许悦却回头瞄了下苏明，美眸里写满了好奇和惊喜。咦，难道说苏明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我的注意？天哪，我就知道以我的魅力肯定能拿捏苏明。哼，先前要你微信号还装呢。小样。叮，恭喜您成功完成选择，奖励已发放。在许悦和柳曼妮离开后，苏明这边奖励提示也应声响起。叔父，英雄级装备，史诗级技能栏，这一波赢妈了。苏明微微眯了下眼，心情惬意的要死。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刚刚这一手操作到底有多么绝妙，简直堪称神演技。苏明好歹也是2世为人，咋可能当冤大头？
花500万镜拍下狼牙项链，自然有他的道理。一方面是为了得到技能栏奖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精准拿捏柳曼妮以及许月。作为渣男，自然要全盘把控妹子的心理活动。柳曼妮，妥妥的女强人，英姿飒爽，慕强，冰山女神。想要拿下这样的女人，嘘寒问暖肯定是不行的。绅士风度，拜托，柳曼妮和许月两女见过的舔狗，怕是多到能绕中海市好几圈了。常规套路咋可能会起效果？然而，苏明刚刚这一手操作，却能直接切到了两女的心坎里。先说柳曼妮，让这个女骑大佬先对自己产生厌恶心理。不管此时的柳曼妮对苏明的态度如何，至少苏明已经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绝对会记住苏明。先让女人记住自己，再改变印象，丰富人设，这一套下来直接拿捏。可以这么说，苏明和那些追求柳曼妮的舔狗比起来，已经赢了一大半。试问柳曼妮能记得住多少舔狗？恐怕一个都想不起来。而苏明呢，怕是已经让柳曼妮气得直咬牙了。至于许月，这种段位的恋爱脑妹子，苏明不需要多做什么，已经攻破了她的心理防线。大少，苏大少。与此同时，摊位前的黑市商人看着苏明，浑身都一阵不自在，眼神中写满了惶恐。给你，卡里刚好500万。苏明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将一张卡丢到黑市商人面前，旋即他也顺手将那条狼牙项链给收了起来。这可是一件能成为英雄级装备的极品宝贝，肯定要妥善收好。苏少，这钱我不敢要呢。黑市商人诚惶诚恐地说道，都快要哭出声来了。他的反应和先前的陈三水完全一模一样。苏少，给这个老小子5万就好了。陈三水也被口水呛到了，急忙解释道，可不能因为您和禁卫军图骑士长的斗气，让这个老小子白占便宜。苏明扬了扬眉头，没有说话。陈三水和这个黑市商人，那是不想占便宜吗？都是奸商了，还不占便宜？他们是不敢。废话，苏明注定会成为中海市巨头的年轻大佬，现如今就有了和禁卫军团骑士长掰手腕的能力，将来那还了得？要是今天他们占了苏明哪怕一点便宜，过段时间恐怕都不知道咋回事，就人间蒸发了。老话说得好呢，不是你的东西拿不住，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着吧。苏明打了个哈气，没有多解释什么，淡淡的回应道。那见到苏明的态度，黑市商人大口的喘息了几下，有些磕磕巴巴的说道，那苏少，我这摊位上还有很多东西，您看上哪个再多拿一些吧。多拿2个。苏明点了点头，随口回应了一句，也可以。听到这里，黑市商人和陈三水这才长松了一口气，这玩意儿也不错。原本苏明以为能得到一件英雄级装备已经算是开红了，谁能想到这个摊贩手里竟然还有一件不错的东西。名称贤者之书，品阶白银级，属性未知。词条1，贤者之书，这是一种辅助物品，可以和鉴定术进行融合，融合后能让鉴定术的品阶得到提升，同时解锁一些新的能力。词条2，融合贤者之书后，普通鉴定术将改变为一种辅助专属技能，能查看所有物品的来源、详细属性、隐性词条以及额外的隐藏信息。词条3，这本贤者之书来自于原住民世界，为一名贤者职业者亲自创造而成，品阶虽然为白银级，却有着极为夸张的实用价值。如果单看这本贤者之书，则是没有一点用处，唯有依附于鉴定术才能发挥其真实效果。奶奶的，有点东西！苏明心头一阵激动。第160章反差，富婆姐姐害羞了。这个东西不错，我收了。苏明将贤者之书拿了起来，冲着黑市商人说道：好的。黑市商人郑重地点了下头，又从面前的木箱里取出了好几瓶珍贵的药水，递到了苏明手中。苏少，这些药剂都比较罕见，尤其是这一款增幅药剂，能在短时间内让4维属性都得到提升，虽然是白银品阶，不过增幅效果还是很强的。说到这里，黑市商人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道：希望苏少能笑纳。好。苏明对面前的增幅药剂也有些感兴趣，他没有故作推辞，而是落落大方的将所有物品全部收了起来。随后，苏明和陈三水加了好友，便直接离开了黑市。能得到龙牙环和贤者之书这2样东西，已经是运气不错了，再继续看下去也没有必要。毕竟黑市里的物品大部分都已经被头部工会筛选过一次，真的能捡大漏的情况少之又少，所以苏明也没有再多浪费时间继续使用鉴定术查看，而是直接回去了。白金湾别墅。回到别墅后，苏明稍微洗漱了下，准备休息。
而这个时候，柳妹却发来了消息：“帅弟弟，吃午饭了吗？”电话那头传来柳妹的声音。苏明一愣：“没呢，刚从海湾黑市回来，准备睡个午觉。”苏明脱口出道。他确实有点疲惫了，毕竟使用鉴定术本身就很消耗精神力，而昨天他也没有休息好。要不和姐姐一起吃个午饭？柳妹那边稍微沉默了一会，开口说道：“怎么说呢？”见到苏明没有直接回应，柳妹再次道：“你要的东西我这边搞定了。”啊！苏明眼前猛然一亮，有些懵了。这才多久？短短几个小时，他所需要的东西，柳妹竟然全办妥了，这效率未免有些太高了吧？在哪？我现在过来。苏明深吸了一口气，果断回答道：“经验值、技能栏、血统洗礼仪式，这些东西对他而言都是紧缺货，能尽早得到当然更好。”所以在听到柳妹说东西都已经备好后，苏明一时间都有些迫不及待了。那就星耀餐厅。柳妹轻声笑着呢喃道：“这家餐厅本就是柳妹在中海市内的产业，苏明和她第一次约会也是在这里，索性就安排在星耀餐厅了。等我一会，差不多10分钟。”苏明回答道：“好。”挂掉电话，苏明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便预约了一辆行政级的士，准备前往星耀餐厅。死灵古龙埃尔法此时还在副本里刷怪升级，这个时候用不了，苏明只好打车去餐厅。看来柳妹背后的修罗公会资源和人脉不是一般的广。苏明扬了扬眉头，心中暗自思忖道：他知道京都的修罗公会很强，可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凑够他想要的所有东西，恐怕修罗公会的真实实力比苏明想象的还要吓人。很快，苏明抵达了星耀餐厅的 VIP 包厢。帅弟弟！只是几小时没见，柳妹竟然又换了一身淡黄色的长裙，整体看上去有些宽松，可是却也完美凸显出了柳妹那玲珑剔透的身段。曼妙、轻熟风和苏明站在一起，就像是小妈一样魅惑成熟。不仅如此，柳妹还补了一个新的妆容，带着一丝纯欲风，很美。这娘们真是个妖精。苏明微微一眯眼眸，心中不经意地叹了口气道：帅弟弟，看看我们家餐厅新出的菜品。柳妹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指了指面前满桌子的菜，看上去都秀色可餐，一看就知道价格不便宜。我可没带多少钱。苏明看了一下柳妹，笑着说道：今天出门忘带卡了。噗呲一声，柳妹被苏明给逗笑了。苏大少爷，你现在的身价都比得上中海市一个 B 级工会了，就算是那些 A 级工会，短时间内怕是都拿不出你手里头那么多现金流，你小子还和姐姐哭穷。苏明耸了耸肩：该花花，该省省。苏明如沐春风一笑：哼。柳妹捂着嘴隐隐一笑，白了一眼苏明道：那好吧，这顿姐姐请你。苏明咧嘴笑道：这样看上去这一桌子菜一下子香了起来。柳妹嫣然地笑出了声。在柳妹的安排下，身材和样貌都很拔尖的美女服务员依次走进 VIP 包厢，将原本就已经堆满的桌子再次填得更满了，一桌子菜和满汉全席差不多。饶是苏明都不禁愣了下，奶奶的，还是富婆香呢，这日常开销都顶得上普通工薪阶层1年的工资了。先吃东西吧。柳妹捧着脸，神情暧昧地看向苏明，随后她又大胆地站了起来，直接坐到了苏明身旁，用筷子夹起一片纹理清晰的鱼肉放到苏明的碗里。尝尝这个，帅弟弟，补肾的。柳妹吐气如兰，目光里写满了柔情。噗呲，苏明刚喝了一口茶水，差点被呛到了。补肾？我可不虚。谁说你虚了？多补补，对身体好吗？柳妹眯了眯眼，眉角下面的那一颗泪痣都充满了媚意。还是聊聊正事吧。苏明揉了揉太阳穴，深吸了一口气道：柳妹这个女人确实诱人，和成熟的水蜜桃似的，稍有不注意，苏明都觉得自己会沦陷进去。所以他没有再和柳妹过招，而是直入主题。帅弟弟，别急嘛。柳妹瞪了一眼苏明，轻轻抚摸着他的背，道：先好好吃饭拜。那先吃你。苏明见到柳妹这个反应，干脆取了张纸擦拭了下嘴角的油渍，而后身体向前一倾，凑到了柳妹面前。两人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柳妹脸颊一红，下意识地向后退了退。姐姐，你躲什么？苏明眯了眯眼，神情狡黠地笑着道：刚补了肾，不得。够了。柳妹将头别了过去，急忙叫住了苏明，沉默片刻，这才用一种蚊虫般的声音轻声呢喃道：先聊正事。苏明一愣，也噗呲一声笑了出来。好家伙，他就知道
柳妹的性格就是典型的反差，看上去玩得很花，心底却无比单纯。只要苏明稍微展现的具有一定攻击性，柳妹便败下阵来了。还想拿捏我？苏明看着柳妹，心中暗自叹息了一声道：前世我可是顶级渣男，万花丛中片叶不沾身。小柳柳哟，你还嫩了一点。第161章史诗级技能栏。我先去一下洗手间。柳妹的脸色明显红润了许多，她没有再看苏明，而是小声地说了一句，便走出了 VIP 包厢。过了一阵子，柳妹再次走进包厢，整个人的气色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像刚刚那样局促，相反变得一如既往的游刃有余，妆容也越发明媚了。苏明只是看了一眼便知道，柳妹刚刚肯定是在卫生间又补了个全妆。帅弟弟，来吧，看看姐姐给你弄到手的东西，你肯定喜欢。柳妹一屁股坐在苏明身旁，风情万种地笑着说道。好。苏明双眼微微一亮，不免也变得激动起来。经验值给你弄到了800万点，而且全都是顶级经验药剂以及一部分顶级经验卷轴。柳妹打开了她的库存，里面存放的东西苏明可以一览无余。而柳妹的声音继续温和地传来，她冲着苏明解释道，这些经验药剂的储存时间很长，而且标注的虽然是800万点经验值，实际获取的经验值可能达到了900万点，具体的数额还是要看使用后呈现的效果。苏明愣了一下，顶级经验药剂标注的经验值数额和实际情况有区别。柳妹点了点头，当然，物超所值。帅弟弟，姐姐说了，给你的东西都是最好的。苏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说这一批经验药剂真的能带来接近900万点经验值，那就有点意思了。按照英雄级 BOSS 技能200万经验点一个的单价，苏明完全可以同时掠夺掉4至5个顶级 BOSS 技，而且这还是没有计算免费掠夺的情况。有这么多经验点，等到亡灵峡谷一开启，一定要去副本里好好的掠夺一波。苏明心情相当雀跃，激动的都有些兴奋了。不错，苏明大口的呼吸了下新鲜空气，让自己显得不那么亢奋，转头看向柳妹，笑着问道，技能栏呢？如果说经验值是苏明县目前最急缺的资源，那么技能栏这种东西更是重中之重。哪怕有再多的经验点，如果技能栏库存不够， BOSS 技一样无法掠夺，只能干瞪眼看着。当然，柳妹笑着看了一下苏明，媚眼如丝，美的不可方物。她笑盈盈地说道，弟弟要的东西姐姐肯定都准备好了呀，技能栏按照你的要求品阶都相当高，最次的都是英雄级强度，可以容纳英雄级 BOSS 技，而史诗级技能栏不得不说你运气确实好，姐姐这边一个很久没见的商会闺蜜恰好也有存货。苏明瞪大了双眼，心动了。史诗级技能栏这种东西竟然也弄到了，数量呢？苏明急忙追问了下，他更关心的是技能栏的数量，如果只有1、2个技能栏，买来也没有太大的作用，还得再寻找一些。亡灵峡谷副本毕竟是一个怀旧服副本，鬼知道里面会开出什么顶级技能，万一到时候真的碰见了绝版 BOSS 技，没有掠夺到手的话，苏明怕是会后悔死，所以还是未雨绸缪的好。数量很多。柳妹自信地抬了抬下巴，肯定地回答道，英雄级技能栏一共有12个，史诗级技能栏一共有2个，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为你弄到了14个技能栏，就算你有再多的 BOSS 技要学习，这些短时间内也够用了吧。说到这里，柳妹的目光里明显流露出了一丝复杂的情绪。怎么说呢，全民转职世界里，一般情况下职业者最多也只会拥有10来个技能，毕竟就算技能栏再多，想要精通一门技能书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可是苏明却简直是像个变态一样，不到60级就已经学习了大量的顶级 BOSS 技，现在又疯狂回收技能栏，只能说大佬的世界柳妹确实不太懂。14个，苏明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脏都有点沉沉一震，相当 nice。 毫不夸张地说，柳妹这一波算是直接解决了苏明的心事。短时间内14个技能栏确实已经够用了，就算亡灵峡谷副本里开出无数顶级技能，苏明也不可能全部学习使用，只会挑选最极品和最适合自己的。而14本差不多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柳妹姐，这次辛苦你了。苏明咽了咽唾沫，认真的看向柳妹说道，确实够辛苦的，这么多东西，别说全部凑齐了，就算能弄到一半，怕都要花不少心思。而柳妹呢，不仅给苏明凑齐了所需的东西，还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完成，只能说确实是煞费苦心。没事，柳妹嫣然一笑，血统洗礼仪式也是最极品的一种。柳妹笑着解释道，这一套仪式法阵采用了一头纯血 BOSS 怪的心脏为核心能源，
可以最大限制地发挥出血统药剂或者血统宝石的能量精华，让你进行一次完美洗礼。价格很贵吧？苏明听到这里，开口问了一句道。不，柳妹摇了摇头。苏明一愣，不是很贵，而是贵的离谱。柳妹白了一眼苏明，耐心地说道：帅弟弟，你是不知道这一套血统洗礼仪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么说吧，这套仪式法阵本就是我以前的魔导师珍藏的，先前有一名骑士职业者以一柄英雄级武器加上大量的绝版药水来兑换，魔导师都果断拒绝了。苏明的目光微微一阵闪烁，这么夸张？柳妹看出了苏明神情中的不解，笑着道：物以稀为贵，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是无价的，就像你能开出 BOSS 技能，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罕见的 BOSS 技能也是无价的，哪怕只是一本黄金技能呢。如果实用价值真的很大，就算是用一柄史诗级武器来兑换，也不是没可能。柳妹的话让苏明沉默了。的确，物以稀为贵，越是稀缺的东西，价值越离谱，尤其是绝版的物品，在这个世界完全可以漫天要价，开出一个天价。看来后续在掠夺 BOSS 技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有点技能虽然品阶不够好，我也用不上，但是实用价值如果真的很大，也可以先掠夺下来，等到时候再出售出去，说不定能有意外惊喜。苏明陷入到了沉思中，一下子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第162章一锤定音，交易完成。柳妹姐，这些东西一共多少？沉默了下，苏明也问出了心里的想法。既然是买东西，肯定有个价格。倘若柳妹开出个天价，苏明也肯定要稍微思考一下。毕竟他手里的钱虽然够多，可是想要将这些东西全部拿下，也不一定能办到。先用着。柳妹瞪大了好看的美眸，认真地注视着苏明说道：你不是还要出售一批物资吗？多的不说，那一头翡翠巨龙的骨架肯定能拍卖出一个不错的价格。我回去稍微估算了下，你要出手的东西比我给你的贵了差不多10倍。苏明默不作声。先用着吧，后续姐姐把巨龙骨架和黄金级武器拍卖出去了，再将钱补给你。柳妹淡淡的笑着道。苏明不经意的皱了下眉。其实苏明很清楚翡翠巨龙的实际价值，虽说是巨龙骨架，然而大部分的精华合龙血早就被做其埃尔法以及双星给吸收的一干二净了，残存下来的东西只能用作炼制药剂，没有太大的使用价值。而其他物品非要说起来也没有多昂贵。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柳妹却还能将这些东西给卖出一个不菲的价格，甚至比史诗级技能栏、顶级血统洗礼法阵900万点经验值还要贵10倍。想到这里，苏明长叹了一口气，看向柳妹说道：柳妹姐，和我正常交易就好了，不用太偏袒。柳妹愣了下神，偏袒？没有，帅弟弟，你放心好了，姐姐可是生意人，咋会做赔本买卖？柳妹眯起眼笑着道：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只要后续如果你有 BOSS 技能书要出手的话，找我就行了。这一次姐姐哪怕吃点亏也是值得的。苏明点点头。面对这种事情，柳妹没有太多心眼，而是开门见山的和苏明敞开了聊。总的来说，和这样的商人合作，苏明还是很乐意的。省心。好，那我就不多推辞了。苏明果断地答应了下来。以后要是出手 BOSS 技能书，我先找你。不过就是不知道柳妹姐你能不能吃得下。苏明的话没有半点开玩笑。英雄级 BOSS 技还好，倘若是一本史诗级 BOSS 技能呢？半神级呢？以苏明的天赋来看，即便是再强的技能，他都能轻松弄到手。或许还真有一天，柳妹面对一本半神级技能书，只能干瞪眼，没有足够的钱回收。噗呲一声，柳妹笑了笑，媚眼如丝地看着苏明，轻哼着道：到时候再说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恐怕帅弟弟也结识了更强大的职业者，早就把姐姐给忘记了。苏明讪讪一笑，摸了摸鼻子：不会的，我可相当练就。是吗？那就好。柳妹夹起一块肉放到苏明碗里，以后要是嘴馋了，就来姐姐这边升级打怪，虽然是正事，不过身体也很要紧，记得要好好吃饭。而且呢，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得先抓住他的胃。柳妹温和地说着。苏明点点头，算是默认。味道确实不错。你这家餐厅的厨师是不是妹子？介绍给我认识一下，我请她做私厨。苏明无情补刀。抓住我胃的应该是厨师。柳妹扶额。你小子油盐不进呢，捏死你！柳妹说着伸出手掐了一把苏明。噗呲！苏明疼得打开了他的手。这还没做啥呢，你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了？要不得！苏明白了一眼柳妹，还是要找个听话的妹妹。哟，柳妹撩拨了一下大波浪长发，刚刚还一口一个姐姐，
现在就说妹妹好了。哼，小海王，小渣男！柳妹叉腰。见状，苏明也不由得笑出了声。虽说柳妹绝对算得上是御姐天花板，成熟又充满韵味，不过可爱的时候也很是撩人。一念及此，苏明也开口安抚了下道：没，姐姐还是好的，妹妹只知道嘤，我反正喜欢姐姐。哼，那就好。柳妹笑颜如花，再次轻松的哼了一下。好好吃饭吧，看你最近瘦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我这受委屈了。苏明一愣，卧槽，咱俩也没做啥吧？咋这话听着有一丝丝不对劲？青熟峰名媛美女和她的纯情男高帅弟弟。柳妹姐，我就先走了哈，亡灵峡谷副本后天就要开启了，这2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吃过饭，苏明和柳妹打了一声招呼，准备离开了。好，路上注意安全啊。柳妹点点头，轻声笑着道：对了，以后能不能别叫我柳妹姐呢？苏明一愣，那叫啥？叫我宝儿姐。噗呲，苏明扶额，太亲昵了。那就宝。柳妹脸蛋微微有些泛红，看着苏明说道：嗨嗨，好了，叫姐姐。柳妹打断了苏明的话，傲娇的叉腰道：不能再让步了，就叫姐姐，多好听呢，是不是？行，都听你的。苏明无奈的笑了笑。姐姐，那我走了。好呀。柳妹笑得踮起了脚，轻轻歪头一笑道：那我就不送你了，还有点事要处理，下次见。苏明挥了挥手，离开了餐厅。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午了。苏明和柳妹这一顿饭吃了快3个钟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做了点啥。后面2天够得忙活。苏明按了按太阳穴，自顾自的呢喃道：先完成血统洗礼，将龙血宝石给用掉，同时也让龙牙环强化到英雄级，技能栏得全部用了。贤者之书也需要和鉴定术进行融合，那颗恶魔血统宠兽蛋也要孵化下。化石里可是藏着一颗恶魔血统宠兽蛋，想要解除封印，需要苏明用禁咒进行轰击。不过目前还不太清楚这颗宠兽蛋的品阶如何，即便是恶魔血统，也有可能开出一个相当普通的宠兽，所以苏明暂时还没有购买宠兽孕育法阵。先开这颗化石，再用龙血宝石洗礼。苏明扬了扬眉，很快做出决定。好歹也是一头恶魔血统宠兽，一时间苏明都不禁有些紧张了，不知道自己能得到一头怎样的宠兽。如果血统不错的话，他的宠兽阵容将会变得更加华丽。第163章，苏明获得第2头宠兽，需要使用强大的禁咒轰击。这颗化石表壳的材质还是一种不错的药剂材料呢。苏明查看着化石的隐性属性词条，心中也有了一些打算。去海湾附近吧。苏明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了那颗银白色的化石，就这么捧着走出了别墅。他的别墅本就靠近大海，推开窗就是一片宜人的海景。此时正值下午，阳光灿烂，天穹中呈现着一片淡淡的火烧云，景观无比瑰丽。在海岸边使用禁咒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苏明心中暗自想到。虽说别墅群这边的大海比浅海湾那边还要浅一些，不是深海，不过只要控制好禁咒的伤害，也不会掀起太大的波澜，至少不至于一发禁咒下去就让整个白金湾别墅群被夷为平地。这一点苏明还是很有自信的，好歹他也使用过无数次禁咒了，熟练度掌控得很不错。嗡，随手将手里的银色化石向着空中一抛。苏明神情一凝，没有使用亡灵法杖，而是直接吟唱起了咒语。他所使用的禁咒是破晓，破晓之光可以击碎太阳。轰！一时间，只见苏明所在的地方猛地闪烁出了一片刺眼的圣光，让整个白金湾别墅群都变得亮如白昼。不只是别墅区，就连整个中海市都是猛地一震，全市的职业者都在第一时刻被惊动了，纷纷抬起头看向苏明这一边。而那些待在别墅里休憩的职业者们，一众身份不低的中海大佬们，此时更是吓得从床上猛地坐起。卧槽，什么情况？怪物攻城？奶奶的，中海市被 BOSS 怪给入侵了！快看天空，那是一头黄金巨龙！疯了吧？这是啥情况？天空的云层都被冲碎了！我的妈耶，好吓人！这是哪个百级大佬？不对，这是哪个职业大神在释放禁咒？大地都在疯狂震动，像是火山喷发一样凶吗？不会是大型怪物攻城战争爆发了吧？咱们中海市的防御被冲破了，不然……等等，你们注意看，那是从白金湾别墅区里释放出来的光束，不是巨龙。死！貌似那是禁咒吧？破晓禁咒，破晓之光可以击碎太阳。奶奶的，不会是苏神吧？沉默，惊呆，疯狂，崩溃。
随着苏明一发劲咒落下，全市的职业者都被吓懵了，全都齐刷刷的看向了白金湾。而同一时间，就连苏明都愣了下神。破晓劲咒的威力好像比先前释放出来的效果强了好几倍。苏明眼前微微一亮，然而很快他便默认了劲咒威力的提升。原因很简单，他现在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 LV50 级。别看只有10级的提升，好歹也是用掉了100多万点经验值呢。苏明现在的攻击力和之前比起来，自然是2种档次，不能相提并论。破晓劲咒释放出来的效果，也肯定有了质一般的飞跃。刺激！苏明微微眯起了眼，心中阵阵激动，有种酣畅淋漓的快感。而在他的视野中，那颗银白色的化石也一丝丝的破碎开了。这些化石材质可不能浪费了，化石表壳都是优质的药剂材质，2次利用还能买一些钱。苏明没有犹豫，全都收集了起来。随着化石裂开，里面的宠兽蛋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叮！恭喜您成功获得一颗恶魔血统宠兽蛋，恶魔渡鸦，黄金级。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响起，苏明猛地一惊，卧槽，渡鸦，竟然是渡鸦！苏明的心情亢奋了。要知道，在全民转职世界里，恶魔渡鸦可是一种相当顶级的生物。别看只是黄金级血统，然而实际强度却很大，尤其是战斗能力和生存能力，完全可以媲美暗金级血统。恶魔系生物和普通生物不太一样，在深渊世界里，黑山羊、渡鸦、亡灵、蛇人都是强大的种群，而恶魔渡鸦却有一个极为明显的优势，那便是渡鸦能够飞行，是一种仅次于深渊巨龙的飞行恶魔，天生便有着极高的敏捷点，速度快到根本无法捕捉，每一次出手都是残影。不仅如此，渡鸦还极为嗜血，是残暴凶悍的象征。血钻！苏明大口的喘息了下，心脏都因为过度兴奋而剧烈的震动了起来。这一只渡鸦如果培养起来，将来的所带给我的帮助绝对不会低于双星这头光印独角兽。如果说独角兽是圣光系的代表，那么渡鸦绝对算是黑暗系的标志。这种生物几乎有恶魔最明显的特征，残暴嗜血又极为疯狂。如果在苏明手中培养得当，将来肯定是一头强大的输出机器，怕是都不用苏明出手，渡鸦便能将眼前所过之处的全部 BOSS 怪一一给碾成碎片。看来需要购买一套顶级孕育法阵了。苏明想了想，取出手机，打开 M 团，准备下单一套顶级法阵。怎么说呢？如果化石里开出的是一头白银级血统的恶魔生物，苏明最多也就买个高级法阵，或者放弃孕育，将宠兽蛋给出售出去。然而，如果是恶魔渡鸦的话，多付出一些代价也不是不可以。不知道渡鸦能不能一起接受翡翠巨龙血统的洗礼，在巨龙血统的刺激下，能不能完成一波进化？恶魔渡鸦这种生物，倘若进化到暗金级所带来的助力，恐怕已经能和现阶段的死灵古龙媲美了。苏明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念头，然而这件事情却涉及到了他的知识盲区。问一下陈导师。苏明想起了陈淑妍，准备打电话咨询一下。而与此同时，深渊世界蔓延了100万里的火海中，一头手握权柄、披着半神级铠甲的恶魔君王微微睁开了一只眼眸，凝视向了深渊世界的天穹。恶魔的眼眸里淡金色的花纹一丝丝绽放，像是一个无垠的世界。而他轻声开口呢喃道：吴的第7子复活了。第164章培育恶魔渡鸦。陈老师，我有件事情想要咨询一下。苏明拨通了陈淑妍的电话，态度礼貌地说道：什么事？陈淑妍明显愣了下，沉默一刹那，她也笑着回应道：你尽管说就好，我知道就会告诉你。是这样的。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没有隐瞒，直接开口道：我现在有一颗龙血宝石，准备用龙血宝石来完成一次血统洗礼，不过手里又有一颗恶魔血统宠兽蛋，品阶只是黄金级，但是血统却很纯净，是一头恶魔渡鸦。如果我在血统洗礼的时候也让恶魔渡鸦吸收巨龙血统，会不会有负面影响，或者说降低了龙血宝石的效果？苏明现在确实很纠结。在他看来，如果恶魔渡鸦吸收巨龙血统，肯定能有所蜕变，甚至是死灵古龙阿尔法在汲取了翡翠巨龙的高贵血统后也能有所提升。只是对于职业者而言，自身的实力更加重要。苏明不希望让恶魔渡鸦影响到自己的洗礼仪式。你居然有一颗龙血宝石？在听到苏明的问题后，陈淑妍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被惊呆了，当即惊呼道：还有一颗恶魔渡鸦宠兽蛋。虽然苏明看不到陈淑妍的表情，不过可以想象她的神情一定相当精彩。一名高中生先后创造了这么多奇迹，现如今手里头
又出现了一颗龙血宝石和一头恶魔渡鸦宠兽。不论如何，听上去都有点魔幻现实主义。对，苏明淡淡的笑着解释道，先前运气好，一不小心就获得了这些东西。苏明随便找了个借口，简单解释了下。而陈淑妍呢，在电话那头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就连苏明都能听到一声清晰的嘶。帅弟弟，你真的太变态了，这要是让清北大学的那些高材生知道，他们那一点仅剩的骄傲都会被你摁在地上摩擦。陈淑妍苦涩的笑着说道，而后他也耐心的解释了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这么讲吧，你的这个问题不用太过担心，只要你先将恶魔渡鸦给驯服了，在血统洗礼的时候，它便不会对你造成什么负面影响，毕竟你们之间有主仆契约在。而至于恶魔渡鸦会不会过度吸收龙血宝石中的养分，抢占你的资源，陈淑妍沉默了下，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一点也不用担心，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会，因为恶魔渡鸦会在你完成吸收后汲取掉你排出去的血统废料。血统废料？苏明懵了一下。对，陈淑妍说道，这个知识点是大一新生才会学习的，你现在还不知道很正常。所有血统仪式大致分为2种，一种是吸收血统，让自身的血统和其他生物血统融合，成为所谓的混血种。第2种血统洗礼仪式便是只用血统药剂或者血统宝石来强化自身，而不融合血统，保持自身的人族血统纯净度。这个我知道。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我选择的是第2种，只单纯强化自身。陈淑妍应了一声，继续道，不论是哪一种，在完成仪式后都会留下血统废料，也就是说，血统药剂和血统宝石的吸收度不会是100%的，会剩下很大一部分，而这些则是职业者无法使用的，便会被排出体内。原来是这样，苏明眼前亮了下，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陈淑妍道，你在吸收完龙血宝石后，可以将那头死灵古龙坐骑以及宠兽全都放置在法阵中心，让他们2次吸收其中的养分，这样也可以达到2次利用，不至于浪费龙血宝石的价值。毕竟一颗最普通的龙血宝石在京都都能排出天价，咋可能用1次就丢掉了？苏明心中一喜，阿尔法和双星也能用，这样来看，貌似有点意外惊喜了。不过，陈淑妍补充了一句，我建议你在进行血统洗礼仪式时，直接抱着恶魔渡鸦宠兽蛋，而结束洗礼后，再让坐骑去吸收剩下的血统残渣。这种方法能让龙血宝石发挥出最大价值。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苏明有些不解。我这么说吧，宠兽蛋在没有孵化的时候属于一种纯净体，甚至许多职业者会专门寻找宠兽蛋，直接炼制成药剂，然后使用。因为宠兽蛋里的蛋清和蛋壳都是极富营养价值的物质，对职业者大好处太多了，还有一定概率可以让职业者领悟全新的技能。而作为纯净体，你也不用担心恶魔渡鸦的血统对你造成什么额外影响。在宠兽蛋阶段，这就是一颗品质极佳的宝石，只会带来好处，不会让你的血统出现杂质。陈淑妍停顿了一下，总结道，可能我这么说你听起来有些复杂。你现在手里有孕育法阵没？苏明点点头，有，已经买了一套顶级法阵，等会准备用。那好，陈淑妍道，你直接同时使用孕育法阵还有血统洗礼法阵，然后抱着恶魔渡鸦宠兽蛋走到法阵中心就好了。这样一来，你不仅能得到加倍的好处，而且还能缩短渡鸦的孕育时间。当你完成血统洗礼后，渡鸦也差不多能孵化出来了。苏明一愣，卧槽，还有这种好事？要知道双星孵化的时候可是花了不少时间，没想到渡鸦孵化竟然这么轻松。这些都算是常识了，早点去清北大学撒，到时候学校里的图书馆随便你使用。陈淑妍笑着道，还有其他事情吗，帅弟弟？没了。苏明讪讪一笑，确实是这样，在这个世界，知识也一样重要。要不是他找陈淑妍问了这么几句，这一次损失的东西可有点多。好在苏明灵光一闪，想起了找陈导师。好，那你先忙吧。陈淑妍在电话那头说道，别忘了亡灵峡谷副本，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说到这里，我都有些期待了。你现在手里已经有了1头坐骑，以及2头宠兽了吧？另外1头是什么血统强度？我听说好像是光明系。陈淑妍的话让苏明陷入到了沉思中，他稍微想了想，轻声开口道，算是光明系吧。我现在手里1头死灵古龙，1头光印独角兽，以及1头黄金级血统的恶魔渡鸦。什么？光印独角兽？英雄级的光印独角兽？随着苏明的话一落地，陈淑妍彻底傻眼了。第165章，疯狂的龙尘，轮回者现身。你到底是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顶级宠兽的？真让人羡慕呐！等你入学那一天，不知道能迷死多少清北大学的学姐。
陈淑妍被苏明的话给着实震惊了一波，不由得感慨了起来。只是运气好罢了。苏明笑了笑，得了吧，帅弟弟，你又谦虚了。陈淑妍娇嗔似的说了一句。好了，先不打扰你了，先去做血统洗礼仪式吧。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好，那就谢谢陈导师了，我现在就去按照你所说的方法试一下。苏明道了声谢后便切断了电话。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知识点，看来确实应该尽早入学，等去了清北，好好的在图书馆里泡1个月，将所有知识都过一遍，不然弄得我和文盲似的。苏明略微苦涩的笑着了下，心中暗自想到，先等顶级孕育法阵到货吧。苏明摸了摸鼻子，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然后喝了一小口，安静的等待着 M 团外卖送货到家。很快，不到半小时，东西便到了。苏明熟练的拆箱，抱着一堆材料走到了别墅的地下室里。说是地下室，其实更像是一个巨型发空洞。这种设计也是白金湾别墅的一大亮点。在全民转职世界里，整个蓝星的面积比先前扩大了无数倍，而别墅的设计自然也稍微发生了一些改变，不再那么拘谨于面积，别墅能做多大做多大，反正最不缺的便是土地。苏明这套1号别墅占地面积不算大，地面只有几层，已经够他使用了，而地下则是扩充了无数倍，哪怕是死灵古龙阿尔法也能钻进来。这种设计自然是为了满足高级职业者的各种需求，毕竟有的职业者喜欢将副本里获取的怪物资源存放在地下室中。苏明快速将顶级孕育法阵给组装好了，随后又将柳妹给他的血统洗礼法阵组装在了孕育法阵上方。一时间，整个地下室看上去堆满了金色的纹路，如同一场复杂且神秘的祭祀仪式。龙血宝石、恶魔渡鸦、宠兽蛋。苏明抱着渡鸦宠兽蛋，又将一颗硕大如水晶一样的宝石安置在了法阵的中心，一切准备就绪。而后，苏明微微一眯眼，按照流程捏碎了龙血宝石。哗！如同海潮一样的龙血直接从宝石中破壳而出，将苏明和渡鸦彻底包裹在一起。强烈的冲击力让苏明都不禁心中一紧，这还是他第一次做血统洗礼仪式。一时间，苏明紧张地深吸了一口浊气，尽量让自己内心保持平静，希望吸收掉龙血宝石后，我能从中领悟新的专属技能。苏明心中暗暗想到，期待地闭上了双眼，享受着洗礼仪式。与此同时，中海市地窟世界，为什么我比不过苏明啊？我要变强，将来我龙尘一定要手刃了他。许清雅，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可恶，我可是龙骑士啊，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黑暗的地窟世界里，龙尘手握长枪，疯狂地攻击着周围的混血怪物。此时的他已经彻底陷入到了癫狂的状态，心智已经完全崩溃了。他亲眼见证了许清雅向苏明表白，而后又见到了苏明在市级赛事里的表现。原本龙尘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以为自己凭借龙骑士这个热门职业以及自身的天赋，能够挽回一局，好好的杀一下苏明的威风。然而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苏明就是比他龙尘强，甚至就算自己使用掉染血药剂，就算自己再努力，也终究无法追上苏明的脚步。龙骑士在杀神面前不堪一击，属于龙尘心里的最后一丝骄傲彻底瓦解了，而他也渐渐变得病态了起来。莫有谁知道龙尘心里的想法，此时的他对苏明的恨意已经达到了顶峰。如果不是苏明，我龙尘一定会是中海市最耀眼的太阳。那些名誉和追捧，被清北大学录取，全是职业者的青睐，还有清冷校花，这些都应该是我的。是苏明，他偷走了我的人生，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龙尘撕心裂肺的大喊道，手里的长枪一次次轰碎混血怪物的身躯，爆裂开了一地的怪物材料。而他呢，全然没有在意这些东西，只是无休止的厮杀着，将所有掉落的经验值全部使用掉，疯狂地提升着等级。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龙尘已经疯了，唯一支撑他活下去的只有一个执念，那便是杀掉苏明，向所有人证明，尤其是清冷校花许清雅，他龙尘才是真正的顶级天才，值得享受所有人敬仰的目光。而苏明比不上龙骑士，不够，还是不够。然而在终极了一头20级的亡灵骷髅后，龙尘却猛地哭出了声。苏明已经晋升为50级职业者了，而我呢，现在连2转都没有完成，差距太大了，太大了！我要力量，哪怕献祭掉生命，我也想要足够强大的力量。谁给我力量，我便追随于谁！龙尘癫狂地大喊着，在一片昏暗的地窟中，他的声音阵阵回荡。不过，
却没有谁回应他的声音，只有行尸走肉一样麻木的亡灵系 BOSS 怪在发出低沉的嘶鸣声。你想要力量？多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你。在龙尘陷入崩溃的一瞬间，他的身后传来了一个无比沙哑的声音，如同来自头顶，又像是从深渊中莫名响起，让龙尘整个人都是一惊。是谁？谁在说话？龙尘大口的喘息了下，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给震惊到了。他疯狂环顾四周，然而却没有见到哪怕一个身影。这下龙尘更加惊悚了，浑身汗毛都有些倒竖了。在这里。在龙尘的目光中，面前莫名出现了一片漆黑的法阵，而后一名身着玫红色法袍的职业者凭空现身。你是谁？龙尘吓得嘴角都不太利索了，急忙问道，同时他的身体也在向后退去。汝可以称呼为轮回者。轮回者？龙尘瞪大了惊骇的双眼，有种快要窒息的感觉。第166章血统洗礼完成。没错，并非来自这个世界，而是来自于你可以理解成完成了一次转生，死亡后再度复活，回到了一切终结以前。身着玫红色法袍的职业者轻声开口说道，声音很是古怪，如同在玻璃一样刺耳，即便是龙尘都皱了皱眉头，下意识地将长枪横在身前。你重活了一世？当然，轮回者回答道，旋即掀起了玫红色的法袍，露出了法袍下的真容。龙尘的瞳孔也在同一时间猛然一缩，眼神中写满了惊骇和一丝淡淡的倾慕，因为法袍下的轮回者有着一张相当完美的脸蛋，虽然他的声音如同坏掉的引擎一样难听，可是长相却是一名完美到无可挑剔的神颜美女。龙尘的心脏都是一紧，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比许清雅还要看好的女人，浑身充满了魅惑的气质，完美的脸颊只是看上一眼就已经让龙尘沦陷了。你不是 NPC？ 龙尘皱了皱眉，他无法查看这名女子的属性栏，不过可以确定一点，对方绝对不是 NPC， 而是一名职业者。当然，轮回者淡淡开口道，两世为人自然是职业者，拥有最纯净的人族血统。他扬了扬下巴，示意龙尘靠近。你不是要力量吗？龙尘一愣，很快反应了过来，呼吸都变得急促了些许。他大胆地朝着轮回者走去，有些疯狂地道，对，我要力量，谁能给予我足够强大的力量，我便给谁卖命，哪怕是让我死都可以。龙尘的神情变得有些冰冷和扭曲了，他狠毒地说道，只要在临死前可以杀死苏明。龙骑士职业者才完成转职没多久，现在都快2转了，你的潜能和天资相当不错。轮回者走向龙尘，用手指轻轻地抚摸了下龙尘的肩膀，说道，难道在你身边还有比你更强大的年轻人？他有多强？告诉我。很强。龙尘深吸了一口浊气，当即回答道，史诗级职业者，拥有一头死灵古龙坐骑，还学习了死亡岩豹术，至少有2门禁咒。他和我同期转职，现在却已经获得了好几柄英雄级武器。说到这里，龙尘的眉头不禁紧锁了起来，他再次大口的深吸了一下新鲜空气，很是烦闷的说道，我说不明白，即便是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强，我只知道苏明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只是他的冰山一角。死灵古龙坐骑，英雄级武器，一本死亡岩豹术。听到龙尘的话后，这名轮回者不禁开口大声笑了出来。没了。龙尘有些怒道，我说了，我不知道他有多强，重要吗？轮回者笑着道，全然没有在意龙尘的愠怒。与此同时，龙尘也懵了。我问你重要吗？轮回者再次开口道，不重要。你觉得他这些东西很罕见吗？轮回者不屑地轻哼了一声，挥了挥手，你可是龙骑士，怎么能没有一头巨龙坐骑呢？切！说到这里，轮回者神情一凝，白嫩的手指轻轻一弹，下一刻，在龙尘的视野中，整个地窟都开始疯狂摇晃，地面更是裂开了一条深不见底的豁口。旋即，一头庞大如山一样，有着2颗太阳般骤亮眼球的巨龙从裂缝中爬了出来。轰！巨龙微微一晃身躯，鼻息喷出了一大片黑雾和火焰，安静地趴在轮回者身旁。这是……龙尘瞪大了双眼，看向这头狂暴的巨龙，嘴角微微张开，一时间想说的话却都全部咽了下去。这是……他尽量让内心保持镇定，沉默了片刻，才终于发出了声音：百级段位的死亡恶龙。没错，轮回者召唤出来的这头巨龙，赫然正是一头英雄级血统，同时有着100多级等级的死亡恶龙。喜欢吗？轮回者微微眯了下眼，笑着道：这头巨龙可是凛冬副本里那头毁灭黑龙的混血后代，虽然血统强度只是英雄级，不过
只要培养得好，将来也有可能成为一头史诗巨龙。这样的巨龙坐骑，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龙骑士职业的真实水准。还有，轮回者又挥了下手，龙尘的面前再度出现了一片淡金色的法阵光泽，旋即，一柄华丽的长枪，一套花纹繁琐的铠甲，以及好几件极品装备，都一一呈现在龙尘的眼前。英雄级武器，不，极品英雄级武器！龙尘激动的都快语无伦次了，大声的说道：“喜欢吗？喜欢。”龙尘重重的点了下头，疯狂地大笑道：“如果有这些东西，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肯定能超越苏明。”超越？轮回者轻蔑一笑：“你不应该杀了他吗？”对，杀了他！龙尘彻底兴奋了，他的情绪被眼前的这名职业者给完全调动了起来，像是已经亲眼见到了手刃苏明的场景，激动的浑身都开始发热了。将你的灵魂献祭给吾，成为原初的勇者，身披不死的战意，冲向一切阻挡原初脚步的敌人。原初？龙尘皱了皱眉，有些不解。然而，这些对他而言都不重要了，只要能得到眼前的英雄级武器，以及那头百级死亡恶龙，不论让他做什么都可以。龙尘深吸了一口浊气，目光坚定地看向轮回者道：“好，告诉我怎么做，只要能得到强大的力量，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听到这句话，轮回者的神情微微有些喜悦，不过很快又一闪而逝。他看了一眼龙尘，轻声的喃道：“现在随吾前往深渊世界。”同一时间，中海市白金湾。叮！恭喜您成功吸收龙血宝石，获得奖励：生命值加30000点，永久提升；力量加200点，永久提升；精神加200点，永久提升；体质加300点，永久提升；敏捷加100点，永久提升。叮！恭喜您领悟全新技能祭祀神术，英雄级。叮！恭喜您领悟全新技能炎魔身躯，英雄级。第167章英雄级恶魔物种。完美的空。卧槽！龙血宝石的效果竟然这么好！苏明微微一睁双眼，即便是他自己都被惊呆了。生命值增加了足3万点，力量、精神、体质这些基础属性也都获得了好几百点的增幅。这一次洗礼仪式还让我领悟了2个全新的专属技能，他奶奶的，居然是英雄级技能！苏明兴奋了，他确实没有想到，一颗龙血宝石竟能换来如此多的东西，简直是意外惊喜。不，更准确来说，这和天降横财没啥区别了。祭祀神术，顶级被动技能，一旦学习此技能后，你的法力值将是普通职业者的10倍以上，同时法力值恢复效果一样享受10倍效率，即便使用最次的魔力药水，你的法力值也会在短时间内疯狂恢复到满值状态。其次，在祭祀神术的效果下，你所拥有的技能冷却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缩减，具体缩减数值依据实际情况判定。炎魔身躯，恶魔生物专属技能，学习此技能后，你将获得恶魔物种的身体机能，4维属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增长，同时在战斗过程中也会获得炎魔一部分超长听觉、动态视力、体力续航、亢奋状态，并且在战斗中你可让全身燃烧出金色火焰，与炎魔所拥有的火焰相差无几，能对所有目标展开攻击。2个英雄级技能都是被动技能。苏明使用鉴定术查看了下自己从龙血宝石洗礼仪式中领悟的技能，他的神情莫名一喜。这2个技能无一例外都很强大。先说祭祀神术，10倍法力值，10倍法力回复效果，这是什么概念？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技能和苏明的传说级天赋杀神掠夺完全是完美组合，能有效地发挥出苏明全系技能效果。超长的法力值条可以让一名2转职业者连续不断释放出好几波禁咒，乃至结束后依旧可以再丢几发死亡岩爆术。这种强大的续航能力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苏明得到了祭祀神术的加持后，全然成为了一个输出机器。而炎魔身躯呢？这个技能就更加变态了，直接带来了恶魔生物超强的体质机能。虽说没有改变苏明的血统，然而却可以让他享受炎魔的一部分能力，甚至是炎魔的火焰也可以随意唤出，很强。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惬意的眯了眯眼，他现在都有些忍不住想要试一下这2个新技能了。尤其是炎魔身躯在1000点的力量属性加成下，肯定能发挥出超出想象的威力。这和苏明往日的技能不太一样，炎魔身躯有些像纯物理技能，每一下都是物理系暴击，高额物理伤害。渡鸦呢？苏明将目光抽回，神情期待地看向了双手捧着的那颗宠兽蛋。此时的宠兽蛋已经裂开了许多缝隙，里面的恶魔渡鸦即将孵化出来了。说实话，比起自身的提升，苏明对恶魔渡鸦的变化更感兴趣。
不知道在巨龙血统的洗礼下，渡鸦能不能从黄金级血统提升到暗金级？然而，只听一声冰冷的提示音传来，苏明下意识地睁大了激动的双眼，着实愣住了。叮！恭喜您专属宠兽恶魔渡鸦，英雄级血统孕育成功。叮！请为恶魔渡鸦命名，你将获得一个额外次条奖励。英雄级血统，苏明神情狂喜。渡鸦在巨龙血统的洗礼下，竟然直接从黄金级提升到英雄级了，这也太他娘的夸张了吧！苏明大口的喘息了一下，让新鲜的空气填满了肺部。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感觉有点头晕目眩，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太疯狂了，相当疯狂。黄金级、英雄级，这种跨度的提升确实很变态。许多百级职业的大佬，为了让坐骑勉强提升一个档次，至少也要花费几年到10年的心血，从各个副本中寻觅罕见的怪物资源，又是顶级法阵，又是血统药剂。可是，哪怕到最后，也有可能失败。而苏明呢，只是在使用龙血宝石的时候，让恶魔渡鸦蹭了一下，就直接培养出了一头英雄级血统的恶魔宠兽。这要是说出去，怕是能在一刹那间让那些大神级职业者全都崩溃掉。算是运气了，也有可能这头恶魔渡鸦本身的潜能就很大，只是让龙血姬发出了它自身的高级潜能，这种概率虽然很小，也出现过。苏明扬了扬眉头，心中暗自思忖道：不仅是宠兽，职业者中也有这种事情发生。哪怕只是一名黄金级职业者，也有可能拥有着史诗级职业者的实际强度，只要满足条件，便能一飞冲天。只能说苏明确实太幸运了，碰见了这种万中无一的概率。好小一只，在苏明的注视中，蛋壳终于破碎开了，从里面钻出了一只浑身黑不溜秋的小家伙。渡鸦其实和乌鸦的长相很相似，刚孵化出来的恶魔渡鸦不过是巴掌大小，让人有种错觉能随手一把捏死。不过这却是一头真正的英雄级恶魔，只要给予它足够多的时间成长起来，未来那是能一口啄死副本 BOSS 怪的恐怖存在。命名，那就叫黑雪吧。苏明微微一眯眼眸，轻声呢喃道：我获得的第一柄武器名为黑雪之刃，就当做一次纪念吧。听到苏明的话后，小渡鸦很有灵性的歪了下头，好看的眼眸里闪烁了下淡金色的光环，貌似是听懂了苏明话里的意思。羽翼很光亮，摸起来和雪花一样柔顺。苏明见到小渡鸦很是可爱，顺手摸了摸它的头，手感相当的好，甚至比光印独角兽双星摸起来还要舒服。不得不说，黑雪这个名字很适合小渡鸦。叮！恭喜您，恶魔渡鸦命名成功，名称黑雪，获得奖励法力值加12000点，永久提升。随着苏明为渡鸦命名成功，他的脑海里也传来了一个轻微的提示声：法力值永久提升12000点。啊！苏明愣住了，有些哭笑不得地道：奶奶的，动不动就是1万多点的属性提升，这也太疯狂了！要是让其他职业者知道，还咋活呢？一念及此，苏明不禁眯起眼笑了下，心情好的不行。不过正好也解决了我的需求，随着掠夺的 BOSS 技能越来越多，法力值消耗也在不断变大。虽然现阶段已经是10倍法力值了，可是谁会嫌弃法力值条更长一丝呢？苏明心中的喃道。看看小家伙的属性咋样，既然是英雄级血统，应该比光印独角兽还要强一丝吧。苏明怀着一丝激动的心情，顺手点开了渡鸦的属性栏。然而下一刻他却猛地震惊了。第168章6大英雄级技能，名称恶魔渡鸦黑雪，已被驯服，品阶英雄级，成长中，等级 LV1 可加点，生命值35000点，力量290，体质200，精神270，敏捷295。技能恶魔凝视，英雄级，幻灵，英雄级，渡鸦光环，英雄级，深渊魔咒，英雄级，血族，英雄级，渡鸦狂舞，英雄级。描述：恶魔渡鸦为深渊世界中一种极为庞大的物种，天然拥有极高的敏捷属性点以及超高的攻击力。不过渡鸦的弱点也很明显，一般情况下防御力都较为低下。词条1：恶魔渡鸦黑雪疑似源于深渊世界某个强大的恶魔生物后代。词条2：这头渡鸦的血统极为古怪，与寻常渡鸦不太一样，这是一头不折不扣的混血种。然而除了渡鸦血统外，另一部分恶魔血统却无法显现，疑似某种高贵的恶魔王血。词条3：极为罕见的渡鸦生物，技能蓝泉系英雄级强度，随着不断转职，或许会解锁更高品阶的专属技能，甚至解锁全新的专属天赋。词条4：恶魔渡鸦黑雪的
其中一颗眼球右眼中封印着某种强大的血统力量，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一定要谨慎，小心这头生物反噬。磁条5，卧槽！苏明浑身都是一惊，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鉴定术竟然解锁了如此多的磁条，高达10几条，而且所有磁条似乎都在强调一件事情，那便是苏明手里的这头恶魔渡鸦并非是一头纯血渡鸦，而是混血种。至于另一半恶魔血统，疑似王室血统，魔王室的血统。深渊世界中高贵的恶魔王血，不会吧？有这么恰巧吗？那个充满死亡的第二世界里，属于恶魔王室的后代，竟然会沦落到蓝星中，还被封印在一颗化石里面。苏明皱了皱眉头，心中的震惊感都快要让他窒息了。一时间，即便是他这样见过大风大浪的人，都有点手足无措。如果这头渡鸦真的和恶魔王族有关，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不论是超高的4维属性，还是全系英雄级技能，甚至说随便吸收一些巨龙血统，就能从黄金级提升到英雄级。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逐渐有些明白了，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黑雪体内的恶魔王血统激发了他的真正潜能。苏明心脏都在沉沉跳动，黑雪的右眼球里封印着强大的血统力量，随时有可能爆发。施主，倘若没有鉴定术的提示，或许苏明只会觉得这是一场大的惊喜。然而，在大量的额外词条提醒下，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毫无疑问，黑雪的身份绝对不简单，这一定是深渊世界里某个强大的恶魔王族流落在外的血统后代拥有这样的宠兽，现目前肯定能对我带来不小的帮助。可是后续呢？苏明眉头紧锁，心里一下子有了些危机感。如果恶魔王注意到了我的存在，又会作何决策？后代被驯化成了宠兽，苏明不禁苦笑了下，恐怕我的结局会成为那头恶魔王刀刃下的亡灵。苏明按压了下自己的太阳穴，尽量让起伏的情绪维持在稳定的状态。而后，他深深地看向了恶魔渡鸦的属性栏，尤其是技能那一块。这么多英雄级技能，苏明的眼前微微一亮。如果现在我直接扼杀掉黑雪，我可以享有这里的所有恶魔 BOSS 技。苏明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既然这头渡鸦有潜在的危险，那么索性毁掉渡鸦，成全自身，将所有恶魔 BOSS 技全部掠夺到手里。这可是一大批英雄级技能，短时间内带来的好处不可估量。当然，苏明也会损失一个有可能晋升为深渊世界幕后大黑手的顶级恶魔 BOSS， 留下可能会不可控，甚至威胁到我的安全。苏明皱了下眉，简单的分析道：毁掉能轻松获得好几个英雄级技能，当然倘若深渊世界里那头恶魔王发现了我，一样有可能对我造成威胁。思前想后，苏明有些乱了，很难做出理智的决定。算了。不过在看着小渡鸦那可爱的眼神后，苏明的心头终于还是一软，下定了决心道：先养着吧，至于这个小家伙背后的恶魔王来了再说呗。想到这里，苏明也长松了一口气，再次揉了揉小渡鸦的脑壳。小家伙，为了养你，我可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啊！渡鸦的声音一言难尽，谈不上好听，只能说相当难听，比刮玻璃还要让人头疼。烟酒嗓。苏明听到渡鸦的叫声后，不禁噗呲一声笑了下，中肯的评价道：嘎嘎嘎。小渡鸦扬了扬头，黑不溜秋的小脑壳一晃一晃的，不过那对显现着淡金色光环的眼眸却很是漂亮。快点成长起来吧，等到时候和埃尔法他们一起去副本大开杀戒。苏明眯起眼，神情狡黠的说道：都养了这么一个小怪物了，那不得好好利用起来，以后去副本打怪这种事情，当然是交给渡鸦和独角兽他们来做了。想到这里，苏明心情不由得舒坦了起来，终于可以实现摆烂自由了。苏明稍微查看了下小渡鸦的技能属性，即便是他都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每一个技能都极为变态、强大且几乎毫无瑕疵，不用看都知道，这些技能已经远远超出了英雄级的强度，许多技能甚至已经达到了史诗级技能的档次。血统强大就是好，随便一个技能单拎出来都可以完爆翡翠巨龙纳诺了。苏明苦涩地笑着道，不由得有点牙疼。看看龙牙环咋样了？苏明挥了挥手，小渡鸦便脱手而出，独自在地下室翱翔飞行。而此时，苏明也将目光放在了龙牙环这件装备上。要知道，早在黑市的时候，他便解锁了龙牙环的隐性词条。在龙血宝石的洗礼下，这件暗金级装备能够提升到英雄级强度，至少也有6个装备属性。所以，苏明对龙牙环无比好奇，这条项链究竟能在龙血的作用下进化到哪种程度？第169章。双星和埃尔法
等级飙升。名称：龙牙环。品阶：英雄级，极品。属性：加3000点攻击力，加5000点法抗，正200%伤害免疫，正300%攻击速度，正400%攻击距离，加800点幸运值。专属装备技：1. 龙牙环风。当次装备技被触发后，龙牙环将脱离职业者，飘荡在半空中，每一颗龙牙都会疯狂旋转，形成一片类似于领域的风之漩涡。在此状态下，职业者的攻击力获得额外增幅正2000%最大攻击距离，且获得额外的防御力，保护职业者释放最强攻击技能。2. 龙牙环火。与风的超长攻击距离不同，龙牙环火将赋予职业者超强的攻击速度，直接增幅正2000%最大攻击速度，同时可以享受装备赋予的属性词条，并叠加其他装备效果。在此装备技能被触发后，职业者能爆发出极致的攻击速度，即便是敏捷属性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限制：全职业 LV 50级。套装效果：未知，套装激活1/7。描述：龙牙环，一件极品英雄级装备，虽然只是辅助装备，并非是攻击型武器，可是却能带来极强的攻击增幅、超强的攻击速度与攻击距离强化，能让职业者享受极致的战斗快乐。不过需要注意一点，龙牙环每一次触发专属装备技后，都会对装备带来一定程度的磨损。当装备技能被触发后，可以选择不使用，以此来降低装备磨损度。词条：当龙牙环达到高磨损度后，可以使用生命药剂以及额外的物品展开可查看进行修复，即便不是炼金术士职业者，依旧可以对此装备进行修复。完美修复后，磨损度可降到最低，达成完美恢复。奶奶的，你管这叫英雄级装备？苏明怀着期待的心情点开了龙牙环的装备属性栏，然而一刹那间，他便彻底惊呆了，整个人都有些懵掉了。6个属性词条，全都相当炸裂，甚至还赋予了幸运值这种极为罕见的属性词条。要知道，在整个全民转职世界里，最稀有也最重要的属性，莫过于是幸运值了。这个东西除了能影响暴击伤害、命中率、BOSS 怪爆率、开盲盒爆率、炼金效果外，即便是转职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一名职业者所拥有的幸运值极高，那么哪怕他的职业潜能并不大，只是一个白银级职业者，也很有可能在下一阶段的转职一飞冲天，成为黄金级职业者，乃至是英雄级职业者。这些东西都说不好，毕竟谁掌握了高额的幸运值，谁便是大佬，注定起飞。这一波简直是赢妈了呀！哪怕是胜利者的守护和这件极品英雄装比起来，都要弱那么一丝。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心中暗自想到，不知道等套装凑齐以后，还能激活什么额外属性。龙牙环不是普通装备，而是一件套装单件，当凑齐7件套后，便能解锁套装属性，获得额外的属性增幅。到了那个时候，可不是简单的6大属性词条就能形容的，怕是能得到一个质的飞跃。想到这里，苏明一下子期待住了，不禁自顾自地呢喃了一句道：希望亡灵峡谷副本里能找到1-2件龙牙套装，这套极品英雄装如果凑齐的话，2转也能轻松乱杀3转职业者。对了，也是时候该将阿尔法和双星召唤回来了。龙血宝石还有一部分血统废料没有吸收干净，可以再利用一下。苏明挥了挥手，做出了一个召唤手势。与此同时，在中海市外的2个白银副本中，光印独角兽、双星、死灵古龙、阿尔法都在同一时刻化为了一片星星点点的雾气，完全消失在了副本世界里。噗的一声，硕大如山脉一样的死灵古龙出现在了白金湾别墅的下方，在偌大的地下室上空挥动起了残破的古翼。而双星呢，也一展雪白圣洁如天使般的羽翼，来到了苏明的身旁，用头蹭了蹭苏明的身体。全都升级了。苏明只是看了一眼这2头宠兽，便不禁瞳孔一阵放大。阿尔法已经提升到了 LV82级，而被苏明一直心心念念的独角兽更是突飞猛进，等级达到了23级。别看他们的等级提升都比较有限，只是增多了10几20级。然而此时的苏明已经相当满意了，因为他的这2头宠兽可不是什么普通小怪，而是真正的顶级物种，英雄级血统强度。这种级别的血统想要提升等级本身就无比困难，每提升1级所需要消耗的经验点都是一个天文数值，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完成这种蜕变，肯定是有一些奇遇。光印独角兽在升级后，整个体态都完成了一次成长，不再是幼年状态，而是有了一些成熟独角兽的感觉，看上去更加威风了，就连声音都完全改变了。双星冲着苏明叫了一声，随后咬着几样东西丢到了苏明的面前。卧槽！苏明看了夏双星丢过来的东西，瞳孔猛然一阵放大，脱口出道：黄金级武器。没错，
双星不知道从哪里竟然搞到了几件黄金级武器，虽说磨损度有些高，可是能从白银级副本里弄到黄金级武器，还是单独行动。从这一点来看，双星已经可以秒杀大部分职业者了。好样的！苏明神情惬意地感叹了下，顺手摸了摸双星的小脑壳，那一根独角兽犄角变得更加明亮了，宛如黄金锤炼出的神器似的，极为引人注目。哐当一声，头顶的死灵古龙也不甘示弱，直接从龙口里吐出了一大堆怪物资源，还有好几本闪烁着金光的技能书。黄金级技能书，白银级技能书，这是副本终极 BOSS 怪的骸骨。苏明睁大了惊骇的眼眸，下意识的大口喘息了下，心脏更是扑通扑通直跳。奶奶的，这哪里是驯养宠兽呢，完全是他的宠兽在反哺自己。这才多长时间，不过是大半天时间没见，两头宠兽都分别提升了10几级甚至20级的段位不说，还为自己弄到了这么一大堆炸裂的战利品。黄金级武器，黄金级技能书，终极 BOSS 怪，好家伙，我他妈直接好家伙！苏明激动的疯狂吞咽了几口唾沫，神情震惊的看向埃尔法和双星，兴奋地道：如果全民转职世界有最佳宠兽奖的话，一定会颁发给你们俩。变态，这是真变态呢！第170章心灵之眼，是我大意了。沉默片刻，苏明终于让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下，而后笑着呢喃道：早知道你们俩这么强，就不应该让你们闲着。以后呢，自己的经验值自己想办法赚，如果有能力的话，再给我也多弄一点。嗨嗨，苏明神情狡黠的看了下阿尔法，又摸了摸雪白的双星，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微笑。双星扬了扬头，好像是在回应苏明，轻声哼唧了下。而埃尔法也重重的点了下头，将自己的古意一次次舒展开，弄得整个地下室都席卷起了冰冷的风暴。别拆家！苏明眼神一跳，看向埃尔法道：这套别墅老贵了，别给我拆了，不然把你卖了买套新的。听到这句话，埃尔法很有灵性的缩了缩脑袋，浑身覆盖的火焰都在一瞬间暗淡了下，将这颗龙血宝石里最后留下的一部分血统给吸收掉，看能不能再获得一些属性提升。苏明指了指血统洗礼法阵中心，那颗硕大如水晶一样的龙血宝石。此时的龙血宝石比先前暗淡了太多，就像是一颗金灿灿的太阳被熄灭了，只残存下来了些许的亮光。不过苏明却很清楚，即便只是这一点，只要使用得当，也能发挥出不小的价值。多的不说，好歹也能让自己这两头宠兽获得一些生命值提升吧。毕竟苏明完成血统洗礼后，获得了一大堆属性提升，还同时领悟了2个英雄级技能，就算是用过的宝石，应该也能带来几千点生命值增幅。蚊子再小也是肉嘛。埃尔法和双星在得到了苏明的示意后，很有默契地扑到了法阵中，享受起了龙血的洗礼。和苏明一样，他们这次的洗礼也不会改变自身血统。死灵古龙也好，光印独角兽也好，血统本身就极为高贵，算是2种极端，分别代表了极致的光明和黑暗。苏明也不准备让圣光系和死灵系受到侵蚀，如果龙血污染了宠兽原本的血统，那就得不偿失了。等他俩先吸收龙血，我先把贤者之书给用了。苏明看了一眼在法阵中扑腾的2个小家伙，眯起眼惬意地笑了笑，心中暗自思忖道：取出贤者之书，这是一个白银级辅助物品，外形看上去很像是技能书，一展开便弥漫出了极为强大的元素波动，映照的整个地下室都闪烁着金光。希望融合后能让我的鉴定术完成崭新的蜕变。苏明咽了咽口水，叮！恭喜您成功使用贤者之书，已融合光之鉴定术。叮！恭喜您加点成功，光之鉴定术心灵之眼，当前技能品阶英雄级 75%。 苏明将贤者之书和鉴定术融合在了一起，同时又将额外的技能点全部加到了鉴定术上。果然，光之鉴定术在一刹那间便进阶到了英雄级强度，而且不是普通的英雄级，距离史诗极品阶也只是一步之遥。心灵之眼，苏明在听到提示声后不禁有些懵了，他皱了皱眉，点开技能描述，心灵之眼英雄级技能鉴定术，可查看一切物品的来源、详细属性、隐性词条以及额外隐藏信息，若所鉴定的物品被隐藏了信息，可在一定程度上强制解锁并洞悉物品原本的属性和来源。其次，此技能可窃听生灵的一部分心声。下一阶段，当此技能进化为半神级后，能查看坐骑、宠兽、信徒甚至是 BOSS 怪的转职路线，并解锁转职词条，以达到完美转职。鉴定术，他奶奶的，你管这叫鉴定术？苏明惊呆了，饶是他
此时都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离谱，太他妈的离谱了！说好的鉴定术呢？心灵之眼什么鬼？英雄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鉴定术已经达到了史诗级强度，甚至是传说级层次了吧？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心头猛然颤抖了2下。怎么说呢？在融合了贤者之书后，他的鉴定术彻底放飞了。这一次的加点，除了品阶达到英雄级外，所解锁的几个能力堪称天花板。查看属性、隐性词条，这些都算是基本操作了，暂且不说。苏明咽了咽口水，心脏狂跳的呢喃道：可是强制解锁隐藏信息，这未免有些太离谱了。换句话而言，如果一名高级职业者使用某种隐秘术，让自身属性栏被彻底屏蔽了，而我开启心灵之眼后，便能强制查看对方的所有属性。苏明的嘴角不免翘了一下，心灵受到了10000点暴击。不知道这种强制解锁有没有限制？要是一名700-800级的职业大神也能查看的话，那就太 BT 了。其次，这玩意还能窃听职业者的心声，听到他人心中所想。苏明再度抽吸了一口冷气，肺部都快要枯竭了，大脑更是阵阵眩晕。这哪里是鉴定术，妥妥的一个 NPC 祭祀大神秘术，变态！一部分心声，就算是1-2句心里话，那也是超出想象的强大，等于是先知。叫了，苏明眯了眯眼，一阵头脑风暴，能听到别人心中所想，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离谱。就算是1-2句话，如果是关键词，都能让苏明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优势。撩妹、泡妞、钓富婆，嗨，那岂不是手到擒来，轻松拿捏？当然，如果放在重要的关系上，也能起到相当巨大的作用。下一阶段，当鉴定术进化到半神级后，能查看转职路线。苏明眼前一阵金光闪烁。转职路线？你确定这鉴定术真的正经吗？为啥朝着一个相当奇怪的方向在发展？要知道，全民转职世界里，所有职业者，不准确来讲是包括 BOSS 怪在内，转职的方向和趋势都是随机的，没有人可以查看转职路线，即便有，那也绝不会抛头露面，是全世界各大顶级工会、原住民世界里那些古老教会视若珍宝一样的存在，会当场老爷一样供着。毕竟，能查看转职路线，便能决定一名职业者或者一个原住民 NPC 的生死，让他朝着最优解去转职，以此来获得最强的超凡力量。而现在呢，苏明却获得了这个能力，而且这一切还出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鉴定术。我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苏明用力地晃了晃头，长松了一口气。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确实太幸运了。从黑市开出顶级大漏开始，一直到血统洗礼仪式，他都一路欧皇。而此时的心灵之眼更是带给了苏明莫大的惊喜，不，狂喜。希望等会这2个小家伙再震惊我一波。苏明摩挲了着下巴，看向法阵中扑腾的2头宠兽，不禁陷入到了沉思中。第171章华丽蜕变。叮！恭喜您成功使用史诗级技能栏 X4， 技能限制解锁+4。叮！恭喜您成功使用英雄级技能栏 X12， 技能限制解锁+12。叮！恭喜您成功学习技能生命女神祝福。叮！恭喜您成功学习技能祭祀回复术。叮！恭喜您成功学习技能静刺杀。这种感觉是真舒服啊！苏明一口气将所有技能栏全部使用掉了，技能位置一下子增多了16个，也就是说，现如今的他可以同时拥有32个技能。这是什么概念呢？按照正常情况来讲，苏明已经成为了中海市现阶段可学习技能数量最多的职业者，应该够用了吧？苏明见到技能栏那一处不断解锁的位置，一块块可以安置技能书的地方，心情不由得好了起来，下意识的淡淡一笑道：就算亡灵峡谷副本里开出了再多的顶级 BOSS 技，这下应该都够用了。想到这里，苏明无比激动，心潮澎湃到了极点。要知道，他现在手里还攥着接近900万点的经验值，而多出来的10几个技能位置也全都是为亡灵峡谷副本准备的。这一次，苏明绝对会在这个怀旧服副本里大开杀戒，将目光所及的一切顶级 BOSS 技通通掠夺到手。叮！恭喜您坐骑死灵古龙阿尔法成功吸收龙血宝石，获得奖励生命值加10000点，永久提升，飞行速度正 50%， 法术攻击力正 10%。叮！恭喜您宠兽光印独角兽双星成功吸收龙血宝石，获得奖励生命值加20000点，永久提升，法力值加1000点，法术攻击力正 5%， 法术暴击伤害正 10%。冰冷的提示声让苏明浑身一惊。小家伙们吸收完龙血宝石了，
听到提示音的一刹那，苏明也转过头看向那片淡金色的法阵。此时的法阵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变得无比暗淡。而龙血宝石呢，就像是被失去了光滑的水晶一样，完全没了原本的光亮，和普通石块没什么差别。然而，苏明的两头宠兽却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蜕变，宛如转职一样，华丽蜕变。先说阿尔法，先前的死灵古龙整体看上去无比耀眼，像是黄金浇铸而成，一眼看去便是一座黄金山脉。不过，阿尔法的身躯却依旧是残骸枯骨，如果细看的话，便会有种粗糙的感觉。可现在呢，阿尔法的枯骨中竟然已经出现了一丝丝血肉，颗粒状的血肉表面甚至浮现出了一层新生的龙鳞。只要给予阿尔法足够多的时间，它绝对能生长出一块块完美如镜面的鳞片。这已经不再是亡灵古龙了，可以这么说，阿尔法在龙血宝石的洗礼下，解开了某种枷锁，逐渐朝着浴血重生的状态在发展。或许有一天，阿尔法将会变成一头真正的巨龙，不再是半死半活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黄金巨龙。苏明微微眯起眼，凝视着阿尔法，如同在观摩一件完美精致的艺术品。现在的阿尔法确实很完美，黄金血肉，巨龙身躯，不论怎么看，都是一头华丽绚烂到了极点的顶级巨龙坐骑，和之前的感觉完全不同。此时的阿尔法显得无比高贵，一出现便能吸引到所有职业者的目光。而且等到阿尔法的巨龙身躯彻底恢复，它将不再是死灵古龙，而是一头拥有着双血统的巨龙。黄金巨龙，死灵古龙，想想都有些刺激。那个时候的阿尔法恐怕已经不再是英雄级巨龙那么简单了。生前的阿尔法本就是黄金巨龙一族，死亡后在我的驯化下又蜕变成了死灵古龙。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一阵头脑风暴。如果阿尔法浴血重生，那么理论上而言，他确实可以获得两种血统，只是不知道他的意识是否会分裂成两种，还是说能保留以现阶段的意识。一念及此，苏明都有些头疼了。还是等到进入清北大学后，好好咨询一下那些老牌职业大神，或者在清北图书馆里多查阅下典籍。关于阿尔法的问题，苏明凭借自己的想法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已经涉及到他的知识盲区了。只有清北大学的导师能给他完美的答复。这些事情不用着急，至少现目前来看，阿尔法的这种变化对苏明来说是一件好事。飞行速度提升了一半，完美的飞行坐骑以后出行就靠这头小家伙了。苏明惬意地伸了个懒腰，眯起眼笑着呢喃道。而后他将目光放在了双星身上，比起阿尔法，光印独角兽的变化貌似要更加明显一些。好家伙，颜值更高了，这大眼，这小脸蛋，奶奶的，不得把那些牧师小姐姐给迷死呢。苏明看了一眼双星，心头都是一紧。不得不说，在吸收完龙血宝石后，双星的气质变得越发高贵圣洁了，浑身的毛发也更加雪白亮丽，原本头顶的那根独角渐渐变得圆润了一些，不再是尖锐的犄角，而更像是一个黄金印记。双星的长相本就很精致，现在呢，更加可爱了，像一只布偶猫。苏明猛地一下瞪大了双眼，心中暗自想到：的确，此时的双星宛如布偶猫似的可爱，精致漂亮，又高贵。那些爱美的牧师小姐姐们，如果能有这样一头坐骑，恐怕半夜都要笑醒。颜值担当。苏明轻声笑了下，不禁评价了一句道：不过和我比起来，还是有一丝丝差距。一切准备就绪。见到两头宠兽都完成了不小的提升，苏明慵懒地坐在了沙发上，目光柔和地看向他的宠兽们。强大的死灵古龙，圣洁的光印独角兽，恶魔的化身，拥有恶魔王嗜血统的渡鸦，这样的阵容足以秒杀中海市所有公会。永恒、苍魂、征程，这所谓的中海三巨头，怕是也没有苏明这样华丽的宠兽阵容。亡灵峡谷开启后，惊艳全场。苏明眯起眼一笑道：不过还是得小心一点，韩英那个妮子可不简单。韩英、许月、柳曼妮、苏西、陈淑妍。苏明如数家珍地念叨着这些名字。亡灵峡谷副本，注定是一场修罗场。第172章亡灵峡谷副本。2天后，中海市湛蓝如洗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大片飞行宠兽，全市的职业者都被惊动了。卧槽，这是什么情况？这么多高级坐骑，这你都不知道呢？亡灵峡谷副本开启了，就在咱们中海市附近，市内各大头部工会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准备去副本里刷怪。亡灵峡谷，那不是黄金级副本吗？咋引来了那么多大神的追捧？黄金级，让你平时多读书，你偏不，
这你就不懂了吧？所谓的黄金级副本，实际强度却达到了英雄级，更何况亡灵峡谷还是个怀旧服副本，肯定能爆出不少好东西。难怪，有点意思啊！全市大佬都出动了，不知道还有多少散人职业者也去凑热闹了。等级高一点的职业者，应该都已经为这个副本做好了十足的准备，而那些低阶职业者去了也没啥用。毕竟这一次的大神不是一般的多，我听说呢，江南省的烟雨工会都来了。奶奶的，烟雨工会，那个 S 级工会，他们都跑到中海市来抢副本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刺激呢！快看，那头坐骑好帅，一头黄金巨龙，体型堪比山脉一样庞大。等等，我没有眼花吧？那不是苏神的坐骑吗？一开始的亡灵古龙，随后转职或者是血统强化成了死灵古龙，现在咋又蜕变了？貌似有点黄金巨龙血统。苏神 YYDS， 要我说呢，咱们中海市能出苏明大佬这样一个顶级天才，确实难得。对啊，苏明才多大，就已经有了这样华丽的战绩，他所创造的成就已经超出了老一代职业大神。多的不说，就这一头黄金死灵古龙出场时的炸裂效果，就能碾压其他工会的高级职业者。好想给苏神生猴子呢！一看到他，我的 DNA 就动了。这也太帅了吧！全市吵得沸沸扬扬。没错，天空中的所有坐骑和飞行宠兽，全都来自于中海市各大工会，尤其是三巨头工会。而其他的，则是属于中海市位高权重的大佬。他们此次出现，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前往中海市外的亡灵峡谷副本。期待了那么久的怀旧服副本，今天终于开启了。而此时，天穹中最扎眼的黄金巨龙坐骑身上，苏明微微眯了下眼，用手遮挡了下头顶炙热的阳光。太阳真大，天气不错。苏明扬了扬眉头，轻声呢喃道：“是挺好的。”在苏明身旁，埃尔法身上还坐着一名职业者，不是别人，赫然正是清北大学招生办导师陈书言。陈书言一早就和苏明约好了，这次去副本他会全程跟随，虽说不会插手，然而要是遇见了致命危险，他会毫不留情地终结掉 BOSS 怪，以此来保护苏明的安全。没办法，苏明现在的重要程度已经被清北大学2名校长给提升到了最高级。换句话而言，现在的苏明还没有入校，却俨然成为了清北大学的香饽饽。2个老校长生怕苏明在中海市出了半点问题，那里应该就是亡灵峡谷副本入口了。埃尔法的飞行速度很快，没过多久，在苏明的视野中便出现了一片弥漫着金色光环的大地。陈书言指了指那个方向，开口说道：“跟着工会他们进去就行，不过进去后要注意一点，不要太莽撞。这毕竟是英雄级副本，里面随时都会出现不可预期的危险。你虽然身怀一众 BOSS 技能，可等级还是太低了。面对那些强大的副本 BOSS， 一个普攻落下来都有可能让你血条清空。不要逞强，尽量躲在工会后面。”陈书言看向苏明，苦口婆心地劝导道：“怎么说呢？这个世界，职业者在副本内死亡后，虽说可以复活，可是一样会有影响。等级掉落，爆出装备，4维属性永久损失，这些伤害说小也不算小，绝对会对潜能和资质造成一定的影响。在陈书言看来，苏明现在的潜能已经达到了传说级强度，哪怕死亡一次，都会让后续的转职受到波动，损害职业潜能，甚至有可能直接断送职业生涯，所以他才会如此絮叨。希望这次的副本，苏明全程躲在后方，跟着中海市这些工会走个过场。好，我尽量。听到陈书言的劝诫，苏明苦涩一笑，敷衍地回答道：“躲在后面，走过场，咋可能？为了这一次的副本，苏明可以说是做足了准备。顶级 BOSS 技能，英雄级、史诗级武器，海量的怪物资源，这些东西他都要。对苏明而言，亡灵峡谷副本绝对是一场难得一见的大机遇，怎么可能就这么混过去？至于在副本中死亡后损害职业潜能，这种问题在苏明身上几乎是不存在的事情。一方面，他现在的底牌实在是太多了，就算真的遇到了致命级伤害，苏明也可以让坐骑和光明独角兽稍微抵挡一下，错开主要伤害。其次，就算真的无法抵挡，在副本中死亡了，他也可以使用复活石完美复活。更何况，苏明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次他绝对用不到复活石。原因很简单，苏明现在的装备也好，技能也好，都太强了。当他的血条即将清空时，装备被动技能、技能效果能带来锁血效果，除非出现极度变态的 BOSS 怪，一招秒了，否则
苏明万万不可能死在副本中。想到这里，苏明长松了一口气，从怀里取出了2张苏西提供的入场券。这2张入场券表面覆盖着一层镀金，是特制版本，能让苏明和陈淑妍在进入副本后与苏西他们同时降临，并且降临在同一位置，造价不菲。亡灵峡谷，我来了。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看向前方的天空中一一消失的飞行坐骑，他也直接捏碎了入场券，心中暗自呢喃道：希望降临在副本中的坐标是 BOSS 怪领域，这样的话收割到的经验值已经会相当丰富。还好苏明的心声没有被其他职业者给听到，不然即便是征程工会长都会当场目瞪口呆，哪有职业者一上来就奔着 BOSS 怪去的，不得循序渐进。可是对苏明来说，击杀副本小怪太枯燥了，直接做掉大 BOSS 才是真正的刺激。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第173章人气女神的第2职业。叮！恭喜您成功使用亡灵峡谷副本入场券，你已进入黄金级副本亡灵峡谷，目前位置死亡沼泽。随着一阵冰冷的提示声传来，苏明的眼前一黑，再次睁开双眼后，见到的景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片弥漫着白雾的沼泽地，很冷，透露着一丝诡异的气氛。死亡沼泽，苏明眉头一皱，轻声的喃道。在来之前他可是做了十足的功课，这个地方算是亡灵峡谷副本里最可怕的禁区之一。按照正常情况下而言，他们需要清理掉大量的副本小怪才会抵达这里，而现在呢，一降临便是死亡沼泽。竟然是死亡沼泽，有点不对劲呢。在苏明身旁，陈淑妍也皱了皱眉头，开口说道：这个地方有点危险，聚集着大量的死亡骑士，等级都不算低，普遍在50级至60级间，每一名死亡骑士都标配了强大的骷髅骨马。如果换一个副本，死亡骑士加骷髅骨马这种组合都算是副本终极 BOSS 怪了。陈淑妍的话让苏明下意识的瞳孔一缩，心脏都扑通颤抖了2下。奶奶的，这可真刺激呢！想啥来啥，大量的死亡骑士全都是50级至60级的 BOSS 怪，这不就是他想要的 BOSS 怪领域吗？杀不完，完全杀不完。奶奶的，咋回事？怎么出现在死亡沼泽里了？这才刚开局呢。开门红，不至于吧？就算咱们这一次的阵容很华丽，也没必要啪的一下来个死亡沼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亡灵峡谷副本开启的地方是在杭市，当时有个 S 级工会派遣了一支强大的狩猎团队，标配了高级牧师、高级骑士，一共几十人的大型团队。结果呢，在经过死亡沼泽时，全军覆没，全员等级掉落，装备都被爆出去了不少。啥情况？苏西呢？哪儿弄的入场券呢？这玩意可是要了命了。是那，别看只是一些50级的死亡骑士 BOSS， 数量多的话，100级段位都会死在这里。我们这一次出动的阵容虽说很强，可是也不能消耗在这儿呢。先前不是制定了计划的吗？我记得好像是准备绕开死亡沼泽，尽量去寻找副本终极 BOSS。现在好了，节奏全部被打乱了，这一波沼泽怕是要损失掉不少职业者。准备开战吧！死亡骑士团的配合相当精湛，老手们别一个不留神交代在这儿了。等等，我还是想知道一个问题，咋降临在死亡沼泽了？哪个大佬来和我解释一下？嗨，这个问题呢，得问下苏西经理，他负责提供入场券。不过按照我的看法，应该和苏明有关系，他是我们中唯一的史诗级职业者，有可能是他触发了副本隐藏机制，也有可能是京都的陈导师吧。不仅是苏明很诧异，各大工会和中海市的职业大神们一样惊呆了，全都神情震撼地交流着，不是很理解为啥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结论，不出意外的话，这一切可能和苏明或者是陈淑妍有关。毕竟苏明是史诗级职业者，能触发副本的隐藏机制，这次让苏明加入中海联盟的狩猎团，正是依赖于他的职业品阶，希望能触发副本 NPC 的连环任务和隐藏奖励。而陈淑妍呢，作为全场唯一的400级大佬，超高的等级也有可能让入场券发生了一些变化，强制降临在了禁区死亡沼泽。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了苏明所在的方向，每一名职业者的眼神都略微有些复杂，一言难尽。别看我。陈淑妍见到这一幕，轻声笑了笑道：和我没关系，在进入副本前，我已经使用了洗礼药水，不会触发副本任何隐藏机制。对于副本而言，现在的我就是一名100级段位的职业者。陈淑妍的解释让众人稍微一愣，不过很快大家也都应和地点了点头。洗礼药水能完美掩盖职业者本身的属性，现在的陈淑妍绝对不会对狩猎团造成一丝影响。
会被副本判定为一名100级左右的职业者。小人物，默默无闻，甚至别说副本了，哪怕是 NPC 见到陈淑妍，恐怕都不会多看一眼，因为他的属性栏也被屏蔽了，只会展现出100级左右的水准。当然，在关键时刻，陈淑妍会解开封印，清理掉一切威胁，保护苏明的安全。嗨，陈淑妍在解释后，苏明不禁干咳了2下，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因为此时众人的目光全都落到了他的身上。废话，现场就2个例外，不是陈淑妍的话，那就只有他苏明了。可以这么说，让狩猎团出现在死亡沼泽的罪魁祸首，赫然正是苏明。好了，大家不用太过担心，我们这一次来亡灵峡谷，不就是为了获取这个怀旧服副本里的物品吗？死亡沼泽虽然相对而言比较危险，可是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说不定这一波结束后，我们会得到大量的战利品呢。沉默的气氛被一个悦耳的女声所打破，苏西站了出来，笑颜如花地看向众人说道：“稍微准备一下，死亡骑士应该要出现了。这些混血怪物可是亡灵系生物，相当强大，不要掉以轻心啊。”苏西的话让众人的神情稍微缓和了些。说的也对，他们这一次来副本本身就是为了收益。死亡沼泽是很凶险，但是收益也大。如果能顺利通过的话，能抵得上在亡灵峡谷边缘地带刷怪1星期了。都打起精神来，牧师去后方，骑士和战士顶到前面，法师和刺客时刻关注全场，在必要的时候补刀补血。狩猎团中央，一名身材高大，一手握着长枪，一手握着重斧的荆棘骑士，目光扫视了一眼全场，语气果决地规划着。听到这名荆棘骑士的话后，在场所有职业者都纷纷开始动身，按照骑士的想法布好了阵型。因为这可不是一名普通的职业者，而是这次狩猎团里的最强担当——征城工会长白征城 ，LV 300级大佬。苏明，你先在后方，不要轻举妄动，如果遇到危险的话，尽量朝着陈导师的方向靠近。白征城在稳住了狩猎团后，又回头看向苏明，语气温和地说了一句。苏明苦涩一笑，点点头道：“好。”旋即，白征城也微微一点头，冲到了队伍最前方。他的防御力本就是目前团队里最强的存在，自然不可能躲到后面，而是充当起了防御盾牌一样的存在，准备拦下大部分伤害。队伍开始变得有秩序了起来，不再像一开始那么散乱。所有人都安静地等待着 BOSS 怪的出现，不过仍然有几个目光依旧有些心不在焉地看向了苏明、许悦和柳曼妮。他们在队伍中心位置，身旁跟随的全是禁卫军团的职业者。韩英和一名200级法师一样看向了苏明，目光中却没有一丝感情波动，不知道此时的韩英在想些什么。而在韩英和这名法师身旁，则是围绕着苍魂公会的高级成员，每一名都达到了100级以上的段位。面对这些目光，苏明的眉头扬了扬，默不作声，也面无表情，回眸看了下许悦和韩英等人，便收回了目光。这几个妮子不会在副本里对我下死手吧？虽然苏明表面上风轻云淡，可是心里却不禁有了一丝小九九。柳曼妮还好说，苏明和他的矛盾并不深，不过就是抢走了一件极品英雄级装备龙牙环嘛。甚至柳曼妮都不一定知道，那条狼牙项链竟然是英雄级装备。然而韩英的话，苏明微微一眯眼，再次看向了韩英，心中暗自想到，这就不好说了，毕竟一个亡灵召唤，一个军团光环，2大专属技能都被我弄去了，还丢了一头亡灵古龙，这妮子心里的怨气估计有点重。一念及此，苏明不禁摇了摇头，顺其自然吧，看看他等会做啥。然而下一刻，苏明却猛地皱起了眉头，因为韩英身上竟然凭空出现了好几个全新的词条。韩英解锁了第2职业，第174章暗黑巫师，禁咒巫术。词条1，韩英已完成第2次觉醒仪式，此次觉醒为至高仪式，第2职业为史诗级暗黑巫师。词条2，暗黑巫师也被称为魔巫，可以学习专属黑魔法巫术。韩英的第2职业与第1职业亡灵法师已形成羁绊关系，激活了专属的亡灵系、暗黑系、巫师系3大 buff。词条3，作为史诗级职业，暗黑巫师有着极为强大的专属天赋以及可怕的专属职业技能，成长潜能无比巨大，后期可轻松克制同级职业者。词条4，暗黑巫师职业拥有着强大的发展潜力，下一阶段转职有极大概率转职为传说级职业者。当魔巫职业等级提升到1000级以上时，可让所有职业技能都蜕变成禁咒乃至学习神咒。苏明心头一紧，当场愣住了。鉴定术已经完成了进化，变成了心灵之眼。在这个英雄级鉴定术技能效果下，苏明所解锁的隐性词条比过去要丰富很多。
也更加详细了。然而，让苏明没有想到的是，韩英竟然完成了一次至高仪式，觉醒了第二职业，还他奶奶的是一名暗黑巫师，传说中的魔巫。这不是原住民 NPC 的专属职业吗？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不可置信的光泽。他皱了皱眉头，轻声呢喃道：“史诗级职业，下一阶段转职成为传说级的概率很大，等级提升到1000级以后，更是能让所有技能都蜕变成禁咒。”苏明感觉心脏都猛地颤抖了2下，有种说不出话来的感觉，整个人都懵掉了。甚至能学习神咒。要知道，全民转职世界里，技能以上的存在便是禁咒，而禁咒并非是最强的，神咒可以秒杀禁咒，只不过神咒这种东西几乎不会出现在大众视野中，那是传说中炽天使、深渊暴君等一系列顶级物种才能掌握的神技。每一个神咒都出自世界本源，每一本都独一无二，不会和技能一样能同时出现2本。韩英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天资。苏明扬了扬眉，心里有些不可思议地道：中海市啥时候出现了这么多小怪物了？从神级选择所泄露的信息来看，除了韩英、许月、柳妹，甚至是许清雅都有着极高的天资。原本极为罕见的双生职业者，似乎在中海市已经频频出现了，这不禁让苏明一阵头脑风暴。难道说……苏明愣了一下，中海市这个地方盛产顶级天才，或者和我的出现有关？苏明陷入到了沉思中，他很清楚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而是来自于另一个平行世界。来到全民转职世界以后，是不是产生了蝴蝶效应，所以才导致中海市高频出现顶级天才？我竟然是始作俑者！苏明揉了揉太阳穴，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了。如果真的和他所预估的一样，那么恐怕今后整个全民转职世界还会再出现无数幺蛾子。因果律，苏明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为了保持世界平衡，所以世界本源强制赋予了韩英他们更高的资质，用来牵制我的存在，就像生态概念里的物种平衡。倘若一个物种太过强大，而没有天敌，最终只会让自然生态出现崩盘状态。所以按照自然规律，或者说是世界意志，便会出现另一个物种用来牵制。想到这里，苏明觉得一阵头疼，貌似这已经涉及到了另一个层次的东西了。非要说起来，苏明的出现本身就很不对劲，在前世的意外中死亡后转生到了这个世界，而且转生后又获得了极为变态的天资，一路疯狂升级，得到了普通职业者一生都追求不到的东西。这样来看，确实已经打破了这个世界现有的生态平衡。的确有那么一种可能，正是因为有苏明的存在，所以世界意志或者世界本源创造了更多的怪物，或是天才，用来平衡整个生态。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沉默了片刻，苏明紧锁的眉头也稍微舒缓了下。虽说现目前来看，韩英的第二职业暗黑巫师相当变态，已经超出了苏明的想象，然而放在全球来看，似乎也不算多么惊艳。至少在京都，那些顶级公会的后代，法神亲自培养的女徒弟，或许比韩英更加逆天。退一步讲，即便是苏明，他的史诗级职业杀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碾压韩英的存在呢。多的不说，韩英就算再强，掠夺天赋一出手，便能将韩英的全系专属技能一一掠夺，一刹那间便能断送这个天才少女的职业生涯。魔物又咋了？依旧轻松拿捏。静观其变。苏明微微一眯双眼，不禁轻声笑了下，神情也恢复了正常。如果韩英要在副本中对我出手，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苏明扬了下眉头，心中暗自思忖道：能掠夺你一次，就可以掠夺2次。魔物的技能想来应该不会差，好歹也是英雄级吧，说不定还能爆出1-2个史诗级专属技。苏明收回了目光，心情一阵惬意。而与此同时，和苏明暗中对视了一眼的韩英却不由得心中一震，神情也是巨变。怎么回事？莫名心悸。韩英那好看的眼眸里闪烁了些波动，浑身更是有种不自然的感觉。此时的他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像是被毒蝎给盯上了一样，恐惧正在全身不断蔓延。而另一边，苏明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还有一名职业者正眯起眼注视着苏明，一名100级段位的火焰法师。没错，正是永恒公会的陈飞。苏明来到这个世界以后，第一次和他发生冲突的小喽啰。这种人如果放在小说里，必定是活不过100章的反派炮灰。然而客观来讲，
陈飞好歹也是一名百级职业者，如果真的和苏明1对1对决，最后的结果还真不一定。毕竟，不依赖死灵古龙的话，苏明也只是 LV50级职业者，他可以释放的伤害虽然很强，可是防御力这一块仍然不能和百级职业者媲美。苏明英雄级武器、英雄级 BOSS 技，还有那头死灵古龙坐骑。陈飞扬了扬眉头，眼神无比贪婪地注视着苏明，奸诈地笑着道：“等着吧，等会只要有机会，我陈飞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痛苦。天才又怎样？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不过是废物罢了。百级职业者的杀伤力怎么可能是你一个高中生能想象的？”陈飞越想越激动，嘴角都微微一翘，恨不得现在就对苏明出手。他的目光里闪烁着一片兴奋的情绪，好像已经亲眼看到了苏明死在自己手里的画面。而苏明身上那些高级武器、BOSS 技能书，最后都会成为他陈飞的囊中之物。第175章死亡骑士，英雄级水晶。第一波 BOSS 怪即将出现，弓箭手、法师准备。站在狩猎团最前方的白征程猛地一眯双眼，用高亢的声音说道：“这一波 BOSS 的数量很多，至少有1000名死亡骑士，这是一场恶战。”卧槽！随着白征程的话音一落地，整个狩猎团的职业者全都不禁瞳孔一阵放大，当场倒吸了一口冷气。1000多个死亡骑士，这可不是什么1000名 LV50级的值，而是真正的 BOSS 怪。这种强度的死亡骑士，毫不夸张地说，能够轻松捏死70级左右的职业者。而数量如此庞大的死亡骑士，还标配了骷髅骨马。一时间，全场所有人都觉得眼前一阵眩晕，有些顶不住了。这么多！听到白征程的声音后，饶氏苏明也睁大了双眼，直接开启了心灵之眼，朝着前方的白雾沼泽展开了探查，准备未雨绸缪，查看一下这些 BOSS 怪的属性。名称：死亡骑士，品阶：黄金级，等级 LV50，生命值35万点。名称：死亡骑士，头目亚克，品阶：暗金级，等级 LV74，生命值98万点。力量600，体质590，精神620，敏捷580。技能：骑士冲击，暗金级；死亡斩杀，黄金级；破阵冲锋，暗金级；死亡火种，暗金级。描述：死亡骑士，头目，一名生前为冰原帝国征战四方的原住民 NPC， 死亡后受到了黑暗的侵蚀，成为了死亡骑士，不死不灭，永恒的生活在这片灰暗的副本世界中，将会用生命挡下一切踏入这片土地的职业者。想要击杀死亡骑士，必须要一击致命，否则你将会被他手中的长刀所斩杀。词条：在死亡骑士头目的破败铠甲下，这名骑士的心脏位置有一颗闪烁着金光的水晶，这并不是普通的水晶宝石，而是蕴含着狂暴能量的亡灵水晶。吸收这颗水晶里的力量，能让亡灵系生物得到强化，甚至有可能解锁全新的专属技能。注释：这颗亡灵水晶为英雄级物品。英雄级物品，亡灵水晶。苏明猛地深吸了一口浊气，心脏更是一阵跳动，着实被震惊到了。在心灵之眼的效果下，他可以将白雾中的所有亡灵骑士 BOSS 属性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最后方的那头亡灵骑士头目却让苏明彻底惊呆了，因为这头 BOSS 怪不仅等级很高，达到了 LV74级，生命值无限接近100万点。最重要的是 ，BOSS 怪体内居然有一颗英雄级水晶！奶奶的，英雄级呢！别看苏明现在一身英雄级武器，在中海市这个小地方，一件英雄级物品足以掀起一场动静不小的大地震。就算是中海3巨头工会，都会为了这种东西而争得头破血流。现在呢，刚刚进入副本便见到了英雄级，怎么能不让人震惊？吸收这颗水晶的力量，能让亡灵系生物得到强化，还可以解锁全新的专属技能。苏明仔细查看着亡灵水晶的隐性词条，不由得心中一紧。他再度深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暗下定决心道：不论如何，也要将这颗水晶拿到手。阿尔法也好，黑雪也好，应该都能吸收。阿尔法本身就是亡灵古龙进化而成，如果能吸收掉亡灵水晶，所得到的好处肯定不小。黑雪呢，本身就是深渊世界恶魔王的后代，应该也能吸收水晶里的亡灵力量，甚至有可能解开恶魔王所赐予的血统神力。这样一来，恶魔渡鸦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原地起飞。不知道白征程他们有没有英雄级鉴定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后我应该能分到这颗水晶作为战利品，只要不出什么大的幺蛾子，不会有人发现。苏明皱了皱眉，心里有了些自己的小九九。要不是有心灵之眼的存在，他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亡灵水晶的存在。而鉴定术这种东西，对于大部分职业者而言，只是个辅助技能，没有谁会疯狂强化鉴定术。更何况，
就算是英雄级鉴定术，也不一定有苏明这种变态级的能力，在鉴定物品后可以解锁一大堆隐藏信息。所以，大概率情况下，亡灵水晶应该能被苏明捡漏。当然，如果真的有人也想要，苏明微微一眯眼，心中不禁有些冰冷地道：“那就抢过来，谁强归谁，大不了让埃尔法直接硬抢。”一念及此，苏明也没有再犹豫，拍了下埃尔法的后背，让死灵古龙朝着白雾前方冲去。陈淑妍神情一惊，不禁回头看向苏明问道：“你做什么？第一波 BOSS 怪已经来了，别往前凑呢。”苏明面无表情，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取出了破晓之刃以及亡灵法杖。沉默了片刻，他才轻声回应陈淑妍道：“这一批死亡骑士 BOSS 是我的了。”陈淑妍。然而下一刻，苏明纵身一跃，直接跳出了狩猎团，一人挡在了狩猎团最前方，手中的破晓之刃向上一扬，独自面对着海量的死亡骑士 BOSS。卧槽！这一刻，狩猎团里所有职业者全都懵了，纷纷一愣，即便是 LV 300级的白征程都傻眼了。这小子想做啥？同一时间，亡灵峡谷副本，另一个狩猎团出现在了副本的安全地带。这是一片原始森林，每一棵大树都郁郁葱葱，不过整体氛围却相当阴冷，如同置身在深渊世界里。整个森林几乎没有什么光线可言，只有狩猎团中的几名牧师和法师职业者释放出了光明火球，照亮了前方的道路，映照出了狩猎团里职业者的样貌。而在队伍最中央，有两道亮丽的身影正睁大了好奇的双眼，看着周围的一切。清雅，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吓人，到处都是黑漆漆的，要不是有光明火球照着，我们连路都看不见。刘欣然紧紧抱着许清雅的胳膊，小脸被吓得煞白，再也不像先前那样嘴贫，而是缩着小脑壳，如同一只任人拿捏的小雏鸡。让你别来，你非要来。亡灵峡谷副本虽然说是黄金级副本，实际强度却是真正的英雄级。这里的混血怪物大部分都是亡灵系生物，阴森不是很正常吗？许清雅白了一眼刘欣然，面无表情地解释道：“不过也不用太担心，毕竟陈校长带着我们呢。”说到这里，许清雅将手里的长刃别在了身后，取出了一柄精致的法杖，点燃法杖上端的水晶，给刘欣然照亮了脚下的路。感受到温暖的圣光，刘欣然那煞白的小脸终于恢复了一丝丝的血色。没错，许清雅和刘欣然也来了亡灵峡谷副本，而这一支狩猎团是由中海市一中校长陈其山带队的，队伍里大部分职业者都是一中的学生，而其他的则是教师团队。亡灵峡谷副本毕竟难得一见，这次开启对中海市的职业者来说也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机会。陈其山准备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磨练一下学校的师资团队，正好也让那些可以冲击清北大学以及985、211的高材生们见识一下高级副本的魅力。对，不用太担心。陈其山在队伍的最前方，目光一直死死盯着周围的情况，同时冲着身后的学生们解释道：“我们这一次来亡灵峡谷，只会在安全区稍微逛一逛，让你们感受一下亡灵峡谷副本的情况，同时也让你们这一批学校里资质最好的高材生们近距离观摩老师们在和 BOSS 怪战斗时的技巧和意识，多学一点东西，对你们有好处的，争取在高考时考一个满意的成绩，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陈其山说到这里，像是打开了话匣子，眉头不禁扬了扬，很是骄傲地道：“你们看那咱们学校的苏明同学，现在都保送清北大学了，奖学金都是一件英雄级铠甲，他呢还凭借自己的力量驯服了一头死灵古龙做起，好好加油，你们将来也可以，至少有机会嘛。”第176章一中狩猎团。嗨，校长，你说笑了，我们咋可能和苏神比呢？陈校长，咱就是说，您是不是老糊涂了？苏少现在的可以把劲摁在地上摩擦，死灵古龙坐骑，奶奶的，这种级别的坐骑，我下辈子都不一定弄得到。陈校长呐，有您这句话，我晚上做梦都会笑醒。清北大学，我能被985选中都是祖上冒青烟了，清北就算了吧，高攀不上来。陈其山的话一旦激起千层浪，狩猎团中这些一中的高材生全都不禁噗呲一声笑了出来，吵得沸沸扬扬。怎么说呢？虽然在平时，这些学生们个个都是趾高气昂，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所谓的天才弱了多少，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天才，每一个放在中海市都是将来有可能成为贵族阶层的佼佼者。然而和苏明相比，那确实有点自不量力了。苏明现在的名气已经超出了中海市，早就火到全国了，甚至有小道消息声称，京都各大 SS 级工会都展开了调查，密切关注着苏明的动向。恐怕苏明还没有入校，就会有无数 SS 级工会
乃至是 SSS 级工会抛来橄榄枝，希望能和苏明签一份10年的合同。这个道理很简单，与和平时期那些天资过人的学霸一样，刚刚跨入清北大学的校门，便会有跨国企业送来合同，跪求合作。嗨嗨，陈其山也不禁莞尔一笑，浑浊的老眼里闪烁了几下淡淡的光芒。他开口说道：“咋说呢，做做梦还是可以的嘛，年轻人嘛，有啥不可能的？”说到这里，陈其山继续道：“咱们学校不还有几个天才级选手吗？你说对吧？”许清雅啊！许清雅明显有了愣神，一听到话题引到了苏明身上，她便不由得面红耳赤。自从上一次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对苏明神情告白以后，许清雅的暗恋便彻底终结了，直接变成了明恋。所以提到苏明后，许清雅便陷入到了回忆中。我尽力吧，希望下一次转职能够成为史诗级职业者。许清雅抿了抿嘴，完美的脸蛋上浮现出了一丝属于少女的羞涩，就连耳根都不禁蒙了一层红晕。她低下头，轻声呢喃道：“希望能追到苏明的脚步，我也想考上清北大学。”哇！许清雅的话一开口，整个狩猎团又是一阵爆响，所有男同学都当场自闭了，欲哭无泪的哀嚎了一声。而女生呢，更是和兴奋的大母猴一样，哇哇大叫了几下，相当激动的看向许清雅。怎么说呢？现在的一中，许清雅和苏明这对 CP 已经被全校视为了今年最期待的大事件。只可惜，苏明当场拒绝了许清雅，不然校草和校花的组合，不知道能羡煞多少高中生。没事，努力，终究还是可以的。很多事情就是要拼一下，不然你咋知道行不行呢？学生们的话题也让在场的老师们如沐春风的笑了起来。一名风韵犹存的女老师更是噗呲的笑了一声，而后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向许清雅道：“学习是这样，嗨嗨，男人也是这样。”许清雅一愣，再次将头埋了下去，脸蛋更红了。我知道了，老师。许清雅用蚊虫般的声音呢喃道：“死！”见到清冷校花竟然还有这样的面孔，狩猎团里的男同学们再一次目瞪口呆了，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此起彼伏的嘶声让整个狩猎团的气氛都不由得活跃了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开联谊会呢。嘘！然而就在此时，陈其山却猛然皱了下眉头，指了指前方的森林：“安静，有 BOSS 怪出现了。”陈其山的声音一下子让所有学生心脏一阵抽搐。亡灵峡谷副本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可怕的旅途，而这里的 BOSS 怪更是让人惊悚。在众人的视野中，一名牧师职业的老师向前丢出了一颗光明火球，直接映照出了前方森林的景观。所有都在第一时间瞳孔猛然放大，被震惊到了。因为就在他们正前方不到100米的距离，出现了一座破败的祭坛。而在祭坛正中央，一名身披玫金色法袍，手里紧握着一柄古朴权杖，周身萦绕着不知名鸟群的原住民 NPC。 漆黑的鸟群看上去有些像是乌鸦，每一只都有着血红色的眼球，鸽血红，就这么凝视着狩猎团里所有师生。学生们原本就提心吊胆的，一见到这样的景象，下意识的全都乱套了，纷纷朝着四周散开。那是啥？森林里为什么会出现祭坛？还有一名法师？不对，那绝不是法师职业者，而是副本里的原住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NPC。NPC 不是 BOSS 怪吗？那些鸟群好像乌鸦，看上去太吓人了，我有点害怕。让你平时多读书，这下好了，遇到事情啥也不知道。副本 BOSS 分为2种，除了我们常见的混血怪物以外，另一种便是 NPC，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住民。只不过这个 NPC 貌似有点不对劲。等一下，学霸，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确实涉及到我知识盲区了。NPC 也会攻击职业者？废话，对这些副本土著而言，我们便是闯进家园的怪物，而击杀掉我们，这些土著会获得丰厚的经验值奖励。在他们眼中，我们何尝不是 BOSS 怪呢？奶奶的，这下我明白了。卧槽！陈校长，让我抱一下大腿。卧槽！我的鉴定术可是黄金级，现在竟然失效了！大家快后退，这个 NPC 不正经。不是，呸！这个 NPC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强。披着玫金色法袍的原住民一出现，瞬间让原本安宁的狩猎团引起了一场躁动。学校里的这些高材生们在这一时间再也克制不了内心的惶恐，全都作鸟兽散，让狩猎团变得一片混乱。而大部分女生则是躲到了老师和陈其山的身后，寻求起了保护。当然，在场的学生中也有例外，许清雅便是例外。此时的她显得格外冷静，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神情慌乱地跑开，反而是朝着前面走了几步，来到了陈其山的身旁。
许清雅眉头微微一皱，凝视向那名古怪的原住民。陈校长，我是光明祭祀职业，可以为您恢复法力值，必要时也能为您提供额外的防御力盾牌。许清雅深吸了一口浊气，虽说她也有些紧张，不过仍然保持冷静说道：好样的。陈其山神情凝重，却也回头赞扬了下许清雅。大家先后退，这不是简单的 BOSS 怪，可能我们确实遇到了些麻烦。回应许清雅后，陈其山直接冲着身后的学生们高声说了一句：旋即又看了一眼身旁的教导主任团队，语气不太平静地道：刘主任，你们都提防一下四周，这名原住民似乎正在进行某种洗礼仪式，我担心孩子们有危险。放心吧，陈老头，我们这些教导主任虽然等级不算太高，不过可不会让副本里的 BOSS 伤害到孩子们一分一毫，即便真的到了最后那一步，我们也会用生命垒砌一片城墙。被陈其山叫到的陈主任是一名年过半百的大妈，她扬了扬眉头，苍老的脸颊上浮现出了一丝决然的神情，而后也扬了下手里的那柄重斧。一时间，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一中教师狩猎团都做好了恶战的准备。入侵者是谁？允许你们踏入这片古老的冰原？在所有人都万分紧张的时刻，前方森林里那座祭坛中央的原住民猛然一回头，掀起了枚金色的法袍，露出了法袍下那张完美的脸蛋。一刹那间，所有人都懵了，包括陈其山在内，全都瞪大了圆溜溜的双眼，有种被遏制住喉咙的感觉。第177章，疯了吧？名称：冰原祭祀，叶琳娜，原冰原帝国祭祀，品阶：传说级3星，等级。随着原住民一掀开枚金色的法袍，包括陈其山在内的所有人全都在一刹那间傻眼了。原因无他，一方面是因为这名原住民的颜值实在是太高了，这是一名女性原住民，水光肌一样白皙的脸蛋不见一丝瑕疵，白里透红，完美的如同艺术品。而在那张近乎建模般绝美的脸蛋中，一对琥珀似的割血红双眼更是让在场的全部人都心脏一咯噔。太美了，有着妖异的美感，让人差点窒息过去。当然，除了神颜一样的容貌外，最让整个一中狩猎团懵掉的还是原住民的属性栏。不，准确而言，是残缺不全的属性栏解开了。他们虽然只能看见简单的几个词条，不过这也够了，所带来的震撼效果足以让狩猎团里的高材生学霸们双腿发软，差一丝就跪了下来。奶奶的，冰原祭祀，传说级3星，这竟然是一名传说级职业者。怎么说呢？整个全民转职世界里，职业者的品阶从黑铁级开始，一直到黄金级，再往上便是大家所熟知的暗金级。暗金级属于过渡阶段，已经是天才级的存在。当然，和暗金级以上的英雄级比起来，弱了不少。英雄级，放眼全国都算得上中流砥柱了。许多暗金级职业者一旦成长起来，便会被大型工会给收编，提供编制，前往各大城市，驻扎在城市中，作为将帅，统领城市内的高级职业者，镇守城门。英雄级，顾名思义，便是职业者中的英雄，能独当一面。而史诗级更加罕见了，10000名职业者中也不一定能出现一位，这已经是摆在明面上的天花板了。然而，要说真正的顶级天花板，还得是传说级。原因很简单，从传说级开始，每一个职业品阶除了大的品阶划分外，也有星级区别。比如这名冰原祭祀，便是传说3星。传说级一共有10颗星级划分，超过传说级10星以上才算是半神级职业者。和其他职业者一样，传说级职业者每提升1星，成长潜能也会有巨大的变化。传说1星职业者每提升1级，可以获得50点自由点和技能点奖励。传说2星职业者每提升1级，可以获得70点自由点和技能点奖励。传说3星，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的顶级天才，包括原住民在内，只有传说级以上的才算。因为即便是史诗级和传说相比，差距都太明显了，完全是天差地别。传说级3星原住民，这哪里是 NPC 呢？这简直是梦魇！疯了吧？说好的只是安全区呢，怎么来了一个传说级3星？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陈校长，咋办呢？卧槽！我感觉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完犊子了！兄弟们，准备好眼前一黑吧！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我这一身白板装备，怕是会全部爆掉。希望被这名天使一样完美的原住民小姐姐杀掉时不会那么疼。等级掉落几级都不是啥事，只求不要损伤我的4维属性。好不容易才让生命值稳到了5000点，我只想知道一个问题：传说级3星的强度，好家伙，这位 NPC 大神现在是多少级？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
莫过于能查看职业强度，却无法知晓对方的等级。多少级？闹呢？都啥时候了，你还关系多少级？这么说吧，哪怕这个大佬只有100级，凭借传说3星的金字招牌所爆发出来的伤害结果，都堪比10个陈校长。诸位，咱们今天怕是要一起凉在这儿了。陈老头，不是我说你，你个老小子，说好的让我们观摩战斗技巧呢。好家伙，这波全军覆没。马德，退学，把学费给我换回来。呜，真该死呢！死一样的沉默。终于破了。狩猎团里一大堆学霸发出了哀嚎的哭声。奶奶的，确实离谱。谁能想到，说好的在副本安全区散个步呢？说好的混经验呢？说好的咱们不去副本深处，就随便拿捏一下小怪呢？结果，传说级3星土著来了，这不是准备亲手埋葬全校学霸吗？学霸推土机，全校高材生集体石化，莫泪。而同一时间，学校里的师资团也全都心头一颤，嘶的一下深吸了口冷气。陈其山呢，更是脑门的青筋都在狂跳，疯狂吞咽起了唾沫。马德，鬼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陈其山浑浊的老眼都眯成了一条缝，牙齿更是咯咯直响，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半步。苏明那小子也不在那，咋会引来这种级别的怪物？传说级3星原住民，这可是堪比300-400级大神的强度了。这下我陈老头晚节不保。晚节不保，确实是晚节不保。陈其山现在一个头2个大，要是这件事被传出去，他怕是会被千夫所指，学生家长的唾沫星子都能给他淹死了。好端端的带着学生们刷一下黄金级副本，就与和平时期淳朴的老校长带着同学们去春游度假一样。谁知道开开心心的吃着火锅，唱着歌，咯噔一声见到了国际5星通缉犯，手持冒火的加特林，正对准了全校高材生。差不多就是这种概念。离谱到家了。清雅，你先退下去。陈其山最终深吸了一口气，用手挡在许清雅身旁，无奈地说道：带同学们先离开吧，尽量离这个地方远一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直接退出副本。说完这一席话，陈其山又回头瞄了一眼刚刚那位刘主任。刘主任，你们也赶紧离开吧，等级提升上来都不容易，这里就交给我陈其山好了。话落，陈其山从怀里取出了一瓶深紫色的药剂，燃血药剂，副作用极大。这一次，陈其山是准备殊死一搏了，不禁废掉自己的职业潜能，也要保住学生和这一批老教师的等级资质。咋说呢？这件事本身就和陈其山有关，他不顶上去，谁顶啊？陈老头，你有毛病呢！刘主任一见到陈其山这个反应，当即像炸毛的母狮子一样破口大骂道：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还有咱们这些老教师？奶奶的，有事了就你自己扛着。咋了？我们不能扛啊！瞅瞅你那老腰杆，能顶得住吗？刘主任白了一眼陈其山，也大手一挥，将那柄沉重的斧头横在身前，大声说道：我刘敏今天陪陈校长一起死，其他老师要留下的就留下，不勉强，剩下的带着孩子们先走。哪儿的话呢？就是我也留下。刘主任，你和陈校长俩人怕是挡不住吧？我们这些老教师还是有点底子的，一起来，都是老骨头架子了，掉个几10级也没啥。孩子们资质都不错，可不能就这么夭折了。我留下。何老师，你们还年轻，带着孩子们离开吧。对，刚实习的那几个女老师，赶紧带孩子们先走，他们可是都好苗子。刘主任的话一开口，在场的老教师几乎无一例外全都准备留下来。见到这样的情景，陈其山老脸一红，眼眶都有些湿润了。他回头看着刘主任，语气极为不平静，瓮声瓮气地道：刘主任？叫什么刘主任？叫我敏儿。刘主任又瞪了一眼陈其山。陈其山，卧槽！狩猎团里所有学生，卧槽！陈校长的第二春，祭祀？你是光明祭祀？然而，在陈其山他们正在商量着准备和冰原祭祀叶琳娜死磕到底时，这名神颜 NPC 却身体一阵闪烁，带着黑色的鸟群，直接出现在了许清雅的面前。一瞬间，所有人都发出了嘶的一声，当场懵掉了。太快了，速度快到根本看不清。这种级别的传说级职业者，根本不是陈其山他们能挡得住的。别说一中老教师团队全部留下，就算是再来10个这样的狩猎团，怕是也挡不住叶琳娜这个 NPC 随便一发火球术。不过，让所有人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名为叶琳娜的冰原祭祀 NPC， 此时正站在许清雅面前，他俯视着许清雅，而后用纤细的长手指轻轻挑起了许清雅的下巴，柳眉一扬，嘴角微微一翘，轻声说道：暗金级，这么弱？不过
你倒是很合我的眼缘，是个不错的苗子。你叫什么名字？愿意跟随我学习祭祀法术吗？我可以赐予你冰原帝国的力量，让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史诗级祭祀。第178章清冷校花原第三传。史诗级祭祀。许清雅微微张开了小嘴，宛如一个琥珀一样的眸子也睁大了。此时什么话到了嘴边也都说不出来了，整个人呆在原地。你要教我祭祀法术？许清雅轻咽了下口水，白皙透红的脸蛋上浮现出了一丝不可置信的情绪，小声地问道：我真的也可以成为史诗级职业者吗？史诗级祭祀。许清雅感觉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晕眩的状态，大脑更是彻底空白了，就像是喝了假酒一样，醉醺醺的。史诗级，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如果能晋升为一名史诗级祭祀，那么便可以追到苏明哥哥的脚步了，以后也能去清北大学，和苏明哥哥一起在副本刷怪。想到这里，许清雅的脸蛋都变得红扑扑的，全然没了平日里清冷女神的风格，更像是情窦初开的小妹妹。怎么，你不相信我？一身玫金色法袍，华丽高贵的宛如人间富贵花一样的叶琳娜，见到许清雅这个反应，不禁莞尔一笑。她俯了俯身子，凑到许清雅的面前，更近地捧起了许清雅的小脸，认真地说道：只是史诗级祭祀而已，就这已经让你震撼了吗？来自异域的职业者，你根本不了解冰原帝国的强大。说到这里，叶琳娜重新挺直了身子，也松开了手里的许清雅。她扬了扬好看的下巴，示意许清雅道：这些都是题外话。异域的职业者，你愿意追随我，一同重建冰原帝国的荣耀吗？哗！一下子，狩猎团里所有来自异中的师生全都齐刷刷地看向了许清雅，目光里写满了复杂的情绪：羡慕、嫉妒、震惊、牙酸。怎么说呢？事情的发展已经朝着一个极为古怪的方向在前进了。原本叶琳娜的出现直接吓呆了一中全体师生，而现在呢，许清雅竟然被这位传说级3星的原住民大神给看中了，这简直是比中彩票的几率还要低。原本的灾难莫名其妙的被化解了，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难得一见的奇遇。如果许清雅真的跟随这名传说级祭祀学习法术，那么中海市怕是会再次出现一名顶级天才，史诗级祭祀清冷校花许清雅。而陈其山他们呢，也不用诚惶诚恐的逃跑，或许还能在亡灵峡谷里再混一下，沾着许清雅的光，说不定还能顺手洗劫好几头高级 BOSS 怪呢。冰原帝国。许清雅深吸了一口气，依旧醉醺醺的看向了叶琳娜，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清明。冰原帝国实际上就是亡灵峡谷副本的前身。全民转职世界里，每一个副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蓝星在许多原住民 NPC 眼中也只是一小型副本而已。亡灵峡谷在无数年前曾经有着一个强大的帝国，建立在一片冰川之上，名为冰原帝国。而叶琳娜正是这个 NPC 帝国中的佼佼者，帝国的至高祭祀。你是被囚禁在这个世界中了吗？许清雅没有直接答应叶琳娜的请求，而是皱了皱眉，轻声开口问道。听到这句话，陈其山的嘴角下意识的一扯，奶奶的，当着传说级 NPC 面，你说这个校花啊，能不能长点心？好在叶琳娜只是看了一眼许清雅，并没有展现出一丝不满，而是很有耐心的解释道：没错，无数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瑰丽绝美的冰原，只可惜随着亡灵天灾的降临，这里也变成了亡灵峡谷，所有的生灵都成为了亡灵骷髅，永恒的囚禁在这片土地中。叶琳娜深吸了一口气，无奈的摇了摇头。而我呢，依靠着冰原祭祀的力量，依靠着昔日帝国的荣光，最终逃过了一劫，没有成为行尸走肉的亡灵生物。不过也难以逃脱亡灵天灾的诅咒，不能踏出这片世界哪怕一步。叶琳娜的声音宛如魔咒一样，将所有人都拉回到了那个可怕的岁月中。原住民 NPC 和蓝星的职业者一样，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数据，也是活生生的生命。难以想象，一个强大的帝国竟然会在一日之间毁灭成这样。只能说，亡灵天灾这种史诗级战争，一旦袭击而来，确实没有人可以抵挡。所以，许清雅抬起头看向了叶琳娜，没有一丝丝的怯懦，而是相当有勇气的直视着对方。叶琳娜眉头一扬，看出了许清雅目光里的意图，果断的回答道：对，我希望能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你，不仅仅是我所学习的祭祀神术，当然也有冰原帝国所留下的一部分遗产。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答应。什么条件？许清雅睁大了好看的眼眸，
已经猜到了叶琳娜的意思。等你离开这个世界，需要前往岭东去寻找一件东西，然后来为我化解诅咒，让我离开这个不眠之地。叶琳娜所说的岭东，自然是职业者口中的第二世界，超出副本概念的终极史诗副本岭东世界。我答应你。许清雅没有一丝犹豫的点了点头。别答应那么快。叶琳娜看向许清雅道，你需要和我签订灵魂契约，一旦违背诺言，你将一样受到诅咒的侵蚀，和我一起永恒的沉沦在这片亡灵世界之中。即便是这样，你也答应吗？叶琳娜神情冰冷的看向许清雅。我答应。许清雅郑重的点了点头道，只要能让我成为一名史诗级职业者，我都可以答应你。还有半句话，许清雅没有说出来，只要能成为史诗级职业者，便能跟随苏明哥哥，哪怕是在京都，也可以重逢。好。听到许清雅如此果决的答复，叶琳娜的神情猛地一阵喜悦，她微微睁大了眼眸，好看的琥珀眸子里闪烁着光泽。那么，和我签订灵魂契约吧，违背契约的人将会受到死亡的诅咒，以及不死的诅咒。叶琳娜说着晦涩的咒语，而后手中出现了一本古老的祭祀之书。她再度看向许清雅，莞尔一笑道，签订契约后，我将赐予你无法想象的力量，你会在一刹那间提升到 LV60 级，成为一名真正的三转职业者。而后你也会转职成圣光祭祀，得到帝国圣光的洗礼与祝福。叶琳娜的笑容无比灿烂，宛如春光。一时间，许清雅都愣在了原地。而在许清雅身后，狩猎团里所有人，包括陈其山在内，全都瞳孔一阵剧烈跳动，倒吸了一口冷气。原地三转，圣光祭祀，帝国祝福。卧槽，这他奶奶的开挂！一个苏明还不够吗？现在中海市又加了一个许清雅，还要不要人活了？与此同时，亡灵峡谷副本、死亡沼泽、白征城、陈淑妍转职神殿苏西，以及中海市的各大头部工会成员，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幕，全部目瞪口呆，有种大脑缺氧的错觉。第179章释放炎魔身躯。叮！恭喜您成功击杀52级死亡骑士，获得经验值15000点。冰冷的提示声在苏明的脑海中传来。炎魔身躯这么刺激的吗？苏明握紧了手中的英雄级武器破晓之刃，眼前微微一亮，有些惊喜的呢喃道，这个技能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啊！在炎魔身躯 BOSS 技下，此时的感官貌似有了一种无所不能的错觉。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让新鲜的氧气充满了整个肺部，而他的身躯也在一刹那间点燃。身后的死亡之翼猛地一舒展开，让苏明直接出现在了半空中，而如同黄金一样的火焰带着炙热的温度在他的全身上下疯狂蔓延。此时的苏明根本不像是一名职业者，反而更像是从深渊世界爬出来的炎翼恶魔，强大、诡异，甚至带着一丝邪性。再来！苏明微微眯起眼眸，目光中带着些许兴奋地看向了前方的白雾，那里聚集着大量的死亡骑士 BOSS 即将出现，而苏明不准备坐以待毙，相反，他要主动出击。要知道，除了炎魔身躯以外，苏明还有好几个顶级技能都没有用过。死亡沼泽里的这一波 BOSS 怪正好可以当成磨刀石，好好的实验一下新技能的伤害效果。下一个，苏明淡淡一笑，轻声呢喃道：“刺客专属技能刺杀。”没错，苏明准备使用从镜那里掠夺来的2个物理系技能。这2个刺客职业专属技能有着超强的爆发效果，一旦释放，便能轻松收割同等级 BOSS 怪，哪怕是死亡骑士这种强度的亡灵生物，恐怕也挡不住苏明的一击必杀。更何况，苏明的基础力量本就远超同等级，已经无限接近1400点的强度，兑换成物理攻击力，那便是14万点伤害。在一水的英雄级武器加成下，以及顶级刺客技能的力量叠加下，所爆发出来的高额伤害，就算再长的血条也会在一刹那间清空。轰的一声，苏明身后的死亡之翼再次高频一震，带着他冲向了白雾。破晓之刃如同雷电一样，在白雾中爆发出电闪雷鸣式的火光，一明一暗，每一次落下都能收割掉一名死亡骑士的生命，爆出满地的物品和海量的经验值。而与此同时，在苏明疯狂狩猎着死亡骑士的时候，狩猎团的全部成员，包括白征城这名 LV300级的荆棘骑士在内，全都看呆了，震惊，头皮发麻的震惊。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卧槽，我没有看错吧？苏明不是才50级吗？说好的只是团宠吉祥物呢？怎么？死一样的沉默过后，一名100级左右的坦克骑士嘴角一阵抽搐，用快要崩溃的声音大声地道：“疯狂！
简直是太疯狂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不仅仅是他如此震撼，其他职业者一样傻眼了，好久都没有反应过来。一刀下去，直接斩杀了一名死亡骑士。奶奶的，这种级别的伤害，恐怕连3转职业者都打不出来。你想多了，3转？我这么说吧，苏明现在所展现出的高额暴击，就算是100级都会汗颜。等等，他不是才50级吗？为什么攻击力这么高？死亡骑士的血条唰的一下就清空了。史诗级啊！兄弟，每提升1级都能得到30点自由点。如果苏明真的够狠的话，全点力量或是精神属性，他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攻击力确实已经能和100级职业者媲美了。别忘了，苏明还有英雄级武器，而且不止一柄英雄级武器。咋说呢？这小子现在的水平，虽说面对100级职业者1对1 PK 不一定能稳赢，不过就算输的话，也不至于输得太惨，侥幸获胜的概率很大。废话，人家还有一头死灵古龙坐骑，你们看看那头黄金巨龙，一个顶级天才，一头黄金巨龙，这种阵容，一般的100级职业者能顶得住？确实是这样。如果是那种脆皮职业者的话，像弓箭手、法师，他们的暴击伤害和输出力虽然高，可是防御力呢，却低得可怜，远不如同等级职业者。在苏明的高额伤害收割下，恐怕也撑不了多久。这不是重点，你们没有注意看吗？苏少刚才貌似使用了一个被动技能，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似乎是来自深渊世界的专属 BOSS 技能呢。卧槽，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相似。难道说那是炎魔身躯？那个可以强化体质和思维属性，并赋予职业者炎翼恶魔动态视力、听觉、亢奋状态的顶级 BOSS 技。狩猎团吵得沸沸扬扬，这些平时在中海市都是一副处变不惊姿态的大人物，此时却都活跃了起来，被苏明给震惊的一愣一愣的。没办法，这种场景随便是谁见到了都会下意识的懵掉。原本白征城都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整个狩猎团全都打起了精神。然而呢，苏明高中生 LV 50级，在一大堆100级以上的大佬面前，像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却直接站了出来，手起刀落，哐当几下就将第一波死亡骑士给搅得一片混乱。不说直接清理掉了这些 BOSS 怪，但好歹也是打乱了这些死亡骑士的节奏。而苏明所泄露出来的全新技能，更是吸引到了狩猎团里所有职业大神的注意。他们的眼界和普通的高中生不一样，全都是真正的精英，自然能一眼看出苏明所使用的技能。英雄级炎魔身躯，被国家图书馆给收录过的一门顶级 BOSS 技能书。京都曾经有一名刺客职业者在冲击国服排位赛时使用过，当年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现在中海市一个高中生却重现了这种堪称神技一样的顶尖技能，只能说大佬的世界确实太变态了。一时间倒吸冷气的嘶声在狩猎团中此起彼伏，即便是一脸冷淡的韩英都不禁皱了皱眉。怎么可能？韩英微微眯起了眼，憋着一口气没有吐出来，心脏却猛然的颤抖了2下，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原本他以为自己在进行了一场至高仪式，解锁了全新的职业暗黑巫师后，已经有了和苏明平起平坐的底气。毕竟暗黑巫师，传说中的魔巫，一样是史诗级职业，而且成长潜能相当巨大，随着等级的提升不断转职，将来也有机会成为传说级。韩英正准备在这次的亡灵峡谷副本里好好的杀一下苏明的锐气，将上次在前海湾的恩怨了解，夺回自己的2大专属技能，亲自手刃苏明。可现在呢，事情却朝着一种不可预期的方向发展了。苏明此时展现出来的姿态，似乎即便是魔巫也不一定能压得住。或者说，现目前的韩英1对1的话，估计大概率仍旧不是苏明的对手。多的不说，同等级的死亡骑士就能让韩英头疼万分，而面对如此海量的死亡骑士和骷髅古马，苏明却能一路莽穿，他们2人间的差距恐怕不是一星半点能形容的。可恶！韩英皱了皱眉，大口的喘息了下，深深的吸了一口浊气，神情复杂的骂了一句道：该死的苏明，不知道又从哪里掠夺了一个全新的 BOSS 技，这样下去，我啥时候才能报仇雪恨？韩英的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能听到。一念及此，韩英握住了手里的法杖，大步朝着狩猎团前方走去。第180章，宅男女神吃醋了。韩小姐，你要去哪里？见到韩英走出了狩猎团，朝着苏明所在的方向前去，在韩英身后，一名身着异域服饰的女法师微微向前一倾，开口说道：来副本前，苍魂会长说了，别管我。韩英很不耐烦地回对了一句，没有顾及这名女法师，也全然没有在意狩猎团里其他成员的目光，径直走向了那一片白雾，冲向了死亡骑士 BOSS 群。阿曼，
狩猎团里本就一阵躁动，而此时徐月也掀起了法袍，魅惑的双眼看向了身旁的女骑大佬柳曼妮，莞尔一笑道：“我们也去凑热闹，这批死亡骑士可不便宜，如果能收割一堆的话，到时候可以给禁卫军里的职业者们购买不少精良武器了。”柳曼妮的性子本就高冷，没有直接回答许月，只是将那一柄水晶一样湛蓝的长枪向后一甩，英姿飒爽地朝着前方走去。狩猎团里的职业者见到女骑士大佬来了，也纷纷让开一条路。而这时，柳曼妮才微微回头看了一眼许月，说道：“走吧，许小姐。”许月一愣，也流露出了一丝甜美的笑意，点了点头道：“好。”苏西经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咱们这次来亡灵峡谷副本，可是奔着苍牙之血以及那件史诗武器来的。可是你看，一个苏明，一个韩英，还有那许月，全都是些大魔头。随着许月和韩英两女一动身，狩猎团里的职业大佬们都不禁皱了皱眉头。怎么说呢？太儿戏了，这哪里是在副本刷怪，简直是像高中生在学校里瞎晃悠一样，太漫不经心了。一名100级左右的中年职业者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看向神情凝重的苏西说道：“你看，咱们接下来咋弄？要不你和苏苏少说一下，还是跟着狩猎团的节奏来？”还有许月和韩英这两个大小姐，中年职业者的话确实有道理，也算是说出了在场一众大佬心里的想法。然而苏西却扬了扬下巴，那傲人的曼妙身段显得更为突出了。他冰冷地看了一眼这名中年职业者，语气不太友好地回怼道：“我说，我能说什么？我不过是一个转职神殿的小经理，在场的各位哪个不比我名气大？苏明，他现在的名头都要冲到天上去了，我和他说，能听得进去吗？再说了，许月背后是禁卫军团，他要做什么，我苏西拦不住。韩英，史诗级职业者，暗黑巫师，背后站着中海3巨头，苍魂公会的千金，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多嘴呢？”说到这里，苏西不耐烦地走开了，没有再回复这名职业者哪怕一句话。一时间，所有人都不禁转头看了过来，全都愣了一下。中海市的大佬几乎都知道苏西的脾气很好，在中海这个地方也被称为宅男女神，性格好，魔鬼一样的身材，初恋一样的脸蛋，完美无瑕。貌似这还是第一次苏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火，咋回事？都吃枪药了？而同时，苏西也不禁皱了下眉，脸蛋有些泛红，倒不是羞涩了，而是有些莫名的愧疚。他看了一下狩猎团前方，白雾中疯狂闪烁的光芒，苏明的身影在白雾中若隐若现，一手破晓之刃，不知道终结掉了多少死亡骑士。而两道亮丽曼妙的身影正在朝着苏明不断靠近，正是许月和韩英。不知道为何，苏西伸出手背，轻轻抚摸了下自己的脸蛋，有点莫名的滚烫。苏明，苏西深吸了一口浊气，怨气十足的呢喃了下，就连他自己都无比诧异，心中竟然掀起了一丝淡淡的醋意。红颜知己是真的多呢。苏西又偷瞄了一下坐在死灵古龙身上的陈淑妍，赌气似的嘟囔了一声：“旋即，他也从身后抽出了一柄有点像陌刀一样的长刃，脚步轻盈地走出了狩猎团，奔着那片白雾走去了。卧槽，咋回事呢？狩猎团最前方，一名在中海小有名气的大神级职业者，嘴角不由得轻轻抽了抽，注视着苏西、韩英、许月这三女的背影，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看戏的笑意。大神职业者轻声咳嗽了2声，用肩膀撞了下身边的白征程，漫不经心地说道：“老白，这下咱们这支狩猎团怕是有点散了。你说说，这几个大小姐，还有那苏明不苏大少，哪个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听到死党的话后，白征程这个平时相当严肃的征程工会长也不禁咽了咽口水，苦涩地笑着说道：“修罗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次咱们怕是遇到修罗场了。苏明这小子还真是情场老手呢，早就听说禁卫军团的许月、苍魂公会千金和他的关系不太一般，可是咱也不知道，咱们中海的宅男女神苏大经理居然也被苏明给迷得5迷3道的，这是给灌了迷魂药啊！”白征程扶额，不免有些头疼。怎么说呢？虽然明面上中海市有3大巨头，分别是苍魂公会、永恒公会以及征程公会，然而只有白征程这个当事人清楚，和另外2大公会比起来，他这个 A 级公会长其实弱的不是一星半点。中海根本不是什么3足立鼎，而是妥妥的2大公会抗衡。面对韩英这个苍魂千金，以及编制内的禁卫军团许月，白征程哪里有多嘴的资格？他的确是300级荆棘骑士，可是在真正的大佬面前，也不过是一个比较肥的韭菜盒子罢了。真要惹怒了韩英或是许月，恐怕今天这场副本结束，他白征程也会下课。要不了多久，中海市也不会再有征程公会的名号。至于苏西，
能这么年轻就当上驻扎中海市的转职神殿经理，背后能没有点背景？更何况苏西才多大，等级就已经达到了200级的段位，外界可是传闻啊。苏西身后站着的是京都某个1000级大 boss， 许多 S 级工会都在给那个大佬打工呢。想到这里，白征成揉了揉太阳穴，无奈的笑着道：“摆烂吧，我也算是看明白了，这次的亡灵峡谷副本主人公是苏明。等会你听我的，少说话，多做事。这火药味太浓了，我怕苏明、苏少的这几个红颜知己等会互掐起来，伤及无辜。”白征成的死党，一样200来级的狂暴骑士，咽了咽口水，瓮声瓮气的回答道：“还得是你啊，老白，察言观色的实力比以前只多不少。”那当然。白征成欲哭无泪地道：“要不，你以为我能混到今天这个地位？伴君如伴虎呢。”荆棘骑士泪目。而另一边，坐在死灵古龙身上的陈淑妍也是眼前微微一亮，着实被苏明给吓到了。研魔身躯，陈淑妍小嘴轻轻一张开，美眸里流转着不可思议的光芒，她的眼眸闪烁了下，自顾自地说道：“看来老校长说的没错，帅弟弟貌似真的拥有传说中记录的那种亮掠夺 BOSS 技能。苏明能掠夺 BOSS 技能？”陈淑妍感觉心脏都咯噔颤抖了好几下，一口气差点没有咽下去，她实在是太震惊了。倘若真的和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苏明可以掠夺 BOSS 怪以及职业者的专属技能，那么事情就有点意思了。只要苏明愿意向国家高层表明身份，展示自己的能力，将来的他恐怕不再是一名顶级职业者那么简单，而是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个全民转职世界最核心的力量。苏明将会被无数职业者乃至整个大夏龙国视为神明。第181章苏明 vs 死亡骑士头目。当许月级女都掠过了狩猎团，径直冲向白雾后，白征成也无奈地做出了决定，放弃了原本的想法，让狩猎团尽量保持秩序，抢先进入白雾去清理第一波死亡骑士 BOSS。 他们的节奏可以说是被苏明给彻底破坏掉了，从原本的防御直接转变成了发起攻击。而同一时间，苏明却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死亡沼泽中央，一片浓重的白雾中，此时的苏明完全沉浸在了疯狂地狩猎中。50级左右的死亡骑士 BOSS 对现在的苏明来说简直是最好的磨刀石，等级不会过高，对他造成太大的威胁，也不至于太弱，能完美展现出苏明目前的实力，尽情地享受战斗的快感。裂空剑影，进，刺杀！苏明轻声一阵暴喝，纵身一跃，旋即在他的脚下，一片宛如镜面一样光滑的法阵徐徐展现了出来。法阵中，苏明的身躯也在一刹那间疯狂复制分裂，可以清晰地见到法阵中心出现了无数个苏明，每一个都拥有和他一样的样貌，身后挥动着残破的死亡之翼，浑身弥漫着淡金色的火焰，宛如无数个炎翼恶魔。只是裂空剑影怎么够呢？苏明看了一眼周围的死亡骑士 BOSS， 不由得咧开嘴，淡淡一笑。龙牙环，他将脖子上的那串英雄级项链微微一扯，旋即抛向了半空。叮！恭喜您成功触发英雄级装备龙牙环的专属装备技能龙牙环风。叮！恭喜您获得了额外正 2000% 最大攻击距离。随着冰冷的提示声一落地，苏明神情一阵惊喜，莫名的期待了起来。没错，他开启了装备技能裂空剑影，虽然是刺客职业的专属技能，相当顶级的暗杀技能，然而缺陷也很明显。一方面，每次攻击所带来的伤害结果太少，另一方面，攻击距离太短。毕竟这是一个类似于领域系的消耗型技能，更多情况下是对单个目标发起攻击，疯狂削弱单个目标的血条以及消耗目标的其他属性。然而苏明却完美解决了这两个痛点。他的基础力量点很高，在同等级下几乎没有职业者能和他抗衡，因为苏明放弃了敏捷属性和体质属性，将大部分的自由点都加在了力量和精神上，又吸收了好几颗力量宝石，所以苏明的物理攻击力无比强大。在释放裂空剑影这个技能时，绝不会像当时的镜一样，每一击落下都宛如刮痧似的不痛不痒，能够带来真正的高额暴击伤害。至于攻击距离太短的问题，苏明身上的装备全都是极品装备和顶级武器，所附带的词条里许多都有增加攻击距离这一点。尤其是在开启龙牙环的专属装备技后，苏明能直接获得一个额外的 2000% 最大攻击距离。这是什么概念？直接让分身可以位移的距离增加了20几倍，甚至更多。哗啦啦，在苏明的脚下，一片无比庞大的金色法阵就这么舒展开来，
不断蔓延，一直烙印在了整片大地上。而法阵中心，无数个燃烧着火焰、手握破晓之刃的苏明，全都眼前微微一亮，用一种极为亢奋的目光看向了周围的死亡骑士 BOSS。神印步，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又开启了一个黄金级技能，提升攻击速度，提升移速，提升施法速度。这个技能可以理解成敏捷技能，一旦释放，苏明在裂空剑影状态下的速度会变得更快，宛如真正的幽灵一样，来回闪烁，根本不能捕捉他的动作。残影，留下的只有残影，甚至于连一丝丝残影都见不到。叮！恭喜您成功击杀54级死亡骑士，获得经验值17000点。叮！恭喜您成功击杀57级死亡骑士，获得经验值29000点。叮！恭喜您！华丽、绚烂、丝滑。苏明彻底沉浸在酣畅淋漓的战斗中了，而他的脑海里，死亡骑士的终结提示音也宛如雨点一样不断冲刷而来。就这么一小会的时间里，他所获得的经验值都超过了40万点。爽！苏明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浑身宛如打了肾上腺素一样，无比的亢奋。在研磨身躯的效果下，他根本不会有一丝疲惫。一种油然而生的强大感官，让苏明产生了一种很难形容的感受，就像是无所不能。哗啦啦，在庞大的法阵中，所有苏明分身都在疯狂地挥动着手里的破晓之刃，所带来的伤害结果绝不是刮痧那样不痛不痒，而更像是死神的镰刀在收割着这些死亡骑士的生命。又是一大波经验值涌入，苏明眼前猛然一亮，心情好得要死。裂空剑影技能结束了，苏明咽了咽唾沫，在他脚下的那片法阵终于暗淡了下去。技能持续时间结束，意味着他的所有分身将会在一刹那间消失。然而这并不影响什么，苏明提起破晓之刃，加快了手中的攻击速度，几刀下去，又是一片死亡骑士 BOSS 被爆成了经验值，以及满地萦绕着金色光环的战利品。试一下那个刺客职业所谓的终极必杀技。苏明轻轻扭动了下身体，脑海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而他的目光呢，则是落到了一群死亡骑士最后方那名死亡骑士头目亚克的身上。74级，100万生命值。苏明微微一眯眼眸，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劲刺杀，不过我等级貌似低了不少。想到这里，苏明心头一紧，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直接用掉了刚刚获得的所有经验值，同时又将先前从柳妹那里弄来的顶级经验药剂用掉了一部分。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53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57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60级。苏明的等级在一瞬间直接提升到了60级段位，这已经是他目前的等级最大上限了。想要再继续升级，必须要先去转职神殿，完成了第3次转职。全点力量。苏明神情亢奋地点开了自己的属性栏，将所有自由点全部加在了力量属性那一栏。这样做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单纯是让这一次的劲刺杀展现出最强的伤害结果。不知道为何，此时的苏明在研磨身躯技能效果下变得有了一丝疯狂，即便是他自己都稍微有些出乎意料。不过这并不重要，死亡骑士头目亚克必须要拿下，那颗亡灵水晶也必须要拿下。死亡研爆术，元素剑矢。苏明的力量属性点在一刹那间疯狂增加了好几百点，然而他并没有直接对死亡骑士头目发起终结攻击，而是挥了挥手，丢出了2个法术伤害技能。在苏明的视野中，一大片燃烧着金色光芒的硕大火球朝着亚克的头顶猛地落下，而无数根如同枯骨一样的剑矢也带着不同的元素光辉朝着亚克嗖的一下飞去。这种强度的技能伤害，再配合着苏明的高额攻击力，高级武器所呈现出的最终伤害结果绝对不会低。苏明微微一眯眼，看向了死亡骑士头目，只听哐当一声，火球爆裂，研爆术，元素剑矢也一一贯穿了亚克的身躯。负30万点，法爆，克制，负30万点，法爆，克制，负40万点，法爆，克制。晋升60级后，苏明每一次攻击所带来的伤害结果都极为夸张，2个技能全部落下，对亚克造成的伤害总和已经达到了100万点的数值。然而亚克毕竟也是暗金级 BOSS 怪，作为曾经的冰原帝国骑士，此时的他浑身呈现出一片淡淡的黑雾，黑雾凝结成水晶一样的护盾，拦下了苏明一部分攻击。而在免疫抗性、法术抗性、回血恢复效果等一系列的专长下，亚克自身的生命值也没有全部被清空，不过却也掉落了接近一半。差不多了，苏明瞳孔猛地一阵放大，抓住了最好的时机，旋即
身后的死亡之翼疯狂挥动，带着他直接扑向了亚克。在苏明手中的那一柄英雄级武器破晓之刃高频的震战着，像是即将饮血的狮子，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发出了清脆的嗡声。剑！刺杀！苏明轻声暴喝了下，刀刃向下一斩，朝着亚克的头颅挥去。第182章烟雨公会狩猎团。亡灵峡谷副本，冰原雪山。这是整个亡灵峡谷最大的一处禁地，也处于副本最深处的位置。冰原雪山的知名度很高，全国各大头部公会几乎都有了解过。这个地方极度危险，充满了高级 BOSS 怪，而且全是亡灵系生物，有着极为恐怖的4维属性以及专属 BOSS 技能。即便是 S 级公会，除非出动一支战斗经验丰富、阵容华丽的狩猎团，否则也很难从这片禁地中走出来。当然，冰原雪山这个禁地所爆出的奖励也极为丰厚。每一次亡灵峡谷副本开启，所对应的强度都有所不同，副本 BOSS 怪开出的物品有一定的区别。然而，在冰原雪山这里，最少也能出现一柄英雄级武器以及一本英雄级技能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哪怕冰原雪山被无数职业者视为禁区，不可踏入，却依旧有大量的狩猎团抵达这里。而这一次，亡灵峡谷副本的强度迎来了史上最强版本，实际强度达到了英雄级档次，副本所对应的禁地自然也得到了增强。作为知名度极高的冰原雪山，可想而知。不过，此时的雪山中却有一支人数很少的狩猎团正在缓慢的前行。这支狩猎团总共只有20几名职业者，大部分职业者看上去都很年轻，仅有10几岁的模样。最奇怪的是，这些职业者全都是女性，在他们的衣襟处别着一枚精致的工会徽章——烟雨公会。没错，他们全都来自于江南省，是 S 级公会烟雨公会派来的职业者，其中大部分人是罗峰从江南省中选拔出来的顶级天才。一共12名少女，每一位都达到了史诗级职业者的资质，是真正的顶级潜能。而领队的，自然罗峰那没有血缘的妹妹罗梦蝶。小姨，我能感受到前方的冰川下有一头冰霜巨龙。此时的罗梦蝶一身华丽的红色巫女法袍，她伸出手将一头猩红的长发给盘在脑后，嘴角微微张开，咬着发绳，正在为自己束发，看上去是极为日常的少女，正在梳妆打扮似的。然而，她所说的话却当场震惊了身旁那名300级段位的阴阳师。手握木杖的阴阳师也是罗梦蝶没有血缘的小姨，此时瞳孔猛地一缩，回头看向罗梦蝶，不可置信地问道：“你说前面的冰川下有一头冰霜巨龙，能看出冰霜巨龙的等级吗？是死亡，或是……”阴阳师没有一丝质疑罗梦蝶的意思，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这个小侄女究竟有多么可怕。作为整个江南省唯一的传说级职业者，罗梦蝶的职业堪称江南省最顶级的存在，即便是他这名阴阳师，在某些时候都要听从罗梦蝶的调遣。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因为从罗梦蝶转职成御龙师后，罗梦蝶所说的话便没有错过，它即是真理。那是一颗滚烫的心脏，一颗巨龙心脏，不过却像是火山灰一样处于濒死状态。罗梦蝶微微一眯眼，像是在感知着冰川下方的动向，轻声开口呢喃道：“在这片充满死亡的副本世界里，那个小家伙貌似快要死掉了，他将要重获新生，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冰霜死龙。”听到这些话，阴阳师猛地一愣，而后不禁发出了嘶的一声。不好，以冰霜巨龙这种血统强度的生物，如果成为死龙 BOSS， 恐怕所产生的破坏力能够媲美深渊世界的魔龙。阴阳师皱了皱眉，深吸了一口浊气，旋即看向罗梦蝶道：“你可以驯化它吗？”罗梦蝶竖起红色长发，轻轻一歪头，露出了好看的小虎牙。可以。他只是淡淡一笑，却让阴阳师心头长松了一口气。可以。罗梦蝶的话对阴阳师而言便是真理。好。阴阳师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这个小侄女，神情也变得有些激动了起来。他挥了挥手，用手中的法杖释放出了一片如同灯盏似的光明火球，点亮了前方一整条大道。在他们脚下，那湛蓝色的冰川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阴阳师顺着脚下的冰川一眼看了过去，神情亢奋地喃喃道：“这是一头庞大的如同一座古城一样的巨龙，一头血统高贵的冰霜巨龙。倘若能驯化这头巨龙，我们烟雨公会的实力恐怕能再次提升一个档次。而你，梦蝶，你也将成为全国唯一的在100级段位以下便驯服了冰霜巨龙的顶级天才。”说到这里，阴阳师的情绪已经变得极为高亢了。然而，罗梦蝶却只是淡淡一笑，摇了摇头道：“在这个副本中不止一头冰霜巨龙，而且在副本的另一个方向，貌似是死亡沼泽。”罗梦蝶的小虎牙咬紧了嘴角，
似乎是在尽量去感知副本中的一切。除了御龙师这个传说级职业外，他还有一个第二职业，只不过没有人知道罗梦蝶的第二职业究竟是什么。即便是他的小姨，眼前这名阴阳师也只能模棱两可的从罗峰口中得知，那似乎是一个禁忌般的存在。罗梦蝶被齿微微一咬嘴角，旋即紧张的情绪也舒缓开了，已经见到了死亡沼泽那个方向的画面。他再度莞尔一笑道：“我看见了，在死亡沼泽那个方向也还有一头强大的巨龙，死灵古龙，那可不是普通的死灵古龙，而是一头有着一丝恶魔血统的变异种。非要说起来，那头变异种和我们脚下的冰霜巨龙不相上下。”阴阳师神情一惊，恶魔血统的变异种，死灵古龙，难道是中海市那个小家伙的坐骑？来头竟然这么大，连冰霜巨龙都只是不相上下。要知道，冰霜巨龙在巨龙中可以说是金字塔上层的存在，即便是死灵古龙也要次于这种物种。没想到这个副本里却还有变异巨龙，是职业者吗？阴阳师没有犹豫，果断地问了一句道：“对。”罗梦蝶又是微微一歪头，红色的长发有些挡住了双眼，不过她的声音却响起：“是那个名为苏明的职业者，那是他的坐骑。除了死灵古龙外，他还有一只很好看的独角兽，光印独角兽，英雄级血统。”罗梦蝶的眉头忽然一紧，在他怀里，那是他好像还有第三只宠兽。阴阳师惊呆了，苏明，那个中海市的小家伙，怎么还有第三头宠兽？2个英雄级血统的宠兽还不够吗？那是什么？也是英雄级血统？阴阳师显得有些着急地问道。这一次来副本，他们可是带着罗峰的指令，必须要拿到苍牙之血这件物品，而中海市的狩猎团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动，所以阴阳师必须要弄清楚副本里所有狩猎团的情况，尤其是苏明所在的中海联盟狩猎团。不是，那就好。阴阳师长松了一口气。也是，罗梦蝶再次补充道。到底是什么？阴阳师有些急了。那是一头来自深渊世界的恶魔，有着恶魔王室血统的生物。罗梦蝶的话宛如骤雨一样降临，吓得阴阳师当场心脏咯噔了2下，都快要窒息掉了。你说什么？恶魔王是恶魔王的后代？是的。罗梦蝶小脸微微有些泛白，她晃了晃头，原本有些空洞的眼神再度恢复了一丝清醒，就好像她的目光从死亡沼泽中抽离了出来。而后她看向了阴阳师，冲着自己的这个小姨面无表情的解释道：“而且那是深渊世界某一个恶魔王的直系后代，虽说也是混血种，不过却可以理解成直系混血种。恶魔王的第7子。”第183章御龙师。罗云感觉自己大脑都在一刹那空白了。深渊世界，也即是大家所说的地狱，那里充满了死亡和极端的生物，到处都是恶魔和亡灵。而深渊副本这个第2世界里最强的存在，莫过于是那些恶魔王。每一位恶魔王都有着绝对强大的力量。如果对标职业者，那么所有恶魔王的职业资质都是半神级以上的存在。这是什么概念？传说级满星，每提升1级都能获得好几百自由点，晋升为100级段位后便能享有几万点的基础属性。这意味着什么？一名传说满星的职业者在100级段位时，不使用任何技能，单单是一个普通攻击都能造成10几万点乃至是几十万点的攻击力。而当他们动用高级武器，使用高级技能，这个伤害结果便会疯狂增幅，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恐怕已经高达几百万点了，甚至是1000万点都有可能。1000万级别的伤害，一波下来能轰死多少顶级 BOSS 怪了？再长的血条都会被秒空。然而这却只是传说满星职业者的强度。深渊世界里那些恶魔王，哪一个不是超出传说级档次的存在？最次的也是半神级。换句话来说，一名恶魔王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已经能够捏死蓝星中那些老牌职业者中的佼佼者。他们是真正的以血肉之躯比肩神明，或者说恶魔王本身即是堕落的神明。而现在呢，苏明这个家伙手里竟然攥着一个恶魔王的直系混血种，魔王的第7子，这怎么能不让人疯狂？此时的罗云恨不得当场原地去世，他的心脏疯狂颤动了好几下，都快要跳出来了。哐当一声，罗云再也握不住手里的法杖，一松手，不小心落到了地面。中海市怕是要变天了呢。罗云大口地喘息了好几下，尽量稳住了自己的情绪，神情微微有些木讷地说道。片刻后，他恢复了正常的神情，将法杖重新握在了手中，看了一眼身后的狩猎团。那12名史诗级职业者，从江南省寻找而来的顶级天才少女，此时的反应和罗梦蝶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
完全没有半点情绪波动，全都有些面无表情。罗云不禁心底一阵惊颤，难道说是因为亡灵天灾即将降临，唯有神明可以对抗神明？想到这里，罗云的眉头不免有些紧锁了。如果说真的和百灵会长所说的那样，不久后一场第4天灾将会席卷全球，全世界的职业者都会在疫顷刻间被天灾所笼罩，整个全民转职，世界将会毁于一旦，那么能够改写第4天灾剧情的，怕是也只有这些变态级的小怪物。罗云神情惶恐不安的呢喃道，宛如在自言自语，就像是唯有神明能对抗神明，也只有苏明、小侄女他们能够在这场大灾变中创造神迹。一念及此，罗云再次回头看向了身后那10几名花一样年纪的少女，每一个名少女都意味着一个史诗级职业者，她们那明媚的眼眸底下流动着一丝淡淡的圣光。罗云的心头又是一阵颤动，很快他也长叹了一口气，无奈的笑了笑，释怀道，非要说起来，苏明就算驯化了一头拥有恶魔王血统的宠兽，怕是也不能和小侄女相比。传说级职业者，又是御龙师，我们烟雨公会终究还是有拿得出手的人物。如果能驯化这冰川下的冰霜巨龙，小侄女现目前的实力，应该也在苏明那个家伙之上吧。罗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回头看向罗梦蝶道，先驯服这头冰霜巨龙，然后继续朝着副本最深处前进，找到苍崖之血，回去交给会长。罗云轻轻按压了下太阳穴，做出了一个清晰的规划。虽说这支狩猎团由罗梦蝶带队，可遇到关键问题，还是他罗云说了算。好的，小姨。罗梦蝶微微点了点头，很是听话的回应道。对了，罗云沉默了一会，莫名的说道，下一次如果遇到了百灵会长，不要提及苏明的事情，也不要说那只恶魔宠兽的事情。罗云让自己的声音稍微低了一些，凑到自己小侄女身旁道，很多事情外人终究是外人，你我间的事情还有你哥，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倘若这个世界真的有转生者，也真的像百灵会长所说的那样，亡灵天灾第4天灾会席卷全世界，一切都会化为灰烬，那么我们烟雨公会也需要在大灾变降临前拥有属于自己的力量。说完这些话，罗云的眉头再度微微挤在一起，又长叹了一口浊气。罗梦蝶神情有些茫然，然而他最终也点了下头。我明白了，小姨。罗梦蝶浅浅一笑道，我不会说的。那就好。罗云的眸光里闪烁着些许波动。走吧，继续向副本深处前进。要是见到了苏明他们，记得不要展现自己所有的力量，要留一部分底牌。以后的路长着呢。罗梦蝶跟在小姨身后，像是一只蹑手蹑脚学步的小奶猫，没有回答罗云的话，只是轻哼了一声。冰原雪山中，大雪纷飞，而罗梦蝶一身红色装束却显得极为扎眼，亮丽的像是一抹春光。叮！恭喜您成功击杀74级 BOSS 怪死亡骑士头目亚克，获得经验值126000点。叮！恭喜您获得额外经验值35000点。亡灵峡谷副本死亡沼泽。伴随着一阵冰冷悦耳的提示声落下，苏明眼前猛然一阵泛光，心中更是无比狂喜。成功了！一击终结亚克，死亡骑士头目 LV74级的 BOSS 怪被一招拿下。刺杀这个技能确实不错，不愧是被称为刺客职业的专属神技，释放后能让职业者连续对单个目标发起7次连续攻击，每一次都能带来极高额的暴击伤害，还伴随着有克制效果。7次攻击结束，便能收割掉敌人的生命。苏明长松了一口气，复盘起了刚刚的战斗。刺杀这个技能确实不错，7次连续攻击，每一次进攻都能让伤害得到增幅，一共叠加了7次。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技能如果运用得当，已经能媲美一些弱化版的入门级禁咒了。而且相比于禁咒而言，这个技能更加灵活，实用性也更广泛。死亡骑士头目真不错啊，爆出了16万多经验值，这可比普通的小怪要香太多了。苏明扬了扬眉头，心情一阵大好，恨不得当场来一段 rap 庆祝一下。亚克的 BOSS 技能还可以，值得掠夺一手。苏明大口的深呼吸了几下，让大脑恢复了清醒。而此时的他也解开了炎魔身躯的技能效果，浑身不再披着淡金色的火焰，而是恢复了正常的状态。毕竟炎魔身躯这个技能相当消耗法力值，就算苏明的法力值条是普通职业者的10倍，那也不能这么乱用啊，还是得稍微节约一下。副本才刚刚开始呢，先取亡灵水晶，比起技能来说，这颗水晶更有价值。苏明眼前微微一亮，没有直接去掠夺那亚克的 BOSS 技能，而是将目光放在了亚克那一身破烂的铠甲上。要知道，在这件铠甲内部
死亡骑士的心脏位置可是藏着一颗价值连城的水晶，英雄级物品，能让恶魔渡鸦或者死灵古龙完成一次全新的强化，解锁专属技能。这种强度的洗礼，可是丝毫不比上一次苏明给予埃尔法的洗礼。毕竟，上一次埃尔法和双星所使用的不过是苏明不要了的龙血宝石废料，而这次完美的英雄级水晶，恐怕将会为宠兽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蜕变。想到这里，苏明直接朝着亚克走去了，全然忽视了满地的战利品，甚至一脚跨过了一件英雄级武器。而与此同时，在苏明身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白征成他们，整个狩猎团全部职业者都在一刹那间惊呆了。第184章，苏明的实力100级职业者。卧槽！你们看到了没？我没有眼花吧？刚刚苏明一击终结了74级死亡骑士头目，疯了吧？死亡沼泽里的顶级怪物就这么被轻松收割掉了。奶奶的，我现在有点缺氧了。你们注意到了没？就在刚刚，苏明他使用出了一个刺客职业专属技能，不对，是2个，分别是裂空剑影和镜刺杀。当然，我不是瞎子，刺客职业专属神技竟然在苏明身上重现了。不，应该是苏少。我现在终于有点明白，为何他能受到全国所有顶级名校的青睐，不是清北大学他们太求贤若渴，而是我们没看透。一个炎魔身躯，2个刺客神技，死亡岩爆术，禁咒，天哪！苏少的杀神职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职业？能没有职业限制，同一时间学习全职业的各大顶级技能，就连刺客专属神技都能练习到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他未来的潜力怕是能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苏神的等级竟然也提升到了60级段位，一波下来，先是疯狂收割几10万点经验值，而后哭哭一阵晋级，这哪里是高中生？你说他是京都那些 SSS 级工会亲自带出来的顶级2代，我都不会有一点怀疑。或许真的和网传的一样，苏神的背后站着的不仅仅是黄金玫瑰工会，怕是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势力。一般情况下，即便是优质的 A 级工会狩猎团，在死亡沼泽这种地方都需要相当谨慎的前进，让团队里的牧师、法师、骑士、刺客、弓箭手形成严密的队列，井然有序地推进过去。然而呢，苏少提着一柄长刃，直接杀到了死亡骑士堆里，一波哭哭乱杀，和砍瓜切菜一样，莽穿了。到底谁才是 BOSS？ 虚假的 BOSS 需要通过击杀怪物来获取经验值升级，真正的 BOSS 是披着职业者身份的纯情男高。我现在严重怀疑，苏神是中海市里唯一的人形 BOSS 怪。副本推土机，不知道为何，苏少所展现出来的刺客技能，竟然比中海市那些高级刺客还要剽悍。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伤害程度这么高的裂空剑影。说好的是刮痧伤害呢，怎么被苏少完成了高额暴击技能？最夸张的还不是这个，刚刚最后那一波刺客的终极一击，连续7次攻击，每一次落下都打出了超额物理暴击伤害，100多万点的伤害结果，就算是我见了也有点心惊肉跳呢。炸裂！全场炸裂！随着苏明手握破晓之刃，一刀终结了死亡骑士头目。整个狩猎团里，这些中海市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全都被吓得一哆嗦，被苏明给震惊得一愣一愣的。倒不是说苏明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可以轻松捏死这些大佬了，这当然不可能，毕竟等级差距很大，200级左右的苏西，如果真的1对1 PK， 苏明依旧不是对手。然而，面对让整个狩猎团都一阵头疼的死亡骑士群，苏明竟然能如此游刃有余的在其中狩猎，甚至当着1000多名死亡骑士的面，直接终结了亚克这个头目 BOSS 怪。如此惊艳的战斗技巧、丝滑的身法、顶级的战斗意识以及强大的技能伤害，彻底折服了在场所有职业者。当然，最让他们懵掉的是，苏明竟然也学习了刺客职业的专属技能，而且还是最顶级的神技——裂空剑影、镜刺杀。甚至说，苏明对这2个刺客技能的理解程度，比中海市那些刺客大佬还要精深。狩猎团中传来了一阵倒吸冷气的嘶声，在队伍最后方，属于苍魂工会的阵营里，一名全身覆盖着漆黑铠甲，手里紧握着一柄短刃的刺客职业者皱了下眉头，轻声开口说道：“不会吧？苏少的基础力量已经达到了1000多点的程度，不，准确来讲，已经快接近2000点了。这名刺客职业者的等级也是100多级的档次，在狩猎团里不算差，但是绝对不算拔尖的一波。”他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神里跳跃着难以言喻的惊恐和不可置信，再次开口道：“这个水准已经比我的力量属性还要强了。”卧槽！听到这句话，整个狩猎团微微一阵石化，所有人的神情都在一刹那间有些凝固了，哪怕是白征成他们这些大神级人物，更是不经意的咽了下口水。
以这名刺客职业的经验来看，应该不会判断错，毕竟他本就是中海市的资深刺客职业者，而接近2000点的基础力量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确实已经可以和百级段位的大佬抗衡了。原因很简单，一般情况下，职业者每提升1级只能获取到少量的自由点属性，即便是黄金级职业者，也不过是得到20点，100级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点自由属性，平均分配到4维属性中，力量属性也才几百点。而苏明呢，他才多少级，竟然有1000多的力量点。一时间，到吸冷气的嘶声在狩猎团里此起彼伏，所有人的神情都微微有些发愣。白征程他们还算好的了，一些普通的百级职业者已经彻底目瞪口呆了。不论怎么说，他们也无法相信自己提升到100级花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然而此时却比不过一名刚刚晋升60级的高中生，简直是太疯狂了。苏明，对。午后方，苍魂公会的阵营里，韩英柳眉一撇，目光复杂地注视着苏明的背影，他的背齿紧紧咬住红唇，用蚊虫般的声音自顾自地呢喃道：“你现在已经达到了这种水准了吗？”韩英不免苦涩地叹了口气，不过很快他便再次眯起了眼眸，凝视着苏明的身躯，果决地道：“就算你再强，我柳妹也绝不会弱你半分。亡灵召唤技能的事情不会放过你，等着吧，以后会让你好看的。”想到这里，韩英终于有些解气地释怀了，而后也挥动了下手中的法杖，看向了白雾中残存的死亡骑士，开始吟唱起了咒语，准备清理掉剩下的死亡骑士 BOSS 怪。好厉害！狩猎团的另一个方向，有着一对好看精灵耳、肌肤白皙如雪的许月也深吸了一口浊气，清澈的双眼扑闪扑闪的，下意识地咽了咽唾沫。苏明居然这么厉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许月用手拉了拉柳曼妮的衣襟，仰起头问道：“阿曼，你以前和苏明相比，谁更强？”听到这句话，柳曼妮沉默了。本就冰块一样的她，眉头微微一阵紧锁，旋即舒展开，如实的回答道：“他更强，他的4维属性已经超过了同等级职业者无数倍，现如今可以和100级媲美。我在他那个阶段的时候，只能勉强和100级职业者交手，很难获胜。”柳曼妮的回答让许月双眸微微一亮，都是小怪物。许月莞尔一笑道：“你60级的时候，竟然也可以和100级交手，真吓人。阿曼，先清理掉这些亡灵怪物吧。”许月看向面前的死亡骑士群，神情有些亢奋地道：“这可是好多经验值，不能让苏明全部拿了，不然我们可成了陪跑的了。”好。柳曼妮淡淡的点了下头，手里的长枪一震，也看向了前方的死亡骑士群。果然，老校长和爷爷的猜测是正确的。同一时间，狩猎团后方，坐在死灵古龙背后的陈淑妍，美眸也是闪烁着一片波纹，相当惊喜的深吸了一口浊气。苏明真的能掠夺 BOSS 技能？还好我机智，将帅弟弟招募到了清北大学内，不然的话，这样的神级天才，怕是要被其他学校给包揽了。能有这样一个团宠，清北以后怕是能一步登天。陈淑妍的目光猛然一阵激动，在场的其他职业者不清楚，可他陈淑妍却相当了解。苏明刚刚所展现出来的刺客技能，恐怕不是从技能树那里学习来的，而是在市级赛事里掠夺了镜的专属技能——亡灵召唤、军团光环。这是亡灵法师的专属技能，应该是从韩英那里夺来的。陈淑妍咽了下唾沫，美眸凝视向韩英所在的方向，微微眯起眼，狡黠一笑道：“难怪那个妮子看帅弟弟的表情一直都很古怪，这其中竟然还有这么个惊天秘闻。”陈淑妍摩挲着下巴，陷入到了沉思中。貌似前不久苍魂公会的确派出了一支狩猎团去了前海湾副本，而带队的正是韩英，这样就能说通了。苏明在2转阶段能驯服亡灵古龙。陈淑妍轻轻抚摸了下自己身下的埃尔法，扬了下眉头，神情明悟的淡淡一笑道：“恐怕也是借了苍魂公会的手，要不是亡灵古龙残血，苏明怕是也没法这么轻易就驯服下这头拥有黄金巨龙血统的坐骑。我得尽快和老校长他们聊一下这个事情。”一念及此，陈淑妍用好看的手指按压了下太阳穴，心中暗自做出了决定。第185章掠夺死亡骑士 BOSS 技能。都别愣着了，死亡骑士还没有清理完呢。弓箭手准备。吵得沸沸扬扬的狩猎团中，最后还是白征程站了出来。他苦涩地笑了下，旋即恢复了往日的神情，相当郑重地看了一眼身后的职业者们，高声说道：“发起攻击。”怎么说呢？虽然苏明这一波惊艳的操作击杀了不少的死亡骑士 BOSS， 甚至连死亡骑士头目亚克都被苏明一刀斩成了2半，然而死亡沼泽中这片浓重的白雾下，依旧还有大量身着破烂铠甲的骑士，正挥动着陌刀一样的骷髅骨刀，随时会对狩猎团发起致命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白征程不可能让闹剧继续下去，而是稳住了震撼的心情，
让整个狩猎团重新进入到了正轨中。法师跟上，丢一波火球术。牧师团队持续关注局面，注意狩猎团四周不要被 BOSS 怪攻破了。此时的白征城如同一个大管家一样，神情凝重地查看着四周的情况，小心翼翼地让狩猎团向前推进。而他握紧手中的长枪以及一柄硕大的重斧，也展开了疯狂地狩猎。直到现在，这支由中海市各大头部工会组建的狩猎团才渐渐展现出应有的实力，秩序紧凑、强大。而同一时间，一大堆死亡骑士破碎的铠甲和颅骨堆中，苏明双手捧着一颗精致的水晶，眼眸微微一亮。名称：生命水晶，品阶：黄金级，属性：能提供生命女神的祝福，带来一定程度的生命值提升，也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大量的生命值。倘若遇到了不可抹除的负面效果，在使用这颗生命水晶后，有一定概率可以恢复。词条1，在这颗黄金级生命水晶的外壳下，藏着一颗亡灵水晶。词条2，亡灵水晶内部蕴含着大量的狂暴能量，这是死亡骑士头目亚克的力量源泉。词条3，亡灵水晶是真正的英雄级物品，可让拥有恶魔血统、亡灵血统的生物吸收。词条4，在吸收亡灵水晶后，恶魔系、亡灵系、不死系生物将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血统强化，并解锁对应的专属技能，甚至有一定可能性获得全新的天赋。卧槽，果然是英雄级物品！苏明使用心灵之眼查看了下手里的水晶，只是一眼瞄过去，他顿时兴奋了。不只是一颗英雄级亡灵水晶，还有额外的惊喜，等于说同时获得了2枚水晶。苏明微微一眯眼，心中不由得阵阵窃喜。怎么说呢？死亡骑士头目亚克的心脏并不是鲜活的血肉，而是一颗水晶。只不过这颗水晶表面是一颗生命水晶，这种东西在副本中很常见，一般高级 BOSS 怪都有可能爆出。生命水晶能赋予生命值提升，有些像是专属的生命值属性宝石。然而，如果拨开这颗生命水晶的外壳，便能见到里面藏着的真正宝贝，一颗英雄级亡灵水晶。等于说，苏明一次性获得了2颗高级水晶物品。血钻，赢麻了，收起来。苏明轻声咳嗽了下，没有过于声张，而是直接将水晶收进了怀里。虽说他现在是跟随着中海市联盟所组建的狩猎团，按照狩猎团的规矩来看，需要等到这一波死亡骑士全部清理干净后再来均分奖励。不过苏明刚刚可是单杀了死亡骑士头目，不管咋说，拿下这颗水晶不过分吧？更何况这颗亡灵水晶从表面来看不过是黄金级，表面上的价值和一柄黄金级武器差不多，甚至还不如高级一点的黄金武器。狩猎团的成员应该没有意见。苏明眯起眼淡淡一笑，心中暗自思忖道，就算有意见也无所谓，大不了退出狩猎团。想到这里，苏明也长松了一口气。这可是能让恶魔渡鸦或者死灵古龙完成一波高级进化的宝贝，咋可能拱手让人？不论如何，最终都要落到自己手里才行。看看死亡骑士头目的技能有没有能留下来的。收好了东西，苏明依旧没有顾及满地的武器和 BOSS 怪掉落的战利品，而是将目光投放在了死亡骑士头目亚克的技能栏中。对于苏明来说，一般的黄金级武器已经不能吸引到他了，而高级的技能书才是真正的极品宝贝，一定要好好珍藏。多的不说，即便是自己用不上，到时候遗忘成技能书丢给柳妹，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相同品阶条件下，一本技能书可是比一件武器来的更加昂贵，更何况还是 BOSS 专属技能呢？骑士冲击暗金级，售价 X68万经验点；死亡斩杀黄金级，售价 X42万经验点；破阵冲锋暗金级，售价 X70万经验点；死亡火种暗金级，售价 X120万经验点。技能掠夺售价不算贵，和翡翠巨龙纳诺比起来便宜了不少，不过最高也只是暗金级技能，没有英雄级档次的。苏明查看了一下死亡骑士头目所拥有的全系技能，不禁扬了扬眉头。价格很便宜，当然技能品阶却不含糊，好歹也是暗金级 BOSS 技能，如果放在京都拍卖，仅仅是这4本技能书，怕是连 SS 级工会都能惊动。毕竟物以稀为贵， BOSS 怪的专属技能任何职业者都会眼馋。罕见、唯一、强大、尊贵，有这些词汇的标榜，技能书一旦投放在市场中，便会被那些财大气粗的老牌职业大神或是高级工会抢光，根本不会留下来给散人职业者竞拍。看看效果咋样？苏明耸了耸肩，点开了这些技能的详细属性描述。他准备稍微挑选一下，要么留一本给自己，或者全都遗忘成技能书，到时候卖出去。咋说呢？现阶段的苏明随着等级的提升，眼界自然也高了不少。这一次来亡灵峡谷副本，
他的目的可不是什么暗金级技能，而是准备掠夺更高级的技能，最次也得是英雄级，不然毫无意义。要知道，他从柳妹那里购买的技能栏可都是英雄级强度，用英雄级技能栏来存放暗金级技能，那不是杀鸡用牛刀了吗？骑士冲击，死亡骑士的专属职业技能，在释放此技能后，可以获得死亡女神的祝福，得到一定程度4维属性增幅，进入狂暴状态以及亢奋状态，将会忽视痛觉，冲击一切目标。当使用此技能命中目标后，会对目标造成基础物理攻击力 X300%的暴击伤害，以及短时间的沉默效果。死亡斩杀，黄金级技能，专属 BOSS 技，是物理系职业的高级技能。当次技能释放后，能获得基础物理攻击力 X200%的增幅，并获得破甲效果，能无视目标一部分防御力，直接造成真实伤害。当此技能命中目标后，除了对目标造成真实物理伤害外，还赋予一部分法术攻击、法术暴击。针对物理防御极高的目标而言，这是一个强大的克制技能。破阵冲锋，此技能为被动技能，当受到攻击时，自身产生了 debuff 后，可以在弱化效果下强制冲破敌人的控制，并对敌人展开反击。冲锋时，基础物理攻击力加3000点，基础物理暴击伤害正 80%， 且获得额外的加30000点生命值，以及额外的正 200% 法抗。若在释放此技时，生命值低于 5%， 可触发被动效果，防御力正 50%， 持续时间3秒。死亡火种，死亡骑士唯一的法术技能，可以消耗少量的法力值，召唤出满天火种，每一颗火种都呈现出金黄色，宛如太阳一样闪耀。当火种落下，将会对一切目标造成一定程度的法术伤害，此伤害结果根据使用者的基础精神属性而来判定。当火种命中目标后，会留下一枚诅咒印记，此印记持续时间很长，随时可以捏碎印记，让目标直接进入沉默状态，持续时间与火种印记的数量有关。而在沉默状态时，被标记火种的目标将会疯狂掉血，持续受到高额法术暴击、高额物理暴击、高额吸血效果，并克制技能释放，克制被动属性。注释：此技能对目标每叠加一次火种印记，将会让印记捏碎后的暴击伤害结果翻倍。死！苏明看向了亚克的所有技能详细描述，然而他却在一刹那间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所发出的嘶声甚至吸引到了在苏明身旁疯狂狩猎的职业者。第186章死亡火种。没想到啊，只是一个暗金级血统的死亡骑士头目，技能竟然这么华丽。苏明咽了咽口水，心中一紧，还好刚刚在研磨身躯技能效果下亢奋状态时，一口气将这头 BOSS 怪给终结了，不然等到亚克反击的话，恐怕最后的结果不好说。苏明心中微微有些庆幸。怎么说呢？死亡骑士头目的技能全都很不错，仅仅是暗金级的档次，却已经有了一丝英雄级的强度。而且以亚克的高额物理攻击力来看，如果真的让这个 BOSS 怪对自己展开反攻，苏明还真不一定能这么轻松的一刀终结亚克。哪个技能留下？或者全部留下？苏明皱了皱眉头，已经有些纠结了。还好他的心声没有人能听到，不然的话，怕是能让在场的这些职业大佬们全都目瞪口呆。能掠夺 BOSS 怪的技能还不满足，竟然挑3拣4，妖兽了！大佬的世界不懂。骑士冲击技能很经典的物理系攻击技能，适合骑士和战士职业。如果是我用的话，效果应该也不错，毕竟力量属性摆在那里，不会差。苏明看了一眼骑士冲击技能，心中微微有些动容。不过很快他便放弃了这个 BOSS 技。虽然整体看上去技能效果不错，所带来的增幅也可以，但是我已经有了英雄级研磨身躯，这个技能就显得有些鸡肋了。在研磨身躯状态下所带来的体质强化、亢奋状态，应该是这个技能的10几倍了。苏明微微扬了下眉头，更何况这个技能的物理伤害太低了，放弃。的确，苏明已经有了研磨身躯这个恶魔技能，再来一个死亡骑士的物理技能，有些用不着。唯一让苏明有点心动的，也不过是技能效果里的沉默。在这个效果下，被命中的目标将会陷入沉默状态，无法移动，也不能展开反攻。下一个，死亡斩杀，破甲，真实伤害，无视防御力，甚至一个物理技能能带来法术攻击和法术暴击。苏明眼前一亮，倒是能在战斗过程中打出一个出其不意。物理技能本身就不需要消耗法力值，只会消耗体力值，而这个技能却能带来法术伤害，有点意思。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虽然只是黄金级技能书，不过成长潜能却很大，要是加点到暗金级或者英雄级，或许会让人眼前一亮，解锁一些罕见的技能效果。这个技能要了。全民转职世界里，技能的强度可不是单纯的看技能所造成的伤害结果，而是要去分析技能的效果。即便是在高额的攻击力加成，如果被敌人给免疫了，或者不能带来真实伤害，
那也是空谈。破阵冲锋，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再次看向了下一个技能。技能效果很多，不过稍微有点花里胡哨了。看到这里，苏明不由得摇了摇头。在受到攻击时反击可以冲破敌人的控制，从技能描述来看确实不错，如果是骑士职业者应该会相当满意。可是对我而言作用不太明显。苏明摩挲着下巴沉思道，我所拥有的技能大部分都是高额伤害，打法也是尽可能一击终结，大概率不会出现死磕的局面，如果真的是腹背受敌而反击，也不太像是我的风格。要知道苏明现在的攻击力已经可以堪称同等级的天花板了，他已经放弃了防御，转而提升高额攻击和输出伤害。可是这个技能却适合与血条比较厚的职业者，毕竟是 BOSS 怪技能。如果是亚克那种100万点生命值的血牛，倒是能用来玩一手漂亮的逆风翻盘。然而对苏明来说，这种技能意义不大，最后他的决定依旧是放弃。话虽这么说，这个技能的属性效果应该很吃香，如果是拍卖的话，绝对能卖出一个不菲的价格。苏明微微一眯眼，心情一阵雀跃。咋说呢？他不喜欢，不代表着其他职业者不喜欢。这样的专属 BOSS 技，如果是提供给高级物理职业者，他们怕是能当场笑疯了，哪怕再贵也愿意掏钱购买。最后一个，苏明揉了揉太阳穴，全神贯注地看向最后一个 BOSS 技能。这个技能看上去有些复杂，属性效果很杂乱，不过苏明却在第一时间意识到了死亡火种的精妙。卧槽，死亡火种很变态呢！苏明心脏都不禁颤抖了2下，明显是激动了。他好歹也算是中海市一中的高材生，即便文化课成绩不是最顶级的那一撮，也有属于自己的理解。更何况苏明两世为人，前世也玩过那么多网游，对技能的感官无比敏锐。只是一眼，他便可以确定，死亡火种绝对是一个值得培养的顶级技能。技能效果和死亡研报术有一丝相似，不过这个技能的优势却很明显，法力值消耗低，持续时间长，沉默状态还有高额伤害输出，加倍增幅。苏明大口的喘息了好几下，尽量让自己不表现得那么亢奋。然而扑通跳动的心脏却出卖了他。这个技能太香了，少量的法力值就能释放出火种，对目标进行标记，诅咒印记随时可以捏碎，让目标直接沉默。疯狂吸血，高额暴击，克制技能，克制被动。奶奶的，得亏亚克不是专攻法术攻击的 BOSS 怪，不然这个技能怕是能被他玩出好多花样。苏明的嘴角不禁一阵抽搐，心中暗自想到，毫不夸张地说，死亡火种这个技能绝对是苏明见过的最强暗金级技能，这可比死亡研报术要疯狂多了。技能效果强，法力值消耗还低，唯一的缺陷怕是也只有一点，那就是相当依赖职业者的精神属性点。换句话来说，如果释放这个技能的职业者精神属性点不够高，那么即便有再多的技能效果，最后呈现出来的情况和进当时对苏明的攻击差不多，很像是刮痧。所谓的高额暴击、高额法伤，要是基础点太少，也是不痛不痒。然而苏明的情况却不一样，他可是专攻法术攻击力和物理输出的变态级选手，这种技能在他手里绝对能玩出无数种新花样，甚至于结合死亡研报术这个万金油技能。奶奶的，想想都刺激。这个技能必须要留给自己用，要是卖出去，就算是再高的价格也是血亏。苏明心中做出了决定，他本身就不是很缺钱，没有必要将这个极品技能出售。而且死亡火种技能的成长潜能也很巨大，要是使用技能点进行提升，恐怕下一阶段达到英雄级强度后呈现出来的技能效果，即便是苏明都要倒吸一口冷气。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死亡斩杀，黄金级技能。叮！恭喜您成功掠夺技能死亡火种，暗金级技能。冰冷的提示声在苏明的脑海中响起，而他的技能栏也再次增加了2个全新的技能。那2本被他放弃的 BOSS 技则是转化成了技能书，安静地躺在系统空间里。大丰收呢！做完这一切，苏明长松了一口气，心情舒坦的恨不得哼着小曲。而与此同时，白征城他们也差不多结束了战斗，大量的死亡骑士被清理干净，成为了一堆枯骨以及满地的物品。分东西。苏明回头看了一眼狩猎团，又瞄了下满地的金色武器，一时间惬意地伸了个懒腰。第187章英雄级巨龙胚胎。没事吧，帅弟弟？阿尔法驮着陈书言，庞大的身躯一晃便来到了苏明的面前，而坐在死灵古龙身上的陈书言微微一眯眼，冲着苏明关心道：“没有伤到吧？”没。苏明打了个哈气，淡淡的笑着道：“轻轻松松，热身而已，有啥大问题？甚至还想再来一波。”噗呲一声，
陈淑妍直接被苏明的话给逗笑了，不禁回应道：“死亡骑士 BOSS 怪都是热身，那什么才叫正式呢？炎翼恶魔或者是冰霜巨龙，亡灵峡谷副本里的终极 BOSS 怪可不少，而且全都是顶级物种，够得你玩的。”而后他朝着苏明伸出手拉了下他，苏明握住了陈淑妍的手掌，纵身一跃，再次回到了埃尔法的背上。嗨嗨，苏明慵懒地躺在埃尔法背后，没有回头，只是眼神看向了陈淑妍，如沐春风地笑着道：“炎翼恶魔，冰霜巨龙，哼，不是我吹，真要是让我遇到了，那不得一顿哭哭乱杀。哟哟哟，帅弟弟，你吹牛不打草稿呢？”陈淑妍笑得嫣然如花，不由得伸手挠了挠苏明的胳肢窝，媚眼如丝地道：“等会要是真见到了炎翼恶魔和冰霜巨龙，那我可就不出手了，让你去单杀，我倒是要观摩一下咱们家的帅弟弟是怎样以60级段位终结一头恶魔的。冰霜巨龙也得给我终结了，那家伙等级好像已经达到了400多级吧？”苏明神情一惊，这副本里竟然有一头400多级的冰霜巨龙，好家伙，看来不愧是英雄级强度的副本啊，确实有点变态。这种程度的 BOSS 怪放在京都都能引起不小的轰动了，而且亡灵峡谷副本里可不止一头冰霜巨龙哟，按照我所了解到的情报，最少也有3头。这个副本本身就是冰原帝国毁灭后所形成的，盛产冰霜巨龙这种生物。陈淑妍看着苏明，笑容微微有些狡黠。苏明噗呲一声，差点被口水给呛到了，嘴角一阵抽搐，沉默了片刻，才瞪大了诧异的双眼看向陈淑妍：“陈导师，我错了，以咱俩的师生关系，要是真遇到了事情，你肯定得帮一下我吧？这样以后去了清北大学，我直接申请你做导师。”苏明厚颜无耻地道：“臭不要脸！”陈淑妍再次被苏明逗笑了，白了一眼他，轻哼道：“你知道不知道，你姐姐我在清北大学可是最佳导师榜前10，想要找我做导师的男大学生可多了去了，你去排队吧。还有，别叫我导师，叫姐姐。”陈淑妍瞪了一眼苏明，握紧拳头，贝齿咬紧红唇，有些娇嗔地说道：“我比你大不了多少，要不是天资太高，晋升速度太快，也不会在清北做导师，早去万族战场历练了，别把我叫那么老。”好，苏明淡淡一笑，知道了，陈阿姨。陈淑妍，死灵古龙背后，苏明和陈淑妍的笑声相当轻松活跃，氛围好的不行。而反观狩猎团呢，此时的一众职业大佬们刚刚结束了战斗，正在清理着满地的战利品。一名100级段位的男牧师看向半空中的苏明和陈淑妍，嘴角不禁一阵抽搐，眼神里写满了羡慕和浓烈的嫉妒。他大口的喘息了下，让肺部充满新鲜空气，这才长松了一口气。然而男牧师却用一种有些幽怨的语气淡淡开口说道：“真羡慕那英雄级坐骑400多级的美女导师亲自保护，这待遇，这福利哪里像是在副本刷怪，简直是和度假一样悠闲轻松。”说到这里，男牧师都有些欲哭无泪了。最关键的是，人家还不是什么废柴，也不是混经验的，要说天资和现目前的实力，也都比我强，奶奶的，真该死呢！听到这句话，这名男牧师周围的职业者都不由得咳嗽了2声，没有搭话，不过全都憋着笑。咋说呢？确实是这样，苏明在副本里的状态简直是太收放自如了，的确不像是来副本刷怪的，而像是被大佬带着的顶级2代来副本镀金。可是苏明刚刚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和资质，却又折服了在场的众人。换句话来说，他们啥都比不过苏明，除了年纪大一点外，貌似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了。没事，一名牧师小美女憋着笑看向刚刚说话那位男牧师，无情补刀道：“好歹你比他丑。”男牧师不活了。很快，死亡骑士掉落的所有物品都被狩猎团的职业者们搜集了起来，放在了一起。堆积起来的物品多得有些让人眼花缭乱，而且大部分都是白银级以上的东西，品阶也相当不错，甚至能见到不少暗金级的武器。怎么说呢？死亡沼泽这片境地确实和外界传闻的那样，虽然风险程度很高，可是风险和收获是并存的。只要能清理掉大量的死亡骑士，便能享受满地让人疯狂的战利品。这些便是我们所获得的全部物品。现在来分一下东西。白征成站在狩猎团中央，看向所有人说道：“按照先前说好的规定，狩猎团所获得的奖励，除了经验值以外，其他东西按照攻击伤害结果来均分。这一次……”说到这里，白征成看向了苏明，他沉默了一下，神情中带着一丝拘谨地道：“苏少击杀了死亡骑士头目亚克，又是第一位攻击死亡骑士的职业者，为团队带来的帮助很大。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轻松便解决掉1000多名死亡骑士。所以，死亡骑士头目亚克的骸骨以及所掉落的物品归苏少所有。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白征成看向了狩猎团里全部成员，认真的问道：“确实是这样。”苏明单杀了死亡骑士头目，而且是第一个主动发起攻击的职业者，完全打乱了死亡骑士群的节奏。要是没有苏明这么疯狂地举动，狩猎团想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一批亡灵生物根本不可能。而面对白征成的话，在场的职业者不论等级高低，都选择了沉默，没有反驳。只是此时的韩英微微扬起下巴，看向了苏明，眼神中有一丝淡淡的冰冷。然而最终他也选择了默不作声，没有在这个时候出面针对苏明。在白征成的带领下，这一次获取的物品很快便被各大公会分走了，而苏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那一份奖励。除了死亡骑士头目的骸骨以及掉落的物品外，苏明还获得了好几样不错的东西。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他单杀 BOSS 所掉落的奖励，本身就应该属于他，而一小部分则是其他职业者所击杀的，不过最后分给了苏明。没别的原因，苏明在这场狩猎中贡献很大，除了他单杀所得到的奖励外，肯定要再分走一部分。等于说，苏明实际获得的东西比他击杀掉的死亡骑士 BOSS 还要多。清点下收获，苏明慵懒地将满地的物品堆到了一起，开始清点起了这次的收获。卧槽！大开门！心灵之眼技能下，苏明查看起了这些物品的属性栏。然而，一点开属性，却意外发现了一连串的隐性词条。没错，这一次苏明貌似又捡漏了，而且这一堆战利品所解锁的词条有一点点多。亡灵峡谷副本，森林，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30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50级，叮！恭喜您等级提升至60级。此时的森林中，一场至高的转职仪式正在悄然进行着，而亲眼观摩这场仪式的职业者们则是全部流露出了羡慕的神情。伴随着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响起，许清雅浑身娇躯微微一震，她那明媚的双眼里也掀起了层层波纹。我竟然提升到了60级段位！许清雅小嘴微微张开，不可置信的呢喃道：“不过为什么我没有完成转职，依旧还是光明祭祀职业者？”许清雅深吸了一口浊气，抬头看向站在自己面前的叶琳娜。就在刚刚，他已经和叶琳娜签订了灵魂契约。现在，这名传说级3星的原住民 NPC 已经成为了许清雅的导师，而他则是跟随冰原祭祀学习法术的小徒弟了。不用着急，叶琳娜看着许清雅，莞尔一笑道：“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仪式。”说着，叶琳娜从怀里取出了一颗像是小太阳一样的东西，看起来有些像是宠兽蛋。这是一颗英雄级血统强度的巨龙胚胎。叶琳娜注视着许清雅，微微笑道。而听到这句话的一刹那，在许清雅身后，整个一中的老教师团队以及所有学霸同学全都看傻眼了。第188章祭祀神术，火爆全国的天才，英雄级血统强度，巨龙胚胎。妈耶，我没有听错吧？用一头英雄级巨龙的胚胎来给许清雅进行转职仪式，疯狂，太疯狂了！这简直是将我的世界观摁在地上摩擦。英雄级巨龙，这种级别的恐怖生命，在原住民 NPC 的眼中，竟然也只是一件工具。叶琳娜大神，祭祀大神，不，祭祀妈妈，你还收徒弟吗？我可以暖被窝。噗呲，兄弟，没看出来啊？你除了是个学霸外，居然还有这种本事！奶奶的，为啥我不是许大校花？难道说长得好看的人运气也都这么好吗？中海市恐怕要一飞冲天了。出了个苏神还不够，现在又来了个许大校花。你们信不信？等到这次副本结束后，咱们中海市一中怕是要火出圈了。估计下一次火爆全国的热门新闻，就是一中新晋的史诗级职业者圣光祭祀。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情，许校花在晋升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沾一点光？我也好想接受巨龙血统的洗礼呢。那可是一颗英雄级巨龙胚胎啊，哪怕给我那么一星半点也好啊。疯了，彻底疯了。随着叶琳娜说出了手里那颗宠兽蛋一样的东西的来源，整个中海市一中的高材生学霸狩猎团猛然一下发出了一阵哀嚎声。羡慕这个词已经不能用来形容他们此时的心情了，只能说此时的狩猎团中央，这群和许清雅同一期的高中生全都差点将后槽牙给咬碎了，酸得想哭。英雄级巨龙胚胎，这种顶级到连中海市3大巨头工会都没有的东西，此时竟然被叶琳娜拿来给许清雅转职用，这样震撼的画面怎么能不让人疯狂？而且许清雅不仅能转职成一名史诗级祭祀职业者，就连等级都被叶琳娜给强制提升到了3转段位，60级，这已经和苏同一个起跑线了。可以这么说，许清雅在跟随叶琳娜后，完全是一飞冲天。太好了，这下咱们一中又要出个顶级小怪物了。
与此同时，狩猎团最前方，原本愁眉苦脸的陈其山老眼一下子放光了，他急忙咽下了好几口唾沫星子，老眼昏花的看向许清雅所在的地方，激动的呢喃道：“英雄级巨龙拿来做血统洗礼仪式，这种级别的洗礼可以算得上天花板了吧？只要完成这一次转职，许清雅以后的人生便彻底改变了，怕是连京都那些头部工会都会为了他而争得吹胡子瞪眼。只要能让许清雅加入工会，付出再多的入会京都值得。而清北大学、江南大学、杭氏大学，全国各大名流高校，怕是要再来一波登门拜访。”陈其山微微扬起下巴，神情一阵得意的笑道：“还好，有了上一次苏明的经验，我现在也算是轻车熟路了。下一次在接待这些名流高校导师的时候，我陈其山怕是也要稍微端着点，不能那么点头哈腰的。哼，毕竟我这个老人家也算是培养出了2名史诗级，这种级别的校场水平，放眼全国，那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呢。”想到这里，陈其山不禁心情一阵激动，心脏更是因为太过兴奋而轻微颤抖了2下。同一时间，在听到叶琳娜的话后，许清雅也不由得神情一变，当场愣住了。巨龙胚胎？许清雅本身就是学霸，当然也知道血统洗礼仪式的情况，所以当即愣了下，便恢复了神色，开口问道：“祭司大人，这是要改变我自身的血统，从而成为巨龙混血种吗？”许清雅的想法和苏明很相似，他也不太愿意成为混血种，希望能保留自己原本的血统纯净度。而此时，叶琳娜扬了扬眉，精致的眼眸微微一眯，不禁笑出了声，耐心的解释道：“不用，冰原帝国的强大超出你的想象，吾将会用一种古老的祭祀神术为你进行洗礼，从而让你获得冰原帝国的力量以及帝国圣光的祝福。这颗巨龙胚胎只是一种媒介，借助高贵的巨龙血统，能让你顺利完成转职，强制晋升为史诗级职业者。不过，你的血统依旧可以保持原本的状态，不会受到一丝影响，也不会沾染巨龙血统。”叶琳娜的解释很清楚。许清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按照叶琳娜的说法，只要结束这场至高仪式，她便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史诗级职业者，获得超出想象的冰原帝国力量和圣光祝福，领悟顶级的祭祀神术技能。谢谢祭司大人。许清雅深吸了一口浊气，她能理解叶琳娜为她带来了什么，换成任何一名职业者，此时恐怕都会兴奋到疯狂。虽然叶琳娜也有私心，希望许清雅今后能为她破解诅咒，带离她离开这个充满死亡的副本世界。不过不论如何，许清雅终究是在叶琳娜这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对于这位白来的大神级导师，许清雅依旧心怀感激。至高仪式会让你强行吸收巨龙胚胎里的精华，这个过程会有些痛。叶琳娜看了一眼许清雅，挥了挥手，在两女的脚下顿时浮现出了一片更为华丽的法阵，强大的元素波动，甚至快要将周围的森林都给掀翻了。没事，我能承受住。许清雅再次深吸了一口气，神情坚定地回答道。而后他又用一种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道：“只要能和苏明哥哥站在一起，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可以接受。”如今的许清雅已经彻底恋爱脑发作了，为了能站在苏明身旁，让他现在做什么都愿意。好，不愧是我看中的徒弟，你将成为冰原帝国新一代的祭司，真正的圣光祭司。叶琳娜的神情莫名有些兴奋了。而后在她的身旁，大量的黑色鸟群疯狂乱窜，将许清雅和叶琳娜都彻底包裹在了其中。这些黑鸟全都有着鸽血红一样的瞳孔，明媚地映照着森林中的一切。而全程目睹这个场景的一中狩猎团，所有师生也不由得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嘶声，全都屏息凝视地看向了法阵。他们知道，只要这场仪式结束，中海市一中将会彻底轰动全国。2名顶级天才即将在全国席卷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而那时中海怕是也会水涨船高，成为备受瞩目的热门旅游城市。一时间，陈其山的额头都冒出了一层淡淡的冷汗，他的心情亢奋的宛如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彻底坐不住了。稍微缓和了下内心一片疯狂的情绪，陈其山望向消失在视野中的许清雅和那名传说级3星 NPC 祭司，长呼了一口气，语气极为不平静地说道：“不知道苏明那个小家伙现在在副本哪里？要是让他知道咱们中海市一中的许清雅也晋升成了史诗级职业者，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反应。”陈其山淡淡一笑，目光里噙着一丝狡黠的意味，再次开口呢喃道：“不过这2个小家伙确实很大，郎才女貌，天资都很变态，一个驯化了死灵古龙，一个被原住民 NPC 看中，以后那倒是有好戏看了。”想到这里，陈其山的神情也有了点八卦的意味。而在他身旁扎着丸子头的元气少女刘欣然更是脸蛋红扑扑的，兴奋的哇哇大叫：“奶奶的！”
刘欣然比许清雅这个当事人还要兴奋，差点蹦起来了。他大口的呼吸了下，自顾自的说道：“传说级3星，这种级别的魔导师，帝国祭祀以后，苏明那小子还不得被咱们许大校花给迷死？”刘欣然微微一眯眼，比陈其山更加八卦，当场咧开嘴，傻不拉几的笑了起来。震惊全国的天才校花、女神级许清雅向苏明2次表白，这种大新闻绝对能引爆全国，轰动全网。让我想想，下一步怎么让校花花式倒贴？亡灵峡谷副本，死亡沼泽。苏明的双眸微微闪烁着一丝淡金色的光泽，在心灵之眼的探查下，他面前的一堆物品刷新出了无数个隐性词条。第189章魔导师震惊。名称：死亡长靴。品阶：黄金级。属性：加200点敏捷，正100%攻击速度，正200%最大攻击距离，正200%移速，正50%战后脱逃速度。限制：全职业 LV 60级。描述：死亡长靴为死亡骑士所掉落专属装备，拥有不错的属性词条。名称：强化宝石。品阶：黄金级。属性：使用后可让黄金级武器属性词条得到随机强化。描述：一颗优质的强化宝石有可能让武器的攻击力属性得到提升。名称：守护者戒指。品阶：黄金级。属性：加20点幸运值，正30%法力值，正5%生命值，加1000点物理攻击力，正100%法术暴击。限制：全职业 LV 60级。描述：守护者戒指佩戴后能提升少量的幸运值，由原冰原帝国一位炼金术士锻造而成。词条1：死亡长靴是一件半成品，在亡灵峡谷副本深处的冰原教堂中，使用以下怪物材质展开可查看，能让此装备强化为英雄级龙骑战靴。此物品与巨龙坐骑组合时，可激活额外的属性提升。词条2：此强化宝石在使用燃血药剂的腐蚀后，可以解开宝石下的物品。一枚英雄级强化宝石能让英雄级武器获得高额的属性点提升，有极高概率可提升高额的攻击力。词条3：守护者戒指为一件高磨损度的黄金级配饰，交给亡灵峡谷副本中的 NPC 吟游诗人职业者后，能解锁隐藏奖励，获得一枚全新的配饰装备英雄级冰霜神剑。冰霜神剑，龙骑战靴，又是2件英雄级装备，还他奶奶的来了一枚英雄级强化宝石。苏明神情疯狂地咽了咽口水，心跳都在一刹那间加速了不少。他确实没有想到这次的收获竟然这么炸裂。虽说现目前来看，他也只是获得了2件黄金级装备，1枚黄金级强化宝石，可是只要满足条件，这些东西便能全部提升到英雄级档次。可以这么理解，在死亡沼泽里，只是这么一会时间，苏明便疯狂收揽了好几件英雄级物品。这要是让狩猎团里的其他大神职业者知道，怕是下巴都要给惊掉。多亏了心灵之眼，不然损失可就大了。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兴奋的有些说不出话来了，心中暗自思忖道：怎么说呢？这些东西要是落到了其他职业者手里，恐怕最后的宿命会成为交易所的拍卖品。然而好在苏明有堪称神迹一样的顶级鉴定术，将这几件极品宝贝的隐性词条都解开了，找到了提升的方法。冰原教堂，吟游诗人 NPC。 苏明心中暗暗记住了这些信息，再次缓了一口气。旋即将这些东西全都放进了系统空间中。当然除了这几件物品外，他的收获还有好几柄黄金级武器，不过那些东西的属性词条很一般，也没有解锁额外的隐藏信息。苏明现目前用不到这些武器，他打算后续交给柳妹卖出去。咋样啊，帅弟弟，这次收获还可以吧？苏明刚刚清点完手里的战利品，身旁的陈淑妍也凑了上来，挠了挠他的胳肢窝，笑颜如花地打趣道：哟，看来收获不错嘛，看到我来直接就将东西收起来了，咋了？开出了一件英雄级物品。苏明白了一眼陈淑妍，淡淡一笑道：不止1件，足足3件英雄级物品，咋样，厉害吧？陈淑妍噗呲一声笑了出来，不禁笑着呢喃道：你不吹牛要死啊，还3件英雄级？死亡沼泽虽说爆出的奖励都很优质，不过只是一名70多级的死亡骑士头目，能有1件暗金级装备就不错了，哪儿来的3件英雄级？大白天就开始做梦。哼，帅弟弟不可以装杯杯哦。死亡骑士头目不过是一名暗金级血统 BOSS 怪，等级也不算多高，一般情况下确实最多只能爆出黄金暗金级物品，能开出1柄黄金级武器已经是欧皇了，所以陈淑妍下意识的便认为苏明在开玩笑。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苏明说的都是真的，他确实一口气获得了3大英雄级物品，而且不论是冰霜神戒或者是龙骑战靴，价值都远超一般的英雄级。尤其是冰霜神戒，行是一个 SS 级工会，
曾经在第2世界凛冬副本里获取过一枚高磨损度版本的冰霜神剑，当年可是拍卖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天价，同时引来了7、8家 S 级公会竞拍。毫不夸张地说，苏明这一次的收获已经不能用丰收来形容了，堪称天花板级的炸裂。诺，生命药剂，你那边还有没有？陈淑妍从怀里取出了一瓶淡金色的药剂，里面正是生命药水。只不过这瓶药剂可不普通，是一瓶白银级药剂，使用后能在短时间内让生命值恢复到满值状态。还有这个，陈淑妍又掏出了好几瓶不错的魔力药水。你刚刚连续释放了好几波高级 BOSS 技能，法力值消耗应该也很大，这些魔力药水应该能让你恢复到满值状态。陈淑妍看着苏明，语气温和地关心道。不用。苏明挥了挥手，拒绝了陈淑妍的好意。不是他顾及面子，而是刚才那一波，苏明压根就没有损失什么生命值，在研磨身躯的技能效果下，他的体质和防御力可以说是相当可怕。更何况苏明本身就有一水的英雄级武器，确实没有收到太大的生命值损失。血条几乎没什么变化。至于法力值，祭祀神术可是为他带来了10倍法力值，苏明的法力值条比同等级的职业者高了无数倍。其次，祭祀回复术能缓慢恢复蓝条。简单来说，苏明现在压根就不缺法力值，不仅法力值条很长，同时恢复速度也很快。除非是遇到那种相当变态的 BOSS 怪，一口气来了好几波禁咒，不然苏明短时间内也用不到魔力药水。哟，帅弟弟生气了。陈淑妍见到苏明果断拒绝了他的好意，不禁一愣，轻声开口问道。没呢。苏明笑了笑，真不需要，我有能恢复法力值的被动技能，咋说呢，不止一个，好几个恢复技能。我现在的法力值条是普通职业者的10几倍。苏明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而听到这句话后，陈淑妍彻底懵了，看向苏明的目光里都跳跃着难以置信的惊骇。你……陈淑妍深吸了一口浊气，想要说点什么，可是话到了嘴边却又咽了下去，似乎是觉得场合不太对，她缓和了下呼吸，便没有再提及这些事情，而是别过了头去。不过此时的陈淑妍却用一种苏明听不见的声音悄然地长叹了一口气，惊愕地自言自语道：10几倍的法力值条，顶级 BOSS 怪专属技能。果然，帅弟弟能掠夺 BOSS 技能，看来他已经找到了能恢复蓝条的顶级 BOSS 技。陈淑妍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碎开了，心有余悸的再次呢喃道：太变态了，如果非要说职业潜能的话，恐怕整个大夏龙国就找不出能和帅弟弟扳手腕的存在，即便是京都那些2代，在他面前怕是也和荧光一样暗淡无光。能掠夺 BOSS 技能，便意味着他能无限制的提升自身的潜能，许多只有顶级血统 BOSS 怪才拥有的特性和专长都能为帅弟弟所用。超高的法力值条、生命值条、超高额的攻击力、防御力，这些 BOSS 怪专属被动技能一旦被帅弟弟给凑齐，他的4维属性便能超脱自身的品阶限制，达到一种无法想象的层次。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提升。潜能没有上限。陈淑妍大口的喘息了好几下，后背都有了一丝凉意。怎么说呢，他毕竟是清北大学的理论课魔导师，对苏明的这个能力理解程度很深。简单而言，只要给予苏明足够多的时间，他便能从顶级 BOSS 怪那里获得一水的顶级技能。先不说攻击技能，只是被动技能，生命回复、法力回复、攻击增幅、满点暴击、顶级法抗、伤害免疫，这些被动技能在全民转职世界里很常见。然而 BOSS 怪所拥有的专属被动效果却和职业者所学习的技能书有着极大的差别。多的不说，仅仅是一个生命回复，可能职业者最多能见到的也不过是白银级技能书或者黄金级技能书。这样的生命回复技能对生命值的恢复效果很有限，恢复速率也慢。可是那些顶级 BOSS 怪呢？像凛冬世界里的毁灭黑龙、死亡之翼，那可是有着史诗级生命回复技能，能极短的时间内让生命值恢复到满点状态，一刹那间恢复100万点生命值，乃至是几百万点生命值。这种强度的生命恢复技能，职业者可是没有的。而倘若苏明能够获得这样的专属 BOSS 技，哪怕他的等级只有60级，那些100级职业者也奈何不了他。苏明站在那里，任由100级职业者攻击，伤害对苏明而言也是刮痧一样，起不到什么作用。而在这种状态下，还能说苏明只是一名史诗级职业者？陈淑妍微微一眯眼，心脏都咯噔2下。此时的他恨不得赶紧离开亡灵峡谷副本，回到清北大学，和自己的爷爷以及老校长好好的聊一下苏明的情况。如果苏明可以无限制掠夺 BOSS 技能，那么神明的技能呢？炽天使的专属 BOSS 技是否也能被他转化为自身的专属技能？倘若这样也可以，
陈淑妍疯狂咽了咽口水，用余光瞄了一眼在自己身旁面无表情的苏明，心脏都快跳出来了。那么，他的职业潜能已经不能用史诗级来形容了，即便是传说级和半神级，在掠夺 BOSS 技能这种降维打击的能力下，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某种领域里，苏明即是神明。第190章向清北大学公开能力。此时的陈淑妍有种大脑宕机的感觉，甚至都开始心慌意乱了。其实从一开始，他便对苏明很是怀疑。死亡研报术，刺客职业专属技能，驯化死灵古龙，种种迹象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或许苏明除了史诗级职业者这一点优势外，自身还有更强的底牌。如果说陈淑妍先前只是怀疑苏明能掠夺 BOSS 技能，那么现在他几乎可以确定，眼前这个颜值极高的帅弟弟可能真的拥有超出整个世界认知的力量。而且苏明不仅有这个能力，甚至已经运用得非常好了，没有一昧的寻找攻击技能进行掠夺，而是专注于被动 BOSS 技。沉默了片刻，陈淑妍再次深吸了一口浊气，不禁皱起了好看的眉头，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他转过头看向苏明，贝齿轻轻咬住了烈焰红唇，犹豫的开口说道：“帅弟弟，我问你个事情。”“咋了？”苏明一愣，有些不明所以的说道：“啥事？你是不是能够掠夺 BOSS 技能？”陈淑妍沉默了一小会，终于吐露出了心声：“咋说呢？他的性格本身就比较直，不太喜欢藏着掖着，与其自己在那里脑补，不如直接敞开心扉和苏明聊。如果能得到肯定的答复，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啊？”苏明扬了扬眉头，不由得一愣，他确实没有想到陈淑妍竟然会冷不丁地问这么一句，难道说自己的这个能力已经彻底被曝光了？其实苏明微微眯起了眼眸，正准备直接回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却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曝光能力。选择1，否认能力，告知陈淑妍并没有这种能力，只是巧合罢了。这样做，你可以更好地隐瞒自己的天赋，并好好的发育下去，不受到其他职业者的打扰，也不用担心能力曝光后的反应。奖励1柄黄金级武器，以及1颗黄金级武器强化石。选择2，向陈淑妍摊牌，公开自己的能力，并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确实能掠夺 BOSS 技能。这样做的好处很明目了然，你将会得到1名400级职业者的鼎力支持，今后前往清北大学也能享受更丰厚的成长资源，甚至能让高级职业者亲自带队去刷怪升级，解锁更顶级的 BOSS 技。奖励英雄级属性宝石 X 3颗，1颗力量宝石，1颗精神宝石，1颗暴击宝石。选择3，拒绝回答陈淑妍的问题，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样做能让陈淑妍对你捉摸不透，更好地树立自身的形象，同时也能得到清北大学的重视。不过这样做的坏处依旧明显，或许在必要关头，你将会失去清北大学的帮助，也无法得到更专业的知识讲解。奖励100万点经验值。神级选择。在听到这一阵冰冷的提示声后，苏明不禁微微一眯眼，当即心头一震，好久没来这个东西了，一下子有些兴奋。选择1，否认，奖励黄金级武器和强化石。选择2，承认，奖励3颗英雄级属性宝石。奖励3，和稀泥，奖励100万点经验值。奶奶的，这一次真他娘的难选，奖励都很丰厚呢。苏明咽了咽唾沫星子，不免有些亢奋了。确实亢奋，这一次的选择很简单，不复杂，而且奖励相当炸裂。多的不说，1柄黄金级武器和强化石，这都算得上是极品奖励了吧？而100万点经验值呢，也很让苏明心动。当然，最爆炸的肯定是选择2，毕竟也算是老朋友了。这条选择几乎都是奖励最炸裂的一个。不过，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苏明手中。让清北大学的高级职业者带队刷副本，苏明若有所思地想了下，心中暗暗思忖道：貌似这样也没啥不好，很省事，可以当一个摆烂的咸鱼。其实早在和柳妹曝光能力后，苏明就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他觉得现目前的等级还是太低了，如果遇到一些不可控的情况，很容易被大神级职业者拿捏。简单来说，就是不自由，有一丝被约束的感觉。然而苏明也很清楚，他自己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向国家摊牌，然后成为摆烂的咸鱼，成为一堆大神中的团宠，被带着升级，疯狂升级，海量的经验值，随便拿捏的顶级 BOSS 技，不要太舒服。当然需要付出的肯定是一部分自由，不能想做啥做啥，会被稍微管束一下。算了，既然都到了这一步，那就顺其自然呗。苏明扬了扬眉头，心中暗暗想到，如果是清北大学的话，应该也还好，不至于太过约束。只要不在短时间内直接向国家高层曝光，
让一大堆顶级工会来围着转，那也没啥。苏明陷入到了沉思中。他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是局部曝光，只让清北大学以及陈淑妍这名魔导师知道，问题并不是很大，不仅能在现阶段获得强大的帮助，同时或许也能让这名专业的魔导师给自己提一些建议，给出专业的知识讲解。毕竟苏明对这个世界的许多知识点依旧一窍不通，甚至很多时候都是靠着自身的感觉在掠夺 BOSS 怪技能，大部分情况下应该不会出错。可要是真的因为知识面太窄而放弃了一些极品技能，那也确实有点血亏。想到这里，苏明深吸了一口气，做出了自己的决定。222，清北大学当靠山，还可以提供知识讲解和专业建议，貌似确实不错。现阶段先当清北大学的团宠吧，如果真的不太合适，苏明微微眯了下眼。如果清北大学有其他想法，那就直接换一所学校，要是待着舒服，就在清北当团宠。想到这里，苏明直接释怀了。他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和平时期的一名顶级科研院士，现在向高校坦白了自身情况，他能手搓核弹，研发可控核聚变。如果清北大学最后的给的待遇太差，索性直接去科研院就好了，或者润到海外去，大概就这么个意思。总的来说，对苏明没有太多的影响，在哪里都能混得下去，而且会被视为大宝贝，疯狂宠溺。没错，我确实能掠夺 BOSS 技能，这是我的传说级天赋。苏明看向陈淑妍，如沐春风一笑道：死亡研报术也好，还是我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技能也好，全都是从 BOSS 怪那里掠夺来的。随着这句话一落地，陈淑妍当场身体向后一倾，原本就凹凸有致的身段显得更为夸张。只听嘶的一声，陈淑妍倒吸了一口冷气，贝齿咬紧了嘴角，脸色都在一时间变得有些苍白了，就这么凝视着苏明，很久都说不出话来。你，帅弟弟，天哪，我现在快要疯了！陈淑妍语无伦次地说道。她现在的震撼程度可远比当时的柳妹要强烈多了，毕竟两女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越是高级职业者，越是魔导师，越能理解苏明的强大和成长潜能，这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了，而是能够改变一个全民转职世界格局的顶级能力。帅弟弟，我们需要好好谈一下。过了很久，陈淑妍终于换过了劲儿来，大口的喘息了几下，神情微微一阵骇然的看向苏明，极为认真的说道：因为我接下来所说的话可能会超出你的认知。陈淑妍恢复了以往的神情，不再显得那么情绪激动，而是带着一丝严肃。苏明愣了下，好，他没有多问，而是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苏明对陈淑妍的好感一直都还不错，更何况他也相当感兴趣陈淑妍会说出些什么内容。你知道炽天使吗？陈淑妍微微揉了下太阳穴，组织好了语言，莫名地问了一句。炽天使？苏明的瞳孔猛然放大了些许，不禁心头一紧。你是说创世神？陈淑妍皱了下眉。不完全是，我指的是炽天使这个群体，全民转职世界里所谓的神明。苏明有了一丝不太好的预感，当场沉默了片刻，而后他也恢复了过来，看向陈淑妍回答道：知道。那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掠夺炽天使的技能？陈淑妍凝视着苏明的双眼，一句话便让苏明的心脏差点炸开了。第191章炽天使。炽天使现在掠夺炽天使的技能？苏明确实懵了，即便是以他的心性，现在都有些坐不住了，心脏都疯狂颤动了好几下，眼神一凝，看向陈淑妍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在亡灵峡谷副本里有一头炽天使 BOSS 怪？苏明不加掩饰的深吸了一口浊气，而后又深深的咽了下唾沫星子，望向陈淑妍的目光中跳跃着一丝强烈的期待。奶奶的，那可是炽天使呢！虽说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极为强大的 BOSS 怪，然而炽天使的身份在全民转职世界里却有些不太一样，被几乎绝大部分职业者视为神明。原因很简单，整个蓝星被数据化，进入全民转职时代，便是与一名至高炽天使有关，而那位至高炽天使也被称为蓝星的创世神。如果能掠夺一名炽天使的专属技能，那么苏明将会在一刹那间获得超出想象的超凡力量，甚至等级对于苏明而言都不太重要了，只要拥有炽天使的技能，便注定了他一定会达到和神明一样的高度。多的不说，半神级的层次怎么也能触碰得到，毕竟所有炽天使的技能都堪称神技，那是超脱一切的神力。没有。陈淑妍看了一眼苏明，眼神里的情绪略微有些复杂，他也斟酌了下语气，而后缓缓解释道：我爷爷和老校长在不久前从一个英雄级副本里得到了一张史诗级入场券。苏明一惊，史诗级入场券？
对，陈淑妍再次开口说道，那是通往一个史诗级副本的顶级入场券，可以前往3次，我们已经使用过了1次，现在还剩下2次前往机会。苏明皱了皱眉头，史诗级入场券，史诗级副本，这已经是和岭东世界一个水准的顶级副本了。没有想到清北大学背后竟然还藏了这么一手。看到苏明目光中的兴致，陈淑妍抿了抿嘴，组织好了语言后再次解释道，在那个副本中，一片布满法阵和祭祀纹路的地方，那是一片死亡之海，而在大海中央有一名被遗弃的天使少女。天使少女？被遗弃的天使少女？苏明微微一眯眼，带着些震惊的声音说道，堕落天使。全民转职世界里确实有这么一种天使，被称为堕落天使，并不说这个种群的血统不够纯净，而是他们在转职的方向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信仰改变，选择了沉沦。而堕落天使虽然被天使所不齿，然而在攻击力这一方面却极为强大，甚至堕落天使所拥有的专属技能也是所有天使中最为邪性的存在。没错，是堕落天使，不过却不完全是，它正处于一种很奇妙的状态，有些像是死去的巨龙转化成亡灵古龙的过程。陈淑妍淡淡的说道，沉睡中的天使。苏明微微一眯眼，抓住了陈淑妍话里的意思。没错。陈淑妍也抬头看了下苏明，斟酌了片刻，继而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可以将你能掠夺 BOSS 怪技能的能力告知给清北大学的2名校长，也就是老校长和我的亲爷爷，这样一来，清北大学的核心成员除了2位校长外，还有好几名八转可以亲自带队，带你前往那个史诗级副本，那个遗忘之地，去掠夺如同神明一样的炽天使专属 BOSS 技能。听到这些话，苏明当场感觉有些口干舌燥，心跳也不由得加速了几分。他奶奶的，还得是有大佬带着呢。如果是苏明独自升级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接触到炽天使这种层次的顶尖 BOSS 怪。而清北大学的2名校长带队，已经易水的8转职业大神，有这些顶级大神带飞，确实有点舒服。不仅能在短时间内获取到大量的经验值，疯狂升级，而且还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至于那一丝丝自由和约束感，一时间好像也可以无视了。那名沉睡的炽天使如今是什么情况？苏明在短暂的兴奋过后也清醒了下来，看向陈淑妍问起了炽天使的详细情况，等级、职业品阶以及他的技能强度。陈淑妍摩挲着下巴，也微微皱了下眉头，陷入到了沉思中。很快他便回复道，有点记不太清了，不过大概的情况我有印象，等级貌似达到了400级左右的段位，而职业品阶的话是半神级9星，目前来看整个蓝星应该没有比那位炽天使成长潜能更高的职业者。至于技能强度，这也正是我准备和你说的。陈淑妍再次深吸了一口浊气。按照爷爷的说法，这名被遗弃的炽天使拥有着易水的顶级技能，其中传说级技能有4个，史诗级技能有6个，而最强的莫过于是那个半神级技能。卧槽！苏明当场嘴角一阵抽搐，不由得爆了一句粗口。4个传说 BOSS 技，6个史诗 BOSS 技，还有半神级技能，这他喵的不是移动的技能库吗？想到这里，苏明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恨不得当场出现在那个史诗级副本中，来一波疯狂掠夺。都是些什么技能？攻击型技能？苏明大口的深呼吸了好几下，竭尽全力让自己不那么反常，肺部充满了新鲜的氧气后，他的情绪也稍微稳定了一丝丝，然而依旧很是激动，甚至是狂喜。苏明看向陈淑妍，眼神里充满了渴望。不是。陈淑妍摇了摇头，再次揉了下太阳穴，她用贝齿咬了下嘴唇，有些抱歉的说道，你先让我缓一下，我也有点语无伦次了。怎么说呢？其实我之所以直截了当问你是否能掠夺 BOSS 怪技能，和你刚刚说的一句话有关。苏明有点懵了。哪句话？你说你拥有普通职业者10几倍的法力值条，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是你从某个副本终极 BOSS 怪那里掠夺来的回蓝技能吧？陈淑妍用一种期盼的目光看向苏明。你说祭祀神术呢？算是吧。苏明无奈的笑了笑。祭祀神术并不是他从 BOSS 怪那里掠夺来的，而是血统洗礼仪式中获取的。不过能得到这种顶级 BOSS 怪专属技能，貌似和苏明本身拥有的系统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可以算是他的一种金手指。对于这一点，苏明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随便搪塞了过去。而此时的陈淑妍眼前微微一亮，果然，陈淑妍明显情绪变得越发激动了，那姣好的身段也在此时显得更为突出，一起一伏，看得苏明都双眼不由得眯了起来。然而苏明当下对炽天使更加有兴致，他的眼神闪躲了下，看向了别处。果然，你已经开始着手掠夺 BOSS 怪的被动技能了，这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
一昧的去掠夺高品阶 BOSS 技，其实为你带来的帮助并不大。相反，选择被动专属技能，才能让你自身的潜质不断提升，直到最后远远超出自身职业品阶，不再是史诗级强度，而是不断超越史诗级，达到传说级品阶，乃至无限接近半神级。陈淑妍的声音再次传来：“啊！”苏明眼神中闪烁过一丝茫然：“你在说啥？”苏明确实懵了，他啥时候着手掠夺 BOSS 怪被动技能了？难道不应该是品阶越高的技能越强大吗？奶奶的，貌似自己路子走偏了呢。你不知道？见到苏明一脸茫然，陈淑妍也当场懵掉了，不禁愣神地问道：“我知道啥呀？”苏明的嘴角抽了抽，咽下一口唾沫，认真地说道：“要不，陈导师，你展开说说。”闻声，陈淑妍也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嘶的声音，倒吸了一口冷气。确实，即便是他，也是才意识到这个点。而苏明呢，本身就只是一名高中生，肯定存在知识盲区，不知道也很正常。看来我得给你讲一下新的解题思路了。陈淑妍神情认真地注视着苏明，不由得摇头笑了下。第192章，新的解题思路。新的解题思路。苏明微微一眯眼，一下子来了精神。洗耳恭听。苏明调整好了坐姿，坐在死灵古龙背后，双眼反光地看向陈淑妍。咋说呢？虽然陈淑妍所说的话有些模棱两可，可是只是从这些只言片语中，苏明也感受到了一丝异样的味道。他的文化课成绩本身就不差，只不过是理论知识有些欠缺罢了。随着陈淑妍提及了下 BOSS 怪被动技能后，苏明也开始有了些浮想联翩。他有种强烈的预感，或许这一次向陈淑妍公开自己的能力是个正确的选择。与其自己一个人去摸索天赋的玩法，不如让一名专业的魔导师来进行知识讲解，给出合理的建议。这样一来，绝对能少走不少弯路。或许陈淑妍的提点能让苏明对天赋的理解程度更深，玩出不一样的花样。让我稍微思考一下，组织下语言，看看怎么和你讲比较清晰。在得知苏明并不太了解被动技能这一点后，陈淑妍一时间也有些哭笑不得。她看了一眼苏明，眉头微微一皱，陷入到了思考中。我这么说吧。一小会后，陈淑妍开始给苏明展开了科普。从你展现出死亡研报术技能时，全国各大高校、名流大学便对你有所注意了。那个时候，你的资质强度已经被定义成了高出史诗级档次。不过，应该没有太多大神意识到那个问题，你的技能并不是从 BOSS 怪哪里爆出来的，而是直接掠夺的 BOSS 技能。苏明轻轻点了下头，耐心地听着陈淑妍的讲解。然而，在市级赛事里，你再次展现出了一波高级 BOSS 技能。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一部分大神级职业者已经有了些联想，就算是我身后的清北大学那2位校长，都已经差不多猜出了个七七八八。要么你能够提高击杀 BOSS 怪后的爆率，开出大量的 BOSS 技能书，要么你拥有掠夺 BOSS 怪技能的力量。说到这里，陈淑妍稍微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换气，不过她的目光却紧紧看向了苏明，有些神情复杂的说了句题外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那2个技能亡灵召唤和军团光环便是从苍魂公会韩英那里掠夺来的吧？陈淑妍用余光瞄了一下在不远处的韩英。苏明扬了扬眉：是的。对于陈淑妍，他并没有选择隐瞒，纸包不住火，这种事情直截了当一点比较好。更何况苏明也不太在意韩英一个苍魂公会而已，本身就是他们先动手想要洗劫自己的高级武器。没有杀到韩英等级清零，苏明已经相当友好了。得到苏明肯定的答复后，陈淑妍不禁神情一变，再次发出了一声极为悠长的嘶声，抽吸的冷气都快要让牙齿有点发酸了。你不仅能掠夺 BOSS 技能，还可以直接掠夺职业者的技能。陈淑妍的嘴角也抽了抽。对。苏明耸了耸肩。你管这叫传说级天赋？陈淑妍当即咳嗽了2下，有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奶奶的，这种级别的变态能力也只是传说级天赋，说是神级天赋都没啥大问题吧？苏明咧了下嘴角，没有回答陈淑妍的话。而过了一阵子，陈淑妍也终于缓过了劲，用有些妒忌的目光看向了苏明，说道：继续掠夺 BOSS 怪技能，这种顶级能力如果有大神级职业者辅助，绝对能展现出极为恐怖的力量，甚至说可以改变整个全民转职世界的格局。你会被所有职业者当作救世主，亦或是神明。陈淑妍长吸了一口浊气，连他自己都被这种可怕的未来所震惊到了。而苏明呢，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这种说法他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和柳妹摊牌后，对方也是这么说的，不外乎是让国家带队当个团宠咸鱼，而后将掠夺到手的 BOSS 技能书交给全国最顶级的职业者使用，以此来提升国力。这个道理我很清楚。苏明直截了当地笑了笑，说道：
向国家曝光自己的能力，然后大佬带队升级，获取海量的经验值。随后，大量的 BOSS 技能书可以让全国各大头部工会和顶级职业者一飞冲天。这样一来，万族战场中，咱们大夏龙国的国力自然可以提升好几个档次。毕竟 ，BOSS 技能书的强度和普通职业者技能书完全是两种概念。苏明苦涩地笑了下，而陈书言则是扬了扬眉，有些诧异：“你也想到这一点了？”苏明轻哼了一声，算作回应。其实，这是柳妹说的，不过并不是很重要。大概思路是这样的，不想这么做，还是说有其他的顾虑？陈书言撩拨了下一头大波浪长发，精致的眼眸里闪烁着些许波纹，轻声开口问道：“2点。”苏明回答道：“第一，涉及到大神职业者以及国家层面，太麻烦了。我的这个能力过于变态，很容易便会引起一些波动，毕竟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地震，麻烦事情很多。第二，现目前的我来说，没啥话语权，等级太低了，虽说强制施展也能爆发出100万点伤害，可是，在那些高级职业者眼中，其实也不算什么。如果真的被当成团宠，大概率情况下还是会被稍微拿捏一下，等于是没有什么自由了，太约束，不是很喜欢。”苏明敞开心扉，讲出了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陈书言点了点头，也对，时机不太成熟。如果你现在是一名8转职业者，或者已经达到了9转，那么你在公开这个能力，或许得到的帮助会小一些。毕竟等级上去了，顶多算是锦上添花，谈不上是雪中送炭。可是那个时候的你，选择面也大了，不可能被大夏龙国顶级职业者或者一些 SSS 级工会拿捏住，话语权很大，他们只能依附于你。陈书言眼前微微一亮，像是想到了什么，再次开口说道：“后期你完全可以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有工会为你做事情，其实会省事很多。而且你所获取到的 BOSS 技能书也可以交给工会成员使用，将最核心的力量全部死死抓在自己手里。”工会让工会成员使用 BOSS 技能书。听到这个想法，苏明明显一愣。这个建议不错。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很是满意的看了一眼陈书言。果然，还得是魔导师的想法更专业。创办一个工会，将最强大的 BOSS 技能书交给工会成员使用。这些成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成苏明的力量延伸。说的有点散了。陈书言讪讪一笑，看着苏明，眉头再次皱了皱，沉吟道：“回归正题，我和你聊一下新的解题思路。这也是我刚刚想到的，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个方向，所以我才憋不住直接问你。”陈书言此时的心脏依旧在疯狂颤抖着，每一下都像是要撞碎了似的。他说的没错，正是刚刚和苏明聊到10倍法力直条，聊到祭祀神术，他才意识到了一个新的玩法。这种玩法和团宠流不太一样，凭借苏明的能力，确实可以被一众大神级职业者当成团宠，然后围着强行提升等级，从而用 BOSS 技能书来强化大夏龙国的顶尖职业者。这种玩法有点像是将苏明当成辅助在使用。然而，还有另外一个解题思路，那便是疯狂强化自身。我这么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职业者每提升1级，可以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属性和技能点。陈书言循循善诱道：“根据职业者的品阶不同，他们每1级获取到的自由属性点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黄金级职业者可能晋升到100级，4维属性总和也不过是2000点的程度，均衡分配到力量、精神、体质、敏捷点中，每一个属性词条也仅仅是500点的层次。这种级别的属性说多也不多，就拿防御力来讲，500点体质属性，也就是5000点防御力。”陈书言摇着头，淡淡一笑道：“许多高级 BOSS 怪随便一发火球术，便能将这点防御力给彻底击碎，而职业者自身的生命值本身也是弱点，远不如 BOSS 怪和全民转职世界里的原住民 NPC。这样一来，同等级下自然会被 BOSS 给拿捏，1对1没有什么太大的胜算。这也是为何大部分副本 BOSS 怪都是依靠工会的力量以及狩猎团的形式来进行收割的，不然1对1单杀 BOSS 怪风险太大了，职业者的死亡率也很高。”苏明点了点头，这些知识点算是常识，知道。那好，你有没有想过，在全民转职世界里，其实有许多顶级 BOSS 技能堪称神技一样恐怖，比如能让你在1级时便获得100倍的防御力强化。换句话而言，可能你在1级时的防御力就能超过1万点。陈书言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如果你同时掠夺10个这样的 BOSS 被动技能呢？也就是说，1级的你便能获得10万点防御力。1级10万点防御力，苏明的瞳孔猛地一缩，完全被惊呆了。第193章堕天使，苏明彻底疯狂。真的有这样的 BOSS 技能吗？能让职业者的防御力直接提升100倍，这得是什么强度的 BOSS 技？
苏明确实被陈淑妍的这一席话给震惊了，他沉思了下，抬起下巴，深深地看向了陈淑妍，不可置信地问道：“史诗级、传说级，还是半神级？”半神级。陈淑妍被苏明的话给逗笑了，当即玩味一笑，扬着眉头用余光看了一眼苏明，说道：“你想太多了，半神级 BOSS 技那可是真正的超凡力量，每一个半神级技能所展现出来的破坏力都能轻松将整个蓝星给毁灭掉。所谓的 SS 级工会在半神级技能面前不堪一击。”苏明感觉一阵头疼欲裂，下意识地睁大了双眼，就连他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发出了一声清晰的嘶声。这些知识点确实涉及到苏明的知识盲区了，如果不是听陈淑妍这么一说，他绝对想象不到半神级技能竟然这么变态。传说级？苏明试探地问了一下。陈淑妍依旧摇了摇头。怎么说呢，不能完全说是传说级。要知道，在全民转职世界里，不论是职业者品阶，或者是武器、技能，乃至是一些消耗道具，品阶从黑铁级开始，一直到黄金级、暗金级、英雄级、史诗级。然而，一旦超过了史诗级，便有了星段划分，传说级1星、传说级2星、传说级3星。陈淑妍解释道：“能让防御力提升100倍的 BOSS 技能书，最多也只算一本传说6星技能书，不能再多了。”苏明再次惊呆了，传说级技能书这么变态，强度一下子提升了这么多，不应该呢。苏明皱了皱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谁要是能得到传说高星技能书，那岂不是意味着直接无敌了？陈淑妍挑了下眉，凝视着苏明：“你说到重点了，不过你忽视了一个东西，帅弟弟。”洗耳恭听。苏明大口的喘息了下，心脏扑通狂跳，他现在真的有些亢奋了。陈淑妍所说的每句话都带给了他全新的感受，可以这么说，就这么一小会的时间里，苏明的世界观已经彻底刷新了好几次。我指的是 BOSS 技能书，在这个世界 BOSS 技能相当罕见，就算有一小部分运气不错的职业者能从副本里爆出1-2本 BOSS 技能书，那也只不过是些低阶技能书，而真正的顶级 BOSS 技能书根本不可能爆出来，全世界也只有你能够轻松获取到这种东西。陈淑妍的声音再度响起，苏明瞬间睁大了双眼。你的意思是只有 BOSS 技能才有这个强度？也就是说，或许某个副本里的顶级 BOSS 怪虽然只标注了拥有传说级6星技能，可是这个技能却有着极为恐怖的属性效果，能让 BOSS 怪的防御力直接增幅100倍。陈淑妍点了点头，对，这就是 BOSS 专属技能和职业者技能的区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蓝星的职业者才一直处于弱势状态，不然以蓝星职业者的凝聚力，早就将易水的史诗级副本给莽穿了。苏明瞬间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BOSS 怪模板很强，可以说是变态级的强度。一般情况下，同等级的职业者生命值远不如 BOSS 怪，或许职业者的生命值才10万点，而对决的 BOSS 怪便达到了100万点生命值的强度。至于技能这一块，强度差距也很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蓝星中的工会如同百花齐放一样多，几乎所有职业者在去副本前都会找到合适的队友，让狩猎团里标配好牧师、刺客、战士、弓箭手，甚至是盗贼等职业，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来终结副本里的最强 BOSS 怪。我明白了。苏明倒吸了一口冷气，目光灼灼地说道：“所以你给的解题思路就是让我尽可能的去掠夺 BOSS 被动技能，尽量让自身的各种属性叠加到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从而来强化自身。”陈淑妍同样长松了一口气，虽然说的有些散乱。陈淑妍皱了皱眉头，因为我也是刚想到这个点，姑且称为 BOSS 模板流和团宠流不太一样。这种全新的解题思路便是你尽可能的去掠夺 BOSS 被动技能，不仅仅是防御强化，还有攻击强化、生命回复、伤害免疫、满点暴击、顶级法抗这些被动技能，或许是史诗级，或许是传说级，只要能尽可能多地掠夺这些被动系技能，你的四维属性、自身属性便会被叠加到一个超出想象的程度。陈淑妍嘶的一下大口吸入着新鲜空气，让有些宕机的大脑重新恢复充血状态。再次有了一丝亢奋后，陈淑妍继续说道：“当你自身具备了足够多的顶级被动后，你知道结局是怎样吗？”苏明一样兴奋了，他咽了咽唾沫星子，没有回答，而是在等待陈淑妍继续说完。帅弟弟，你将会成为一个超脱的存在，想象一下，在无数个顶级 BOSS 被动效果下，你将拥有100万点防御力、100万点攻击力、1000万点生命值，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等级也好，技能也好，这个时候还重要吗？你将会成为真正的 BOSS 怪，蓝星中的唯一 BOSS 系职业者。听到这里，苏明豁的一下从死灵古龙背后站了起来，在他脚下的埃尔法也感受到了苏明浑身的热血沸腾，不禁扬了扬下巴，硕大的颅骨向上一昂，发出了一声高亢的龙吟声。太疯狂了！
苏明瞪大了炙热的双眼，目光更是发亮的看着陈舒言。不得不说，公开自己的能力这个选择实在是太正确了。在陈舒言强大的知识储备下，提供给苏明的这个解题思路，堪称一个全新的完美方向。如果说团宠流的核心在于为大夏龙国的顶级职业者提供 BOSS 技能书，养高级职业者，那么 BOSS 模板流则是重点在于强化自身，养自己。苏明完全可以将自己当成 BOSS 怪来提升，直到自己被培养成一个拥有堪称满点属性的人形 BOSS。这样一来，在绝对的实力碾压下，技能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依靠 BOSS 被动技能的专属效果，苏明随手一个火球术就能让超出自身无数等级的职业者变成一堆经验值，甚至是即便面对一个头部工会的围剿，他也能安然无恙。和副本里的终极 BOSS 怪一样，哪怕是 SS 级工会派出一个狩猎团来攻击苏明，最后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惨败。你现在能明白我的意思了？见到苏明的剧烈反应，陈舒言也不禁眯了眯眼，有点松了口气的意味。这个想法确实很疯狂。BOSS 模板让苏明朝着 BOSS 怪的方向去发展，这也是陈舒言刚刚所想到的。正是因为脑海里冒出了这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念头，陈舒言才会表现得如此震撼，以至于都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最终问起了苏明的最终底牌。有点明白了。苏明有些口干舌燥了，心脏疯狂跳动着，充血的心脏让他的双眼都微微一阵泛红。这是清北大学那2位校长的想法？不是。陈舒言苦涩地笑了下，他再次按压了下太阳穴，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你能掠夺 BOSS 技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存在，我也好，还是清北大学那2位老校长也好，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他们还在分析你的能力究竟是否真实存在，而 BOSS 模板流这种花样玩法，也是我刚刚听你说到法力直条的事情才猛然想到的。陈舒言说出了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也算是个鬼点子了。苏明摇了摇头，不是鬼点子，是真正的好点子。我之前压根没有朝着这个方向想过，只是单纯靠着自己的感觉在掠夺技能。按照你的说法来看，其实高级 BOSS 技能对我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作用。相反，我应该去寻找那些 BOSS 被动技能，从而让自身的属性完成一轮全新的蜕变，达到你所说的那种100万点防御力的程度。如果真的拥有100万点防御力，哪怕是纯血巨龙，也可以提着大刀冲上去肉搏。陈舒言很是欣赏地看向苏明，说的没错，帅弟弟，没看出来你悟性很强啊。苏明讪讪一笑，还记得我刚刚和你说的那名堕落天使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张史诗级入场券剩下2次机会便全部给你使用了。因为那个堕落天使所拥有的专属技能，绝大部分都是 BOSS 被动技，4个传说级技能，6个史诗级技能，以及那个半神级技能。如果你能将这些技能全部都掠夺到手，成为自己的专属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你便和堕落天使完成了1换1。帅弟弟，在完成掠夺后，你便是新的堕天使。陈舒言再次开口说道，他的声音宛如魔咒一样，让苏明心头连续颤抖了好几下，有种疯狂到了极点的感觉。第194章，清北大学的财力。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苏明的心底疯狂蔓延。毫不夸张地说，苏明觉得此时的自己已经亢奋到不受控制了。1换1，成为全新的堕天使。陈舒言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相比于攻击型技能而言，就算这本技能书再强，如果职业者的等级太低，或者说自身属性不够强，攻击力太低，就算手握一本神级技能书又能怎样？技能所消耗的法力值都不够，根本无法发挥出技能应该有的效果。然而被动技能却不一样啊。如果说是顶级被动，一旦学习后，苏明便能在一刹那间解锁超高额度的攻击力、防御力，乃至是千万万点的生命值。在这种强度的属性词条下，他毫无疑问确实可以被视为全新的堕天使，犹如和原本的旧堕天使完成了一次换血。此时的苏明终于有些明白，为何陈舒言会突然一阵疯狂，看向自己的目光都变得有些炙热了。因为在这样的解题思路下，苏明恐怕不会成为被国家所承包的团宠，也当不了摆烂的咸鱼，而是会成为如同真正的神明一样的存在，拥有着炽天使所拥有的一切属性，只是站在那里，任由大神级职业者疯狂攻击，在满级被动技能效果下，苏明都可以安然无恙，无视蓝星中所有职业者的力量。那是一种绝对的藐视，在神的力量下，一切都是虚无的。我不应该去掠夺 BOSS 技能，而应该掠夺 BOSS 模板。只有得到了 BOSS 怪的属性，有了可以无视大神级职业者的超额度属性，才是真正的强大。想到这里，苏明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于将来的规划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想法。说完这些，我都有些不受控制了。陈舒言大口的喘息着，像是完成了一次高强度的剧烈运动一样，心脏都已经超负荷了。他深深的看了一眼苏明，意犹未尽的说道：很难想象
我现在究竟是在面对着怎样的存在？或许未来的某一天，你会成为和创世神一样的神明级大人物，甚至是超脱出整个蓝星。或许万族战场中的世界格局终于要发生改变了。帅弟弟，按照这个思路去发展，你终将会成为神明，不是形容词，而是真正的神明。你可以拥有神明所掌握的一切力量，乃至如同创世神炽天使一般，去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如果可以的话，也许你连创世神的技能也可以掠夺。苏明疯狂地咽了咽口水。陈书言所说的也是他心里的想法。等这次副本结束，直接去清北大学吧。我和2位校长商量一下，跟团带你去史诗级副本，拿捏那名堕落天使。有个问题。苏明打断了陈书言的话。你说。陈书言很有耐心地看着苏明，等待他开口。2位老校长，能击杀堕天使吗？苏明沉默了下，开口问道。击杀堕天使？陈书言有点懵了。为何这么说？苏明讪讪一笑。我虽然能掠夺 BOSS 技能，不过却有个限制，需要先击杀掉 BOSS 怪才可以进行掠夺。每次击杀后能免费掠夺1次技能，剩下的则是需要经验值购买。苏明解释了下他的天赋限制。原来是这样。陈书言眼前微微一亮，不禁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回答道：我差点忘了，也对，你的这个能力现阶段只是传说级天赋，如果按照天赋强度来看，肯定不可能那么疯狂，无限制的掠夺 BOSS 技能。不过只是击杀堕天使这个条件并不算太困难。苏明期盼地看向陈书言。咋说呢？陈书言也不禁不好意思地笑了下。老校长和爷爷的等级现目前只是8转以上，和9转还有一些距离，虽然比堕落天使的等级高了不少，要是真的出手，恐怕还是很难击杀堕天使。苏明扬了扬眉。那可能要等一阵子了。我以为你只要接近 BOSS 怪便能直接掠夺对方的专属技能，看来是我有点兴奋过早了。陈书言讪讪一笑，脸颊微微有些泛红。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可以和京都那些顶级工会合作，除了你熟悉的 SS 级黄金玫瑰工会外，还有很多 SS 级工会，我们清北大学都有联系，当然一部分 SSS 级工会也能联系上。陈书言给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如果召集大夏龙国这些头部工会，让顶级职业者全员出动，只是400级左右的堕落天使还是能够击杀掉的。就算那名堕天使的被动技能再变态，也不至于在无数工会的疯狂攻击下血条不动。只要亮出血条，神明也能终结。陈书言笑着回答道。可以，是个不错的方案。苏明微微眯了下眼。当然。陈书言继续说道，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和这些头部工会公开能力，曝光自己的天赋信息，这样的话他们甚至会免费出面联手攻击堕天使 BOSS 怪。不过结束后你恐怕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例如为这些工会的会长或者高级成员弄几本 BOSS 技能书。苏明嘴角稍微抽搐了下，这一波玩的就有点大了，等于是直接自爆身份，后续的连锁反应会很麻烦，弄不好以后就没办法自由自在的刷怪了，天天都有大神级职业者登门拜访，求一本 BOSS 技能书。见到苏明神情无奈，陈书言不由得白了他一眼，说道：你小子这还不好呢？多少年轻职业者希望能和这些 SS 级工会以及 SSS 级工会搭上一点关系，而你倒好，生怕沾到他们了。苏明耸了耸肩，说道：麻烦呗，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多开心呢。想泡妞就泡妞，想撩妹就撩妹。苏明微微一眯眼，不禁笑出了声。噗呲一下，陈书言也被苏明的话给逗笑了，伸出手挠了下苏明头，笑骂道：好小子，帅弟弟呢？你可真是个大海王，顶级渣男。不过老天爷真不公平，长得那么帅就算了，天资还这么强，甚至给你能掠夺 BOSS 怪技能这种金手指，到底还要不要其他人活了？苏明无奈的笑了一下，没办法，长得帅怪我哥。好了，不和你贫嘴了，还是聊正事。堕天使技能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办？陈书言瞪了一眼苏明，神色认真的问道。咋说呢，想要掠夺堕天使得专属 BOSS 技能，一时半会怕是不行。第一点，史诗级技能栏、传说级技能栏，甚至是半神级技能栏，这些东西需要准备好，不然就算掠夺了 BOSS 技能也没办法使用，只能转化成 BOSS 技能书。第二点，击杀堕落天使后有一次机会免费掠夺，可另外10几个技能怕是需要使用经验值才能掠夺到手。一个英雄级 BOSS 技能现在的售价就已经达到了200万点经验值，而史诗级和传说级估计会是一个天价，没有充足的经验值，技能摆在那里也是白搭。苏明解释着他的能力。陈书言下意识地皱了皱好看的柳眉，开口说道：你说的对，我倒是忽视了这些点，但是技能栏的事情你不用太过担心，咱们清北大学虽然只是一所高校，可是学校的资源储备可一点都不含糊。
你可以理解成清北大学的实际地位和一个 SS 级工会差不多，不论是所拥有的资源，还是说学校里的职业者战力，都能和 SS 级工会平起平坐。多的不说，咱们学校毕业的名人职业者就不少，好多工会大神都是咱们学校的校友呢。技能栏这种东西能搞定，除了半神级技能栏稍微难一点，其他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经验值，陈淑妍咽了下口水，纤细指托起下巴，看着苏明说道：“这个你也不同太过担心，清北大学的学生很多，还有许多是旁听生，只要发布学分任务，便能在短时间内凑到海量的经验值，足够你使用了。”苏明眼前一亮，好家伙，大学生果然是免费劳动力，为了学分可以做一切事情呢。嗨，陈淑妍看出了苏明眼神中的一丝惊诧，当即解释道：“放心，咱们学校可是正经学校，好歹也算半个名流，咋可能让学生们免费打工？肯定是会用一些怪物资源来兑换经验值的。作为全国排名稳居前3的顶级大学，这点东西还是拿得出来的。”苏明点了点头，依旧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好，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说道：“那就等去清北大学后商量一下掠夺堕落天使 BOSS 技能的事情。”陈淑妍莞尔一笑：“可以，不过不能白掠夺技能，你得帮清北大学一个忙。”苏明愣住了：“什么忙？”第195章三女方新暗许。没想好。陈淑妍微微眯起了眼眸，姣好的面容中浮现出了一丝狡黠的笑意。她扬了扬下巴，轻声笑着说道：“不过学校可是为你获取了这么多堕落天使专属 BOSS 技，还要提前准备传说级技能栏以及海量的经验值，帮个忙的话，不算过分吧？”听到这些话，苏明不禁一阵哭笑不得，当场摇着头笑道：“不算过分。的确，如果苏明真的能获得堕天使的专属 BOSS 技，作为交换，帮清北大学一个忙，也不是什么难事。更何况，在苏明看来，最终这个所谓的帮忙应该也是一件小事，至少对于他而言不会太过麻烦。毕竟，苏明两世为人，很轻易便能从陈淑妍的目光里看到一丝拉拢的意味。人情债嘛。好，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放心吧，帅弟弟，学校的请求不会太过分的，肯定在你的承受范围内，甚至说对你也有好处。陈淑妍浅浅一笑，拍了下苏明的肩膀，满面春风的笑了下。咱们现在还在亡灵峡谷副本里，有什么事情后续去了清北大学再说。老校长和我爷爷都很想亲眼见一下你，到时候再详细聊一下堕天使的事情，以及对你能力的详细解析。陈淑妍用余光瞄了下周围的狩猎团成员，此时的中海市联盟狩猎团所有人都正在清点着刚才获取的战利品，全然没有在意苏明和陈淑妍的对话。更何况他俩的声音就不大，还在死灵古龙背上，也没有谁察觉到了不对劲的意味。可以，苏明点了点头。这里确实人多眼杂，虽说他对于曝光自己能力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在意，不过很多东西也没有必要让中海市这些职业者知道。想到这里，苏明也微微一眯眼，让自己闭目养神，稍微休息一下。怎么说呢？亡灵峡谷副本本身就是一个高强度副本，除了死亡沼泽这一处禁地外，还有许多地方都相当危险，只有让精神恢复到最饱满状态后，才能更好的应对接下来的战斗。然而苏明没有注意到地方，此时正有几双眼睛正在死死盯着他。阿曼，你说苏明和那名魔导师有其他关系没？许悦目光中带着一丝醋意，哼唧了一声，回头看向身旁的中海第一女骑说道：“我看他俩一直你侬我侬的，不知道在说什么悄悄话。”不知道。柳曼妮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就像是一块万年不化的冰山。如果问他有关职业的事情，柳曼妮肯定能给出一个不错的建议，可是面对这种事情，他也只有默不作声。没有别的原因，柳曼妮和许悦差不多，也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甚至在这种事情上，柳曼妮还不如许悦。不知道，要我说呢，他俩肯定没憋啥好屁。许悦哼唧着说道，满眼都是对陈淑妍的不满，甚至有了一丝淡淡的敌意。那个魔导师虽说等级不错，又是京都清北大学的招生办导师，可是年纪怕是和我老妈一样大了吧？这么大岁数了，居然还有小心思，气死我了！苏明这家伙，难道真的眼瞎吗？许悦翻了个大白眼，气冲冲的回过头，不再看苏明和陈淑妍两人，而是径直走向了一旁，自顾自的呢喃道：“我现在都已经是史诗级职业者了，他竟然还是这么无视我，可恶！再也不理这个混蛋了。”许悦扬了扬下巴，让自己本就傲然的资本变得更加凸显了。他气得双手叉腰，用余光看向了自己那盘正调顺的身段。这么好的身材，换个人早就被迷死了。苏明肯定是个瞎子。和许悦这个话痨少女不太一样，狩猎团的另一个方向，此时的韩英也神情复杂地看向了苏明，眼神里闪烁着很奇怪的情绪，既又一丝冰冷，又带着些许说不出来的意味。果然，
苏明这个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在前海湾副本夺走了我的技能，抢走死灵古龙坐骑不说，现在居然和京都魔导师还有一腿。韩英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咬着牙齿冰冷地说道：这样的混蛋，我肯定会亲自手刃了他。说到这里，韩英深吸了一口浊气，像是将内心的怨气全都撒了出来。旋即，他也转过身，看向了满地的物品，开始清点起了这一次的收获。苍魂公会本就是 A 级公会，这次来副本的公会成员不少，算是中海联盟狩猎团里最大的势力。他们这一次获得的战利品也是最多的。只不过稍微瞄了一眼刚刚获取的物品，韩英的眉头却是一皱，不禁呢喃道：都是些用处不大的东西，难道说有苏明在，高级物品都被他给拿走了？这个邪门的家伙，倒霉星！韩英的怨气更大了。满地的黄金级物品中，武器很少，大部分都是些用处不算太大的消耗品，品阶确实不错，可是实用价值却不算太高。一想到在前海湾副本中半路杀出苏明这个程咬金，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没有了，韩英就气不打一处来，下意识地认为是苏明的缘故，才导致这次在死亡沼泽里的收获很少。他应该是拥有能提升自己幸运值的天赋。韩英皱了皱眉头，展开了脑补，不禁再次深吸了一口气，喃喃道：而这样的代价，或许是让他身边的职业者幸运值降低。一念及此，韩英都不由得有些震惊了。细思极恐，不过想想也是，苏明从一开始完成转职到现在，不仅获得了一大堆罕见的 BOSS 技能书，而且还那么恰好的抢走了属于韩英的死灵古龙，甚至掠夺走了2门亡灵法师专属技能，不正是说明了苏明的运气好的有些变态吗？而此消彼长，韩英自从见到了苏明后，运气就差的有些离谱，甚至可以说是时运不济，倒霉到家了。奶奶的，天煞孤星！韩英心中暗自骂了苏明一句，愤愤不平地别过头去。现在的他恨不得当场将苏明给手刃了。然而，瞄了一眼坐在死灵古龙背后的陈书言，韩英将心中的念头给压了下去，等有机会再说。那个京都魔导师的等级太高了，现在动手肯定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次随行的苍魂公会成员，就算全部对那个魔导师发起攻击，最后的结果都不太一定能稳赢。韩英若有所思地想到，而后微微揉了下自己的太阳穴，尽量让心情不那么心烦意乱。苏西经理，死亡沼泽这个境地详细地图有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一份？狩猎团中央，一名长相帅气的骑士职业者走向了苏西，温和地笑着说道。不过他的目光却停留在了苏西那如同魔鬼一样的身材上。这名职业者的心思都不用猜，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肯定是对苏西很感兴趣。只不过他的做法比较隐晦，没有一上来就示好，而是想着多和苏西交流一下，循序渐进，直到最后拿捏苏西这个宅男女神。详细地图？听到骑士职业者的话后，苏西冷哼了一声，连头都没有回，目光一直放在苏明和陈淑妍身上。他没好气地回对道：在来亡灵峡谷副本前这么长的时间，你自己没有准备吗？找我要？我哪儿给你弄？还有，以后有什么事情找白征程，别找我，我是管家吗？啥事都找我。苏西一改往日温和的形象，如同到了更年期的中年妇女似的，就差点直接冲着这名职业者开骂了。啊！长相帅气的骑士职业者被苏西的话给对得有些哑口无言，当场愣住了。他也没有想到，凭借自己这么帅气的外表，已经200级左右的段位，不仅没有得到宅男女神的芳心，甚至一开局就糊了。想到这里，骑士职业者讪讪一笑，只好无奈又带着礼貌的语气说道：不好意思哈，是我有些冒昧了。苏经理，你先忙。骑士职业者忍住了心中的怒气，点了点头便离开了。而此时的苏西却依旧没有将心中的气给洒出来，目光冰冷地注视着苏明，以及在苏明身旁笑得满面春风的陈淑妍。京都魔导师不就是背后有个8转不到9转段位的老校长吗？苏西皱了皱眉，有啥了不起的？然而下一刻，苏西却猛然有些愣住了。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苏明和陈淑妍？想到这里，苏西一时间都被自己的情绪给弄乱了，大脑微微一阵空白。难道说我对苏明？其实苏西自己都不知道，自从第一次在转职神殿见到苏明后，他的心思就发生了一丝细微的变化。苏明对他的态度和其他职业者完全不一样，不能说是无视，但是却没有一丝谄媚。苏西那天使一样的容貌和魔鬼一般的身材，在苏明那里似乎是掀不起什么风浪。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不知道是不是女人天生的执着和胜负欲在作祟，苏西一直希望能吸引到苏明的目光。然而事与愿违，不论苏西怎么做，貌似苏明的兴致都不在他这里。苏明表现得越是冰冷客套，越让苏西这个宅男女神
被无数中海市职业者疯狂追求的女神心烦意乱。第196章骷髅暴君。苏明，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苏西究竟有多好。苏西收回了目光，不再偷瞄苏明。而与此同时，白征程也站了出来，他清了清嗓子，看向狩猎团里所有职业者说道：接下来我和大家讲一下后续的安排。死亡沼泽作为亡灵峡谷副本的禁地之一，除了死亡骑士 BOSS 怪外，还有许多血统强度极高的亡灵系生物，包括各位熟知的亡灵古龙、半兽人、骷髅暴君、亡灵蛇人、黑魔法巫师，这些 BOSS 怪的等级大部分都在100级以上，所爆发的伤害结果也远远超出想象，所以一定要当心，不要在战斗过程中掉以轻心。在副本中死亡虽然可以重新复活，可是你也将失去一次前往亡灵峡谷副本最深处的机会。白征程的声音响彻整个狩猎团。按照中海市职业者联盟的规定，如果在战斗过程中死亡，被强制清退出副本，将不会再享受狩猎团后续获得的物品，副本最终 BOSS 怪所掉落的奖励也将和你无缘。听到这些话，狩猎团里的职业者们全都不禁皱了下眉头，陷入到了思考中。这个规定所有人都很清楚，然而真的听到白征程说出来，其中的意味却又不太一样了。怎么说呢？哪怕你是一名300级段位的职业者，在击杀 BOSS 怪时付出了再大的功劳，所造成的伤害很高，只要不小心死亡，那么最终的奖励品便和你无关。这个规定虽说有点冷血无情，可是也很合理。一时间，狩猎团中的职业者都不禁微微眯了下眼，目光中噙着一片淡淡的冰冷。在这个狩猎团里，活着的价值更重要，只要能苟到最后，即便只是一名牧师职业者，也能分到不少的极品奖励。而要是太倒霉了，在了结最终 BOSS 怪前死掉，损失的东西可就有点大了，可以说是功亏一篑，先前付出的所有心血都不值一提。好，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么我说一下后续的安排。死亡沼泽结束后，我们会前往亡灵深海，通过亡灵木船前往副本的冰原雪山，那里也是一处禁地。按照副本描述来看，冰原雪山下藏着一头无比硕大的巨龙 BOSS 冰霜巨龙。冰霜巨龙的价值不需要我过多解释，各位都很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而倘若能驯服这头巨龙，成为专属坐骑，恐怕各位能让自己身后的工会一飞冲天，晋升成更高档次的顶级工会。白征程的目光微微一亮，洪亮的声音一开口，狩猎团里都便传来了一阵清晰的嘶声，所有人都不禁咽了咽口水。虽然大家都一早都得知了这个消息，可是真的即将见到传说中的冰霜巨龙时，依旧有些心跳加速，情绪都有些亢奋了。要知道，在所有巨龙中，冰霜巨龙绝对是处于金字塔最顶端的存在。最次的冰霜巨龙也有着英雄级血统强度，而随着不断转职、提升等级，或者是在吸收了强大的血统药剂后，冰霜巨龙便能成长为真正的庞然大物，达到史诗级血统强度。除了高贵的血统和种族特性外，冰霜巨龙的专属 BOSS 技能也极为华丽、强大、疯狂，大部分技能都是高额暴击、高额吸血，能在一刹那间便让同等级的职业者血条清空。这样的巨龙，如果真的被职业者驯化成了坐骑，恐怕只是依靠一头冰霜巨龙宠兽，便能让身后所在的工会晋升一个档次。毕竟现目前在大夏龙国这个地方，拥有冰霜巨龙坐骑的 A 级工会只有一家，而其他的几乎都是 S 级工会。换句话而言，这支狩猎团里，谁要是获得了冰霜巨龙坐骑，便意味着提前得到了一张 S 级工会的入场券，能让自己和身后的工会完成一场华丽的蜕变，跻身真正的龙国权贵阶层。冰霜巨龙呐，这可比亡灵古龙的强度高了好几个档次。毫不夸张地说，冰霜巨龙坐骑绝对是龙骑士最眼红的顶级坐骑之一。要是我能驯化这样一头巨龙，怕是做梦都能被笑醒。兄弟，你在做什么白日梦？没看到狩猎团里中海3大巨头都在那，咋可能轮得到你？这可说不好，万一呢？更何况狩猎团的规定本身就是谁打出的综合伤害结果最高，谁获得最优质的奖励。我可是龙骑士，职业专属技能全是高额暴击伤害，说不定最后的赢家是我呢。笑死了，哥们儿，你还没看明白呢，规矩可是人定的，在场这么多大佬，咋可能轮得到你？更何况你要说伤害结果，苏少怕是比你还疯狂，他现在才多少级，没有3转都能打出100万点综合伤害了。冰霜巨龙坐骑就别想了，不过击杀那些混血巨龙 BOSS 怪的奖励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只求能混个暗金级宝箱开一下，100级以上的 BOSS 怪被击杀后能爆出宝箱，要是给我来一个武器宝箱就好了，我这柄武器的属性词条太弱了，攻击力加成少得可怜呢。好家伙，我特么的直接好家伙，你们可真敢想呢。我现在只求能熬过死亡沼泽这个鬼地方，别忘了这个禁地里可是有骷髅暴君、
亡灵蛇人，你们能在这些高级 BOSS 怪手里活下去吗？说的对，咱就是说，凡事还是谨慎一点好，别想了太多，到时候直接被 BOSS 怪一发火球术给秒了，那就有点丢脸了。强制清退出副本后，可是一点好处都捞不到。随着白征城一提及冰霜巨龙的存在，整个狩猎团也传来了一阵小声的议论声。一部分在中海市都很有名气的职业者，此时却没了平常的傲气，而是带着一丝自嘲的意味。不论是驯化冰霜巨龙，或者说击杀冰霜巨龙爆出的奖励，对于中海市的头部职业者而言，都是超出想象的大丰收。只不过，想要见到冰霜巨龙，他们要先渡过死亡沼泽这个鬼地方。除了死亡骑士外，这个境地里还有无数个顶级 BOSS 怪，最吓人的莫过于是骷髅暴君，堪称职业者推土机一样的暴君 BOSS。在这种强度的亡灵系怪物攻击下，狩猎团里的成员恐怕最少也要锐减 20%， 被淘汰下来的职业者可是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只能止步在这里。所以一时间，许多经验老道的职业者并没有因为冰霜巨龙而显得太过激动，相反依旧神情冷淡。因为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获得最终的奖励，没必要开心的太早。亡灵古龙、骷髅暴君、黑魔法巫师、冰原雪山下的冰霜巨龙。与此同时，在死灵古龙背后的苏明微微一眯眼，心脏咯噔的颤抖了好几下。要说兴奋的话，他恐怕是在场的职业者中最兴奋的那一个。在其他职业者看来，他们能图谋的东西不过是这些 BOSS 怪所爆出的经验值、武器、怪物资源以及一些消耗品道具。如果能开出几瓶珍贵的药剂，也算是值得了。然而苏明却不一样，他看重的是这些 BOSS 怪所拥有的专属技能，尤其是 BOSS 怪被动技能。在和陈淑妍交流过后，苏明也对未来的规划有了一丝清晰的认知，专注于掠夺 BOSS 怪专属被动技，用于强化自身的四维属性，从而让自己朝着 BOSS 模板的方向去发展。这样一来，苏明在不久的将来便会成为无异于是 BOSS 般的存在。我记得骷髅暴君貌似有好几个专属 BOSS 被动技能。苏明咽了咽口水，心头一颤，不禁有些期待的呢喃道：如果能掠夺骷髅暴君的全系技能栏，我现目前的属性应该会完成一次疯狂地暴涨，不说达到100级 BOSS 怪的强度，但是也可以碾压100级职业者了。想到这里，苏明心情一阵舒坦，惬意地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至于冰霜巨龙，苏明心中暗自思忖道：如果最后能侥幸驯化的话也不错，那可是比死灵古龙更强的坐骑呢，想想都刺激。第197章顶级爆率天赋。叮！恭喜您成功击杀60级亡灵骷髅，获得经验值29000点。叮！恭喜您成功击杀65级亡灵牧师，获得经验值42000点。叮！恭喜您成功击杀68级山岩巨人，获得经验值67000点。死亡沼泽。7个小时后，冰冷的提示声在苏明的脑海中传来，经验值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疯狂倒涨，即便是苏明都不禁微微一眯眼，激动的合不拢嘴了。太爽了！看来职业者的最佳选择还是和狩猎团一起组队刷怪，这种方式获取的经验值比单刷多了好几倍。苏明疯狂吞咽了几口唾沫，又大口深呼吸了下，新鲜的氧气让他有些兴奋的大脑重新恢复了清醒。蹭的一声，苏明将破晓之刃竖起，用自己的臂腕擦拭掉了锋利刀刃上沾染的怪物血迹。而后他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不再继续战斗，而是取出了几瓶生命药剂，一口饮了下去。好了，这一波亡灵怪物算是清理干净了，大家先清点一下战利品，然后前往前方的荒野草地，那是一处盆地，也是死亡沼泽境地中唯一的安全区。满地都是干枯破烂的怪物残骸。白征城站在一堆皑皑白骨中，将手中的长枪向下一顿，旋即看向狩猎团里所有成员，高声说道：天快黑了，亡灵峡谷副本中夜晚的怪物数量比白天多10倍， BOSS 怪血统强度也会得到 buff 增幅。晚上我们先在荒野草地扎营，等到天亮破晓后再继续朝亡灵深海的方向前进。听到白征城的话后，整个狩猎团里的职业者全都长松了一口气，终于算是结束了。而苏明也微微呼出了一口浊气，不禁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经过一天的高强度战斗，他也有些疲惫了，确实需要稍微休息一下。这几个小时的收获相当不错，那获得的经验值竟然已经超过了300万点。苏明神情慵懒的呢喃道：怎么说呢，这算是苏明第一次实际意义上和狩猎团组队刷副本，经验获取效率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要知道，苏明本身就拥有超高额的4维属性、攻击力属性点，在同等级职业者中几乎找不到能和他扳手腕的存在。而在一水的顶级 BOSS 技能效果下，攻击力更是被叠加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值。高额暴击、高额伤害、高额吸血，在保证完美输出的情况下，
又有着狩猎团里一众牧师团队和祭祀团队的辅助，苏明可以说是将他的伤害展现到了淋漓尽致的状态。当然，一部分高级职业者看向苏明的目光中却带着一丝淡淡的妒忌和不满。原因很简单，苏明的 BOSS 技能太变态了，多的不说，就拿死亡岩爆术来说，啪的一下便能秒掉一大片残血的亡灵怪物。这样一来，苏明便一不小心抢走了其他狩猎团成员的经验点。抢人头，嗨嗨！不过这种事情在狩猎团里也很常见，能者多得。谁叫你伤害没苏明这个老六高呢？帅弟弟，看来收获不小吗？死灵古龙背后，陈淑妍微微打了个哈欠，用一种欣赏的眼神看向苏明说道：咋样？今天这几个小时一共获得了多少经验点？从始至终，陈淑妍都没有出手，只是安静地坐在死灵古龙背上保护着苏明。只不过现阶段来看，还没有什么 BOSS 怪能够伤害到苏明，所以陈淑妍都有些无聊到困了。不算死亡骑士头目的话，已经有300多万点经验值了。苏明耸了耸肩，没有隐瞒地回答道：听到这些话，陈淑妍当即抽吸了一口冷气。就算是他这个400级左右的大神，都着实被震惊到了。咋说呢？一般情况下，60级职业者就算再强，跟随高级狩猎团刷副本，一天也不过才能获取到几十万点经验值。而且这还是完美理想状态，真的能达到这种层次的职业者少之又少。即便是史诗级职业者，也很难。毕竟攻击力、技能、法力值、武器都会限制职业者的续航时间，不可能无限制爆发出超高额伤害结果。然而苏明却办到了，从这一点来看，他确实足够疯狂。帅弟弟，按照这种升级速度发展下去，我估计要不了几年，你便能达到400级的段位，和我差不多的水准。陈淑妍不禁开口感叹了一句，不过稍微皱了下眉，他再次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讪讪一笑道：不对，或者说1年内你都有可能达到400级，想想都有些天方夜谭，哪有这样的职业者？不到20岁就400级了，甚至你有可能在20岁前就完成第8次转职。在全民转职世界里，第8次转职便是8转职业者 LV 500级，这种级别的职业者已经可以被视为中流砥柱了。即便是清北大学的2位老校长也不过是8转，只要没达到 LV 1000级便无法开始第9次转职。希望吧。苏明淡淡一笑，算是回应了陈淑妍的话。其他收获咋样呢？陈淑妍有些好奇地问道。我看先前那个死亡骑士 BOSS 应该是爆出来了2件不错的东西，这几个小时有没有什么意外惊喜？苏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查看了下自己的库存。旋即他看了一眼陈淑妍，回答道：都很普通，获得了1颗暗金级力量宝石，1颗黄金级生命宝石，1颗黄金级敏捷宝石，属性宝石掉落的比较多。其他东西的话，就是一些常规的黄金级武器，还有大量的怪物资源，价值不算太高。苏明一脸满不在乎。啊？听到苏明的回答，陈淑妍一愣，当即有些懵了。暗金级属性宝石，黄金级武器。陈淑妍的嘴角微微一阵抽搐，用一种极为怀疑的目光看向了苏明。对。苏明摸了摸鼻子，轻声开口说道：大概就这么些东西。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苏明还获得了3颗英雄级属性宝石，只不过那并不是从怪物那里爆出来的，而是陈淑妍触发的神级选择奖励。3颗英雄级属性宝石此时正安静地躺在苏明的系统空间里，还没有使用。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陈淑妍深吸了2口气，苦涩地笑了笑道：帅弟弟，你是真的生在福中不知福啊。短短几个小时内能获得3颗属性宝石，其中1颗还是暗金级的力量宝石，更别说你所谓的那些常规黄金级武器了。这些东西如果非要说的话，就算是一家 A 级工会耗费大量的心血，没有1个星期也很难得到。陈淑妍耐心地科普道。属性宝石的爆出很小，就算是副本终极 BOSS 怪也可能1颗也爆不出来。虽说亡灵峡谷副本作为怀旧服副本，属性宝石的爆率已经提升了10倍左右，可是在本就极低的爆率下，一样难得一见。听到这里，苏明不禁扬了扬眉。是吗？不过我在白银副本里，中海市的前海湾副本先前就爆出过好几次这种东西。当然除了属性宝石外，白银副本里也爆出过暗金级武器，乃至是英雄级物品。苏明如实回答道。其实他这么说已经相当收敛了。要知道在前海湾副本里，苏明还获得了1张史诗级入场券，可以永久前往史诗级副本亡灵龙墓。陈淑妍浑身一惊，眼神里跳跃着强烈的震撼情绪，他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而后疯狂吞咽了好几口唾沫。
这已经是陈淑妍不知道第几次被苏明震惊的心惊肉跳了。沉默了好一阵子，这位来自京都清北大学的高级魔导师才长叹了一口气，神情复杂的看着苏明说道：“可能你除了拥有掠夺 BOSS 技能的能力外，还有好几个隐藏天赋。从这一点来看，你应该有一个顶级暴力天赋，而且这个天赋最次也应该达到了史诗级的强度。隐藏天赋？顶级暴力天赋？”苏明一愣，见到苏明一脸茫然，陈淑妍不由得解释了起来：“看来，帅弟弟，姐姐又要开始给你科普了，这可不是免费讲解。以后进入清北大学后，你必须要选择我当理论课魔导师。”陈淑妍有些娇嗔的看着苏明，笑着说道：“可以。”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对清北大学本身就不熟悉，能有这样一个熟人当魔导师，而且颜值和身材都堪称天花板级御姐的程度，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什么是隐藏天赋？和正常的天赋有什么区别吗？苏明渴望地问道。他确实很好奇。现目前，苏明的属性栏中只显示了2个天赋，而所谓的顶级暴力天赋，貌似从未听说过。区别？陈淑妍扬了扬眉，深深地看向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道：“我这么说，你应该能理解，隐藏天赋的价值丝毫不亚于顶级 BOSS 技能。”第198章至高仪式，学院积分来自……苏明微微一愣，有些惊愕了。顶级 BOSS 技能的价值，苏明再清楚不过了，而隐藏天赋竟然可以和顶级 BOSS 技能相媲美。陈淑妍美眸里掀起了一丝涟漪，她也看出了苏明目光中的惊愕，当即再度开口解释道：“可能我这么说你没有什么概念，举个例子吧，咱们大夏龙国职业者的数量在整个蓝星中稳居第一，如此大的基数下，你知道每年出现的隐藏天赋有多少吗？”苏明摇了摇头，最多的一年也不过是出现了4个。简单来讲，隐藏天赋的稀有程度远远超出了史诗级职业者，哪怕是史诗级职业者，每年也好歹能有那么10几个，就算再少，也不至于只有4位。陈淑妍苦笑了下，苏明再次懵了，他确实没想到隐藏天赋居然这么罕见。那如何让隐藏天赋彻底激发潜能呢？苏明皱了皱眉，问出了心中的疑虑。在我的属性栏里，并没有顶级暴力天赋的任何描述，哪怕是掠夺天赋也都有显示。我想知道如何才能真正掌握这个天赋。陈淑妍眼前微微一亮，有些欣赏地看着苏明说道：“帅弟弟，你在一中这几年文化课成绩咋样？”文化课？苏明扬了扬下巴：“还可以，差不多都是年级前3。”难怪。陈淑妍赞扬了一句道：“你的理解能力很强，直接抓住了核心点。这样的理解能力，就算不是战争职业，也可以做一名优秀的魔导师。其实，想要让隐藏天赋彻底发挥出天赋真正的效果，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完成一次天赋觉醒仪式就可以了。而这种仪式对咱们清北大学而言，不要太轻松。学校里有现成的神官职业者以及极品仪式材料，能够确保传说级以下的顶级天赋完美觉醒，激发出最大的天赋潜能。”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不愧是清北大学，在某些方面确实很强。然而，陈淑妍的话刚一说完，他又再次看向苏明，补充了一句：“可以为你做一次至高觉醒仪式，不过可不是免费的哟。想要兑换一次至高仪式，你需要先凑够学院积分。”积分？苏明微微一目呢。对，不会很麻烦，对你来说应该轻而易举才对。每一所高校，不论是985211名校，还是说普通的本科学校，都有对应的学院积分。这种东西可以在学校兑换常见的生命药剂、魔力药水，也可以兑换副本怪物材质、高级武器，还有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当然，想要进行一次天赋觉醒仪式，也需要使用不少的学院积分点来兑换。陈淑妍笑着解释道。而获取积分的方法也不难，可以通过完成学院发布的星级任务来获取积分，也可以去学院的专属副本世界里击杀怪物来得到积分奖励。总的来说，只要实力足够强，这些都不是大事。明白了。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陈淑妍的讲解很清晰直白，这也算是入学前的一些小知识科普了。对于这个规定，苏明没有半点不满，相反，他觉得挺合理的。怎么说呢？毕竟是至高仪式，不论是邀请一名神官职业者来吟唱咒语，或是说仪式所需的怪物材质、顶级法阵，都需要耗费人力物力，学校不可能免费提供。用积分点来兑换，很合理，能够让真正有实力的学员不断提升自己。而那些摆烂的咸鱼，资质本就很差的学生，只会被真正的顶级天才给拉开差距。到最后，哪怕也是从清北大学毕业的职业者，却沦为了普通人。对了，我估计你除了有隐藏天赋外，还有一个隐藏第二职业。过段时间入学以后，
你最好做2次至高仪式，将天赋潜能和职业潜能彻底激发出来。这样的话，你或许能成为一名双生职业者，而且还是一名有着好几个顶级天赋的双生职业者，至少能让你现在的战斗能力提升10几倍。帅弟弟，你要起飞了！陈淑妍忽然想到了什么，双眼微微反光的说道：“2次至高仪式，天赋仪式，转职仪式。”苏明不禁苦笑了一下，看来入学后够得忙了，想要凑够这2次觉醒仪式所需要的学院积分点，怕是要苏明忙活好一阵子才行。虽说他现在并不了解积分点的兑换价值，然而好歹也是至高觉醒仪式，价格应该不会太便宜。我先尽量凑够学院积分吧，2次至高仪式，价格应该蛮贵吧？苏明讪讪一笑，看了一眼陈淑妍。闻声，陈淑妍也莞尔一笑，没有正面回答苏明的话，而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加油嘛，你还这么年轻，以你现阶段的实力，就算兑换仪式的积分点再多，最多也就2个月就能搞定了。”好家伙！苏明眼前猛然一亮，2个月？嗨，果然不便宜。当然，苏明也没有多说什么。别看要花2个月时间才能兑换至高仪式，这还是清北大学核心学员的专属福利，其他职业者想要都没辙。多的不说，就像中海市的职业者，也唯有韩英依赖背后的苍魂公会，才完成了1次至高仪式，解锁了第2职业暗黑巫师，而其他人压根连这种机会都没有。等你完成天赋觉醒仪式，将顶级爆绿天赋的潜能完美激活后，你以后在击杀 BOSS 怪时所掉落的物品品阶会比之前提升无数倍，而且掉落的物品数量也会翻倍。陈淑妍再次为苏明讲解了下，他耐心的开口说道：“隐藏天赋在没有完全激发潜能前，所发挥的天赋效果都是随机的。换句话而言，你现在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从 BOSS 怪那里爆出一些高品阶战利品，比如你的英雄级武器，或者说掉落的高级属性宝石，都依赖于天赋效果。然而其他时候，隐藏天赋便会失效，不能起到真正的天赋作用。只有当你完成天赋仪式后，才能真正的享受顶级爆绿天赋所带来的高额爆绿。随便终结一头低级 BOSS 怪，爆出的物品都会超出你的想象。”苏明不禁倒吸了一口浊气，着实惊呆了。看来这个史诗级天赋确实很强，掉落物品阶提升，数量翻倍，这种级别的天赋看得苏明心里直痒痒。我有这种天赋的概率有多大？苏明没有被兴奋冲昏头脑，而是问了一个关键问题。到目前为止，陈淑妍也只是怀疑，不能100%确定苏明一定拥有顶级爆绿天赋。要是完成仪式后没有解锁这个天赋，那岂不是尴尬了？所以苏明直截了当地问了下。很高。陈淑妍指了下面前的狩猎团成员以及他们手中的战利品，这些都是才从死亡沼泽怪物那里爆出来的奖励。这么说吧，你现在一个人获得的物品价值已经能媲美他们10几人所得到的东西了。毕竟你都能从白银级副本里爆出暗金级乃至是英雄级武器，这已经能从侧面证明你几乎有70%以上的概率拥有爆绿天赋，而且还是相当顶级的爆绿天赋。陈淑妍的话点醒了苏明，70%以上的概率。苏明大口的喘息了下，心脏更是一阵跳动，有些莫名的期待了起来。如果算上那张史诗级入场券的话，我能觉醒爆绿天赋的概率应该能超过80%吧。苏明微微眯了下眼，心中暗自思忖道。他没有告诉陈淑妍自己手里还攥着一张史诗级入场券，也是从前海湾副本里爆出来的。如果算了这件东西，苏明现阶段的爆率确实有点吓人，已经比10几名100级以上的职业者还要夸张了。希望到时候的觉醒仪式不会让我失望。一念及此，苏明的心情也舒坦了许多，对清北大学更加向往了。很快，夜幕降临，整个亡灵峡谷副本变得格外阴森，狩猎团里所有成员都受到了一个 debuff 弱化效果，每秒都会掉落一定量的生命值。在这种强制扣血效果下，如果还继续推进和 BOSS 怪死磕，狩猎团怕是不知道要损失多少职业者。所以众人在白征城的带领下来到了死亡沼泽禁地唯一的安全区——荒野草地。在一个类似于盆地的地方，周围的树丛都很矮，裸露出来的石块表面覆盖着一层淡淡的冰霜。这里的温度很低，凌晨后能降到零下10几度。大家先扎营，牧师和法师注意营地周围的火把不要熄灭了，法阵师也注意一下营地周围的防御法阵有没有什么纰漏。如果深夜的时候法阵碎掉，整个狩猎团都会遭受到一场毁灭性的打击。白征城站在一块硕大的石块上，看向整个狩猎团的众人，高亢地说道。所有都在同一时间微微点了下头，开始忙活了起来。然而就在此时，苏明却不禁皱起了眉头，眯起眼看向了侧后方，那里竟然出现了一支狩猎团。职业者的数量不少，和中海市联盟狩猎团的人数差不多。
来自江南省的狩猎团队。苏明凝视向其中一名职业者衣襟上的徽章，那是江南省转职神殿的标志。第199章园艺工会史诗级圣骑士，这是要来抢营地吗？苏明只是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心中暗自想到：死亡境地中只有这一个安全区，除了荒野草地外，在其他地方扎营会持续受到副本弱化 buff 的攻击。每秒掉落的生命值虽然不会造成太过强烈的伤害，可是连续好几个小时的持续伤害，就算是等级再高的职业者也很难顶住。更何况，任何来亡灵峡谷副本的狩猎团都希望能得到最终副本奖励，不可能将生命药剂和恢复药剂用在这种地方。所以苏明下意识的便想到了一种可能，身后出现的这一支江南省狩猎团是来找茬的。果然，还没有等到苏明开口提醒白征成他们，那支狩猎团中便站出来了一名身披英雄级铠甲的圣骑士。圣骑士手中紧握着一柄华丽的十字长枪，身下骑着一头彪悍的火纹的走龙，硕大的龙头疯狂摇晃着，不断彰显出属于巨龙坐骑的威风。而这头地走龙的鼻息也随着圣骑士的动作不断喷出一团团带着硝烟的火焰，看上去相当吓人。你们是中海市的狩猎团？我名为官员，江南省燕南市园艺工会长。圣骑士将十字长枪横在身前，用余光扫视了一眼苏明以及其他狩猎团成员，语气中带着一丝傲视地道：早就听说中海市各大 A 级工会组建了一支联盟狩猎团，原来就是你们那看上去貌似也不咋样嘛。死亡沼泽让你们损失了很多职业者，还是说中海市的最强组织也就这点分量？说到这里，这名圣骑士不禁眯起眼，淡淡一笑，神情中噙着一丝明显的讥讽。最后他将目光放在了苏明身上，本就有些想笑的表情更加精彩了，差点一口气没憋住，发出了噗呲一声。哟，这是60级职业者，还没有完成3转呢。你们这是花园宝宝狩猎团？宝宝巴士。圣骑士扬了扬下巴，笑得合不拢嘴了。苏明眉头顿时一皱，默不作声。可是看向这名圣骑士的目光里却透露着难得一见的寒冷。而不只是苏明，中海狩猎团里其他职业者一样都当场握紧了手中的武器，一下子如同浪潮似的朝着官员的方向围了过去。官员会长，你咋都300多级了，说话还是这么鸟样子？白征成不甘示弱地回怼了过去。他没有坐骑，只是站在那里，高大的身体却形成了极强的压迫感。白征成俯视了一眼官员，大声的道：咋说话娘们唧唧的，老这么阴阳怪气可不好啊。哦，对了，我差点忘了，关会长一开始就是靠着富婆上位的，要不是你那位前会长女友，你应该也当不了园艺工会的会长吧？所以娘们唧唧一点也很正常，本身就是小白脸嘛。白征成的声音有些瓮声瓮气的，很是浑厚。然而一听到白征成的话，苏明以及狩猎团里的其他职业者全都眼前微微一亮。奶奶的，真解气啊！白征成，你别得意，你那个垃圾工会嚣张不了多久，别忘了我园艺工会以前可是 S 级，而你呢？所谓的征程工会连 A 级都很勉强。圣骑士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野猫一样，当场怒了，指着白征成的鼻子骂道：哟 S 级工会呢？白征成不禁笑出了声，瞪着官员说道：我记得以前可没有什么 S 级园艺工会，而是一家 S 级轻霜工会呢。白征成的话一瞬间让圣骑士神情一变，气得脸都快要憋红了。而在白征成身后的那些中海市职业者们则是都应和的笑出了声，甚至有的职业者表现得相当夸张，都已经开始捧腹大笑了。轻霜工会？苏明微微一愣，神情略微有些不解。苏少。在苏明身旁，一名男牧师职业者笑了笑，开口为他解释道：江南省燕南市以前有一家 S 级工会，名为轻霜工会。一开始那家工会的会长是名女骑士，相当剽悍，猛得令人发指，可以手刃巨龙那种级别。不过可惜的是，轻霜会长是个恋爱脑，几年前和官员俩人，而后不知道是不是和官员有关系，轻霜会长在刷副本的时候失踪了，直接人间蒸发。而官员这个圣骑士厚颜无耻地抢占了轻霜工会，当上了会长，还给工会名称给改成了园艺工会。男牧师说到这里摇了摇头，叹息道：好端端的一个工会直接降为 A 级，而官员也靠着工会原本的资源一飞冲天，从暗金级职业者晋升成了一名史诗级。他现在算是全国有名的史诗级圣骑士，在江南省的声望还是很高的。听到男牧师的解释，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恋爱脑女会长，小白脸圣骑士，经典剧情啊！不过就在这时，男牧师却苦涩的一笑，再次开口说道：苏少，你知道吗？其实咱们征程工会的白会长以前也是江南省职业者，而且还是轻霜工会的高级成员，差一点就能当上管理了。
只可惜，随着青霜宫会长的离开，整个青霜宫会变得一片狼藉。白会长也离开了燕南市，来到了中海市扎根。苏明眼前微微一亮，他看向了那名圣骑士。卧槽，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家伙一上来就口出狂言，合着这里面还有这种故事。你们白会长和那青霜会长？苏明微微深吸了一口气，看向南牧师，好奇地问道。不是苏明太八卦了，而是这故事有点刺激呢，很难不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没有，南牧师强颜欢笑了下，解释道，白会长和先前的那位青霜会长没有那种关系，只是正常上下级。不过白会长对那个工会感情很深，咋说呢，毕竟是刚本科毕业就加入了青霜工会，肯定是有感情在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白会长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官员篡改工会名称。不过很多事情不是白会长能阻拦得了的。工会里其他职业者不知道被灌了什么迷魂药，全都死命去力荐官员做会长，最终白会长拦不住，便索性离开了江南省那个伤心的。苏明听到南牧师的解释后，微微一摇头。可以这么说，白征成和这名圣骑士算是老冤家了，难怪一见面就开始疯狂怒对。白征成，你咋那么磨叽，只有嘴上功夫？官员深吸了一口浊气，用力的一拍身下的地走龙坐骑，神情很不愉快的看向白征成，怒骂道：咋了？闻声，白征成一下子笑出了声来，当即朝着官员走去，大声说道：你想和我对决？可以，生死对决，谁输了等级清零。白征成语气冰冷，已经动了真格。谁能想到官员却噗呲一声笑了出来，他指着白征成的鼻子骂道：我说你是个莽夫，你还不信？这个世界哪有会长动手的？官员扬了扬下巴，不屑地看着白征成。那你想咋样？白征成脸色一沉，亡灵峡谷副本死亡沼泽禁地，只有这一个地方是安全区，我们园艺工会这次来副本可是奔着最终 BOSS 奖励来的，自然不可能白白浪费掉生命药剂。官员眼神里噙着一丝厚颜无耻的笑意，淡淡的看向白征成说道：当然也不可能像你这个莽夫一样，动不动就让最强职业者让工会长出面对决。倘若狩猎团里失去了一名300级职业者，后续的最终 BOSS 怪谁来终结呢？所以为了公平起见，让狩猎团里等级最弱的职业者来一场 PK 赛，谁输了就让出荒野草地安全区去野外 BOSS 领域扎营。这样一来，不仅不会消耗狩猎团里的最强职业者，也不会浪费太多的生命药剂和魔力药水，能够保证狩猎团的最强战力不受到损失。说到这里，官员稍微停顿了一下，斜眼看向白征成：白会长，你觉得这个提议咋样呢？哟，不会吧，不会白会长害怕了吧？对了，我们园艺工会狩猎团毕竟只是一个小狩猎团，现在团队里最弱的职业者等级才75级啊，不到4转。我想白会长应该胜券在握吧。官员放声大笑道，目光却停留在了苏明的身上。他虽然不能查看苏明的详细属性栏，可是却能清晰地看见60级段位。而官员所说的这些话，语气里透露着不加掩饰的反讽。奶奶的，这个死杂种咋那么不要脸呢？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不就是想让苏少和他们那边的75级风暴骑士1对1 PK 吗？随着官员的话一开口，苏明所在的狩猎团所有职业者全都炸开了锅，气得额头青筋都冒出来了。一名脾气火爆的狂战士更是当场啐了一口，暗自骂道：这他娘的就是阳谋，相当狡诈。如果我们拒绝那个狗杂种圣骑士，就可以耀武扬威的拉踩一波，要是接受奶奶的75级 PK 60级，有尼玛的公平可言。脾气爆炸的狂战士深吸了一口浊气，再次开口怒骂道：要我说也别管那么多了，不就是一个亡灵峡谷副本吗？咱们征程工会啥时候受过这种鸟气？另外2个工会和中海禁卫军团咱不管，可征程工会的职业者今天他娘的必须和园艺工会干一架，就算工会成员全军覆没又咋样？大不了终极 BOSS 奖励不要了。争一口气，一旦激起千层浪，狂战士的话当场让征程工会的职业者们情绪高涨，纷纷从怀里取出了生命药剂和魔力药水，一口气饮下了好几瓶。看这架势，是准备和园艺工会那边的狩猎团来一场死磕。第200章史诗级巨龙血统。大家都冷静一下，别太冲动，先稳住自己的情绪。此时的白征成见到征程工会的成员全都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怎么说呢？如果要说谁对眼前这名圣骑士最了解，在场的所有人中无疑是白征成最熟悉。毕竟多年以前，白征成可是元青霜工会的高级职业者，和官员也算是上下级关系。白征成太了解官员了，这就是个活脱脱的小人，奸诈、阴险、厚颜无耻。官员的目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想要争夺荒野草地这个唯一的安全区，同时
也想要杀一下征程公会以及中海联盟狩猎团的锐气。毕竟，亡灵峡谷副本里的终极 BOSS 奖励就那么多，如果能提前打压中海联盟狩猎团，对园艺工会来说好处实在是太大了。要是能让狩猎团一蹶不振，那就更是中了官员的下怀。白征程深吸了一口浊气，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联盟狩猎团，目光从苍魂公会、永恒公会、禁卫军团的职业者身上掠过，最终停留在了苏明的身上。此时的白征确实有点犯难了。如果这次来副本的只有他们征程公会，以白征程的脾气，今天不论如何也要和园艺工会来一场恶战，争一口恶气，就算最后两败俱伤也没事。然而，现在的他所担负的责任可不只是一家 A 级工会，他还是整个联盟狩猎团的团控。如果白征程今天真的意气用事了，恐怕等副本一结束，苍魂公会、永恒公会、禁卫军团这些中海市的头部势力都会对白征程另眼相看，将来一定会排挤征程公会。原因很简单，因为白征程的意气用事，让原本可以获取最终 BOSS 奖励的联盟失去了宝贵的机会。这几个中海巨头咋可能没有怨气？以后白征程想要在中海市立足，恐怕有点难了。然而，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让出营地，白白便宜了园艺工会，这也不太现实。想到这里，白征程大口地喘息了下，用试探的目光看了一眼苏明。官员他们毕竟是江南省的职业者，对苏明不算太了解，第一时间也没有认出这名60级的职业者正是不久前火爆全国的顶级天才，那个驯化了死灵古龙的小怪物。而75级的职业者和苏明 PK， 最终的结果还真不一定。就在几个小时前，苏明可是单杀了一名死亡骑士头目。苏少，你看。白征程朝着苏明走了过去，凑到他身旁，开口询问了下。苏明虽然在狩猎团中，可是白征程却不能随便去安排苏明的行动。理由很简单，苏明现在的身份已经能和白征程平起平坐了。史诗级职业者，驯化死灵古龙，保送清北大学，学习了好几门禁咒，现在身旁还随身跟着一名400级的京都魔导师。这种级别的年轻大人物，就算是白征程也要低声下气。然而，以现在的局面来看，如果苏明能出手并赢下这一场 PK， 肯定是最好的方案。不仅能让征程公会和联盟狩猎团扬眉吐气，甚至能狠狠地打压一波园艺工会，说不定还可以压个住，从官员那里捞一波极品武器。一念及此，白征程心中也充满了一丝渴望，希望苏明赢下这场 PK， 也希望苏明有足够的底气。然而，就在此时，苏明却不禁眉头一紧，双眼微微泛起了一阵亮光。叮！恭喜您成功触发神级选择。当前剧情：江南公会的挑衅。选择1，拒绝 PK 对决。这一场 PK 赛本身就是由白征程和官员的过往恩怨引起的，让白征程自己解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终的结果，或许中海联盟狩猎团会损失一部分职业者，也有可能让出一部分营地。不过你不会承担任何风险。奖励一本黄金级 BOSS 技能书。选择2，果断答应这场 PK。一名75级的风暴骑士并不能对你造成太大的威胁，只要稳扎稳打，多半能赢下这一局 PK。而 PK 赛自然有赌注，可以以死灵古龙作为赌注，去压住圣骑士的英雄级地走龙。只要能赢下这一局，你将会获得一头血统高贵的地走龙，而让死灵古龙阿尔法吞噬掉地走龙，可以获取大量的经验值，完成一次疯狂转职，提升血统强度，完成血统进化。奖励一瓶史诗级巨龙血统药剂。选择3，直接对圣骑士官员出手，让死灵古龙、光印独角兽、恶魔渡鸦全部爆发，攻击这名 LV 300级的圣骑士。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情况下你将会死亡，不过也可以使用掉所有复活宝石，有很小的可能性能让陈淑妍这位魔导师出手为你击杀圣骑士。奖励1颗复活宝石。神级选择触发了，苏明下意识地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次的奖励很炸裂，甚至出现了史诗级巨龙血统药剂，这还是第一次苏明见到如此爆炸的选择奖励。不仅如此，另外2个选择所对应的奖励也相当丰厚，分别是1颗复活石以及1本 BOSS 技能书等等。苏明注意到了神级选择中泄露的隐藏信息，双眼不禁微微一阵反光。这名圣骑士身下的巨龙坐骑竟然也达到了英雄级血统强度，巨龙血统还很高贵。苏明愣了下神，埃尔法如果吞噬掉这头地走龙，可以获取海量的经验值，完成转职，提升血统强度，完成血统进化。苏明的心脏不由得咯噔一颤，有些明白了其中的意味。简单来说，按照神级选择所泄露出的信息，如果苏明得到了圣骑士的那头地走龙，让埃尔法使用掉史诗级血统药剂，又吞噬掉地走龙的血统精华，或许
苏明的死灵古龙坐骑能再次提升一个档次，晋升为史诗级巨龙。怎么说呢？就算是史诗级血统药剂，坐骑在使用后也不会100%完成血统进化。史诗级只是证明这瓶血统药剂的强度很高，价值无比昂贵。然而，想要让埃尔法真正的转职进化为史诗级巨龙，至少也需要好几瓶史诗血统药剂。而现在，苏明面前却摆了一个大好的机会，吞噬那头地走龙血统，再使用血统药剂，埃尔法便能成为一头真正的史诗巨龙。这是什么概念？几乎和凛冬副本世界里的毁灭黑龙、死亡之翼一个档次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凛冬副本里的毁灭黑龙好像也只是一头史诗级巨龙，岂不是说今天过后，埃尔法已经能媲美那头传说中的毁灭巨龙了？想到这里，苏明不禁疯狂吞咽了好几口唾沫。谁能想到呢？一名60级职业者竟然能拥有一头史诗坐骑，这种事情如果曝光出去，怕不只是惊动全国，完全可以让全国来一场小型地震。所掀起的轰动几乎能让全国各大 SSS 级工会的职业者全目瞪口呆。史诗级职业者或许还比较常见，每年能出现那么10几名。然而，史诗级坐骑却不一样了，每年能出现2、3头就已经是难得一见了。原因很简单，史诗级巨龙也好，或者说史诗级宠兽也好，想要驯化难度比登天还难。一般情况下，副本里的史诗级生物都有着极为强大的防御力，而且自带副本 buff， 根本难以驯化。更何况这种血统高贵的生物，宁可死亡也不会选择臣服，驯化难度系数极大。如果培养出一头史诗级坐骑呢，那就更是痴人说梦了。要不是苏明拥有神级选择奖励，以及掠夺 BOSS 技能，还有顶级隐藏爆绿天赋，他也不可能让阿尔法从暗金级晋升为英雄级。即便是 SS 级工会，想要让巨龙坐骑提升一个血统强度，都需要煞费苦心，耗费大量的资源，还有可能失败。而苏明完全是依靠着金手指才侥幸完成了埃尔法的血统提升，这一次更是变态，竟然能让埃尔法晋升成史诗级巨龙。222222。想到这里，苏明深吸了一口浊气，让新鲜的氧气充满了肺部，大脑也从亢奋中清醒了过来。奶奶的，肯定要选择2，不仅能得到一瓶史诗级血统药剂，还能让埃尔法完成转职，何乐而不为呢？苏少，白征程见到苏明愣神，不禁眉头都有些紧锁了。难道说苏明被吓到了？也对，毕竟只是一名60级职业者，还是一名高中生，肯定没有见过这种大场面。白征程长叹了一口气，准备亲自解决园艺工会这场闹剧。然而，苏明却在此时开口了。他看向白征程，神情淡然地说道：“白会长，这件事交给我吧。75级的风暴骑士而已，我应该能解决。”听到这句话，白征程眼前猛然一亮，甚至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嘶的声音，彻底被苏明的自信给折服了，当场深吸了一口冷气。苏少，你说的是真的？白征程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其实，白征程询问苏明有2个目的，一方面是出于礼貌，希望苏明能答应这场 PK，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陈书言能出手。怎么说呢？陈书言毕竟是清北大学魔导师，也负责苏明的安全。如果陈书言动手，肯定能轻易解决这场闹剧。只不过这样一来，貌似有些不合规矩。毕竟说好了的，陈书言只负责保护苏明，而不会插手工会和狩猎团的事情。可是现在的情况毕竟有些复杂，如果园艺工会和征程工会真的宣战了，苏明肯定会受到波及。然而，让白征程很是意外的是，苏明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下了 PK， 还表示能解决75级的风暴骑士。真的？苏明冲着白征程淡淡一笑道：“就算他是80级，我也有信心干掉他。”